艳阳高照，魔都皇冠5星级酒店。林云墨从睡梦中醒来，大脑有些晕沉沉。能不沉吗？昨晚喝了一夜的酒。侧头看着睡在身旁的女人，肤如凝脂，瓜子脸，妥妥的大美女一个。收回目光，落在枕头边上的2本结婚证上。前世一生都不曾婚娶，没想到今世能弥补这个遗憾。林云墨，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30年前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前世的他是世界级的顶级资本大鳄，因为厌倦了那种勾心斗角的生活，这辈子只想安稳度过余生，所以并未在这个世界搅动风云，否则以他的见识阅历，这个世界的金字塔顶端必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至于他身边的女人，豆沙平台当红女主播呆小妹。昨晚下播后，他感觉自己近段时间压力太大，索性出去小酌2杯，没想到在酒吧中碰到独自喝酒的林云墨。林云墨这一世虽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前世身为上位者，领导各方的资本大鳄，那股万人之上的气质着实让呆小妹着迷。在酒精的作用下，呆小妹上前搭讪，没想到这一聊就是一整晚，最后2人都在迷迷糊糊中去扯了结婚证。林云墨正想到这里，脑海中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叮，30年转瞬即逝，闲鱼签到系统正式开启。系统？林云墨呆了一下，但刹那间就反应过来，脸上并未流露出其他神色。叮，第一个签到地加。这声结束后，脑中再没有任何声音。系统试着在脑中叫了声，但并未出现任何声音。看来必须要到家才能知道这系统的作用。林云墨的接受能力很强，对于大脑中出现的奇怪系统并没有产生惊慌的情绪。就在这时，房间中传出一声轻吟。林云墨转头看向呆小妹那张精致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微微一颤，紧接着睁开。四目相对，2人都没有率先开口说话。半晌，我亲爱的林先生，我们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结婚了呢？呆小妹脸颊出现2个可爱的小酒窝。是啊，一切都像是在做梦。林云墨脸上也出现笑容。呆小妹翻身抱住林云墨，你今后可不许辜负我，不然咬死你。看着呆小妹露出的小虎牙，林云墨伸手温柔地摸了摸她的秀发，不会辜负你。2人又在被窝中温存了一会，随后相继起床。我下楼去买吃的。5星级酒店有早餐，但现在时间都快到下午2点，哪里还有吃的给你准备？等林云墨出去，呆小妹打开豆沙直播 app， 点击开始直播。不过一小会，直播间的人气稳定在300万左右。弹幕：老女人，今天怎么这么迟才开播？呆总最近有些懈怠了呀。呆总这是在哪？我怎么感觉像是在酒店？老女人，你不会和那个小白脸那个了吧？看到这些个弹幕，呆小妹满头黑线。你猜就猜吧，还 TM 猜那么准？嘿嘿，你们骚话怎么那么多？今天户外就不打游戏了。反正呆小妹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结婚的消息。此时在酒店直播也没有任何顾忌，将镜头旋转一圈。卧槽，这老女人还真是在酒店。呆总，今天怎么这么迟才开直播？看到这条弹幕，呆小妹眼中带着不屑，慌个锤子，今早去扯结婚证了，开什么直播？弹幕，直播间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呆小妹眼里的不屑更加明显。老女人，你又在和我们开玩笑。呆总，可不行这样啊。呆小妹见直播间好多人都不信，你们给老子等着。说着话，拿着手机往卧室中走去。当2本结婚证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直播间安静了一下，随即，卧槽，爷青姐，真 TM 的是结婚证啊！老女人，终于是把你嫁出去了呀！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撇撇嘴，行了行了，不就是结个婚吗？也结婚了，收礼。周淑怡打赏火箭乘10，大马猴打赏火箭乘10， PDD 打赏火箭乘10。哎呦，感谢各位的礼物打赏，呆小妹现在很幸福。这次的打赏太 TM 舒服了，要是每个月来一次，买豪宅买豪车舒服啊。周淑怡，呆总是不是傍大款了？这么快就把自己送出去了？周姐，你怎么就这么肤浅呢？我就不配拥有爱情了？看到这条弹幕，呆小妹立刻回怼。弹幕：我呸！鄙视！我呸！鄙视！一连串鄙视的弹幕出现直播间。对此，呆小妹并不在意，查看了一下目前的人气。卧槽！看到现在的人气，呆小妹失声叫出了声。人气 1500W， 贵宾 15W。 什么叫人气？这 TM 才叫人气，与以前相比，完全是大巫见小巫。咯吱！就在此时，门外传来开门的声音。呆妹，去哪了？紧接着就是一个温柔磁性的声音。周淑怡，卧槽，这声音听得我骨头软趴趴的，是什么神仙啊？同意周姐的话，小哥哥声音好酥。擦，和我的声音一样，没啥意思。明显这是个极度难的话。楼上的滚，
小哥哥声音好好听，呆总，让我们看看你男人呗。周淑怡本来是要走的，但她也想看看呆小妹男人长什么样，索性又待了一会，并带起节奏。周淑怡，随了礼，没看过新郎官什么样，老女人你可是要想清楚。瞥了眼弹幕，呆小妹拿着手机走出卧室，看到凌云墨，呆小妹眼睛弯成月牙。我亲爱的林先生，你回来了。话语是相当之温柔，与直播间中相差甚大。来到凌云墨身边，一把抱住他的手臂，随即扬起手机，看，这就是我家林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呆小妹脸上满满的自豪感。看，我家林先生帅吧，我呆小妹找的。凌云墨看了眼直播间，为了满足呆小妹的虚荣心，开口微笑说：大家好，我叫凌云墨，是呆妹的合法丈夫。第二张，呆总，你气势哪去了？啊呦呦，缩了，骨头都缩了。好帅，林哥哥好帅。林哥哥，那呆货不适合你，来找我吧，36D，黑丝大长腿。周淑怡，老女人，你是怎么找到这么高质量的男人啊？林哥哥，你有没有弟弟或者哥哥的？求介绍。求介绍+1，求介绍+10086。见直播间中的弹幕全是求介绍，凌云墨笑了笑。我家有我一个，呆妹一个，还有一个尚未出生的小呆呆，要不你们再等等，等小呆呆长大了介绍给你们。周淑怡，哈哈，一见周淑怡吃瘪，呆小妹瞬间大笑。周姐，我不嫌弃，只要你叫我一声妈，保证让你进我家门。周淑怡，老女人，滚！哈哈，呆小妹现在别提多高兴了。周淑怡在豆沙平台和她关系最铁，能逼得她说不出话来，简直就是天下最美妙的事。咚！就在呆小妹得意之际，脑袋突然感觉到一疼，哎呦！转过头，委屈的看向凌云墨。2点了，该吃饭了。哦，呆小妹没了在直播间中的嚣张气焰，乖乖放开凌云墨手，3两步跑到餐桌上，那里正有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卧槽，我眼睛瞎了吧？这老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不是一孕傻3年吗？怎么结个婚也能这样？老女人，你变了。瞥见凌云墨进入卧室收拾东西，呆小妹松了口气，随即本色就露了出来。你们懂个屁，这叫爱。你们知道什么叫爱吗？一群单身狗，滚！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被凌云墨听了去一样。哈哈，老女人，有本事说大声点啊！周淑怡，你家男人给你买的什么东西？呆小妹将直播镜头对准桌上的小米粥。喏，这个。周淑怡，不对啊，大中午的，没带你去吃山珍海味。看来你家男人是不爱你，放弃吧，让我来。对对对，你家男人不爱你。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火气登时就上来了。昨晚一直喝酒喝到早上，又大战了一场，现在小米粥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吃。呆妹，怎么了？直播间的弹幕没等到，凌云墨的声音却从卧室内转了出来。啊，没事老公，和直播间聊天呢。呆小妹缩了缩脖子，见卧室中不再有声音，这才放松下来，随即马上看向直播间的弹幕。大战，我想知道是怎么大战的，狗头保命。周淑怡，幸福啊，不过现在都2点了，你家林先生是怎么买到小米粥的？真 TM 的怂，去和他硬刚啊！你呆总不能就这么被压在下面。吃着小米粥的呆小妹一愣，心中也是十分疑惑，现在都2点了，怎么可能还有人在卖小米粥？怀着疑问，呆小妹蹑手蹑脚的来到卧室门口，小脑袋探进里面。老公，收拾卧室的凌云墨转身就见一个小脑袋，怎么了？老公，小米粥哪里买的？怎么了？不好吃吗？我借酒店厨房自己熬的。啊，没有，非常好吃。说罢，呆小妹缩回脑袋，飞快跑到餐桌上，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满满的幸福感。周淑怡，老女人，厉害了！林哥哥好体贴人啊！什么时候我才能遇见像林哥哥这么好的男人啊？看到这些羡慕自己的弹幕，呆小妹现在非常满足，虽然吃的只是一碗普通的小米粥，但是却比以前吃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吃。1分钟后，小米粥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好饱。靠在椅子上，呆小妹手摸着圆滚滚的肚子，一脸的满足感。又等了一会，凌云墨收拾结束，出了卧室。呆妹，我们回家了。好。呆小妹从椅子上起身，来到凌云墨边上，一把挽住手臂。坐电梯下楼，取车。车是之前请代驾开过来的。老公，你会开吗？呆小妹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保时捷718。我开吧，你休息一会。凌云墨在前世的时候什么车没玩过，就算是世界顶级豪车也都不在话下。保时捷718而已，随便开。上了车，随着响起的音浪，两人离开车库，进入主路。保时捷开始提速，当经过一个弯道，吱，轮胎与地面拉出响声，竟是来了一个漂移。路人看出神了，直播间的众人也看懵了。卧了个槽，
林先生是什么来头啊？看他开这辆车好像很熟悉的样子。林先生玩车的样子好帅，这才是保时捷正确的打开方式。以前跟着老女人完全就是蒙尘了呀。戴总，能透露一下你家林先生是干嘛的吗？此时呆小妹正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凌云墨，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弹幕上在说什么。老公，你好厉害，乖乖坐好。凌云墨瞥了眼呆小妹，发话。哦。呆小妹嘟了嘟嘴，收回视线，坐直身体，真的是听话无比。靠，呆总，你的气势呢？你的节操呢？老女人，话说你家林先生是做什么的？对啊，透个底呗。见到这条弹幕，呆小妹心底一慌，她和凌云墨也才认识1天不到，连最基本的信息都还没了解。但现在直播间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凌云墨的身份，她又不得不做出回应。思索片刻，呆小妹眼珠一转，用自己的账号在直播间中发了一条弹幕：我家林先生身份必须保密，不能说的哟。身份必须保密。老女人，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但我找不到证据。对于直播间的人来说，什么身份保密啊？这完全就是借口，呆小妹不想说而已。我觉得吧，上帝为一个人打开一扇窗，就要关上一道门。林哥哥那么好看的一张脸，这个经济实力嘛，可能就比较那个了。这条弹幕说的还是比较含蓄，没有直接说凌云墨可能是穷鬼。楼上的，你在想屁吃？没见到林哥哥玩车的样子。穷鬼开保时捷，穷鬼会玩漂移。第3章，签到蟠桃献寿图。红色的保时捷快速穿梭在城市道路中，之后开往郊区，不多时就出现在一个村庄外面。呆小妹迷迷瞪瞪的下车，随即就被凌云墨牵上小手往村庄内走去。他们这里很平静，但是直播间中却是闹翻了天。卧槽，我就说上帝为你打开一扇窗，就会给你关上一道门，你们还不相信？这下没话说了吧？不应该啊，林哥哥气质那么出众，就算没有别墅，也应该在市中心有套房子吧？怎么可能在民房中啊？对于凌云墨的家，刚开始众人还是比较期待的，但是想象与现实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本来呆小妹以为凌云墨的家就在村里，可还未进入村子中，就顺着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了山。为了不暴露她与凌云墨才认识1天不到，呆小妹没有开口说话。走了几分钟，呆小妹实在坚持不住，现在的她只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重。老公，我走不动了。呆小妹可怜兮兮地望向身前的男人。凌云墨转过头一笑，随即蹲下身，上来吧。呆小妹眼中闪过皎洁的光芒，一跳就上了凌云墨背上。老公最好了。这句话再次让直播间的弹幕到达一个分峰值。卧槽，老女人，你恶不恶心？老女人，我要报警了。虽然林哥哥并不富裕，但对呆总是真的好啊。换做我也愿意找这样的男人，长得帅，气质独特，疼老婆，穷算什么？钱可以挣，这样的老公却不容易遇见。直播间有这么多人羡慕自己，呆小妹十分满足，对于凌云墨是否有钱已经不在乎了，大不了之后自己累点就行。老公，累吗？想着，呆小妹小脑袋往凌云墨背上蹭了蹭。不累。凌云墨这一世注重身体健康，每天早上都会晨练，加上呆小妹体重又轻，现在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老公，你真棒。卧槽，竟然让这老女人装起来了，有没有人能治治她的呀？好甜，甜得我糖尿病出来了。我瞎了眼才进入这个直播间。凌云墨用了10几分钟背着呆小妹回到家，这里独门独户，只有他一栋木屋。系统签到。刚刚踏进院子，不等呆小妹下去，凌云墨就在脑海中命令：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克斯蟠桃献寿图，已悬挂在宿主书房。叮，下一个签到地点将在1天后刷新，请宿主留意。脑中只有2句话，当这段声音消失后就没有再响起。不过现在的凌云墨却无暇在意这些。克斯蟠桃献寿图啊，这在前世可是拍卖出了2240W 的高价。克斯又名克斯，是华夏传统丝绸艺术中的佼佼者，在古代一直都是御用之物，因制造过程极其复杂，所以价格十分昂贵。所谓1寸克丝1寸金，这里说的就是它。前世的时候，凌云墨就非常喜欢收集克丝作品，但这蟠桃献寿图自从被人拍卖走后就销声匿迹，就算凌云墨当时是世界上顶级的资本大鳄，也无缘找到。他实在没想到在这一世却能完成他的心愿。呆妹，你先在下面到处逛逛，我上楼看看。放下呆小妹，凌云墨现在非常期待蟠桃献寿图的真容。好的，老公。呆小妹也是第一次来凌云墨的家，此时也需要熟悉一下周边的情况。凌云墨推开房门，3步并作2步的走上木屋第2层。第2层除了他的卧室，还有一间书房。进门的瞬间，凌云墨就看到对面幕墙正中悬挂着一幅扁起来的克丝作品，那正是蟠桃献寿图。
林云墨不由得被眼前这幅图画吸引，脚步缓缓向前移动。美，真是美极了。林云墨在前世可谓是看惯了名字名画，现在一幅缂丝作品竟能被他连续称赞，可见蟠桃献寿图他是多么的喜欢。林云墨在楼上看图画，下面呆小妹却和直播间的谁友打得火热。老女人，这不符合你的风格呀，怎么找了个穷鬼？对啊，呆总，你以前不是在直播间中放出豪言，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有钱的老公吗？老女人已封，鉴定完毕。呆小妹一看这些个弹幕，瞬间就火了。你们懂个锤子，这叫亲近大自然。看这里的风景多美，空气多新鲜。房管，你们干什么吃的？敢说我老公是穷鬼的，都给我踢出去！穷又怎样？老娘喜欢，爱你们是了。给我滚！一口气将心中的怨念全部说完，呆小妹这才好受了许多。呆总霸气，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老女人发飙了，发弹幕的兄弟们注意言辞啊！老子就要说，你老公是个死穷鬼，死穷鬼！不过在几秒之后，如上面一条的弹幕逐渐少了起来，明显是房管在启动飞机票计划。看不到那些烦人的苍蝇后，呆小妹才开始带着直播间的众人查看林云墨的家。鱼塘、菜园、花圃，每一个地方都让身处城市中的呆小妹感到新奇。等林云墨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呆小妹也已经重新回到院子中。老公，今晚我们就吃你种在院子里的菜吗？呆小妹眼巴巴地看向林云墨。好，我做给你吃。来到呆小妹身边，林云墨摸了摸她的小脑袋。林云墨所种植的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吃起来非常放心。陪着呆小妹又在院子中逛了一会，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点左右。老公，我有点累了，今天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加上昨晚喝了一夜的酒，呆小妹真的觉得遭不住了。我送你回房间休息一会，等你睡醒就能吃饭了。对于自己的这个主播老婆，林云墨是十分爱惜的，毕竟前世的他一直单身，根本没时间去谈情说爱，今生有了这个机会弥补，林云墨怎么可能不爱惜？哇哦，甜蜜啊！求一个同款老公。第4章10万1张的山水画。呆小妹回到2楼的卧室，随便和直播间中的水友们交代一下就下播休息。见呆小妹已经睡着，林云墨轻轻打开房门出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过去2个小时。呆小妹从睡梦中醒来，整理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随即打开直播间。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发酵，呆小妹结婚的消息就已经闹得全抖杀皆知的地步。尽管她没有开播，直播间的人气都保持在1000万左右，这可把呆小妹高兴坏了。什么叫火爆？什么叫人气？你待在这里就能很好的表现出来。老女人干嘛去了？听说2个小时前直播过一段时间，然后昨晚玩得太累，睡觉去了。老女人，快给老子起来，说说结婚的事。老女人，快出来解释。呆小妹想了想，编辑出一条弹幕，趁现在热度还可以，赶紧先赚一波粉丝再说。你们慌个嘚啊，马上开播了。老女人，你终于睡醒了。老女人马上开播了，快去其他主播那里通知其他人。先前呆小妹直播的时候是上班时间，尽管人气很爆炸，但人数未必有现在的时候多。再次检查了一下仪容仪表，呆小妹点击开始直播。狗东西们，还没开播就这么热情的吗？呆小妹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直播间的人说什么，她都硬刚到底。老女人，你终于开播了。咦，这是被抓进野人窝了吗？呆小妹差点被气出脑溢血。野人窝？林云墨家里除了全是木质结构，一切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哪一点像是在野人窝了？这位说我住在野人窝的兄弟，我套你个猴子！这是我老公家，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大自然。老女人，别理上面那货，刚才你带我们看了院子外的景色，还没看过我林哥哥的家呢，快带我们到处看看。这条弹幕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呆小妹想想也可以，她也想看看凌云家中的布置是怎样的。好啊，不过我老公比较拮据，你们看归看，敢说一句垃圾话，房管直接赏赐1张飞机票。说完，呆小妹就在2楼转了起来。首先是卧室，在这里逗留了几分钟，呆小妹就往2楼唯一的书房走去。打开书房的木门，入眼就是一排排整齐摆放的书籍，有华夏传承1000年的古书，还有国外一些名著。书房很大，大概有普通人家的客厅那么大。中间是一张书桌，上面摆放着笔墨纸砚，一叠山水画重叠在一起，有将近2指来高。这些全是林云墨在闲暇时所画。呆小妹走到书桌边上，拿起其中一张山水画平铺在书桌上。高山流水，孤舍漏院，这画的不正是林云墨的家吗？卧槽，好画，好画啊！吃瓜群众看得一脸懵逼。尼玛，虽然我不懂山水画，但看到这幅画还是觉得非常牛逼的样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林云墨所画的这幅山水画，只要稍微懂点门道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意境。小鱼吃虾米，大师佳作，大师佳作呀！老女人，不，
呆总，我出10万购买这幅画，望成全啊！当这条弹幕出现后，不出2秒，小鱼吃虾米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鱼吃虾米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鱼吃虾米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凌云墨在前世的时候，闲暇时间也喜欢画一些画，日积月累下，画工还真不比一些大师差。穿越来这个世界后，画画的习惯也带了过来。看着连续升起在直播间中的火箭，呆小妹懵了，直播间也陷入了疯狂中。卧槽，惊现土豪，10万买这么一幅画，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呆总，我看旁边还有很多画，一并拿出来给我们长长见识。虽然我也很想购买镜头中的这幅山水画，但是前面的兄弟出手比我快了一步。不对啊，剧本不是这么演的。呆小妹现在很慌，本来她以为自己只是找了个气质出众且帅气的男人，但没想到仅仅是摆在书房内的一幅画就能卖出10万块。10万块啊，这还是一幅画，要是10幅呢？100幅呢？想到这里，呆小妹激动了，赶紧又拿出一幅画来。这张画画的是笼罩在薄雾中的山水，一看就知道这幅画比上一幅更加难以绘画。为了防止先前的事情再发生，呆小妹赶紧说：“兄弟们，这画是我老公的，我没权处理，你们就别说购买之类的话了。至于刚才刷了10万礼物的兄弟，待会我会和老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要是他实在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哦。老女人，你 TM 夫管严啊！我认识的老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呆小妹自动无视直播间说她夫管严的弹幕。夫管严，老娘就喜欢被人管着。将一幅幅山水画浏览一遍，值得一提的是，每换一张，直播间的懂王们就会出来解释一番这幅画代表的意境，并且火箭飞机礼物不断。看完书桌上的山水画，呆小妹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78张，换算成10万块钱一张，那就是780万。尼玛，自己直播5、6年了，还没挣到500万，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之前在直播间说我老公是穷鬼的，现在站出来让我看看是哪些小可爱。呆小妹趾高气扬的在直播间中说：“呆总，不是你刚才说的你老公生活比较拮据吗？”“对啊，我们可从没有说过林哥哥是穷鬼啊，700多万还过得拮据。呆总，呆爷，求求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呆小妹顿时语塞，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行了行了，我们看看书房中还有什么好看的没有。既然直播间中已经没有人再说自己老公是穷鬼，呆小妹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纠缠下去，围着书房转了一圈，连书架上的书都被拍了一个遍。第5章，惊现蟠桃献寿图。就在呆小妹觉得书房中已经没什么好看的时候，小霸王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看看挂上正对面的画，刚才镜头只是晃了一眼，感觉有点不简单。伴随着礼物，还有一句彩色弹幕。呆小妹边感谢礼物，边将镜头往上移动。当蟠桃献寿图出现在直播画面中，京城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中，小霸王越看越觉得这幅图有门道。就在他聚精会神看着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突然响起：“这是蟠桃献寿图。爷爷，你怎么来了？”小霸王转过头，连忙起身。小霸王的爷爷克斯非遗继承人靠着一手精湛的手艺，在克斯圈子中非常有话语权。老爷子没有理会小霸王，瞬间扑到电脑前，头也没回地问说：“这是在哪？”消失10几年的克斯作品《蟠桃献寿图》再次出世了。小霸王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爷爷这么失态过，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这是在一个主播家里。”说完，小霸王就在脑海中回想《蟠桃献寿图》的一些相关信息。难道是那东西？小霸王不知想到什么，拿出手机开始搜索。这一幅图还没有那些山水画好看，应该不值10万吧。看着墙上悬挂的蟠桃献寿图，呆小妹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小霸王爷爷听到呆小妹这句话，差点没被气死。顶级的克斯作品竟然被这小女娃这么贬低。是的，在懂行人眼中，墙上挂着画是无价之宝，但是在外行人眼中，这就是一幅没有任何价值的画。我也感觉这画没有之前看到的好看。不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好看的东西会被林哥哥贬起来挂在墙上呢？可能是林哥哥欣赏水平有问题吧。呆小妹瞬间就不乐意了。什么叫林哥哥欣赏水平有问题？你 TM 全家欣赏水平都有问题。呆小妹刚想出声对回去的时候，直播间忽然升起一支火箭，不等她感谢，2支、3支。小霸王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霸王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霸王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火箭最终刷到50支才停止下来。我靠，又见土豪，今天的土豪怎么这么多啊？怎么回事？就在直播间中的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礼物的时候，小霸王的弹幕来了：“主播，这幅图是克斯作品，名叫《蟠桃献寿图》，是克斯作品中的极品，
在10年被一位神秘富豪以 2240W 的高价拍走，直到现在依旧没有消息。没想到竟然在这里。2240W， 呆小妹瞬间感觉脑子卡壳了。2240W 不是2240块，这么多钱挣一辈子都挣不到。小宝，你吹牛逼呢？要真和你说的那样，能被挂在这里？不对，我上网查了，真的在10年的时候，有人花 2240W 买了这幅画。卧槽，还真是的。我也查了，真的就是这幅图。小霸王赠送主播一个火箭，伴随一支火箭的升起，一段彩色弹幕出现。呆总，我爷爷是京城克斯非遗继承者，终生愿望就是收集这幅蟠桃献寿图，愿意花 2500W 求购，不知道呆总老公能不能割爱。呆小妹被噎了一下，眼前这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东西，价值瞬间从 2240W 上涨到 2500W， 整整增幅了260万啊！仅上涨的这点油水，都够呆小妹做直播几年的了。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你还真傍到大款了呀！我刚开始问你，你还不说，原来在这里等着。本来刚才周淑怡直播的好好的，但突然有人在她直播间中狂刷弹幕，说是呆小妹她老公是顶级隐藏富豪。怀着关心好闺蜜的心思，周淑怡就进了呆小妹的直播间。接下来就看到小霸王发的那2条弹幕。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恭喜嫁入豪门。大马猴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恭喜呆总。现在的呆小妹大脑完全就是一团浆糊，还在想 2500W 到底是多少钱。就在此时，咯吱书房的房门被推开，凌云墨进入书房，就看到呆小妹盯着蟠桃献寿图发呆，心中不免生出疑问：难道这小呆瓜也懂得欣赏克斯作品？想着，凌云墨走到呆小妹身边，手搭上小脑袋揉了揉。怎么样，看得明白吗？耳边传来的声音瞬间让呆小妹回过神。啊，老公，我们发财了。发财？什么发财？凌云墨完全没听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公，你知道上面的东西值多少钱吗？听到这里，凌云墨立马反应过来，合着刚才呆小妹看蟠桃献寿图是因为钱啊。东一个栗子敲在呆小妹头上，吃痛之下，呆小妹抱住头。老公，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凌云墨。这幅图叫蟠桃献寿图。不等凌云墨说完话，呆小妹瞬间就满血复活，抢过话头说，这幅图叫蟠桃献寿图，是华夏顶级的克斯作品，对不对？凌云墨没想到呆小妹知道这些，不过还是微笑点头。老公，你这话哪来的呢？值 2500W 呢？提到钱，呆小妹就十分激动。哦，朋友送的，系统送的也算朋友送的，所以凌云墨并没有撒谎。朋友？呆小妹狐疑的看了凌云墨一眼，随后就被直播间中的弹幕吸引。小霸王，呆总，快帮我问问林先生愿不愿意割爱。周淑怡，越看林哥哥越帅啊！呆总嫁入豪门，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他直播了。这条弹幕让呆小妹纠结了，也对，仅一幅画就能卖 2500W， 她确实可以不再做直播了。待会和老公商量一下，今后就把直播当做兴趣来玩。心中这样想，抬头看向凌云墨。老公，我直播间有人问你愿不愿意出售蟠桃献寿图 2500W 哟。钱在我面前只是一串数据，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昂贵吗？爱情、亲情和我喜欢的东西。第6章，让这老女人装起来了。钱，凌云墨在前世的时候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有多少，他现在只想守护自己喜欢的东西。周淑怡突然之间有点羡慕起老女人了。林哥哥，老女人是个呆货，来找我吧。羡慕嫉妒加恨啊！戴小妹此时也被凌云墨这段话感动得不要不要的，一把抱住凌云墨坚实的腰杆。老公，好感动。凌云墨笑了笑，抚摸过戴小妹秀发。好了，饭菜已经做好了，下楼吃饭吧。老公背我下去。呆小妹仰起头，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好。凌云墨脸上的笑容丝毫没有减弱。呆小妹放开手，等凌云墨转过身蹲下，一跃跳上后背。在下楼的途中，呆小妹终于还是想起之前答应小鱼吃虾米的话。对了，老公，书房那些画是你画的吗？打发闲暇时间画的，待会你可以到院子里也帮你画一幅。对于画画，凌云墨信手拈来，画人物像也不在话下。呆小妹眼睛弯成月牙，好耶！不过随即就惴惴不安地说，老公，先前直播的时候我答应了一个水友送他一幅你画的山水画，这个随便画的，本来就觉得有些占地方，打算过几天扔了，送就送吧。正所谓无形装逼最为致命。凌云墨这句话让呆小妹完全说不出话了，10万块一张的画还嫌占地方，扔了？真的是有钱人的世界，完全就搞不懂啊。此时的直播间，林哥哥，你这么做好吗？求林哥哥扔画的地址，我看能不能去喝口汤。铜球，林哥哥大佬的身份已经实锤了，看这气质，看这是金钱如粪土的样子。
同意楼上的话，就是不知道林哥哥这看似不豪华的木屋中还有没有其他惊喜。老公，你知道那位水友为了你随手丢弃的山水画，给我刷了多少钱的礼物吗？呆小妹勾住凌云墨脖子，贴在耳边轻声问。应该能值个50万。凌云墨对自己的画工十分自信，要是碰到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50万还是往少了说的。50万？呆小妹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凌云墨太狂了，还是直播间的人不识货。弹幕：50万，这是林哥哥随口说的吗？小鱼吃虾米，重新打钱，疯了吧？什么样的话，居然能卖出50万的高价？只是此时的呆小妹没有去看直播间，上面质疑的弹幕也看不到。背着呆小妹很快来到1楼。哇，好香啊！刚一下来，呆小妹就闻到满屋子都是饭菜的香味，瞬间忘记50万被随手扔掉的事情。凌云墨来到这个世界30年，加上又是独居，吃饭问题自然是自己解决。一些家常小菜被锻炼的炉火纯青，虽然不如那些顶级大厨做的那么好吃，但也能做到色香味俱全。老公，今晚我们吃的什么？别说，刚才在2楼的时候，呆小妹还没觉得什么，可这下来闻到饭菜的香味后，肚子就在咕噜噜叫唤了。西红柿炒鸡蛋，小白菜。凌云墨报出菜名，把呆小妹馋得直流口水啊！两人来到餐桌上，呆小妹下了背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手机镜头落在饭菜上。狗东西们，我老公做的菜颜色不错吧？说着话，呆小妹伸手就要去抓餐桌上的菜，然而，哎呦，脑袋上又是挨了一个栗子。老公，不要敲人家头嘛，要变傻的。呆小妹转头，泪汪汪地看向站在身后的凌云墨，揉了揉呆小妹脑袋，笑道：“不怕，你傻了，我照顾你。”弹幕：卧槽，这尼玛我受不了了啊！真甜，老女人，你本来就傻，已经没有下降空间了。看到呆小妹还想说话，凌云墨牵上她的小手来到厨房洗手。晚饭结束后，时间已经来到7点左右，夕阳将白云渲染的绚烂多出。老公，需不需要帮忙？见凌云墨从木屋内搬出一张桌子，呆小妹赶紧上前询问。不用，很轻的。将桌子安放在院子中，凌云墨再次转身回屋。不一会就拿着笔墨纸砚出来。等一切忙完，呆小妹来到凌云墨身边，伸手在他额头上擦了擦，虽然只是擦了个寂寞。老公辛苦。弹幕：这对狗男女又 TM 在秀恩爱了。老女人，你够了，秀恩爱死得快。这一波操作下来，直播间的人看不过去了，纷纷发起弹幕表示抗议。不过两人倒是熟视无睹，不累。休息了一小会，当呆小妹看到桌上摆放的砚台，老公，我来帮你磨磨。呆小妹没有用过砚台，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此时也是自告奋勇起来。你会吗？凌云墨十分怀疑，别看磨磨很简单，但是里面却是大有门道。哈哈，老女人被嫌弃了。老女人，你以为磨磨就是随便乱磨的吗？直播间的嘲讽呆小妹看在眼里，顿时气血上涌。不过转念一想，等着吧，甜死你们这帮单身狗。嗨嗨，假装咳嗽2声，紧接着无比娇柔的声音传入直播间内。老公，我不会了，要不你握着我的手教我好不好？凌云墨一笑，对于呆小妹的诚实他很满意。至于男女授受不亲，昨晚都有夫妻之实了，还在乎这点？弹幕：该死的，让这老女人装起来了。不行不行了，师傅开门，我要下车。尼玛呀，快酷死了！超管，快来啊，这里有人在虐狗。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很满意，心里舒坦了不少。凌云墨往砚台中加了几滴水，看到这里，呆小妹拿起砚台旁边的墨棒。老公，磨磨不就是拿着这东西往砚台上磨就行了吗？小呆瓜，在胡说什么呢？凌云墨笑道，紧接着握上呆小妹白皙的手背。磨墨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推墨法，第2种是画圆法。凌云墨边讲解边将呆小妹的手移到砚台上，这一幕直接让弹幕破防了。在无数观众的见证下，凌云墨紧贴在呆小妹后背上，由于身高关系，呆小妹的头并未挡住凌云墨的视线。磨墨是华夏书法的优良传统，磨墨的时候要轻而慢，保持墨的平正，不要斜墨或者直推。第7章，实锤了，凌云墨爱情白痴。凌云墨在身后讲解，但是呆小妹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呼出的气打在耳朵上，让她全身酥麻。毕竟两人认识时间较短，而且昨晚进行那种事的时候都已经醉得迷迷瞪瞪，现在可是清醒状态。直播间的人看到呆小妹耳朵渐渐红了起来，紧接着延伸到脖子、脸蛋。卧槽，这老女人竟然害羞了，世界观塌了呀！呆总，你是昨晚喝酒喝蒙圈了吗？现在还没醒。直到磨墨结束后，凌云墨才发现呆小妹的异常。呆妹，你怎么了？前世的凌云墨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她虽然阅历过人，
但在感情方面妥妥的小白。啊，没事。呆小妹低着头，心如小鹿乱撞。哎呀，丢死个人了！呆小妹从事直播行业这么多年，只有这一次让她感觉无地自容，被自己老公给整得害羞了，而且还被直播间中的水友看见。然而就在此时，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凌云墨皱了皱眉头，想出了解决办法。弹幕，什么情况？重磅消息啊！林哥哥好像是个感情白痴。呆小妹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不明显就是我害羞了吗？怎么扯到生病上面去？老公，我没事，一会就好。不过为了不让凌云墨担心，呆小妹用颤抖的声音说：“真的没事。”凌云墨表情十分严肃，小心将呆小妹扶到椅子上坐下。我去帮你倒杯热水。谢谢老公。等凌云墨进屋，呆小妹才拿起手机看上面的弹幕。哈哈，笑死我了！呆总，你的病不要紧吧？呆总，问问林哥哥想送你去哪个医院，看能不能来个巧遇。老女人，不知怎么的，现在开始担心起你了。呆小妹双拳紧握，恨的是牙痒痒，但是又拿直播间中的单身狗们没有办法。狗东西们，给我等着，我会报复回来的。说出这段话后，脸颊上的红晕已经渐渐隐去。等凌云墨端出一杯热水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看不到他害羞的模样。见到这一幕，凌云墨倒是一愣，不过刹那就反应过来，疑惑之色隐藏在眼底深处。呆妹，感觉好点了吗？没事了，老公，放心。凌云墨的担心，呆小妹看在眼里，对找的这个男人是更加放心。见凌云墨依然皱着眉，呆小妹不敢再让他继续往下想。要是让凌云墨知道刚才自己是害羞，那还不丢死个人？老公，墨已经磨好了，快帮我换衣服。说完话，呆小妹就往远处小跑而去。哈哈，老女人慌了。林哥哥啊，真为你的情感智商着急。老女人，你最好不要让林哥哥看到直播间，不然肯定曝光你的糗事。还在小跑的呆小妹突然放缓脚步，点进一条弹幕，随后弹出一段文字：是否将天下我最美移出直播间？呆小妹毫不犹豫点击是的按钮。想搞我？没门！不屑的眼神一闪而逝。解决了这个不确定因素，呆小妹走路都带风，转过头见凌云墨已经在摆弄桌上的笔墨纸砚。老公，等我一下下，我去固定手机。凌云墨抬头，眉头已经不再皱起，脸上浮现微笑，说：去吧，我等你。回头看向直播间，就在此时，一支火箭升空，但呆小妹却高兴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赠送火箭的名字。天下大帅逼赠送主播一个火箭，伴随火箭的升空，还有一条彩色弹幕：老女人，把我踢出直播间，你很棒，我还就不信了，一定要等到林哥哥看到直播间，然后把你的糗事捅出去。哎呀，有好戏看了，前排出售瓜子花生矿泉水。老女人，你就别藏着了，大家伙都你害羞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好好帮你保守秘密的。呆小妹简直快把肺气炸了，原本以为这事情就这么简单过去了，没想到弄巧成拙，捅出了更大的篓子。狗东西们，别逼我！呆小妹压低声音，故作威胁的口吻在直播间说：威胁也没用，必须要让林哥哥知道你的糗事。对，曝光，必须曝光。呆小妹死死咬了下银牙，那你们就不要怪我了，下播。当这句话出现后，直播间瞬间黑屏，数百万人顿时愣住了，随即，卧槽，不愧是你，老女人！呆总，不要啊！林哥哥马上就要开话了，我想看看大师是怎么创作的。这一手光速下播，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就目前，呆小妹直播间已经有2000多万的人气，要搁在平时，打死她都不会这么下播。但现在不一样了，呆小妹不会以赚钱的目的做直播，现在只能说是兴趣。当然，此时此刻，呆小妹也不会真的下播，只是为了威胁一下直播间里面的人罢了。老虎不发威，还当我是病猫呢。呆小妹现在很高兴，没有以往做直播的顾忌，简直爽翻了天。将手机固定在院外的树杈上，在这里能将院内的一切都找到。做完这些，呆小妹再次开启了直播。狗东西们，我老公要帮我画画了，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完，也不去看弹幕，一蹦一跳的走向凌云墨。老公，有没有想我呀？来到凌云墨身边，呆小妹一把抱住他的手臂。想，无时无刻不在想。面对呆小妹，凌云墨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嘻嘻，老公亲亲。呆小妹仰起头。直播间中的人虽然听不到两人在说什么，但是却能看到呆小妹这个动作，顿时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请非战斗人员迅速离场。前方高能。接下来的内容，请在监护人陪同下观看。放开我的男神，那是我的。这一次弹幕是真的崩溃了，一条弹幕需要卡10几秒才能出现。凌云墨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缓缓低下头，吻上呆小妹精致的额头。靠，裤子都脱了，给我看这个！差评，必须差评！第8章，凌云墨直男癌。
呆小妹这会也有点懵，本来她都已经闭上双眼，但是那种湿润的感觉却是从额头上传来。不过此时直播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问题所在。卧槽，我说怎么没有亲嘴巴？老女人身高不够啊！嘿，楼上的，你他娘的是个天才啊，还确实是这样。幸好这回呆小妹看不到弹幕，不然恐怕又会被气得发飙。好了，快去那边的石头上坐下，太阳快下山了。呆小妹还没睁眼，就感觉到一只大手盖在头顶，缓缓睁开双眼，眼中全是幽怨，依稀想起了之前看到的那条弹幕。戴总，我开始有点担心起你来了。呆小妹觉得有必要教一教自己这个白痴老公，抬起手指放在嘴边。老公，你为什么不亲这里呢？哦，你太矮了，够不到。林云墨丝毫不觉得自己这话有什么毛病，脸上一副理所当然。戴小妹彻底凌乱了，大脑中只有一句话在回荡：你太矮了，太矮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戴小妹在林云墨说完话后就站在原地不动，表情凝固，顿时各种猜测出现在弹幕上。你们猜林哥哥说了什么？我董纯宇说的是你太矮了。哈哈，也只有这句话才能让老女人破防啊！我林哥霸气！弹幕上闹得欢，可却没一条是心疼呆小妹的。呆妹，你怎么了？看到呆小妹出神，林云墨好奇地问。没事，那块石头上坐下对吗？呆小妹有气无力地回了句，指着院子中唯一一块凸起的石头。那里的角度、光线都很好，很适合作画。林云墨虽然发现呆小妹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可根本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好的，老公。呆小妹走到石头上坐下，心中却叹了口气，教会老公情感方面的路，任重而道远啊。呆妹，往左边坐，头稍微抬一点。好，就这样。呆小妹坐到林云墨心中所想的位置，接着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沾了些墨。林云墨进入作画的状态，脸上表情瞬间变化，无喜无悲，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气势。那股大师风范不仅让坐在石头上的呆小妹着迷，就连直播间的众人都被完全征服。大师，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这种气质根本不是网络上那些用针管作秀能比的呀。前面的，我觉得你是在放屁，林哥哥和那种人完全就不在一个维度。不行，我要将这个视频录下来，然后放我们聊天群里。这种大师作画的场面可不是经常遇见的。林云墨不知道直播间中所发生的事，只要他握上笔，眼里只会存在场景和纸笔，线条一笔笔勾勒出来，动作非常连贯，丝毫不拖泥带水。当时间过去半个小时，伴随最后的线条勾画完毕，林云墨轻轻放下笔，拿起桌边的毛巾擦了擦手。画已经做完，呆小妹却一脸痴迷地看着这边。林云墨微微一笑，缓步靠近呆小妹。老公，你好帅！相距还有2-3步的时候，呆小妹张开双臂，一跃而起，顺利进入林云墨怀抱。两人就这么依偎在一起，久久不曾分开。半晌，呆小妹似乎想起什么，连忙探头往桌上看去，只是这里的距离还是相对较远，是看不到桌上的画作。老公，画得怎样？看不到，期盼的目光就落在身前男人的身上。还凑合吧。林云墨实话实说，这倒不是他在谦虚，眼下画的这幅画并不是他的巅峰之作，意境方面始终有些欠缺。本来还无比兴奋的呆小妹，瞬间感觉像是被一盆凉水浇在身上。还凑合？说点好听的不行吗？老公，迟早都要被你气死。说完也不解释，呆小妹松开手，蹦蹦跳跳的去查看画作。哇，老公，好好看，你把我画得好美。画中的人物虽然没有上色，但看起来更有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不行，我要给那帮狗东西看看，我这是有多美。还没等林云墨走近，呆小妹脚底生风，往固定手机的位置跑去。无奈的摇摇头，林云墨走到桌边，开始收拾起东西。刚将手机从树杈上取下来，往直播间中一晃，呆小妹瞬间就惊了。张大师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小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安然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直播间已经被大量礼物淹没，呆小妹的直播生涯中还从来没有一次性收过这么多的礼物。查看了一下这回的人气，直逼3000万，贵宾数量达到恐怖的20万，这是把全豆沙的土豪都召来了呀！呆小妹深吸一口气，瞪大眼睛去看弹幕。弹幕，大师，请收我为徒，求这位大师的联系方式，有偿1万元。当这条弹幕出现在呆小妹的眼中，她简直就不能平静了，仅仅一个联系方式就值1万块，我老公就是一个大宝藏啊！在心中如此想，继续去看弹幕。林大师作画的气质比我师傅还强，真想亲眼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佳作。主播，别拿着手机了，挡着我一睹大师风采。弹幕中全是在夸林云墨的，呆小妹突然觉得自己被直播间的人抛弃了，完全没她什么事，甚至还被嫌弃挡着视线。我的个天啊，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啊？这是我的直播间。呆小妹要哭了，
自己的直播间像是马上就要易主了一样。不过看在这么多礼物的份上，他也不好施展光速下播之术，带着手机缓步靠近已经绘画好的画作。见到戴小妹行动轨迹，直播间瞬间炸锅，马上就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好激动！老女人，你走快点啊，赶紧的！戴总，可以再让我看看林哥哥吗？好帅好帅，好想给他生猴子！戴小妹故意磨蹭了将近半分钟，桌上的画终于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礼物先是停顿了几秒，紧接着火箭乘1，火箭乘10，火箭乘100，一时之间直播间礼物黑压压而来。超管降临本直播间，请主播文明直播。呆小妹直播间的异常，连超管都被引了过来。第9章，变脸技术乃加强。虽然心中早就有准备，但是看到大师的佳作后，还是忍不住心生敬畏。虽然我不懂画，但老女人画中的你真的好TM漂亮。老女人，不，戴总，可以求你老公帮我画一幅吗？5万，不10万，我也要10万，我也要一张。呆小妹当时就目瞪口呆啊，粗略在直播间一扫，求画的人就有几十个，这要是全答应下来，能赚老鼻子钱了。但戴小妹知道，这是她不能应承下来，否则问题就严重了。不说她老公画这么多画会不会累得虚脱，就算是不累也不愿意。她老公只能给她自己作画。王磊荒唐，林大师的画10万就想要。单论眼前这幅画，它的价值少说也值个50万，可惜画的人物是主播，否则价值还会上涨几成。呆小妹一呆，随即点击王磊弹幕，一番查看下来，这就是一个刚刚才注册的新账号。要是真能卖50万就好了。回到直播间，呆小妹在心中想，口气这么大，你说值多少就值多少。虽然很喜欢林哥哥，但你这么舔，我怎么感觉有些恶心了呢？王磊，苏富比拍卖行鉴定师王磊，就是我，我说多少他就能值多少。要说王磊在苏富比也算得上1号人物，今天被一个山水书画群里的一条视频吸引。视频中的男人气质出众，一看就不是简单人物。可是他翻遍记忆也找不到这个男人的相关信息，所以就顺着一条链接就来了呆小妹的直播间。卧槽，小小直播间竟炸出一条大鱼，那就没问题了，50万啊！我滴个乖乖，呆总，林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仅仅一幅画就能卖50万，还住这样的地方？你懂个屁！只有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大自然，才能有更好的创作灵感。我坚信林大师的身份一定非常恐怖。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看在眼里，对凌云墨的身份越加好奇起来。她这便宜老公，平时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但随手创作的一幅画就能卖出如此高价，简直刷新了三观，有没有？王磊，主播还有其他画吗？反正都进来了，要是有我看得上的，50万倒是可以入手一幅。王磊这条弹幕不知让呆小妹想起什么，恶狠狠地冲着直播大喊：王磊师傅，你先等一下，小鱼吃虾米，你给老娘出来还钱！几个小时前，小鱼吃虾米花10万的礼物就购买了一张画，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无比后悔，亏了整整40万。40万啊，哥以前他要直播几个月才能有这么多钱，亏死了，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老女人，你果然没变，见钱眼开啊！小鱼吃虾米还钱！林哥哥当初那番话还历历在目，应该能值个50万。现在看来，林哥哥当时是说真的啊。小鱼吃虾米，呆总呆祖宗没钱了呀！小鱼吃虾米现在很纠结，50万是笔巨款，一时半会让他拿还真拿不出来，但要是放弃那幅画他又舍不得，主要是那山水画实在太好看了。不行，全斗沙都知道我是一个抠逼，想从我这里占便宜，窗户都没有。呆小妹脸上故作严肃，她虽爱钱，但是之前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收回来就太丢她呆总的面子。小鱼吃虾米，呆小妹还想说几句的时候，凌云墨从屋子中出来，现在院子中就只剩下书桌与那幅画。老公，我亏死了！一看到凌云墨，呆小妹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可怜。操，奥斯卡缺老女人一个奖，这脸色变化的毫无违和感。林大师出来了，主播闪开，不要挡着视线。凌云墨张开双臂，呆小妹进入怀抱。怎么了？老公，你的画还真值50万，我10万块就卖出去了，好亏，损失了好多钱。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带着一丝晶莹。凌云墨哑然失笑，钱在这一世他真的看得很轻，说是轻如鸿毛也不为过。摇摇头说没事，随意画的，本来都打算扔了，你当清仓处理吧。清仓处理？呆小妹惊了，少说50万的东西就这么霍霍了。弹幕，这个清仓处理用词用的真 TM 好，我只见过衣服杂货清仓处理的，画还能清仓处理？老女人，快挂链接啊！反应了足足半分钟，呆小妹才回过神来。老公，
你是隐藏在闹市中的顶级富豪吗？不是，就一个普通人。这一世的凌云墨还就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不过他的气质、阅历使得他看起来着实高深莫测。弹幕：林哥要是普通人，我直播倒立拉稀。啧啧，这恐怕就是网络小说中常说的扮猪吃老虎吧。现在贼几把羡慕老女人。老公，你看我的眼睛。呆小妹就差没有将不相信写在脸上了。眼睛怎么了？凌云墨低下头，两张脸相距不超过5公分。没道理啊，老公你这么会观察，没看到我眼里的不相信吗？一听这个，凌云墨摇头微笑，将头抬起，我只看到一个小呆瓜。说完还揉了揉呆小妹的头发。啊，老公你又逗我。呆小妹嘟起嘴巴，这般模样更加迷人。弹幕：这俩货又在秀恩爱，我快吐了呀！只有我觉得这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上面的，你在放屁，明明我才是林哥哥的另一半，只可惜被老女人抢在了前面。提供地址给上面的大姐，让她和老女人撕逼去。两人又打闹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来到院子中的那块石头上。此时凌云墨坐在上面，呆小妹依偎在他怀中，嫩葱般的指头卷着自己秀发。消停下来，呆小妹脑中又想起书房中的那数十幅画。老公，那些画真的要清仓处理吗？说到清仓处理，呆小妹只觉一股荒唐出现在心底。你自己看着办吧。凌云墨丝毫不在意，应该能卖好多钱，可该怎么用呢？见呆小妹纠结在此，凌云墨无奈一笑，给你当零花钱吧。第10章，上百万的零花钱。弹幕：零花钱，零花钱，这3个字不停在呆小妹脑中回荡。几千、几万的零花钱她听说过，但是上百万的零花钱，这尼玛，什么样的家庭才有这样的财力？老女人，放开我林哥哥，那是我的，真的好尖儿羡慕。半晌，呆小妹的心平静下来，看向凌云墨的眼神全是激动。老公，我爱死你了。随即扬起手机，狗东西们，你们听到了吧？现在那些画是我的了，我要在豆沙主持一场拍卖会，有意向的赶紧报名，过时不候。这会凌云墨还在边上，呆小妹说话还比较克制，否则嘲讽是不需要脑子的。拍卖会？老女人，你想钱想疯了吧？赶紧的，10万块钱一幅。说10万一幅的，死一边去！我老公那么辛苦的画一幅画出来，你们以为容易吗？墨汁不要钱，只不要钱，都心疼死我了。见直播间中说10万一幅的弹幕越来越多，呆小妹瞬间就不乐意了，想从全豆沙名副其实的抠逼手上占便宜，哪有那么容易？装，你 TM 继续装。老女人，你真的是抠门抠到家了。只是金子做的吧，10万还不愿意。王磊，不超过50万还能接受。呆小妹眼前一亮，瞬间从凌云墨怀中起来。可以，立马带你去看。这王磊一看就是头肥羊，呆小妹还真怕放跑了他。你话不要了。凌云墨站起，看着呆小妹火急火燎的样子，出声提醒。哦，对，我的话必须好好收起来。价值50万的话，要是放在院子里丢了，或者被风刮走了，那他呆小妹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大家伙等我一下下。说完看向凌云墨，老公，画是卷起来存放吗？对。得到答案，呆小妹朝书桌走去。看着呆小妹那毛毛躁躁的样子，凌云墨十分无奈地跟了上去。哈哈，你们快看林哥哥的眼神，宠爱中又带着嫌弃，这是怕老女人卷不好画。说真的，老女人这憨批，怕是只有林哥才能接受。林哥哥好宠呆总。凌云墨来到呆小妹身边的时候，画已经卷好，只是这成锥形的画是怎么回事？呆妹，你这心浮气躁的习惯该改了。抓住呆小妹小手，重新将画卷展开，在凌云墨手把手的控制下，画终于是卷好了。好在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呆小妹避免了脸红，但是心脏还是跳得厉害。凌云墨松开手，呆小妹逃也似的进屋上2楼。直播间的观众却是将这些事情看得透彻。哈哈，老女人慌了。呆总，你慌个嘚啊，是我直接反手就亲上去。上到2楼，呆小妹休息了一会，心跳渐渐平静下来。滚犊子，你们这帮狗东西，哪只眼睛看到老娘慌了，只是有些不适应。老女人，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算了，不纠结这个事情了，快将画给本大爷上来。对，现在的话才是重点。得嘞。呆小妹巴不得直播间的人不要提这个事情，也就借坡下驴。更何况画卖了就是她的零花钱，这个服务态度好点也没有什么。摆在书桌上的第1张画是小鱼吃虾米的，这张画已经名花有主了，就卷起来了。画落，呆小妹开始运用她自己的手法，开始卷书画，看得直播间的人是捏了一把汗。小鱼吃虾米，呆总，我麻烦你小心点啊！林哥刚才教你的手法，转过背就忘吗？安啦，这只是进口的，
质量非常不错，不会那么容易就坏。呆小妹一脸的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幅画吗？看把你紧张的，将图画又卷成一个圆锥形，随手扔在地上。这一幕再次让直播间的人无语了。王磊，主播刚刚卷的那幅图，大概的估值在65万左右，意境描绘的非常到位。呆小妹愣了一下，随即，卧槽，65万，这么值钱，我怎么瞬间觉得我是个棒槌？65万，这尼玛活在梦中吧？你才知道自己是棒槌吗？老女人傻了，哈哈哈！林哥哥就是一个移动的大宝藏，随手就能创造65万的财富。小鱼吃虾米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大家都别说了，我怕这老女人会反悔啊。要说现在最慌的，当属小鱼吃虾米，10万买了一张价值65万的画，血赚！哼，反悔？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老子反悔了？不就是65万吗？还不是我家老公随手的事。话是这样说，但呆小妹心头却在滴血啊！65万就这么没了，能买老多名牌包包化妆品。对，呆总说的没错，您现在不缺这点毛毛钱。小鱼吃虾米，赶紧附和，不说点好听的，快到手的鸭子岂不是飞走了？呆小妹傲娇的哼了一句，说：“算你识相。”好了，接下来第二幅画，走起。将第二幅山水画平铺在书桌上，弹幕上此刻虽然密密麻麻，但是却没有人开口叫多少钱。他们在等王磊的弹幕。王磊，薄雾村摄图，市场价值大概在70万左右吧？戴总，10万，我要了。楼上的，你在想屁吃？11万礼物，我要了。王磊刚刚报出价格，直播间就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当最后这幅画以15万礼物的钱买走后，直播间瞬时礼物满天飞舞。刷到一半的时候，人气已经突破3000万大关，来到3300万。豆沙的其他主播看到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就像是坐火箭一样飙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点开了她的直播间。周淑怡，老女人，你直播间的人都疯了吧？看到好闺蜜前来查房，呆小妹自然要以礼相待。周扒皮，就问你劳资厉不厉害？一幅画卖15万礼物，就问全豆沙还有谁？呆小妹这个礼非常的不错，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嚣张。周淑怡花了点时间看弹幕上的解释，1分钟后，滚，画是你男人的，关你屁事。老孔雀开屏，你 TM 是自作多情。这俩女人又要互掐了。可怜的周姐，林哥说了，书房里的画卖出去的都是老女人零花钱，贼尖羡慕。周淑怡，零花钱。第11章，豆沙全体主播傻眼，直播间的弹幕已经明确告诉周淑怡，一张画就卖到15万，这就被凌云墨当作零花钱送呆小妹了。嫉妒啊 ！PDD， 呆总，你这直播间怎么回事啊？把我人气分走了一半。周淑怡，这败家娘们正在直播卖画呢。大马猴，卖什么画？正好搬了新家，家里还缺点东西。哎呀，周扒皮，这是我直播间，我来说。呆小妹见以前的同事都来了她的直播间，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冒了出来。我直播卖这些画，宝哥你看得上的随便挑，我给你留着，不过前提是得先给钱哟。说这话的时候，眼中闪过小狐狸般的微笑。全豆沙都知道大马猴是个贼有钱的家伙，现在有机会，呆小妹倒是想敲一笔下来。大马猴沉默了一会，显然是在查看弹幕。不一会，呆总，我强化武器去了，回见。大马猴施展36计溜为上计。开玩笑，第一张画就卖15万，这尼玛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也就是大马猴不懂山水画才有这种想法。其实呆小妹要真想赚钱，完全可以将画放几天，等舆论风波正烈的时候拿去拍卖，那赚的钱才叫恐怖。直播间卖画只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1个小时转瞬即逝，17万，还有没有更高的？听着楼上呆小妹撕心的玩命呐喊，正在1楼看书的凌云墨摇摇头，随即放下书，从厨房中接了一杯温开水，缓步向2楼走去。这一幅没人出价了吗？站在书房门口，凌云墨就听到呆小妹失望的声音。画不是这么卖的，物以稀为贵，你若是隔一天卖一张，或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凌云墨端着温开水，边向里走，一边说：“啊，老公，你什么时候上来的？”呆小妹小跑到凌云墨身边，做事就要去拿凌云墨手上的水杯。停，站着别动。温柔且不容置疑的话回响在书房中。呆小妹来了个急停，十分疑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这老女人完全被驯化了呀！你们发现没有，自从遇到林哥后，老女人的性格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太 TM 真实了。林哥哥好霸气，我也想我男朋友对我说这样的话。上面的，我来给你脑补接下来的剧情，最终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楼上的666，怎么了，老公？呆小妹双眼中全是迷恋。凌云墨刚才说话的气势好 TM 帅，
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还有点享受这种感觉。凌云墨将手中的温水递过去，做事切不可急切，慢慢来。哦，呆小妹下意识伸手过去，眼睛却始终在凌云墨身上。我脸上有东西吗？凌云墨不知道为什么呆小妹这样盯着自己，淡然问。呆小妹被验了一下，心道：老公平时无比聪明，怎么到了这感情的事上就……想着，眼神幽怨地瞥到凌云墨那边。喝过水，肺中的火才熄灭下来，好受了很多。趁着呆小妹喝水的功夫，凌云墨从门口进入书房，扫了眼书桌上的山水画，大概还有40-50张的样子。收回目光，来到门对面的幕墙下止步，背负双手，抬头看向蟠桃献寿图。书房中的东西，只有这东西是他最喜欢的。呆小妹喝完水，没有打扰凌云墨，却是将直播镜头对准他，随即压低声音凑近直播间说：我老公现在这样，真尼玛帅呆了。此时凌云墨聚精会神地看着蟠桃献寿图，前世身为资本大鳄的气势已经悄然之间散发出来，那股万人之上意气风发的气息，上到30-40岁的大妈，下到18-19岁的妙龄少女，都难逃被吸引的下场。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正牌女友赠送主播一架飞机，林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收礼物本该是件开心的事，但此时呆小妹却笑不起来，额头上甚至已经出现几条黑线。直播间的小姐姐们，我想给你们说句悄悄话，给我死远点。呆小妹还在这里大发雷霆，殊不知王炸即将出现。王磊赠送主播火箭乘20。此时魔都苏富比拍卖行，老杨快来看，克斯蟠桃献寿图真迹。宽敞的房间中，一名40多岁的人在里面大吼，脸上十分激动，这人正是王磊。啊，蟠桃献寿图，蟠桃献寿图在哪里？王磊这一嗓子下去，直接将苏富比中的鉴定师都给换来了。来的人急匆匆，但看到电脑中的画面，顿时满眼的痴迷。美，实在是美啊，不愧是顶级的克斯作品。半晌，老王，画面中的男人是谁？好烈的气势，画就是在他手上吗？鉴定师的眼睛何其毒辣，一眼就看出凌云墨气势非凡。他姓凌，但叫什么就不知道了。王磊点点头说，这等气吞山河的气势，不比两马一王差啊，甚至比他们都还有过之。老王，你们在看什么？房间中，王磊等人看的是津津有味，身后却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张哥！所有人回头齐齐叫了声。你们在看什么？张哥名叫张武亮，苏富比华夏区负责人。这是蟠桃献寿图。张武亮眼中闪过惊讶。对，张哥，这就是蟠桃献寿图。王磊点点头，试试看能不能买下来，能承受的价格3500万。说起蟠桃献寿图，早在10年就拍卖出了2000多万的高价，现在时间都过去了10几年，价值已经成倍的往上翻。真的是以稀为贵。呆小妹虽然不知道王磊发什么疯，直接送出了20个火箭，不过本着到嘴肥肉不溜走的打算，还是笑眯眯感谢道：感谢王大叔送的20个火箭。老女人小心点，王磊鉴定师可能相中你男人了。哈哈，楼上的，你是要笑死劳资吗？第12章一吻，直播间炸了。呆小妹露出便秘的表情。凌云墨被王磊看上了，这尼玛哪跟哪啊？就在他想出言回对的时候，只见王磊的弹幕出来了：主播3000万收购蟠桃献寿图，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还可以商量。王磊没有一出来就报出底价。我靠，3000万，价格还可以商量？我怕是在做梦吧？价格从之前的2200万上涨到2500万，现在居然又提价了，而且看样子还能涨。老女人，你他娘的发财了呀！3000万啊，我10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呆小妹此时心动吗？贼尖心动。3000万啊，一辈子都不愁吃穿了。然而这话根本就不能卖。深吸一口气，那个王磊鉴定师，我老公非常喜欢这幅画，不管多高的价格都不可能卖的。说出这番话，呆小妹整个人都虚脱了。拒绝3000万，这个逼足够吹1年的了。至于询问凌云墨，早在之前价格达到2500万的时候，他的话就非常明确，钱在我面前只是一串数字。此时苏富比拍卖行，张哥，现在怎么办？王磊抬头看向张武亮，算了吧。张武亮叹了口气，眼神落在画面中的男人身上。拥有这般气势的人，非富即贵。既然他妻子态度如此坚决，就不要再提购买的事了。万一把那男人惹生气了，后果可能不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王磊点点头。老女人，666啊！你这抠逼还能拒绝3000万巨款，严重怀疑你是不是本人。呆总，
嫁入豪门就是不一样啊，拒绝3000万都这么干脆。要说此时的呆小妹可谓是表面笑嘻嘻，心里是 MMP，3000万就这么没了，是谁心头都会堵得慌。老公，好在她有心疼她的老公。呆小妹小跑到凌云墨身后，一把抱住凌云墨坚实的后腰。凌云墨从画上收回目光，转头疑惑问：怎么了？是谁把你惹生气了？老公，抱。呆小妹张开双手。凌云墨摇摇头，不过还是伸手揽住呆小妹。怎么了？老公，刚才苏富比拍卖行的人说要3000万买你喜欢的画，被我拒绝了，好心痛。头靠在凌云墨胸膛上，细若蚊蝇的声音传到耳中。凌云墨莞尔，这小丫头还是把钱看得太重了。狗兄们，你们好啊！哟 ，TM 在虐狗了，酷死个人！半晌，戴小妹终于是缓过劲来，扬起精致的小脸，老公亲，我操，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啊！好今儿劲爆，期待林哥哥这次会亲在哪？凌云墨低头弯腰，吻在那粉红的小嘴上，瞬间，呆小妹就觉一股电流席卷全身。这一刻，直播间炸了，弹幕黑压压袭来。豆沙官方不得不紧急为呆小妹直播间单独增加服务器。大玉赠送主播一个火箭 ，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书房内，时间仿佛停止了。呆小妹从最开始的惊慌渐渐平复下来，扬起藕臂勾住男人脖子。良久，两人分开。呆小妹脸颊浮现一丝红晕，凌云墨倒是像个没事人。他经历的事情太多，很难有什么事能打破平静的心湖。好了，我下去看书了。你注意嗓子。笑着揉了揉呆小妹秀发，随即在她惊愕的眼神下，拿起放在书桌上的杯子，出了书房。就这么结束了？不应该啊！等凌云墨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呆小妹才回过神来。凌云墨感情白痴的身份已经坐实了，即便如此，在和他亲亲后会这么平静。他呆小妹不说倾国倾城，但追他的人从这里都能排到魔都，和他亲亲后还这么平静，简直是出乎意料。哈哈，老女人。看不出来林哥哥是直男癌吗？林哥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突然有点怜悯老女人了。当一个人看惯世态冷暖，任何事在他眼中都是稀松平常。呆总，林哥哥不适合你，让我来激起他那平静的内心吧。楼上的，我只能送你3个字：666啊！呆小妹刚刚拿起手机，就看到这几条弹幕，顿时火气蹭蹭的往上冒。要说以前呆小妹的直播间，大部分都是以男人为主，现在可就不一样了。直播间中，女人数量起码占据了60%以上。不用猜，这些小狐狸精全是被凌云墨吸引来的。我直播间新来的狐狸精们，你们给我滚出啊！不要再惦记我家老公了。呆小妹要哭了，凌云墨只能是她的，绝不允许别人染指。哈哈，直播间的小姐姐们加油！这老女人慌了。林哥哥的小公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礼物一波接着一波，呆小妹那个气啊！房管，你们干什么吃的？给我把这些小狐狸精踢出去！话落，几个直播间管理员同时发起弹幕：我要去变性！嗨嗨，呆总，不好意思，我们集体叛变了。林哥是我哥，呆总，现在直播间大概也许属于林哥的了，我们听他的话。看着这些往日跟他称兄道弟的管理员一个个都不听话，呆小妹气的是直咬牙，不过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自己上手把全部的管理员踢了吧？直播间没有管理员，以后还不乱套了。至于踢了老管理员设置新管理员，这是个危险的想法，非常危险的想法。好歹老管理员他还知道些底细，要是换的新管理员混进来一个隐藏的小狐狸精，怕不是要后院起火。狗东西，你们还真的是狗东西！呆小妹忍不住咬牙切齿说。10几分钟后，呆小妹收拾好心情，不准备继续卖画了。一是直播间懂得欣赏画的人太少，二则是她想起凌云墨刚才说的话，呆小妹准备下去请教一番，毕竟这是关她的零花钱呢。2楼下来就是客厅，凌云墨此时正拿着一本国外的书在看。见呆小妹下来，凌云墨放下厚厚的书籍，随即走进厨房，帮她又接了一杯温水。呆小妹坐到凌云墨刚才坐位置，翻看了一下茶几上的书，第13章，第2次签到。书中全是英文，呆小妹半吊子的水平完全看不懂。狗东西们，这本是啥书？她虽然不懂，但直播间有董王啊。董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世间没有任何难题能难倒他们。3颗要喂你 M 吃。弹幕刷新出来，呆小妹差点一口老血喷出。唬谁呢？3颗要喂你 M 吃，还真以为我看不懂。楼上的，你这么优秀，家里人知道吗？张口就来是吧？巴黎圣母院，一个展示美、丑、善、恶的大舞台，很不错的一本书，我也在看。终于，戴小妹还是找到了一个正常的弹幕。
不等他发话，就听身后传来温文尔雅的声音：“能看懂吗？”呆小妹回头接过凌云墨手中的温水，看不懂。话落，随即眼珠一转：“要不老公，你读给我听。”老女人，你够了，这是要累死我林哥哥的节奏啊！好，凌云墨只回了一个字。呆小妹让开位置，把手机固定在茶几的角落上，这里能清晰照到凌云墨，然后在直播间女人们的羡慕目光中钻进凌云墨怀中。凌云墨微微一笑，翻开书籍的第一页，那足以使人酥到骨子里的声音回荡开：“羡慕的我眼睛都是五颜六色的，我要把林哥哥声音录下来，每天听着这酥死人的声音睡觉。”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时间缓缓流逝，当凌云墨讲完一个小章节，怀中的戴小妹已经睡了过去。那诱人的红唇，即便是睡着了，依旧还挂着甜甜的微笑。摇摇头，凌云墨将书轻轻放回茶几上，接着双臂用力，直接一个公主抱，抱起柔弱无骨的呆小妹。这一幕更是羡慕的女人们双眼发红，她们也想被凌云墨这么抱啊！凌云墨整个过程动作非常小，直到呆小妹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没有醒。重新回到一楼，拿起茶几上的手机，瞬间直播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疯狂了。这还是凌云墨首次离镜头这么近。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肚子疼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我爱你。林哥哥，之前老女人脸红是因为害羞了。林哥哥，我想给你生猴子。一扫直播间从密密麻麻的弹幕中，凌云墨找到了呆小妹下午为什么会脸红的原因。害羞，这种既腼腆又紧张的感觉还真是让人怀念呢。前世的凌云墨18岁进入商海，各种遭遇使他成就了一颗强大内心，他都快忘记害羞是种什么体验了。弹幕：林哥哥这话什么意思啊？凌云墨摇摇头，手指按上关机键几秒，随即在直播间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瞬间提示主播已经下播。这下播的方式好尖儿独特，关机下播666，将近4000万的人气就这么下播了，不加班吗？楼上的刚来吧？这么白痴的话也说得出来。老女人，不，呆总已经嫁入豪门，不需要直播挣钱了，人气有没有都一样。其他主播已经哭晕在厕所。第二天6点，凌云墨准时醒来，看了眼如八爪鱼一样趴在自己胸口的呆小妹。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池塘进行签到。不等他有任何动作，脑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池塘嘛。自言自语嘀咕一声，随即凌云墨小心翼翼将呆小妹的手拿开。起床穿衣洗漱结束后，凌云墨开始晨练，来到院子打了一套太极，随后跑步。不过今天凌云墨没有按照以往的路线跑，来到池塘，在心中说了声签到。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10尾血龙鱼，已放入小院池塘。凌云墨一愣，没想到今天的签到获得的东西是它。血龙鱼的形状、颜色都十分具有观赏价值，红紫相间，万紫千红，美不胜收。前世的时候，凌云墨就购买过一条放在办公室，2公斤的血龙鱼花费了他将近400万的人民币。不过那个时候的他钱已经多到用不完，根本没有在乎过。不对，血龙鱼对水质要求极高，这里的水……凌云墨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听脑中再次传来声音：叮，检测到池塘水质不适于血龙鱼生存，系统开始净化水质。在凌云墨惊讶的目光注视下，那长着青苔的池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清澈起来。10秒过后，叮，水质净化完毕。此时的池塘清澈无比，连下面的小石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清晨的薄雾，蓝汪汪的水，加上10条血龙鱼，仿佛走进了梦幻般的世界。凌云墨自诩见多识广，但是这么美丽的场景，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那小丫头知道了，恐怕瞬间就会喜欢上这里吧。凌云墨脸上浮现出笑容，随即摇摇头，贪睡。无福享受了。薄雾散去，这里就将变得十分普通，没有那种梦幻的感觉。想了想，拿出用了5、6年的老式智能机，随手咔咔就是2张。太阳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山间的浓雾散去。9点，呆小妹迷迷糊糊醒来，下意识摸到枕头下，手机呢？睁眼，入眼是木质结构的屋子，心中一慌，但瞬间就反应过来，掀开被子低头一看，身上只有一件衣服，显然昨晚是凌云墨帮忙换的。老公也不是木头吗？脸上浮现甜蜜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床头柜上的衣服。3下5除2穿好衣服，手机就被衣服压着，手机呈现关机状态。呆小妹开机，一看时间，尼玛9点半了。按照老一辈的说法，就是太阳都晒屁股了。随便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赶紧下楼去找凌云墨。书房没有，客厅没有，
厨房也没有凌云墨身影。戴小妹这下终于是慌了。不过在来到厨房外的餐桌上，戴小妹发现了一张纸条：我到村子中买牙刷洗漱用品，桌上有稀粥、小馒头，勿念凌云墨。第14章脱衣服就因为硌得慌。戴小妹看完纸条中的内容，长舒了口气。吃完桌上的稀粥馒头，见凌云墨还没有回来，戴小妹就有些无聊了，找那帮狗东西聊聊天。打开豆沙 app， 点击开始直播。要说现在戴小妹的直播间，就算是没有开播，也有一波人在蹲守。随着亮光一闪，漆黑的直播间中出现画面：老女人，你终于开播了，我林哥哥呢？万人血书看林哥哥。看老女人这状态，不会是刚起来吧？对，刚起床，准没跑了。直播间中的弹幕让戴小妹稍显尴尬。不过，慌个锤子啊慌，老子不得先吃饭啊！说着话，将手机镜头对准还有几粒饭粒的空碗。羡慕不？起床就能吃到老公亲自熬的稀粥。为报刚才的仇，戴小妹决定撒一波狗粮。老女人，就问你还要脸不要？老女人已封，鉴定完毕。戴总，我林哥哥去哪了？老公出去了，你们看。将那张凌云墨留的纸条放在手机镜头下，顿时直播间再次热闹起来。凌云墨，好有仙气的名字啊！终于知道林哥哥的名字了。我的老公凌云墨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男神凌云墨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当戴小妹意识到暴露了凌云墨名字的时候，已经迟了。卧槽，狗东西，你们的速度也太尼玛快了吧！这么快就把名字都改好了。看到这些送礼物的名字，戴小妹瞬间感觉天塌了。这么多人觊觎她老公，以后可该怎么办？自闭了几秒，戴小妹恢复正常。反正你们也找不到这里来，我慌个蛋。心里想着，戴小妹脸带笑容看向直播间。狗东西们，走，老子教你们怎么洗碗。说完，戴小妹一手拿碗，一手拿着手机往厨房中走去。弹幕：这老女人莫不是真疯了？老女人洗碗真尖儿，不可思议。在斗沙，要是排谁最懒，戴小妹当属前列。这老娘们今天破天荒的要去洗碗，简直不可思议。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戴小妹现在心中想法其实也很简单，既然她老公这么有钱，也在做家务事，她怎么可以一点都不做？来到厨房，将手机固定，看了看水槽。对，就这样。拧开水龙头，将碗伸到水下，把碗接满水。本来直播间的人以为戴小妹还要用手搓一搓，结果好家伙，直接将碗一倒。好了，洗碗吗？太简单了。卧槽，真尼玛长见识！这是什么骚操作呀？你好歹尊重一下碗吧。呆妹在干嘛？好巧不巧，在戴小妹刚刚放下手中的碗，凌云墨就拎着一大袋东西回来了。老公！戴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瞬间朝凌云墨扑去。摇摇头，凌云墨张开手臂，温香入怀。老公，好想你。缠绵一会，凌云墨往厨房内看去。你去厨房是？老公，我洗碗呢。戴小妹邀功似的仰起头。凌云墨狐疑的看了戴小妹一眼，随即进入厨房。哈哈，好戏马上就要上场，期待林哥是个什么表情。凌云墨，这就是那老娘们洗的碗。厨房中只有一个碗摆放在灶台上，凌云墨也不用去找到底哪个是戴小妹洗的，往碗中一抹，滑溜溜的。老公怎么样？我洗的哟。戴小妹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凌云墨眼中出现无奈的神色。哈哈，看到没有，林哥哥那个眼神。老女人形象一落千丈。呆妹过来，我教你怎么洗碗。凌云墨苦笑一声，叫来戴小妹。1分钟后，戴小妹神情低落地走到客厅，在两人坐下后，抱住凌云墨胳膊小声说：老公，我好没用，你会不会嫌弃我？凌云墨一愣，瞬间反应过来，戴小妹洗碗就代表想要改变自己，刚才着实有些打击她了。不会，你永远是我的呆妹。凌云墨第一次说情话，还是有些不适应。戴小妹惊了。直播间的弹幕先是停顿了一下，随即铺天盖地而来。我了个槽，这是铁树开花了吗？老女人厉害了，怎么让林哥哥说出情话来的？我戴总牛逼。见戴小妹看着自己，凌云墨摸了摸鼻子，以他的见识依旧猜不透女人心。这个动作让戴小妹突然想到早上衣服的事，连忙趁热打铁，问老公，昨晚上我睡着了，衣服是？哦，你穿着衣服睡个的慌，就帮你脱了。凌云墨低头认真回答。一瞬间，戴小妹感觉天旋地转。我知道了开头，却猜不到这结尾啊。本来她以为凌云墨说情话是开窍了，实在没想到还是老样子。和他一起睡脱衣服是因为硌得慌？我身体就没有哪个部位能让你感兴趣？直播间的人那是何等聪明，只从只言片语中就理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来重现一下当时的情况。老女人睡着了，林哥把她抱回卧室，
因为老女人睡得比较死，所以压根就没醒。林哥睡上去的时候，老女人衣服硌到他，所以就把衣服给老女人脱了，动机非常明确，就是硌得慌。哈哈，楼上的是在林哥家安监控了吧？剧情毫无违和感。呆小妹好不容易从凌云墨的打击中缓过劲，但是看到直播间中这条弹幕，瞬间整个人又感觉不好了。这推测的太精准了。移动小手指点开一条弹幕的账号，然后点击踢出直播间。做完这些，呆小妹又自闭了。现在我直播间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人均柯南吗？当呆小妹洗漱结束，时间已经临近10点半。来到客厅，凌云墨并不在这里，不过倒是在茶几上看到了凌云墨的老式智能机。呆小妹刚刚把镜头移开，直播间就出现密密麻麻的弹幕。老女人，去看看林哥的手机。呆总，林哥的手机一定有自拍照，快去看看。老女人，不要犹豫，快上啊！呆小妹一见，顿时火气蹭的就上来了。她再怎么懒，再怎么疯，也知道随便动人家手机不礼貌。我说你们这帮吃饱了撑着的狗东西，竟然怂恿我去翻我老公的手机，不安好心，绝对不安好心。第15章，一顿饭要吃400万。呆总，换个思考方向，你就不怕林哥哥手机里有其他女人？对啊，林哥在感情方面是块木头，老女人你可要仔细点，稍微看一眼就是，又没叫你翻看什么重要的东西。呆小妹犹豫了，弹幕中说的也在理，凌云墨在感情方面真的是个白痴，要是他手机有其他女人，后果就严重了，实在太严重了。一想到凌云墨可能会被抢走，呆小妹脚步就下意识往手机走去。凌云墨的手机没有锁屏密码，上滑就解开了。画面中是一张照片，虽然不是特别清晰，依旧掩盖不了其美丽。朦胧的山涧，清澈的池水，薄雾萦绕在池塘上方，正是凌云墨早上拍的。卧槽，这是仙境吧？屁的，世界上哪里有这么美的景色？楼上的，你这就是典型的头发长见识短。林哥哥什么人？人家能去的地方，你未必去的了。哎，你们发现没有，这地方好像有点熟悉啊。马德，这不就是昨天老女人带我们去看的池塘吗？呆小妹脑中的记忆与这张照片互相对比，几秒过后，我尼玛，还真 TM 是池塘。叫出这声，呆小妹拿着手机就往记忆中的位置奔去。池塘在木屋的左侧，右侧是花圃。很快，呆小妹来到池塘边上。池塘不大，也就半个篮球场的大小。昨天她只是带着直播间的人匆匆看了一眼，并没有靠近仔细观察。好清澈的池水，呆小妹美目一闪，这水的清澈程度远超她的想象。现在池塘这里已经没了薄雾，不过在阳光的照耀下，水波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真是美不胜收。举着手机走在小石子铺成的走道上，围绕不大的池塘转上一圈，难以置信，这里的水竟然这么清澈。我敢说，这里的池塘每隔一段时间必定有人来打扫。同意楼上的话，大山中的水不同于城市，极容易滋生青苔和浮游生物，非专业人员根本打扫不干净。虽然池塘就这么大，但请专业团队应该要花一大笔钱吧。林哥大佬的身份已经坐实。呆小妹现在已经没有闲工夫去看弹幕了，她的视线根本就移不开。是真的美，太鸡儿美了。哗啦！突然就在此时，一条红中带紫的鱼跃出水面，在空中停留了短暂的时间，然后又掉进水池当中。卧了个槽，不仅水美，鱼也太尼玛漂亮了，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呆小妹双眼放光，生活在这种水质的鱼，要是做成红烧鱼，那味道不敢想象啊。老女人果然是个吃货，这么漂亮的鱼，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吃。其实说实话，我也想尝尝这种水质养出来的鱼是个什么味道。妈妈问我为什么口水流了一地，收回目光，瞥了眼弹幕。狗东西们，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们第一次和我站在了统一战线上。呆小妹非常满意现在的弹幕，自从遇见了凌云墨后，直播间的画风完全就变了，处处都在和他作对，现在想法得以统一，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呆小妹感慨着，突然就见直播间升起几支火箭，并且附带一条彩色弹幕。呆爷，你 TM 还真是嫁入豪门了呀，一顿饭要吃400万。呆小妹，此刻的呆小妹非常迷茫，一脸的懵逼。什么叫一顿饭吃400万？今早她只吃了一碗稀粥啊，哪里来的400万？弹幕，刷火箭的兄弟，啥意思？同问，金阳水族馆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池塘中的鱼叫血龙鱼，原产地尼西亚仙塔兰姆湖以北的地方，游行速度较快，是一种极其受欢迎的观赏鱼。弹幕到这里结束，不过紧接着又是一只火箭升空。早在04年的时候，国际鱼展会上，一条2公斤的血龙鱼被一个岛国人以6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按照当时美元的汇率，相当于400多万人民币。看林先生池塘中养的血龙鱼，应该还不止2公斤。呆小妹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弹幕，
瞬间他就呆了。400万一条的鱼，他竟然还想着吃，真尼玛败家呀！弹幕：我上网查了，还真 TM 有这回事。呆总牛逼，豪门就是不一样，一顿饭就要吃400万。之前的话可以收回来吗？我不吃鱼了，这辈子都不吃鱼了。我滴个乖乖，一共10条血龙鱼，4000万。卧槽！池塘中的水无比清澈，此时已经有人数清楚了里面有多少条血龙鱼。4000万就这么被放在荒郊野外，这尼玛太鸡儿奢侈了。走，组团去偷鱼，狗头保命。楼上的，你的想法非常大胆啊，不过我喜欢。楼上的2位仁兄，加油！到时候我会去监狱看你们的。林哥既然能放心把鱼养在这里，说不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有好几拨人在看着。祝你们马到成功。戴小妹此刻完全是懵的，书房中的3000万，池塘中现在又多出了4000万，一共7000万啊！她戴小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老公会这么有钱。嗨嗨，一声轻咳传入耳中，戴小妹打了个哆嗦，瞬间回过神。呆妹，这里好看吗？本来林云墨刚才在客厅的时候就打算等戴小妹洗漱出来就给她看手机上的图片，不料上楼拿本书的间隙回来就发现手机不见了。林云墨一想就猜出了事情的经过，所以就来到了池塘这边。戴小妹转头扎入林云墨怀中，老公，池塘里面的鱼是雪龙鱼吗？就是将近400万一条的那种鱼。戴小妹此刻说话都带着颤音，能不颤吗？毕竟这么多钱呢。林云墨揉了揉胸前的小脑袋，想了一下，说：应该不止吧，池塘中的鱼有3公斤重，放在国际上现在应该能值个500万。弹幕：这逼装的我猝不及防。要问装逼技术哪家强，还得是我林哥。第16章开盘，6点起床。呆小妹，400万转瞬就成了500万，10条5000万，我滴个天老爷，好尖儿玄乎。老公，之前书房中的3000万，现在又5000万，你到底是什么人啊？让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呀，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林云墨再次重复这一句话。呆小妹在林云墨胸膛蹭了蹭，并没有再细问。她坚信林云墨对她隐瞒一定是有原因的，等到了哪一天，说不定自己就说出来了。人就应该活在当下。弹幕：林哥哥是普通人，想去偷鱼的抓紧了。老子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普通人，你信吗？哈哈哈，开个玩笑。在林云墨怀中待了一会，呆小妹忽然想起照片上的事，离开怀里，连忙将手机拿出来。老公，这照片就是在这里照的吗？我怎么看着好像缺了点意思呢？林云墨接过手机看了一下，随即揣回自己裤兜里。就是这里，不过是要早上才有这样的景色。早上？几点？呆小妹瞬间来了兴趣，也打算明天早点起床来这里看看。6点。林云墨眼神有点古怪，他今早上起来的动作虽然轻，但呆小妹连眼皮都没动一下。6点，能起得来？啊，这么早啊？果然，呆小妹在知道具体时间后，脸上出现为难的神色。老女人，虚个锤子！照片中那么美的场景，不看看实在可惜啊。呆总，叫林哥哥明早喊你起床。得到众人的鼓舞，呆小妹好似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点点头，好，明早我要6点起床。弹幕：擦，没答应的时候很想让这老女人答应下来，这真答应后总感觉有股不靠谱的感觉。楼上的兄弟，我 TM 也有这种感觉。开盘了，开盘了，买老女人能6点起来的1赔10，不能起来的1赔1。我压老女人不能起来。我也是。呆小妹一见弹幕，顿时暴怒，不过碍于林云墨在边上，尽量克制自己说话温柔一点。狗东西们，也买自己能起来，10万鱼丸，赔死你们这帮狗东西！呆小妹这一嗓子过后，果然有些人相信她能起来，纷纷跟头下去。林云墨站在后面无奈的摇摇头，正打算回去的时候，直播间中一条弹幕被他瞥见。林哥哥，那呆货刚才说要吃你养的血龙鱼。怀着疑问，林云墨问出了声：呆妹，你要吃血龙鱼吗？虽然它是观赏鱼，不过没毒，倒是可以食用。正在与直播间对线，呆小妹一听，手忍不住的抖了一下，手机差点就掉到地上，咕咚吞了一口口水。呆小妹抬起头，满眼不可置信的看向林云墨。什么叫大佬？这尼玛就叫大佬！500万的鱼做成吃的，完全不敢想象啊！社会我林哥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见呆小妹直勾勾的看着自己，林云墨伸手将她揽在怀中。钱在我眼里只是一串数字，只有你是我今生最宝贵的财富。前世的林云墨得到了全世界，唯独没有得到爱情。今生能重来一次，呆小妹就是他的全部。老公，呆小妹被林云墨这句话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眼泪忍不住的就流了出来，挂在眼角。尼玛，林哥一番话，连老夫的心都快被感化了。看了眼我身边打游戏的老公，
真 TM 的想一脚把他踹飞。直播间的小姐姐们，千万别用林哥的标准来衡量自家老公啊！要是非要用这个来衡量，首先你老公得有林哥那样的财力。楼上说的没错，我老婆就在直播间，昨晚让我给她画画，画完后一巴掌拍我脸上，老女人，我 TM 真的恨你，哈哈，心疼楼上的胸带。林云墨自然不知道直播间中的弹幕，摸了摸呆小妹秀发，闻着淡淡的幽香，对现在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十几分钟后，呆小妹从林云墨胸膛中探出头，老公，我们回家。鱼还吃吗？呆小妹。抖音、风米华下的短视频 app 两个名字迅速上了他们的热搜，第一个是呆小妹，第二个则是林云墨。之所以会上热搜，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剪辑呆小妹的直播。呆小妹漂亮，林云墨帅气，很快就为他们的账号带来了超多的粉丝。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突然之间，呆小妹直播间人气飞速暴涨。而今天几条视频的出现更加恐怖，林云墨再次爆5000万财富，500万一条的血龙鱼惊现林云墨家中。两人回到木屋，呆小妹从林云墨背上下来，直到现在她眼角还挂着幸福的泪花。林云墨用手指帮她擦了擦，随后看了一下时间，10点，距离做午饭还早啊，怎么突然之间来多了这么多人？呆小妹抽空瞥了眼直播间，顿时就惊了，人气已经突破4000万，还在往上飙升。仔细一看弹幕，啊，女神，和视频中的一模一样。小姐姐，大哥哥去哪了？抖音大军前来报道。鱼呢？求看鱼摆摆，500万的鱼，金子做的吗？豆沙闲下来的主播看到呆小妹直播间又迅速往上攀升，以为又有什么劲爆的消息，全部跑来围观。PDD， 呆总，你这人气要逆天啊！周淑怡，老子比你入行早，几天前粉丝数还比你高，自从你这狗贼遇到了林哥哥，粉丝数量甩得我是尾巴都看不见。大马猴，呆总富裕了，不要忘记你的难兄难弟。看着弹幕，呆小妹眉头紧皱，弹幕现在根本就看不清，黑压压的，可见他直播间到底有多火。林云墨见此，走到他身后。林云墨一出现在镜头中，顿时火箭礼物满天飞。怎么了？林云墨问。不知道，人气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叮咚！就在这时，呆小妹的房管给他发来一条私信：呆总，那些人全是抖音过来的。第17章，呆妈来电，过几天来魔都，你自己慢慢玩吧，我去看书了，11点做饭。对于网络直播，林云墨不喜欢也算不上讨厌，在这大山上没有其他事情可供呆小妹玩乐，做直播也能让她不无聊。好的，老公。呆小妹转身点头，随即踮起脚尖在林云墨下巴处点了一下。至于为什么不亲嘴巴，真的是因为她太矮了。林云墨拿起茶几上的书，走到一把椅子边坐下。为了不打扰到林云墨，同时也为了释放自己，呆小妹走出客厅，来到院子中，呼出一口气，狗东西们，爷明天6点起床，给你们看看什么叫美景。小姐姐，带我们去看看500万一条的鱼，还有3000万一幅的画，我要长见识。从密密麻麻的弹幕中，呆小妹筛选到2条弹幕。接下来的2个小时，呆小妹就在池塘和书房来回跑，玩的是不亦乐乎。呆妹，洗手准备吃饭了。从厨房中出来的林云墨看到呆小妹又要往书房跑，顿时开口说：好的，老公。呆小妹止住上楼的动作，走向厨房。餐桌上，或许是今天的运动量比较大，呆小妹吃得很满足。老公，我今后还能直播吗？吃完饭后，呆小妹想到昨天决定的事情，昨晚因为睡着了，并没有问出口。不等林云墨开口，呆小妹又说：我今后直播就当做是一个兴趣，直播这么多年，一时间改掉有些不习惯。说完就眼巴巴地看着林云墨，心跳是不由得加快。操，几天不看老女人直播，变化这么大吗？这是个什么表情啊？这表情出现在老女人脸上，简直是绝了。呆小妹在老观众眼里是绝不可能做出这副表情的，可现在却就对一个男人做了这样的表情。你直播吧，不过每天10点前必须下播。他们俩在刚认识的时候，呆小妹喝醉酒后就给林云墨吐过苦水，每天熬夜到1、2点，为了她的身体健康，林云墨是绝对不会允许她在直播那么迟。老公，真是爱死你了。说着就俯身过去，亲在林云墨帅气的脸颊上。这一个动作成功让直播间炸锅。啊，老女人，放开，那是我的。天天吃狗粮，吃得我快吐了呀。对了，老公，还有一个事，昨天你说的话要怎么卖？这是呆小妹比较关心的问题。零花钱啊。呆小妹没等来林云墨的回答，却是见直播间升起一支火箭。小鱼吃虾米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小鱼吃虾米，呆总，你终于想起话了，我的画什么时候才能到我手上啊？要不你给个地址，我自己过来取。你慌个蛋蛋，爷这不是还没有到城里吗？话一出口，
呆小妹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红晕。臭嘴，为什么这张臭嘴就忍不住呢？眼神小心翼翼瞄向凌云墨，刚好凌云墨也在看向他这边，四目相对，呆小妹赶忙移开。糗大了呀！等他将视线落在手机上，手机已经黑屏了。怎么回事？经过一番捣鼓，最后呆小妹发现手机没电了。老公，手机没电了。呆小妹大着胆子看向凌云墨，只是那躲闪的眼神，怎么回事？充电。凌云墨点头。呆小妹一阵无语，她不知道充电，这不没充电器吗？无奈，呆小妹只好自己上楼，从卧室的包包里面找到手机充电器，随即下楼，把手机开机并充上电，紧接着来到凌云墨身边。老公，刚才……呆小妹现在依旧有些惴惴不安，毕竟是第一次在凌云墨面前暴露本性。刚才怎么了？呆小妹被验了一下，瞬间语塞。哼，装傻就装傻，我也不说了。想到这里，呆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老公，你说我该怎么卖那些画呢？昨天呆小妹在直播间已经卖出了30几幅画，剩下的40多幅得尽快出手才行，万一被凌云墨嫌弃当柴烧了，那可就真正的玩完球了。凌云墨犹豫了一下，没有急着开口。身为前世的资本大鳄，他有100种方法可以让这些画卖到天价，但这些手段用起来有些不太光明，万一把这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骗子教坏了，那就有些得不偿失。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凌云墨说，最好的办法是送拍卖行，要是你想自己卖，可以每隔1个月卖一幅，明天早上挂一幅在池塘边，开价50万。最终凌云墨还是没有把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说出来。明天早上卖？对啊，老公，这么简单的方法我怎么没想到？明天呆小妹要拍晨雾中的池塘，那个时候的人肯定很多，到时候不愁卖不出个好价钱。至于人拍卖行，呆小妹直接否决了，这些画就当是给直播间众人的福利了，要不然之前也不会把价值50、60万的画以10、20万的价格就卖出去。呆小妹正想着明早池塘边该怎么布置，放在一旁充电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呆小妹过去一看，顿时心脏就是一紧啊，主要是上面的备注：母后大人。见呆小妹脸色不对，凌云墨连忙来到她身边，不过在看到手机后顿时了然，摸了一下呆小妹小脑袋，然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到原来的位置。呆小妹，那是一个气啊，说好的同甘共苦呢？说好的保护我一辈子呢？现在正是需要保护的时候啊。优雅的铃声在客厅内回荡，呆小妹大脑飞速转动，她已经猜到呆妈打电话过来是为了什么，肯定是因为结婚的事。虽然呆小妹不知道是哪个小王八蛋泄的密，但心中就是有这种预感。深吸一口气，呆小妹拿起手机接通，不等她说话，手机里就传来笑呵呵的声音：女儿，在我女婿家过得怎么样？呆小妹暗道果然如此，不过这女婿叫的还真 TM 顺口啊。妈，我……不等呆小妹说完话，呆妈打断说：行了，过几天我和你爸就来魔都了，到时候来接我们啊。妈，你们要来魔都？呆小妹心头一惊，这明显是奔着凌云墨来的。第18章，呆妈传授的神秘技术。大惊小怪的，妈来看看我女婿长什么样，我还不信你要一直藏着。呆妈很不满意呆小妹的口气，在电话那头说。呆小妹根本就没想过要隐瞒家里，但这尼玛也太快了。她和凌云墨满打满算认识才3天，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结婚证都扯了，被老两口知道还不得打断她的腿呀。越想呆小妹就越害怕，认识3天的事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后果就严重了。妈，我和老公要去周游世界，等回来的。话说到一半就打住，呆小妹真想抽自己这张臭嘴，出口也太劲儿快了。老公叫顺口了，对面的可是自己老妈啊。果然，哎呦，老公叫得这么顺口，看来事情是稳了，总算是把你这疯丫头嫁出去了，我和你爸也该享享福了。呆小妹，妈，你就这么嫌弃你的女儿吗？真怀疑我是不是你们充电费送的。呆小妹现在很想哭，非常想哭。行了，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我可告诉你，好不容易结了婚，可别把我女婿给气跑了，该勤快的时候勤快一点，该满足女婿的你也要满足他。呆小妹满头黑线，这个世界还真尖儿现实啊。转头看了眼坐在椅子上的凌云墨，他倒是一脸悠闲，丝毫没有因为他爸妈会来这里而感到心慌。一看到凌云墨这样的表情，呆小妹心头就来气。女儿，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不见呆小妹回话，呆妈问。妈，求求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呆小妹很想马上挂断电话，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她没有听呆妈讲完话，挂断电话后会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发生。那你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知女莫若母，呆妈一听呆小妹的语气，就知道这妮子肯定打混去了。呆小妹愣在原地，
这一招打得他是措手不及。哎，女儿啊，我告诉你，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欲。你晚上……呆小妹越听脸色越红，这 TM 的什么跟什么呀？心中虽然这想，但听得却无比认真。2分钟后，女儿，话就说这么多，好了，你自己晚上看着办吧。好的妈。脸色通红的挂断电话，小心抬头瞄了眼凌云墨，想起刚才呆妈的话，呆小妹心跳不由得加快，磨磨蹭蹭的来到凌云墨身边坐下。当抱上他手臂的时候，凌云墨就发现呆小妹身上非常的烫。呆妹，你怎么了？凌云墨眼中充满疑惑，呆小妹此时的表情十分像那晚害羞时的表情。这小丫头又在害羞什么？啊，没什么。呆小妹怎么可能会把原因讲出来？说出来就太尼玛尴尬了。狐疑的看了眼呆小妹，凌云墨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阿姨叔叔什么时候来？对于呆爸呆妈会来他家，凌云墨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毕竟前世的他什么大人物没见过，见家长嘛，能比见国外军阀危险？不知道，就说过几天，我忘记问了。呆小妹刚才全部心思都在最后2分钟上，根本没有想起问呆妈过几天到底是几天。老公，要不咱们开溜吧？见家长好恐怖的。虽然这次呆爸呆妈主要目的是来看凌云墨的，但要是老两口不同意怎么办？呆小妹也不想想，要是不同意，呆妈会传授他那些技巧，这不明摆着要将他往火堆里推吗？怎么可能不同意呢？咚！凌云墨一个栗子敲在呆小妹头上。哎呦，老公！扬起红色还未隐去的小脸，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凌云墨一笑，将她拥入怀里，轻轻拍打呆小妹后背。放心，一切有我。呆小妹直翻白眼啊，心说刚才接电话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不过这句话她是不会说出来的。许久，呆妹，睡午觉吗？凌云墨重活一世，非常注重身体的健康，每天都十分有规划，睡午觉就是其中之一。睡觉！本来脸上的红色都已经消减下去，一听到睡觉，脸不由得又红了起来。他想起来刚才呆妈传授的技术了。不过，呆小妹轻嗯一声，感觉到呆小妹身体再次变得滚烫，凌云墨又疑惑起来，心说这次的话也没什么毛病啊。摇摇头，将餐桌收拾干净，两人上到2楼，坐在床头，呆小妹羞红着脸，低着头一言不发。一旁的凌云墨眉头微微皱起，按道今天的呆小妹太奇怪了。呆妹，你怎么了？呆小妹手一抖，不过还是没抬头，但心里是直骂呀，我已经够明显了好不好？直男，钢铁直男啊！深吸一口气，呆小妹鼓足勇气抬头，老公，我想那个。就算凌云墨拥有前世的阅历，此时也听不懂呆小妹话是什么意思。那个？哪个？尼玛，天塌了呀！这是什么白痴老公啊？呆小妹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凌云墨交流。好在经过呆小妹的不断暗示，凌云墨最后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1个小时后，当世界清静下来，两人沉沉睡去。下午2点，凌云墨醒来，转头看向那张红扑扑的小脸，嘴角浮现出微笑，小心翼翼将呆小妹摆正。凌云墨起身穿衣下楼，到卫生间冲了个澡，接着就拿起还没有看完的书。转眼又是1个小时过去，呆小妹长长的睫毛微微一颤，缓缓睁开美眸，大脑一清醒，就闻到房间中一股别样的味道。臭老公！想起2个小时前的事情，呆小妹本就红润的脸更添几分魅惑。出门前看了眼床单，还真劲儿壮观啊！下楼，在楼梯间就看到凌云墨身影，两人都没有说话。呆小妹径直来到凌云墨身边坐下，头枕在他的双腿上。这样温馨的场面，要是被直播间的人看到，怕是又会引发一场骚乱。转瞬半小时后，呆小妹脸色已经好了很多。老公，我去找直播间的人聊天喽。第19章，呆总，贼羡慕你。去吧。凌云墨点头，手机充了这么久的电，电量早就已经充满。打开豆沙 APP 软件，没有急着开播，而是进入直播间中看了一眼。这一看之下，瞬间就兴奋了。没有直播的直播间也有1000多万的人气，但仔细瞧了瞧弹幕，呆小妹原本的兴奋就变成了满头黑线。小哥哥呢？我是来看小哥哥的。老女人，我等了3个小时啊，你 TM 去哪了？今天没有看到林哥哥，午觉都没睡好。万人血书，求林哥哥直播。呆小妹在心底直骂，她直播间什么时候聚集了这么多的狐狸精？用自己的账号，呆小妹编辑了一条弹幕：你们慌个锤子，马上就开播，礼物给也准备好。卧槽，老女人出来了！看小哥哥，看小哥哥！呆总，我林哥哥被你怎么样了？呆小妹瞥了眼弹幕，随即点击开始直播。随着画面一闪，呆小妹出现在直播镜头中。卧槽，老女人，你有问题啊，绝对有问题，干啥去了？
狗头保命！楼上的，你 TM 问的是不是废话？老女人明显是去办正事了呀。戴总，我好羡慕你啊，感觉怎样？舒服吗？戴小妹此时面色红润有光泽，眼中都带春，一看就是被滋润过的。开播这么迟，原来是办正事去了啊。戴总，我们理解。好今儿羡慕老女人。戴小妹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一个大写的尴尬出现在脸上，这种事居然被发现了，还真尼玛被他说准了，直播间人均柯南。嗨嗨，戴小妹轻咳两声，狗东西们想去哪里逛？戴小妹声音有些沙哑，实锤了，老女人不直播就是去享福了，求感觉。楼上的，你回去问你妈到底是什么感觉吧。戴总，大战一场，要不你就休息一会。见直播间死咬住这么问题不放，戴小妹真的想骂娘啊，压下心中的火气，对凌云墨说：老公，我去池塘那边了。凌云墨抬头，他可是一个混迹商圈的老狐狸，自然听出了戴小妹正在压制火气。怎么了？没事，老公，你好好看书。说着就向池塘那边走去，他已经憋不住想要放大招了。凌云墨笑着摇摇头，这小妮子。来到池塘边，往后看了一眼，确定凌云墨没有跟来，回过头看向直播间，正想爆发放大招，但直播间的画风在短短1分钟就变了。老女人破防了，大家收敛一点啊！关门，快放黑粉，让他们与老女人对线。黑粉，这波我挺你们，快上！说也奇怪，呆小妹直播间原本是有非常多的黑粉，但是在遇到凌云墨后，黑子们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有些甚至是黑转粉。没有了发作对象，呆小妹的气也渐渐消了下来。我说你们这帮狗东西，真 TM 闲得蛋疼，我和我老公做什么事，关你什么吊事啊？问你奶奶个腿！这他娘的才是我认识的老女人，一言不合就亲切问候。老女人666，这小姐姐好凶，溜了溜了。楼上的慢走不送。一口气将心中最后一点苦水吐出来，呆小妹心情好了很多。气一消，呆小妹脸上又绽放出笑容，这就是她的性格。狗东西们，想看啥？今天就满足你们的好奇心。看鱼，看画，看林哥哥。直播间顿时弹幕满天飞，说看什么的都有。最气的是，不知那个小狐狸精公然打出弹幕要去看她老公。不过戴小妹这点倒是可以容忍，不至于生气。毕竟直播间的弹幕也就是开开玩笑。见意见不统一，戴小妹想了想，要不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我老公院子中还有没有其他宝贝。对于凌云墨这位神秘富豪的家里有什么，不仅是直播间的人想知道，就是戴小妹也充满好奇心。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仔细查看池塘，才导致这里的景色直到今天才发现。戴总，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同意，大家一定要瞪大眼睛啊，真今儿期待啊，有种寻宝的感觉。看了眼现在的人气将近3000万，这么多人，弹幕还清一色的统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行啊，狗东西们，这么统一好，也就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说着走过池塘，往木屋的后方走去。1个小时后，戴小妹举着手机回到池塘边。不可能啊，花圃没有珍贵的花，菜园也没有我们吃不起的菜，难道林哥哥家里只有花和鱼这2样超级宝贝？楼上的看不透了吧，花能值几个钱？而且不同于鱼，花讲究的温度、湿度、海拔度，没有达到这些条件，就算是极品花也养不活。对，而且你能认得全花圃里面的花吗？或许其中就有一种我们不认识的珍贵花种。楼上说的在理，这些弹幕让呆小妹都有些怀疑了，主要是这1个小时看到的东西实在太普通了，完全不符合凌云墨大佬的身份啊。不管了，反正我又不是看中这些东西才和老公结婚的，有没有没关系。呆小妹要是看中钱，就不会这么冲动的和凌云墨去扯结婚证。要是看中钱，当初来凌云墨家的时候就会直接离去。看到弹幕还在讨论花圃菜地的问题，呆小妹开口说：行了，狗东西们都 TM 别讨论，你们也看到了，什么都没有。老女人扎心了呀。戴总，再去逛一圈，这次保证能找到。老女人，你他娘的胡鬼吧。在直播间的人看来，凌云墨家里一定隐藏着惊天的财富，没见到价值5000万的鱼都被随便放在外面吗？而且书房中还有3000万，这里没有其他珍贵的东西了？骗鬼去吧。呆小妹没有再理会直播间中的弹幕，走到一根椅子边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随即打开大主播们建的群聊，发了一个表情：哈喽 PDD 哟，这不是呆总吗？怎么想着到娘家来了？第20章，血龙鱼是身份的象征。大马猴，呆总嫁入豪门的感觉怎么样？周淑怡，老女人，你什么时候办酒席？我要来蹭饭。大司马，啧，呆总的酒席大餐啊，蹭饭走起。现在斗杀的主播不说全部，
只要近段时间开播了的，都知道呆小妹嫁入豪门的事情。哎呦，说什么蹭啊，这就见外了不是？至于什么时候能办酒席，还得先问问我老公的意见。周淑怡，好今儿羡慕你这老女人，我长得也不比你差啊，怎么就遇不到你家老公那样的人呢？哈哈，我老公不是说了吗？以后生了小呆呆，等他长大就给你送过来。呆小妹又是旧事重提。周淑怡，老女人，你给我滚！对了，刚才我看弹幕说你大中午的和你老公那个了。PDD， 嗨嗨，虽然我弹幕上也在刷，但是你们注意点，这里是公共场合，要聊私聊去。周淑怡 ，PDD， 你还是个讲究人啊。大马猴，我说弹幕怎么突然就发疯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要说斗杀主播们的事情，谁的事情传播的最快？毫无疑问，当属呆小妹的。只要她直播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全斗杀都会知道。其中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呆小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瞬间就傻眼了，太 TM 丢人了，都丢到家了，而且还不只是在群里丢人，脸都快丢干净了呀！大白天的做那种事情，早知道会是这么个情况，打死我！我今天也不直播。在心中想着，看向手机的对话框。周姐，你说这事情该怎么解决？周淑怡，卧槽，老女人，你转性了？叫我什么？大马猴，震惊；大司马，震惊；PDD， 震惊。周姐，周姐，周姐，行了吧？再不说可就过分了呀。周淑怡，哎呦，舒坦啊，说吧，求周姐什么事？呆小妹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这明显是要在伤口上撒盐啊！咬牙编辑好一条消息，怎么消除影响？周淑怡，我的好姐妹啊，这有什么好消除的？懂的都懂。而且多少人还巴不得得到你老公的身子呢？他们就是嫉妒。周淑怡不愧是最了解呆小妹的，三言两语就把她心态给调整过来了。PDD， 呆总，王大聪去你直播间了。就在此时，一条消息发送了出来。他来我直播间干嘛？我和他又没交集。呆小妹很疑惑。王大聪，两马一王，王家之子。前段时间也搞了个直播平台，不过后来破产了。周淑怡，老女人，不知道你老公和王大聪他老子比起来，谁更有钱？呆小妹想了想，随便回了一句后就退出了聊天群，回到直播间。毕竟现在呆小妹还不知道她老公的深浅，她可不想给凌云墨带来麻烦。进入直播间，呆小妹登时就愣住了，弹幕黑压压一片，火箭1只、2只、10只、50只出现在屏幕上。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嗨嗨，感谢王大聪送的火箭，十分感谢。回过神来的呆小妹轻咳一声，说：擦，什么风把王大聪吹来了？送这么多礼物，王大聪是不是看上呆总了呀？有好戏看了。不知道林哥和王大聪谁更厉害？要是不比老子的话，林哥无敌；但要是比老子的话，我觉得有点悬。不可能，我看林先生气势比两马一王还强，我觉得就算是加上老子，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我林哥。直播间的画风在王大聪出现后，瞬间变了一个样。主要是这王大聪十分喜欢网红脸，呆小妹正好满足了这点要求，就是只有一对 A。王大聪，主播唱跳 rap 一个呗。果然，王大聪就是带着目的性来的。快，把老女人弄走，我就有机会独占林哥哥了。楼上的想法很危险啊，不过我喜欢，嘿嘿嘿。呆小妹本来就对这位王公子不怎么感冒，一听这话更是不高兴。虽说不想给她老公惹麻烦，但这都欺负到头上来了。正想出言讽刺一句，就见又一只火箭升空，并且附带着彩色弹幕，那是血龙鱼。王大聪现在很震惊，无比震惊。他看到的东西远比直播间中任何人看到的东西都要多。血龙鱼啊，那是身份的象征。呆小妹看到弹幕，又看了看直播画面，一条血龙鱼刚刚窜出水面，恰巧就被拍下来了。主播，血龙鱼卖吗？600万我收了。刚想说不卖，但是想想还是算了，毕竟这人身份在那摆着呢。这是我老公的，我去问问他。说着，呆小妹起身往家里走去。就这起身的功夫，池塘全景被照到直播镜头里面。王大聪一看这池子里的水，再看水中的鱼，瞬间就懵了。10条？什么人能拥有10条血龙鱼啊？至少他没听谁说起过。这位主播的老公一定是个大人物，一个比自家老子还高一个层面的大人物。不怪王大聪会有这种想法，血龙鱼非常稀有，原产地管控得很严，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你还得有相当大的权利。前世的时候，凌云墨也才只有1条而已。要是说之前只有1条的时候，王大聪还想把它买下来，毕竟以他老子的实力还是不惧的。但现在10条，这得是什么牛逼人物啊？在心中这样想，不免有些后悔之前的轻浮了。
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嘿嘿，那个呆总对吧？我叫王大聪，你应该听过。改天请你和你家先生吃饭，当面赔礼。刚才说的话别放在心上。弹幕，呆小妹。一时之间，弹幕刷新的全是问号。随即，卧槽，大聪哥，你喝假酒了？不应该啊，不太像你性格啊，大聪哥。戴小妹此时也十分疑惑，这花花公子又 TM 哪根筋搭错了？怀着疑问，不等王大聪第二条弹幕发出来，呆小妹就回到了客厅。老公，有人想买你的鱼。正在看直播的王大聪听到这话，心里就是一咯噔，暗道要糟糕。第21章，凌云墨生气了。谁？正在看书的凌云墨愣了一下，随即放下手中的书籍，接过呆小妹递过来的手机。王大聪。呆小妹说。王大聪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更加紧张起来。王大聪，这小子我倒是有一定的了解。前世的时候，凌云墨没少和王大聪老子打交道，对他的公子还是做过一定的了解。对我有一定的了解。王大聪心中一喜，难道呆小妹的老公认识我？心中这样想，紧张的心渐渐平息下来。当凌云墨的脸出现在直播镜头中，弹幕顿时就疯狂了。林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好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帅的男人。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凌云墨，我要嫁给你，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直播间中不仅是弹幕疯狂，礼物也是连续不断的刷新出来。在一边的呆小妹瞬间就不乐意了，她刚才可是带着这些狗东西去房子周围转了一圈，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收到的礼物还没有凌云墨这漏衣下面挣得多，这就很气很愤怒。此时魔都的一间豪华别墅当中，王大聪在看到凌云墨脸的那一瞬间，心中一咯噔。就算凌云墨此刻没有刻意释放出气势，但是长此以往养成的习惯，在不经意间也会显露出来。这种气势和他在面对他老子时几乎一模一样。咕噜，王大聪咽了一口口水，在直播间中送出了一支火箭。林先生，你好，我叫王大聪。凌云墨前世的时候没有玩过直播，不过通过这几天对呆小妹的观察，也知道直播的玩法。王大聪，是你想买血龙鱼？凌云墨不相信王大聪这种身份的人会不知道血龙鱼代表什么，提出购买肯定是觉得自己能吃下这条鱼。林先生，是我糊涂了，血龙鱼还是在你那边比较好。开玩笑呢，拥有10条血龙鱼，这样的人物会差钱？卖是根本不可能卖的。你还挺识相的。凌云墨脸上露出一个微笑，正想将手机还给呆小妹，不过在瞥了眼弹幕后，眉头就皱在一起。林哥哥，刚才王大公子让呆总给他唱跳 rap， 楼上的，你是要吓死大聪哥吗？没见到都服软了吗？可怜我大聪哥呀。王大聪在看到这些的弹幕，加上凌云墨此时表情，就知道要糟。他刚才让你给他跳舞？看向呆小妹，凌云墨问。不过他刚才已经道过歉了，还说要请我们吃饭呢。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巴，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凌云墨点点头，目光从呆小妹身上移开，瞬间变得无比凌厉，好似一头择人而噬的凶兽。卧槽，林哥眼神好可怕。林哥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大聪哥，祝你好运了。凌云墨就这么盯着直播间，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生气了。重活一世，凌云墨将所有东西都看得很清，唯独有一人，呆小妹。在这一世，呆小妹就是他的逆鳞。王大聪看到这个眼神，后背已经冒出了冷汗，这眼神比他老子还可怕。虽然你已经道过歉，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有些人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做事还是收敛一点。凌云墨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你问问你老子，20年前金海国际公馆5号楼发生了什么，再来决定要不要我老婆给你唱跳 rap。 说完就将手机交给了呆小妹，随后拿起茶几上的书继续翻看。此时的王大聪哪还敢让呆小妹唱跳啊？早在之前看到那10条血龙鱼的时候，他就没有了这个想法。不过金海国际公馆5号楼，这里面会有什么故事？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在呆小妹的注视下，王大聪一连送出100个火箭，最后才退出直播间。卧槽，消息有点劲爆啊！有谁知道林哥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不过每个成功人士屁股都不是干净的，只是有些人做的比较隐蔽而已。林哥一定掌握了一个大招，所以才有刚才的那些话。这么看来，林哥是有能力单挑王家父子啊。林哥666，只有我想知道林哥哥到底什么身份吗？连王家都不怕。戴小妹将手机固定在桌角后，直接钻进凌云墨怀里。老公，刚才你的眼神好可怕。就在刚刚，凌云墨眼神变凌厉的时候，呆小妹心都不由得紧了起来。不过现在嘛，好，今儿有安全感。凌云墨眼神从书上移开，低头看向呆小妹。
那温文尔雅的气质又回到了身上，微微一笑：“呆妹，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瞬间，呆小妹眼睛中就浮现出幸福的泪花，被感动的是不要不要的。老公，能遇到你真好。说话间，伸出修长的手臂勾住凌云墨脖子，随即红唇贴了上去。弹幕：他娘的，整天都在吃狗粮，我也好想试试这是个什么味道。林哥哥的话真的很感动，连我都想奋不顾身的现身了。楼上的，你怕没见过老女人发飙要死人的。超管降临本直播间，请主播文明直播。超管，卧槽，这老两口又在虐狗蛙，心疼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要在平时，超管在查看到这种直播间，随手就是一个套餐，但现在他不敢。就在刚刚，豆沙高层下达了一条命令，只要带小妹直播间不出现较大的问题，超管就不要进行干涉。显然，豆沙在不了解凌云墨身份前，也不敢太过于得罪他。弹幕：完了，超管来了，怕是马上就要和老女人说拜拜了。超管，狗屁，你们别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只是过来看看呆总是怎么虐狗的。震惊，超管现在不敢管呆总了。厉害了，我的呆总！喂，你们关注点错了，是厉害了，我的林哥。第22章，呆妹，一边玩去吧。良久，纯分。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呆小妹脸上却是带着羞红之色。时间1分1秒过去，叮咚，随着边上的手机响起提示音，打破了客厅的沉寂。老公，我去看看是谁发来的消息。去吧。话音刚落，不等凌云墨将手放下，呆小妹柔韧的身躯就从怀中出去。呆小妹动作很迅速，拿起手机又是进入了凌云墨怀抱，看得直播间的人羡慕不已。在凌云墨的注视下，呆小妹打开聊天框，是豆沙主播自建的群。周淑怡呆小妹，老女人，你家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PDD 同问，把王大公子都吓跑了。呆小妹仰头看了看凌云墨，只见他一脸的笑容。老公，看吧，所有人都在问你的身份呢，你的身份是什么呢？看着呆小妹期待的眼神，凌云墨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小脑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身份，在这一世，他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就是见识比真正的普通人多一点罢了。哦，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巴，在手机的聊天框编辑道：我老公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妻子。点击发送后，仰头对着凌云墨一笑，摸了摸呆小妹秀发，呆妹，其实吧，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照顾你一生。呆小妹用力点点脑袋。大司马，呆总可不行这样啊，你就死劲敷衍吧。周淑怡，靠，刚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老女人，现在你躺在林哥怀里，林哥在看我们聊天。PDD， 我什么话都没说啊。大马猴，我是清白的。呆小妹还没说话，就是一堆字正清白的出来了。对，我老公现在就看着呢。周淑怡，豆沙全体主播向林大佬致敬。PDD， 致敬。大司马，致敬。哈哈，躺在凌云墨怀中的呆小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凌云墨在看到这里后，摇摇头，拿起放下去的书籍。呆小妹自顾自地笑了一阵，等致敬的消息减少后，才又发送一条信息：我老公不是火云邪神，不需要致敬。群里顿时是一片大笑。在闲聊快结束的时候， PDD 发送来一条消息： PDD， 呆总，什么时候来锦城一定要通知我呀，我也好尽地主之谊。来锦城的话我还不清楚，不过过几天我爸妈要来魔都，那老两口你们不知道是巴不得把我嫁出去。周淑怡，你是解脱了，可怜我还在被家里催婚呢。大司马，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又聊了一会天，呆小妹退出聊天群。老公，什么时候做饭？有点饿了。凌云墨看了一下时间，快到5点，也是时候做晚饭了。这就去。两人一起来到厨房，直播间的人十分不解，这老女人出了名的懒，跟进厨房干嘛？老女人，你这是要监督林哥做饭吗？呆总，展示你手艺的时候来了，做一顿黑暗料理给林哥尝尝。楼上的，你是想看林哥原地升天吗？呆小妹对弹幕上的嘲讽丝毫也不在意，将手机固定在厨房后转身离开，搞得直播间众人一头雾水。老公，我来帮煮饭。凌云墨家中用的是电饭煲，虽然他没有用过，但看到过别人用过。就在戴小妹磨刀霍霍做饭期间， PDD 直播间，此时他正在等排位，就查看起了弹幕，准备先聊会天。烧猪，老女人老公是什么身份啊？对，王大聪在他面前都不敢造次，羡慕的尖儿发酸。什么老女人？那是呆总。 PDD 顿时纠正直播间中的口误。烧猪，你中毒了，以前不是跟我们一起喊老女人吗？狗屁，就一个靠男人的娘们罢了，啥也不是。
说呆总是靠男人的小子，立刻给我滚出直播间，房管，给他安排个套餐。呆小妹是凌云墨逆鳞，这些人精主播是看出来了，他们可不想因为直播间的风气不对，就引来凌云墨的不满。没见到王大聪都在这世上吃了一个大亏吗？在顶峰作案，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刚刚他又收到来自豆沙官方的友好提醒，要与呆小妹打好关系。直播间的智障被清除干净后 ，PDD 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呆总老公是什么身份？我 TM 的也想知道，这事就不要问了。说到这里，游戏已经进入选英雄的页面。等选完英雄 ，PDD 接着说：“不过我有一个消息，呆总爸妈这几天要去魔都。”靠，大消息啊！不知道老女人爸妈知道林哥那么有钱会是什么感受？嘿嘿，金龟婿。如 PDD 直播间的事情，在各大主播直播间中发生，现在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此。老公，该放多少水啊？站在水龙头前，呆小妹犯难了。老女人，你就等着吃得了，要你何用？废物，真 TM 的废啊！老女人煮饭不会，我是一点也不意外。凌云墨无语，转过头想去拿呆小妹手中的锅。不行，老公，我要学，你教我。煮饭前，请先把米洗了。收回手，凌云墨无奈开口。看到林哥的眼神了吗？哈哈，好尖儿无奈。林哥，这老女人是吃什么长大的？呆小妹真的是贼尖儿尴尬，又将一个缺点暴露在凌云墨眼前。接下来，在凌云墨手把手教学下，饭锅终于是进了电饭煲里面。呆小妹还想帮着凌云墨洗菜，但直接被凌云墨推出了厨房。按照他的说法，你洗菜，今晚都别想吃饭。呆小妹都无语了，她这老公有些时候让人感动的流泪，有些时候真的就是钢筋直男。蒙圈的看着厨房门关闭，但紧接着门又被打开，呆小妹还以为凌云墨开窍了，结果却是递过来她的手机。一边玩去吧，呆小妹。哈哈，老女人被鄙视了。老女人哪凉快哪待着去。求戴总现在的心理阴影。第23章第3次签到。时间一晃，转眼已是第2天的早晨。凌云墨从睡梦中清醒，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地点。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院子进行签到。正想起床，但是想起昨晚大战结束后，呆小妹趴在他身上说的话：“老公，一定要6点叫我起床。”但是，这如八爪鱼一样的呆小妹，真的能将他叫醒吗？呆妹，6点了。叫了2声，丝毫不见呆小妹有转醒的迹象。无奈，凌云墨只好伸手推了推，结果就听呆小妹含含糊糊说出一段话：“老公，等我再睡会，7点就起来。”说凌云墨是个感情白痴，还不是真的贬低他。呆小妹在说完这一句睡话后，凌云墨还真就穿上衣服自己下楼了。不管了，来到院子，凌云墨轻声在脑中说：“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5瓶旱地茅台，已存入厨房酒柜。凌云墨听到系统的提示音，连他都十分震惊，并且写在脸上。旱地茅台，前世身为顶级资本大鳄的他，也才有幸找到了1瓶。这种酒根本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就算你有钱有势，也不一定能得到。旱地茅台数量极其稀少，全球一共生产了10瓶，属于限量版的茅台酒。在11年的一场茅台酒拍卖会上，旱地茅台就达到了890万的恐怖价格。而现在，旱地茅台的估价已经达到 3100W， 涨幅完全可以说是飞跃。要知道，这还是单瓶的价格，如今凌云墨进行签到，就得到了5瓶，也就是说，全球1半的旱地茅台都在他手上，1亿5千多万，就这么轻飘飘的出现在凌云墨家中。连锻炼也顾不上了，凌云墨快速跑进厨房，来到酒柜边上，就见5个金色的盒子，盒子工艺十分精湛，唯我独尊的霸气与前世的旱地茅台包装一模一样。果然是你。凌云墨不是一个酒虫，但是在喝过一次旱地茅台后，对那个味道念念不忘。好一阵后，凌云墨从厨房中出来，看了眼时间，7点钟。回到2楼的卧室，呆小妹依旧保持着她下楼前的姿势。凌云墨那叫一个无奈啊，走到床边轻轻推了一下她。呆妹，7点了。老公，没睡醒，还想睡？呆小妹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你接着睡吧，我先去晨练了，回来给你做饭。看呆小妹的样子，是真的起不了，凌云墨只好作罢，没有再叫她的打算了。呆小妹从鼻子中哼出一声，接着就没了任何动静。时间一晃，呆小妹清醒，大大的伸了个懒腰，那曼妙的身姿只有凌云墨才能拿捏。转头往窗外看去，阳光已经从外照射了进来。一见这个，呆小妹原本还有些迷糊的脑子瞬间清醒，显然又 TM 睡过头了。我的10万余娃啊！呆小妹欲哭无泪，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拿起枕头边上的手机。尼玛，9点23分，这也太劲儿能睡了。
翻身起床，穿衣，头发随便理了理，然后快速跑向楼下。凌云墨早就在客厅等着，见到呆小妹指向餐桌上的稀粥，饭已经做好了。呆小妹没有急着去吃饭，而是钻进凌云墨怀中，一脸的可怜兮兮。老公，我没起来，亏了10万余丸。凌云墨微微一笑，早上我叫你，你自己说7点自己起床。呆小妹一愣，对这段没有任何记忆。然后呢？瞪着大眼睛，等着凌云墨接下来的回答。7点又叫了你一次，看你实在想睡，就任由你睡了。呆小妹，当呆小妹把饭吃完，洗漱结束，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了。10点，呆小妹打开豆沙 app， 她现在心头是虚的，所以没有上来就开播，而是去直播间探了探虚实。这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顿时感觉一阵无语。老女人怎么还不开播？不是说6点吗？不会是晚上的6点吧？老女人，还钱！还钱！豆沙主播，豆沙主播，豆沙主播，呆小妹破产了，带着林哥哥跑路了。楼上的皮革厂还在招人。就在直播间的人闹得欢，一条弹幕出现：嗨嗨，你们可爱又迷人的呆总回来了，有没有想我呀？伴随呆小妹打出的这条弹幕，直播间瞬间就炸了，而且充斥着一股金钱的铜锈味。还钱！老女人 TM 的还钱！坑我们鱼丸！还钱！还你们大爷！爷这不是也砸进去了10万余丸吗？要钱没钱，要命也不给。好了，马上开播。看了眼在厨房中收拾的凌云墨，呆小妹从客厅来到院子，随即点击开始直播。当呆小妹精致的小脸出现在直播画面中，弹幕一刻也不曾停止，除了说还钱，就还是还钱。狗东西们，不要再说还钱了，真的没钱啊！而且今早上在下雨，起来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多睡了一会。呆小妹吹起牛来，脸不红心不跳，说的好像真的一样。老女人，我怀疑你在侮辱我的智商。他娘的，这么大的太阳，告诉我早上再下雨，唬鬼也不是这么唬的。其他的我不关心，我就想知道我的话什么时候发货。见有人主动转移话题，呆小妹打蛇随棍上，说：嗨嗨，画的事情大家放心，这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保证还在书房，没有弄丢。老女人，我关心的是画有没有弄丢吗？我关心的是画什么时候发货。要不老女人，你把地址公布出来，我自己上门取件可好？林哥哥小娇妻，能上门取件的话，我要订一幅30万。我也要订，我也要。一时之间，提出买画的人瞬间就多了。你们这帮狐狸精是 TM 奔着画来的吗？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们。这句话说完，呆小妹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客厅，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凌云墨正满脸微笑地看着她。尴尬，一个大写的尴尬出现在脸上。老公，你听我狡辩，呸，老公，你听我解释。第24章，大型认解现场。凌云墨笑着摇了摇头，没事。完了，老女人在林哥心里的形象一落千丈啊！老女人666，哈哈，鸡皮疙瘩都尬出来了。呆小妹脸上很红，老公，去书房看看。去吧。凌云墨笑笑，对于呆小妹的口花花真的是一点也不在意。快速来到书房，呆小妹把门一关，随即走向书桌前的凳子坐下，松口气的声音传入直播间。哈哈，老女人，你慌了？能不慌吗？没见到林哥哥昨天的眼神吗？要是给老女人来一眼，这呆货绝逼吓哭。我相信林哥当时的眼神好可怕。呆小妹瞥了眼弹幕，想象要是刚才凌云墨露出昨天那样的眼神，我尼玛，真尖恐怖，要做噩梦啊！用力摇摇头，呆小妹知道凌云墨是绝不可能对自己露出那样的眼神。待心情平复下来，呆小妹来到一个角落，这里堆放卷的千奇百怪的锥形画作。啧，这嫁入豪门了就是不一样，价值10几20万的画就被杂乱的堆积在这里。赤果果的嫉妒。老女人，反正你这么多画，送一幅出来做福利呗。楼上的，你他娘的喝假酒了还是没睡醒？10几万说送就能送的，说送画的感觉有点像变异黑粉。房管，干活了。呆小妹看到这几条弹幕，瞥了眼书桌上剩下的山水画，送一张出来也不是不可。呆小妹的嘀咕传进直播间，顿时掀起一场巨浪。卧槽，只听说过送手机送小礼物的，几10万的山水也能送。呆总大气。破音。呆总你这么优秀，林哥知道吗？有些人啊，刚才嘴上说着不要，现在身体很诚实吗？哎呦，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呆小妹有没去细看直播间在说什么，依旧在说，我要不是入了直播这个行业，前天晚上就不会因为感到累选择去酒吧喝酒，这样就不会遇到我亲爱的老公了。刚嘀嘀咕咕说完这句话，呆小妹像是意识到什么，暗道一句要糟糕。果不其然，话音刚落，直播间就炸了，
而且炸得彻彻底底。卧槽！大型翻车现场，难以置信，林哥哥才与老女人认识3天，看老女人和林哥的恩爱程度，不像是才认识3天的人啊，肯定是这老女人在放烟雾弹。呆小妹简直都快破防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都被暴露了出来。不用想，接下来全豆沙都会知道，她呆小妹仅仅1晚上就把结婚证给办了。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林哥拿下了，也只有你才有这么大的魅力。王大聪在昨晚退出直播间后，他就打电话回去问了他老子，他老子反应无比激烈，追问他怎么知道金海国际公馆5号楼这几个字的。在将前因后果全部讲述出来后，他老子话里字外都只有一个信息：呆小妹和林云墨绝对不能得罪，并且要尽可能与之做朋友。王大聪最后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为什么，就迎来他老子的严厉批评。呆小妹不知道王大聪今天又来他直播间干嘛，不过他这话说的还真劲儿在理。林云墨这种人自己能一夜就拿下，牛逼螺旋吊炸天啊！这样想着，对王大聪的感官好了很多。大聪哥，你怎么又来老女人直播间了？金海国际公馆5号楼到底什么意思？同球！王大聪，求你麻痹，关你们屁事 ！TM 一群闲得蛋疼的智障！王大聪何许人？一言不合就要口吐芬芳。没错，我支持大聪哥，我 TM 还想知道你们爸妈晚上怎么过的。呆小妹，喂喂，在我直播间呢，你们说话注意点。眼见弹幕就要开始一场混战，呆小妹不得不站出来。王大聪，也就是在戴总直播间，不然骂死你们这帮垃圾。王大聪发送出这条弹幕后，又紧接着编辑出一条来：呆总，以后你就是我姐了，认了我这个弟弟吧。画风转变得如此之快，让呆小妹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弹幕666，针尖不可思议，王大聪认姐，大新闻啊！足足过了半分钟，呆小妹才反应过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直播间。你要认我做姐姐？王大聪，有钱的代名词，这种人认她做姐姐，呆小妹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在做梦。呆姐，是，就认了我这个弟弟吧。见呆小妹不说话，王大聪想了一下，开始在豆沙平台寻找那些与呆小妹关系好的。首先就是周淑怡直播间。什么？大聪哥认老女人做姐姐？刚一进去就听到周淑怡的惊呼。王大聪赠送主播10个火箭，主播帮个忙，到我姐姐直播间劝劝她，让她认我这个弟弟。好。周淑怡不同呆小妹有个神秘的老公，王大公子的话还是要听的。接下来就是 PDD， 王大聪赠送主播10个火箭，知道了情况就来我姐姐直播间支持一波。1分钟后，王大聪逛遍了抖沙大主播的直播间，重新回到呆小妹直播间的时候，只见火箭礼物霸占了整个屏幕。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 PDD 赠送主播1个火箭，大马猴赠送主播1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我是来给大聪哥助威的，你就收了这个弟弟吧。大马猴，呆总收了吧。大司马，呆总收了吧。呆小妹终于从不可置信中反应过来，当看到自己直播间来了这么多大主播，而且都在劝说自己收王大聪做弟弟，顿时就犯难了。10秒钟过去，那个好吧，弟弟。叫出弟弟，呆小妹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一下。她是独生女，还真不知道有个弟弟是什么体验。姐，我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和大哥呀？王大聪此时很高兴，这认姐环节总算是成功了。来看我，来看大哥。第25章，聪明绝顶。呆小妹是呆，并不是傻。一看这条弹幕就知道，王大聪认姐怕是奔着凌云墨去的，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合着我只是附带的呀，真 TM 狗东西。这事我就做不了主了，下去问问老公。呆小妹不知道凌云墨喜不喜欢陌生人到她家，出于这种心态，她还是有必要下去问一下的。下到楼下，凌云墨又拿起他的书在看。呆小妹来到他面前，一个嘴巴就亲了上去，真是让直播间一众狐狸精是羡慕不已。老公，我在直播间里认了一个弟弟。亲吻过后，呆小妹顺势钻进凌云墨怀中。她身材娇小，凌云墨都不用动一下，她就能进去。王大聪认姐这种事情非常大，周淑怡、PDD 等大主播都没有离开，他们可不是一直看呆小妹直播间的，哪受得了这种虐狗的摧残，纷纷发起弹幕表示抗议。周淑芳公然虐狗，老女人你好意思？王大聪，我姐和我哥真是恩爱，模范夫妻。PDD， 虽然我有老婆了，但是还是受不了这样的虐狗行为。你认了个弟弟？林云墨虽然惊讶，不过他的定力好，没有显露出来，放下书籍，低头看向怀中的呆小妹。老公，你好平静哦，知道我弟弟是谁吗？好激儿气，
认弟弟这么大的事情，还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谁？不会是王大聪那小子吧？林云墨除了在爱情方面反应迟钝，其他事情真的是难不倒他。只要那个消息让王大聪老子知道，肯定会有所动作的。弹幕：擦，原来林哥还有未卜先知的法术啊！大聪哥，你是不是打电话问过林哥哥了？王大聪，我也想知道我哥的电话，但 TM 根本就查不到。老公，你怎么知道的？呆小妹一愣，林云墨能一下子猜出来，她是真的一点也没想到。推测。林云墨微微一笑，要是没有开直播，他或许还会说为什么，但现在说出来，无疑是将王家父子陷入水深火热当中。老公，低头，我看看你头发。就算以林云墨的人精，也听不出呆小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聪明绝顶啊，看看老公有没有绝顶。呆小妹笑嘻嘻的就要伸手去勾林云墨脖子，林云墨无奈的摇了一下头，一个栗子落在呆小妹脑瓜上。老公，你不要打人家头嘛，很痛的好不好？弹幕：卧槽，老女人，你不适合卖萌，我要吐了呀！要是碰到个不了解老女人的人，肯定就会被这一手操作给整懵逼。王大聪，我姐应该就是这样收了林哥的。林云墨笑着揉了揉呆小妹，而呆小妹也顺势勾上了他的脖子。本来直播间的人都以为呆小妹要去看林云墨头的，但是直接就一口吻上了嘴巴。操，这一波狗粮吃的我是猝不及防，真的是纱窗擦屁股，给我露了一手啊！呆小妹现在脸皮已经练起来了，亲吻结束脸不红心不跳的。老公，王大聪说要到我们家来，你看。呆小妹坐在林云墨怀里，嫩葱般的手指玩弄着自己头发，满不在乎地说：让他来吧。林云墨没有多做考虑，王大聪来就来吧。弹幕：呆总，我也要认姐姐，你就认我这个弟弟吧。呆姐，你就认我这个妹妹吧。楼上的是想玩小姨子的故事吗？哈哈，笑死我了，小姨子故事。做老女人妹妹或者弟弟就能去林哥家里，大家冲啊！王大聪赠送主播10个火箭。王大聪姐，坐标后台发我明天就来。看到这彩色的弹幕，呆小妹啧啧嘴巴，啧，这姐叫的还真尖顺口。好了，你加我微信吧，待会就发你。王大聪，好嘞。结束与王大聪的对话，呆小妹仰头看向林云墨，老公，你看我好受欢迎，直播间好多人想认我做姐姐。弹幕：老女人，就问你要脸不要？做你妹妹或者弟弟的目的你不知道吗？真 TM 脸皮厚。林云墨笑着指了指弹幕，你看上面是怎么说的？呆小妹一看，瞬间额头上就冒出几根黑线啊！就这样还想做我弟弟妹妹？做梦去吧！两人又在客厅的椅子上腻歪了一阵，呆小妹就带着她的手机去了外面。时间悄然之间流逝，转眼已是夜幕降临。狗东西们，古德拜也要办正事了。卧室中，呆小妹得意地说，现在她是一点也不怕被直播间的人说三道四，反正大白天做那事都被发现了，现在破罐子破摔。不等直播间的弹幕刷新出来，呆小妹不顾现在人气已经稳定在4000万，直接光速下播。看了眼躺在床上的男人，呆小妹衣服一件件滑落。地图制造者再次开工。第二天清晨，老公。呆小妹被林云墨叫醒，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6点了，不是要直播吗？林云墨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边，一脸的笑容。老公，人家还不想起来，让呆小妹起走，还真的是难为她了，不然也不会评为豆沙最蓝主播之一了。那你接着睡吧，我下楼了。林云墨顺着呆小妹心意，转身就要走出卧室。卧槽，直男啊，钢铁直男！呆小妹一掀被子，坐起身来，露出她白皙的皮肤。老公，帮我穿衣服。时间过去半个小时，来到6点半左右。呆小妹此刻已经到了楼下的院子中，随即拿出手机，打开豆沙 app， 点击开始直播。卧槽，老女人，母猪会上树了！你 TM 还真的起来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老女人是怎么起床的？相信这货能起来，林哥一定费了不小的劲。呆小妹刚刚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直播间的弹幕就多了起来。而对于这些弹幕，呆小妹根本就不敢接招。狗东西们，今天就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去看看清晨的池塘是什么样的。第26章，第4次签到。还未靠近池塘，就见林云墨身穿一身运动服迎面来。我勒个草，林哥哥这样好有男人味，越来越喜欢林哥哥了。呆小妹看到弹幕，顿时化身为小怨妇。看，你们看个锤子！将镜头从林云墨身上移开，直播间顿时哀声四起。不过呆小妹可不管这些，等林云墨接近。老公，花挂好了吗？促使呆小妹起床的，当然不是为了想给直播间众人看景色。
他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最主要的是可以高价卖画，而他这懒货肯定完不成挂画的操作，只有凌云墨去。好了，过去看看吧。停在戴小妹面前，凌云墨笑着说：“老公，辛苦啦，看你累得满头大汗。”说话间，伸手抹去凌云墨额头上的汗珠。呆妹，你干嘛？回去要洗澡的，这样抹不干净。凌云墨说话，不气死两个人真的结束不了。戴小妹落在凌云墨额头上的手擦也不是，收回来也不是。看见老女人表情了吗？哈哈，每天这么来一次就不无聊了。哈哈，老女人遭报应了吧？林哥还真的是钢铁直男啊！凌云墨拿下戴小妹的手，笑着摸了一下她脑袋，就独自回了家中。主要是今天还没签到。戴小妹懵逼的转头注视凌云墨离去，只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袭来。有谁能救救我呀？弹幕：老女人，我来助你解脱，快把地址告诉我。我也可以，我才18，经得起林哥哥的折腾。本来就有些不高兴的戴小妹，又见到这些弹幕，那是气上加气。滚！一帮狐狸精，你们休想从我手里抢走我老公！哎呦，老女人，不是你叫我们来救你的吗？现在又后悔了？哼，爷说过的话，什么时候算数过？戴小妹鼻子朝天，眼中尽是不屑。见弹幕恢复正常，戴小妹举着手机往池塘方向而去。半分钟不到，薄雾中的景色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戴小妹的手机可不是凌云墨那种老式智能机能比的，画面非常清晰。1分钟不到，抖音就出现这里的直播画面。虽然现在才7点不到，但还是有很多人涌入戴小妹的直播间。要论直播间的留存率，戴小妹这次的留存足可以封神。进来100个人，怕是只有1人才选择退出去。好今儿没，要不是你们说，我都会以为这是一张画了。生活在这种地方，老女人心情都会变得很舒畅吧。500万一条的血龙鱼，清澈的池水，山间的薄雾，神仙住的地方也不过如此。戴小妹完全看呆了。她生活在大城市里面，虽然去旅游了很多地方，但是能比过这里景点的，她是一个也没看到过。好美！呢喃出这句话，突然意识到今天不单是来看风景的，连忙将直播镜头稍稍挪了一点，让挂在池塘边的山水画出现在直播间的边角处。嗨，假装轻咳2声，狗东西们，现在画恢复原价了，50万不二价，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看着弹幕飞快刷着，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买的。对此戴小妹也不着急，时间还早着呢。凌云墨回到院子中，在脑海查看了一下签到地点。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花圃进行签到。花圃吗？在心中嘀咕一句，凌云墨往一个方向走去。不消片刻，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公斤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已发放到客厅。母树大红袍，凌云墨又一次被震惊到了。母树大红袍全世界共有6颗，而且在06年的时候就被华夏高层明令禁止采摘。母树大红袍已经不是有钱就能喝上的了，前世凌云墨那般地位，也才只在一个上层人手里拿到过1克。没错，就是1克。可见母树大红袍是有多么的不可得。可以这么说，10克母树大红袍就能比得上之前签到的全部东西。钱用在他身上，已经不能说是侮辱，只能说是没见识。飞快冲向客厅，金黄色的盒子已经摆在茶几上。那盒子是以纯金打造而成，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几个大字：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单单这盒子都值不少钱。凌云墨深吸一口气，缓步走了上去，打开盖子，一股茶香飘散出来。前世凌云墨就是品茶的高手，一闻顿时就沉醉在里面。半晌，凌云墨将纯金打造的盒子盖上，小心翼翼地拿到酒柜中，与汉地茅台一起放好。做完这些，这才长舒口气。这一世不仅能让我弥补空缺的爱情，还让我喝到汉地茅台和母树大红袍，这些都是前世不敢奢求的东西。半晌，凌云墨微微一笑，对接下来的签到更加期待起来，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好东西会出现。就在凌云墨走出厨房，外面却传来一声叫喊：哥姐，你们在吗？凌云墨一脸的怪异，随即径直往外走去。王大聪站在院子外，脸上是一脸的忐忑，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那个连自家老子也畏惧的男人。当凌云墨出现在视线中，王大聪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举手投足间都是大佬的风范。王大聪跟着他老子混迹过各种饭局，还从来没看到过如凌云墨这般气质的人。来了就进来吧，站在门外干嘛？凌云墨见王大聪有些拘谨，开口说：好的，哥。要是王大公子现在的样子被拍下来放在网上，肯定会惊掉无数人的下巴。不说这次，就说昨天的微博热搜，前10有8条都是与凌云墨相关的。首当其冲的正是王大少认姐的事。
接下来就是凌云墨身份，呆小妹身份，血龙鱼、蟠桃献寿图等等8条。来到客厅，凌云墨叫王大少坐下，自己则去厨房倒了杯水出来。当递到王大聪面前的时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开玩笑，让林大佬亲自倒水，这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吗？见王大聪始终不喝，凌云墨无奈的摇摇头，自己进厨房里倒吧。王大少是如蒙大赦，走进厨房不一会就倒出一杯水出来。第27章凌云墨家中的好酒。此时的池塘位置，呆小妹还不知道王大聪已经来了家里，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弹幕。还别说，在庞大的人数基础下，还真有个不差钱的大款相中了挂起来的山水画，并且成功以50万的价格拿下。这把呆小妹给兴奋的，50万零花钱到账了。当山间的薄雾消散，呆小妹兴冲冲地跑回家里，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凌云墨。不过刚一进客厅，就发现了凌云墨对面坐着一个人。王大聪经常出现在网络上，呆小妹瞬间就认出他来。王大聪，你来这么早？昨天王大聪就说过今天会来家里，但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姐，王大聪结束了与凌云墨的对话，站起身叫道。弹幕，啧，王大公子还真乖啊，要不是看在林哥面子上，怕是不会对老女人这么客气吧。林哥牛逼！呆小妹瞥了眼弹幕，不过却没在意，毕竟他们说的还真是那样。要不是有凌云墨，王大聪绝对不会这么客气。弟弟，坐，不用客气。呆小妹做足了身为女主人的气质，引得弹幕一阵鄙视。走到凌云墨身前，将摆在他身前的一杯水拿起一饮而尽。不过由于有外人在，他倒是没有如往常一样钻进凌云墨怀里。老公，话卖出去了，50万。说起钱，呆小妹就忍不住要激动。对此，凌云墨倒是没有什么感觉，50万而已，钱是1秒都不止赚50万。姐，什么50万？凌云墨的平淡呆小妹很不满意。不过好在有王大公子接过话去，呆小妹将怎么卖画的事情说了一遍，王大聪顿时也来了兴趣。姐，要不你卖一幅画给我，100万。弹幕，擦，变相的送老女人钱花呀。老女人，你也太 TM 幸福了吧，羡慕嫉妒恨。呆小妹听到话后也是贼尖心动，不过这种事情还是需要凌云墨来做决定的，毕竟价值才50-60万的东西，王大聪就扔出了100万，明显是有问题的。见呆小妹的目光望过来，凌云墨摇了一下脑袋，50万就行了。王大聪听后一脸的失望，本来想拍马屁的，结果却是拍了一个空。走吧老公，我们一起去书房。3人来到书房，王大聪立刻就被蟠桃献寿图给吸引了目光。这就是网传3000万的蟠桃献寿图吗？果然是好看，还没有我老公画的山水画好看。呆小妹在一旁嘀咕。不料凌云墨一个例子就落在小脑瓜上，在我面前说说就算了，出去了可别这么说，知道了吗老公？呆小妹吐了吐舌头，知道他这张臭嘴又是快了点。弹幕，林哥，以后出去别说认识我，丢不起那人。3000万的东西居然还看不上，富人的世界啊！不知道是不是境界不同，我还真觉得林哥画的山水画比蟠桃献寿图好看，个人观点，勿喷。是这样的，在识货人的眼中，蟠桃献寿图就是无价之宝，但是放在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身上，就看不出个所以然了。看过画后，王大聪开始挑选剩下的40-50幅画。时间一晃，不知不觉过去了2-3个小时。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这一下3人中只有凌云墨会做饭，王大聪就算想帮忙也帮不到。当饭菜端上餐桌，王大聪是一点也不敢动筷子。喝酒吗？见王大聪似乎没有食欲，凌云墨问。老公，我要，你有好酒吗？王大聪还没回话，呆小妹就双眼放光。凌云墨家中的酒应该不至于太差劲吧？凌云墨不答话，只是笑着点点头。汉地茅台，这要是还不算好酒的话，这个世界应该就没有好酒了。在哪里？呆小妹一愣，随即立马放下筷子，瞬间靠到凌云墨身上。要知道，凌云墨亲自承认的好酒，他想不出到底会是什么酒。此时的直播间也疯狂刷着弹幕。大佬，请让我长长见识。好酒，不知道会是什么酒。罗曼尼康帝，82年拉菲。凌云墨笑着起身往厨房中走去，呆小妹自然跟在后面。王大聪见此，也是屁颠屁颠的起身走入厨房。当打开酒柜，6个金闪闪的东西就出现在直播镜头中：5瓶汉地茅台，一个纯金打造的盒子。汉地茅台，站在后面的王大聪只是看了一眼，瞬间就认出其中的一样东西。汉地茅台，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很值钱吗？呆小妹转过头看向王大聪，深深看着眼酒柜中足足5瓶的汉地茅台，王大聪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了。弹幕，还值钱吗？
哼，老女人，3100万一瓶，注意是一瓶，你觉得值钱不？楼上的，你唬人吧，这么贵的酒，你们要是知道汉地茅台全世界只有10瓶，就不会问这么白痴的问题了。全世界就只有10瓶，林哥家里5瓶，大佬，妥妥的顶级大佬啊！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瞬间就懵了。一瓶的价格就是3100万，这尼玛喝了能成仙吧？老公，我们要喝这酒吗？呆小妹说话都有些结巴。家里只有这一种酒。凌云墨点点头。操，这逼装的好尖儿霸气。家里只有这种酒，言外之意就是说，除了汉地茅台，其余的我不喝。呆总，待会喝完了，杯子能给我舔舔吗？求舔！楼上的，你们好 TM 没志气，就算再贵的东西，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请你们收回去，让我来说，我也要舔。王大聪终于反应过来，看向酒柜中的酒，也有些嘴馋。他活了30多年，山珍海味是吃惯了，但是汉地茅台却从来没有喝过。毕竟，价值3000万的酒，没人是拿来喝的，都是当做珍藏。也只有在凌云墨这里，才有机会喝到这么好的酒。第28章，老女人，你飘了。老公，咱们不喝了好不好？呆小妹泪眼巴巴地看向凌云墨，喝这么贵的酒，心底那关完全就过不去，太尖儿贵了。哈哈，老女人，你也有慌的时候啊，能不慌吗？一杯下去就是10几万。楼上的，小了，格局小了。林哥，汉地茅台现在全世界也只有9瓶了，那是喝一瓶少一瓶，我看还是听姐的，不喝了吧。王大聪很识趣，虽然也很想尝尝汉地茅台是个什么味，但还是跟着呆小妹说，无妨，酒就是用来喝的。其实也是凌云墨自己想再次品一品汉地茅台，昨天在签到的时候他就想尝一尝的，不过当时没有人，他独自喝有点无趣。至于呆小妹，他能喝多少？现在王大聪在这里，能陪他喝尽兴了。拿出包装无比奢华的汉地茅台，凌云墨正想关闭酒柜，就见呆小妹看着纯金打造的盒子，喃喃自语：武夷山母树大红袍。说完话就转头看向凌云墨，老公，那盒子中装着的是什么？茶叶。大红袍呆小妹是听过的，不过能和汉地茅台放在一个格子中的东西，想来也不会那么简单。姐，武夷山母树大红袍是华夏最珍贵的茶叶，06年的时候就严禁采摘了。说到这里，王大聪似乎才意识到什么，连忙将目光落在纯金打造的盒子上。之前没注意，现在才看到盒子上几个龙飞凤舞的刻着几个汉字：武夷山母树大红袍。林哥，这真的是……王大聪无比震惊，他可是知道这母树大红袍代表什么。如果说血龙鱼代表的是权力，那么母树大红袍代表的就是权力已经恐怖到旁人已经无法想象的地步。就是母树大红袍，一个朋友送的。凌云墨说完这话，抱着汉地茅台就出了厨房。啧，虽然我不懂为什么王大公子看起来这么震惊，但这母树大红袍一定不简单。废话，你们上网去查就知道了，现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母树大红袍，母树大红袍都是作为外交使用的。林大佬啊，一遍又一遍地刷新我对你的认知。你们有注意到包装母树大红袍的盒子是用纯金打造的吗？这么大一块，就算卖盒子也值个几百万吧。瞧你那点出息，重要的是盒子吗？重要的是盒子里面的东西。又是朋友送的，老公，你到底有多少朋友啊？我都没见过。呆小妹跟在凌云墨身后追出去，清脆的声音传了出来。王大聪见两人都出去了，也不敢在这里面逗留，快走2步跟上两人。与此同时，5瓶汉地茅台母树大红袍的消息像是长了腿一样，飞快在网络上疯传。豆沙 App 总部，程少杰，豆沙的创始人。最开始他在得知呆小妹嫁入豪门，也只是惊讶了一下，不过在知道凌云墨有10条血龙鱼，瞬间就坐不住了，立刻吩咐下去，超管不能干涉呆小妹直播间。直到今天又看到5瓶汉地茅台与母树大红袍，他不得不十分重视呆小妹了，连忙召集高层开会。听清楚了吗？我再重复一遍，只要呆小妹直播间有黑粉，立刻封号处理，不管这个号等级多高，这件事必须要尽快落实，她老公我们得罪不起。凌云墨将汉地茅台拿到餐桌上，刚想打开，就听呆小妹说：等等老公，我来，价值3000多万的酒，我来开。此时呆小妹正在固定手机，显然是怕错过了这等好机会。程少杰赠送主播500个火箭，羡慕呆总，汉地茅台，我们这等小人物是无福消受了。卧槽，豆沙老板，老女人，你面子挺大的呀！你们发现没有，就在刚刚，老女人直播间那些说话阴阳怪气的声音好像没有了。我看了，他们都已经被封号，妥妥的在讨好老女人。呆小妹见到豆沙的大老板都来了直播间，顿时有些为难，针尖儿来的不是时候。
老子还要去开价值3000多万的酒呢。感谢大老板送的礼物，不过现在我要去开酒了，咱们回聊。卧槽，老女人厉害了，现在拒绝大老板也这么干脆。老女人，你飘了呀。666，程少杰赠送主播10个火箭。戴总，你先忙你的。看到这条弹幕，呆小妹点点头，转身小跑到餐桌旁，与凌云墨并肩站在一起。至于王大聪，好似已经没了存在感。可怜的王大少啊，原本的风云人物，现在竟然被当作小透明。程少杰，王大公子在戴总家。程少杰虽然知道王大聪已经认了呆小妹做姐姐，但是他来直播间之前还真不知道王大聪在这里。他只听人汇报说，呆小妹老公家有旱地茅台和母树大红袍，现在不禁惊讶了一下。毕竟王大公子摆在那里，在凌云墨这里不算什么，可在程少杰眼中，他还是一个庞然巨兽。开口一个呆总，闭口一个呆总，叫的针尖顺口。学我，要叫老女人。对啊，要学我们，要叫老女人。普通人这么叫其实没什么，要知道以前呆小妹直播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叫的。可只要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就不敢叫呆小妹老女人。直播间里面的事，呆小妹自然不知道。来到凌云墨身边，踮起脚尖就是一口。老公你真棒，等了我这么久。姐，我还单身。一旁站着的王大聪满脸的尴尬，秀恩爱真劲儿难受。呆小妹一个白眼过去，你以为我不上网的吗？你女朋友是一个接着一个。对了，今天怎么没带来？在下面的村子里没让她上来。来凌云墨家，连他自己都是心惊胆战的。要是把女人带来，说了句不好听的，可就麻烦了。不是我说你王大聪，谈恋爱就要专一，别动不动的一天一个女朋友。凌云墨就在一旁看着呆小妹教训王大聪，脸上一副古怪的表情。第29章，秀恩爱秀出问题了吧？看到林哥的眼神了吗？哈哈，好像在说你这小妮子都学会训人了。可怜的王大公子啊，这是去找驯兽了。还别说，老女人教训起人来还 TM 有模有样的。呆妹，饭菜都凉了。眼看没完没了了，凌云墨摸着呆小妹秀发说：哦，吐了一下舌头。呆小妹看向身前的旱地茅台，王大聪松了口气，不过心中却生不起丝毫不满。在直播间数百万人的注视下，呆小妹小心翼翼地拆起旱地茅台的包装。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听说老女人在开3000多万的酒，是真的吗？在所有主播中，现在也只有周淑怡才敢直呼呆小妹老女人。PDD 赠送主播1个火箭。前来围观。大马猴赠送主播1个火箭。一顿家常饭就要吃3000多万，奢侈，极度的奢侈。伴随越来越多的主播来到呆小妹直播间，人气直逼7000万。程少杰赠送主播10个火箭。大家都来了。周淑怡，卧槽。大司马，卧槽。PDD， 卧槽。来呆小妹直播间，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老板就在这里。呆妹，不是那样开的。对，拧吧。在凌云墨娴熟的指导下，旱地茅台的包装终于被拆开。看林哥这么熟悉，应该不止喝过一次吧。林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液体之火倒进杯中，顿时一股酒香充斥在整间屋子中。老公，飘散出去的气也散发着金钱的味道。呆小妹闻着空气里散发的酒香，一脸的可惜。哈哈，凌云墨被这一句话逗笑了。弹幕，老女人，求求你稳重点好不好？你现在是豪门太太，不过能装点空气给我寄过来吗？对，求空气。这散发出来的酒香，怕是也要值个110来块吧。三人视线一刻也不曾落在直播间上，自然看不到100万人的请求。落座。这一下，王大聪终于动起筷子。呆小妹眼珠一转，将板凳搬到凌云墨身边，含情脉脉地看向身边男人：老公，我要喝交杯酒。卧槽，又 TM 在撒狗粮了。公然虐狗会遭报应的。老女人，求求你收了神通吧。王大聪夹菜的手一抖，不过却没有抬头去看，目光始终落在身前的菜上。哈哈，你们看王大公子还真劲儿识趣。他那是识趣吗？明明就是想隐藏表情。两人的虐狗行为结束，凌云墨问：怎么样？感觉好有仪式感。呆小妹满脸的幸福，交杯酒，好 TM 爽。不过马上脸就黑了下来。我的意思是，酒怎么样？凌云墨古井无波的脸出现一丝疑惑。仪式感？什么仪式感？噗！王大聪噗呲笑出声，幸好嘴中现在已经没有了东西。看到这里，呆小妹脸是更黑了。与此同时，直播间已经乐开了花。哈哈，本来无比暧昧的气氛瞬间就被打破了。老女人，这就是虐狗的报应，劝你以后对我们还是温柔点。林哥果然不愧是我辈之楷模，长面子啊。还好手机离得较远，呆小妹看不到弹幕，不然立马破防。王大聪，你想笑就笑，憋着干嘛？呆小妹现在就很气。
她这白痴老公怎么就一点也不解风情呢？王大聪自然不敢真的笑出声，低头强忍。看到他这样，林云墨是更加疑惑了。大聪，我有说错话吗？一听这个，呆小妹只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啊。还有说错话吗？大错特错好不好？什么？林哥，刚才吃菜了，别说，林哥你这手艺还真不错，比得上5星级酒店中的饭菜了。两头都得罪不起，王大聪赶紧装糊涂。大聪哥666，这一波，大聪哥你是玩的挺溜啊。大聪哥，你们俩口子秀恩爱秀出问题，别拉我下水。呆小妹很满意王大聪的表现，虽然心中现在不爽，但还是夹起一片白菜叶递到林云墨嘴边。老公，吃菜。显然，呆小妹在秀恩爱这一条路上是越走越远。这次林云墨好像开窍，张嘴就吃下嘴边的蔬菜，这要是还拒绝，不用想，呆小妹必定当场破防。好了，呆妹，你刚喝了口酒，吃菜。白酒不同于红酒，喝白酒不吃菜会相当难受。呆小妹点点头。林哥，我敬你和解。王大聪早就想试试汉地茅台是什么味道，只是先前没有机会。一轮敬酒结束，王大聪开始回味刚才的滋味，香甜，酒中之圣，不愧是要卖3000多万，值。老子这个酒鬼看着好想喝一口，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楼上的同感，口水已经淌满口腔了。林哥这种身份应该不会要酒瓶子吧？我就在下面的村子里，待会上去看看能不能捡个空瓶子下来。楼上的借一步说话。呸，兄弟，借2步说话。呆妹，你少喝点，这酒不比红酒。已经喝完1杯酒的戴小妹做事就要去拿酒瓶，却被林云墨抓住手腕。不要嘛，老公，这酒好好喝，还想要？戴小妹现在脸颊绯红，徒增一股诱惑。不行，林云墨的态度非常坚决。老公，就半杯，真的。见林云墨还是不允，呆小妹眼珠一转，贴近他的耳边，大不了我给你吃。说完，脸色更加的红，红的几乎要滴出水来。好在呆小妹的脸刚才就很红，王大聪和直播间的人都没有发现。林云墨似笑非笑的看了眼呆小妹，接着拿过酒瓶往她的酒杯中倒了小半杯，就只能喝这么多。弹幕：擦，不是不让老女人再喝了吗？怎么又倒上了？肯定有 PY 交易啊，这都不懂。不知道老女人对林哥说了什么。楼上的，你们好奇心有点重啊。一顿饭足足吃了1个小时才结束，呆小妹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就被林云墨抱回了卧室，至于直播的手机倒是还在这里。第30章，大明星出现在呆小妹直播间。王大聪这会已经迷迷糊糊，就是林云墨自己也有些晕沉沉的。看了看酒瓶中的酒，还有小半，你回去的时候就带回去喝吧。将汉地茅台推到王大聪面前，林云墨说。弹幕：666，就算是只有这么点，但也值个好几百万吧，这就送人了。林哥，求求你不要在我们面前炫富了。林更新赠送主播10个火箭。林更新，大聪哥，今晚哪里喝？卧槽，大明星都来了。大明星，你也好这口啊。林更新，大陆演员，经常和王大聪一起吃饭玩游戏。他在昨天就知道王大聪会去一个神秘人物家里做客，并且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呆小妹的直播间。今天闲来无事就上了豆沙，没想到这一看之下就离不开了。王大聪对待林云墨与呆小妹的态度，俨然就是晚辈对长辈的方式，更别提那3000多万1瓶的汉地茅台。至于母树大红袍，以他的身份，暂时还没摸到里面的道道，所以反倒是对母树大红袍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就在刚刚，林云墨在说出让王大聪带走剩下的汉地茅台，他就忍不住了，送出礼物表示今晚会去找他。然而现在王大聪根本就没在看直播间，不知道能不能见到这位神秘富豪。见了他，或许我今后的路会走许多。林更新看着画面中的男人，心中开始考虑怎么让王大聪进行引荐一番。弹幕：哎，可怜我还说上去捡空酒瓶子呢，现在泡汤了。林哥和王大聪的酒量也太小了吧。屁，汉地茅台别看只喝了那么点，但后劲大着呢。我猜林哥是不想留王大聪在家里过夜，不然林哥酒杯举起来，他是不喝也得喝。哈哈，楼上的，还是你看得比较透彻。王大聪本来比较晕沉的大脑瞬间清醒，有些不敢确认地说：哥，这个我带回家喝。我自己在家不想喝，你就带回去吧，相当于你认姐的见面礼。林云墨丝毫不在意，微笑着起身就要收拾餐桌上的空碗。啧，这个见面礼我 TM 也喜欢。老女人，你快起来，老子要认姐。呆总面子还真劲儿大啊。林更新，林哥好阔气。大新哥，你们今晚哪里吃？我看能不能来个巧遇。王大聪也连忙起身，生平第一次收拾餐桌上的东西。接着是洗碗，结束后坐在沙发上，酒劲又一次袭上大脑。
林云墨端着2杯热水出来，递到王大聪面前。不过就算他喝醉，也知道分寸，双手接过水杯，但却不敢喝，放在了茶几上。林云墨摇了摇头，他是真的不在乎这些礼节。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阵，酒劲已经完全上来，就要支持不住之际，王大聪立刻起身，强打精神：“哥，我得走了。”坐在椅子上假寐的林云墨睁开双眼，皱了一下眉头：“你就这样下山？”王大聪点了一下头，不过这个动作更是让他难受。打电话叫人来山上接你吧。林云墨刚才听王大聪说过，他女朋友在下面的村子里，而他自然不可能把他女朋友一个人留在村子里，肯定还带了其他人。好，王大聪想想也对，就这个状态，下山肯定要出问题的。一个电话出去，半个小时后，王大聪的人来了，2个男人以及一个长相起码能打90分的少女。不过在4人走的时候，少女在3人都没注意到的间隙，回头给林云墨抛了个媚眼。林云墨眉头一皱，对王大聪女朋友的好感度急剧下降。等彻底看不到3人身影后，林云墨回到厨房，拿起呆小妹的手机。与此同时，王大聪那边，我摔了都不要紧，酒给我拿好了。迷迷糊糊间，王大聪对扶着他的人说：“是，酒不会有事的。”其中抱着旱地茅台的男人说：“聪哥，林哥还真是小气，他都有足足5瓶，居然还只拿1瓶喝剩下的给你。”王大聪的女朋友叫杜嘉欣，年龄20岁，长相十分漂亮。之前在王大聪上山后，他就一直看着呆小妹的直播，所以也知道林云墨有多少瓶酒的事。王大聪本来还有些迷糊的，但是听到这番话，顿时清醒了一点。“你过来。”王大聪语气十分平淡。待杜嘉欣靠近，王大聪一个巴掌呼在那张俏丽的脸上：“你要疯，别带上我，白吃娘们！”别看王大聪在林云墨和呆小妹面前唯唯诺诺，但在别人眼中，这货可不是一个善茬。杜嘉欣被这一巴掌给扇懵了，怎么也不会想到之前还对他十分宠爱的男人会突然之间就变脸。他扪心自问，说的也是事实啊。林云墨这么多酒，王大聪身份又摆在那里，送1瓶又能怎样？你以后别说我们认识，自己想办法回去。就算是蠢货，只要长得漂亮，王大聪也还能接受。但是这 TM 也太蠢了，将他带在身边，保不准以后就会给他捅娄子。大聪哥，不要，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杜嘉欣顿时就慌了，好不容易傍到一个大款，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结婚，可和王大聪一起有钱拿啊！滚！王大聪丝毫不留情面，在一人的搀扶下，很快消失在杜嘉欣视线中。3人才刚刚下山，王大聪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上面备注的是林狗。王大聪疑惑地接起来：“喂，林狗，啥事？”“聪哥，今晚我请客，老地方。”电话那头传来林更新的声音。“好，不见不散。”王大聪也没多想，说：“聪哥，记得把那半瓶酒带上。”这句话说完，林更新就挂了电话。瞬间，王大聪知道自己上当了，没一个好鸟。林云墨收起手机后，就上了2楼。他现在大脑也有些晕，当然是那种不严重的，躺一会就能好转。进入卧室，呆小妹已经将被子踢到一边。林云墨摇摇头，将被子重新为她盖好，就顺势躺了上去。第31章，老公，我要喝粥。时间不知不觉过去2个小时，林云墨被鼻尖的一股瘙痒惊醒，睁眼一看，呆小妹此时正拿着她的头发在她鼻子上挑弄。嘻嘻，老公，你醒了。旱地茅台不同别的酒，喝了清醒后也不会使人头昏脑胀，加上呆小妹喝的也不多，在睡了几个小时后完全好转过来。至于林云墨，他本来就没醉，清醒后还是和没事人一样。呆妹，你什么时候醒的？说着就要掀开被子起来。呆小妹一见，顿时伸手将林云墨按在床上。醒了一小会了。看着呆小妹眼中的笑意，林云墨疑惑了：“呆妹，我下楼先给你倒杯水上来。”“喝水吗？可以待会再喝，现在我要履行我的承诺。”说到这里的时候，粉红之色又是爬上脸颊。承诺？林云墨更加疑惑起来。你履行承诺和起床有什么关系？呆小妹却不等林云墨问出心中的话。时间又过去1个小时，林云墨终于如愿起床。至于呆小妹，则成了一堆烂泥。下楼接了一杯温水上来。呆妹，喝水。来到床边，林云墨说：“老公，身上没力气了，你扶我。”呆小妹脸颊绯红，现在她是动一下手指的力气也没有了。林云墨一笑，伸手揽住粉背：“你先休息一会，我下楼做饭。”中午吃完饭就已经是1点了，等人送王大聪下山又过去半个小时，加上刚才的3个钟头，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左右了。好的，老公，我要喝粥。呆小妹冲着林云墨甜甜一笑。好，将呆小妹放回床上，又低头在她唇边点了一下，随即转身出门。这傻老公终于开窍了。看着房门被关上，
呆小妹笑着嘀咕。下楼先是给呆小妹熬好稀粥，这醉酒清醒后喝粥才能养胃。花去半个小时将稀粥熬好，时间也来到下午的5点半。往楼上看了一眼，呆小妹还没动静，想了想，凌云墨向外走去。中午的蔬菜已经吃完，趁现在呆小妹还没起来，去菜园子摘些菜回来刚好合适。当凌云墨拿着一把蔬菜回来的时候，就见院子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这女人凌云墨认识啊，正是王大聪的女朋友。这小子搞什么名堂？凌云墨稍稍皱了一下眉头，不过很快就放松下来。林大哥，杜嘉欣本来还想着怎么叫里面的人呢，但现在不用考虑了。你怎么没有跟着大聪回去，来我这里是？凌云墨边往家里走，一边开口问，语气极为的平淡。杜嘉欣顿时做出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哭哭啼啼地说：林大哥，王大聪不要我了，他把我一个人扔在大山上，我好怕。不得不说，杜嘉欣真的不蠢，知道往凌云墨这里跑。至于这是巧合还是别有目的，那就不好推断了。凌云墨对杜嘉欣的第一印象就不太好，而且凭以他的眼力，一下子就看出这是装的。待会我打个电话，让王大聪接你回去。这女人留在这里也不是一回事，总不可能住他家吧？杜嘉欣见凌云墨没有让他进家里的意思，情急之下，在走过身旁的时候，一个纵身朝凌云墨扑去。虽说这一世凌云墨非常重视身体健康，但是在杜嘉欣扑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林大哥，不要告诉王大聪，他知道我来麻烦你，一定不会有我好下场的。紧贴在凌云墨后背，杜嘉欣带着哭腔说：放手！凌云墨怒了，这女人一点也不知好歹。然而就在此时，死狐狸精，你放开我老公！呆小妹2分钟前就已经起来了，下楼不见凌云墨就出来寻找，没想到正巧看见杜嘉欣抱住凌云墨的画面。看到这一幕，呆小妹忍不住怒气值直接拉满，手上正在直播的手机一扔，快步朝凌云墨这边冲来。弹幕：林哥，这是偷腥了？楼上的放你的狗臭屁！没见刚才林哥脸色已经非常不对了吗？根据我的猜想，一定是直播间哪个妹子得到了林哥家庭住址，这才跑去和老女人争宠去了。啧，还真有人有这个想法，我也只是在直播间说说而已。以林哥哥这种身份的人，哪是我们能高攀得起的？真是不自量力啊！还别说，那小姐姐长得还真好看，和老女人不相上下啊！你们知道那女人是谁吗？是王大聪女朋友，网上可以查，不信你们去王大聪的微博看。嘿，还真 TM 是王大聪女朋友。不过话说回来，王大聪这是什么意思？杜嘉欣在看到呆小妹冲来，瞬间就松开了手。呆小妹一把扑到凌云墨怀中，大哭了起来，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啊！她是真的怕凌云墨被人抢走了。啧，这哭声怎么有点心疼起老女人来了？真可惜看不到现在的场面，大家跟我一起艾特王大聪，让他出来做个解释。魔都，一个5星级酒店中，王大聪正在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喝着小酒。聪哥，这3000多万的酒就是不一样。林更新抿了口杯子中的酒，说：那是，也就你们几个遇到我，不然这一辈子都别想喝到。王大聪现在心里是肉痛无比，这东西不比其他，那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对了，聪哥，你女朋友呢？没带来。林更新吃了一口菜，随意问。分了，太蠢了。说完，王大聪伸手夹起一块鸭肉放到嘴里。哈哈，聪哥你不是不嫌弃的吗？林更新开着玩笑，紧接着又说：聪哥，拜托你一个事，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林先生？王大聪手一顿，眼神转到林更新身上。不是我不帮你，我哥那里不喜欢有陌生人打扰。林更新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王大聪电话却是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电话是他下属打来的，接起电话，只听了几个字，王大聪脸色就大变，随即快速挂断电话，起身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浑身气得四肢发抖。蠢，真是个蠢货。第32章，豆沙大姐大，别慌。聪哥，怎么了？见王大聪反应这么大，在场所有人都自觉地站起来。现在没时间说了，走，和我去一个地方。王大聪现在气的同时又有点害怕，虽然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都出现在了直播间，问题肯定很严重。安抚了一回呆小妹，凌云墨转头看向杜嘉欣，眼神中是一股冰冷的寒意。滚！吐出一个字，凌云墨将呆小妹环抱起来，走向客厅。杜嘉欣眼中充满着不甘。回到客厅里，坐在常坐的那根椅子上，凌云墨开始讲述刚才的前因后果。老公，真的是这样吗？呆小妹眼圈通红，望向凌云墨，鼻子还是不住的抽泣。老公的话都不信吗？抚摸过呆小妹秀发，凌云墨说：嘻嘻，老公，亲亲。呆小妹破涕为笑，扬起小脸。一吻过后，呆小妹什么也不想去想，就这么坐在凌云墨腿上。几分钟后，呆小妹在怀里动了动。老公，
我手机呢？被你扔了，我出去给你找。刚才呆小妹扔手机的时候，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也不知道有没有摔坏。我去吧，老公。呆小妹走出客厅，就见杜嘉欣还在院子外，似乎没有离开的打算。哼，我倒要打电话问问王大聪怎么回事。一见杜嘉欣，呆小妹本来已经消去的火气蹭一下子又上来了，低下头，手机就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此时是背面朝天。看到这里，呆小妹心中有个不好的预感，捡起来一看，果然屏幕已经是呈现蛛网般的裂纹。可恶啊！直播间已经黑了几分钟，现在终于是又见到了光明。关心的弹幕是一条接着一条。老女人，不哭了，情况或许不是你想的那样。戴总，你终于恢复过来了。周淑怡，老女人，发位置过来，劳资带着豆沙的兄弟姐妹们来给你撑腰。大马猴，豆沙大姐大，我们和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大司马，这一波王大公子有些欠考虑了。呆小妹很感动，试着点了点屏幕，还能进行操作。周扒皮，宝哥，感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现在我要关一会直播了。呆小妹现在要问罪王大聪，倒是要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他女朋友不带走。弹幕，要关直播？为什么啊？我似乎已经嗅到了火药的味道。楼上的，你细不细傻？老女人明显是要给王大聪锤电话啊！啧啧，待会又有好戏看了。戴小妹在说完话后没有再看弹幕，直接下播。可打开电话本，她这才想起根本就没有王大聪的电话号码呀。想了一下，打开微信，找到王大聪，点击语音通话。王大聪开着自己的超跑，无视一切交通规则，只求能快点到凌云墨家。叮铃铃，叮铃铃，刚刚闯过一个红绿灯，就听到手机铃声响起。不过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看，还是坐在副驾驶的林更新瞥了一眼。聪哥，你姐打来的。卧槽！王大聪爆了一句出口，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也不能不接吧。将车停在路中间，王大聪拿起电话，走到副驾驶。林狗，你去开，成交。等车子再次飞驰在城市的道路中，王大聪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姐，我正在往你家赶，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是我考虑不周。已经拿着手机走进客厅的呆小妹，在听到这么诚恳的话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女朋友怎么回事？呆小妹用生硬的语气问，同时对王大聪女朋友为什么没有跟着他离开感到好奇。王大聪简单的将事情讲述一遍，呆小妹听完点点头，知道这是怪不得他。那你快点来把他带走吧，看着我心烦。好，最多45分钟我就会到。王大聪挂断电话，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正在开车的林更新此时兴奋了。林大佬家哎，他刚才不还想让王大聪帮忙引荐一下吗？得，现在都不用引荐了，直接就能去。林狗，你应该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别怪我没提醒你。去了林哥家，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保持一颗尊敬的心。王大聪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看你是我兄弟，我才告诉你，自己知道就行了。见到林更新点头，王大聪说，你知道林哥家里什么东西最珍贵吗？应该就是汉地茅台吧。林更新边开车边说，屁，汉地茅台在那东西面前完全没有可比性。王大聪眼里充满着不屑，那是雪龙鱼，我记得当初聪哥你还想买呢，后来看到10条就收手了。你 TM 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雪龙鱼的话虽然代表的是庞大势力，但还是比不过那东西的。要不是看在林更新在开车，王大聪都想一个巴掌呼过去。血龙鱼不就是一种观赏鱼吗？还其他意思在里面。林更新的见识面不比王大聪，不知道这些很正常。你只要记住这一点，但凡家里有养血龙鱼的，家族势力必定和我家一样，都不能轻易得罪。林更新很少听到这些秘辛，所以听得非常认真。见王大聪停下话头，连忙开口，聪哥，那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能比德国的血龙鱼？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待小妹挂断电话后，再次打开直播间，顿时弹幕礼物是满天飞。闲聊几句，说明自己已经没事了，就朝厨房走去。老公，肚饿。靠在厨房门框上，呆小妹嗲嗲声音简直是技惊四座呀。弹幕，操，老子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老女人，求你收了神通吧，好劲儿可怕。老女人，自己人，别放大招。呆小妹瞥到弹幕，眼中全是不屑，一群单身狗，懂个屁。早就做好了。从蒸锅里取出保着温的稀粥，放下手中洗菜的活，端到餐桌上面。第33章，老女人，你虚个嘚呀。呆小妹落座，林云墨没有离开。老公，好好吃。喝了一口稀粥，呆小妹眼睛都弯成一道月牙。好吃就多吃点。林云墨微笑说，伸手落在呆小妹头上。嘻嘻，老公，来，你也吃。舀起一勺稀粥，递到林云墨嘴边。弹幕，操，现在都流行把狗骗进来再宰吗？
好温馨，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嗨嗨，首先想过这样的生活，你得有一个超级有钱的老公。林云墨一笑，在勺子递过来的时候张开嘴巴。老公，好吃吗？呆小妹现在也感觉很幸福，之前的不愉快一扫而空。好吃，你快吃吧。呆小妹一边喂一边吃，足足花了10分钟才把稀粥吃完，碗中是一粒饭也不剩下。接下来就是凌云墨表演的时候，呆小妹就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举着手机看凌云墨做饭。老女人，上去帮忙啊！这里看着是怎么一回事？心疼我家林哥哥，我也要学王大聪女朋友，去和老女人对线。嘿嘿，组团啊！气死这个老女人！就是重提呆小妹那个气啊！你们这帮狐狸精，过几天我们就搬家，看你们怎么找。搬家？对哦，林哥这么有钱，不知道在魔都有没有房产？楼上的，你用你的屁股想也该知道，肯定是有的呀，而且还绝对不便宜。对，林哥住在这里，怕只是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这些弹幕让呆小妹眼神一闪，不知道会不会和直播间的人猜想一样。老公，呆小妹压着声的叫道。林云墨转头疑惑的看向他。我直播间有人问你在魔都有没有房产。卧槽，老女人，你是真几把狗啊！明明就是自己想知道，却说成我们问的。老女人，我劝你善良。对此，戴小妹丝毫不予理会。你们懂个锤子啊！有现成的挡箭牌不用，难道还说自己想知道？现在的话，没有。林云墨非常诚实的说出这番话。也对，现在他在魔都是真的没有房产，不过以后嘛，可就说不准了。切，早就猜到林哥会这么说。对，连王大聪都在害怕林哥哥，怎么可能在魔都没有房产呢？林哥哥，求求你说句实话吧。呆小妹也是不相信林云墨在魔都没有房产，不过既然他不想说，呆小妹也不强求。没事了，老公，我就是随便问问。看到呆小妹眼中的不幸，林云墨现在也没有办法解释，真的是没有啊。时间1分1秒过去，林云墨刚刚把饭做好，就听外面传来一声尖叫。啊！循声望去，只见杜嘉欣冲进客厅，一见之下，林云墨就头疼起来，总不可能让他打女人吧？这事不仅这一世没做过，就算是上一世，他也不曾打过女人。喂，你干嘛？呆小妹瞬间化身成战斗的公鸡，站在林云墨前面，眼中尽是警惕。弹幕：擦，这女人不死心啊！我还以为她已经离开了呢。老女人，上，拿出你的气势来！这下事情好玩了，哥。然而就在此时，外面又响起了一个声音：进来。林云墨知道是王大聪来了，他来处理这个事最好不过。随着凌乱的脚步声，从外面冲进来2个人，正是林更新和王大聪。杜嘉欣看到王大聪，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迅速找地方躲避。哥，对不起，这事是我没处理好。王大聪现在十分后悔，要早知道会是这样，之前就该把杜嘉欣这个疯女人带下山了。林云墨摆摆手，指着杜嘉欣，快把她带走。林更新是首次看到林云墨真人，那磅礴的气势，凌厉的眼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只觉得林云墨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大佬的风范。啊，你是林更新？不等2人动手去拉杜嘉欣，呆小妹就叫道：老公，大明星哎！似乎是忘了现在还有个人和她抢老公，呆小妹抱住林云墨手臂，轻声说。弹幕：林哥，明星又怎么样？还不是要拜倒在我超能力下？老女人，瞧你那点出息！看老女人表现，林哥不会生气吧？楼上的，你 TM 是哪来的沙比？林哥有这么小气吗？林更新的出现，林云墨早就看到了，同时也认出了他来。不过前世的林云墨倒没有见过林更新真人，不是见不到，而是压根就懒得去看。王大聪对林更新使了个眼色，林更新会意，弯腰说：林哥你好，呆姐你好，我叫林更新，是聪哥的朋友。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呆小妹大一些，但是王大聪都叫呆小妹姐了，他也就这么跟着这么叫。林云墨点点头，现在没有前世那么多麻烦事，认识一下也无妨，毕竟人家也是一个大明星呢。老公，大明星向我问好，我该怎么回应？呆小妹终究还是没见过大世面，贴在林云墨耳边说。不过嘛，话虽小，但是直播间和房间的人还是听到了。老女人，你虚了。老女人，你虚个锤子，你有林哥给你撑腰，看得我是真劲儿尴尬。林云墨听后只觉得好笑，但又不能笑出声来。呆姐，要是不嫌弃，要不你也收我做弟弟吧，就像你对聪哥一样就行。除了林云墨，听到这话的人都瞬间懵逼了。这任姐现在都这么干脆吗？弹幕：啧啧，前收王大聪，后又来个大明星，这是要弄啥呢？老女人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呀。虽然我没有关注林更新，但不得不说，这位大明星有点聪明啊。王大聪反应过来，连忙去看林云墨的脸，只见林云墨眉头皱了一下，但很快就隐去，
脸上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王大聪知道林云墨可能是对林更新有些反感了，连忙出来打圆场。哈哈，我姐只能有我一个弟弟，林狗你就别想了。说着走到林更新旁，勾住他的肩膀，但是在搭手过去的时候，在他背后敲了2下，以示警告。林更新一愣，知道情况可能不妙，连忙接过话头说：哎呀，那真是可惜了。第34章与直播间互动的林云墨。等两人把杜嘉欣带走，这里总算是又恢复了清静。走吧，饭菜都凉了。笑着牵上呆小妹小手，走向厨房。一顿饭很快结束，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两人坐在院子中的石头上，仰头看着天上的月亮。老公，我们会一辈子都这么好吗？躺在林云墨怀中，呆小妹问。会的。听到答案，呆小妹嘴角带着幸福的微笑，对往后的日子充满了向往。时间很快到了9点，冷风呼啸而过，呆小妹往林云墨怀里拱了拱。呆妹，走吧，回家睡觉了。怜爱的抚摸过呆小妹脸颊，随后将她抱起，走进家中。一夜无话。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客厅进行签到。6点，林云墨准时睁开双眼。第一件事，查看了脑中的签到信息，小心将呆小妹搭在胸口的手拿开。林云墨起床，2楼下来就是客厅。签到，在心中叫了声，系统提示音马上出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顶配库里南1辆，10亿 RMB， 钥匙以及银行卡已放入宿主口袋。林云墨眼神有些怪异，主要是这次签到的东西实在是太普通了。对于旁人来说，这2样不管是车还是钱，都是生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但是在林云墨看来，这些都是以前他玩剩下的。不过细细一想，感觉这次的签到物品也不赖。现在他不是没钱吗？他自己倒是没关系，但现在还有呆小妹呢，有钱也不错。对了，不知道车放在哪里？脑中刚刚产生出这个想法，系统的声音再次回响开。车辆已存放在下面的村子中。林云墨点点头，开始了晨练。林云墨刚刚把饭做好，就见呆小妹急冲冲地跑下楼来。怎么了，呆妹？虽然呆小妹一直就是个野丫头，但是早上这么急还是头一次。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才9点，以往不到9点半，这丫头是别想起来。今天是变性子了。老公，我爸妈已经上飞机了，10点半就会到在机场。说到呆爸呆妈，呆小妹本能地感觉到一丝不安。哦，林云墨点点头，继续往餐桌上端着熬好的稀粥。见到林云墨似乎没有一点担心，呆小妹那个郁闷啊，合着他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呀。老公，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万一我爸妈叫我们离婚怎么办？坐到桌边，呆小妹眼里充满了担忧。她是太害怕失去林云墨了。没事，一切有我。林云墨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以示安慰。见家长嘛，根本没必要担心，前世什么样的大佬他没见过。呆小妹忧心忡忡地吃完早饭，林云墨洗碗的时候，他就打开直播间，想问问里面的过来人的意见。开播不到5分钟，呆小妹直播间人气迅速来到1000万。稀奇啊，老女人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对啊，搞得我好不习惯。你们看老女人脸色，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不会又是哪个姐妹找到林哥哥的住所了吧？不知道是哪位姐妹，求提供地址，我也要去找林哥哥。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让呆小妹忘了她父母要来的事。小狐狸精，也求你们别再惦记我老公了，受不了啊！与直播间的狐狸精对线了几分钟，等人气达到2000多万，他才说出今天早上的事。老女人，感觉你在凡尔赛，但我找不到证据。没错啊，你爸妈要是知道林哥这么优秀，哪里还会不喜欢他？老女人听过一句话没有？关心则乱。呆总，你怕个球啊！呆小妹一条条的看着弹幕，都是叫她不要担心。直播间的人可是知道林云墨优秀的，要是这样的女婿都还不满意，怕是这个世界就没人能娶走呆小妹了。在众人的安慰下，时间来到9点半。呆妹，你快去收拾。林云墨走到呆小妹后，对她说：收拾？收拾什么？呆小妹一下没有反应过来。林云墨无奈摇摇头，不需要去接爸妈吗？呆小妹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好，这就去。老公，你先帮我拿着手机。林云墨在山顶上，不可能等呆爸呆妈自己找上来吧。接过呆小妹递过来的手机，顿时弹幕黑压压的一片袭来。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我爱你。林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快看我。林云墨看到这些弹幕，有些无语。你们就别在呆妹直播间刷喜欢我的弹幕了，她吃起醋来，我哄不住。时间过了这么久，林云墨是第2次与直播间互动，第一次是在酒店中曝光结婚后的时候。看到林云墨有与直播间互动的意思，弹幕这下是完全是炸了，每秒都能刷新出上百条出来。哈哈，林哥哥不用哄，他生气了，
晚上我来陪你。楼上的666，现在的人聊天都这么露骨了吗？凌云墨是满头黑线啊。呆小妹很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随后飞快下楼。家就在魔都城郊，不过刚刚下来，呆小妹就听到凌云墨的声音。这一下，她完全傻眼了。凌云墨这么轻易的就把家的地址曝光了，真尖后悔刚才把手机交给他。老公，那帮狐狸精天天在问我们家的位置，我是一个字都没有说，你怎么就全说了呀？呆小妹跳起来，一把抢过凌云墨拿在手上的手机，随即看向手机，只一眼她就懵了，200多万的礼物，这才离开几分钟吧，就收了这么多礼物，抢钱也没这么快的吧？不只是礼物，人气也到了5000多万，而且弹幕是一卡一卡的，明显是弹幕过多造成的。老公，要是今后我们没钱了，你就开直播养我吧，知道就这几分钟，你收到了多少礼物吗？凌云墨对钱完全不感兴趣，不过为了让呆小妹开心，还是开口问多少。足足200多万哎，以前就算是我直播半年也收不到这么多礼物。第35章，全球只有10张的铂金银卡。呆小妹现在非常的激动，她是小瞧了凌云墨吸粉的能力。平复一下心情，转身看向凌云墨，老公，现在我们家的位置曝光了，你说怎么办呢？家的位置曝光，不用想，明天或者后天这里就会经常出现一些对自己容貌充满信心的狐狸精，这是呆小妹不想看见的情况。什么怎么办？凌云墨一时之间还真没反应过来。曝光了有什么？现在是法治社会，还有人能来他家偷东西不成？呆小妹那个气啊！弹幕，老女人，你和林哥说这些听得懂才怪。对啊，直接说你想住城里，看林哥怎么说。楼上的，我套你们个猴子，瞎说什么？不能搬，绝对不能搬。林哥要是搬家了，我们辛苦套出来的话就没用了。呆小妹看着弹幕，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随即，老公，语气娇滴滴的，让人鸡皮疙瘩直冒。什么？凌云墨倒是对这语气免疫了，主要是前世的时候比这还娇的声音他都听过。呆小妹一呆，这尼玛太劲儿淡定了，反应了2秒，她才回过神来。老公，我想住城里面，要不你搬到我小区里去住好不好？呆小妹在魔都有房子，而且还不便宜，100多万呢。凌云墨摸着下巴，想住城里啊？明天去买套别墅吧。放下手，世茂蛇山庄园环境可以，明天就去看看。根据前世的记忆，凌云墨说出一个地名。我勒个槽！所有人不约而同发出感叹。买别墅说的也太 TM 轻松了吧？原来林哥不是没有房产，只是没有买而已。啧，买套别墅说的这么轻松？卧槽！你们快上网查世茂蛇山庄园，最便宜的别墅都是4000多万，楼王更是达到了6个亿。不过楼王是非卖楼。靠，还真的是，富人的口气都这么大吗？买这么贵的别墅，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呆小妹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凌云墨说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都会下意识往直播间看。他现在的直播间，各行各业的懂王都有，就算是要研究飞机大炮，直播间都有人能说出个道道来。6个亿！呆小妹发出一声惊叫。什么房子啊，这么贵？金子做的吧？贵，真 TM 的贵。老公，你有6个亿吗？抬头看向凌云墨，眼中全是小星星。6个亿没有。凌云墨摇头说，不过倒是有10个亿。卧槽，装逼！听到这话的人冒出2个词。老公，你不会骗我吧？才10个亿。呆小妹很清楚自己这个白痴老公，关乎到她财产的东西从来不说实话。根据现有的东西来看，凌云墨绝对不止10个亿。蟠桃献寿图价值3000万，血龙鱼价值5000万，旱地茅台价值1亿5千万，加起来都有2亿多了。有谁身价10亿能得到这些东西？其实倒也不是凌云墨不说实话，实在是凌云墨也不知道明天究竟会签到什么。没有，真的就只有10个亿而已。凌云墨十分真诚地说，擦，就10个亿，还而已，装逼界之神啊！我全身家当也就10块钱而已。楼上的，你就不要献丑了。老公，你觉得我相信吗？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凌云墨耸耸肩，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今天早上签到得来的银行卡。这张卡通体呈现银色，材质是由铂金制成。10个亿都在里面了，你保管吧。凌云墨将银色银行卡递到呆小妹面前，10个亿送出去，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呆小妹愣在了原地。10个亿啊，交给他保管，这是多大的信任？伸出颤抖的手接过银行卡，他长这么大从来就没见过10个亿，别说见了，想都不敢往这方面想。低头看着手中的卡片，只见这张银行卡不同于普通的银行卡，除了有金属质感外，上面就只有一个国徽的图案以及芯片，像什么卡号、所属银行是一个没有。老公，这真的是银行卡吗？
这种样式的卡，呆小妹是听都没有听过，她都怀疑凌云墨是不是在骗她了。对啊，是银行卡，随便到哪个银行取钱都不需要手续费。凌云墨随口答了句。要说这银行卡来头可不小，前世的时候凌云墨也才有那么一张。呆小妹凤目斜了凌云墨一眼，都10个亿了，家里还那么多好东西，还在乎那点手续费？将银色卡片放在直播镜头中，既然不说实话，他就要请直播间的董王进行科普了。狗东西们，这是老公交给我的银行卡，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说完还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凌云墨，好似在说你不说我就请外援。凌云墨见后笑着摇了摇头，随即就说这是铂金银卡，全球总共发行10张。弹幕：这就是铂金银卡？楼上的请说出你的故事。山里人刚刚通网，问一下这铂金银卡是什么东东？我来解释一下吧，鄙人是某银行经理，当然以我的身份是没资格接触铂金银卡的，但是却听过。铂金银卡和林先生说的一样，全球只有10张，除了在任何银行取钱不收手续费外，还可凭这张卡超前消费10亿。也就是说，虽然林先生卡里只有10亿，但是却可以当做20亿来使用。戴总，我发私信发你了，可以把里面的钱存到我们银行吗？保证给你超高的福利。擦，刚开始以为是来科普的，没想到是来拉生意的。全球只有10张的卡，林哥手上竟然有1张，是不是可以说林哥的财富已经抵过了2马1王？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不然王大聪不会那么讨好林哥。呆小妹仔细看完科普，顿时感觉这张银行卡像是烫手的山芋。老公，这张卡还能担保10个亿？凌云墨笑着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别想那么多了，走吧，去接叔叔阿姨，待会赶不上了。第36章，又是朋友送的？不行不行，老公，这张卡还是你揣着，我这大大咧咧的性子别弄丢了。20个亿啊，这么多钱，这要是弄丢了，呆小妹就算是直播一辈子也还不清。老女人，告诉我地址，我来给你保管。林哥哥好劲儿宠老女人，20个亿就这么轻易的交给了他，就是年少多金，还这么会宠人，真 TM 羡慕，我怎么就没这个运气呢？凌云墨笑着接过银行卡，掉了就掉了吧，也没多少钱。呆小妹，弹幕：凌云墨锁好门，缓步下山，刚刚出了院子，老公背。呆小妹来到凌云墨前方，张开双手，老女人，我想你可以改名懒女人了，不愧是你啊，老女人真尖儿懒。凌云墨倒是没觉得什么，转身背对呆小妹，上来吧。呆小妹眼睛都弯成月牙，她最喜欢凌云墨这么宠她了。上了背，眼睛看向直播间，顿时不屑之色显露出来。你们懂个屁哦，这叫爱！我求求你们有时间去找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吧，一群单身狗。见呆小妹又来兑现，弹幕上密密麻麻全是嘲讽。凌云墨的脚步很快，半个小时的路程，20几分钟就到了山下的村子中。眼神四下打量一番，只见在红色保时捷718的旁边紧靠着一辆纯黑发亮的小车。卧槽，老女人快看，你车旁边的车，尼玛，库里南！操，这山脚旮旯的地方竟然出现了库里南！弹幕停止了与呆小妹对线，全是在讨论库里南。呆小妹对汽车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库里南的大名她当然听过。库里南，劳斯莱斯当之无愧的超级豪华 SUV， 没有之一。整个华夏总共也才只有1000把辆。要是以往呆小妹看到，可能还会羡慕一阵，但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凌云墨背着呆小妹径直往红色保时捷走去，口中却说：“呆妹，就叔叔阿姨吗？”“对的。”呆小妹点头说：“老女人，你的车只能坐2个人，看你待会怎么办？有2个解决方案，一是给你爸妈叫一辆出租车，二是你们俩去叫出租车，你爸妈开你的车。”哈哈，好劲儿考验老女人，这就像是老婆和妈同时掉水里，先救谁的道理一样。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瞬间傻了。是啊，她的车只能坐2个人，让爸妈去坐出租车，有点不合规矩啊。老公，我的车只能坐2个人，我爸妈待会怎么办呢？修长的双臂勾在凌云墨脖子上，有些苦恼地说：“你个呆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凌云墨笑了笑，要不是现在够不着，肯定又会给呆小妹来的脑瓜崩。准备好了？呆小妹很疑惑呀，准备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弹幕：老女人，也就是你有这个福气，不然你这性子能办好什么？林哥哥说话好温柔，你个呆呆，哇塞，心都化了。老女人自从遇到林哥，好像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烦心事。嗨嗨，林哥是爱情白痴，这点烦不烦？说话的时候，凌云墨已经来到保时捷的前方，将呆小妹放在地上后，两人同时拿出一把钥匙，2把钥匙一黑一红，都十分漂亮。劳斯莱斯的车钥匙？不会吧？呆小妹瞥了一眼，顿时心中有一个猜想：你的车就放这把，开我的，能坐5个人。绕过保时捷，
凌云墨打开库里南的车门，猜测被证实，呆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要说现在的呆小妹接受能力不知道增强了多少，看到凌云墨打开库里南，心中也只是产生喜的情绪，并没有惊讶。但是这对直播间的人来说就十分震惊了。林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吧，华夏只有1000把量的库里南，你居然有？楼上的新来的吧，全球总共只有10瓶的旱地茅台，听过没有？林哥哥就有5瓶。老女人，快上车，让我看看库里南的内饰是怎样的。铜球。库里南发动，来到呆小妹边上，打开车门，举着手机上到副驾驶。凌云墨签到的库里南所有东西都是顶配，看的直播间观众是直呼过瘾。老公，这车是什么时候停在这里的？是那天你下山来买东西的时候吗？呆小妹看了一会，对库里南的内饰十分满意。不是，今天早上开来的。凌云墨开动库里南，盯着前方说：今天早上？可是你并没有下山啊。呆小妹这下疑惑了，她能肯定凌云墨今早绝对没有下来过。再有，就算下山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就搞到一辆库里南吧。哦，朋友送来的。凌云墨又一次将系统说成朋友。神 TM 又是朋友。林哥哥，你路子有点广啊，蟠桃献寿图是朋友送的，旱地茅台是朋友送的，雪龙鱼也是朋友送的，合着干脆你也是朋友送的算了。哎，看来我的身份是藏不住了，我就是林哥口中的朋友。楼上的 Done。 呆小妹已经对凌云墨的说辞免疫了，白了他一眼就开始仔细打量车里的情况。库里南开上大路，不一会上了高架，所有车辆都保持远远的距离，这要是碰到100万怕都不够赔的。下了高架就是机场。当凌云墨开着车进入停车场，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看了眼时间，刚好10点半。不消凌云墨提醒，呆小妹下播打了个电话，已经下飞机了，还有一会才会出来。问清情况，呆小妹说脸上是一副紧张的神色。没事，一会有我。伸手过去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随即就说下车吧，我想去上个厕所。呆小妹点了一下小脑袋，打开车门下车，顺带把直播间点开。当凌云墨两人离开停车场，10几个人就围了过来。这就是库里南啊，真尖儿帅。那男的不知道是谁，好帅啊，不只是男人帅，女的也很漂亮。你们小心点，刮花1.7，你们就得回家卖房子。第37章机场风波。进入候机大厅，凌云墨去上厕所，呆小妹拿出包中的自拍杆。然而就在此时，你好，小姐姐，能加你一个微信吗？呆小妹抬头就见一个长相还算过得去的男生站在面前，左右看看，周围并没有其他人。你是在和我说话？呆小妹愣了一下问。哈哈，这男的谁啊，居然想泡老女人。666，老女人快答应他，林哥哥就是我们的了。啧，林哥快出来啊，你媳妇要跟别人跑了。这尼玛怕就是传说中的自取其辱吧。对，能加你一个微信吗？眼前的男生非常大方，笑着说。哦，对不起，我已经结婚了。这种事情在没有遇见凌云墨以前他就遇到过，处理起来非常自然。小姐姐这么早就结婚了？看不出来啊。虽然心中有些不甘，但还是这么说。就在男人想离开的档口，忽然瞥见呆小妹的手机。小姐姐，你这是在做直播？对啊，我在豆沙直播，叫呆小妹。呆小妹，听着好像有点熟悉，你应该是个很厉害的大主播吧？我去给你刷点礼物。说着打开手机一阵操作。呆小妹笑了笑，没有再开口。男人下载好豆沙 app 后，打开搜索呆小妹关键词，顿时一个直播间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机场的那位大兄弟，你进来没有啊？真尼玛胆子大啊，老女人也敢去搭讪。快走吧，等林哥出来看到，说不定就要给你活动活动筋骨。刚刚进来就见直播间的弹幕上说着诸如此类的话，不过他倒是一点也不以为意，以为只是在开玩笑。小姐姐，你人气好高。男人念叨出这句话，这一下直播间的观众知道男人已经进入了直播间，瞬间就开始科普起来。亲，建议机场的朋友，你去抖音搜索呆小妹老公词条，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直播间里从来只有女人去找林哥的，却没一个人敢说去找老女人的。兄弟，老子佩服你。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喂，狗东西们，你们说个锤子，别吓跑了我的粉丝。刚才人家还说给我刷礼物的。呆总，你 TM 别急吧，开玩笑了。想要钱，直接朝林哥一伸手，20个亿还不够你花的。老女人，感觉你在调戏机场的那位兄弟。默哀10秒钟。男人看到这些弹幕，打开抖音一番搜索。1分钟后，呆总，对不起，告辞。男人说完这句就消失在前方的人海中，把呆小妹倒是整得一愣一愣的。卧槽，不是说要给我刷礼物吗？怎么溜得这么快？男人的话真的是一点都不能信。穿梭在人群中的那个男人听到手机传出这话，顿时就满脸的无奈。
连王大聪都害怕的人物，他算什么？一只小蚂蚁而已。他不由得感到庆幸，幸亏跑得快，没等到凌云墨出来。凌云墨上完厕所出来，呆小妹走过来挽住他的手：“老公，给你说个好笑的事。”“什么？”呆小妹笑着把之前的事讲了一遍。机场的某个角落，男人脸色十分尴尬，他现在真的是后悔啊，干嘛要去招惹呆小妹？就在他说的起劲时候，远处的出口传来争吵声。呆小妹眼尖，一眼就看见发生争吵的好像是他爸妈。“老公，那是我爸妈，好像在和别人争吵。”“凌云墨点头，拉着呆小妹就往出口走去。临近之后，就听一个凄厉的声音传来：“我是明星，我插个队怎么了？别人都没意见，就你们有。我告诉你们，要是延误了拍摄，你们要负全部的责任。”“爸妈！”呆小妹不管这些，靠近检票口，大声叫喊。呆爸呆妈穿着很朴素，此时脸是被气得涨红。凌云墨往叫嚷的女人看去，人长得是不错，就是脑子可能有点问题。女人叫张涵涵，3线明星，自从拍摄一部戏火了之后，她就变得十分张扬跋扈。女儿。呆爸呆妈看到呆小妹，脸色才好转了一点。张涵涵却是不管这些，看到呆小妹，立刻指着她的鼻子：“你就是这2个老不死的女儿。好，说吧，现在怎么办？你爸妈严重延误我去拍戏，你们要承担全部的后果。”呆小妹那个气啊，不过她显然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浑身哆嗦。弹幕：擦，这娘的我感觉是在玩火。啧，老不死的女儿，这下子玩完喽。有谁知道这是哪个明星吗？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啊？是我孤陋寡闻了吗？一个3线小明星而已。凌云墨眼神突然冷了起来，说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这么说呆小妹。呆爸呆妈正想开口对回去，就见呆小妹旁边的帅气男人站了出来。“你想要怎么处理？”凌云墨语气很平静，但眼神却无比冰冷。“不用想，这女人要完了。你又是哪里挑出来的东西？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眼神杀不死人。”张涵涵一点没有被凌云墨眼神吓到，这与她平常的作风有关。弹幕：话说我开始有点佩服这娘们了，敢这么和林哥说话的，我 TM 还是头一次见。没有在机场的大佬出来解围吗？林哥需要有人出来解围？别开国际玩笑了，我怕林哥觉得脏手啊。此时王大聪的大别墅中，林狗，你到机场了吧？看着直播，王大聪一手拿着电话：“聪哥，我才想离开魔都，你就舍不得我哇？我刚刚到，不过候机大厅里面好像有情况。”林更新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我哥在那边遇到了麻烦，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的了。”“什么情况？”正在机场中的林更新一愣。当王大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快速讲完，林更新简直感觉就像是出门就捡到钱一样，太幸福了呀！只要帮助了凌云墨，之后的接触还会少吗？与此同时，各界大佬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凌云墨在魔都机场遇见了麻烦。第38章，刚才有多爽，现在就有多惨。林更新到达出机口的时候，这里已经围满了人。啊，林更新！不知道是谁在后面喊一句，所有人齐齐转头。林更新在他经纪人的保护下，很快就来到最前面。林更新！张涵涵看到林更新的瞬间，双眼都在放光。这要是搭上这条大船，今后可谓是一帆风顺。他对自己的容貌非常自信，以前是没机会碰到这样的巨星，现在终于是得偿所愿了。这俩老不死的倒是帮了我大忙。心中虽然高兴，但脸上还是一脸嫌弃。看向与他对视的凌云墨，张涵涵压低声音：“你们滚吧，这事我就当没有发生过。”凌云墨被这一句话给气笑了，要是前世他的下属看到这个笑，一定会大气也不敢喘。凌云墨生气到极点，会不怒反笑。弹幕：果真是应了那句话，初生牛犊不怕虎，叫林哥滚，啧，牛逼！大家一起抵制这女人拍的影片。楼上的，你不会还以为这娘们能全身而退吧？我敢保证，你以后绝对听不到她的消息，就算听到，也一定是负面的。林更新几步从人群中挤出来。张涵涵见林更新走向自己这边，心中是一阵激动。你也逃不过老娘的美色。想着，张涵涵挺了挺腰杆，胸前的东西被顶得老高。不等林更新走近，他就迎了上去：“大新，我叫张涵涵，可以认识一下吗？”说话的语气和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表情也变得娇羞起来。不得不说，这演戏的人就是不一样。然而林更新直接无视他，径直走到凌云墨面前：“林哥，戴姐，你们没什么事吧？刚刚聪哥给我打电话，说是你在这里遇见了麻烦，正好我就在机场。”随着林更新这话出口，所有人都愣住了。林更新可是超级大明星啊，怎么说话这么客气？这其中，张涵涵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这家伙居然和林更新有关系，这下有点麻烦了。凌云墨没有说话，脸沉如水的点了一下头。倒是呆小妹说：“没什么事，发生了点争吵而已。”说话间，已经引着呆爸呆妈出了出机口。就在这个档口，
人群外又是传来嘈杂的声音，让让让让。几秒过后，一个穿着名贵西服的男人在保镖的簇拥下来到林云墨面前。林先生，你好，我叫王刚，是恒大集团的创始人，早就听说林先生大名，却一直没有机会拜访。恒大集团林云墨听说过，当然不是在前世，而是在这一世。恒大集团市值100多亿，在魔都这座大城市里面，虽然不是大集团，但多数人还是听说过的。客气了。林云墨点了一下头，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张涵涵整个人都傻了，先是林更新，现在又来了个集团老总，他是大人物。刚在心中产生这个想法，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是他公司打来的。接通放在耳边，就听里面传来大骂：张涵涵，你 TM 就是一个蠢货，想死别带上我们公司，老子真是精虫上脑，怎么就把你这个扫把星签下来了？亲爱的，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张涵涵现在很懵，一脸的迷茫。你还错了什么？你知道刚才得罪的人是谁吗？连王大聪都要贴着脸去认哥的人。你张涵涵有什么能和王大聪比的？别说你，就算是我都没有任何可比性。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声，显示出他的愤怒。见张涵涵没有说话，电话那头继续说：算了，你的猪脑子也想不明白。你要是没让他去火，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你也不再是我旗下的艺人。说完，电话中就传来忙音：干什么？干什么？突然高音喇叭在人群后面响起。机场的安保人员姗姗来迟，其实这里发生的事也非常短暂，左右不过1-2分钟的时间。就在安保人员开始疏散人群的时候，张涵涵却是在所有人的目光下来到林云墨面前。先生，我为我先前的不理智道歉。张涵涵打断林云墨与王刚的交谈。道歉有用？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法律？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买单。林云墨不打算原谅这个女人，说她没事，但张涵涵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侮辱戴小妹。直播间中，谁不知道林云墨是个护妻狂魔？张涵涵心中一慌，她本以为只要自己道歉，事情就会过去，但现在看来，这和她的猜想还比较远。扑通，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不可一世的张涵涵跪倒在地。先生，我真的知道错了，恳求你原谅，我不能失去演员这个职业。张涵涵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呸，什么东西？之前骂人毒得很呢。对，这种女人拍出来的影片，送钱给我看，我都不会去看。我认出来了，他是林云墨，前段时间上热搜的人，家里有蟠桃献寿图、旱地茅台以及雪龙鱼的神秘男人。我就说怎么那么眼熟？人群在安保人员的指挥下慢慢后退，边退边讨论着。张涵涵在听到林云墨这个名字的时候，娇躯一颤，她到现在还记得，当初在陪某个大人物的时候，从他嘴中听到过林云墨这个名字，而且对他的评价十分高，是一个绝对不能招惹的人物，势力恐怖到了极点。林先生，求你原谅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你磕头了。张涵涵现在是真的怕，不仅是怕丢了工作，要是没有得到林云墨的原谅，这辈子他就完了。弹幕：啧啧，刚才骂的时候有多爽，现在就有多惨。虽然你骂老女人的时候很美，但是你现在跪下的样子很狼狈，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原谅。林更新一直观察着林云墨脸色，对于王刚的出现心中十分不爽。毕竟要是只有他，这件事情过去后，林云墨肯定会记得，现在多了一个人就不好说了。所有人都不能诋毁我妻子，这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也不例外。林云墨平淡的声音传入张涵涵耳中，他只感觉天都压了下来。第39章，呆爸呆爸坐立不安。呆小妹感动的都快哭了，什么是男人？这 TM 就是男人啊！弹幕：林哥666，羡慕死老女人了，老娘这身材脸蛋也不比他差，怎么就找不到像林哥这样的男人？这女人算是完了。张涵涵一脸苍白的被机场安保人员带走，说也奇怪，这些人对林云墨他们连一个字都没有问。这里的风波结束后，呆小妹的电话响起，接起来说了几句就挂了。老公，是王大聪打来的，安保人员是他安排的。来到林云墨身边，挽住他的手臂。直到此时，林云墨脸色才恢复了以往的淡然，嘴角微微上翘，浮现出微笑。笑着点了一下头，转身看向呆爸呆妈。叔叔阿姨你们好，我叫林云墨。对着两老鞠了一躬，抬起头说：哎，小林，叫什么叔叔阿姨啊？叫妈。呆妈似乎转瞬就忘了先前的不愉快，笑呵呵地说：妈，你说什么呢？这么多人。就是以呆小妹的脸皮，听到这话后也是有些挂不住。哈哈，老女人感觉你爸妈对林哥十分满意啊，这下安心了吧？哎，看来我想得到林哥哥的愿望是泡汤了，要是呆爸呆妈能阻止这场婚事就好了。对，林哥哥是我们大家的，现在就要被老女人一个人霸占，真的好劲儿气。林云墨听话的叫了声妈爸。哎，好孩子。白了惊愕的呆小妹一眼，
随即看向凌云墨。所谓丈母娘看女婿，那是越看越顺眼，再加上刚才凌云墨处理事的方法，都让他十分满意。妈，我才是你亲女儿，我严重感觉我的地位受到了危险。弹幕：老女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对了。什么 TM 的叫惊喜，这 TM 的就叫惊喜。你们看老女人脸上的笑，我感觉她是在凡尔赛。楼上的，请你把感觉2个字去掉，这就是在凡尔赛。凌云墨笑了一下，在呆小妹脸蛋上轻轻捏了一下。时间也不早了，回家。哦，好吗？嘟嘟嘴巴，样子别提有多可爱。呆爸呆妈愣住了，有点怀疑眼前的呆小妹是不是他们女儿。知女莫若母，呆小妹什么性格被他们是摸得透透的。搁以前，这种表情绝对不可能出现。神奇，这是梁老心中唯一想出来的词。哈哈，你们快看老女人爸妈的表情，绝了！想当初我们在第一次看到呆总出现这样的表情，也是很不可思议。老女人，你在大家心中留下的印象看来有些不太好啊。戴小妹见到这些弹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压低声音将手机拿到嘴边。你们懂个锤子，这就叫爱，就像老公能忍耐我的小性子一样。算了，一群单身狗，给你们说个屁。这番话像是在平静的水面扔了一块石头，瞬间直播间就炸了。老女人，不巧，别人已经结婚了。说的你好像很懂一样，前几天还不是一个单身狗，而且之前还没有谈过男朋友。老女人，你最近好飘，简直是飘到外太空了。林更新和王刚见这里的风波已经平定，纷纷告别离开。凌云墨也做了个表态，等过些日子会请他们吃饭，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能和凌云墨搭上关系，前路一片光明啊。机场的事情告一段落，但是网络上却是又掀起一番讨论。短短1-2分钟的视频出现在抖音短视频上面，已经引起数千万人的关注。张涵涵、凌云墨、林更新等此次的相关人员纷纷登上热门。视频中的张涵涵言语恶毒，所作所为都让人不齿。现在已经没人在意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身为公众人物，他就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这件事不仅是带红了呆小妹，林更新、王刚也受益不小。呆小妹不用说，直播间人气再次迎来飞涨。林更新的微博有大量的粉丝留言，并且徒增了好几百万的粉丝，路转粉、黑转粉，所有人都十分满意在那个时候他能站出来。刚刚离开凌云墨的林更新收到这个消息，那是十分高兴。至于王刚，在这次的风波中，他的受益最大，不仅在短时间就收到了来自高材生人才的简历，网络上还有人组织去他旗下的产业购买东西，奶茶、服装，在短时间内这些东西都被一扫而空。当然，这是后话了。如此的结果就造成各界大佬都在震惊凌云墨的能量，仅仅一个小风波就能下出这么大一盘棋。相信在以后，只要凌云墨有一点麻烦，这些人肯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为他排忧解难。4人出了候机大厅，径直走向停车场。不等他们靠近库里南，那边就围满了人。老公，他们是在看我们的车吗？呆小妹挽着凌云墨手臂，踮起脚尖向前方张望，俨然忘了后面的呆爸呆妈。这就是库里南吗？真好看。刚刚走近，人群中就传出一声惊叹，这得好几百万吧，白板妆都需要600多万，你说呢？啧，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麻烦让一让。人已经将车子里3层外3层的围着，凌云墨倒是能挤进去，但后面还有呆小妹呢。人群分开一条道，随着库里南的灯光一闪，凌云墨打开中门。爸妈，你们先上。呆爸呆妈愣在了原地，他们刚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6多百万的车，他们要坐这样的车。爸妈，别愣着了，回家了。呆小妹笑嘻嘻地来到老俩口身前，将他们拉到车旁。等呆爸呆妈上车，凌云墨打开副驾驶车门。谢谢老公。呆小妹甜甜一笑，摸了一下他脑袋，进去吧。关上副驾驶车门，凌云墨走向驾驶室。车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下离开停车场，随即就上了高架。呆小妹转头看到呆爸呆妈有些坐立不安，顿时一乐，哈哈，妈，你心虚了。以往都是呆妈嘲讽呆小妹，现在却是反过来了。臭丫头！呆妈骂了一声，随后看了眼正在开车的凌云墨，小声说：女儿，这车真的值6多百万吗？第40章，老女人，你要矜持。妈，你说的那是裸车价，这样的话。话说到这里停下来，他也不知道这车到底值多少钱，没有去问凌云墨，反倒是看向直播间，看内饰的豪华程度，应该800万能拿得下吧？放屁，我就在 4S 店上班，林先生，这款库里南是最顶配的车型，指导价980万。卧槽，虽然知道很贵，但没想到会这么贵。得了吧，相比起林哥家的好东西，将近1000万的车，怕是最掉价的吧？楼上的所言不假，赞同。呆小妹得到答案，抬起头笑嘻嘻说：不贵啦，也就980万而已，对吧老公？弹幕：
卧槽，老女人，你什么时候学会林哥那套的？这老女人学装逼技巧学得挺快啊。戴总，咱这边可不兴这样。俩老表情凝固在当场，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凌云墨听到问话，笑了一下，说：“不贵。啧，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女人说不贵，我只想嘲讽她。林哥说不贵，我还真就觉得不贵。老女人是为装逼而装逼，林哥是真的不觉得贵。老女人，你还没有这个境界，先去练练再说吧。呆小妹那个气啊，都怪这个世界太 TM 真实了。不过现在在密闭的车内，不仅有凌云墨，更是有呆爸呆妈，他可不敢和直播间的人对线，万一这口快说了什么，那还不尴尬死？后排坐的俩老对视一眼，甚至瞄了眼脚上有没有尘土，生怕脏了这干净的地毯。妈爸，随便踩，没事的，你们女婿有钱的很呢，不要担心。见俩老实在不自在，呆小妹不敢开玩笑了，安慰说：“爸妈，车就是用来使用的，没事。”通过后视镜，凌云墨知道了后排的情况。虽然凌云墨都这样说了，但是将近1000万的车子，两老怎么可能就这么坦然的下脚？直到半小时后，凌云墨将车稳稳停在红色保时捷旁边，老两口下车，这才松了口气。小林，你家在哪呢？看着前面的村子，呆爸吐出一口气，开口问：“爸，没在这里，在山上。”呆小妹下车伸了个懒腰，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啊，终于回来了，还是家附近的空气清新。呆妈白了呆小妹一眼，眼中全是嫌弃。妈，你这是什么眼神？本来就是嘛。你看这边的空气多么新鲜，每晚睡觉都格外的香甜。不能和爸妈怄气。话音刚落，就听凌云墨在旁说着：“是的，老公。”呆小妹吐了吐香舌，随即跑来到呆妈身边，抱住她的手臂：“妈，走吧，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和老公的家。”呆妈现在有些蒙圈，呆小妹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她有些反应不过来。随即，小林就该这么管着这疯丫头。以前我们说话说不听，你说话这么管用，我很欣慰。要说现在的呆妈，那是喜忧参半，一是呆小妹终于有人管了，二是呆小妹现在被人管了。凌云墨自然是听出了呆妈话语中的意思，走到面前严肃说：“妈，呆妹不需要人管，她有自己的思想，我只是在她即将犯错的时候给予她一点建议。”“对啊妈，我老公对我超级好，没有管着我啊。”呆小妹没有听出呆妈话中的意思，还是一如既往俏皮的模样。这我就放心了。呆妈脸上绽放出笑容，随后就被呆小妹带着往山上走去。4人走到山顶木屋，呆小妹走到这里已经很累了，直接坐在院子中那块常坐的石头上。她以前没日没夜的做直播，根本没有时间锻炼，现在走这么远的山路，属实还是有些为难她了。老公，我要喝水。你个死丫头，就几步路，自己去接，小林别管她。呆妈一见呆小妹这个懒样，瞬间火气就上来了，就要走过去教训2句。没事的妈。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然后走进木屋。不一会，凌云墨端出来3杯温水，爸妈，你们喝水。俩老接过温水，随即凌云墨走向呆小妹：“老公，快！”弹幕：嗨嗨，老女人，你 TM 矜持一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台词？这破路你们也能开动车？晚辈佩服。将手上的水杯递到呆小妹面前：“呆妹，你以后每天和我一起早起晨练吧。”说着话的同时，双手帮她揉捏着小腿。这一幕看得呆爸呆妈不住点头，暗道女儿是找了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嗨嗨，水喝到一半，呆小妹不知道是不是被惊到，呛了一口水。哈哈，林哥干得漂亮！晨练，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林哥，你要相信，就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女人都不可能出来晨练的。呆小妹轻咳2声过后，大眼睛里全是委屈。老公，不要嘛，我不想早起。还好她这回没心思去看弹幕，不然肯定赌气就答应。这要是答应下来，后果将十分严重。凌云墨没有说话，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好，就这样吧，以后你上啊，我背着你。弹幕：卧槽，好不容易消停2天 ，TM 又开始了。来人啊，救命啊，又在杀狗了。我也好想林哥哥对我说这样的话。呆小妹简直要被感动哭了，凌云墨的话太劲儿感动了。老公，亲亲。凌云墨此时是蹲在地上帮呆小妹捏脚，他凑过来就能亲到凌云墨。红唇落在凌云墨嘴上，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感受着凌云墨呼出的气息，呆小妹着迷了，放下手机和水杯，顺势勾上脖子，企图有更深层次的交流。呆爸呆妈完全看傻了，这简直就是把他们俩当空气啊！嗨嗨，呆小妹正亲的忘我，忽然耳中传来咳嗽声。卧槽，忘记爸妈的存在了，好今儿尴尬。慌不择路的放下勾在凌云墨脖子上的手，呆小妹装作若无其事的拿起手机和水杯。凌云墨丝毫没有什么感觉，与其说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不如说成他脸皮厚到了极点。第41章，你可别把小林给我做没了。
梁老再次傻眼，这反应也太简单了吧？简单吗？真的是不简单。现在呆小妹心中是慌得不得了，虽然看的是手机，但是眼角的余光却是落在旁边。这一下弹幕可就热闹了，哈哈，就问你老女人慌不慌？表面端庄，丝毫不慌，实则内心慌得起飞。我发现老女人每次秀恩爱都要秀出问题，哈哈哈，好今儿搞笑。不见呆爸呆妈走过来，呆小妹松了口气，收回视线的时候，看到直播间的弹幕，细想一下，还真是那么回事。每次在和凌云墨秀完恩爱，都要出问题。老公，你说为什么我们每次秀完恩爱都要出问题呢？单手撑在膝盖上，手撑着精致的下巴，眼中全是思考之色。出问题？出什么问题了？凌云墨疑惑抬起头，他是真没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可是直播间的人都在说这个啊。呆小妹看着为他捏脚的男人，心里是甜蜜蜜的。刚才的尴尬不存在的。哦，你不是说他们是单身狗吗？你就当他们是单身狗好了，见不得我们秀。凌云墨话音传进直播间，顿时又是引发新的讨论。狗子们，你们可听到了？这次不是我说你们是单身狗的，要对我老公，别把怨气出在我身上。弹幕，老女人，我怀疑你在转移火力。对，你是林哥老婆，连带责任。我不管，说你我乐意，就是不能说林哥哥。卧槽，你们是真的狗啊！说我的时候丝毫不做保留，我老公都这么说你们了，结果却把我当成出气筒。呆小妹气啊！这个世界太尼玛不公平了。呆妹，你先休息一会，我去做饭。凌云墨看了一下时间，11点半，再不做饭就要饿肚子。老丈人第一次来家里就饿肚子，就算凌云墨脸皮厚，也还厚不到这个地步。好的，老公，老公辛苦。说话间，又是在凌云墨脸上轻啄了一下。凌云墨走进入屋子后，俩老才来到呆小妹身边。爸妈，你们坐。呆小妹起身，将位置让了出来。你以为我们和你一样，不是我说你坐没坐相？不知道小林是看上你哪里了？呆妈很不客气，上来就给呆小妹来了一套素质3连。呆小妹懵了，怎么都没想到呆妈会这样说。哈哈，老女人，心疼你1秒钟。呆总，快去找你老公寻求庇护。老女人，你在家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啊。反应过来的呆小妹没有理会弹幕，很是委屈地说，妈，我好委屈。得了，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给我收回去。呆妈知道呆小妹的德行，丝毫也不上当。爸，见呆妈这里不好说话，呆小妹自然而然地看向呆爸，叫你爸也没用。呆妈直接打断父女俩的眼神交流。妈，我可是你女儿，而且老公也不在意我的坐姿。被逼上绝路，呆小妹只有奋起反抗。然而，呆妈轻哼一声。呆小妹见此，满脸笑嘻嘻地抓住呆妈手臂，妈，我会乖乖听我老公话的。呆小妹这个态度，呆妈非常满意。女儿，小林是个好孩子，你可别给我做没了，不然谁也救不了你，就算找你爸也没用。呆爸在一旁很无辜，这是躺着也中枪。知道了妈，我从来都不做的，很疼我老公。这话落在直播间，顿时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是在对林哥哥上面确实不做，但 TM 懒啊，强烈要求呆妈妈说说老女人懒的问题。老女人这么懒，也就是林哥哥才受得了。呆小妹瞥到这些弹幕，悄悄把直播间翻转过来，让手机屏幕对着地面。万一要是让呆妈看到直播间的弹幕，那少不了又是一阵的训斥。擦，老女人这是在玩赖。老女人，快让爷看看天，老子不想看地。老女人，你是不是玩不起？见呆妈已经无话可说，呆小妹连忙说，老公在厨房里面做饭，我去帮他。得了吧，就你还做饭，我进去帮小林吧。你们父女俩好好说说话，都半年多没见到你人了。呆妈来到厨房，进门就看到凌云墨。小林，妈来帮你。好的，妈。凌云墨点头说。外面终于走了。呆妈进了厨房，呆小妹松了口气，拿起手机。老女人，快把爷放出来，我要看天。老女人，请打开麦克风交流。呆总，你又有把柄落在我们手上了，你最好期待不要让呆妈看到手机。前面的弹幕呆小妹可以不在意，但是这最后一条不由得她不重视。当初她和凌云墨第一次接吻害羞的事，第二天凌云墨就问了她，当时的情形别提有多尴尬了，现在想想都还有后遗症。手机绝逼不能交给呆妈，打死也不能，就算摔了也不能，反正屏幕都已经碎了。真的是狗东西，也就算把手机摔了，也不会让你们见到我妈。站在一旁的呆爸知道呆小妹在做直播，但是说出这番话着实让他有点意外。女儿，你……呆小妹不怕他慈祥的老爸，眼珠一转，爸，我带你到处走走，去看鱼怎么样？这里有河，有鱼竿吗？果然，呆爸被转移注意力。呆爸在家没什么乐趣，唯独对钓鱼情有独钟。呆小妹就是抓住了他爸这一点。没有河，
只有一个池塘。呆小妹想笑，但又不敢笑。鱼竿呢？现在时间还早，还能去钓惠鱼。噗呲！终于，呆小妹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弹幕：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女人当初是想吃了雪龙鱼，呆爸现在又想钓雪龙鱼。林哥，快出来啊！有人想搞你的血龙鱼。哈哈，想看待会呆爸知道血龙鱼价格后的表情。女儿，笑什么？呆小妹憋住笑。爸，池塘中只有观赏鱼，而且没有钓鱼的工具，那有点可惜。听到是观赏鱼，呆爸就失去了兴趣，不过还是跟着呆小妹一起走向池塘。第42章，好闺蜜能拆散一对算一对。呆爸来到池塘，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阳光在清澈的水中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女儿，这里的水怎么这么清澈？感觉不太可能。呆爸是个钓鱼爱好者，只要听说哪里有鱼，步行几公里他都要去。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曾见过野外有这么清澈的水。听他们说，好像每隔几天会有人来这里清理一次，具体的我也不是太清楚。呆小妹没有问过凌云墨池水为什么会这么清澈，这些话也是在直播间中看到的。应该很费钱吧？呆爸有些搞不懂凌云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搞一个池塘。爸，这个不怎么费钱，倒是水里面的鱼才费钱。呆小妹笑了笑，她现在对钱也不是那么看重了。呆小妹跟着凌云墨的这几天，连思想都已经被影响。鱼，呆爸自然是看到了，红红紫紫的，阳光照耀在上面，十分好看。费钱？看到呆爸疑惑的表情，呆小妹指着水里的血龙鱼，爸，知道就这么一条鱼值多少钱吗？1000还是2000？呆爸有意将价格提高，在他想来，放养在露天坝里面的鱼能值多少钱？就算凌云墨年少多金，也不可能把太贵重的鱼放在这样的地方吧。哈哈，呆爸爸真幽默，多加几个零吧。老女人，我建议你先让呆爸坐下，不然待会知道价格后，说不定会站不稳。说得对，要是有5000万摆在我面前，我这个年轻人都站不住。呆小妹想想在理，爸，你先到那边坐下。池塘边上有椅子，带呆爸坐下。呆小妹就说，爸，里面的鱼叫血龙鱼，一条的价格在500万。哦，500万？什么500万？刚开始呆爸还没有反应过来，最后却是猛地从椅子上站起。女儿，你没有骗我吧？在这种地方养500万一条的鱼？不是呆爸不相信呆小妹的话，主要是太匪夷所思了。就算再有钱的人，也不可能在深山中养这么贵的鱼吧？呆爸之前数过了，同样的鱼有10条，也就是说，光这池塘中就有5000万。尼玛，这玩笑开得有点大啊！没有开玩笑，这就是你女婿我老公养的鱼。呆小妹眼睛弯成月牙。等等，你先别和我说话，我缓缓。半晌，女儿，小林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这么有钱？这一下倒是把呆小妹给难住了。凌云墨是做什么的，她也不清楚啊。反正这几天一没见过他有什么朋友，二没听他接过电话，也不见他玩手机，就好像一个从来没出过大山的人一样。这个，爸，待会你自己问他吧。呆小妹现在只能这么说，总不能告诉呆爸，我们认识一个晚上就把结婚证给办了吧？要是被他老娘知道，还不打断他的腿？呆爸疑惑地看了眼呆小妹，也没多问，转头就看着池塘中游动的血龙鱼发呆。呆小妹见状，瞄了瞄弹幕，老女人，林哥到底是做啥的呀？我们也很想知道。我看啊，老女人这货肯定也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林哥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打过电话，或者来过什么朋友。王大聪来过，楼上的沙比，王大聪是老女人叫来的，稍微离呆爸远了一点，随即压低声音说，狗东西们，你们 TM 就别几把接我短了，知道我才认识老公几天的时间，我哪知道是做什么的？不知道你可以去问啊，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隐藏了起来。对啊，去问啊。见直播还有人发这种弹幕，呆小妹直接爆出口，问个锤子，你们第一天认识我老公啊，他不想说的事情谁能敲得出来？也对，老女人去问林哥肯定又会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之类的话。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你丫的白天时候问不出来，不会晚上问啊？我靠，周姐，你别上来就开车，这样不太好。666，晚上问，至于怎么问，就要看老女人的领悟力了。呆小妹第一眼还没反应过来，但看到直播间的弹幕，瞬间领会周淑怡的意思。周扒皮，你可真是污啊，后悔认识你。呆小妹鄙视的眼神落在直播间。周淑怡，嘿呀，你这老女人还装起来了。TM 以前从你口中说出的虎狼之词还少吗？现在倒是嫌弃我来了。自从呆小妹遇见凌云墨后，一些段子就不敢讲了，这要是被凌云墨听了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想。呆小妹不敢和周淑怡在这事上扯，连忙转移话题。周扒皮，怎么想起来我直播间了？哈哈，还能干什么？
抢男啊！周姐是想看林哥哥了。周姐，你什么时候去魔都和老女人抢林哥呀？在呆小妹问出话后，弹幕可就热闹了。周淑怡当然不是闲来无事到呆小妹直播间查房的，这次是带着目的来的。呆小妹瞬间警觉起来，周淑怡的容貌性格可是和她不相上下的，这要是站在凌云墨面前，万一……不能再细想下去，猛地摇摇头，这尼玛后果实在是太劲儿严重了。直播间的人自然是看到了呆小妹动作，纷纷出言嘲讽：哈哈，老女人你虚了。周姐，你一定要给我们争口气啊，每天都要看着老女人秀恩爱，给我去把她们拆散了。好闺蜜能拆散一对算一对。周淑怡正在思考怎么和呆小妹讲，但是直播间的弹幕实在让她有点蛋疼。周淑怡，呆总和直播间的人打赌输了，铁粉们强烈要求我来魔都，我也是没有办法。好闺蜜，你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打赌输了还要到魔都来，怎么听怎么不靠谱啊。要知道直播行业打赌输了从来都不会履行，像是什么倒立拉稀、直播吃键盘等等，哪个是实现了的？周淑怡明明就是想来魔都见她老公啊。第43章，周淑怡要来魔都，可是要拒绝周淑怡，呆总的面子要往哪搁？好闺蜜来魔都，把她拒之门外，完全就说不过去啊。周扒皮，你什么时候来？呆小妹咬了咬银牙，开口问。我呀，周末吧，3天后。周淑怡心中不由得产生出喜意，到底为什么喜，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高兴。此时周淑怡直播间，卧槽，周姐这表情，我感觉有点不简单。嘿嘿，我仿佛已经看到3天后一场女人之间的大战。周姐，你要矜持啊，千万不要做傻事。弹幕一条条飘过，但此时的周淑怡已经没有功夫看她的自己的直播间了。老女人，问问林哥想吃什么特产，我过来的时候顺便帮带点。周扒皮，你大爷的，我还在呢，你怎么不问我想吃什么？呆小妹现在可以十分笃定，周淑怡就是为了来魔都见她老公的。之前说的打赌，有可能还是她故意输的，以此有个借口。呆小妹在平时的时候很呆，但是涉及到凌云墨，智力简直超越爱因斯坦啊。周淑怡在听到呆小妹这话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但她的反应很快。你个老女人，我哪次来魔都没有给你带特产，只是想让你问问林哥有没有想吃的，你的劳子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呆小妹白了弹幕一眼，我待会问问，晚上给你发消息。好，得到回应，周淑怡在心中长长呼出一口气。两人又在直播间中吹牛打屁一阵，随即周淑怡回了她自己的直播间。在看到弹幕后，假装什么也没注意，该打游戏的打游戏。对于弹幕上的问题，那是只字不提。爸，我回去了，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站在原地大喊一声，我也回去吧。这里就有5000多万，呆爸也不敢继续待在这里，选择和呆小妹一起回去。好，父女俩回到院子，就闻到饭菜散发出来的香味。走进厨房，就见桌子上放着已经做好的菜。呀，老公，这么快就做好了？呆小妹一蹦一跳的来到桌前，看着色香俱全的菜，忍不住伸出了她那罪恶的爪子。还好这时呆妈正在炒菜，否则必定又是一阵的数落。虽然呆妈正忙着，但是凌云墨可没有啊。东呆小妹只感觉头上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哎呦叫出了声，连忙收回手，转头委屈巴巴的看着身后的男人。老公，好疼！敲他脑袋的正是凌云墨。呆妈这时也投来疑惑的目光，一看之下顿时知道情况是怎么回事。小林，你该敲重点，这么轻那疯丫头不长记性。妈，我还是你亲生的吗？听到这话，呆小妹是更委屈了，只可惜使劲挤了挤眼皮，泪花也没有逼出来。好了，来，用筷子吃。凌云墨笑着揉了揉被敲打的脑袋，递过来一双筷子。哦耶，老公最好了，亲亲。不知道呆小妹是有意恶心一下呆妈，还是出于什么目的，直接上嘴吻上了凌云墨。卧槽，这简直是没把呆妈妈放在眼里啊！牛逼，这才是我认识的老女人。林哥，这傻丫头指不定有什么毛病。双唇一触即分，接过筷子还不忘往呆妈那边看一眼。然而让他感觉情况不妙的是，呆妈正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这 TM 什么情况？不过现在美食就在面前，他也不想去想了，拿起筷子就把盘子中的菜夹了一个遍。还有2道菜就能吃饭了，别吃太饱。凌云墨满脸的微笑，看到呆小妹吃得津津有味，也没有阻止，反正这也是在自己家，而且还是一家人，没什么忌讳。当又一道菜出锅，呆妈满脸嫌弃的来到桌子边上，一点也不懂礼貌。小林，以后你出去见你朋友什么的，千万别带上他，不然指不定会让你出丑。现在的呆妈完全站在了凌云墨这边，看自己女儿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呆小妹还是挺怕自己老妈的，放下筷子躲到凌云墨身后说，
在你们面前出丑，那叫出丑吗？臭丫头！见凌云墨背后露出的小脑袋，呆妈忍不住笑骂一句，随即将目光落在凌云墨身上。小林，还有最后一道菜了，你先出去休息一会吧。妈，您休息吧，我来炒。凌云墨笑着摇头，说话间已经走向灶台，准备洗锅烧油。呆妈看了呆小妹一眼，好像在说你快和小林学学。呆小妹现在好劲儿尴尬，目光四下打量，很快发现了放在盆里还未来得及清洗的蔬菜。嗨嗨，妈，我帮老公洗菜了。话音刚落，就往水盆走去。呆妈很怀疑呆小妹会不会洗菜，毕竟以前在家里她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会洗菜？开玩笑的吧？呆小妹来到水盆前，想了一下以前看呆妈洗菜的样子，随即伸手入水，将叶片全部按在水中，来回几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洗完了。呆妈很无语，为什么生了个这么傻的女儿？呆小妹正想和直播间的人炫耀自己又掌握了一项技能，不料呆妈的声音却在身后转了出来。你呀，只有吃能行，其他事情一个也做不好。拿着手机的呆小妹呆在了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妈，这不洗完了吗？弹幕666，原来洗菜是这么洗的啊！老女人，你是去苍蝇餐馆打过工吧？我想说，秀恩爱定律又来了吗？楼上的什么意思啊？老女人每次秀完恩爱必出问题，这个秀恩爱定律她是摆脱不了了。呆妈走近，将呆小妹挤开，开始了正常的洗菜。这一下，呆小妹总算是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加上看到了直播间的弹幕，那股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再次开口：妈，我会了，我来洗。呆妈斜了她一眼，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哈哈，这尼玛伤害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啊！老女人，怎么样？就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好气啊，好气啊！哈哈哈。第44章秀恩爱定律。老公受了委屈，呆小妹扑到凌云墨背上，开始对起他撒娇。这要是在之前，直播间的观众肯定受不了，但是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比这还娇媚的声音，他们都听过。凌云墨无奈转头看向呆妈，妈，呆妹想洗，就让她洗吧。这山上怪无聊的，我们日常也是这么做的。弹幕：老女人过得无聊，我是没看见。老天，我也想这么无聊，但是实力不允许啊。就林哥哥这绝世容颜，足够我看1年的了，哪里无聊了？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也是十分赞同，她是一点也不无聊。呆妈在听到凌云墨的建议后，退出水盆的范围，看向呆小妹：疯丫头，你来洗吧。呆小妹就这么同意了？这也太真实了吧！她自己想过去洗菜，呆妈直接来了一句哪儿凉快哪待着去。但是凌云墨开口，呆妈连犹豫的表情也没有，直接就答应了。到底凌云墨是他儿子，还是自己是他女儿？此时的弹幕也全是嘲讽他的话。老女人，我感觉现在好像是婆婆在面对媳妇一样。哈哈哈，神天婆婆面对媳妇。戴总，这个家已经容不得你了，快退出吧，让我来。心中虽然有些醋意，但是倒也没放在心上，答应一声后走到水盆前。洗菜很简单，但是在呆小妹手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时就会听到呆妈的说话声。茎秆部分还没有洗，叶子都被揉没了，你泥麻花呢？呆小妹从最开始的兴致勃勃到现在的满脸苦涩，呆妈对她说话的语气与对凌云墨的说话的语气不能说不一样，那完全就是天差地别啊。被呆妈说一声，她就抬头看一眼凌云墨，里面的意思很明确，待会一定要好好安慰我。这里发生的事情把直播间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根本停不下来。菜在呆妈的不断说话声中全部洗完，呆小妹从来没有感觉时间过得这么慢。媳妇儿，你出来一下。两人刚刚得空的时候，厨房门口响起呆爸的声音。什么事？呆妈来到厨房门口问了一声。出去说。当厨房中就只剩下小两口，呆小妹再也没有任何顾忌。老公，你家媳妇好委屈，刚才都不帮人家。说话间已经走到凌云墨身后。弹幕：老女人，你这是要恶心死我的节奏吗？楼上的一看就是单身狗，太尼玛甜了，不行，我要消失一会，等这俩人秀完了我再进来。凌云墨转身抱住呆小妹，妈教训你，那肯定就是你错了，我怎么帮你呢？哼，我不管，反正你的媳妇受委屈了，你要哄好我。呆小妹脸上的委屈刹那之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撒娇。我从来没有哄过人，该怎么哄？凌云墨说话时的表情无比认真，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哄人。前世的时候一直忙着工作，这一世他孤独了30年，哪里有人给他哄？呆小妹愣住了，直到现在他才想起凌云墨好像是个感情白痴，想让他哄自己，这怕不是有一点难，而是特别难。让林哥哄人，啧，真佩服老女人的勇气，怕是哄着哄着直接就飞升了。不对，你们看林哥之前问什么了？该怎么哄？
说明林哥哥愿意为老女人改变自己。你们女人不就喜欢男人为你们改变吗？奶奶的，强行又被塞了一口狗粮。楼上的，你不说还没发现，这 TM 也是在撒狗粮啊。正在呆小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只听外面传出一声惊叫：5000万！没搞错吧？呆小妹听得出来，这是呆妈的声音。哼哼，惊了吧？没见过这么贵的鱼吧？能迫使呆妈喊出5000万的东西，在这山上也只有血龙鱼了。这下呆小妹总算是舒心了，甚至还有些得意。这是我找的男人，我男人养的鱼。你个小丫头！林云墨听到声音，再加上呆小妹的表情，也是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忍不住摇头笑道：嘻嘻，老公，亲亲，保证这次不会有秀恩爱定律。呆小妹扬起小脸，脸上出现2个可爱的小酒窝，随即不知又想到什么，亲这里哦，伸出没有拿手机的那只手放在嘴边。靠，溜了，大家拜拜。这是真没把我们当人看啊，秀了一遍又一遍。哈哈，看来当初林哥哥说他矮的事情已经留下了心理阴影，居然要重点强调一下。没错，老女人为了摆脱秀恩爱定律，那是煞费苦心。直播间的弹幕两人都没有去看，而凌云墨也不会去当什么正人君子，弯腰低头吻在那诱人的红唇上，淡淡的幽香进入鼻腔中，十分好闻。时间1分1秒过去，从开始的简单接吻到后来的复杂化，直到最后呆妈的出现，才打断了两人深层次的交流。呆小妹红着脸出了厨房，凌云墨则没什么反应，甚至在呆妈愣住的时候还叫了她一声。最后一个蔬菜很快就炒好，呆小妹也自告奋勇地为大家盛饭。只是这脸色嘛，还是有些红晕。简单的亲亲被发现了没什么，但是他们刚才的亲亲根本就不简单，连舌头都进了另一个人的嘴里。上了餐桌，凌云墨开口：爸，你会喝酒吗？呆爸下意识舔了一下嘴唇，目光看向呆妈。此时呆小妹正在3、4米外固定直播的手机，听到这话就笑着开口：我爸呀，会喝酒，可惜有人管着，不让我爸喝。呆妈白了呆小妹一眼，心说：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得了。随即收回目光，落在呆爸身上：喝吧，不要喝醉了。呆妈说话的期间，呆小妹已经固定好手机，来到凌云墨身边坐下。知道呆爸能喝酒，凌云墨笑着看向身旁的呆小妹：呆妹，去拿一瓶酒出来吧。呆小妹愣了一下：什么酒？凌云墨无奈地揉了一下她小脑袋：家里只有一种酒，去拿吧。啊，又要喝呀？呆小妹脸上出现肉疼的表情。没错，凌云墨家里只有一种酒，旱地茅台。第45章，再开旱地茅台。之前王大聪来的时候就喝了一瓶，现在又开，着实是舍不得呀。毕竟3000多万一瓶，而且全世界也就只有9瓶了，这是喝一瓶就少一瓶。哎呦，现在是女大不中留了，喝一瓶女婿的酒都舍不得了。看到呆小妹的表情，呆爸忍不住开着玩笑：爸，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老公说的酒是什么酒吗？呆小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不等呆爸接话，继续说：旱地茅台，全世界只有10瓶的旱地茅台。说完，呆小妹就像是虚脱了一样，瘫软在板凳上。旱地茅台好像在哪里听过。呆爸口中说着，但一细想又想不出在哪里听过。想不到呆爸视线落在凌云墨身上，全世界只有10瓶的酒，应该很贵吧？凌云墨还没来得及说话，呆小妹就接过话来：有丢丢贵，几10万一瓶。呆爸已经将价格说得很高了，在国内上万的酒在他们看来也是只有丰厚家产的人才喝得起。凌云墨能将5000万放在露天的池塘中，喝个几10万一瓶的酒也不算贵吧？呆小妹被验了一下，几10万，怕是一杯都不止几10万吧。此时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也是被呆爸的话给逗笑了。哈哈，几10万要是能买到旱地茅台，我倾家荡产也要去买一瓶来解解馋。呆爸爸还真是有趣。其实几1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还真不低了。我林哥是喝几10万一瓶酒的人吗？呆小妹片刻之后就反应过来，瞪大眼睛看向呆爸：老爸，几10万后面再多加几个零。几个零？呆爸一脸的错愕：那是上百万。不对，一瓶酒3100万。呆小妹说出旱地茅台的最终价格。震惊，两老的震惊已经是溢于言表。呆爸张了张嘴，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凌云墨笑着敲了敲呆小妹脑袋，说这些干嘛？去拿出来吧。小林，我看酒就别喝了。呆爸反应过来，总算是明白呆小妹之前为什么会出现肉疼的神色。没事，酒生产出来只有被喝掉才有它的价值。凌云墨摆手说，脸上除了笑丝毫也看不出其他表情。小林，要不随便找一瓶酒来喝吧，你爸品不出来3100万的酒和几10块钱一斤的酒有什么区别？呆妈拦住呆小妹，不让她进厨房拿酒。开玩笑，3100万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有这么多钱。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
起身从旁边绕过呆妈，进入厨房。梁老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这是该怎么处理。凌云墨很快从厨房拿出包装精美的汉地茅台，呆爸一看，眼睛都直了。3000多万的酒啊，他也有口福能喝到这么贵的酒，这明显就是嘴上说着不要，但身体很诚实。老公，你休息，我来开。看到凌云墨这个样子，呆小妹知道是劝不动他，索性也懒得再费口舌。凌云墨把汉地茅台放在桌上，笑着点点头，好。啧，真今儿奢侈啊，就3天的时间都喝了2瓶绝世珍藏。富人的奢侈生活，我 TM 也想试试开汉地茅台是什么感觉，羡慕死老女人了。王大葱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葱，不知道叔叔的酒量怎么样，能不能给我剩点？大葱哥，3000多万的酒喝着怎样？有没有成仙？大葱哥现在是常驻老女人直播间了吗？开汉地茅台就出来了。王大葱真聪明，林哥没有朋友来过他家，要是剩下了，肯定就是送他了。王大公子混成啥样了呀？居然还捡人家喝剩下的，哈哈哈！开个玩笑，就算是林哥喝剩下的，我们也是喝不起。别说喝，就算是个空瓶子，都值老鼻子钱了。呆小妹将汉地茅台从包装盒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因为之前开过一次，这次倒是很顺利地把瓶盖给打开。好香！就算是不怎么喝酒的呆妈，在闻到汉地茅台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觉得非常好闻。当然了，妈，你要不要来点？呆小妹笑嘻嘻地看向呆妈。这个，呆妈犹豫了，要说她不想喝，那是假的，3000多万呢，这要是喝上一口，回家都有谈资了。东一个栗子落在呆小妹头上。老公，干嘛？呆小妹下意识做出委屈巴巴的模样。呆妈的细微表情怎么瞒得过凌云墨？只见她将桌上的杯子拿出4个放在呆小妹面前。倒吧。老公，我能喝。呆小妹很兴奋，她父母不知道她会喝酒，以前一直不敢在他们面前表露出来。本来这次呆小妹以为无缘再次品尝汉地茅台了，没想到凌云墨居然允许她喝。你们不让怎样？我老公允许了。梁老还没说话，呆小妹就用得意的眼神看向他们，这把梁老倒是整得哭笑不得。不过他们还真没想劝呆小妹，既然凌云墨都答应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况且这里又不是什么三教九流的地方。咕咚咕咚，伴随酒瓶中传来的声音，屋子中酒香更为浓郁。呆爸还没有喝，就已经陶醉在里面。妈的，清口水又出来了。我也好想尝尝3000万的酒是什么味道。看呆爸爸，我的天，这是多香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啊！完喽，世界上又少了一瓶汉地茅台。王大葱，嗨嗨，本人有幸喝过几杯。大葱哥又来拉仇恨了。对了，大葱哥，林哥送你的汉地茅台喝完没？求瓶子。别看汉地茅台的瓶子是玻璃制品，但是其价格丝毫不比黄金差。就算是拿去苏富比拍卖会，他们也会接受委托进行拍卖。毕竟这是全世界只有10瓶的汉地茅台瓶子。王大葱，瓶子我当然是收藏起来了，要是有朋友到我家，也可以指着汉地茅台的瓶子看我喝的，只可惜当初喝猛了，忘记拿包装盒，不然会更拉风。第46章，凌云墨自曝身份，把倒好的酒端到呆爸呆妈面前。凌云墨起身弯腰说：爸妈，感谢你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女儿，我敬你们。这一句把呆小妹弄得倒是怪不好意思的。小林，你才优秀，那傻丫头能嫁到你家是她的福气。呆妈呆爸举起满上的酒杯，随后呆小妹也红着脸起身。妈，哪有你这样说自己女儿的？哈哈，三人都是笑了一声，随即把酒杯凑近嘴边。饭桌上是其乐融融，但直播间却闹翻了天。老女人优秀，优秀个尖儿啊，懒死个人了。这是本世纪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你们看呆总，他好像自己都有点挂不住，哈哈，还是有自知之明嘛。王大葱，你们懂个锤子，我姐怎么就不优秀了？就算没遇到林哥以前，也有上百万的存款，就问能在20多岁找到100万的有多少人？王大葱的弹幕将已经歪掉的楼硬生生的给扳了回来。王大公子这话还真是的，卧槽，老女人原来真的这么优秀，难怪林哥哥能看上老女人，我与他的差距就差几百万。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我有，我要去找林哥哥。本来渐渐正常的弹幕，在小娇妻的带动下又歪了。凌云墨和呆小妹不是第一次喝汉地茅台，抿了一口后就将酒杯放下。至于梁老，还沉浸在酒香当中。10几秒后，香，真是香，这酒就算喝一辈子都喝不厌。呆爸放下杯子，忍不住赞叹，只是这赞叹的形容词吗？呆妈放下酒杯，斜了呆爸一眼，喝一辈子，就算有那么多酒，你把钱拿出来看看，这不就是一个形容吗？较什么真？呆爸很无辜地说。哈哈，呆小妹一见，顿时哈哈大笑。凌云墨笑着揉了揉呆小妹脑袋。
呆小妹现在已经有条件反射，只要林云墨摸上她的头，不管是在做什么，都会立刻止住。就比如说现在，笑声戛然而止，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向身旁的男人。今天只能喝一杯，不许再讨价还价，许诺那种事也不行。呆小妹酒量实在不行，一杯倒还能坚持住，但再来半杯必定倒地。虽然林云墨的话非常隐晦，呆小妹却是秒懂，红晕渐渐爬上脸颊。呆妈可是过来人，一见女儿这样，加上林云墨刚才的话，瞬间就是想通了一些事情。这傻丫头悟性还可以，心中这样说，眼神含笑的看向呆小妹。林云墨可是一个人精，看呆妈的眼神就知道怕是已经猜出了什么，不过她脸皮比较厚，什么表情也没有出现。只是呆小妹嘛，妈别这么盯着我，她现在真的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 TM 尴尬了。呵呵，女儿你真棒。说着比起一个大拇指，这使得呆小妹脸更红。好在直播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然那才叫丢人丢到全世界了。为了防止直播间的人发现自己的异常，呆小妹赶紧端起酒杯。要知道她现在的直播间是卧虎藏龙，人均柯南，被抓住一点蛛丝马迹，立刻他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出真相。爸妈，感谢你们的含辛茹苦，养出了我这么个优秀的女儿。捡着林云墨的话，呆小妹也自夸起来。弹幕虽然两人说出来的话意思差不多，但怎么感觉老女人说出来和林哥说出来就差点意思呢？老女人，林哥说出来我没法反驳，但是你王婆卖瓜，我就得说你两句了，套你个猴子啊！王大葱，嗨嗨，姐，这次我站在林哥这边。呆妈白了呆小妹一眼，你好意思？四人又在桌上闲聊一阵，直到呆爸问出一句话，房间瞬间安静下来。不只是这里，直播间也在这一刻弹幕少了很多。小林，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这么有钱？在这之前，网络上讨论林云墨身份的话题就没淡过，超级富豪、滔天势力、神秘身份都可以安在林云墨身上。林云墨沉默了下来，不是他不想说，而是说出来根本没有信服力啊。他现在真的就是普通人一个，但是雪龙鱼、汉地茅台等一些签到物品完全就说不过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林云墨不会自曝身份的时候，只听一声叹息传出，随即就听到林云墨酥死人的声音。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不过很早之前就已经金盆洗手。林云墨的这话倒是没说谎，前世他就是以投资发家的，30年没碰这个，也可以说成金盆洗手。投资这个我倒是知道，是个不错的行业。呆爸没有在这世上多做纠缠，毕竟刚才也只是随便问问，他可不像网络上那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一样，死命的想知道林云墨身份。呆小妹现在很得意，不用自己问，间接就得到了林云墨身份，而且还不用晚上费功夫，两全其美呢。离开餐桌，呆小妹拿起直播的手机回到桌上，然后开始查看弹幕。她很想知道林云墨以前是做什么投资的，她自己是肯定查不出来的，但她不能，直播间有人能啊。近几年的投资大神，好像没有一个能符合林哥的呀。对啊，不是老人就是丑八怪，没有林哥哥帅。王大葱，你们往前查查，从00年开始。大葱哥，00年林哥才9岁左右，能做投资？王大葱，别人的话我可能不信，但要是林哥，还真有那么一丝可能。几秒过后，还是没有能符合林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查太快的缘故，等会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看。是啊，我也没查到，林哥身份藏得有点深啊。看着这些弹幕，呆小妹扬起小脸，眼中全是疑惑。老公，直播间的人说没有查到你呢。林云墨笑着摇摇头，前世他做的事，这一世还能查到，那才是怪事呢。很久远的事了，他们不可能查到的。第47章，林云墨身世曝光。林云墨原本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他的信息，但落在直播间就变味了。你们说林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可能查到，而且表情这么笃定，难道是因为林哥知道我们根本查不到？查不到的东西，要么是林哥在说谎，要么就是上面出手封锁消息。你们觉得会是哪种可能？肯定说谎了呀，上面出手，用尖儿想也不可能。对，就算是投资界的大神，也不可能值得上面动手。直播间大多数人都赞成林云墨在说谎，但是却有一小波人，他们深信林云墨所言不假，而且这些人身份还不简单，要么是房地产大亨，要么是大型公司，总之各方大佬都信他的信息被上面封锁了。只凭一样东西就能确定，没错，正是母树大红袍。这东西没有上面的关系，根本就不可能拿到。况且凌云墨酒柜中的母树大红袍还 TM 是一整盒，与上面的关系还不浅。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并没有问凌云墨是不是撒谎了，毕竟要是问出了口，这不就是拆凌云墨的台吗？他们只有2个人的时候可以顺便问，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呆爸不知道直播间的情况，点了一下头，家里怎么样？
有没有弟弟妹妹？亲家过得怎么样？弹幕：卧槽，呆爸爸，你怎么变成查户口的了？牛逼！呆爸爸问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我 TM 想知道的。呆爸爸牛逼！破一！林云墨脸上第一次出现失落的表情，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呆小妹还是第一次在林云墨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不禁呆住了。在她的想象中，林云墨承受能力非常强，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会帮她顶住。失落？什么事情才会让她变得失落？老公，你是孤儿。呆小妹抱住林云墨，大眼睛中此时隐有泪光闪烁。失落的表情很快就从脸上消失，微笑则取而代之。听爷爷说我出生难产，母亲走了。那你爸呢？呆妈在一旁插口，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从未见过我爸。林云墨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林云墨的父亲不想带他，选择了离开。老公，呆小妹从来没想过林云墨的身世会这么离奇，这种事情只在网络上听过，直到此刻她才知道先前林云墨的失落代表的是什么。小林，你爷爷呢？呆爸放下杯中酒，父亲失踪后，我就被同村的一个老人收养，算时间，再过1个多月就是他的忌日了。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林云墨脸上露出苦笑。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就算他拥有前世的记忆，也根本不能做什么。看到林云墨脸上的表情，呆小妹心疼了。老公，没事，这都过去了。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林云墨笑了笑，他早就已经释然了，能重活一世，领略不同的人生也未尝不可。小林，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就把我们看作父母，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向我们倾诉。虽然林云墨说得很轻松，但是呆妈却知道当时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难受。爸妈，现在我们不正是一家人吗？林云墨端起酒杯，爸妈，我敬你们。直播间的弹幕早在林云墨说出身世的时候就已经闹翻了天，此刻更加的难以控制。好心疼我的林哥哥，从小就没有父爱母爱，这得是多么残忍啊！就算林哥童年有这样的遭遇，但依旧对生活充满笑容，这个境界是我们每个人值得学习的。不知道林哥亲生父亲在知道林哥现在的成就该是多么后悔。愿天下没有负心汉。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 PDD 赠送主播1个火箭，大马猴赠送主播1个火箭。一时之间，呆小妹的直播间将豆沙的全体主播都吸引了过来。现在的林云墨可谓是风云人物，一切有关他的消息都会在网络上引起轰动。老公，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呆小妹放下酒杯，瞬间又是抱住了林云墨的胳膊，力气比任何一次都要大，仿佛是想把林云墨融入体内。好。林云墨微笑点头，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继续聊下去。弹幕：周淑怡，你照顾林哥，照顾个尖儿啊，照顾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过几天来照顾林哥。PDD， 嗨嗨，周姐，你好像说了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大马猴，周姐，你要慎重考虑。周姐，我同意你前半段话，但是后面就说错了，应该是我去照顾林哥哥。看来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周姐到林哥家里，一定会有一场关于女人之间的战争。周淑怡看着弹幕懵了，刚才按照本心打出来的弹幕，没想到把自己的目的给曝光了。不过她脸皮厚，很快就反应过来，像个没事人一样，然后直接关闭电脑主机，光速下播。直播间里面的事情呆小妹不清楚，她现在所有注意力都在林云墨身上。小林，来吃菜。呆妈就坐在林云墨旁边，不住的给她夹菜。谢谢妈。林云墨微笑道谢。你这孩子说什么谢？呆小妹见此也是不甘示弱，筷子夹起1块五花肉。老公啊，张嘴。呆妈。弹幕：两人秀着恩爱，浑然不知已经引发弹幕的众怒，实在太尖秀了。呆爸看了看林云墨碗中已经堆积起来的菜，再看看自己身前的空碗，脸上的表情不断的变化。哈哈，你们看呆爸爸表情，他终于也体会到了当初呆妈妈对老女人时候的感受了。呆爸爸，合着我在餐桌上是多余的。半个小时后，呆妈和呆小妹都已经喝得晕晕乎乎，起身表示他们要出去转转。林云墨和呆爸倒还没什么感觉。呆小妹出门前没有带手机，母女俩出了客厅，到了院子中。第48章150万收购空酒瓶。呆小妹出门前没有带手机，母女俩出了客厅，到了院子中。妈，你能走不？呆小妹现在是扶着呆妈，她的酒量可比呆妈的酒量好多了。没事。呆妈说着往身后看了一眼，随即神秘兮兮的看向呆小妹。女儿，我那天教你的技巧用在小林身上没有？呆小妹一听，顿时闹了个大红脸，不过还是点了一下头。幸好直播的手机在里面啊，不然被直播间的人听到，那可就完了。有就好，女儿，小林是个优秀的孩子，你的竞争压力会很大，知道吗？呆妈边走边为呆小妹灌输思想。呆小妹怎么会不知道她的竞争压力大？
妈的，直播间就有数十万的狐狸精在惦记她老公，而且过几天周淑怡还要来她家里。俗话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呆小妹已经在开始想办法防着周淑怡了。接下来我再教你些其他的，听着。你又是半小时后，呆小妹红着脸坐到凌云墨身旁。不过由于喝了酒的缘故，所有人都没发现她的异常。一瓶汉地茅台在4人的畅饮下已经见底，其中呆爸和凌云墨喝了大头。正在看直播的王大聪不禁十分失望，酒没了，也就意味他无法再次品尝汉地茅台。呆小妹见两人都喝得差不多了，拿起手机查看直播间，这一看之下让她大感意外，足足收了100多万的礼物。礼物倒还没什么，最让她吃惊的是直播间的弹幕。老女人，你终于想起我们了，求空瓶子。呆总，求汉地茅台的瓶子和包装盒，100万。楼上的，你在想什么呀？100万也想拿下汉地茅台的瓶子，我出150万。呆小妹十分无语，这些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空瓶子也要求够。老公，直播间有人在说想买汉地茅台的瓶子和包装盒，150万呢。抱住凌云墨胳膊，传达出直播间的意思。凌云墨还没有什么反应，呆妈呆爸就坐不住了。空瓶子也能卖这么贵？他们是真的震惊，要是里面有酒还不会如此，但现在瓶中已是空空荡荡的呀，还能卖这么贵？傻女儿，你是不是被骗了呀？说不定是你直播间的人在那里寻开心。呆妈有些不确定地说。凌云墨笑了一下，空瓶子而已，你在直播间随便找个人送了吧。凌云墨这话无疑是在直播间一时激起千层浪。林哥大气，牛逼！啧，这就是超级大佬的风范啊！150万在人家眼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对空瓶子不怎么感兴趣，我想知道老女人你是怎么遇到林哥哥这样的人，我也要去试一试。呆小妹现在的接受能力虽然提升了很多，但是要亲手送出150万，她还是有些舍不得。全斗沙都知道她呆小妹是一个抠逼，送出去属实太几把，为难她了。老公，好舍不得。凌云墨一愣，随即笑道：好，那你留着吧。对于凌云墨来说，空酒瓶而已，留也行，送也罢，只要呆小妹喜欢，她都会应允。直播间的人傻了，这 TM 说出来话就这样收回去了。老女人，出来做个解释。呆总啊，求求你做个人吧。王大聪，姐，你不能这样啊！汉地茅台的空瓶子我也想收集。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要不是现在有呆爸呆妈在这里，怕是就要破口大骂了。麻蛋，不是你们的不心疼是吧？老子可是豆沙最几把抠的主播，想从这里拿走1厘米都不行。虽然不能说，但呆小妹还是打出弹幕。狗东西们，爷是抠逼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想免费在劳资这里拿走东西，你们怕是第一天认识我。啧，我熟悉的那个老女人又回来，都有20亿了，还几把这么抠？呆总，你可是富家太太啊！呆小妹撇撇嘴，富家太太就不能抠了吗？谁定的规矩？呆小妹在这里和直播间的人对线，凌云墨他们那里已经吃完饭，正在收拾餐桌上的残羹剩菜。小林，男人哪能做这些？我来，你去陪你爸聊天。看到凌云墨在对空碗下手，呆妈连忙将他推向客厅。凌云墨拗不过，只得来到客厅坐下。重新回到吃饭的地方，见呆小妹已经抬起了头。女儿，你和小林一起洗过碗没有？说起洗碗，呆小妹老脸一红，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一下脑袋，算是洗过吧。话语落在直播间，顿时嘲讽的弹幕铺天盖地。哈哈，洗过，但又没有洗过。妈的，打湿一下碗也算洗过？老女人，你他娘的要点脸吧！你们懂个锤子，这叫老女人洗碗法。弹幕上的嘲讽呆小妹看在眼里，那是气得咬牙切齿。但他们说的又是事实，还 TM 没法反驳，就很气，就很难受。今天爷就要好好学习，毒死你们这帮狗东西的臭嘴。想着，呆小妹起身端起桌上的空碗就往厨房走。这一幕把呆妈给看懵了。呆小妹什么尿性她怎么会不知道？洗碗好不现实。怀着疑问，呆妈端起桌上的空碗也是跟了进去。看着水面上漂浮着的油，呆小妹试了几下都过不了心里那关。呆妈白了她一眼，真不知道小林是看上你哪点了，洗碗都嫌这嫌那的。说话着话，呆妈将呆小妹挤到一边，自己动手开始洗碗。哈哈，之前看老女人架势还以为能行了呢，原本以为是王者，但没想到是个黑铁。来自老妈的嘲讽，哈哈哈。呆小妹没想到洗碗看上去会那么难，之前洗碗的时候碗上没有油污还不觉得什么，但现在自动无视直播间的弹幕，嘲讽就嘲讽吧，反正也不会掉块肉。想通这一点，呆小妹对着直播间做出一个鄙视的表情，随即悄悄退出厨房。凌云墨家里没有电视，不过呆爸在喝了那么多酒，脑袋已经有些晕，看不看电视无所谓。第49章母树大红袍带来的反应。凌云墨想了一下，
起身往厨房中走去。正巧呆小妹从里面冲出来，撞了一个满怀。哎呦！凌云墨一个栗子敲在呆小妹头上，不小心。呆小妹一见是凌云墨，双手环抱住她坚实的腰杆，两个小酒窝出现在脸上。老公，弄疼我了，帮我揉揉吗？凌云墨本来就敲得不重，知道呆小妹是在撒娇，不过还是笑着揉了一下被敲的地方。老公，你进厨房去干嘛？呆妈已经在洗碗，里面好像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那凌云墨进去干嘛？喝了酒，泡点茶。哦，走吧，老公，我和你一起去拿。呆小妹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直播间的人却是期待了起来。凌云墨用来招呼客人的东西，没一个是简单的。弹幕，你们猜林哥会拿出什么？我心中已经有个隐约的答案。还用猜吗？母树大红袍啊！厨房里我们见到的茶只有母树大红袍。啧，母树大红袍啊，这种茶叶只在网络上见过，还从来没有见过实物。走进厨房，给呆妈打了声招呼，凌云墨就打开酒柜，从里面取出用纯金打造的盒子。这正是母树大红袍，只有真正上面人才能喝的母树大红袍。呆小妹两眼放光，当然她看到的只是表面。纯金盒子也能值老鼻子钱了啊！金子做的盒子，小林，你这又是干嘛？随着惊呼，呆妈停下洗碗，几步来到酒柜旁边。她本意是想来看看这纯金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但是却没想到酒柜之中还有3盒未拆封的汉地茅台。咕咚，呆妈忍不住吞了口水，3盒就是9000多万，将近1个亿啊！这小小的酒柜中居然隐藏着这么惊人的财富。女儿，我是不是喝酒喝醉了？呆妈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酒柜中的3盒汉地茅台，开口自言自语问：嘻嘻，妈，你没喝醉，你女婿啊就是这么有钱。呆小妹现在非常的得意，好像这些东西就是她的一样。凌云墨看了眼呆小妹，无奈的摇摇头：妈，你要是喜欢，走的时候带1盒回去慢慢喝。这一下把呆小妹表情给整凝固了，这是不是变相的说我给你家3000万？不行不行，我不喝酒，你爸随便喝点便宜酒就行。呆妈连忙摆手，这些酒给他们喝完全就是浪费。这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事实，毕竟他们家就没人会品酒。弹幕，林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好想和林哥做朋友，羡慕的鸡儿发紫。你们说，要是呆妈将汉地茅台拿回家，会不会被供起来？肯定的，普通人家谁会没事喝3000多万的酒？说不定你走了，这瓶汉地茅台都还没开封，1瓶酒送走一代又一代的人。呆小妹回过神后倒是学聪明了，没有说任何话，这帮哪头都不是一回事。劝凌云墨别送吧，岂不是寒了呆妈的心？要是劝呆妈收下，3000多万呢，又不是她自己的，还是不开口的好。没事嘛，就当是我送呆妹的聘礼吧。凌云墨笑了笑，随即走出厨房，留下母女俩面面相觑。你个死丫头，也不知道劝劝小林，看是闹的。呆妈郁闷地看向呆小妹，张了张嘴，最后呆小妹什么话也没说出来。这明明之前是在照顾你，现在还怪起我来了。小林，你又拿的什么东西？伴随客厅传来呆爸的声音，两人也是出了厨房。茶叶，喝了酒，喝点热茶。凌云墨来到茶几前，将纯金打造的盒子放在上面。呆爸一见，靠了上来，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这是黄金打造盒子。凌云墨点点头。同一时间，呆小妹和呆妈也来到了客厅。老公，这东西贵吗？我想开。呆小妹对一切事物都比较好奇，蹦蹦跳跳的来到凌云墨身边。不贵。凌云墨没有多说，将装有母树大红袍的盒子推到呆小妹面前。是啊，不贵，在林哥看来，3000万和3000块没什么区别，倒是真的不贵。无形装逼，真的很致命。老女人这辈子算是值了，触碰到普通人10辈子都触碰不到的东西。此时，魔都一间办公室中，一个中年人目光灼灼地看着直播间中的画面。中年人是盛达集团创始人，公司市值将近1000亿。只有到达这个境界的人，才会知道母树大红袍代表的是什么。那是无上的荣耀，上面的肯定每年有少部分流传下来。随着呆小妹打开纯金盒子，里面平铺着一层的茶叶。中年人猛地站起身，眼中的震惊之色溢于言表。要知道，能混到近1000亿市值的创始人，哪个不是喜形不形于色？但现在他竟然露出这种表情，可见内心的波动有多大。其实由不得他不震惊啊，这么多母树大红袍，这得是多大的势力才会拿到这么多？这个人绝对不能得罪。与此同时，如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地方，不能得罪凌云墨，已经在大佬之间形成共识。这茶叶好香。呆小妹从来不喝茶，但是却被母树大红袍的香气吸引。这茶香可不是添加了香精那种闷人的香，而是一股清香，茶叶特有的清香。
要说呆爸，人生中有3样喜欢的：钓鱼、喝酒、品茶。他现在只闻其香就知道是好东西。小林，这是什么茶？呆爸此时已然忘记纯金盒子的事，目光落在茶叶上就移不开了。母树大红袍，爸，你要是喜欢喝，就在这里喝，恕小子无法相赠了。林云墨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不是林云墨舍不得，而是母树大红袍代表的意义不同，要是处理不当，会引来很大的麻烦事。呆小妹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看向凌云墨。在她的心中，凌云墨是个非常大方的人，就算是3000万的汉地茅台，也是说送就送。要是这都没有什么，那20亿说丢给自己，也是丢给了自己。现在居然对这茶叶如此重视。第50章，各界大佬关注的焦点。那么这母树大红袍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此时直播间的弹幕也是密密麻麻。擦，刚开始还在说我林哥大方，怎么画风一下子就变了？看林哥的意思，这母树大红袍是比汉地茅台更珍贵的东西啊！我查了，市面上母树大红袍的价格也就在几百万1公斤，怎么能和汉地茅台相提并论呢？搞不懂，真的是搞不懂。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聪，你们懂个屁！母树大红袍的价格虽然不贵，但背后的意思吓死你们！大聪哥，愿闻其详。大聪哥介意不说话，只是不管网友们怎么问，王大聪都不再发言。要是说出母树大红袍的含义，连他都会有麻烦。全华夏的大佬现在都在关注呆小妹的直播间，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一人发言。呆爸在听到林云墨的话后，脸上并没有出现其他表情。小林，这茶叶也很贵吧？贵倒是不贵，不过代表的意思不同。林云墨没有将母树大红袍的意思讲出去，要是只有他们几个人说说也无妨，但是现在开着直播呢。老公，那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呆小妹总算是反应过来，抱住林云墨胳膊娇滴滴地问。直播间在听到这番话后也是竖起耳朵，他们知道只要呆小妹问出话，林云墨是有问必答，母树大红袍的秘密即将就要公之于众了。上层人知道的东西可比平民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相信今天过后，一个大新闻就将出现在网络上。林云墨转头笑看戴小妹，伸手揉了揉她柔顺的秀发。现在不方便说，晚上我告诉你。除了重生和系统的事情，林云墨不想隐瞒戴小妹任何东西。母树大红袍也是不例外。弹幕：卧槽，林哥你不能这样对你的铁粉啊！林哥，请打开麦克风交流。林哥哥，人家也很想知道母树大红袍的秘密，我晚上也可以来听你说吗？这么看来，母树大红袍绝对不简单，连林哥这样的神仙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啧，林哥永远低神。呆小妹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母树大红袍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但是从林云墨的谨慎来看，一定不简单。没有再多问，乖巧的点点头，好。随即又满脸疑惑的问：老公，我们要喝母树大红袍吗？呆小妹现在还不知道母树大红袍的价值，心中倒是没有和喝汉地茅台那样难受。我去拿茶杯。呆小妹放开林云墨胳膊，蹦蹦跳跳走去厨房。不出几秒，呆小妹拿着4个茶杯出来。老公，我来给你们泡茶。将杯子成一排摆着茶几上，呆小妹伸手进纯金盒子，就这么直接动手抓向茶叶。这一幕让那些看直播的各界大佬破防，这尼玛败家子吧！而直播间的弹幕也是铺天盖地。老女人，没喝过茶就不要献丑了吧？你没喝过茶我理解，妈的夹子就在盒子边上，你 TM 直接上手。王大聪，姐，我真的是看得好尴尬。呆小妹抽空瞅了眼弹幕，一见之下满脸不屑，狗东西们，你们懂个屁啊！我这才是标准手法，用夹子哪里有我上手来得快？说话间已是抓了一小撮茶叶，不等林云墨反应就丢进杯子中。败家呀！凡是看到这一幕的大佬都不约而同说出3个字。这些大佬要是有幸得到母树大红袍的，就算要招待10分要好的朋友，也是用夹子夹出10几根。但呆小妹这一撮起码也有5、60根，这不是败家是什么？林云墨脸上露出苦笑，不过却没有出口阻止，只要不将母树大红袍拿出去，一切都可以任他胡闹。哈哈，老女人，你快看林哥表情，好无奈啊！林哥，哪来的败家子啊？王大聪，不得不说，姐，你是真的败家。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抬头疑惑看向林云墨，老公，不是这样泡的吗？林云墨脸色已经恢复正常，含笑说，你喜欢就好，泡吧。各界大佬现在是牙都咬碎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就算是自己女儿儿子这么糟蹋，也要七匹狼伺候。现在却……不过反应过来后，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不仅是林云墨不能得罪，他妻子是更不能得罪。呆小妹这般糟蹋母树大红袍，林云墨都没有什么反应，可见呆小妹在他心中的地位。或许得罪林云墨还没有得罪呆小妹来的严重。得到林云墨的允许，呆小妹示威性的瞪了眼直播间。
随后继续用他呆式抓茶法抓着茶叶。但到了泡茶阶段，凌云墨就开口指点。足足10几分后，茶总算是泡好，入喉有些苦涩，但之后又是一丝甘甜从舌尖传开。呆小妹不懂品茶，牛饮般的喝下一大口，脸色变得十分古怪，随即放下茶杯。怎么还没快乐肥仔水好喝？这句话把凌云墨给整得哭笑不得。呆爸则狠狠瞪了眼呆小妹，你懂什么？入喉苦中带甜，上等好茶呀。弹幕，我觉得吧，母树大红袍给老女人喝，完全就是浪费。呆总，喝茶哪里是你那样喝的，要慢慢品。啧啧，快乐肥仔水3块钱一瓶，母树大红袍上百万1公斤，你这对比还真的强。呆小妹吐了吐舌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倒是没有开口反驳。时间过得很快，转瞬到了下午3点。呆小妹早在之前就已经上楼休息，至于茶几上的茶，喝了几口就没有再喝，这可把正在看直播的大佬们心疼死了。而戴妈也是在戴小妹离开后选择去客房休息。爸，你也去客房休息一会吧。云墨收拾着茶几上的茶杯，开口说：好。呆爸点头，虽然喝了茶，但酒劲还是有的。林云墨收拾完这里，也是上到2楼，进入房间，入眼就是掉落在地板上的衣服，上前将衣服捡到床上，掀开被子的一角，就见呆小妹粉嫩的肌肤。第51章也满血复活了。林云墨刚刚脱下衣服钻进被窝，呆小妹如八爪鱼般的就扑了上来，同时睫毛微颤，睁开了大眼睛。看见林云墨，呆小妹迷糊的大脑瞬间清醒，想起刚刚呆妈传授的技术，脸微微泛红。老公，我想……呆小妹教了林云墨很多，但是现在她依旧没反应过来。想喝水吗？喝了酒是要喝点水。林云墨自己为猜想的很正确，起身就准备穿衣下床。呆小妹很无语，这尼玛表现得很明显了好不好？双脚双手同时用力，让林云墨无法动弹。怎么了？直达现在，林云墨还没有意识到呆小妹是什么意思。深吸一口气，呆小妹压下心中的郁闷，老公，你今天辛苦了，我想犒劳一下你。不用，今天不累。林云墨压根就没意识到问题所在。呆小妹那个气啊，可惜这事还不能明说，不然就太尼玛尴尬了。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呆小妹在心中叹了口气。1个半小时后，呆小妹形如一堆烂泥。林云墨将战场打扫干净，也是闭上眼睛。时间来到下午6点，林云墨清醒过来，看着头发散乱的呆小妹，嘴角不由出现一丝笑容。这小丫头，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6点了，爸妈应该起床了吧？想着就要抽身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林云墨动作太大，刚刚抽出手臂，呆小妹就醒了过来。老公，几点了？呆小妹揉了一下眼睛，尽显慵懒。6点了，这么迟了，赶快下楼，爸妈还在咱家。呆小妹原本还迷糊的大脑瞬间清醒，这要是就他们2个人在家，随便什么时候起来都没事，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就在呆小妹翻身的刹那，一丝痛感传来，1个半小时呢，不痛就不正常了。老公，痛。呆小妹眼中隐有晶莹闪烁。哪里痛？林云墨眉头皱在一起，一脸的关心之色。呆小妹白了他一眼，哪里痛？这要他怎么说？哎呀，老公，就是那里痛嘛。说着将被子掀开，折腾了半个小时，呆小妹在林云墨的搀扶下下了楼。呆爸呆妈早就已经起来，见2人下楼，眼睛都是往他们这边看来。呆小妹一见，有些心虚的低下头，不敢和2老对视，同时一个大写的尴尬浮现在脸上。爸妈。林云墨没有不好意思，笑着喊了一声。虽然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但前世的经验告诉他一定不能怯场。小林，你们起来了，快把那傻丫头扶到这边来坐。呆妈故意将福字加重音调，这让本就心虚的呆小妹更加不好意思。明显呆妈是发现了什么。呆小妹坐下，不敢去和呆妈对视，一言不发的拿出手机点点画画。等林云墨进入厨房做晚餐，呆妈瞪了眼坐在门口的呆爸。小林在里面做饭，你也去帮下忙啊，在那里干坐着干嘛？支开呆爸，呆妈凑到呆小妹边上。刚才有情况。呆妈很隐晦的表达话中的意思，让呆小妹一时间还不知道怎么接话。沉默了几秒，呆小妹点点头，轻轻嗯了声。用我教你的没有？用了。呆小妹依旧不敢抬头，太今儿尴尬了呀。呆妈笑着点点头，没有再多问，这要是再问下去，呆小妹非得把头低到地上不可。起身走进厨房，将林云墨推了出来，美其名曰让他出来照顾呆小妹。呆妹，好点了吗？林云墨端着一杯温水来到呆小妹身旁，见是林云墨，呆小妹松了口气，终于是抬起头，顺带看了眼厨房那边。老公，我好尴尬，以后有人在家，我们不玩这么久好不好？接过水杯，呆小妹可怜兮兮地说。
好。林云墨笑出了声，回道：“喝过水。”在林云墨的细心照顾下，虽然走路还是有些痛，但脸上的红晕却是隐去了。离做好饭菜还有一段时间，呆小妹就打开豆沙 app， 没有急着开直播，先是去看了眼自己的房间。要说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就算是没有直播，也汇集了非常多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大佬人物安排的人，他们要时刻知道林云墨夫妻的动向，以便在他们出现麻烦的时候好出手相助。就算没有麻烦，也可以制造巧合，结识一番林云墨这位神秘的大佬。就算是现在如日中天的两马一王，也没有他这般的待遇。人气 2000W， 贵宾 56W。 直播间不开播就有人气，呆小妹早就猜到了，但是没想到人气会这么爆炸，这可比那些还开着直播的大主播都要高。就说周淑怡现在的直播间人气也不过才700万，700万和2000万完全就没有可比性。目光下移，落在弹幕上，老女人去哪了？怎么今天没有直播啊？人已经失联4个小时了，消失4个小时，你们猜老女人干嘛去了？坏笑。嘿嘿，楼上的兄弟，你这车开的真是4平8稳，不过老子喜欢。嗨嗨，呆总现在正在办正事，大家理解一下。呆小妹不得不佩服直播间的大神，他都没有露面，仅凭时间就能知道他干了什么。本来呆小妹都打算开直播的，但现在看着弹幕，她有点虚啊。直播间的人说就说吧，至少他们没有证据，但是要是开播，就凭他现在的状态，非得露馅不可。但转念一想，当初周淑怡的话还历历在目，你虚个呆啊，能和林哥一起滚床单，那是多少狐狸精梦寐以求的事，你呆小妹在虚锤子。想通这一点，呆小妹心一横，打出弹幕，也满血复活了，马上就开播。弹幕：我擦，老女人，你终于回来了。老女人说4个小时的时间干嘛去了？满血复活，受到了滋润。呆小妹直接无视这些弹幕，点击开始直播。瞬间，呆小妹精致的小脸出现在直播间中，眼睛春波流转，让人联想翩翩。第52章，第5次签到，实锤了，就是去办正事了。我记得这是第2次大白天的办事吧？呆总，我好今儿羡慕你，我也想要。弹幕密密麻麻出现在直播间，呆小妹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情况果然如此，嘲讽虽然有，但大部分人还是十分羡慕自己的。卧槽，老女人居然还在笑，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老女人是把这句话的意思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呆总，既然我们都发现了，呆妈妈应该也能发现吧？看林哥的眼神有没有变化？呆小妹笑着抬头看了眼林云墨，随后就收回目光。发现吗？是肯定发现了，但是你们是知道的，我老妈现在是站在老公那边，能有什么变化？老女人，你 TM 是越来越胆大了，现在说这些也是脸不红心不跳了。老女人，你飘了呀？不屑的撇撇嘴，有今儿不敢说的，又 TM 不是3岁小孩子。操，这老女人已经疯了。好今儿熟悉的味道，老女人，你终于做回了自己。看着呆小妹和直播间聊得火热，林云墨没有打扰她，起身走进厨房。饭菜很快做好，林云墨来到客厅，呆妹，吃饭了。好的，老公。呆小妹答应了一声，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还是伤员，猛地起身。哎呦，疼痛感立刻传来，哎呦一声，再次坐回沙发上。林云墨连忙来到呆小妹面前，没事吧？看着林云墨那担心的表情，就算现在非常痛，心中也是甜蜜蜜的。没事，老公。强显笑容，呆小妹张开双手，意思非常明确。林云墨抱起她，离开了客厅。这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但是直播间却是非常热闹。卧槽，这信息量有点大啊！林哥哥真厉害，看把老女人给折腾的。你们都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呢？楼上的小屁孩，回家玩泥巴吧，大人的世界少打听。戴小妹坐在餐桌前，看着密密麻麻的弹幕，就算是已经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将手机放在餐桌上，戴小妹不再去看，本着眼不见为净的打算。这顿饭4人没有喝酒，很快就下了桌。时间来到下午7点半，夕阳将天空染得通红。林云墨扶着呆小妹来到院子中散步，一瘸一拐的模样像极了腿脚不便的伤员。要是说之前直播间的人还是猜测，但在这散步的期间，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山里的夜晚没有什么可玩的，当天色暗下来，林云墨和呆妈呆爸道了声晚安，2人就回到卧室，一夜无话。第2天清晨，林云墨从梦中清醒过来，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地点。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山下签到。这次的签到地点有些远，来回需要1个小时。小心起床，穿上运动装，林云墨打算晨练了。不过在林云墨下来时，就发现大门已经打开。出门一看，呆爸坐在院子中。爸，早啊！林云墨叫了声。呆爸转身，见林云墨这么早的起床，
满意的点点头。早，小林，这么早就起来了呀？习惯了。凌云墨边做着伸展运动，边说道。这个习惯好啊。呆爸笑了一下，又与呆爸闲聊一阵。凌云墨这次的跑步的路线发生改变，去往山下。10几分钟后，凌云墨小跑到山下，签到。刚刚跑下来，凌云墨在脑中说：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世茂蛇山庄园楼王一座。凌云墨皱了一下眉头，但很快就舒展开，还真有些巧呢。世茂蛇山庄楼王房，凌云墨再熟悉不过，因为前世的时候他就是这座楼王的主人。当然他所购买的别墅房产相当多，世茂蛇山庄也只是其中之一。签到结束，凌云墨就开始往家跑去。上山要比下山慢上一点，不过还是在20几分钟后回了家里。等他回家的时候，呆妈已经将稀粥熬好，而呆小妹今天也是破天荒的起来，看到凌云墨回来，一个飞扑到他的身上。老公，我好困，还想睡。呆小妹扑到身上就放大招，撒娇。怎么起这么早？凌云墨笑着拍拍呆小妹后背。我也不想啊，可是……说话间，目光往身后看了一眼，那里坐着的正是呆妈。凌云墨会意，笑了一下，揉揉呆小妹脑袋。小林，回来了就开饭。呆妈这时候走过来，嫌弃的看了眼呆小妹。好，我去洗一下就来。凌云墨点点头。4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呆小妹经过一夜的休息，疼痛感已经完全消失。小林，女儿，我和你爸打算今天就回家了。呆妈喝了口稀粥，说：哦，好，妈你慢走。呆小妹没心没肺的说了声。凌云墨一个栗子落在她的头上，妈，才出来1天就要准备回去了吗？呆妈狠狠瞪了眼呆小妹，看向凌云墨的时候，脸上又出现和蔼的笑容。我们都出来半个多月了，前段时间在外面旅游，这不听说你们连结婚证都办了，所以才决定改变航线来魔都看看。爸妈订机票了吗？凌云墨想了一下，问道。订了，中午12点的飞机。呆小妹吃完早饭，来到院子就将直播间打开。现在才7点半不到，所有人都没想到呆小妹会这么早的开直播，弹幕中全是震惊。牛逼啊，呆总，起床这么早，以后都会这么早起床吗？我把作息时间改一下。楼上的+1。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不屑地斜了直播间一眼。你们 TM 在想屁吃啊？不看看现在才多少点，爷今天早起是个例外。操，我就知道，老女人懒的性格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改变？老女人，你玩不起，你个小垃圾！林哥，这傻娘们我是真带不动啊！与直播间的人对线几分钟，紧接着呆小妹就叹了口气，因为她在直播间中看到这么一条弹幕：菜逼老女人，什么时候才能玩游戏？第53章，凌云墨没坐过飞机。怎么了？凌云墨刚刚来到院子外，就听到这一声叹息。老公，直播间的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玩游戏。呆小妹转身投入凌云墨怀抱。玩游戏？凌云墨眉头皱了一下，已是知道问题所在。他现在的家中连台电视机都没有，更不用说玩游戏的电脑了。而呆小妹又是一个游戏主播，能坚持5、6天不玩游戏，属实是有些为难她了。见凌云墨皱眉，呆小妹嘻嘻一笑，在他怀里蹭了蹭。老公，我在家里也非常好玩呀，不要皱眉了。说着伸手抚上凌云墨皱起的眉头。弹幕：尼玛，能不好玩吗？几千万就在这里，让我来，我能保持1年不玩游戏。楼上的，你才1年吗？我能保持5年不玩。你们这帮臭男人知道我们女孩子的想法吗？能陪着林哥哥，就算是一辈子不碰游戏，我也愿意。对对，上面的姐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呆小妹偷瞄了眼弹幕，也知道自己有些得寸进尺了。她已经有她心爱的老公了，还要奢求什么游戏？凌云墨抓住呆小妹的手，我们今天就搬家吧。呆小妹一愣，搬家？在凌云墨说出这番话后，弹幕顿时出现密密麻麻的问号。老公，你不是说在魔都没有房产吗？反应过来后，呆小妹疑惑问。哦，今早上朋友送了一套给我。凌云墨脸不红心不跳，又是把系统比作朋友。呆小妹对凌云墨的说辞已经见怪不怪了。朋友？见鬼去吧朋友！在哪里？呆小妹很聪明，没有去问朋友的事，反倒是问起了房产的位置。世茂蛇山庄园。听到这个地名，呆小妹忽然想到当初凌云墨还说去这个地方买别墅。最让她记忆深刻的就是世茂蛇山庄园的楼王，目前估值6个亿。呆小妹倒是没有往楼王方面去想，毕竟她已经在直播间中看到这样一条弹幕：楼王不对外出售，今天我们就要搬去那边住。呆小妹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很是迷人。凌云墨笑着摸了摸她的秀发，今天送爸妈上飞机后，我们就不会来了。好，那我们快去帮爸妈收拾东西。新家的吸引力对呆小妹来说非常大，现在是巴不得老两口快点走，她好去看看自己新家是个什么模样。
看着呆小妹兴冲冲的小跑进家里，凌云墨无奈的摇摇头，随即也跟了进去。而此时的直播间已经疯狂了，死命的询问世茂蛇山庄园的消息。各界大佬们也在同一时间询问别墅还有没有现房，有能力的当场就购买下来。魔都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内，张明涛，世茂蛇山庄园的开发者，从2分钟前开始，他的电话就没有断过，都是各界大佬的电话。他们的意思出奇的一样，都表示要购买他所开发的世茂蛇山庄园，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他们都不介意。总之一句话，就是想要他们那里的房产。这可把张明涛给弄懵了。本来他们这里的别墅就不多，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哪里腾得过来吗？这要是些普通大佬还好，但打电话过来的人，那是一个都得罪不起。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又挂了一个人的电话，张明涛皱着眉头思索。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不相信那些大佬会无缘无故的集体在今天决定购买这里的房产。就在此时，一个穿着黑丝的漂亮女人拿着平板急冲冲敲门进来。老板，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张明涛抬头诧异的向他看去，这么快就查清楚了？早在第2个电话结束，张明涛就叫他秘书去查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快能查到，着实让他感到意外。很好查，老板你看。说着播放出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正是呆小妹的直播间。林先生，凌云墨的大名现在是上层人士谈论的焦点，张明涛知道并不奇怪。等视频播放结束，张明涛摸着下巴，原来如此，我就说他们怎么会这么急切的想要这里的房产，原来是林先生住在这里。不过他转念一想，林先生什么时候在我们这里订的别墅？就算他是世茂蛇山庄园的开发者，也不知道每一套房产的主人。你先去查查，顺便加强一下这几天的安保工作，不要在林先生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出现什么乱子。是的，老板。凌云墨还不知道，就因为他的一句话，华夏富豪圈中已经引发了这么大的轰动。此时他正在家中忙着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家里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也就母树大红袍他看得上眼。要是这个想法被其他人知道，恐怕当场就暴走了。蟠桃献寿图、血龙鱼、汉地茅台，哪一个不是震惊一方的存在？现在居然就要被留在这里了。倒不是凌云墨不想拿走，主要是太麻烦了，等以后在新别墅中稳定了，再来取走这些东西也不迟。时间在不经意间来到10点，呆爸呆妈的飞机是12点，此时也是时候出发了。小林，这么贵的酒真不能要啊。呆妈看到凌云墨抱出来的汉地茅台，再次出声说道。是啊，小林，就算你给我，我也喝不出来味道，别浪费了。呆爸在一旁也附和一句。没事吧，你拿去喝，我自己一个人也喝不了多少。凌云墨笑笑，送出3000多万的酒，是眼睛都不眨一下。什么是豪横？这恐怕就是所谓的豪横吧。老公，你没坐过飞机吗？酒是不能带上去的。呆小妹看着3个人一人一句，都好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弹幕：老女人666。哈哈，老女人今天怎么这么机智了？能不机智吗？3000多万呢，抠逼老女人该心疼死了吧？林哥，我没坐过飞机，呆货，你在想什么呀？呆爸呆妈仿佛是抓住了重点，连忙说：是啊，酒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小林，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就行。第54章，向老女人示威，客机不能带上去吗？凌云墨一脸的疑惑，这倒不是他装，前世要出远门，他都是坐的私人飞机，就算有时候需要坐客机，有酒也能带上去。呆小妹愣愣地看着凌云墨，想不通为什么常识性的问题，她为什么会不知道？老公，有坐过飞机吗？呆小妹又重复了一句刚才的话。哦，坐过，以前有一架飞机，带酒上去也没有人说什么。凌云墨语出惊人，惊得呆小妹张大了嘴巴。以前有架飞机，这句话里面的东西有点多啊。弹幕：私人飞机，实锤了。社会我林哥真是牛逼。私人飞机啊，每年光维护费都是一笔巨款。呆小妹看了眼弹幕，抬头问：老公，你有私人飞机？凌云墨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不仅是把呆小妹弄懵了，直播间的人也同样如此。不等呆小妹问出心中疑问，凌云墨就说：以前有，但现在没有。我的好老公，你说的是真的吗？关于凌云墨家底的事，现在呆小妹是完全不相信了。搞不好今天凌云墨说没有，明天一下子就会出现，还 TM 是震惊全世界的好东西，比真金还真。凌云墨脸色十分严肃，他真的没有大飞机，就相信你这一回。戴小妹口中这样说，但是心中却是一点也不相信。不光是他不相信，就是连直播间的人都不相信。你们相信林哥说的吗？反正我是丁点都不相信。不知道林哥的私人飞机停在哪，好想去看看。林哥，你就乖乖承认了吧，你拥有私人飞机的事，我们会替你保密的。最后，
凌云墨的旱地茅台还是没送出去，又在家耽搁了半小时，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半，四人总算是出发了。值得一提的是，呆小妹在走出家门几分钟后就嚷嚷着累，她这般作态直接让直播间的众人恨得咬牙切齿。喊累，这不就是摆明了要凌云墨背吗？顺利爬上凌云墨后背，呆小妹贱兮兮地看向直播间，老女人，你玩不起，你个小垃圾，好尖儿不要脸，鄙视！老女人，放开，那个位置是我的大哭。看着这些弹幕，呆小妹很得意，看吧，我得到了你们得不到的男人，就问你们气不气？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呆小妹搂住凌云墨的脖子，老公，累不累啊？我帮你擦擦汗。直播间顿时哀声四起，卧槽，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啊！老女人，你疯了吧？对自己人下手，可恶！老女人，放开你的脏手！众人的羡慕让她非常满意，只是没等开口，就听凌云墨的声音传出：不累，你这重量，单手都能把你提起来。还有，你的手挡住我看路了。凌云墨一如既往的直，走在前面的呆妈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是却没有转头。呆小妹面目扭曲，从天堂到地狱，只是一句话就完成了。弹幕，哈哈，老女人，你继续秀啊，秀出问题了吧？林哥想在我面前秀，没门！林哥哥，好样的，就该让老女人知道你的厉害。呆小妹银牙咬得咯吱作响，真的是想一口咬在男人肩上，奈何她根本就下不去嘴，舍不得呀。狗东西们，你们就嘲讽我吧，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不想将气撒在凌云墨身上，呆小妹就拿直播间的人出气。呆妹，怎么回事？凌云墨察觉到呆小妹语气有问题，连忙问，也不想想是不是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呆小妹深吸一口气，温柔的微笑又浮现在脸上。没事，老公，和直播间的人开玩笑了。话语娇滴滴的，和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对此，直播间的人早有预料。呆小妹面对人，除了她爸妈凌云墨，说话完全就不经过脑子，想到什么说什么。凌云墨轻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继续往山下而去。四人顺利下山，临近库里南，凌云墨忽然轻咦一声：老公怎么了？呆小妹贴在凌云墨耳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同时也将直播的手机对准那边。只见在库里南车旁，那是一抹鲜艳的红色，只可惜现在还离得较远，两人都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感觉像是一束玫瑰花泥？楼上的大兄弟，你这么一说，还他娘的有点像。哈哈，要是玫瑰花的话，我觉得有事情将要发生。随着越来越接近库里南，不仅是呆小妹凌云墨看清了那是什么，直播间的人也是认出来了，还真 TM 是玫瑰花呀！牛逼，是哪个小姐姐干的好事？我们集体向你道谢，恶心死老女人这呆货！啧啧，昨天才暴露的地址，今天就找上门了，你们动作还真快。呆小妹现在的火气是蹭蹭蹭往上冒，怒气值直接爆表，这明显是在向她示威啊！老公，放我下来，我去看看。压下心中的火气，呆小妹柔声对凌云墨说。成功落到地上，呆小妹3步并作2步，超过呆爸呆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车旁的玫瑰花树。当来到车旁，呆小妹彻底傻了。玫瑰花不仅是只有这一束，车的周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束，并且在玫瑰的顶部都有一张小卡片。强压心中的火气，呆小妹随便拿起一张。林哥哥，我爱你，请和我交往吧，联系方式1980。文字下面就是一张穿着暴露的女人照片，不得不说还真尖儿漂亮。呆小妹那个气啊，将卡片揉搓成一团，紧紧握在掌心。狐狸精，这次来的是真的狐狸精。呆小妹心中气愤不已，但是直播间却是热闹非凡。哈哈，总算是看到老女人吃瘪了，今晚总算是能睡个好觉。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查，一定要查出来，发这样的小卡片已经不是在直播间发弹幕那么简单了，狗逼狐狸精。第55章，呆小妹人都傻了。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呆总，你要留心了，对林哥有非分之想的，恐怕不止表面。大马猴，骚猪，你也看明白了吗？大司马，嗨嗨，看透不说透。呆小妹此时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发现几个大主播话中的意思。周淑怡直播间，周姐，你的反应有些大了，收敛点。知道宝哥他们说的是谁吗？周姐，虽然我们都知道些什么，但请你低调一点。周淑怡在看到这些弹幕后人就傻了，他有这么明显吗？十分隐晦的好不好？不过现在倒是不敢接弹幕上的话，当个缩头乌龟老老实实的吧。当然，发这样弹幕的不只是在周淑怡的直播间，呆小妹的直播间也同样有。可惜啊，呆小妹现在根本就没闲心去看。呆妹，怎么了？
林云墨快步来到呆小妹身旁，由不得她不加快步伐啊。呆小妹来到车旁后就呆立不动，这很反常，非常的反常。老公，送你的，你自己看看吧。呆小妹有些委屈的转过身去，不给林云墨看正脸。卧槽，老女人你飘了，不给林哥哥正脸，尼玛，感情要破碎了。姐妹们，我们的机会来了。呆小妹就是一瞥直播间，再看到这几条弹幕，顿时心中就是一紧，连忙转过身投入林云墨怀抱，这倒是把林云墨整得莫名其妙。老公，花都是些狐狸精送给你的。呆小妹抬起头，可怜兮兮地说出这番话。林云墨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是伸手给了呆小妹一个摸头杀。我对其他女人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碰过除你之外的其他女人。林云墨这话倒是说的实话，不管是在前世还是今生，他都只和呆小妹有过夫妻之实。噗呲，林云墨这话总算是让呆小妹心情好受了一些。想想也是，要是林云墨这么容易就被女色吸引，当初杜嘉欣投怀送抱的时候，他就不会拒绝了。老公，我相信你，我对你有信心，以后我保证不吃醋。被幸福冲昏头脑，呆小妹说话又不经过脑子。吃醋？你刚才在吃醋？林云墨十分诧异地看着呆小妹，这都没做过什么事，吃哪门子醋啊？呆小妹尴尬地将头埋在林云墨胸膛中，不敢去和他对视。弹幕，哈哈，老女人，就问你尴尬不尴尬？林哥，这傻女人又在发什么疯？男人的梦想啊，我 TM 要是有这么多人送我花，老子一天换一个。滚，死渣男，你那熊样一辈子都不可能。呆爸呆妈不一会就出现在车旁，看到两人腻歪的样子，没有出声打扰，但是嘴角都浮现出微笑，移开落在两人身上的目光，看向围绕车摆放的鲜红玫瑰，拿起其中一张卡片，看完之后古怪的眼神又落到两人身上。我这傻女儿压力还不小呢，不过有技术傍身，应该没有问题。想着，嘴角含笑将卡片放到原处。呆妹，爸妈还要去坐飞机呢，注意点时间。林云墨凑到呆小妹耳边小声说。啊，经过提醒，呆小妹这才想起这里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人，连忙退出林云墨怀抱，抬头瞬间正巧就看到呆妈放卡片的动作。见呆小妹目光看来，呆妈悄悄对她做出一个鼓励的动作。呆小妹秒懂，脸颊红了一下，还是点点头。不过现在的她经历这样的事情多了，片刻之后就恢复正常。老公，这些花怎么处理？看着车旁的鲜花，呆小妹犯难了。说话间，眼神看向站在旁边的林云墨身上。扔了吧，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弹幕，林哥你的求生欲有点强啊。林哥在老女人的摧残下进步神速。啧啧，为了讨老女人的欢心，现在林哥是不择手段啊。呆小妹眼神放光，她的猜想和直播间的弹幕一样，以为林云墨是在讨她欢心。老公，好感动。呆小妹再次抱住林云墨坚实的腰杆，柔情似水的大眼睛简直要将一个人的心融化。我以前对玫瑰花过敏，所以一直都不喜欢。林云墨不知道呆小妹在感动什么，但却没有询问。在前世的时候，林云墨是对玫瑰过敏，不过重回这一世后，过敏症状就已经消失，可他还是不太喜欢闻玫瑰的气味。呆小妹脸上的感动渐渐凝固，她怎么都没想到林云墨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有病吧，好好的气氛就这么破坏了。爱情白痴之王非林云墨莫属。弹幕，哈哈，笑死劳资了，求老女人的心理阴影。这就是我喜欢看这对狗男女直播的原因，好尖儿搞笑。老女人，就问你意不意外？哈哈，难怪啊，我就说当初在林哥的花圃中，为什么没有看到象征爱情的玫瑰存在？原来是过敏啊！直播间的小姐姐们已经给你们划重点了，林哥对玫瑰过敏啊，没治了，完全没治了。看着林云墨，呆小妹喃喃自语，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还是在讲给林云墨听。什么没治了？林云墨很疑惑，细想了一下刚才的话，也没问题啊，怎么就没治了呢？啊，没事。呆小妹猛地摇了一下头，然后又一脸担心的看向林云墨。老公，你会过敏，我们还是离远一点，也不知道是哪些狐狸精这么讨厌，专门来害我老公。说着话，离开他的怀抱，边说边将林云墨往后推。看着呆小妹担心的模样，林云墨笑着摸了摸她的秀发，摇摇头说，以前过敏，现在已经好了，只是单纯的不喜欢玫瑰而已。听到这话，呆小妹才放下心来。那该怎么处理这些玫瑰花呢？虽然林云墨刚才说将这些玫瑰都扔了，但身为抠逼的呆小妹怎么舍得？就算是舍得，也要恶心一番送花的狐狸精。恶心，嘿，有了。呆小妹不知想到什么，脸上露出狡诈的表情。老公，把后备箱打开一下，我要把这些玫瑰花运到机场卖了，连花带卡片的卖，让送花的人自己头疼去吧。第56章指桑骂槐。卖？
凌云墨古怪的眼神落在呆小妹身上。要知道，摆在车周围的玫瑰花，每一束都有一张小卡片，并且附带有联系方式。呆小妹可以说是贩卖个人信息了。老公，你这是什么眼神？我是看那些狐狸精一个个的找不到男人，在为他们操心呢。呆小妹义正言辞地说。见凌云墨忍不住笑出了声，呆小妹又转身抱住他的胳膊，而且还能赚钱呢，有钱不赚王八蛋，赚的钱我请你吃大餐。凌云墨再次被呆小妹这句话给逗笑了，摇摇头，拿出库里南的钥匙，将后备箱打开。一见呆小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随即转身面对呆爸呆妈。爸妈，快来帮我搬一下这里的花。就在四人忙活的时候，直播间已经是乐开了花。我就佩服老女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赤果果的报复，还说的那么有道理，操心操个鬼哦！话说老女人，你看娘的都有20亿了，还惦记那3两块钱啊，抠逼，不愧是全豆沙最有名的抠逼。不要把我的花随便送人啊，不远万里从北方而来，老女人，老娘恨你。楼上的这些花有一个不会就是你送的吧？时间来到11点整，四人将车周围的玫瑰全部搬到了后备箱中，整整16束啊，这可把呆小妹气得银牙咬得咯吱作响。毕竟16束也就意味凌云墨收到了来自16个狐狸精的骚扰，这才将地址暴露1天不到，后果就这么恐怖了。还好 TM 今天就准备搬家了呀，不然不堪设想。呆小妹这里是松了口气，但是直播间却是有16道怨气积压在她身上。送花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在看此时的直播，他们有些就是魔都本地人，但有些则是连夜乘坐大灰机来到这里，辛辛苦苦1、2天就被呆小妹这样轻易的化解了，能不产生怨气吗？库里南发动路线，凌云墨非常熟悉，还是如昨天一样，左右没有车敢和他并排，后面的一辆比亚迪至少离库里南也有10多米。上车后，呆小妹目光就落在手机屏幕上，因为她发现了一点线索。老女人，老子 TM 恨你。呆小妹点开发送这条弹幕的 ID， 是个妹子的号。楼上的小姐姐怨气怎么这么大？不会送花的也有你的一份吧？哈哈，惹谁不好，偏偏要去惹老女人那抠逼。现在好了，花和联系方式都要被卖了。小姐姐666，你是个伟人，能折磨的老女人破防，你是功不可没。呆小妹嘴角上扬，点击旁边的移除直播间。嗨嗨，做完这些，象征性的轻咳2声，随即看向正在开车的凌云墨，古灵精怪的眼珠一转，打算来个火上浇油，好炸出直播间剩下的狐狸精。老公，你说后备箱的花我们卖多少钱一束？凌云墨微微一笑，市场价是多少？低个50%吧。既然呆小妹喜欢玩，凌云墨也不会扰了她的兴致。呆小妹笑着点点头，但是转过头面对直播间的时候，又是变了一副嘴脸。狗东西们，后备箱的那些花是多少钱一束？玫瑰花的市场价呆小妹不清楚，但是直播间有能人啊，问他们准没错，看样式也就千把块钱。啧，现在的人啊，连林哥的口气也在学，也就千把块钱。老娘最有发言权，2300，其中有1束就是我买的。呆小妹看到这条弹幕，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手滑了一下，点击了移除直播间这样一个功能。老公，那些花市场价2000多，我们要1000块出售吗？呆小妹现在很开心，又是挑了一根眼中刺。可以。两人就这么一人一句的讨论着玫瑰花的事情，浑然忘记后面还坐着呆爸呆妈。等库里南下了高架，进入机场的停车场，不可避免的又吸引来一大片羡慕的目光。四人开门下车，随后往机场中走去。呆小妹和呆妈母女俩走在后面，不知在聊什么。凌云墨知道分寸，与呆爸并排一起走在前面。刚刚进入候机大厅，只听一阵的窃窃私语：哇，小哥哥好帅，真帅啊，要是做我男朋友，少活几年都行。起初凌云墨还没在意，但是到后面事态就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小哥哥，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过了安检，一个比呆小妹还要娇小的女生红着脸来到凌云墨面前，严重怀疑这女生有没有成年。凌云墨脸色不变，正想开口解释什么，就听一声更加娇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老公，什么事啊？哎呀，好可爱的妹妹，你家长去哪了？小朋友要有小朋友的样子。话语说完，呆小妹已经来到凌云墨身旁，示威般的抱住他的胳膊。弹幕：哈哈哈，神 TM 小朋友。老女人，你这说话技巧好尖儿强大，指桑骂槐，强都不服，就你老女人。好可爱的小萝莉，老女人你怕了。小萝莉红着脸跑开了，呆小妹对此十分满意。老公，我等下就去给你买个口罩，你这杀伤力太大了。现在呆小妹也不管后面的呆妈了，现在她要时刻守候在凌云墨身旁。技巧什么的，电话里说也一样。老女人，你好尖儿自私，林哥哥是大家的，你竟然要给他买口罩。
林哥，你个混账呆货，竟然要挡住我这英俊的容颜！抗议！强烈抗议！无视直播间的弹幕，懂个锤子啊！她老公英俊的容颜只能她自己看，别人看一眼都是错。好，林云墨笑着摸了摸呆小妹的头，没有反驳什么。老公真好。呆小妹嘻嘻一笑，在十几道杀人目光中，一口亲在林云墨帅气的脸颊上。一时之间，机场中无数心碎的声音回荡开。老女人啊，你就不要在机场拉仇恨了。对，网络上没人顺着网线找你，但你现在在机场，很容易遭到毒打。第57章大型社死现场。呆小妹恋恋不舍地送走呆爸呆妈，随即回到林云墨身旁，期间还不时回头看向林云墨那边，生怕消失片刻就会引来狐狸精。出了候机大厅，还没有来到停车场，就见3个长相一般的男人迎面走来。哇，林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未靠近，就听其中一个男人对着他们招手喊道：“呆总，今天终于是看见你的真人了。你们是？”呆小妹可以肯定，她绝对不认识这3人。你的粉丝啊，小小苏就是我。你看，其中一个男生拿出手机点开豆沙 app， 他这个号等级还不低，在呆小妹直播间也刷了有10多万的礼物。弹幕：小小苏，你他娘的在直播间不是一直叫的狗逼老女人吗？怎么现在称呼变成呆总了？瞧不起你！你们男人啊，真的是明面一套，暗地里一套。要是我是男的，见到老女人当场就要骂街，骂死那老女人。真是羡慕在魔都定居的人，只要掌握了林哥的动向，就能随时去见他。呆小妹收回目光，脸上出现微笑：“兄弟，感谢你给我刷了那么多礼物，让你破费了。”男人一愣，马上摇摇头：“呆总，你不要误会，我是为林哥刷的，只是想问一下林哥还缺狗腿子吗？我可会拍了。”呆小妹的笑容僵在脸上，不是为他刷的，为林刷的。TM 孔雀开屏自作多情啊！弹幕666，小小苏没有叛变，这招太劲儿厉害了，先让老女人放松警惕，然后来一击致命杀招，高，实在是高。小小苏，你自求多福吧，林哥是公认的宠妻狂魔，你得罪老女人比直接得罪她本人还要严重。小小苏，我们会记得你的。老公，他欺负我，需要安慰。待小妹反应过来，顿时扑到林云墨怀中。TM 比恶心是吧？看谁能恶心得过谁。林云墨眼力劲10分好，一见就知道这是在开玩笑，脸上的笑容丝毫没有消失。想要什么方式的安慰？待小妹露出贼兮兮的笑，要亲亲，要抱抱。好。林云墨脸皮比城墙还厚，就算是当众接吻，脸色也不带变化的。不过嘛，待小妹见林云墨应承下来，心底竟出现一丝惊慌。随着林云墨脸颊在瞳孔中放大，男性荷尔蒙的气息已经是近在咫尺，两唇相触，待小妹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比晚上在家还 TM 刺激。这一幕不仅是这3人看呆了，就是一些偷偷看林云墨的女人们也看呆了。主要是这个接吻，他娘的不是普通接吻啊！弹幕：操，这是把老女人逼急了，强行被塞了一口狗粮。小小苏，求你们快点走吧，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两面间谍，专门逼老女人来恶心我们的。半分钟后，纯分。呆小妹脸颊通红，埋在林云墨怀里不敢抬头。这已经不是尴不尴尬的问题了，就是不好意思，毕竟这是在机场，而且亲吻的还那么卖力。林哥，我们只是想来告诉你，你车旁边已经围满了人，目的是想购买玫瑰。说完话，3人就逃之夭夭。要是再在这里待会，直播间的人还不得把他们骂死。等人影消失在人海中，林云墨笑着敲了一下呆小妹脑袋，人走了，出来吧。脑袋微微一侧，刚才出现的3人是不见了，但是那一双双异样的眼神怎么回事？老公，大型社死现场啊！呆小妹赶忙将视线收回，再次埋入林云墨怀里。林云墨笑着摇摇头，一个公主抱将呆小妹抱起，随即在其他女人羡慕的目光下走向停车场。弹幕：卧槽，无形之中又 TM 被秀了一波。老女人，你虚个锤子啊，抬头让本大爷瞧瞧。啧啧，林哥好劲儿会照顾人，我要是能被这样抱着，幸福死了呀！呆小妹窝在林云墨怀中，偷瞄了眼弹幕，泛红的脸颊浮现出微笑。幸福是什么？就是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抱着呆小妹走了几分钟，直至来到停车场。林云墨能察觉到来停车场的人多了，其中女人占多数。呆小妹在2分钟前就已经恢复过来，明亮的大眼睛打量着周围，倒是赖在林云墨怀里不肯下来，气得直播间的小姐姐们是咬牙切齿。很快来到先前停车的地方，不出意外，库里南周围围满了人，不过这次倒全是男人。见此，呆小妹松了口气，是男人就好，不用时刻防备有狐狸精来和她抢老公。老公，放我下来吧，他们应该就是来买花的。之前的小小苏最后一句话，呆小妹听得清楚，库里南周边围满了人，都是来购买玫瑰花的。
放下呆小妹，随即凌云墨就被他拉着往库里南那边跑去。呆总，你们终于出来了。呆总，你们的狗粮是走到哪撒到哪啊？还没有靠近，就听那边传来高呼，吓得周围不明所以的人一跳。此时的弹幕那是一个热闹，只是内容充斥着鄙视。男人果然没一个是靠得住的，呆总叫的那是一个顺口啊。老女人，你 TM 会魔法吗？为什么在直播间喊老女人喊得那么欢，到了现实就改口叫呆总了？平时都是老女人长老女人短的，没想到见了真人就是呆总了，这个世界真劲儿现实。呆小妹现在很得意，虚荣心爆棚啊，直播间随便你们怎么喊，但是到了真正看见时都要叫我一声呆总。愉悦的心情让她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两人来到库里南旁边，呆小妹清了下嗓子，兄弟们，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花吗？爷今天高兴，免费赠。话刚刚说到这里还没说完，人群中就传来欢呼声。呆总大气，我收回之前在直播间说你抠逼的话，呆总就凭这一回，你就能去掉抠逼的头衔。林哥，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居然把呆总抠的思想搬了回来。第58章，20亿还不够你霍霍的。喂，麻烦你们听我说完。今天也高兴，免费赠送1束玫瑰。呆小妹丝毫没有因为众人的夸奖而真的送出车里的玫瑰。刚才搬玫瑰的时候不累吗？不要辛苦费吗？运到这里来不需要油钱吗？弹幕，老子早就有预感，对现在的情况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老女人要是改了抠的性格，她就不是老女人了。真是心疼机场的兄弟，要是我是老女人，这么多人夸我，都不好意思再提收费的事。这呆货倒好，一点面子也不要。凌云墨就站在呆小妹旁边，也是被这一幕给整得哭笑不得。来来来，要玫瑰的兄弟一个一个的来，什么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只有16束，先到先得。呆小妹眼中现在只有钱，什么面子？面子有钱管用。2分钟后，玫瑰被一扫而空。呆小妹握着16000的巨款打开库里南的车门。当车驶出停车场，上了高架，呆小妹将手中的钞票扬起，一张一张的检查有没有收到假币。确定都是真钱后，呆小妹就陷入沉思。反常，好劲儿反常。这是直播间众人对现在呆小妹的评价。呆妹，你怎么了？凌云墨自然发现了这个问题，放缓车速，侧头看了眼。殊不知就是因为放缓车速，差点把后面兄弟的心脏病吓出来。这要是亲上去，追尾全责，将近1000万的顶级豪车，卖房卖血都赔不起。后面的4圈车打起转向灯，变到另一条车道上，不敢跟在凌云墨车后面。而4圈车后面的车不明所以啊，还一个劲的往上窜。直到看到前面是什么车的时候，窜上来的车也是和4圈车一样，打起转向灯，小心翼翼的进行超车。不过高架嘛，车流量是非常多的，一辆过去了，后面的车又是贴了上来，如此往复循环下去。而他们在进行超车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往这边看上一眼，眼中除了羡慕还是羡慕。老公，等等，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呆小妹看着手中的钞票，一脸认真。凌云墨无奈的摇摇头，哈哈，你们看林哥的眼神，好劲儿嫌弃老女人。林哥，老子20亿还不够你霍霍的吗？这傻娘们又在琢磨什么？时间又过去几分钟，哈哈，老公，我想通了，以后有狐狸精送你花，你尽管接下来就行。呆小妹说出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姐妹们，我们的机会来了呀！谁能抓住机会，谁就是下一个呆小妹、富家太太啊！呆小妹话落，直播间瞬间就热闹了。为什么？凌云墨很诧异，想不通呆小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豁达了。妈呀，他们送给你，我转手一卖，5本万利，能挣老多钱了。凌云墨。弹幕：世茂蛇山庄园，华夏10大豪宅，能在这里买得起房的人，无不是腰缠万贯。今天的世茂蛇山庄园尤其严格，机队安保人员每隔10分钟就会巡逻一次。队长，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以前都是1个小时才巡逻一次，怎么从今天开始每隔10分钟就要巡逻一次啊？一个身穿安保服饰的中年汉子问。又不是没给你加钱，从每月的8000涨到15000，你还在抱怨？领头的男人转头怒目瞪了说话的人一眼。我可没有抱怨，现在虽然累了点，但是工资高啊，我非常乐意，就是有点好奇。那汉子连忙说。领头之人又看了眼其他7人，他们全都是一脸期待地注视着他。犹豫了一下，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今天有个无比尊贵的业主要回来。就在此时，在这羊肠小道上行驶来一辆乌黑发亮的 SUV。队长，劳斯莱斯库里南啊！9人往边上站了一点，趁现在车还没有靠近，其中一人小声说：闭嘴，别说话，站直了。9人站在小道边上，待车驶进，齐齐进了个标准的军礼。等车离开，9人队形不变，继续向着前方巡逻，但说话声却是传了出来。队长，这辆车是哪家业主的？
我怎么没印象呢？我也没印象。领头的队长深吸一口气，我也没见过。不过神秘业主应该就是他了。说出这番话后，拿出别在腰上的对讲机，调到另一个频道，将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卧槽，这就是华夏顶级豪宅的样子吗？绿化是真尖儿好，不只是绿化，你们看刚才的安保人员，个个精气神十足，说不定还是退伍老兵，可不是我们小区那只有几颗门牙的老大爷能比的。我就想知道林哥买的是几号别墅。呆小妹已经将16000巨款收进了包包里，好奇的目光也是在打量这闻名华夏的顶级豪宅。瞥了眼弹幕，老公，直播间有人问你买的是几号别墅？朋友送的1号。凌云墨打死不承认别墅是自己买的，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这本来就不是他买的，系统签到得来的。1号。虽然呆小妹不知道1号别墅代表的是什么，但丝毫不妨碍她的震惊。1号别墅排名这么靠前，一定差不了。呆小妹不明白，但是直播间有人知道啊。世茂蛇山庄园的1号别墅，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就是那套不对外出售的楼王，6个亿。林哥，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难怪世茂蛇山庄园的开发者一直对外宣称楼王不对外出售，本以为是为了哄抬周边的房价，没想到是早就被林哥拿下了。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后，瞬间就懵了。6个亿的豪宅，这得是多么豪华啊！幸福真尼玛来的突然。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给我留一个房间，我明天就过来。呆小妹回神的时候，刚好就看到这条弹幕。周扒皮，之前聊天不是还说过几天才来吗？明天来干嘛？也起不来，滚！弹幕，对啊，换了新地方，办起事来更加刺激。周姐，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周姐，就不要去打扰老女人办事了，嘿嘿嘿。第59章，我是重生者。红晕瞬间爬上呆小妹脸颊，她还真是这个想法，换了新家，办起事来应该会更加刺激。不得不说，直播间人均柯南真没说错。周淑怡，卧槽，老女人，你 TM 真是这个想法。呆小妹脸色的变化落在直播间，瞬间引起激烈的讨论。心态崩了呀，我的林哥哥就要被老女人玷污了。老女人，求求你做个人吧。呆小妹本就不好意思，现在又被直播间的人调侃，干脆将直播镜头对准窗外。狗东西，嗅觉还真尖敏锐。什么敏锐？林云墨没有听清楚呆小妹在嘀咕什么，不过转头就见她脸色微红，和当初害羞的样子一模一样。呆妹，你脸色怎么了？林云墨问出心中疑问。啊，没什么，还有多远才到我们家啊？呆小妹心中一慌，刚才的事情怎么说得出口吗？连忙转移话题。林云墨微微一笑，既然呆小妹不想说，他也没有强求。顺着他的话说，还有10几分钟就到了。对了，呆小妹不知想到什么，将直播镜头对着林云墨那张帅到爆炸的脸。老女人，我 TM 太感谢你了，3颗要喂你妈吃。林哥哥的帅脸看一辈子都不觉得腻。呆小妹无视直播间的弹幕，兴奋的眼神看着林云墨。老公，1号别墅就是网络上说的楼王吗？价值6个亿的那套楼王？林云墨嘴角含笑，点了一下头。哇塞，6个亿啊，里面是什么样的？得到肯定的答案，呆小妹就要从座椅上蹦起来。这要是靠她直播赚钱，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价值6个亿的别墅是什么样的。很久没在里面住了，待会你自己去看吧。林云墨重生到这个平行世界30年，期间一直不曾来这里看过，记忆不可避免的有点模糊。弹幕，哈哈，林哥露馅了，不是说是朋友送的吗？现在又是很久没在里面住了。啧啧，这么贵的别墅，居然还很久没住了。我想知道林哥到底还有多少房产？别问，问就是不知道。呆小妹眼睛弯成一道月牙，也是发现了林云墨的口误。老公，楼王不是今天你朋友送的吗？怎么很久没住了？林云墨转头笑看了眼呆小妹，并没有接话。老女人，你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啊？看把我林哥哥为难的。强烈要求老女人不准再问林哥哥这样的话题。楼上的2位小姐姐，你们 TM 不想知道，我们男同胞想知道啊。老女人干得漂亮，我支持你。手机就在面前，呆小妹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这些弹幕。老公，你很为难吗？那我不问了，待会我自己去看。呆小妹表情变得很快，一脸担忧。林云墨伸手在呆小妹脑袋上摸了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好为难的。听到这话，呆小妹眼睛顿时就亮了，同时直播间的人也暂时放下手上的所有事，专心看着手机或者电脑屏幕。林云墨只要自曝楼王是怎么得来的，万能的网友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出更多的秘密。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聪，原来楼王林哥早就下手了。我就说前年我爸要买世茂蛇山庄园的楼王，为什么没有购买成？是这样的情况，就解释得通了。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林哥，原本你已经够传奇了，没想到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的3观。
大司马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大司马，6个亿啊，这得是多少钱？羡慕呆总。直播间的弹幕铺天盖地，但是呆小妹现在全身心都在凌云墨那张笑脸上。在全直播间以及呆小妹期待的目光中，凌云墨淡笑着说出几个字：我是重生者，每天可以签到一份财产。呆小妹。弹幕：靠，裤子都脱了，就给我看这个。林哥，我怀疑你在侮辱我的智商，但是我找不到证据。这解释牛逼。周淑怡：林哥，你好幽默，好喜欢。林哥的小娇妻：是啊，真幽默，我也好喜欢。周姐，现在胆子都这么大了吗？明目张胆啊。老公，你好敷衍哦。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巴，幸好现在的镜头是在凌云墨身上，不然又是被嘲讽的对象。我说的是真话。凌云墨笑了一下，反正实话已经说了，至于信不信就不是他的事了。直播间的人怎么说？凌云墨第一次问起直播间里面的情况。当然都是不信了，老公你这完全就是把他们当猴耍，谁会相信？呆小妹白了他一眼，要是凌云墨说的这话都有人相信，那智商就真的堪忧。对此，凌云墨早有预料，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要他们相信重生系统，这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笑着再次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随即启动库里南，继续往记忆中的楼王驶去。世茂蛇山庄园的楼王占地30多亩，设有独立的大门警卫塔入口。还未驶进楼王，就见警卫塔中走出来4个中年汉子，身上散发的肃杀之气，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老公，他们是什么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呆小妹缩了一下脖子，对车前的4个人有些畏惧。哈哈，老女人，你 TM 有点出息好不好？老女人，他娘的怕是心头怕，胆子要放大，不要虚。楼上的俩傻逼，你们在这里说的轻巧，怕是身处其境，连老女人都比不了。不用怕，他们是帮我们看家的，没事，你还是他们雇主呢。凌云墨笑着开口安慰呆小妹。至于说他有没有感到畏惧，不夸张的说，一点都没有。前世的时候，他可是连国外的军阀大本营都敢去闯一闯，现在只是小场面而已。车停在警卫塔前，凌云墨落下车窗，4人中其中1人出列，进了个军礼后，洪亮的声音就传入2人耳中。先生您好，请配合我们进行检查。第60章，进个家都这样牛逼，拿出来吧。在呆小妹疑惑的目光中，凌云墨说出这番话。弹幕：拿出来？什么拿出来？还说是朋友送的，路线这么熟悉，现在又说出一些暗语。实锤了，楼王绝逼不是林哥朋友送的。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中年汉子拿出一个类似平板的仪器。凌云墨眼睛看向上面唯一的摄像头，叮，瞳孔正在比对，请稍后。几秒过后，平板发出一道机械般的提示音。又是几秒过后，叮，瞳孔比对成功，欢迎我的主人回家。声音落下，铁门毫无声息的自动打开，中年汉子再次进了一个军礼。林先生，欢迎您回家。凌云墨点点头，驾驶着库里南进入大门。离开了好一会，呆小妹眼神都是愣愣的，她从来都不知道富人的小区连进个门都这样牛逼。瞳孔比对，这可比什么指纹解锁、面部解锁高级多了。弹幕：啧，不愧是华夏的顶级豪宅啊，进个门都这样牛逼，太麻烦了，这就是我不买豪宅的原因。楼上的，我怀疑你喝了假酒。老公，这里的治安真的好有安全感。反应过来的呆小妹眼神火热地往四周打量。进入别墅主楼的路是在一条河边上，河中的水虽然不如喂养血龙鱼的水清澈，但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亮。听到呆小妹激动的话，凌云墨倒是非常淡定，还行吧。要论治安管理，这里也就谈得上还行。前世的时候，他常住的别墅中，那是各种高科技都堆上了，什么红外线探测仪、地保、红外线感应等等，真正实现了一只苍蝇也休想进去。呆小妹被验了一下，看着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加上门口杀气腾腾的安保人员，就这样的地方，在凌云墨口中也只是说了一句还行。老公，我迟早有一天要被你气死。呆小妹美目白了他一眼，随后又被一路的景色吸引。凌云墨皱了一下眉头，他不知道呆小妹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回想了一下刚才说的话，一切都没有问题。想不通，凌云墨就不再去想，专心开着车。又行驶了几分钟，别墅的轮廓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哇，老公，这别墅好大啊！呆小妹从进入这里，精神就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要不是凌云墨开着车，怕是立刻就要抱上他啃上2口。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凌云墨笑了一下。哇，这么大，打扫卫生一定很麻烦吧？呆小妹眼神闪烁，说出一个白痴问题。弹幕：老女人，说你呆，你还不信？谁家的别墅是自己打扫的？老女人，你比林哥还 TM 幽默。
这就是传说中的傻白甜吗？呆小妹话一出口就后悔，太今儿尴尬了，还在用老一套的思想看待这里，根本不用去看弹幕，就知道里面会是怎样的嘲讽。不过他这颗该死的好奇心，还是将视线落在直播间中，一看之下，顿时火冒三丈。你们这帮狗东西，也就 TM 喜欢自己扫，我叫我乐意，我呆你们个罗圈腿啊！凌云墨苦笑着摇摇头，对于呆小妹的神经大条，他也无可奈何。死鸭子嘴硬，你看你的脸，尼玛都红了，明显就是不好意思，还跟我们这对线呢。好心疼林哥哥，怎么摊上老女人这个呆货了？终究双拳难敌四手，在全直播间的嘲讽下，呆小妹很快就败下阵来。她心中那个气啊！哼，是你们逼我放大招的。正常的互对不过，呆小妹就开始想歪门邪道。嗨，清了一下嗓子，眼皮挤了又挤。老公，直播间的人欺负人家，这会好伤心。现在呆小妹装温柔，那可谓是炉火纯青，要不是凌云墨眼力劲过人，常人还不一定能发现这是装的。凌云墨停下车，笑着看了他一眼，随即熄火下车，来到副驾驶。我陪你走走吧，这里离别墅已经不远了，最多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走的话几分钟也能走到。至于说车停在这里会不会挡住其他车，开玩笑，这里已经是他的地盘了，谁能进来？在呆小妹懵逼的眼神中，被凌云墨牵下了车，当双脚落地，这才反应过来。老公，亲亲。想起自己的报复计划，呆小妹有意调整了直播镜头的角度，然后踮起脚尖，如机场一样的亲吻再次出现在直播间。公然虐狗，强烈抗议！老女人，你给我滚啊！那是我的。兄弟姐妹们，以后千万别再惹恼老女人了，这尼玛太今儿难受了。2分钟后，呆小妹红着脸，喘着粗气，靠在凌云墨坚实的胸膛上，眼中尽显春意。瞥了眼弹幕，呆小妹非常满意，随即收回视线，打量周围的环境。车上与下车后所看到的景色完全不一样，清凉的微风，花草的芬芳，缓缓流淌的小河。能在寸土寸金的魔都有这么一套房，简直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老公，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我们家看看了。呆小妹仰起头，注视凌云墨的眼睛。好，去吧。揉了一下呆小妹柔顺的头发，呆小妹没有等凌云墨，蹦蹦跳跳的就向别墅主楼而去。狗东西们，你们看老子的家怎么样？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呆小妹十分得意的看向直播间。老女人，求求你要点脸吧，这是你的吗？我查资料了，世贸蛇山庄园的楼王中有私家园林、豪华家庭影院、家庭博物馆、保龄球馆、恒温冲浪泳池。弹幕被这一条科普霸屏了，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后，身为别墅女主人的呆小妹也忍不住激动了。这些东西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好今儿羡慕老女人，这就是富人的标配吗？一个家就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娱乐设施。戴总，我们做朋友吧。凌云墨边走边看，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大脑。不过在看到呆小妹呆立原地的时候，瞬间打断了他的思绪。呆妹，你怎么了？第61章，呆小妹哭了，破防了。老公，家里有恒温冲浪泳池吗？相比其他，恒温冲浪泳池对呆小妹的吸引力较大。有的。见呆小妹恢复正常，凌云墨松了口气，笑着说：哦耶，老公，我们一起去冲浪游泳吧。呆小妹扑到凌云墨怀中。弹幕：老女人，你总算是做了贱人做的事，只要林哥哥答应，老娘可以转粉。好馋林哥哥的身子。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听说林哥家有恒温冲浪泳池。周姐，怎么每次都是你最先赶赴战场？完了，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周淑怡，老子话都没说2句，你们有病吧？周淑怡现在很慌，很怕自己的一点小九九被看穿。周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懂的。周淑怡，懂个锤子啊，滚！好在现在的呆小妹没有去看弹幕，期盼的眼神望着凌云墨。好，去吧。哦耶，老公亲一口。呆小妹踮起脚尖，就在凌云墨脸上来了一口。快走，快走！之后拉着凌云墨飞快往别墅的大门而去。5分钟不到，两人就出现在门口。老公，钥匙呢？呆小妹转身伸出手，凌云墨古怪的眼神落在她身上。呆妹，没有钥匙。呆小妹愣了一下，没关系，叫开锁师傅吧。凌云墨眼中的古怪更盛，绕过呆小妹来到门前，抬头看向大门上方的摄像头。叮，瞳孔识别中，请稍后。叮，瞳孔识别成功，欢迎主人回家。随着机械合成的声音结束，别墅大门缓缓打开。呆小妹傻眼了，太今儿尴尬了。弹幕：哈哈，笑死老子了，不行，我要忍住。哈哈，土包子进城，老女人现在就是那个土包子。什么叫惊喜？什么 TM 的叫惊喜？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原本古灵精怪有点神经的呆小妹，在这一刻却蹲在地上发出呜咽声。凌云墨一时间失了方寸，他的记忆里可没有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呆妹，你怎么？赶忙也蹲下身，双手揽住呆小妹香肩。老公，你会不会看不起我？我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人，每次都要在你面前出丑，要不我们还是回山上住吧。呆小妹扑到凌云墨身上，带着哭腔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其实别看呆小妹经常秀恩爱，但是心底是很慌的。她和凌云墨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神秘的顶级富豪，一个是平民老百姓，两人所见所闻根本就是天与地的差别。所谓站得越高，摔得越疼，呆小妹怕哪一天凌云墨腻了会抛弃她，这无疑是从天堂瞬间跌入地狱。不会，你永远是我的妻子。凌云墨不会安慰女人，现在只能将心中的大白话说出来。感受着凌云墨手臂紧紧地抱住自己，呆小妹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老公，我很怕哪一天会失去你。不会，凌云墨只说出两个字，但这两个字中透露出十足的自信。他认定的是从来不会后悔，更不会放弃。真的吗，老公？呆小妹抬起头，通红的眼圈，眼角的晶莹都显示出她这次不是装的。凌云墨爱怜的伸手抚过呆小妹眼角，真的，我们还要生小呆呆呢。呆小妹在听到小呆呆三个字，脸色就是一红。想当初第几次的时候，呆小妹就提过不带那个会不会怀孕的话，结果凌云墨来了个带哪个，把她给气的呀。最后在她苦口婆心的解释下，凌云墨总算知道那个是哪个了。老公，开着直播呢，说什么呢？呆小妹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见此，凌云墨长舒口气，安慰女人，特别是正在哭的女人，比前世去国外军阀大本营还要刺激。来，呆妹，掀起来，不是要去冲浪吗？我带你去。为了防止呆小妹又胡思乱想，凌云墨连忙提起她感兴趣的事。好的，老公，我要公主抱。呆小妹张开双臂，眼角挂着泪花笑道。凌云墨习惯性的揉了一下她的脑袋，将柔弱无骨的呆小妹抱在怀里，走进别墅中。直到这个时候，呆小妹才有心思拿出手机看直播间。周淑怡，你们这帮混球，我闺蜜要是决定不直播了，我为你们试问。王大聪，一帮闲得蛋疼的神经病，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姐？PDD， 呆总不要动气，林哥对你的爱意我们是看在眼里的，你说的那些话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马猴，呆总，你知道现在网络上是怎么评价林哥的吗？宠妻狂魔。大司马，林哥虽然有时候对爱情反应慢了一拍，但是对你绝对是认真的。呆小妹在直播间中哭了，这可是大新闻。一时之间，豆沙所有人都跑过来发弹幕安慰。至于这是真心还是假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呆小妹的面子。这阵仗怕是在豆沙平台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呆小妹容颜刚刚出现在直播间中，弹幕犹如黄蜂出巢，密密麻麻看不清楚。对不起，呆总，我再也不这么说你了。对不起，呆总，我为我之前的不理智道歉。黑压压的一大半都是道歉的弹幕，并且都是叫的呆总。呆小妹看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她不就是哭了一场吗？怎么就全部道歉起来了？我说你们发什么神经？呆小妹之前哭并不是因为直播间的弹幕，而是因为她觉得跟在凌云墨后面很自卑。马德直播间的人道个屁的歉啊！弹幕，呆总，你不是在生我们的气？操！我就说老女人不该这么脆弱的。楼上的，刚才不是一口一个呆总喊的挺顺的吗？怎么又成了老女人？是吗？我有间歇性失忆症。看了一回弹幕，呆小妹总算知道前因后果。就在她刚刚哭出声的时候，全豆沙的大主播都来了她的直播间安慰她。这些大主播以为是直播间的人搞得她破防，所以不管3721，上来就是一阵怼。结果直播间的人还真 TM 的就被带进了沟里，以为是他们发弹幕的语气不对，才导致呆小妹破防的。第62章，1个小时的空白期。好了，我现在已经好了，非常感谢兄弟们的安慰，我发誓今后一定对你们好点。呆小妹现在非常感动，别看平时她和直播间的人对线对的热闹，但是真正到了伤心时候，他们还能发弹幕安慰，就这一点足以使她对直播间的人好一点。只是滚，老子不稀罕你的话，我自动当屁给放了，你的保证有尖作用。呆小妹感动的表情僵在脸上，随即出现委屈的神色。狗东西们，我这次我说的是真的。弹幕，杠，你早在几年前就把人品曝光了，你要是对我们好一点，老子还习惯不了。老女人，你就不要惺惺作态了，你的性格我们又不是不知道。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现在很想哭，她刚才的话一点也没有掺假，但是她泼辣的性格早就根深蒂固，保证什么的完全没有用啊。算了，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我就做回自己吧，
今后可别后悔。说完话，那不屑的眼神又是回到了身上。我熟悉的老女人总算又回来了，这表情变化之快，不愧是你，老女人。待小妹恢复正在后，眼神就忍不住到处打量。别墅装修的非常豪华，地上是一尘不染。凌云墨对别墅中的布置不说驾轻就熟，但是模糊的记忆还是有的。穿过大厅，又走了1分多钟，哗啦啦，打开一扇门的瞬间，水声就回荡开来。待小妹听到这声音，眼睛顿时一亮啊，连忙从凌云墨怀中下来。老公，这个冲浪泳池好大啊！说话间，将直播镜头对准长宽约有4个篮球场大小的室内恒温冲浪泳池。卧槽，真尖奢侈！老女人，我表示羡慕。呆总，腿上缺挂件吗？你看看我怎样？待小妹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转身就问老公，更衣室在哪里？有泳衣泳裤吗？凌云墨微微一笑，走吧，我带你去。好。呆小妹迷人的大眼睛中都流露出笑意。晚上，凌云墨手臂就朝泳池边上的一个房间走去。来到门前，凌云墨止住步伐。老公，怎么了？呆小妹一见，有些疑惑地问。手机就先放这里吧。凌云墨揉了一下呆小妹脑袋。哦，明白。呆小妹瞬间会意，这进去是换衣服的，要是带手机进去，属实不妥。嗨嗨，老女人，别听林哥胡说，没事的，我一定不会看的。对啊，老女人，我林哥哥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一定退出直播间。戴总，求求你做个好人吧。弹幕中清一色的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戴小妹撇撇嘴，这种话怕是只有傻逼才会相信。狗东西们，等我们2分钟，马上就出来。说着，将手机放在旁边的板凳上。1个小时眨眼即逝，弹幕早在之前就已经炸了。靠，这2人搞什么飞机，这么久都还没有出来？楼上的小朋友，快去写作业吧。嗨嗨，女人啊，换个衣服真慢。哈哈哈。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周淑怡，这2人有点东西啊。周姐，你怕了？周淑怡，滚！就在此时，手机忽然动了一下。嗨嗨，狗子们，现在我们要去冲浪了。直播间中传出呆小妹略微有些虚弱的声音。卧槽，实锤了！老女人666。新环境怎么样？呆小妹出现在直播间的画面中，当看到这些弹幕，就算以她的脸皮厚度，此时脸色也是微微一红，不敢继续在这个话题上聊下去，将直播切换到后置摄像头，目标对准凌云墨那边。哇，好棒的身材！不行了，老娘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林哥哥，我爱你！只见此时的凌云墨上半身的肌肉隆起，8块腹肌让直播间的小姐姐欲罢不能。当凌云墨靠近，弹幕又是疯狂了。周淑怡，这就是林哥身材吗？我的天，不仅人长得帅，身材还这么好，要命啊！呆小妹在看到周淑怡的弹幕，嘴角浮现出微笑。周扒皮，你以前不是说要和我比以后的老公吗？快去找一个，咱们来比划比划。这2个女人在一起，不互对2句根本就止不住。凌云墨刚刚靠近，就听到呆小妹这话，笑着在她头上轻抚而过。周淑怡，算了算了，这次我认输，你家老公谁比得过？周淑怡第一次在呆小妹面前说出认输的话。哈哈哈，舒服啊！呆小妹非常满意，心里是舒畅极了。凌云墨站在旁边，笑着摇摇头，又与周淑怡闲聊一阵。呆小妹终于放下手机，老公，走吧，我们去冲浪了。花费几分钟，呆小妹将手机固定在一个能拍摄到冲浪位置的地方，接着不顾众人的挽留，挥挥手就被凌云墨牵着进入水中。冲浪是一项极限运动，早在前世的时候，凌云墨就已经掌握，虽然有近30年没再试过，但是在熟练一阵后，还是稳稳站在冲浪板上。反观呆小妹，这呆货根本是一窍不通，趴在冲浪板上怎么也起不来，这可把直播间的观众逗得是哈哈大笑。就老女人那呆头呆脑的样子，能站起来才怪了。哈哈，老女人，你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少斤两。王大聪，姐啊，我有个美女教练，改天让她教你。大聪哥，教练是真教练吗？呆小妹现在就很气，像是翻滚的水流正在和她作对一样。又一次被冲到泳池中，呆小妹正想再次尝试的时候，就听旁边也传来入水的声音。紧接着凌云墨从水中冒出头，呆妹，你和我一起吧，我来教你。好耶！呆小妹高呼一声，双臂张开，不等她沉下去，凌云墨已经游到呆小妹面前，一手将她搂住。2人上岸，凌云墨再次跃入水中，又将冲浪板拿回岸上。老公，你刚才的样子帅呆了。第63章6个亿的别墅中有什么？笑着揉了一下呆小妹湿漉漉的头发，凌云墨牵着她的手就往冲浪的点走去。老公，我的冲浪板还没有拿起来。呆小妹3步2回头，目光落在水里的一个冲浪板上。没事，我们一起，我教你。
凌云墨转头笑看戴小妹，一起站在一个冲浪板上吗？戴小妹眼睛弯成一道月牙，快走2步跟上凌云墨。尼玛，这两人好劲儿温馨，好羡慕老女人啊！只有我觉得林哥哥刚才的一跳酷毙了吗？两人上了冲浪台，在凌云墨强大的控制力下，戴小妹抱着他的身体，终于是站在了冲浪板上。哈哈，老公，好刺激！终于站上来后，呆小妹兴奋大叫着：“呆妹，放开手，自己试着平衡身体。”现在呆小妹虽然是站起来了，但双手却是死死抱在凌云墨坚实的腰杆上。好，话音落下后的几秒，凌云墨能感觉到抱住他的手臂正在慢慢松开，松开手，缓缓转身，面对正前方。适应了有几分钟，呆小妹已经能初步的控制身体平衡。凌云墨知道时机差不多了，跳下冲浪板。呆小妹对此却是浑然不觉。等她察觉的时候，凌云墨已经把泳池中的另一块冲浪板拿了上来。老公，你什么时候下去的？呆小妹很惊讶自己能够这么快的掌握冲浪技巧，不仅是她震惊，直播间的人也非常震惊。王大聪，我的美女教练看来是介绍不过去了。啧，厉害了，我的老女人。切，要是我也有林哥哥在身旁，保证比老女人学的还快，分分钟的事情。下去一会了。凌云墨笑着回了句，并且竖起大拇指。呆小妹嘻嘻一笑，继续玩着这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玩过的冲浪。时间大约过去20几分钟，呆小妹终于感觉到了疲惫。话又说回来，要是之前没有运动，或许还能玩得更久。顺着水流下到下面的泳池中，凌云墨抱着呆小妹游到漂浮着的水床上。老公，我好累。呆小妹躺在水床上根本就不想动。休息一会吧。凌云墨爱怜地抚摸过呆小妹脸颊。呆小妹嘴角上扬，老公，抱住我。又过去1个小时，两人从更衣室中出来。呆小妹拿起之前固定的手机，首先查看了一下人气。人气 2500W。 喂，狗子们，你们都没事做的吗？消失了1个小时，居然还有2500万的人气。呆小妹嘴上这样说，但是心底还是很开心的。什么叫火？什么叫人气？这 TM 就叫人气。死老女人，你给我滚！还知道我们等了你1个小时啊？你 TM 是舒服了，就把我们扔在这里，还说要对我们好一点，好个屁啊！老女人，快带我们去别墅转转，这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6个亿的别墅啊，真尼玛想看看为什么能值这个价。呆小妹看了看弹幕，眼中的不屑显而易见。喂，你们 TM 说话要讲良心啊，不是你们之前说不需要我的好吗？关我锤子事！话一出口，呆小妹就想扇自己这臭嘴一巴掌。马德，又 TM 说快了。小心翼翼转头瞄了眼身后的凌云墨，见他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松了口气。弹幕，哈哈，老女人有本事不要虚啊！这丰富的小表情，爱了。林哥，这沙比娘们又在发什么疯？老公，我们能去别墅里转转吗？虽然直播间的人到现在都还是在对他，但是谁叫他十分宠粉呢？走吧，我也很久没到这里来看过了，也不知道布置有没变化。凌云墨的意思是说，他重生后30年都没来这别墅中了，但是落在直播间却就变了味道。666，看来林哥的房产很多啊。没错，难以想象6个亿的别墅居然还不经常住。我要是有这样一套别墅，老子打死都不挪窝。其实不光是直播间的人会错了意，就连同床共枕好几天的呆小妹也同样如此。老公，你以前都是住的哪里？为什么不经常来这里住呢？看着呆小妹那探究的小眼神，凌云墨疑惑了。住在山上，你不知道吗？呆小妹有些无语，她怎么会不知道凌云墨是住在山上？可是也不能在山上住了30年吧？哦，你问的是这个啊？确实没有在山上住30年。凌云墨好似现在才明白呆小妹的意思，摸着下巴思考。呆小妹一见，顿时知道有戏，赶忙把直播镜头放在凌云墨身上。好期待林哥哥会说什么。你们猜林哥之前会住在哪里？哪位能人快查查魔都还有哪些豪宅别墅，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是林哥的住所。现在凌云墨就是有钱的代名词，就算是在网络上盛极一时的王大聪，比起凌云墨也要差上许多。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凌云墨说出一句话：1岁到3岁是在山朗村和爷爷一起住，3岁到10岁住的出租房，10岁到现在就住在山上。凌云墨将这一世住过的地方一股脑的说出来。呆小妹，弹幕，老公，你当直播间的人都是白痴吗？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对他的真话是一点都不信。凌云墨现在很无奈啊，他真的是说的实话。老公，既然你不想说，就不说了，咱们去逛逛新家。呆小妹现在对这事倒是看得很开，凌云墨不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反正不会害他就是了。弹幕，别啊，老女人你死命追问下去，肯定能问出点什么。星星你个星星老女人，
不能总这么吊着我们胃口啊。看着呆小妹自顾自地走在前面，凌云墨苦笑着摇摇头。现在这个时代啊，说实话越来越没人相信了。离开冲浪泳池，不一会出现在大厅当中。老公，我们去哪看？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大厅，呆小妹兴趣蹭蹭蹭地往上冒。你想看什么地方？别墅中有酒窖、独立游艇码头、电脑室、投影室。第64章，高科技与黑科技。电脑室，呆小妹眼前一亮，来别墅中住，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打游戏啊！她已经硬生生被戒了6天的网。作为网瘾少女，电脑室比任何东西的吸引力都要大。老公，我们先去电脑室好不好？我教你打游戏。摇晃着凌云墨的手，呆小妹撒着娇。弹幕：老女人，你给我滚！游戏有什么看的？我要去看游艇。对，游戏有今儿看头，还是先去酒窖看看吧。老女人，你他娘的别把我林哥哥带坏了！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很是不屑，那些才有今儿看头，游戏才是最好玩的。凌云墨笑着敲了一下呆小妹的小脑瓜。走吧。别墅一共有4层，电脑室在3楼。兴奋地跟在凌云墨后面，这里不管是灯光还是大门，都有一股未来科技感在里面。凌云墨对此倒是一点也不在意，这科技比他前世投资的一个集团差远了。他们专门研发黑科技，常人觉得不可能的东西都能拿得出来。当然，这些东西几乎全是内部消化，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算算时间，1年后他们集团才会成型，现在正处于到处拉投资呢。我要不要去插上一手？念头只在脑海停留了片刻，随即就被驱散。凌云墨笑着摇摇头，他这辈子本就是打算体验一番不一样的生活，陪着呆妹等生下小呆呆，带他们周游全世界。要是投资了那家集团，以后忙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凌云墨不在意这里的科技，但是呆小妹和直播间的人就无比吃惊了。老公，这些灯好漂亮，还有，怎么每一间房门都没有门锁和把手呢？呆小妹对别墅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红外感应和瞳孔识别技术而已，没什么值得看的。凌云墨解释道。弹幕：什么叫大佬？这 TM 就叫大佬。你们看林哥眼神，对这些科技感十足的东西完全没兴趣啊。林哥是什么人？能像我们这群乡巴佬一样？呆小妹眼神一闪，正巧前面就有一扇房门，不给凌云墨反应的时间，松开他的手，小跑到那扇门前。门的正上方有一个摄像头的红点，呆小妹见过凌云墨是怎么打开入户大门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看去。叮，瞳孔识别中，请稍后。叮，瞳孔比对失败，现进行报警处理。嘟嘟嘟，随着机械合成的电子音结束，别墅中响起警报声，同时10几道灯光射向呆小妹所站立的地方。呆小妹都懵了，怎么都没想到，这一下子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弹幕：卧槽，这是什么防盗系统啊？这样牛逼！高科技？不，这不是高科技，黑科技啊！住在这栋别墅，满满的安全感。哈哈，我 TM 快笑死了！身为别墅的女主人，居然会触发报警装置。林哥，这波操作666啊！哈哈，呆小妹在反应了几秒后回过神来，立刻飞奔到凌云墨怀中，同时10几道刺眼的光束也随着她的身影照到凌云墨身上。老公，好像闯祸了呢。呆小妹脸色有些尴尬，吐了吐小香舌。凌云墨笑着揉了揉她的秀发，牵着呆小妹的手来到那扇门前。当眼睛落在门上的摄像头后，电子声音再次回荡开。叮，瞳孔比对成功，是否进行撤销报警？凌云墨叹了口气，这智能效果比前世他家中的黑科技差多了。撤销！叮，撤销成功。呆小妹看到凌云墨眼神的变化，还以为自己闯祸了，有些惴惴不安的开口：老公，对不起。凌云墨一愣，疑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呆妹，什么对不起？老公，你不是对我生气？呆小妹眼睛一眨。凌云墨一笑，我对谁生气都不会对你生气，别说这件小事，就算你把这座别墅烧了，我内心也掀不起波澜。凌云墨这话说得非常白，但却是真真切切的。6个亿的别墅又怎样，也比不过呆小妹的一根头发。弹幕：老子这是造的什么孽啊？被按在地上强行喂狗粮。这大白话说的，老夫的少女心都被融化了。周淑怡，老女人，老子真是羡慕死你了。来自于直播间全体女性的嫉妒。马德，不只是你们女人羡慕，老子这个男的也羡慕。要是林哥娶我，我愿意去变性。楼上的兄弟，你的想法很危险啊，删了我来说。呆小妹被凌云墨这话感动的稀里哗啦，扑倒他的怀中，用头蹭着凌云墨胸膛。老公，人家又不是3岁小孩子，怎么可能萌生烧别墅的想法？凌云墨抱住呆小妹，其实就算你想烧也烧不起来，别墅3/4的地方都涂了防火涂料，而且拥有自动识别火势并灭火的程序，烧不起来。呆小妹，妈哟，说好的感动呢？说好的稀里哗啦呢？
这句话出口荡然无存了。凌云墨还是原来的那个凌云墨啊！弹幕，哈哈，本来被强行按在地上喂狗粮，林哥居然松开了我的脖子，求老女人现在的心理阴影。林哥不愧是我辈中的楷模。都就在此时，别墅中响起门铃的声音。呆妹，走吧，下去解释一下。凌云墨知道什么情况，并没有奇怪。解释？解释什么？安保人员来我们楼下了。说话间，凌云墨已经抓住呆小妹的手往楼下而去。此时别墅外10几个手拿盾牌警棍的壮汉严阵以待，他们现在脸色极其紧张，要是里面的人出了问题，后果就今儿严重了，不仅是要丢工作，甚至可能会上法庭。喂，张健，情况怎么样了？林先生有没有事？带队的是张明涛的侄儿，名叫张健。半个小时前，张明涛也就是世茂蛇山庄园的开发者，他在确认楼王就是凌云墨的后，特意安排张健来警卫他，为的就是让他能更好的接触凌云墨。只是他没想到，张健刚刚来，凌云墨家里就发出了警报。张明涛现在极度怀疑张健的工作能力，有点开始后悔将他安排来这里。第65章宠妻狂魔的妻子。张健拿起腰上的对讲机，他现在脸上已经是冷汗直冒。之前在决定来这里的时候，张明涛就千叮咛万嘱咐，楼王里面的人是千万不能得罪的。然而他才上工多久，别墅中就出现异常，完了，彻底玩完了呀！就林先生还没有出来。张健口齿有些不清楚地说：“我正在往那边赶，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确保林先生的妻子没事。”张明涛在得知凌云墨在世茂蛇山庄园有房产后，他就一直关注着呆小妹的直播间，甚至还翻看过呆小妹这几天的直播录像，所以他才知道呆小妹在凌云墨心中是一块逆鳞，任何人胆敢触碰这根红线，必然会遭受凌云墨狂风骤雨的报复。就不是首要保护林先生吗？他妻子？张健现在很疑惑，凌云墨是他老舅都害怕的人，现在居然要首先保护凌云墨的妻子，这是什么操作？你 TM 别多问，听我的就是，林先生要保护，林先生的妻子更要保护，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出事。张明涛直接在对讲机中爆出粗口，吓得张健连连称是。时间过去半分钟，凌云墨还没有下楼，一辆4圈228停在警卫塔，车门打开，张明涛急冲冲的下车，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快速往里面快跑而去。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开车，没有主人的允许，他可不敢擅自做主，要是惹了凌云墨的不快，问题可就严重了。凌云墨牵着呆小妹下来，当门被打开的瞬间，外面的人全部做好随时冲进去救人的打算。然而凌云墨那是屁事没有，呆小妹则躲在他的身后，凌云墨向前一步，他也跟上一步，脚步出奇的一致。弹幕，这怂样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中的老女人。完了，老女人这瘪犊子彻底完了。好怀念老女人一开始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呆小妹现在委屈啊，门口那些人看起来那么凶，没有凌云墨在，她怕是都不敢出门。张健在看到凌云墨平安出来，瞬间松了口气，随即小跑到他的面前：“林先生，你没事吧？”呆小妹探头看了眼张健，这人和后面的人要瘦弱很多，眼神也没有那般犀利。凌云墨察觉到呆小妹现在的紧张，微微一笑：“没事，叫那些人都散了吧。”张健点头，又跑回去低声对他们说了什么，随后就见10几个人拿着装备整齐划一的离开。可见在管理上，世茂蛇山庄园是下了大功夫的。没了眼神的压迫，呆小妹总算可以放心来到凌云墨身旁，与他并排站在一起。哇塞，林哥哥好会体贴人，老女人怕那些人，他就叫那些人离开，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样一个男人啊？老女人，你 TM 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才能找到像林哥哥这么优秀的人啊？楼上的小姐姐们，你们就不要酸了，林哥是你们得不到的男人。林先生，抱歉，让你受惊了。张健又来到凌云墨面前的时候，姿态放得很低。没事，误触了报警装置。凌云墨面色淡然，与对待戴小妹的脸色截然不同。张健吞了口唾沫，凌云墨就这么站在身前，但是浑身散发的气势却像是一座高山，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气势比我老舅强了不止1倍啊！张健在心中想着。他哪里知道，他老舅也就是张明涛，或许在魔都这1亩3分地混得风生水起，但是比起凌云墨，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前世他所投资的产业遍布全球，就连国外一些领导人都见过，甚至还对其进行威胁，以达到某些目的。胆量、气势也是在那个时候锻炼了上去。嘿嘿，不好意思啊，刚才是我手欠，麻烦到你们了。呆小妹在直播间中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在凌云墨面前，错了就是错了。弹幕，这真是我认识的老女人吗？老女人道歉，哈哈，真的是老奶奶钻被窝，给整笑了。啊，不敢，不敢！张健在听到戴小妹的道歉，连忙弯腰表示不敢承受。这可是宠妻狂魔凌云墨的妻子，要是承受下来，别说他，
就是他老舅也没有好果子吃。呆小妹一愣，下意识看了眼凌云墨，这尼玛什么情况？自己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大的威慑力了？凌云墨笑着揉了揉呆小妹脑袋，随即看向张健，好了，我们这里没什么事，你就请回吧。下了逐客令，凌云墨就准备牵着呆小妹回屋。然而就在此时，只见河岸的公路上2个人影快速往这边跑来。他们是？听到凌云墨的疑问，呆小妹和张健同时往他所看的方向望去。林先生，那是我们老板。虽然人影隔得还有些远，但是张健一眼就认出了出来。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消去了回屋的打算。毕竟张明涛在魔都也是1号人物，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老公，他们为什么不开车进来？看着2个人影快速奔跑，呆小妹附身靠在凌云墨旁边，压低声音小声问：哈哈，老女人，你真尖儿有趣，当林哥家是随便什么车都能进来的吗？这呆货又在问白痴问题了，尴尬的用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看到这些弹幕的瞬间，呆小妹脸色就是一红，太 TM 尴尬了。凌云墨却是没注意到呆小妹脸色的变化，想了一下说，可能是在锻炼身体吧。呆小妹眼睛一亮，刚刚的尴尬瞬间烟消云散，不屑的眼神落在直播间中。不过此时有外人在，他那些虎狼之词也不敢往外突。但是嘛，不能说还不能发弹幕吗？呆小妹，狗子们，我老公说的和你们猜想的不一样吧？要不是劳资问，你们会知道那2人是在锻炼。这一条弹幕出来，直播间瞬时就炸了。卧槽，这老女人铁定有什么毛病，看不出来林哥这是在照顾她的无知吗？老女人，你就不要丢人现眼了吧，你 TM 还炫起来了。第66章，正确的送礼方式。就在呆小妹和直播间对线的空档，张明涛和他的保镖已经到了别墅外。林先生，情况怎样？你和呆总没事吧？张明涛来不及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来到近前就问。呆小妹听到声音抬头，同时手机镜头也落在前面。卧槽，这是世茂蛇山庄园的开发者张明涛，林哥面子真劲儿大啊！张明涛身价少说也有200-300亿吧，竟然对林哥这么客气。楼上的，你新来的吧？这么无知的话居然说得出口，咱们的王大聪王大公子面对林哥都要小心翼翼，200-300亿的身价而已，完全就不够看。王大聪无辜躺枪，看着张明涛伸过来的手，凌云墨一笑握了上去，没事，只是误触了而已。话落，2人同时松开手。真是不好意思，林先生你刚刚住进来就出了这样的乱子，明天我叫人来全面检修这屋子中的智能程序。张明涛在巴结凌云墨的事上完全不留余地。不用，用着还挺习惯的。呆小妹误触只是因为不知道，等待会回去将他的瞳孔录入程序中就能完美解决。见凌云墨说话密不透风，张明涛转向一旁有些局促不安的呆小妹身上。要是呆小妹在不知道张明涛身份，心底可能还不会那么慌，但是直播间是能人辈出，想不知道都难。200-300亿身价的人啊，比她老公还 TM 有钱，现在凌云墨暴露出来的财产顶多也就30亿，30亿和200-300亿差的不是1点2点。呆总，我是你的粉丝啊，经常看你直播。张明涛在商圈中摸爬滚打20几年，造就了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呆小妹，现在呆小妹很猛圈，身价200-300亿的成功人士，现在居然说他是自己粉丝，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他没睡醒？凌云墨见呆小妹这个样子，笑着将她拉倒身后。我爱人内向，不喜欢见生人。这句话出口，直播间瞬间就热闹了起来。哈哈，笑死我了，老女人不喜欢见生人。林哥，这呆货带在身边真尼玛丢面子。老女人内向，内向的球。张明涛脸上出现尴尬的神色。呆小妹不喜欢见生人，开什么玩笑？他又不是没看过呆小妹的直播，这人跟个疯丫头一样，那一句句石破天惊的话，根本不是内向的人能说出来的。呆小妹在反应了一下后，躲在凌云墨身后，低头看向自己的直播间，一看之下，心头血是直冲大脑。那一句句嘲讽说的，他好像一点用也没有一样。终于，呆小妹爆发了，一步跨到凌云墨前面，只是步子是跨出来了，要说什么呢？场面瞬间安静下来，一时间3人都没有开口说话。这里非常寂静，但是直播间却是充斥着大量嘲笑的弹幕。老女人，你 TM 倒是说话啊！最怕突然之间的安静。本以为老女人是个王者，没想到却是一个青铜。哈哈，呆小妹现在很尖儿尴尬，要是这里有条的缝，她肯定就钻了进去。张明涛眼力劲虽然不及凌云墨，但还是很快就反应过来，脸上故作一副吃惊的表情。呆总，你和直播间一样，还是那么护着林先生，但我是男的，不会抢走林先生的。呆小妹被张明涛这话给逗笑了，尴尬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就算你不是男的，我老公你也抢不走，对吧老公？
呆小妹借坡下驴，说话间已经退到凌云墨身旁，随即一把抱住他的手臂。直到此刻，呆小妹才松了口气。哼，居然让我出丑，待会你们就别怪我了。刚才的事情，现在想想，呆小妹都还觉得尴尬。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她已经打算好了，等张明涛一走，就要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凌云墨脸上的微笑不减，就算张明涛就站在身前，还是点点头。抢不走。说完，宠爱的眼神落在呆小妹身上。张明涛一见，顿时知道该向谁拍马屁。呆总，今天来得及，只带了点薄礼，希望你不要嫌弃。说着一抬手，后面的保镖就递过来一个精美的红色盒子。接过盒子，张明涛笑着递向呆小妹。这收礼，呆小妹不是没收过，甚至在直播间还要过礼物呢。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张明涛是什么人，送出来的礼物肯定不简单。在没有得到凌云墨允许前，他是不准备伸手的。只是呆小妹是个公认的抠逼，要让他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礼物，好接儿舍不得。凌云墨低头就见呆小妹眼巴巴地看着他，笑着赏赐他一个栗子。张总也是一番好意，就收下吧。嘻嘻，得到应允，冲着凌云墨嘻嘻一笑。弹幕，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应该很值钱吧？毕竟张明涛身价200-300亿呢，在值钱能有林哥山上的东西值钱，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吓死个人。弹幕上闹得欢，但是直播间还有一部分观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发过一条弹幕。常见的是那种没有创建账号的，拥有观看权，但是没有发弹幕的能力。还有一小部分，他们则是各行各业的大佬们。这些大佬就在刚刚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结交凌云墨，首先要搞定呆小妹。送礼也一样，凌云墨可能会不在乎，但呆小妹就不一定了。张明涛现在很开心，虽然送出去了100多万的礼物，但将来所创造的财富将远不于此。谢谢。接过红色木盒，呆小妹道了声谢。呆总客气了，一点小礼物而已，相比起你们家的东西，我这就是破烂。张明涛这话倒是说的实话，不管是蟠桃献寿图还是血龙鱼，这盒子中的东西是一个都比不过。其实在这个时候，比起这手中的礼物，呆小妹更喜欢刚刚张明涛说的那番话。一直以来，直播间的人都将凌云墨和呆小妹的东西分开来看，比如林哥家的东西，林哥哥家的好宝贝，万事不离凌云墨。现在呆小妹听到的不是林先生家中的东西，而是你们家的东西，这就很高兴，就很耐撕。第67章，老女人，你给我好好说话。没有，你的礼物我非常喜欢。就算还没有打开看盒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就凭刚才的那句话，都让呆小妹对张明涛印象十分好。凌云墨见此，苦笑着摇摇头，她这个傻媳妇啊，还是经历的太少，几下就被忽悠了。弹幕，林哥的苦笑是什么意思？这都没看出来了吗？明显是老女人被忽悠了呀。什么意思？直播间不是每个人头脑都好使，直到现在都还有好多人看不出这里面的道道。王大聪，张明涛这人好阴险，居然忽悠我姐。大聪哥，什么忽悠？你们在说什么啊？对，同样表示疑惑，你们在说什么？在直播间其他人的解释下，直播间的大部分人总算知道张明涛的用心险恶，但是他们却没有愤怒，反倒是开始调侃起呆小妹。呆总喜欢就好。张明涛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小九九已经暴露了，此时心中还十分高兴。呆小妹还以一个微笑，随即仰起头看向凌云墨，老公，我能现在打开看看吗？可以。摸了一下他的秀发，凌云墨开口。随着红色木盒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根翠绿色的镯子，成色上乘，是上好的翡翠。呆小妹一见眼睛都直了，哪个女人不爱美？这翡翠手镯简直是送到她心坎里去了。但她还是十分有分寸，再好看又怎么样？这并不是凌云墨送的，虽然不能戴，不过嘛，用来炫一下倒是挺不错的。想着，呆小妹拿起盒子中的翡翠手镯，还不带她介绍一下，只见直播间里面密密麻麻出现同一种类型的弹幕。老女人，你 TM 是个棒槌，被骗了呀！哈哈哈！现在的女人啊，真尼玛好忽悠。老女人，你知道不？刚才林哥都有点看不过去了，太 TM 容易被忽悠了。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瞬间就迷糊了，搞不明白直播间的人到底在说什么。老公，他们说我被忽悠了，什么被忽悠了？自己看不明白，呆小妹干脆不看了。直播间不是说凌云墨都看不过去了吗？直接问就是。张明涛就在边上，一听这话，顿时心底一颤。他可是知道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是卧虎藏龙，他那点小九九被看出来一点也不奇怪。呆总，林先生，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些文件没处理，就不打扰你们了。张明涛不等凌云墨开口回答呆小妹，打算先来个36级溜了。凌云墨笑着看了张明涛一眼，
没有当面揭穿他的意思，点点头，你先忙。看着张明涛带着他侄子和保镖离开，林云墨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老公，快说说嘛，直播间的人为什么会说我被忽悠了？当周围只有他们两人后，呆小妹开始变得大胆起来，抓着林云墨的手摇啊摇，撒起娇来。林云墨转过头，敲了一下呆小妹脑袋。哎呦，老公，又敲人家脑袋，人家要是傻了，肯定就是你的敲的。呆小妹两眼水汪汪的，在卖萌的路上是越走越远。弹幕：尼玛，隔夜饭差点都吐出来了。老女人，咱们自己人，不要开大招啊，误伤友军了。一言不合就卖萌，老女人，求求你做回自己吧，老子实在是受不了了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说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啊。楼上的，你刚来这个直播间吧，不清楚老女人性格，我们不怪你，但你 TM 眼瞎的问题我就要说你两句了。老女人是漂亮小姐姐，我烫你个猴子哦！老女人，你个丑逼，快看弹幕。然而现在呆小妹根本没时间注意弹幕在说什么，眼巴巴地看着凌云墨。没事，忽悠了就忽悠了吧，有我保护你，等哪天帮你忽悠回去。说罢，笑着伸手揽住呆小妹细腰。凌云墨这个动作直接打了呆小妹一个措手不及。面对爱情，凌云墨一直都是被动的，不说没有主动过，但少之又少。今天却在直播镜头下主动抱住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木有？嘴角渐渐浮现出一个微笑，头埋在凌云墨胸膛中。就这样，时间一点一滴流逝。10分钟后，老公，腿有点酸。弹幕：老女人，老子劝你最好给我好好说话。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蹲下身体，上来吧。呆小妹眼前一亮，现在的凌云墨真的是什么都懂了啊！直播间的观众见这次没有翻车，都感觉十分意外，纷纷发起弹幕表示震惊。呆小妹这时候总算是有时间看看直播间的情况。老女人，林哥哥这么直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把他扳弯的？老女人厉害了啊！完了，我们钢铁直男家族的王被老女人带偏了。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对此十分自豪。不管凌云墨是钢铁直男还是钢铁钢筋，在他柔情似水的安抚下，依旧要弯。重新回到别墅，凌云墨想了一下，没有直接去电脑室，而是去了1楼旁边的智能程序控制室。呆小妹现在可以说是这栋别墅的黑户，在没有录入她的信息前，就算是想上个厕所都办不到。瞳孔信息录入很快，不出10分钟，呆小妹就被凌云墨牵着手来到大厅。老公，我现在就能进入任何一间房间了吗？伴随的还有呆小妹兴奋的声音。这个时候的她才能真正意义上说是这栋别墅的女主人。都可以去。看着呆小妹的兴奋样，凌云墨笑着点点头。好耶，作为报答，老公我教你打游戏。好。不管是在前世还是今生，对于网络游戏，凌云墨是真的一点也没碰过。前世凌云墨在他的事业上耗费了太多心血，以至于连一个红颜知己都没有，更别提玩游戏了。这一世重生过来，运气又不太好，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去接触网络游戏。现在听着呆小妹说要教他打游戏，还真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第68章，我要给林哥当辅助。呆小妹现在很兴奋，她知道凌云墨没有接触过游戏，而从认识凌云墨开始，不管呆小妹做什么事都被他压了一头，总算是找到一个她不会的东西，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好，咱们现在就去。老公，电脑室在几楼？呆小妹抓住凌云墨胳膊，边问边将他往楼上拉。网瘾少女展露无遗。凌云墨笑着任由呆小妹牵着走，在3楼。老公，电脑室有多少电脑？我们双排。一说起游戏，呆小妹话头就止不住了。凌云墨回忆了一下，好像有10几台吧，忘记了。前世的时候，别墅中的电脑室他就没进去过，这也是听他秘书给他汇报的，现在能记起个大概也是非常厉害了。10几台。老公，咱们以后可以邀请人来我们家打游戏吗？呆小妹停下脚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几个人一起打游戏才有气氛。好啊，为这栋别墅增加点人气也好。凌云墨笑着伸手盖在呆小妹头上。老公最好了。呆小妹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掩饰不住。说罢，踮起脚尖在凌云墨脸上亲了一下，随后继续往楼上走去。殊不知他们这些话落在直播间，引发了不亚于8级的地震。老女人，电翼王者，申请出战。我吃鸡无敌战神，可以带你和林哥乱杀。同上，电翼王者，我要给林哥当辅助。没有点战绩的我都不好意思发弹幕了。不管是吃鸡还是英雄联盟，有能力的人都在直播间中发言，这要是被选中，就能去凌云墨家里啊。价值6个亿的别墅，能在里面玩游戏，足以使他们吹一辈子的了。呆小妹看了眼弹幕，眼中是满满的不屑。狗子们，你们刚才的嘲讽呢？继续啊，现在来讨好我了。
弹幕：呆总，我错了，什么时候能来你家，我带你刺激战场乱杀。我要给林哥当辅助。呆总，你大人有大量，就把小的当个屁放了吧。呆小妹对这些人的认错态度非常满意，也不打算再斗直播间的人了。这是等周扒皮来我家了，我们再商量一下吧。现在一时之间也决定不好。好的，呆总，一定要选我啊！我给你刷50个火箭，先预备在那里。这条弹幕呆小妹刚刚看完，就见直播间火箭是连续不断的升空。我靠，小逼崽子，你 TM 玩阴的，你以为就你有钱吗？呆总，我刷100个，我也要预定一个位置。呆总，我也要预定100个火箭。呆总，我也要。哎，你们在干嘛？呆小妹现在懵了。以前她求了半天不见一个礼物，今天只是随口一提，直播间的人就搞潮了，礼物是一个接着一个。直播间的人简直就是不当人啊！呆妹，怎么了？见呆小妹停下脚步，凌云墨上前一步：“老公，我们要发财了。”反应过来，转身就给凌云墨来了一个熊抱。对于呆小妹说的发财，凌云墨笑着摇摇头。他现在对发财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够日常花销就行了。不过问还是要问一下的，什么发财？直播间的人听说可以来我们家玩游戏，好多人都给我刷礼物，预定位置。离开凌云墨怀抱，呆小妹查看了一下礼物收入，足足78万啊！这礼物收得太尖爽了。老公，你说要不咱们把这里改装成网吧，能挣好多钱了。身为抠逼，呆小妹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只要能给她送钱，她是来者不拒。凌云墨一愣，笑了一下：“好啊，你喜欢就好。”弹幕：卧槽，林哥，这种白痴理由你都答应了？林哥哥，你太宠老女人了，会把她宠坏的。羡慕的鸡儿发紫。呆小妹现在就看着直播间里面的弹幕，她自然也看到了，心中的幸福感前所未有的强烈。放下手机，双手再次抱住凌云墨腰杆：“老公，能遇见你真的好幸福。”凌云墨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你喜欢的事，放心大胆的去做，不管什么我都会支持。”这句话很肉麻，但是听在呆小妹耳中，只感觉幸福感爆棚。她是幸福了，可直播间的人就受不了了，太尖儿甜了。两人依偎在一起1-2分钟，呆小妹终于想起游戏，离开凌云墨的怀抱：“老公，走吧，去玩游戏喽。”来到3楼，这里有非常多的房间，呆小妹不知道电脑是在哪一间。老公，大眼睛回头看向凌云墨。凌云墨会意，走在前面，呆小妹就这么跟在身后。路过3个房间，最后停在一扇门前。这里就是电脑室。凌云墨说话间就准备打开门。老公，等等，我来开。呆小妹已经在别墅中录入了个人信息，但是却还从来没有开过门，现在有机会自然想要试上一试。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脚步稍稍往后退了一步。呆小妹抓住这个空隙，窜到门前。狗子们，见证爷第一次开门吧。从来到别墅中，呆小妹做什么事都要在直播间炫耀一番，开这种需要瞳孔识别才能打开的门，自然逃不过她的魔爪。虽然呆小妹不是在炫耀，就是在炫耀的路上，但直播间的人对此却没有任何不满。要不是呆小妹，他们还不知道豪宅是什么样的。抬起头，目光注视门上的一个小红点，随即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回荡开：“叮，瞳孔识别成功。”伴随这道声音结束，门缓缓打开，里面柔和的灯光也亮了起来。电脑室的空间不大，也就普通家庭的2个客厅那么大。电脑室虽然不大，但里面却是另有乾坤。所有的主机非常神奇，全部都泡在了水中，看起来十分魔幻。这种主机呆小妹在网络上见过，知道是为了降温用的，所以并没有太过于震惊。粗略的数了一下，电脑室一共有12台电脑，中间有一张沙发，旁边还有一个摆放各种小零食的架子。随便找了一台电脑，呆小妹就迫不及待地坐在了前面的沙发上。老公快来，我教你玩游戏了。第69章，20亿是给小呆呆准备的。打开科技感十足的电脑，水中的主机亮起绚烂的灯光。凌云墨已经来到呆小妹身后，为她按摩着肩膀，这可把直播间中的小姐姐们羡慕死了。老公，你别累着了，快坐，我教你玩游戏。呆小妹可不想凌云墨这么辛苦的照顾她，起身把凌云墨推到座位上，自己则不客气地坐在他的腿上。殊不知这一幕更是让直播间小姐姐投来杀人般的目光，她们也想坐在凌云墨腿上啊。趁着电脑开机的空档，呆小妹看了眼直播间：“呆总，今天玩什么游戏？可以一起玩吗？”“对，玩吃鸡还是联盟？2款游戏我都可以带你们乱杀。”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老吕，组队。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呆总，我还有5分钟，马上结束战斗，等我。大马猴赠送主播一个火箭。问问林哥想玩地下城不？一时之间，斗杀的各大主播纷纷表示要和戴小妹组队玩游戏。像是大司马，他在几分钟前刚刚开始一局，
现在是后悔不已。他直播间已经有人表示让他不玩了，换个号去和呆小妹组队，不然就不看了。而且这种弹幕还不在少数。哎呦，感谢兄弟姐妹们的礼物，今天玩什么游戏的话，就玩吃鸡吧。联盟上手比较难，我老公应该不适合。对比两款游戏，吃鸡上手容易一点，拿到枪一阵突突就行。击倒没有被补枪还能救活，但是联盟不一样，不懂得出门就死，没有丝毫游戏体验。老公，你觉得呢？目光移开手机，转身2条光滑的藕臂就勾在凌云墨脖子上。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你决定就好。嘻嘻。呆小妹看着凌云墨那迷人的笑，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随即在直播间数百万人的注视下吻上了他的嘴巴。老女人，你 TM 一言不合就开始撒狗粮了。呼叫超管，快来啊，这里有人在叫坏小孩子。楼上的，你刚来不久吧？超管现在根本不敢管这个直播间。片刻，纯分。呆小妹从凌云墨身上站起，走到紧挨着的一台电脑边上，将这台电脑也打开。既然要教凌云墨玩游戏，她自己玩这还怎么教？开机后，呆小妹重新回到怀中，身前的电脑已经打开，电脑里面非常干净，除了系统自带的软件外，什么都没有。老公，你没有来电脑室玩过吗？凌云墨刚刚从系统手上签到了这栋别墅，别说现在，就是前世都没有来过电脑室，更不用提打开这里的电脑了。没有玩过，怎么还买这么多电脑呢？你们有钱人的想法一点都不明白。呆小妹自言自语嘀咕一句，凌云墨哑然失笑。弹幕，老女人，你懂个屁，有没有和玩不玩是两回事。老女人，你那有限的见识根本不适合林哥哥，放弃吧，让我来，至少不会说出这么白痴的话。见识短不是你的错，但是你 TM 为什么要说出来？看着弹幕中的嘲讽，呆小妹不仅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反倒是满脸的不屑。你们懂个锤子，电脑是这么多电脑，少说要10几万吧，这么多钱以后够老子的小呆吃几个月的了。刚刚说完话，凌云墨的栗子就落在呆小妹头上。哎呦，转头瞄了眼凌云墨，缩了缩脖子。林哥干得漂亮，老女人是越来越放肆了，林哥你一定狠狠地教训她。看吧老女人，连林哥哥现在都看不过去了。凌云墨又在呆小妹头上揉了揉，10几万是不够小呆吃的，那20亿就给他准备在那里吧。见凌云墨不是说自己说话带脏，呆小妹的底气又上来了。只是20亿给那小子，好劲儿舍不得，我和他一人一半，好不好老公？弹幕，卧槽了，20亿，不知道那个小子能投胎到林哥家。尼玛，还以为林哥是在不满老女人说脏话，原来是出现了病句。老女人，你 TM 是抠门抠到家了，居然和自己儿子抢钱。凌云墨也被呆小妹这话逗笑了，随即摇摇头，好，你们一人半。好爷，高呼一声，仰起头就在凌云墨脸上盖了一个大章。不知不觉时间过去10几分钟，别墅中的网络非常快，在这期间豆沙 Aggie 和绝地求生大逃杀2款软件已经下载好。好了，狗子们，现在我要下播几分钟，需要电脑进行直播。呆小妹说明原因，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随手点击下播。老公，你坐旁边去，马上就能玩游戏喽。放下手机，站起来面对凌云墨，伸了一个懒腰。除了对 A 身材该细的细，该翘的翘，非常符合凌云墨的审美。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来到旁边的沙发坐下。老公，你说我们在这里玩会不会很刺激？看到凌云墨坐下，呆小妹眼珠一转，来到沙发后面搂住他的脖子，嘴巴贴在凌云墨耳边柔声问，什么刺激？玩游戏还有刺激一说吗？凌云墨丝毫没有意识到呆小妹话语中的意思。哎呀，呆小妹用力跺了跺脚，之前以为凌云墨开窍了，但到了真正需要办事的时候还是那么迟钝。快回去坐好，这游戏怎么玩呢？从决定要玩游戏后，先是张明涛来别墅，又在楼下为呆小妹录入个人信息，时间已经磨蹭得够久了。呆小妹现在很无奈啊，这么明显的暗示凌云墨都没有领悟，满脸怨气的回到沙发上，在电脑上打开豆沙 App， 输入账号，点击开始直播。这里的每一台电脑上都有摄像头，呆小妹出现在直播画面当中。卧槽老女人，你脸色不对劲，我掐着时间呢，才过去1分23秒，这期间老女人经历了什么？不会是老女人又暗示林哥，然后林哥不懂吧？第70章，想让我炸鱼塘？滚！卧槽！呆小妹在心底吐出一个词，这尼玛，现在直播间中到底隐藏了多少神仙啊？仅凭脸色就还原了事情的真相。下意识转头看向凌云墨，殊不知这心虚的表情更是坐实了刚才弹幕中的话。哈哈，看来老子猜的没错，老女人，咱们的钢铁王者怎么惹到你了？对啊，老女人，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老女人，快说出来，让我们乐呵乐呵。凌云墨见呆小妹投来幽怨的目光，有些疑惑呀，这也没惹到她吧？
怎么又出现这种脸色了？仔细回想了一番，林云墨仿佛才察觉刚才说话的方式不对。女人嘛，就要顺着她的话说，不管懂不懂她的意思。嗨嗨，呆妹，在这里玩真的很刺激。呆小妹，马德，神经病吧？这是哪跟哪啊？现在直播间已经开了，话一定是落在了里面。在这里玩刺不刺激他不知道，直播间一定会非常刺激。转过头，果不其然，直播间已经被黑压压的弹幕覆盖。哈哈，老子知道了，在这里玩确实很刺激。老女人，你知道不道，你人设已经崩了呀！卧槽，老女人，你这一天天的哪来那么多精力？2个小时前就在泳池耽搁了1个小时，现在居然……呆小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慌过，太尼玛尴尬了。而造成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还一脸茫然地盯着她。林云墨现在是真的很迷，不知道呆小妹怎么看了眼电脑，脸色唰的就红了。这种红她见过，就是害羞，可是这里也有没什么东西能让她害羞的。呆妹，我又说错什么话了吗？弹幕，哈哈，看来到现在林哥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我林哥 YYDS， 楼上的请说人话。呆小妹感觉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林云墨这个钢铁直男啊，拔了氧气吧。没事老公，我们开始吧。强扯出一个微笑，安抚住林云墨。林云墨自然看出戴小妹是强颜欢笑，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接无视直播间的弹幕。这要是再看下去，非得气出脑溢血不可。点开《绝地求生大逃杀》的游戏图标，等到了1级页面，转头时才发现林云墨躺在沙发上皱着眉头，不知在想什么。老公，你在想什么呢？上号呀！林云墨被这声拉回现实，疑惑的目光看向呆小妹，上号？上什么号？呆小妹一拍脑袋，这才想起来林云墨又不玩游戏，哪里会有什么号啊？可是他这里也没有号啊，要不是看这游戏火，他这个抠逼会花98块钱去买一个游戏，买个蛋蛋啊！不过呆小妹是什么人，没有号直接去要一个。整理了一下头发，正襟危坐的看向摄像头。嗨，狗子们，我老公没有绝地求生大逃杀的号，哪个大手子借你们号来用用？以前呆小妹不是没有借过号，但是都无功而返，主要是她实在是太鸡巴菜了。按照直播间人说的，号借给你，让劳资炸鱼塘，滚蛋！不过现在林云墨就在边上，这个面子他们应该还是要给的吧？直播间的兄弟们，你们先等一下，我先问个问题，我们借出来的号是你玩还是林哥玩？不借，劳资要做神仙来狙击你们，让你们秀。现在就在网吧已经上号，只有1个号。马德真尖抠啊，都手握20亿了，花98买个号不行吗？呆小妹直接无视下面一些没营养的弹幕，看向第1条。我老公第一次玩，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号，我马上把我这边的号下了，让我老公玩我的号，我玩你们的号。呆小妹自认这话说的没毛病，然而事情却出乎她的预料。滚，不借，哪凉快哪待着去。对，我们的号给你炸鱼塘。老女人啊，你是真尖智障，我们是来看你玩游戏的吗？呆小妹都愣了，这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林云墨是直播间观众都很喜欢的人，现在居然连他的面子都不给了，号不借了。不过直播间的弹幕还是给了他一点启发，试探着问，要不我还是玩我自己的号，然后我老公玩你们的号。私信你了，我是房管，用我的号，呆总号我已经发你微信了。呆总，让林哥哥用我的号，用我的，我给你刷10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10个火箭。老女人别听楼上的，我给你刷20个火箭。林哥哥正牌媳妇赠送主播20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50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呆总用我的。呆小妹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这个世界让她有点陌生。足足愣了10几秒，随即呆小妹咬牙切齿地瞪着直播间。你们这帮狗东西，我呆小妹平时待你们不薄吧？今天居然给我来这一出，借号借我老公，不借给我。缓了口气，呆小妹继续怒气冲冲地说，我老公是一把游戏没玩过，他才会给你们炸鱼塘，我虽然菜，但也不会落地成盒，现在我算是把你们看透了，就是不想借号给我。弹幕，呆总说的太尖对了，真的不想借号给你。马德，什么叫对我们不薄？天天把我们按在地上强行喂狗粮，这叫对我们不薄？老女人，你话怎么弄尖多？快点给林哥上号吧，我都在网吧干坐1个小时了。呆小妹被直播间的人对的没脾气了，但游戏还是要玩。看了眼送礼物的榜单，找出刚才刷礼物刷的最多的人，有钱不赚王八蛋。啧，这帮狗东西真是傻帽啊，借他们号还给钱。不知道呆小妹是不是纯心想恶心人，故意将这话说出口。弹幕，老女人，你 TM 才是傻帽。无视弹幕，选中一个名字就开始念。恭喜这位林哥哥小。话说到这里马上止住，因为这人就是那位名叫林哥哥小娇妻的小姐姐。
哈哈，老女人，你继续说下去啊！你个小垃圾，把名字说出来啊！第71章，3个菜鸡加入战场。恭喜这位名叫狐狸精的垃圾，我老公就用你的号，私信给我吧。呆小妹心里虽然很不想使用这个号，但是那礼物太劲儿动人了。林哥哥小娇妻得到了账号，呆小妹走到凌云墨身前，不客气地坐在他的怀中。等凌云墨这台电脑也登录好绝地求生大逃杀游戏，呆小妹又在他猝不及防的时候亲了他一下，随即笑嘻嘻如风般离开凌云墨怀抱，来到他自己的位置。嘿嘿，我们4排，谁要加入战斗？我带你们乱杀！弹幕：我呸！就你个菜鸡，还带我们乱杀！楼上的此言差矣，呆总这么厉害，所以带我乱杀吧。对对，呆总这么厉害，带我乱杀吧。直播间的弹幕一时之间充斥着讨好的味道，呆小妹非常满意，正想随便拉2个人进入队伍的时候，10几个火箭炸响在直播间内。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 ，PDD 赠送主播1个火箭。周淑怡，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老女人，你自己考虑清楚。PDD， 呆总，我直播间已经有人威胁我了，不和你们组队就粉转黑。大司马，同样，呆总，我们一起组队吧。呆小妹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反应过来，脸上是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以前她想和这些人玩，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拒绝，但是在谈笑间都有种嫌弃的感觉。为什么？菜呀，落地成盒。这回居然全部想要和他组队，连他们的粉丝都出言威胁，真的是天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哎呀，这多不好意思，我这个菜逼，你们带起来会非常麻烦的。呆小妹很享受现在的状态，索性再吊一吊各大主播们的胃口。周淑怡，再给我装个妖试试，我申请入队了，快同意。周淑怡不愧是最了解呆小妹的，一看之下就知道她在作妖。周扒皮，你还真劲儿不客气，求人哪是这个态度？呆小妹这样说着，但还是控制鼠标点击了同意组队申请。周淑怡进来后，没有看到凌云墨的角色，顿时在游戏框里面打出一行字：林哥呢？快把他拉进来啊！呆小妹翻了个白眼。周扒皮，老子怎么感觉你现在有点不对劲啊？以前话题一直是在我身上，现在全部在我老公身上去了。话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周淑怡心中却是一惊，马上回复道：没有，我是怕你手滑点了其他的人申请，林哥就进不来了。呆小妹没有发现周淑怡的不正常，安啦安啦，马上。话落，离开直播间，扑向一旁满脸笑容的凌云墨。老公，稍等片刻，我们马上就能完了。进入凌云墨怀中，呆小妹仰起头，脸上的笑很迷人。好。凌云墨笑着点点头，只要能哄呆小妹开心，他是一切都能付出。嘻嘻。不消片刻，呆小妹发送了入队申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游戏的吸引力太大，凌云墨所使用的这个号名称他并没有注意到。离开怀抱，蹦蹦跳跳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他的页面上也多出一个入队申请。点击同意的申请，顿时一个名字出现在直播间中：林哥哥小娇妻入队成功。呆小妹，周淑怡。弹幕：哈哈，这尼玛太劲儿戏剧性了，老女人，你是故意制造节目效果的吧？林哥哥小娇妻，哎呀，一不小心就暴露了人家身份呢，怪不好意思的。当看到这条弹幕，呆小妹就要原地爆炸了。不好意思，你不好个尖儿意思啊？只是拿钱不对，拿礼物办事，呆小妹也不好，现在不使用这个号，要是强行不使用也可以，可到嘴的礼物就要如数奉还，太 TM 舍不得了。老公啊，你就先委屈几个小时，过一阵子要玩游戏，坚决不使用这个号了，再多的礼物都不同意。在心中如此想着，呆小妹又看了眼申请，是 PDD 发来的，顺手点击同意。至此，4个人的队伍满员，其他人只能说没有这个福气和呆小妹组队玩游戏了。呆总，开始吧，我直播间的人在催了。PDD 在进入队伍后长舒口气，现在斗杀主播都知道呆小妹掌握了流量密码，能和她混在一起，人气必定暴涨。虽然 PDD 是有名的大主播了，但是谁会嫌弃自己的人气多呢？好嘞，老公，点那个准备游戏，我们要开始了。目光从呆小妹身上移开，落在电脑屏幕上，点击准备。弹幕：哈哈，好戏要开场了，3个菜鸡加一个半吊子，不知道能撑多久。林哥没玩过游戏，呆小妹和周姐是公认的菜鸡，只有烧猪还有点意识。亚历山大，哈哈哈！放心，我是神仙，待会我去保护林哥。在呆小妹点击开始游戏的同一时间，少说有几十万人也点击开始游戏，只为在游戏中与他们相遇。进入广场，凌云墨看着电脑屏幕中的3D 人物，有些摸不着头脑。呆小妹见此，又是来到他的怀中。老公，你按这个是前进，用鼠标控制人物方向。花了点时间教会凌云墨一些简单的操作，
等角色上了飞机，呆小妹仰起头，笑看着他：“老公，会了吗？”“应该是会了。”林云墨学得非常认真，刚才呆小妹说的话，让他一字不漏地说出来，都可以做到。好，老公你真棒。说着，又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豆腐是一个接着一个呀。回到自己座位上，呆小妹双眼就落在电脑屏幕中。喂，老女人，听得到吗？突然，音响中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呆小妹可以保证绝对没有听过。谁？你的粉丝，哈哈，我们组队吧，烧猪保护不了林哥，我来保护林哥。声音是从公屏中传出的，以至于飞机上只要开了公屏的都听到了。切，老子的老公需要你保护，滚蛋！呆小妹眼神不屑，她老公只能由她来保护。第72章，渡劫修士。卧槽，这声音怎么那么像老女人啊？这时，公屏中又传出一个声音，对，就是老女人带她老公来玩游戏了，正在直播呢。之前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回响在公屏中。我们这局游戏中有主播，完了，又 TM 吃不到鸡了。在普通人眼中，主播就意味着技术高超，吃个鸡随随便便。一听有主播在这架飞机上，顿时所有人都慌了。呆小妹听到这些讨论，非常的得意，终于有人会觉得她厉害了。之前一直听直播间的人说她是菜鸡，耳朵都听出来茧子了。嗨，算你们有眼光，没错，我就是个主播，很厉害的那种主播。呆小妹丝毫不顾形象的吹逼。老女人，你在干嘛？周淑怡那个气啊，她是有自知之明的，就自己和呆小妹这半吊子的水平，虽然 PDD 技术过得去，但是也不带这么坑人的吧？没事，周扒皮，看爷带你怎么飞。呆小妹现在是蜜汁自信，林云墨就在边上，就算技术不行，但是气势不能输。呆总，我待会只能尽可能的保护林哥，你的话就自求多福吧。PDD 的声音从频道中传了出来。靠，我查了，主播是呆小妹，是个菜鸡，大家不要怕。呆小妹的粉丝没有点破她的豪言壮语，但是飞机上还有其他人。呆小妹是个当红大主播，想查这些很容易就能查出来。电脑室中的每一台电脑旁都配备了音响和耳机，里面说话的声音林云墨自然也是听见了。不用保护我，保护我媳妇吧。既然决定要玩，林云墨自然不能一枪不开。哇塞，这声音好酥啊，是哪位大神？有用变声器吗？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声从公屏里传了出来。弹幕，完了，又一个小姐姐被林哥吸引了。老女人，你倒是开枪啊，有人公然抢你男人了。林哥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简直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听到女生，呆小妹不仅没有生气，反倒是很自豪地说：哎呀，真不好意思，这位大神是我老公，没有用变声器哦，每天晚上都给我讲故事睡觉。周淑怡。弹幕 PDD， 呆总，你这样很容易招仇恨的，我敢说这一把我们绝对是凶多吉少。不怕，大不了再开一局就行，反正就是玩。要说现在的呆小妹已经不在意能否吃到鸡了，玩得开心就好，毕竟她不需要在直播进行赚钱。用她的话来说，爱看看不看滚，就是这么豪横。PDD， 呆总，你一时之间把我整不会了。哈哈，四人控制着角色跳下飞机，在半空停留了一会落地。林云墨脑中回想刚才呆小妹教的内容，控制角色行走起来。不知是不是呆小妹有意选择，还是她以前一直就这样，跳伞的地方在荒郊野外，目光所及只有一间厕所。老女人，你会不会选地方跳这么穷的地方？周淑怡现在说话没有如以往那般大大咧咧，有些温柔，而且不带脏字。呆小妹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可直播间的福尔摩斯们开始疯狂起来。周姐也沦陷了，不知道等周姐到了林哥家，会和老女人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今儿期待。周姐，你就不要和我抢林哥哥了。周扒皮，你懂个锤子，要是落地成盒就没游戏体验了，当个伏地魔狗起来。这时的呆小妹没有注意到弹幕，说话间来到林云墨的角色旁，一会趴一会跳，玩的是不亦乐乎。厕所里只有一颗手雷和平底锅。PDD 控制着角色从厕所出来，抽空瞥了眼他直播间的弹幕。哈哈，烧猪，就问你憋屈不？快去找林哥跳舞，看那两口子在那边玩得多开心。没想到平平淡淡的一局游戏，竟同时出现两位卧龙凤雏。哈哈哈，神 TM 卧龙凤雏。林云墨在熟悉了一阵后，啪的跳跃也是会了。然而就在此时，只见一个黑影忽然在呆小妹屏幕中一闪而过。卧槽，狗东西们，你们发现什么东西没有？呆小妹很懵逼，黑影的速度太快，根本看不清楚。呆妹，怎么了？林云墨没有注意到黑影，问出这话。PDD 和周淑怡也闻声来到他的边上。老女人，大惊小怪干嘛？不是，刚才好像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等一下，我去看看直播间怎么说。
说完，目光看向直播间的弹幕。老女人，啥几把大黑耗子啊？那是渡劫修士。哈哈，林哥第一次玩游戏就碰到神仙，惨。林哥毫无游戏体验，垃圾游戏，毁我青春。呆小妹看过弹幕之后，心中有个不好的预感。这要是他们全部被神仙击杀，凌云墨会不会真的觉得游戏不好玩呢？最后导致不玩了，他又会变成那个万人嫌弃的菜鸡。直播间中说，我们遇到神仙了。呆小妹忐忑地将话告诉三人，说完还把头转向凌云墨那边。呆妹，什么是神仙？凌云墨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对里面的专业用词并不知道。神仙啊，就是很厉害的高手，被他们击杀了，很正常。戴小妹提前给凌云墨打了一剂预防针，好让他有心理准备，不至于这把结束就宣布退游。弹幕：老女人，你运气是不是全部用在遇到林哥了？今天这么衰，遇神仙。就算是这局游戏中有神仙的存在，周淑怡的话语依旧非常温柔。这要搁以前，马上公屏开骂了。PDD， 呆总，这局怎么办？直接退还是继续战斗？ PDD 现在已经不在乎能不能吃到鸡了，就算是正常没有神仙的局，以他的技术都难，毕竟带着3个拖油瓶呢。不过嘛，他倒是非常开心。目前 PDD 直播间的人气涨得那叫一个快，已经突破了1000万，而且还在暴涨。要知道，在他们一群人中，就只有他才会一点绝地求生大逃杀，吸引了很大一波流量。第73章，要不我们点外卖吧？不等呆小妹回话，只听公屏中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老女人，送快递的，你们要不要？这声音正是之前在飞机上说话的那个人。这局有神仙，我们准备重开一局，你就自求多福吧。呆小妹将有神仙的事情在公屏中传播开。别见，男人的声音再次传出，只是随着话音落下，之前消失的黑影又出现在屏幕中，而他站立的位置就在凌云墨身前。卧槽，你 TM 就是那个神仙！呆小妹在公屏中大吼，不是神仙，就是给林哥送快递的。说着，地上瞬间多出几件装备。林哥，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放心的玩，我在后面给你架枪。呆小妹整个人都愣住了，凌云墨是个男的呀，说话的那人也是男的。凌云墨有什么魅力，能把一个男人都扳弯了，愿意为他守候在身旁？他呆小妹可是一个活脱脱的大美女，眼睛瞎了吧？呆妹，他什么意思？地上的东西能捡起来吗？凌云墨转头看向呆小妹，老公，那家伙肯定别有用心，我用上看看有没有问题。呆小妹也转头一本正经地说。弹幕：老女人，你 TM 够了，摊装备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不愧是你，老女人。林哥哥，你别信老女人的，快捡起来。呆小妹控制着角色来到凌云墨身旁，3两下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马德3级头3级甲 98K 医疗险全 TM 是好东西。狗东西，你挺富的呀。穿上装备，呆小妹底气就上来了，快去给我老公也整一套来。老女人，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和神仙说话的人。男人的声音传出。有了神仙的助力，呆小妹一路如砍瓜切菜，很快就来到决赛圈。凌云墨则是全程陪跑，在这期间倒是把这个游戏的一些规则搞懂了。到了最后的决赛圈，神仙站在凌云墨面前。林哥，赏我1颗花生米吧，让你们顺利吃鸡。一局游戏在毫无危险中结束，但却是把直播间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主要是戴小妹和凌云墨时不时就要作妖，让直播间的人大呼过瘾。接下来的2个小时，凌云墨就没那么好运，有神仙助力，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赶往飞机的路上。凌云墨看了眼时间，已经快到下午2点，他们午饭还没来得及吃，他倒是不要紧，呆小妹不能饿着。起身离开沙发，来到呆小妹身后，为她按着肩膀。呆妹，注意时间。凌云墨说话非常轻，伴随着他那酥到骨子里的音调，瞬间让呆小妹全身失去力气。弹幕：我靠，林哥你又放大招，完了，我沦陷了呀！作为一个男孩子，对这声音都充满了幻想，我是不是病了？呆小妹没有转身，仰头大眼睛看向他。凌云墨一笑，底下头吻在那吹弹可破的红唇上。毫无疑问，这画面刹那间就让直播间炸锅。这次2人的亲吻没有持续多久。呆妹，饿了吧？等会吃饱了再上来玩。呆小妹脸色微红，拿起桌上的手机，伸出手来。凌云墨一笑，牵起呆小妹白如凝脂的小手，离开电脑室。剩下周淑怡和 PDD 在吃鸡房间中凌乱。出了电脑室，呆小妹拿出手机，点开豆沙直播 app， 进行着手机直播。哈喽，狗子们，爷又回来了。被凌云墨牵着，呆小妹说话还是十分克制的。滚+1。终于不玩游戏了，那游戏看得我脑壳痛。要说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各种妖魔鬼怪都有，像是有些人他们并不喜欢玩吃鸡这个游戏，
所以在直播游戏的时候不是那么活跃，直播大别墅才是他们想看的。哈呀，居然叫我滚！信不信我马上放大招？呆小妹脸上出现戏谑的表情。弹幕：呆总，我错了，求求你收了神通吧。好奇小姐姐的大招是怎样的？楼上的新来的吧，纠正你一个错误，不要叫小姐姐，要叫老女人，不然那呆货不知道是在叫她。至于大招，强行按在地上喂狗粮。对，楼上的兄弟，不要叫小姐姐，要叫老女人。呆小妹最先看到的弹幕还让她挺高兴的，但随着几条弹幕后，画风就变了。大爷的，我就说我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新人，为什么老女人这个称呼还没变？原来是你们这帮狗东西在作妖。呆小妹心中是气愤不已，看向直播间的目光简直能杀死一个人。一旁的凌云墨笑了一下，伸手给了呆小妹一个摸头杀。抬头，杀人般的目光消失，转而是一脸的委屈。老公，直播间的狗东西们欺负我。弹幕：林哥，自证清白，我们可没有欺负老女人。兄弟姐妹们，现在说话注意点，林哥是出了名的护妻狂魔。凌云墨没有去看弹幕，笑着将呆小妹揽入怀中，拍着她的后背，口中说：呆妹，他们为什么都叫你老女人？你不老。呆小妹离开凌云墨怀抱，恶狠狠的目光又是落在直播间。这帮狗东西觉得我嫁不出去，所以提前给了这样一个称呼。原因非常简单。凌云墨听完后摇摇头，从后抱住她的细腰。现在你已经结婚了，老女人这个词已经不适合了。呆小妹眼神放光，有了凌云墨的支持，趾高气扬地对着直播间喊道：狗东西们，听到没有？我老公不允许你们再这么叫了，最好给我识趣一点。弹幕：既然林哥都发话了，好的，老女人，好的，老女人，好的，老女人。呆小妹下到一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走了几步，呆小妹肚子已经咕噜噜乱叫。老公，肚肚好恐怕等不及你做饭吃了。呆小妹今早就只喝了几口稀粥，现在不饿才是怪事。我去给你找零食。凌云墨皱了一下眉头，这饿起来他可是深有体会。在这一世的小时候，凌云墨就险些被饿死。不要，不想吃零食，要不老公，我们点外卖吧。第74章，外卖小哥。外卖。凌云墨眉头皱了一下，他还从来没有吃过外卖。前世的时候，他要吃饭，秘书随时都能准备好，而这一世他也没钱吃外卖，皱着眉头舒展开，笑着说：好，就吃外卖吧。凌云墨十分宠溺戴小妹，再加上现在做饭确实也太迟了，索性就答应了下来。殊不知他这话传入直播间，引发了一阵的唏嘘。啧，身价20-30亿的富豪竟然还点外卖吃，为什么林哥家里没有厨子呢？这么有钱，请个厨子应该没有任何压力吧？楼上的，你 TM 是不是傻？你没听林哥说吗？很久都没有来过这里了，请厨子干嘛？直播间正在热闹讨论，但是呆小妹却不管这些。狗子们也要退出直播间点外卖了。话落，呆小妹直接退出直播。弹幕：卧槽，这老女人是真的飘了，以前要下播都是磨磨蹭蹭，现在光速下播啊。你要是有个这么有钱的老公，也可以这么任性。呆小妹退出直播后，随后点开美团外卖，以前她在直播迟了后也是吃的外卖，所以操作非常熟悉。老公，快过来坐，看看你想吃什么。凌云墨一笑，坐下沙发，与呆小妹一起看着手机中的美食。只是那碎裂的屏幕看起来十分别扭。花了几分钟点好外卖，凌云墨拿过呆小妹的手机：明天我们出去买点东西。呆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没有去抢凌云墨手上的手机，抱住他的手臂，头靠在他的肩上。好的老公，你也要添几件衣服了。呆小妹首先想到的却是凌云墨。要说现在凌云墨的穿着，如果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富豪。财富象征的手表没有，衣服也是非常普通。此时魔都一间餐馆中，老板看着电脑中的订单，面色十分震惊。地址：世茂蛇山庄园1号楼。身为土生土长的店老板，他深知世茂蛇山庄园是什么地方，里面住的可是腰缠万贯的主。现在居然在他店里点外卖，接下来做的菜一定不要出岔子。店老板在心中如此想着，看了眼订单，拿出冰柜中最好的食材。这些食材不说无比新鲜，但是却比平常的食材要好得多。毕竟点餐的人不简单，不得不让店老板慎重。要是在他这里吃出了问题，他是吃不了兜着走。呆小妹不知道，就因为他的一个订单，店老板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做菜。你们就放过我吧，看别墅也不差这一回，明天让你们看个够。呆小妹头枕在凌云墨腿上，看着直播间中的弹幕。在点完外卖后，呆小妹就又点开豆沙的 app 进行直播。现在直播间中清一色的叫她去看游艇，看私人影院，所以才有了刚才一幕。滚，老女人，你的话什么时候实现过？就今天去看。呆总，6个亿的别墅啊，你不好奇是什么样的吗？我们看，你也能看啊。
懒毕，鉴定完毕。呆小妹那个气啊，她懒她承认，但尼玛饭都还没吃，哪来的力气去逛？滚！你们这帮狗东西倒是吃饱了，爷还没有吃饭。弹幕：我们当然吃饱了，无时无刻不在吃狗粮。吃就知道吃，猪变的吗？我就想知道外卖小哥能不能进来。看到最后一条弹幕，呆小妹一愣。是啊，这种别墅区一般都不会让外卖小哥进来的，主要是为了业主的安全。仰起头，老公，这种别墅区外卖小哥好像不能进来吧？林云墨皱了一下眉头，他倒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毕竟他又没点过外卖，忽略了也很正常。应该能进吧？不能进，待会我开车出去取。林云墨想了一下，提出解决方案。弹幕：啧，开着近千万的车去取100多块钱的外卖，真尼玛富豪的世界搞不懂。林哥的做法就像是我6位数密码的银行卡，保护个位数的财产。哈哈，楼上的比喻牛逼。呆小妹点了一下小脑袋，要是外卖小哥不能进来，还真的只有这个方法了。低下头，目光再次落在直播间中。张明涛赠送主播10个火箭。张明涛，呆总，放心，我已经给他们通过气了，你和林先生的外卖会准时送达。刚刚看向直播间，就见张明涛赠送礼物的消息。卧槽，呆总牛逼了，这么大的面子。楼上的这 TM 是老女人的面子吗？怎么不是？现在老女人和林哥是一体。呆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又是抬起头来。老公，张总说给门卫通过气了，我们不用出去取。林云墨摸了一下他的小脑袋，笑着并没有说话。呆小妹嘻嘻一笑，低下头去和张明涛道了声谢。时间一晃过去半个小时，此时世贸蛇山庄园外，一名身穿美团服饰的外卖小哥犹豫了。他还是第一次送这里的餐，不是没有运气抢不到单，而是这里面压根就没有人点过外卖。将电瓶车停在门外，取出保温盒中的餐，看着铁质的大门，心底十分不安。只是还不等他有其他动作，门卫亭中出来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你是给1号楼送餐的吗？一段话传进外卖小哥耳中。是的。骑上你的电瓶车，我带你进去。中年男人点点头，将铁质大门打开。外卖小哥惊了，世贸蛇山庄园安保极其严格，就算是业主，但凡是生面孔都要严格核查身份。他一个外卖员就这么被轻易的放进去了，有点像是在做梦啊。骑上电瓶车，外卖小哥跟在巡逻车后面，又经过几分钟的骑行，前面的巡逻车停下，外卖小哥以为是到了，探头过去张望，只见这里又是一个铁质大门，透过铁门的间隙，依稀可以看到里面隐隐约约出现一栋别墅的轮廓。我到底 TM 是在给谁送餐啊？就这别墅，没有几亿应该拿不下来，今天回去和人谈起来，倍有面子。第75章，老女人又被无视了。正当外卖小哥看得出神，警卫塔中走出一人，正是张健。你把车停在外面吧，里面不允许汽车进去。就连张明涛的车都不敢随意进去，外卖小哥的电瓶车就更不能进去。外卖小哥如梦初醒，连忙下车将保温盒中的餐取了出来。走吧，我和你一起进去。张健可不敢让外卖小哥在里面乱闯，这要是出了问题，他的责任最大。哎，好。外卖小哥连忙点头。铁质大门打开一道缝，两人一前一后进去。行走间，张健还在不断提醒外卖小哥注意事项，这要是在平时，外卖小哥扭头就走，这么多规矩，谁 TM 能受谁来受。但是现在外卖小哥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能进这样的别墅中送餐，尼玛好尖儿传奇。不多时，两人来到别墅主楼的门口。张健示意外卖小哥去按门铃，自己则在后面整理了一下衣服，侧身站在一旁等候。别墅中，呆小妹头枕在凌云墨腿上，无聊地挽着自己秀发。马德，怎么还不来啊？饿死爷了！肚子饿的时候火气也大，呆小妹不想对凌云墨发火，自然而然把火气撒在直播间中。卧槽，老女人，你他娘的是什么眼神？又不是劳资在送餐，饿死你活该，可怜我的林哥哥了。老女人，你真尖儿不是一个合适的妻子，天天都要林哥哥来照顾你，要是老娘在，肯定不会让林哥哥饿着。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气的是咬牙切齿。马德，自从遇到凌云墨后，劳资呼气都是 TM 错的。就在他想要爆发之际，门铃却在此时响了起来。凌云墨放下从茶几上拿起的书籍，拍了拍呆小妹脑袋。来了，走吧，出去取餐。凌云墨在这一世没有朋友，现在能敲他家门的就只有外卖小哥了。外卖到了。呆小妹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瞬间从沙发上起来，随即小跑向大门。饿死劳资了，我的大餐终于到了。边跑，呆小妹边抱怨。漫步走在后面的凌云墨无奈摇摇头。呆小妹打开大门，一见果然是外卖小哥，只是还不等他有其他动作，外卖小哥就传出一声惊呼：啊，老女人！呆小妹一愣，但是后面的张健却是吓了一跳啊。之前来的路上，
他就告诉外卖小哥说话要客气，实在没想到这人上来就叫出老女人，妈的要死，别拉上我呀！正想上前把外卖小哥拉走，只听他又开口了：“呸！看我这张臭嘴，戴总，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没想到今天竟然见到你的真容了。”外卖小哥从1年前迷上看呆小妹的直播，只是这2天实在太忙，没有观看，所以根本不知道世茂蛇山庄园的主人就是呆小妹，不然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忐忑了。哟 ，TM 遇见粉丝了。呆小妹话虽这样说，但得意的眼神却落在直播间，意思非常明白，看老子火吧，随便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老女人，你嘚瑟个尖儿啊！看把你能耐的，还不是打着林哥名声招摇撞骗？老子要是有林哥那张帅逼脸，一样可以制造一个比你还红的女人。呆小妹撇撇嘴，满脸的不屑。呆妹，怎么了？走在后面的凌云墨听到声音，开口问道：“哦，没事，老公，外卖小哥是我粉丝呢。”呆小妹转头说了句：“呆总，是林哥在里面吗？”外卖小哥眼神放光，侧头往里看去。是啊，提到她老公，呆小妹脸上就掩饰不住的笑容。待凌云墨出来站在门口，外卖小哥心底那个激动啊！林哥你好，我叫王东升，很高兴见到你。王东升也就是外卖小哥，连忙上去想和凌云墨握手，这一下又把张健给吓得不轻，就是连他都不敢上前和凌云墨握手。反观凌云墨倒是没有介意，伸手和王东升握在一起。弹幕：卧槽，好今儿羡慕外卖小哥，我 TM 也想和林哥哥握手。楼上的小姐姐，你去那不叫握手，那叫吃豆腐，明白不？哈哈，就算林哥想和你握手， TM 还有一个拦路虎。握过手，王东升从裤兜中拿出手机：林哥，能和你合个影吗？这种风光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凌云墨脸上保持着微笑，点了一下头，可以。王东升赶忙走到呆小妹面前，眼神期盼地看着她：呆总，我回去就给你刷礼物，能帮我和林哥拍个照吗？呆小妹。弹幕：哈哈，老女人你又被无视了，有趣啊！现在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老女人的劲敌。哈哈，老女人，就问你这个感觉舒服不？呆小妹现在感觉事态有点严重了，实在太劲儿严重了，连男人都在向凌云墨看齐，不管现在还是在机场、游戏中，妈的他都没有一点存在感了。迷迷瞪瞪的接过手机，随手就是一拍。等王东升接过手机的时候，看到斜着的照片时，脸上出现便秘的表情。呆总，能再给我重新拍一张吗？这张实在有点。呆小妹脸色开始变得有些狠起来，一把抢过王东升手上的塑料袋：我快饿死了，下次点外卖你再送过来的时候吧。说完，不给王东升反应的时间，推着凌云墨就进了别墅。随即砰的一声，大门关闭。弹幕：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呀！这老女人醋劲一上来，连男人都不放过。哈哈，老女人，你 TM 虚了，是害怕林哥被男人抢走吗？呆小妹撇撇嘴：老子就是单纯的饿了，你们这帮狗东西在瞎说些什么？呆小妹打死都不会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出来。直播间的人说什么了？凌云墨何等人一看就知道呆小妹是言不由衷。呆小妹心中一惊，忘了她这个老公除了在爱情方面上反应迟钝外，其他事情是一个也逃不过她的眼睛。第76章真人工智能贾维斯。呆小妹强制镇定下来，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们啊，说我怕男人把你抢走，老公，你说他们搞笑不搞笑？男人我怕什么？我真的只是饿了而已，真的。呆小妹在凌云墨面前不断强调自己只是饿了，所以才将她推进家里。凌云墨微微一笑，并没有点破她的小心思，拉住呆小妹小手就往餐厅走去。一顿饭吃得很温馨，吃完之后，呆小妹不顾直播间的强烈抗议，拉着凌云墨又回到电脑室。在电脑室的时间，凌云墨先后接触吃鸡、联盟，而他的领悟力非常强，吃鸡已经没有什么压力，很快就能独立杀人。到最后，呆小妹还需要凌云墨来保护，这让他非常的不爽，所以又去玩了联盟。凌云墨在付出1-2个小时后，联盟也玩得将就。时间一晃，第2天清晨，凌云墨睁开双眼，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客厅进行签到。伴随脑中的系统提示音，凌云墨小心抽出被呆小妹抱住的手臂，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一套名贵的西服。凌云墨有些惊讶，因为这些西服全是他前世时量身定制的，每一件都能达到几十万的价格。这别墅连前世的衣服都签到过来了吗？前世虽然凌云墨没有在这里面生活多久，但是该有的还是有，像是手表、衣服都有所准备。怀着疑惑，凌云墨打开衣柜中一个抽屉，果不其然，里面摆放着各种名贵手表，全是前世他购买的，或者是别人送的。笑着摇摇头，本想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却是越过越富。就抽屉中的这些手表，市值至少5000万，这还是往少了说。
关上抽屉，从衣柜中找到一套运动服，穿上出门。林云墨和呆小妹的卧室在2楼，下了楼梯就是客厅。签到！刚刚来到客厅，林云墨停下脚步，脑中呼喊：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人工智能贾维斯。丁，宿主是否将人工智能贾维斯植入别墅？人工智能贾维斯，林云墨实在是太熟悉了。前世在他常住的家中，人工智能贾维斯就是他的管家。而这款智能需要把时间往后推迟30年才能出现，是林云墨所投资的那个黑科技集团专门为他所研发的，耗费了近5000亿资金，真正的吞金巨兽。至于人工智能的名字，是林云墨为了一个电影所取的。植入！林云墨毫不犹豫，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贾维斯的声音。片刻之后，叮，人工智能植入完毕。随着脑中的提示音结束，林云墨看向四周，完全没有改变。贾维斯开口对着面前的空气喊出一声：主人，人工智能贾维斯为您服务。伴随一道富有感情的声音在耳边荡开，一个由蓝光形成的人形影子出现。以后就叫我先生。说出这番话，林云墨像是又回到当初初得贾维斯的时候，一切都仿如梦境。是的，先生。蓝色光影弯下腰，以示尊敬。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看向贾维斯，陷入沉思。半晌，你以后除了在我面前，就不要以这种形态出现。以现在的科技，还远远创造不出像贾维斯一样的人工智能。这要是被曝光出去，恐怕几十分钟后，他这小别墅就要被上面的人包围。要知道，就算前世的林云墨在得到贾维斯后，也不敢让他的最终形态出现在人前。这一世就更不用说了，要钱没钱，要事没事。不过语音和辅助开灯关灯等一些简单的指令倒是没问题，毕竟现在这个世界也是拥有这样的技术。只不过贾维斯在语言情感方面比那些假智能要高尚一点。是的，先生。贾维斯再次弯下腰。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往门口走去。只是这次他没有识别瞳孔，离门还有几米的时候，门自动打开。林云墨对此丝毫没有意外。时间又过去2个小时，来到早上的9点。呆小妹轻吟出声，随后就见睫毛微颤，紧接着睁开那双凤目。多少点了啊？呆小妹伸了个懒腰，口中嘀咕一声：女士，现在是早上9点06分，先生已经做好稀粥。哦，呆小妹答应一声，随后好似反应过来，迷糊的大脑瞬间清醒。啊，老公有鬼啊！嗓音很大，不过别墅中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坐在楼下看书的林云墨并未听见。不过，先生，我的存在似乎吓到女士了。声音回荡在耳边，这就是贾维斯的能力。声音汇集一点，在空气中快速传播，不过距离不能太远。林云墨丢下书，快速往楼上的卧室跑去。临近卧室，门缓缓打开。呆妹看到呆小妹抱着枕头，脸上是一片煞白，林云墨就是一阵的心疼。老公，快走，这屋子里有鬼！呆小妹见到林云墨，翻身从床上起来。只是因为是早上，那个衣服吗？林云墨快步来到呆小妹身旁，一把将她抱住，拍着她后背。没事的，说话的是人工智能，不会是鬼。被林云墨抱在怀中，呆小妹砰砰乱跳的心总算是平静下来。10几分钟后，老公，你说话的人是什么？人工智能？我怎么感觉像是真人？心境完全平复下来的呆小妹想起刚才林云墨说的，有些不敢相信。主要是那个声音太 TM 像一个活人说出来的了，富有人类的感情在里面。见呆小妹终于恢复过来，林云墨松了口气的同时，脸上恢复以往的微笑。贾维斯打个招呼：女士您好，我叫贾维斯，是全球首位人工智能。贾维斯身为人工智能，入侵网络完全像是吃饭喝水那样简单。早在出现的几分钟内，他就逛遍了整个网络世界。要是问现在这个平行世界谁最聪明，毫无疑问，肯定就是贾维斯。以后要是呆小妹或者林云墨收到网暴，贾维斯顷刻间就能消除网络上的一切影响。当然，这是在林云墨授权的前提下。第77章，林云墨的秘密要被爆了。卧槽，真的是人工智能！呆小妹惊了，只凭借几句话，她就能确认贾维斯这个人工智能比手机自带的人工智障强了无数倍。林云墨笑着摸了摸呆小妹的脑袋，这小妮子性格就是这样，凡事都一惊一乍的。贾维斯，你现在在哪？我听你的声音怎么像是在耳边？心中没了恐惧，呆小妹就和贾维斯交谈起来。女士，我在这栋别墅中无处不在，声音的传播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包含空气动力学、空气振动学、介质传送学。贾维斯开始了他的科普。呆小妹原本是很讨厌听这些听都听不懂的专业知识，但是现在听的却是如痴如醉。要是小时候有这么认真，说不定长大了就是一名伟大女科学家了。好了，
穿上衣服起床吧，早饭已经做好。拍了拍呆小妹不着一缕的粉背，凌云墨满脸微笑地说：“不嘛，老公，你帮我穿。”还好贾维斯是个人工智能，没有七情六欲，不然又磨磨蹭蹭10多分钟，两人走出卧室。贾维斯，你除了能叫我起床，还有哪些功能？呆小妹被凌云墨牵着手，但眼神却四处张望，似乎是在寻找贾维斯的身影。这个，先生，不得不说，贾维斯和一个普通人完全没有两样，依旧会迟疑。凌云墨停下脚步，身旁的呆小妹一见也停在原地，两人就这么站在楼梯上。凌云墨缓缓转过身，脸上出现前所未有的严肃。呆妹，贾维斯的功能不能暴露出来，否则不仅是你我，和我们有关联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以后就不要问他这些问题了。贾维斯的全息投影技术，入侵任何网络的技能，控制一切联网产品的能力等等，这里面每一项曝光出来都会引发世界的恐慌。但小妹从来没有看到过凌云墨这般严肃的表情，在她眼里，她老公就是无所不能的。现在居然这么严肃对她说话，呆小妹不是傻子，知道情况可能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老公，我能问什么？呆小妹缩了缩脖子，都可以问，但是有些贾维斯不会告诉你。凌云墨笑了一下，牵着她的手继续往大厅走去。呆小妹松了口气，脸上又恢复以往的灵动。老公，我们吃什么？喝粥，吃馒头，牛奶。早餐结束，呆小妹坐到沙发上，在身上摸索一阵，这才想起手机还在卧室中，蹦蹦跳跳的来到厨房门口，探出一个小脑袋。老公，我回卧室拿手机了。凌云墨回头笑道：“去吧。”呆小妹返回卧室，手机就在床头柜上充电，拿起手机，顺手点开豆沙 App， 正想直播时，目光落在床单的地图上，脸色一红，将被子稍微整理一下，地图消失不见。随即呆小妹才点击开始直播。老女人，你他娘的终于开播了！9点半，快到10点，你这懒逼能起来真的是难为你了。好，今儿意外，刚刚开播，人气快速增长，很快就突破1000万大关。又等了1-2分钟，最后直播间人气稳定在2000多万。狗东西们，你们猜，今天我又发现了老公什么秘密？呆小妹对直播间的弹幕充耳不闻，自顾自地说，她相信只要这话出口，弹幕肯定立马就会转变。果不其然，老女人，不，呆总，你发现了什么？又发现了林哥的秘密，有种期待的感觉。大家快去通知其他人啊！老女人要爆出林哥的秘密。凌云墨家中即将出现秘密的消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传播开。呆小妹不知是专门为了等人多了再炫耀，还是单纯的想吊一吊众人的胃口，就是不将什么秘密说出来。这可把直播间的人急的是团团乱转。老女人，你 TM 什么时候认二郎神做主人了？快说啊，到底是什么秘密？哈哈，楼上的，你这段子不错呀，变相的说老女人是狗。老女人做人的方面不行，但是做狗完全就是信手捏来。呆小妹现在就很气，马德说她是狗，虽然有些时候确实挺狗的，但在直播间中说出来就是气啊。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发现林哥什么秘密了？我明天就坐飞机过来了。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呆总又要让我们大开眼界。大马猴赠送主播一个火箭。一时之间，豆沙各大主播都齐聚呆小妹的直播间，人气直逼4000万。周扒皮，明天啊，买机票没有？几点的飞机？呆小妹首先回答了周淑怡的问题。周淑怡，8点到魔都，你准备好迎接我吧。卧槽，8点，你 TM 杀了我吧，起不来，滚！呆小妹发出一声惊呼，心中是极其抗拒。周淑怡，机票都订了，呆总，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最终，在周淑怡的软磨硬泡中，呆小妹才接受了明天8点到达机场的现实。马德，周扒皮，土特产给我准备好，爷为了你可是要早起。弹幕，可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引狼入室？老女人是呆货实锤了，马德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明天大家早点起来啊，有好戏。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精致的眉头微微皱起。周淑怡看到呆小妹这个表情，顿时心中一慌。马德，那些发弹幕的狗东西，劳资 TM 感谢你8倍祖宗。心中十分慌张，但面色还是稳如老狗，毕竟现在还开着直播呢。不等呆小妹在她的直播间问弹幕是什么意思。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飞机。直播间顿时被礼物刷屏了，呆小妹一愣，随即就乐开了花。哎呦，周扒皮，我 TM 谢谢你的礼物。豆沙平台的抠逼排名，呆小妹要是排第一，周淑怡当仁不让，第二的位置非她莫属。现在居然在直播间刷了这么多礼物，太鸡儿神奇了。第78章人工智能曝光。周淑怡，行了，快说说你发现了林哥什么秘密？周淑怡心疼啊，但那些礼物又不得不刷。呆小妹查看了一下人气，
将近5000万。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贾维斯，你醒了吗？”弹幕：哈哈哈，老女人，你 TM 傻了吧？现在都对空气说话了。老女人，你在和鬼交流吗？疯人院主任，这个患侧的病有点严重啊。嘲讽呆小妹的弹幕才出现几条，一个声音突兀在房间中回荡开：“随时为您效劳，女士。”声音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但又不像凌云墨在说话。卧槽，什么情况？老女人，你在别墅养野男人了？老女人，林哥哥那么好的一个人，你居然还找其他男人，真劲儿不知足。周淑怡，老女人，你 TM 搞什么名堂？呆小妹现在很委屈，野男人。现在她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世界除了凌云墨，她是一个都看不上。养野男人，养尼玛呀！嗨嗨，你们这帮狗子在 TM 想什么？贾维斯是人工智能，我别墅的管家，今早我睡醒的时候还被吓了一跳。弹幕：人工智能？不会吧？怎么听怎么像人在说话？这要是真的人工智能，老子倒立洗头。可是这房间中没有其他人啊。在呆小妹说出所谓的秘密后，直播间有人半信半疑。嘿呀，你们还不信？贾维斯，证明一下你是人工智能。呆小妹现在最受不得人质疑，说什么也要让直播间的人相信。没有先生的授权，我无法证明。贾维斯的声音再次回荡开。哦，之前凌云墨已经提醒过呆小妹，有些事情贾维斯是不会告诉她，所以也没有生气。行了行了，老女人，闹剧该收一收了。老女人，你现在是越来越狗了，居然找个人来扮演人工智能寻开心。但是你 TM 能不能找个专业的人？这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机器说出来的话。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第一，这是林哥的别墅，林哥是什么人，你们应该知道，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谁能进来？第二，就算老女人想找我们寻开心，但她虽然混蛋，可不是傻子，不可能顺便找个男人回家，毕竟林哥还在家。所以我有点相信这是个人工智能。说的是在理，但是还是有点不相信有这么高级的人工智能。呆小妹看到弹幕中这些争论，气得拿起手机就朝门口走去。门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缓缓打开。贾维斯，我老公现在在哪？直播间那么多人不相信贾维斯是人工智能，呆小妹还就要让他们相信，自己说话没有信服力。凌云墨说出来没问题吧？女士，先生在私人影院中。凌云墨在洗干净厨具后，闲着无事就在别墅中转悠。主要是30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在脑海中十分模糊。私人影院在什么地方？呆小妹都懵了，她昨天才刚来这座价值6亿的别墅，然后一个下午的时间又在电脑室，根本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私人影院在哪一层？哪一个房间？女士，请跟我来。伴随声音的响起，只见身前的建筑上像是包裹了一层光幕，并且延伸出去，最后上了楼梯。全息投影的缩减版有木有？呆小妹这下是真的看懵了，这样的场面只在电影中看过，什么时候现实也能实现了？其实也是呆小妹见识不够，在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这项技术，只是要布置出来将耗费巨大的资金，而且需要 LED 灯作为辅助，不像现在家里什么都不需要，一个命令就能完成。不是完美主义者，根本不会考虑在家中这样布置。呆小妹愣住，直播间也是掀起了剧烈的讨论。卧槽，这尼玛是人工智能啊！好今儿科幻，林哥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库啊！直播间大多数还是和呆小妹一样，没见过什么世面。这样的场面出现后，顿时让大部分的人就相信了人工智能的事。呆小妹在反应了10几秒钟后回神，脚步缓缓上前，跟着光标上到3楼，光标指向一个房间。呆小妹走近一看，门是开着的。不等她进去，凌云墨就从里面出来。不过在看到呆小妹的时候，脸上没有出现意外，显然是贾维斯将下面的事告诉了她。呆妹，人工智能的事还是有些超前，你不用强行让你直播间的人相信。凌云墨笑着走向她，边走口中边说。走到呆小妹面前，看了眼她直播间中的弹幕。牛逼，我现在相信人工智能的事了，这样牛逼的技术，加上林哥的话，不相信都难。林哥牛逼，破音！林哥到底是什么神仙啊？这种人工智能要是拿出来，造福全人类啊！老公，贾维斯刚才的能力酷毙了，我还只在电影中看到过。呆小妹现在非常兴奋，科技感的装修加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感觉就像是生活在未来世界。凌云墨笑笑，能被他看到的只是贾维斯的冰山一角。你先慢慢看吧，我随便走走，很久没来这里，记忆有些模糊。这话让呆小妹是直翻白眼，价值6个亿的豪宅不住，非要居住山顶的木屋。凌云墨走了，呆小妹这时将不屑的目光落在直播间。看吧，都说了贾维斯是人工智能，你们还不相信，非要我老公说的话才肯相信。弹幕：老女人，你骗我们的事还算少吗？这么高级的人工智能，我想问问世界上还有没有？老女人，
人工智能贾维斯除了指引路外，还有哪些能力？直播间中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呆小妹都不知道该回答谁。此时京城小米总部，雷总，你快看，有人研制了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说话的这人拿着手机，里面播放的正是呆小妹刚才直播的视频。第79章，林云墨是万亿富豪。这人叫李海峰，是小米人工智能研发的总工程师，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极其痴迷。一旦开始工作，可以保持1天1夜不吃饭，还精神十足。海峰啊，现在的人工智能只是伪智能，就算是比我们现在研发的强大，也强大不到哪里去。雷军摇着头接过李海峰递过来的手机。不，雷总，这款人工智能不一样。李海峰十分激动，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不一样？雷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低下头看向手机屏幕。视频是暂停的，还没有播放。雷军手指点击屏幕，视频开始播放。呆小妹那张绝美的脸出现在视频当中。呆小妹看到这张脸的瞬间，雷军心中一惊，惊的倒不是呆小妹本人，而是他的男人林云墨。视频不长，也就1分多钟。胡磊军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条视频中暴露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海峰，如果按照现在的进度，需要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才能达到现在的样子？磊军将手机重新递到李海峰面前。不知道，可能需要很久很久，因为视频中的人工智能它有独立的意识，这是我们现在无法攻克的。磊军在听完话后点了点头。海峰，现在我会全力支持你，我相信未来是掌握在真智能时代的手中。如同磊军这番话在各大网络集团中出现，林云墨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真智能时代即将拉开帷幕。贾维斯除了指路外还能干嘛？呆小妹看着直播间的这条弹幕，顿时眼前一亮，不知想到了什么。贾维斯，你会打游戏吗？呆小妹问出很想知道的问题。此时正在看直播的各界大佬额头上纷纷冒出了黑线。人工智能这么高端的科技，竟然只想用来打游戏，脑子被驴踢了吧？弹幕，哈哈，这话从老女人这呆货口中说出来，我 TM 是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贾维斯已经哭晕在厕所。嗨嗨，虽然老女人这话问得很白痴，但是我也很想知道人工智能能不能玩游戏。没有先生授权，我不会入侵网络改变任何数据。贾维斯会玩游戏吗？用屁股想也知道可以，像是联盟，他甚至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号打排位，保证1天内从青铜打上王者。呆小妹在听到这话后，眼神变得激动了。不让贾维斯入侵网络，是不是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玩的？你技术高吗？呆小妹看向空荡荡的走廊，眼神中的神采让人唏嘘。女士，我没有先生的授权，不会入侵网络。贾维斯再次重复刚才的一段话。弹幕，老女人，你他娘的是有多烦人，连人工智能都有点无奈的感觉了。贾维斯，你这老女人怎么回事？都告诉你不行了，还一直问，问个屁啊！这个回答呆小妹很不满意，轻哼出声。哼，今晚就和老公吹吹枕边风，我还不相信了，就要你带我上分。贾维斯低头看了眼弹幕，现在大部分人已经相信贾维斯就是人工智能。接下来的时间，呆小妹就在别墅中闲逛起来。一晃过去半个小时，3楼已经没什么可逛的。狗东西们，够了吧，老子腿都酸了。呆小妹举着手机靠在走廊的玻璃围栏上。弹幕，不够不够，妈的真今儿过瘾，就一个影院的面积都抵得上劳资一个家的大小了，奢侈，好 TM 奢侈。呆总，3层看完了，还有2楼，快带我们去看看。看着弹幕中的要求，呆小妹非常无语，合着举着手机到处跑的人不是你们？滚，看个锤子，老子要先回去休息，看我的卧室吧。呆小妹和林云墨的卧室，由于昨天才搬过来，里面并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呆小妹非常大胆地说出直播卧室的话：切，就你那狗窝有什么看的？老子要去看游艇。对，老女人，万人血书去看游艇。好想知道林哥家里还有什么宝贝没有。弹幕是一条接着一条，但是呆小妹还是找到一条她感兴趣的弹幕。想看我老公家还有什么宝贝？自言自语嘀咕一声，随即，贾维斯，你在吗？直播间的人不知道呆小妹又叫贾维斯干什么，问号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刷新出来。女士，很乐意为您服务。贾维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只要还在别墅中，叫一声随时都可以出现。嗨嗨，呆小妹清了清嗓子，贾维斯，我问你，我老公有没有藏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在家？这话问出，直播间的弹幕先是停顿了一下，但马上黑压压的就铺天盖地袭来。哈哈哈，老女人666，呆总，你总算是做了一件人做的事。老女人，你真 TM 长大了呀，这么刁钻的问题都问得出来。呆总，你好今儿机智。呆小妹还是第一次看到直播间全是夸她的弹幕，
顿时自信心爆棚，指着直播间说道：“全豆沙也就劳资最宠粉，关注礼物走一波呀！”弹幕：先生家中有一样东西非常值钱，价值5000亿美金。贾维斯的声音传播开，凡是听到这番话的人，不管是呆小妹，还是直播间的各界大佬，都张大了嘴巴，满脸的震惊。5000亿还美金，这万亿资产啊！弹幕：林哥牛逼！本以为林哥只有20-30亿的身家，没想到是个手握万亿资产的男人。楼上的，你 TM 第一天认识林哥吗？还本以为老子早就知道林哥绝对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很好奇这件价值千金的东西是什么。老女人 TM 别发愣了，快问问贾维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呆小妹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去看弹幕了，游子处在震惊当中。毕竟直播间的人最多就是知道凌云墨很有钱，但他不一样，凌云墨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凌云墨的，也就是说他的身价也能在瞬间提升到万亿级别的。好尖儿魔幻。第80章贾维斯的战斗力。贾维斯，那东西是什么？在哪里？呆小妹反应过来，带着颤音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贾维斯平淡的声音回荡开。弹幕：卧槽，这人工智能逆天了，居然还几把会成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尼玛说的该不会就是他自己吧？有这个可能，毕竟人工智能的研发不是那么容易的。直播间闹得热闹，但是正在看直播的大佬们都在心惊，他们个个都是人精，知道贾维斯说的可能就是自己。仅仅研发它就消耗了5000亿美金，换算成人民币3万多亿。就是现在名头正盛的阿里，市值也才不过3万多亿人民币，而且这还是市值，市值会因为多方面的变化蒸发，非常的虚。呆小妹眼神变得有些迟疑，说：“这5000亿美金不会就是你吧？”“是的，女士，我是先生花费5000亿美金而造就的。”贾维斯话音落下，正在看直播的各界大佬纷纷叹口气。5000亿美金啊，除了上面人控制的集团，他们这些民间集团是一个也拿不出来的。就算是狠心拿出来，集团顷刻间就要面临破产。不过这是在1个月后就能得到完美的解决，几家大型网络集团联合成立了一个项目，研发人工智能。只是他们把人工智能想象的过于简单，当初黑科技集团研发贾维斯时，时间是在30年后，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不像现在还是处于启蒙阶段，所以才能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能侥幸创造出一个人工智能，不说能力有没有贾维斯强大，耗费的资金就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或许虚心前来请教凌云墨，情况还能好点。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呆小妹听后先是震惊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对此倒是没有意外。毕竟凌云墨都要谨慎对待的东西，就算贾维斯说他值1万亿美金，他都不会意外。脸色恢复正常，马上本性就暴露了出来。贾维斯，你是不是傻？也不是问你值多少，我的意思是，除了你，我老公还藏了什么宝贝没有？看到呆小妹这么快的就反应过来，直播间所有人都懵逼了。换位思考，要是你知道自己家有这么值钱的宝贝，你会有什么行为？大笑、干吼、兴奋，但是这些表情都没有出现在呆小妹脸上，除了最开始的震惊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正常，太尖儿不正常了。弹幕：老女人，你有问题。呆总，你是不是从林哥那里知道了什么？老女人，限你3秒钟交代事实真相。直播间人均福尔摩斯很快就猜到问题所在，而那些正在观看呆小妹直播的大佬们，眼神一刻也不敢离开屏幕。他们自然也看出了呆小妹表情有问题，这要是从她嘴巴里挖出点什么，对他们的帮助会极大，就算是一丢丢也能受益匪浅。呆小妹看到弹幕一愣，随即连忙捂住嘴巴，拼命摇头。看到她这个表情，大佬们都知道猜想已经坐实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旁敲侧击。小王，你去雇一批水军，去呆小妹直播间刺激她说出这些东西。呆小妹受不得质疑，刺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这个就是凌云墨最大的弱点。话音刚落，不等旁边的王姓秘书出去打电话摇人，这名大佬手中的平板忽然一闪，鲜艳的红色随即覆盖整个屏幕，紧接着一行深黑色的字体缓缓浮现：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刚才的决定，别玩火，小心引火烧身。大佬惊了，监听，赤果果的监听。你是谁？大佬猛地站起，凳子弹飞出去一小段距离，眼睛瞪得老大，看着平板中的字体。凌云墨先生，已经处理好了。正在别墅中闲逛的凌云墨听后点了一下头。贾维斯的能力非常可怕，监听全世界的通讯完全没有问题，就算不在通话中，他也能通过手机听筒插上电脑手机的耳机，以及利用摄像头分辨唇语，从而知道一些信息。他们若是一意孤行，就让他们消失吧。说出这番话，脸上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好似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话。
别看凌云墨在平时和蔼可亲，每次都是一脸笑容的出现在直播镜头，但是他可不是一个心软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前世成为世界级的资本大鳄。他发起狠来，比任何人都要恐怖。是的，先生。贾维斯能单挑一个上千万亿美金的集团吗？毫无疑问，肯定可以。商战打的不是人多，可以这么说，贾维斯要想真正搞垮一家上市公司，最多10分钟多1秒都不可能。当然，现金流可能还会多支撑一会，而且灭掉这些公司，还没人能查出一点证据。不过先生，女士刚刚问家里除了我，还有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听到戴小妹，凌云墨淡然的脸上才出现笑容。你告诉他了？凌云墨家里值钱的宝贝多吗？那是肯定的。告诉了，现在正往卧室中去。凌云墨哑然失笑，告诉就告诉吧。狗东西们，爷刚才说来卧室，你们还几把不愿意，现在求我了。呆小妹走在下楼的楼梯上，十分嚣张的话语响起。弹幕：阿优，老女人，劳资 TM 给你道歉。不知道卧室中有什么，好今儿期待。林哥出品，必属精品。深海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智华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易格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就在戴小妹说完这番话，不出3、4秒，直播间无数礼物开始轮番出现，数量之大让人目瞪口呆。豆沙总部，程少杰刚听下面的人汇报，豆沙平台的交易量在短时间暴涨，还不等他去核实，就在戴小妹直播间看到这样的场面，顿时心中了然，这巨大的交易量就是戴小妹带来的。深海集团、智华集团，这些都是市值1000亿美金的大集团啊，不知道他们刷这么大额的礼物是为了什么。第81章，直播间人气破1亿。不过不管这些大佬们想干嘛，只要给他送钱，程少杰就喜欢。他已经打定主意，戴小妹这尊大佛一定要好生对待。要知道，就目前戴小妹的直播间，每天收到的礼物最少都是5、60万，多的时候甚至能达到5、600万。这些可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就算需要分成，他程少杰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可以这么说，现在全豆沙的礼物流水，戴小妹能独占1/3。这样的财神爷，程少杰就拆烧香供起来。楼梯上，戴小妹看到这些礼物赠送的消息，十分吃惊。要是普通人还好，但现在这些可是集团赠送的。直播间的礼物特效足足持续了几分钟，最后才全部消失。之后就看到10几条彩色的弹幕：沙恒集团，戴总，恕我眼拙，对不起。智华集团，戴总，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对不住了。深海集团，看着一连串的道歉信息，戴小妹都懵了，这尼玛什么情况？要是1、2个还几把说得过去，可能是脑子抽了，但是现在却是10几个呀，他们不可能脑袋在同一时间抽了吧？直至道歉弹幕消失，呆小妹依旧没反应过来，根本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弹幕：嗨嗨，现在最能说得过去的答案就是林哥在背后做了什么。楼上的福尔摩斯啊，那到底是做了什么？这个就要问老女人了，老子哪里知道。这一次直播间的福尔摩斯们就猜不出到底什么情况了。这也正常，谁也不会想到贾维斯时刻在监听全世界的信息，只要有关凌云墨和呆小妹的，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他知道。老公在背后做了什么？呆小妹看到这条弹幕，眼中出现若有所思的神色，但她也学聪明了，之前就因为表情的原因，导致心中的一些秘密暴露了出去。思考的神色在眼中停留了片刻就消失，随即脸上就出现狂喜的表情。能不高兴吗？他是个财迷，这么多礼物，要不是这段时间和凌云墨混在一起，搁以前怕是能幸福的晕过去。感谢各位老板给的礼物，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刷，但还是感谢你们。戴小妹这次说话口中没有带脏，毕竟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戴总客气了，是我们糊涂了，戴总不介意就好。戴总，替我向林先生问声好。呆小妹话音落下，直播间就出现那些集团大佬的弹幕：替我向林先生问声好。果然啊，就是林哥在背后操作，有点想知道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楼上的，得了吧，就你这身份。见到这一幕，呆小妹不仅没有松口气，反而有些不安起来。贾维斯，问问老公是什么意见？是的，女士。贾维斯的声音传出后，没等几秒，女士，先生让你收下就行了，其余的事情晚上告诉你。各集团大佬们听到这里，长长呼出一口气。弹幕：林哥这是嫌弃我们了呀？林哥哥，人家好伤心。嘤。楼上的嘤，怪给我滚！白收这么多礼物，呆小妹走路走带风，很快就来到卧室内，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西服。呆小妹上手摸了一下，顿时知道这是上好的面料。我擦，我老公什么时候买这么多衣服了？亏我还想着今天下午去商场给他买几件呢。放下手，呆小妹有些埋怨凌云墨，毕竟昨天呆小妹提到给他买衣服，但他没有说明。
其实乃是凌云墨不告诉他，就是他也是今早上才发现，迁到的这栋别墅将前世购买的东西也迁到过来了。弹幕：靠，全是定制的衣服，每件少说几十万，切，就几十万而已，我林哥不配穿吗？有了5000亿的刺激，现在几十万的东西已经不能入直播间众人的眼了。要放他们刚刚认识凌云墨的时候，能看到这些衣服，说不定就要狂刷弹幕了。现在更多的也只是调侃。呆小妹却不一样，衣柜中的衣服每一件都拿出来打量一番，小脑袋中想象凌云墨穿起来的样子。结果她发现，不管什么衣服，凌云墨穿起来都非常的帅。嘿嘿，老子找的男人就是不一样，穿什么都好看。见呆小妹拿起一件衣服就傻笑，直播间顿时发起一条又一条的嘲讽弹幕。老女人，你傻了吧唧的杵在原地干嘛？笑个尖儿啊！快给老子打开旁边的抽屉，看看有什么。老女人已经疯了，拉走吧。等呆小妹回神，看到这几条弹幕，精致的额头上出现几条黑线。老子套你们的猴子！我在想这些衣服穿在老公身上是什么样的，结果发现都好尖儿帅。666，老女人，快将衣服拿起来，我也想想林哥哥穿起来是什么样的。楼上的姐妹，劝你不要有这个危险的想法，我刚才试过了，口水流了一地。弹幕恢复正常，呆小妹满意的点点头，随即眼珠又是一转，不知想到了什么。嗨嗨，狗东西们，礼物给老子走起来，人气突破1亿，爷就算是上吊威胁，也要让我老公穿上这些衣服给你们看看。呆小妹很无情的就将凌云墨给卖了。要说现在呆小妹直播间的人气，在那10几个集团大佬的火箭冲刷下，已经来到9000多万，创造了豆沙一个全新的纪录。这可把其他主播羡慕的不要不要的，纷纷在心中幻想，要是自己有这么高的人气该多好。上吊威胁，老女人，你胆子有点大啊！老女人，告诉你一个好方法，晚上卖力点，什么事情都好解决。哈哈，楼上的兄弟，你车速有点超了。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100个火箭，林哥哥正牌女友赠送主播50个火箭，张浩浩赠送主播10个火箭。伴随着礼物炸响在直播间，原本已经停下的人气再次飙升，9800万，9900万。终于在1分钟后，呆小妹直播间的人气突破1亿大关。第82章，唯一的一款女士手表，人气才刚刚到达1亿，豆沙全体主播的直播间就出现了一个特效，并且附带鲜红的字体。恭喜呆小妹直播间人气突破1亿，作为豆沙第一个人气达到1亿的主播，我司决定赠送呆小妹5%豆沙原始股份。原本的豆沙平台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这是刚刚程少杰做出的决定。赠送股份有2个考虑，一是绑住呆小妹，以防她跳槽；第二则是借用凌云墨的名头，呆小妹持有豆沙股份，变相的就是豆沙的老板，而呆小妹的就是凌云墨的。虽然凌云墨可能看不上豆沙这点蝇头小利，但呆小妹看得上啊。此时呆小妹直播间，周淑怡，卧槽，老女人，你 TM 瞬间飞升做我老板了。大马猴，恭喜呆总。PDD， 呆总起飞了。豆沙全体主播纷纷来道喜，有些中上的主播甚至在开始讨好起呆小妹。5%的股份能值多少钱？刚才的特效也出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她自然也看到了。现在她不关心是不是豆沙老板的事，她关心的是这5%股份能值多少钱。程少杰，股份不多，但是每年分红也有近1亿人民币。呆总牛逼，年入1亿，老女人贼尖羡慕你。呆小妹这会非常激动，年入1亿啊，这在以前做梦都要笑醒。等脸上的激动褪去，目光看向直播间，首先谢谢程总的好意，但是我现在在魔都，而且不能离开我老公这个管理豆沙的事。呆小妹不可能为了一棵小草就放弃整片森林，要她离开凌云墨去豆沙总部工作。别说5%股份了，就算是将豆沙送给她，她呆小妹也不会接受。程少杰，呆总误会了，你不需要来豆沙总部，只管直播就行。听呆小妹的意思是要答应，程少杰心中一喜，不怕呆小妹接受，就怕她拒绝。那还行，就先谢谢程总了。呆小妹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答应了接受股份。周淑怡，卧槽，股份交易原来这么简单吗？ PDD， 周姐，以后说话可要对呆总客气点啊，哈哈哈。大马猴，没错，小心不给你推荐位了。呆小妹看到大主播在调侃周淑怡，顿时恼羞成怒。周淑怡可是她的好闺蜜啊，这样说完全不行。周扒皮，快叫爸爸，以后也就罩着你了。周淑怡，滚，去死！两人在直播间对线几分钟，一些正在打排位的大主播早已离开。看了眼弹幕，呆小妹结束了和周淑怡的打骂。感谢各位狐狸精的鼎力相助。要说刚才刷礼物的人，其中女士占据多数，为的就是看凌云墨打扮起来的样子。林哥哥小娇妻，老女人，废话别说那么多，答应我们的承诺，别几把又忘了。
林哥哥正牌女友有些小期待了呢。呆小妹翻了个白眼，安啦安啦，一定让你们看到。自顾自挑选了一套她觉得非常好看的西服放在床上，打算待会就让凌云墨穿这套衣服出去。衣服的事情解决，呆小妹又找了床头柜，里面的东西不多，虽然价格也是十分昂贵，但已经入不了直播间众人的法眼。转悠一圈回到原点，随手打开衣柜中的一个柜子，目光往里面望去，呆小妹当时就发出一声惊呼：卧槽，宝贝原来在这里啊！呆小妹的话让直播间众人是心痒难耐。宝贝会是什么宝贝？老女人，你他娘的别光自己看啊，让我们也看看。呆总，我对你的眼光表示怀疑。没错，老女人快让我们看看，让我来帮你鉴定一下。呆小妹受不得质疑，不光大佬们知道，直播间的人也门清。果然，呆小妹在看到弹幕后不屑地撇撇嘴，你们意思是说老子眼光差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穷玩车富玩表。没错，呆小妹打开的这个抽屉正是凌云墨装手表的抽屉。虽然呆小妹不认识抽屉中的手表都是些什么牌子，但是丝毫不影响她对这些手表的判断。先不说抽屉中手表的好看程度，就说凌云墨的身份，能被她放在家里的，用屁股想也知道不会差。弹幕，手表，这可是个高级货呀！老女人，说说是什么手表？平时没见林哥戴手表，本以为是没有，原来是深藏不露啊！咦，这是女士手表。就在呆小妹目光再次落在抽屉中的时候，一块精致小巧，表身上镶嵌着白金钻石的手表出现在眼中，只一眼，呆小妹就喜欢上了，完全移不开目光。就在她目光灼灼盯着抽屉中的那块女士手表的时候，凌云墨已经逛完这栋别墅，来到了卧室门口。等凌云墨来到她的身边，呆小妹眼神依旧没有移动分毫，可见她是有多么喜欢哪块手表。凌云墨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微微一笑，伸手过去，一只手突兀出现在视线内，呆小妹顿时吓了一跳，回过头见是凌云墨，放下心来。老公，你真是吓死我了！转身就抱住凌云墨腰杆，呆小妹嘟起嘴巴。弹幕，卧槽，老子承认是新来的，老女人这表情是真的吗？楼上的，嘿嘿，习惯就好。新来的兄弟，从你进了这个直播间就是错误的开始，等老女人放大招的时候，你就要喊遭不住。凌云墨用左手拍了拍呆小妹的后背，右手则拿出抽屉中唯一一款女士手表，笑说喜欢就拿出来戴。随着凌云墨的手从抽屉中抽出来，直播间的人终于看到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手表。卧槽，好尖儿漂亮！手表里面有颗白金钻石啊，看样子至少有15克拉。我只想知道这是什么手表，好想给我女神购买一块，有兄弟出来打醒我吗？理查德米尔女士系列 RM2601，不贵，售价将近2000万，镶嵌了一颗18克拉的白金钻石。楼上的兄弟，科普出来了，赶快卖血给你女神购买吧。第83章，凌云墨要换衣服进行直播，2000万！呆小妹惊了，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见到价值2000万的手表。但是转念一想，眼神从精致的手表上移开，与凌云墨对视起来。老公，这手表是原先买来准备送给谁的？弹幕，哈哈哈，醋坛子又 TM 打翻了。老女人，林哥以前有旧爱，根本就不是钢铁直男。原本以为林哥是钢筋，没想到原来是海王。哈哈，真 TM 应验了那句话，真正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出现。这些弹幕落在呆小妹眼中，让她有些心慌，好像是别人送的。凌云墨前世的时候收到的礼物实在太多，这块手表还真的没什么印象。呆小妹白他一眼，神 TM 又是朋友，要是有这样的朋友，请给我也来一打。不等呆小妹再问出什么，凌云墨牵起她白皙的小手，咔，伴随一声清脆的响声，价值近2000万的手表戴在呆小妹手上，挺好看的。凌云墨满意的点点头，这手表就像是为呆小妹量身定做的一样，表带的大小刚刚合适。低头一看，呆小妹眼神放光，太尖儿漂亮了，简直漂亮的不像话。很显然，此刻的她已经将凌云墨是不是海王的事情抛之脑后。狗子们，你们看，漂亮不？近2000万的手表，要是不拿出来炫耀一番，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弹幕，表是块好表，但人是不是正经人就不知道了。老女人，别急把糟蹋了这块好表啊！神来之笔，呆总，戴在你手上简直是绝配啊！有时间来我直播间查查房吗？在众多弹幕中，一条夸赞的弹幕尤为刺眼，呆小妹很轻易的就看到。啧啧，这位名叫神来之笔的大兄弟，要我说，还是你最有眼光，不像直播间的其他狗东西，眼睛都长屁股上了。自从遇到凌云墨开始，呆小妹直播间的画风就完全变了。夸赞她的话是千年难得遇见一个，虽然这夸赞带有目的性，但是呆小妹还是点开神来之笔的直播间。嗨嗨，狗东西们，冲啊！
给这位名叫神来之笔的大兄弟点点关注，送送礼物。呆小妹现在直播间的人气是恐怖的，在她的号召下，大魔王大军浩浩荡荡的降临神来之笔的直播间。大魔王大军前来报道，大魔王大军降临，主播出来接客了。大魔王大军强势出击，一时间神来之笔的直播间充斥着大量这样的弹幕，人气快速飙升。殊不知呆小妹此番举动，今后在豆沙平台上引发一个热潮，只要去呆小妹直播间背着良心说一番夸赞她的话，直播间的人气就会迎来一次暴涨。当然这是后话。凌云墨在一旁笑着摇了摇头，目光看向床上的衣服。呆妹，你这是？呆小妹眼神从手机屏幕上移开，见凌云墨看的是床上的西服，顿时想起一个事情，随即一把抱住凌云墨手臂。老公，对不起，直播间的狗东西们威胁我，要是你下午不穿这套衣服，他们就取关，所以我就拿出来了。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委屈，好似真的受到了威胁一样。弹幕：卧槽，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老女人，你 TM 是真的狗啊？在做狗的方面，你老女人简直是天下无敌。呆小妹瞥见这些弹幕，稍稍把手机往下压了压，绝对不能让凌云墨看到，不然是她想看的小九九就要暴露了。正在她感觉这一步走得非常正确的时候，脑袋上忽然感觉一疼，哎呦，忍不住叫出一声，用没有拿手机的那只手捂上头顶，同时抬起小脑袋。老公，你又敲人家脑瓜。呆小妹现在已经是练出来了，都不需要前戏，委屈的表情转瞬就能出现。凌云墨笑着揉了一下她的脑袋，边揉边说道，是你想看吧，拿着你的手机出去吧，我换好了你再进来。心中的小九九被点破，呆小妹脸上的委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公，手表呢？戴哪一块？呆小妹顺手将直播间的镜头落在抽屉中，这一下直播间的人才见识到什么是豪横。百达翡丽、朗歌、江诗丹顿，全球所有高奢品牌的手表都能在这个抽屉中看到。弹幕：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林哥哥，我心中永远的男神。弱弱的问一句，这些手表都很贵吗？山里人没见过世面，一个也认不出来。楼上的，这么和你说吧，就抽屉中的手表最少1个亿。卧槽！凌云墨转身看了眼抽屉，随手拿起一块机械手表，就这块吧。呆小妹赶忙将直播镜头给到那块手表上，她懂轻奢型的手表，但是高奢手表她就不是那么了解了。百达翡丽 5002P 每年只卖2块，售价1760个 W。如今呆小妹直播间的懂王们日益剧增，他们是见惯了稀奇古怪的东西，才1700多万啊，嘻嘻，还是没有我的贵。呆小妹在心中窃喜，又将直播镜头落在自己手上戴的手表上。弹幕：老女人，你还是做个人吧，看你这得意的模样，老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想咬东西。凌云墨听到呆小妹的自言自语，笑着回头伸手过去。呆小妹一见，以为凌云墨又是要敲她脑袋，顿时双手抱头。这把凌云墨逗的是一愣，随即笑出了声。哎呀，这该死的熟练度看得真劲儿解气。老女人，你 TM 抱什么头啊？去和林哥硬刚啊？我认识的老女人什么时候会害怕了？见凌云墨的手已经收回，呆小妹嘻嘻一笑。行了，呆妹，出去吧，我换衣服了。凌云墨拿起床上的衣服，回头说了一句：不嘛，老公，我想看你换衣服。呆小妹拼命摇着脑瓜，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弹幕：666，就是这样，老女人我们支持你。这一波操作，我直呼666啊！老女人，老娘马上给你刷礼物，别几把又虚了。第84章，秀恩爱又翻车了。呆小妹一见弹幕，有些无语。喂，狗东西们，还有狐狸精们，你们是不是在想屁吃？劳资是要关直播间的。老女人，你啥意思？狗啊，真是条货真价实的狗。呆小妹撇撇嘴，她的老公还能给别人看不成？不顾现在1亿多的人气，呆小妹任性的关闭直播间。当直播间陷入一片黑暗的时候，弹幕依旧没有停止。大家伙都散了吧？散什么散？林哥换衣服又用不了多长时间。楼上的，一看你就不是经常混在这个直播间。什么意思啊？哈哈，1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1个半小时后，呆小妹在凌云墨的搀扶下下楼，脸上的潮红或许能代表些什么。而此时的凌云墨穿着一身名贵的西服，气质陡然之间飙升无数倍，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下了楼，将呆小妹扶到沙发上坐下。呆妹，我去给你倒杯水。凌云墨很无奈，刚才他都表示现在时间马上到中午了，呆小妹却依旧不放过他。谢谢老公。呆小妹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等凌云墨走开，呆小妹摸出手机，照了照现在的状态，还行，可以开直播。
现在呆小妹除了脸色还有些没褪去的红晕外，看不出来什么。点开豆沙 app， 没有去看直播间现在还有没有人气，直接开播。弹幕：哪位大兄弟说的1个小时来看老女人有没有开播？这都1个半小时过去了。楼上的，你怕是不知道林哥哥的战斗力。弹幕刚刚刷新到这里，直播间一闪，漆黑的屏幕中忽然有了画面。老女人，你终于上线了呀！咦，啧啧，你这脸色。老女人，全豆沙说到敬业，你绝对能排上号。刚刚完事就开直播。老女人，老娘是真今儿羡慕你。呆小妹直接无视这些弹幕，将直播镜头调整到后置摄像头上，不让自己的脸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查看了一下现在的人气，经过1个半小时的空白期，人气下降到4000多万。老子的直播间就是不一样啊，这么久不直播还有这么高的人气。呆小妹的声音落在直播间，顿时引起严重的不满。老女人，你是自豪的很啊，滚，自己跑去享乐了，留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干看着。老女人，我林哥哥现在在哪里呢？衣服换好没有？对啊，林哥哥呢？见弹幕有意往林云墨身上跑，呆小妹趁火浇油，转移话题说，在那呢，帅的爆炸，狐狸精们，你们可要做好准备。说罢，将直播镜头落在一旁的林云墨身上。此时的林云墨正端着水杯往他这边走来，直播间众人能清晰看到他的脸，帅气逼人。目前只有这个词才能形容现在林云墨的样子。弹幕：完了完了，老娘口水流出来了。哈哈，今晚的幻想对象有了，什么明星，什么单身，一边去。楼上的小姐姐，幻想对象是什么意思？看着众人对林云墨的夸赞，呆小妹非常满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就是她老公，她呆小妹的老公，自豪感油然而发啊。周淑怡赠送主播1个火箭。周淑怡，卧槽，林哥穿上正装后这么帅的吗？是怎么看上你的，老女人？周淑怡简直就是气死人不偿命，呆小妹心中那个气啊！周扒皮，你给老子住嘴，老子长得不美吗？貌若天仙，和老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弹幕：哈呸，一口浓痰吐你一脸。老女人，说这话不鸡巴恶心人吗？周淑怡，看到你直播间的弹幕了吗？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先别说老女人了，周姐，明天就要见到林哥了，现在又看到穿正装的样子，心里是不是贼劲儿激动？这条弹幕让周淑怡心中一慌，现在的呆小妹可是看着直播间呢，这要是回答的不对，可是要糟的。我激动的锤子，老子是专门去看我的好闺蜜老女人的。一起拉走吧，一起拔了氧气管吧，一起葬了吧。就在直播间闹得热闹，林云墨已经端着一杯温水走到呆小妹面前。又开了直播吗？呆小妹一笑，对啊，老公，他们都夸你帅呢，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呆小妹恬不知耻地说出这段话。弹幕：周淑怡。林云墨笑着揉了一下她的脑袋，将水递到面前。喝完水，呆小妹就躺在林云墨腿上，这一幕是让直播间的小姐们直呼羡慕。转眼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半，呆小妹已经从大战中的后遗症恢复过来。走吧，老公。呆小妹举着手机从楼上下来，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化了妆的她更加迷人，一颦一笑间都能使人着迷。但这里面绝对不包括林云墨，倒不是说林云墨不喜欢她，而是前世的林云墨见过太多倾国倾城的美女。林云墨刚刚起身，呆小妹就跑到他的身旁，随即一把抱住手臂，仰起头：老公，我美吗？林云墨随意扫了一眼，还凑合。呆小妹一愣，但马上就露出小虎牙：老公，你敢不敢再说一遍？脸上的妆可是呆小妹化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的，刚才她还在楼上放出豪言，一定要把林云墨迷得神魂颠倒，但是绝对没想过会是这么个结果，太今儿气人了吧。林云墨一愣，低头看向呆小妹的脸，心中思索刚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毛病啊。见林云墨只是看着自己始终不说话，倒是把呆小妹整得没脾气了，这尼玛到底还是钢筋直男啊。呆小妹现在很气，可直播间却是乐开了花。哈哈，老女人，我就静静的看着你秀，你倒是继续秀啊。哦豁，又几把翻车了。老女人，求求你学聪明点吧，你不能问林哥问题的呀。第85章，全场焦点而已。魔都国金中心，这里是魔都国际高端品牌入驻数量最多的商场。一辆库里南缓缓驶入商场内的地下停车场，顿时引来无数人驻足观望。没错，这辆库里南正是林云墨的座驾。车内，老公，这里面的东西都好贵好贵的，我们真的要在里面买东西吗？呆小妹不可能不知道国金中心，以前她来过这里，外面卖1000块的东西，这里面起码要卖1500，这让身为抠逼的呆小妹就非常难受。林云墨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了她一眼。弹幕：老女人啊，
看你这抠抠搜搜的样子，不说林哥手里的20亿，尼玛，你这几天的打赏收入起码也有几百万了吧？还几把在意这里的东西贵不贵？老女人，求你收了神通吧！林哥碰到你，怕不是倒了8辈子血霉。呆小妹才刚刚回头看手机，就见直播间的人疯狂嘲讽她，以她这小暴脾气能忍？你们懂个锤子！老子这叫勤俭节约，马的不是你们的钱，你们当然不会心疼了。听着呆小妹说出的这些虎狼之词，凌云墨忍不住摇了一下头，专心开着车。他倒是不怕撞上，就怕自己一个急刹车，把后面的兄弟吓出心脏病。国金中心的地下车库中有工作人员专门指挥外来车辆的停放。当一个工作人员骂骂咧咧指挥好一辆现代车停上车位后，忽然瞥见凌云墨驾驶的库里南，马上笑容就出现在脸上，快步向这边走来。凌云墨看了看周围，这里已经没了车位。待工作人员走近，凌云墨落下车窗：“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国金中心，前面有一个车位，我带你过去。”工作人员说这话的时候，那现代车主刚刚从车上下来，在听到此番话，登时心中的火气就上来了。这尼玛明显是区别对待啊！正想过去理论一番，但是看到工作人员面前的是什么车后，现代车主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幕却是被呆小妹的全程直播下来，顿时引来直播间的哈哈大笑。跟在工作人员的后面，凌云墨很快就将车停好。等他和呆小妹下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依旧没有离开。先生，上商场的电梯在那边，要想吃饭在4楼，娱乐项目在3楼。工作人员也不管凌云墨有没有来过这里，开始一通介绍。谢谢，不用介绍了，我来过这里。凌云墨笑着打断工作人员的话，这要是任凭他在这里说下去，商场还要不要逛了？等凌云墨牵着呆小妹的手消失在视线中，那工作人员转头直勾勾地盯着库里南。好尖儿帅啊！上到1楼，虽然现在不是逛商场的时候，但这里依旧是人山人海。呆小妹挽着凌云墨手臂，眼睛不时往四周打量。哇，好帅啊！好帅啊！可惜有女朋友了。走在人群中，呆小妹听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帅，这让她十分警惕，打定主意一定不能让凌云墨脱离视线。凌云墨目的非常明确，径直走向一家手机专卖店。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华为手机专卖店，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这位迎宾小姐姐老早就注意到凌云墨，见他过来，脸上十分高兴。她是高兴了，但是有人不高兴。我们自己看一会，不用跟着我们。呆小妹不等凌云墨开口，直接开口了当地说。迎宾小姐姐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一脸郁闷地停在原地。弹幕：老女人，你这护犊子的心也太鸡巴强了吧！迎宾小姐姐不就是多看了林哥几眼吗？林哥个小娇妻已经到达国金中心华为手机专营店吗？马上就过去。楼上的小姐姐666，小娇妻，给你提点意见，一定要等老女人离开了再过去接触林哥，不然老女人可能会和你干架。林哥个小娇妻这个名字呆小妹绝对不会陌生，女性中她是最活跃的，也是刷礼物刷的最多的，想不被注意都难。对于这个名字，呆小妹怨念极大，包括什么林哥个正牌女友、林哥个小媳妇，都是她坚决要打压的对象。其他人还好说，礼物刷的也不多，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但是林哥个小娇妻不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款，而且只要呆小妹一开播，她就会在线，这摆明了就是来和她抢老公的。呆小妹没有注意到直播间中的弹幕，一路走一路看，花了足足半个小时，呆小妹终于选中一款中意的手机。随即在迎宾小姐姐不舍的目光中，呆小妹挽着凌云墨的手走出华为手机专营店。喂，韩姐，人都走远了。就在迎宾小姐姐伸长脖子往人群中张望的时候，后面一个人拍了她肩膀一下。什么人走远了？迎宾小姐姐故作茫然。哈哈，韩姐别装了，知道他是谁吗？凌云墨，呆小妹的老公。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迎宾小姐姐皱眉说，你都不玩抖音的吗？他们现在在上面是火的一塌糊涂，身价万亿的狠人，你就算是把脖子伸得再长也没用。两人走在人山人海的商城中，殊不知身后尾随着一只露出了狐狸尾巴的狐狸精。老公，那里有卖化妆品的爷，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女人在面对化妆品、包包、衣服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抵抗力的，就是呆小妹这个名副其实的抠逼也不例外。呆小妹下意识松开凌云墨，向前跑了几步，好像又意识到什么，连忙返回来，警惕的目光往四周打量。马德，那一双双如饿狼看见绵羊的眼神是怎么一回事？逛化妆品专区的大多都是女士，凌云墨出现的瞬间就引起一道又一道的目光，这让呆小妹很不适应。但反观凌云墨，根本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全场焦点而已，前世遇见的还少吗？老公，我有点后悔带你出来了。呆小妹靠近凌云墨，小声说了句，没事，习惯了就好。凌云墨笑着摸了摸呆小妹脑袋。凌云墨不笑还好，
这一笑把正在看他的女士们整得脸色通红，纷纷幻想自己就是呆小妹。凌云墨正用手摸着自己脑袋。第86章凌云墨的定力。国金中心的化妆品卖的可不便宜，动辄就是上万块，先前还十分抠搜的呆小妹购买起这些东西来完全就不看价格，只要适合通通拿下，这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十分无语。说好的抠逼呢？说好的勤俭节约呢？转过头就忘了。果然啊，还是不能相信老女人的话。楼上的基操物六，等待会老女人看直播间，咱们就疯狂嘲讽，看这呆货还能说什么？呆小妹拿着挑选好的化妆品走向收银台，收银台的小姐姐看着两人走近，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衣服头发。呆小妹见此，忽然就警惕起来，一把抱住凌云墨胳膊，好似在宣布主权。收银小姐姐对呆小妹的动作完全不予理会，清点化妆品的时候，眼神还不时往凌云墨身上瞄。呆小妹那个醋劲啊，连直播间都能闻到。核算完价格，10多万。先生您好，本店现在有活动，只要您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全场一切商品可以打9.5折。呆小妹被晾在一边，本就醋劲十足，现在这收银员居然还当着她的面要凌云墨的联系方式。马德，爷爷能忍，奶奶可忍不了。快速从包包中掏出一张银行卡。不需要，别说打95折，打骨折也不稀罕。收银小姐姐的微笑凝固，机械般的拿起柜台上的银行卡进行刷卡支付。呆小妹现在很气，但直播间的观众就喜欢看这样的效果。666，收银小姐姐刘碧居然让老女人破防了。啧，9.5折啊，能省好多钱，让老女人放弃这个机会，还真 TM 是难为她了。你们信不信？这老女人说不定走出几步就要后悔。有点相信，老女人出卖林哥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付过款，戴小妹拉着凌云墨快速出店。待凌云墨离开，这家店的人流量瞬间少了大半。可以肯定的是，刚才看起来十分火爆的场面都是凌云墨带来的。流量密码不管是在网络还是现实都一样有效。之后的2个小时里，凌云墨陪着呆小妹去买了包包、衣服，最后凌云墨驻足在一个卖内衣的店外。老公，走啊，陪我一起进去。别墅中没有呆小妹的衣服，而这几天又没有回过她自己的家，所以这个贴身的衣服嘛，当然呆小妹不是没换过，之前在每晚睡觉前凌云墨都会拿去清洗。好在现在的天气不冷，一晚上贴身衣物就会被吹干，不然在山上的时候呆小妹可就……你看这个。凌云墨看向门口的告示，女士专区，男士止步。呆小妹看到这个告示，顿时有些为难起来，把凌云墨独自丢在这里，她实在不放心啊。主要是凌云墨魅力太大，大到没边，就现在呆小妹都能找到几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凌云墨看出呆小妹眼中的担心，但是却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只以为呆小妹不敢独自进去。弹幕：老女人放心去吧，林哥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吗？没错，就林哥这钢筋直男，也就你才能拿下他。去吧去吧，放心去吧。不知道直播间的众人是不是商量好了，纷纷在劝呆小妹放心的去。其实只有他们才知道，这是在为林哥个小娇妻打掩护。呆小妹瞥了眼弹幕，有些吃惊，这么统一的话题，好今儿神奇。不过转念一想，还真是这个道理。凌云墨这钢筋直男的性格，谁能骗得走？那老公，你帮我拿着手机，我自己快去快回。想通这一点后，呆小妹将手机交给凌云墨。至于为什么不拿进去，男士都不能进去，在里面还能直播不成？看着呆小妹走进店门，凌云墨收回目光，看了眼直播间。小娇妻，你快行动起来啊！林哥哥，你好帅，快看我！林哥哥小娇妻，马上已经看到林哥哥了。凌云墨看着弹幕，有些摸不着头脑。抬起头，不远处就有一张工人休息的长椅。凌云墨拿着手机缓步过去。要说凌云墨的魅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呆小妹才刚刚消失片刻，不等走到长椅边上，一个女孩就出现在她的面前。小哥哥，能添加你一个联系方式吗？这女孩有些腼腆，站在凌云墨面前却不敢抬起头。我已经结婚了。凌云墨微微一笑，说完话后绕过女孩走向长椅，随即腼腆女孩羞涩地跑开。凌云墨才坐到长椅上，还不等他缓口气，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又是出现在面前。帅哥你好，有兴趣聊一聊吗？这个女生非常大方，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没兴趣。凌云墨不失尴尬的礼貌一笑。高挑女人一愣，第一次对自己的美貌产生怀疑。在学校追求她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现在居然被拒绝了。欲擒故纵，一定是欲擒故纵。稳了稳心神，帅哥，能加你一个联系方式吗？我想我们应该能聊得非常愉快。要说面对诱惑，凌云墨的定力是非常强的，要不然前世早就陷入温柔乡了。
清白之身也不可能保持一生。对不起，我已经结婚了。林云墨干脆了当地说。结婚？高挑女人一愣，随即马上反应过来，没事，我不介意，还是可以聊。弹幕：卧槽，不介意，他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可以做小？尼玛，林哥，你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啊？明目张胆地说可以做小。楼上的，这就是超能力的力量。小娇妻，你在哪里啊？林哥都要被抢走了。我妻子介意。林云墨说每句话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笑容，让人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我们可以成为地下工作者。高挑女人丝毫不放弃林云墨。弹幕：就在林云墨十分无语的时候，一个温柔且十分好听的声音响起在耳边。老公，怎么了？他是谁呢？第87章，小娇妻的身份。两人齐齐转过头，那是一个长相足可以打9.5分的女人，乌黑秀丽的长发，薄薄的红唇，一双狐狸眼睛，好似能勾走一个人的三魂七魄。不得不说，这女人的容貌在林云墨所见过的女人中也是能排得上号。要知道，要在林云墨这里排上号，那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前世他见过太多优秀的女人了。不等林云墨思考这句老公是不是在叫自己，就见漂亮女人过来坐到他的身边，顺手吃了把豆腐，抱住呆小妹长抱的胳膊。林云墨眉头稍稍一皱，这种出格的举动着实让他不喜，笑容收敛，抽出手臂，但却没有说话。高挑女人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在漂亮女人坐到林云墨边上的刹那，就灰溜溜的离开。等那女人消失在视线当中，漂亮女人非常大方的站起身，伸出白皙的手来。林哥你好，对于刚才的事，我十分抱歉，但是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烦你的女人离开。漂亮女人脸上绽放出笑容，说是倾国倾城也不为过。弹幕：林哥，马德，你以为你是个好鸟，赶走了豺狼，却又是来了头恶虎。这女人好尖儿漂亮啊，这腿，这脸蛋，足够老子玩1年的。你才玩1年吗？老子能玩一辈子。林云墨看着漂亮女人，心中莫名有种熟悉感，但是他又想不清楚在哪里看到过。不过可以肯定，这漂亮女人肯定不是在这一世遇见的，而是在上一世。目光看向呆小妹的手机，贾维斯，核查她的身份。这一句话直接把漂亮女人整懵了。贾维斯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熟悉了，不仅是他懵，就是直播间的众人也非常疑惑。贾维斯是林云墨别墅中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根据他们的了解，贾维斯好像只能在别墅中。那林云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的，先生。就在众人懵逼之间，熟悉的声音从手机中传了出来。弹幕：卧槽，不愧是上千亿美金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居然可以安装在手机上。林哥，我永远的神啊！凡是听到贾维斯声音的人都表示十分震惊，这简直就是脱离现在科技的事。其实要不是林云墨感觉这女人身份可能不简单，也不会暴露贾维斯能出现在手机中的功能。毕竟暴露的越多，就越容易引起上面人的注意。这一世的他实在不想和那个层面的人打交道了。2秒不到，眼前漂亮女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不过涉及到人家身份的事，贾维斯没有当着直播间人的面说出来，在场的人中只有林云墨能听到。原来是他的千金。听完贾维斯爆出这女人的身份，以林云墨的定力也是露出惊讶的神色。不过惊讶在出现的刹那就隐去。弹幕：林哥这么快就查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声音啊？难道我手机有间歇性的故障？好奇这女人是谁，居然让林哥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林云墨惊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当初呆小妹说收了王大聪做弟弟，也只是一笑了之，根本一点惊讶也没有。现在面对身前的女人，居然出现了惊讶，不简单，一定不简单。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林云墨知道对方的底细后，脸上也是恢复了以往的笑容。漂亮女人简直就看呆了，帅得离谱啊！失神片刻，漂亮女人反应过来，林哥你知道我吗？虽然贾维斯的声音出现了一刹那，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身份这么快就暴露了。你就是直播间里的小娇妻吧？而且你父亲这段时间应该非常苦恼。林云墨似笑非笑地看了眼前的女人，口中说。弹幕：卧槽，她就是小娇妻，马德，老娘这是做了什么啊？老女人脸蛋本来就不差，现在居然又出现了一个，而且林哥还好像认识。尼玛，老娘嫁入豪门的路又 TM 远了一步。送羊入虎口啊，后悔，真 TM 后悔。小娇妻愣住了，她原名叫千若雪，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性格和呆小妹有的一拼。千若雪，千福生的女儿，而这个千福生来头却不小。可以这么说，千福生就是贾维斯的研发者，是1年后黑科技集团的创始人。林云墨就说像是在什么地方看过千若雪，可能是在参加某个集会的时候，千福生将千若雪带了去，所以林云墨才有点记忆。
林哥，你真的知道我，而且对我们家的事情也这么了解？千若雪双眼瞪得老大，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感。你相信吗？我现在比你都还要了解你们家的情况。凌云墨口气很狂，就算不依靠贾维斯的协助，他只凭前世的记忆也能知道现在千福生是什么情况。千若雪没有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他。弹幕：马德，我怎么感觉林哥对小娇妻的家世非常了解一样？有大神查得出来小娇妻是什么身份吗？连林哥都关注的人，背后该有多么恐怖？原来的呆小妹购买东西都要比对半天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商品，但是这次购买内衣却是个例外，3下5除2就打包好5、6件。付过款后提着内衣出来，但是他刚刚出来就看到了让他气吐血的事情。凌云墨正被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盯着，那眼神简直就想把他吃了一样。老公！呆小妹黑着脸喊了一声。凌云墨看向内衣店门口，微微一笑，不再理会千若雪，向着她快步走去，来到呆小妹身前，接过她手中的购物袋。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揉了一下呆小妹脑袋，凌云墨笑着说。呆小妹白了他一眼，马德，能不快点出来吗？这才进去几分钟，身边就尼玛吸引来狐狸精了。老公，那女人是谁啊？呆小妹仰起头，虽然在极力克制眼中的泪花，但是还是被凌云墨注意到。第88章，第二天签到地点。凌云墨将呆小妹拥入怀中，一个老朋友的女儿，今天恰巧碰见了，具体她什么身份，我们回去或者在车上给你解释。现在是在商场中，这里人多眼杂，再加上开着直播，实在不好解释千若雪的身份。呆小妹看了看凌云墨，又转头看了眼千若雪，最后又拿过凌云墨握着的手机看了一会，这才知道，原来在他离开凌云墨的这短短几分钟，他身边就出现了3个女人。这尼玛，凌云墨的魅力简直无敌了。最终在了解到第2个高挑女人的作为后，知道千若雪是在帮凌云墨解围，这才对他印象好了几分。这时千若雪已经恢复正常，很大方的来到呆小妹面前。呆总，别来无恙啊，我可是在你直播间刷了不少礼物。千若雪伸出白皙的手，呆小妹见此，有些疑惑的伸出手握了上去。你是我的粉丝？关于千若雪就是小娇妻的事，呆小妹没有在直播间中看到，所以并不知道。我呀，小娇妻就是我。千若雪丝毫没有不好意思，在呆小妹面前十分大胆地说。卧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知道我在找你不？呆小妹看着眼前的女人，恨的是牙痒痒，取什么名字不好，非得取个这样的名字。抱歉呆总，林哥魅力实在太大了，前段时间是不由自主改的。说话间，两人同时松开了手，随即呆小妹就抱住凌云墨胳膊，这让千若雪是羡慕不已。老公，我们回去了吧，这里好危险。呆小妹是真的怕了，凌云墨杀伤力实在超乎想象，要是再在这里待一会，说不定又要引来更多的狐狸精。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目光看向千若雪，思索片刻。要是你父亲有难处，随时可以来找我。以前凌云墨脑中出现过投资千福生的集团，但是想到要插手管理，瞬间就没那心思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签到了贾维斯，让贾维斯帮着管理，他就可以当甩手掌柜，根本不需要凌云墨来插手。当然，凌云墨想投资千福生的集团，倒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要他们研发的黑科技。你的话我会传达给我爸爸。凌云墨点了一下头，与呆小妹一起消失在人群中。老公，小娇妻漂亮吗？走在人群中，呆小妹好似随口问出这番话，虽然她装作随口问的，但是耳朵却竖了起来。还凑合。凌云墨好像只会说这句话。弹幕：马德，林哥眼光有一点高啊，这么个大美女，居然还凑合。完了，我比老女人还稍逊几分，没戏了啊！林哥是不看重容貌的，要不然也不会和老女人结婚。还好现在呆小妹没有看直播间，不然这最后一条弹幕又要让她火冒三丈。嘻嘻，老公，你真棒！凌云墨不知道呆小妹为什么瞬间就变得无比高兴，不过他也没去细想。呆小妹只要高兴，凌云墨就满足了。回到这车，呆小妹没有系安全带，目光灼灼地看向凌云墨。怎么了，呆妹？见此，凌云墨疑惑问。弹幕：完了，林哥的间歇性失忆症又来了。解释小娇妻怎么回事啊？我身为直男都知道。林哥，快说说小娇妻是什么身份？有点好奇老女人直播间出现的这尊大神是什么人物。呆小妹非常满意直播间的弹幕，将手机递到凌云墨面前。老公，你看直播间的狗东西们多聪明。凌云墨接过来一看，顿时心中了然，随即一波操作简直惊掉了所有人。只见凌云墨按住关机键，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关直播间，只有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关机。当直播间陷入一片黑暗的时候，弹幕铺天盖地的问号袭来。尼玛，这什么情况？关直播？马德这两人不会在这里那个吧？
楼上的，你 TM 要笑死我，不过还真有这个可能。楼上两个思想龌龊的家伙，林哥关机肯定是要说小娇妻的身份。林云墨将关了机的手机递到呆小妹面前，看到林云墨这么谨慎，呆小妹都惊了。呆妹，贾维斯就是由他父亲创造出来的。短短一句话，呆小妹瞬间知道林云墨为什么会这么谨慎了。毕竟当初林云墨就告诉过他，贾维斯的能力一旦暴露出来，不仅是他，就算是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也要遭殃。难怪会这么谨慎啊。老公，别往下说了，我不想听。这等秘密，呆小妹虽然很想听，但是理智告诉她听不得。她什么性子她是知道的，万一嘴巴快说漏了，后果就严重了。林云墨止住即将出口的话，笑着伸手摸了摸呆小妹脑袋。老公，走，我们回家吧。林云墨收回手，启动库里南的发动机，车辆行驶起来。呆小妹拿起手机开机，并打开直播间。哟，老女人，这次这么快就完事了？这次非常好，没有耽搁1个小时以上，幸好没有离开。直播间众人都没有询问呆小妹林云墨说了什么，他们知道，要是他们能听，林云墨刚才就不会关闭直播间了。呆小妹都准备好弹幕问什么都说不知道的，但是现在的弹幕实在出乎预料。一帮狗东西，给我去死！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的早上，林云墨从睡梦中清醒，睁开眼看了看趴在胸口的呆小妹，随即查看了一下今天签到的地点。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河边进行签到。小心翼翼地将呆小妹抱下来，看了眼时间，5点半，距离7点还有1个半小时。老公，时间到了吗？林云墨正在看时间，呆小妹迷迷糊糊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林云墨转头柔声说道，还有1个半小时，你再睡会，时间到了我来叫你。细若蚊蝇的声音从呆小妹鼻腔中哼出来，之后又是沉沉睡去。第89章，签到高尔夫球场。看着睡得像个小懒猪的呆小妹，林云墨忍不住俯身亲在她那精致的额头上。呆小妹要是此刻还有意识，一定会震惊于林云墨的动作。静悄悄地下楼，来到别墅外，林云墨开始了每日的晨练。伸张运动结束，打了一套太极，接着就是晨跑。跑到河边，林云墨呼吸十分均匀。签到，在脑海中呼喊一声，随后脑中就传来系统的提示音。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魔都博尔蒂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林云墨跑步的动作没有停顿，依旧在往前，只是眉头稍稍一皱。这博尔蒂球场在前世的时候林云墨也去过，但这球场的所有人并不是他的。之前林云墨以为签到的东西都是前世已经获得过的，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虽然博尔蒂球场前世并不属于他的，不过对这个球场林云墨还是有一定了解。它距离魔都中心32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总占地面积为15000多平方米，是由国外著名设计师主持设计的。有机会就去那边看看。花了半个多小时晨练才结束，林云墨看了看时间，已经来到6点10几分。见此，林云墨快步走向厨房。时间来到6点40，卧室，呆妹起床了。林云墨坐在床边上，轻轻推了推呆小妹露出来的粉背。老公，等我再睡会。呆小妹迷迷糊糊的哼出几个字。林云墨无奈的笑了笑，你闺蜜不是要来看你吗？不去接了？早在昨天，呆小妹就和林云墨说过周淑怡今天要来的事，让她一定要叫她起床。没事，放一放她的鸽子，去就告诉她堵车了。呆小妹无意识的说出这番话，要是被周淑怡听到这话，非要大骂呆小妹无耻不可。林云墨摇摇头，掀开被子，呆小妹那曼妙的身体暴露在眼前。林云墨将呆小妹直接抱起，乖，起来了，饭已经做好，吃了饭我们就出发。呆小妹的大脑被强制性的开机，睁开那双美眸。老公，人家好困。呆小妹顺势勾住林云墨的脖子，眼睛又是闭合。好不容易将呆小妹叫醒，林云墨可不会让她再次睡去。抱住呆小妹，帮她把衣服从衣柜中拿出来，一件一件的往身上穿，只是这手法嘛，实在不敢恭维。呆小妹被林云墨不停折腾来折腾去，终于是没了睡意。两人在耽搁了10分钟后一起下楼，吃过早饭，时间刚好来到7点。老公，我还没有化妆呢。呆小妹今天穿的是一套洁白的长裙，十分动人。不用，我不嫌弃。林云墨牵着呆小妹往车库中走，头也没回的说了句呆小妹。上了车，库里南的发动机启动，呆小妹就拿出手机打开豆沙 App， 查看了一下周淑怡的直播间，这会没开播，想必是在飞机上。见此，呆小妹点开自己的直播间，顺手点了一下开始直播。要说今天呆小妹的直播间人气出奇的高，没开播前就有5000万。造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周淑怡要来和呆小妹抢老公了。这种刺激的场面，不来亲眼看看，简直要后悔一辈子。
卧槽，狗东西们，你们今天起这么早？看到自己的人气，呆小妹都懵了。以往她开直播前，人气最多也就3000多万，现在居然飙升到了5000万。弹幕：老女人，你 TM 终于开播了。起这么早，当然是爱看好戏的。对，好戏即将开场。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陷入懵逼中。好戏？什么好戏？她这里哪来的什么好戏？老公，直播间有人在说想看好戏，你知道是什么好戏吗？呆小妹转过头，看向正在专心开车的凌云墨。不知道。问凌云墨简直就是白问，要是他都能理解什么好戏，钢筋王者的称号可能就可以摆脱了。移开落在凌云墨身上的目光，随即看向直播间。狗东西们，我怀疑你们在和我开玩笑，我这里没有好戏。弹幕：兄弟们，乾坤未定，千万不要说是什么好戏啊！老女人，等好戏到了你就知道了。期待，真今儿期待。呆小妹找遍弹幕，还真 TM 神奇，真的没有人在说是什么好戏。魔都的早高峰非常堵，特别是去往机场的路上。当凌云墨上了高架，简直就是每分钟移动10米的节奏。凌云墨倒是没觉得什么，但是跟在后面的私家车就无比郁闷了。实在是这库里南惹不起啊！私家车前面至少留了10米的距离，但神奇的是，那些见缝插针的私家车完全无视这足可以进来2辆车的位置。呆小妹看了看现在的堵车情况，又看了看时间，7点40了。狗子们，你们看到了，我7点就已经起来了，现在是堵车原因，待会周扒皮说我，你们得给我作证。呆小妹对着直播间说，她这么早的就起来了，不能准时到达机场就怪不着她了。弹幕：滚！老子巴不得你们俩打起来，还给你作证做尖儿。在机场打起来最好，作证做梦去吧。老女人，我感觉你在想屁吃。看着弹幕，呆小妹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但现在又对直播间的众人没有办法。放大招秀恩爱，凌云墨又在开车，根本秀不起来。狗东西们，你们给我等着，等老公把车停好，恶心死你们！呆小妹咬牙切齿地对着直播间说。凌云墨听到呆小妹在叫自己，转头往她那边看去。呆妹，怎么了？呆小妹抬起头，看着凌云墨，眼珠一转，老公，咱们8点应该不能到机场吧？凌云墨抬手看了眼时间，随即点了一下头，到不了。那待会周扒皮怪我没有准时到达，老公你可得给我作证，就告诉他我们7点，不，告诉他我们5点就从家里出发了。呆小妹知道凌云墨说的话，直播间的人都愿意相信。周淑怡更不用说了，只要有凌云墨帮着作证，不对，是帮着说谎，周淑怡一定会相信。第90章，老女人要做午饭。弹幕：靠，老女人，你 TM 别教坏了我的林哥哥。老女人，你 TM 是真的狗啊！愿病魔早日战胜老女人。呆小妹眼中十分不屑，你们懂个锤子啊，这叫合理利用现在的资源。我本来就是5点过起床的。凌云墨转头笑容满面的看了看呆小妹，啊，老公，我爱死你了。呆小妹实在没想到凌云墨会这么好说话，在她心中，凌云墨绝对不是一个说谎的人。老公是在为我说谎吗？好今儿感动。老公，今晚我好好犒劳你。将手机拿远一点，小声对一旁的凌云墨说。凌云墨笑容收敛，一脸的疑惑。他疑惑的有2点，一是不知道呆小妹说的犒劳是什么意思，第二则是不知道呆小妹在高兴什么。她5点过起床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以前一直都是5点半到6点之间就起来了。不过见她这么高兴，凌云墨便没有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呆小妹说话的声音虽然很小，但是库里南的隔音效果非常好，里面没有一点杂音，呆小妹的话非常容易就被手机收录。弹幕：靠 PY 交易，赤果果的 PY 交易啊！谁来救救我啊？老子感觉自己不干净了。可怜我林哥，被老女人这呆货玩坏了。村里刚通网，晚上好好犒劳是什么意思呢？呆小妹才将满意的目光从凌云墨身上收回，就见弹幕已经破防。仔细一看，顿时羞愧无比。马德，一些小秘密又 TM 被直播间的人听到了，强制镇定下来。嗨嗨，你们这帮狗东西思想怎么那么龌龊？爷说的犒劳是想亲自给老公做一道晚餐。呆小妹现在也顾不得说话合不合理了，先把这一节过去了再说。哈呸，就你还做饭？老女人，你确定没有开玩笑？马上晋升黑暗料理大师。老女人今晚要是做饭，老子马上直播倒立洗头。见直播间的弹幕成功被他带偏，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有些不服气。马德，不就是做饭吗？他戴总什么气都能忍，就是忍不了质疑。气呼呼的转头，老公，家里还有新鲜蔬菜吗？凌云墨不知道怎么一转眼，呆小妹脸色就变了，关心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不多了，怎么了？我还说待会回去的时候买一些。没事，老公，直播间的狗东西们说我不会做饭，我就要亲自做一次来堵住他们的臭嘴。说这话的时候，呆小妹无比气愤，
那做饭的决心连直播间的人都能感觉到。呆妹，你确定你做的饭能吃吗？林云墨很无语，呆小妹做饭，这怎么听都不靠谱啊。弹幕，哈哈哈，林哥666，老女人看到林哥的眼神了吗？不仅是我们不相信，就是连林哥都不相信，哈哈哈。老女人，你 TM 就不要丢人现眼了吧。呆小妹现在就很气，老公，我改变主意了，我今天中午就要给你做份人间美味，让你们看看我的手艺。林云墨一愣，随即被逗笑了，点了一下头，好，我就等你的美味。说实话，林云墨是一点都不期待，甚至还有点小紧张。带小妹做的饭，那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下口。时间一晃，来到8点，周淑怡从出机口出来，目光四下打量，但是却没有看到那个希望看到的身影。拿出手机，紧接着拨通一个电话，才响起2声，电话就被接通。老女人，你 TM 在哪呢？周淑怡说话很不客气，一点也没把呆小妹已经今非昔比的事放在心上。周扒皮，你慌个锤子，堵车，你先哪凉快哪待一会，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呆小妹说话也非常不客气，你大爷的，是不是又 TM 起晚了？劳资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你 TM 让我去哪凉快？周淑怡知道呆小妹是起床困难户，瞬间就知道因为什么迟到。放你个狗臭屁，劳资今天5点过就起来了，我老公可以帮我作证。真的？果然，待小妹搬出凌云墨，周淑怡就有些怀疑了。真的，行了，最多还有10几分钟，我们就到了。好。两人说到这里就挂了电话。等凌云墨驱车来到机场的停车场，时间已经到了8点半。老公，迟到了半个小时，周扒皮可能要发飙，待会你可得保护我。待小妹下车之后，抱住凌云墨胳膊。弹幕，哟 TM 装起来了。老女人，你自己来，周姐肯定要发飙，但是林哥在一起，可能就不会了。楼上的，请你把可能去掉，周姐肯定不会发飙。凌云墨笑着摸了一下他的脑袋，走吧。两人走在机场中，回头率已经爆表，不同前面的2次。这一次，凌云墨身穿一身定制的西服，气质直接拉满，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呆小妹挽着凌云墨手臂，现在很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两人进入机场，老公，把你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呆小妹手机开着直播，要是打电话就要关闭直播间。凌云墨摸出老式手机，呆小妹一见，顿时有些自责。昨天去商场的时候只顾着自己了，凌云墨的手机都没换呢。等过几天就给老公一个惊喜。心中这样想着，呆小妹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弹幕，嘿嘿，老女人完全就是自作自受啊！本来周姐都不知道林哥电话，现在不就轻易到手了吗？真怀疑老女人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林哥电话就这么暴露了。嘿嘿，劳资是周姐的榜一，等周姐回去就去要林哥的电话。楼上的，你马上就不是了，我要去给周姐刷礼物，怒冲榜一。呆小妹一手拿着直播的手机，一手拿着凌云墨的手机打电话。当看到这些弹幕，瞬间就愣住了。好尖儿有道理啊！不行，她老公的电话号码绝对不能暴露。正想到这里，电话中就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喂，哪位？”第91章，握手。老女人抱走了。现在呆小妹是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眼珠一转：“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器，请稍后再拨 ，sorry。”弹幕，凌云墨古怪的眼神落在呆小妹身上，不知道她这是又在玩哪一出。马德，老女人，你 TM 给我装！呆小妹的话音，周淑怡怎么可能听不出来？顿时发出恶龙咆哮。不见电话那头有声音，周淑怡继续说：“你们到了。还有，这电话怎么回事？你换电话号码了？”呆小妹心底一晃，没有回答最先一个问题。我手机开着直播，借路人的电话打的，真的。呆小妹心里只要慌起来，下意识的就会把事情多强调几遍，这个小习惯非常致命。就比如说现在，老女人，这是林哥的电话。要说比脑子，周淑怡肯定是胜过呆小妹的。一听她这话，就猜出了真相。不是，绝对不是，这不是我老公的手机。呆小妹现在很慌，生怕周淑怡知道了凌云墨的电话号码。行了，我在出机口，快过来吧。周淑怡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根本不想听呆小妹解释。好，马上就来。等挂了电话，呆小妹松了口气，口中自言自语说：“周扒皮应该不知道吧？”周淑怡挂了电话，没有将手机放进包包中，手滑点了一下保存号码，又手滑在编辑栏中输入了林哥的3个字。做完这些，这才将手机放回包中，抬起头，眼睛四下观望。呆小妹把手机还给凌云墨，顺手抱住他的手臂：“老公，周扒皮在出机口，我们过去吧。”好。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对刚才两人的话虽然也有点好奇，不过却没有多问。机场中和外面不同，这里面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啊，林哥哥，真的是你！
就在两人往出机口走的路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两人齐齐转头看去，那是一个长相不差的女生，不过比起呆小妹来说要差上许多。女生快速跑到两人面前，林哥哥，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林云墨能感觉到挽着自己的手紧了紧，顿时露出一个笑容，没有说话，只是将眼神从女生身上移到呆小妹身上。女生非常聪明，瞬间知道什么意思。哎呀，呆总，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你比在直播中看到更加美啊，和林哥哥简直就是绝配。这一个连环屁拍的呆小妹心中无比爽快。弹幕：小姐姐，昧着良心说话，不痛吗？绝配？绝配你妈呢？老娘和林哥哥才是绝配。我看着老女人那得意的样子，就 TM 想咬人。哎呀，小姐姐说话真好听，老公，人家想要签名，你就帮人家签一个吗？感觉到呆小妹挽住的手稍稍一松，林云墨无奈的笑了一下。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她卖了，论话语的重要性啊。签过名，女生十分满意的离开。等两人磨磨蹭蹭的来到出机口，不等他们寻找周淑怡在哪，就听一个声音在不远处传来：老女人，我在这。呆小妹满脸黑线，现在可是在机场啊，这么多人还叫她老女人。老公，那人是谁啊？我不认识，咱们走吧。呆小妹都想转身就走，太尼玛尴尬了。周淑怡亲眼看到呆小妹转头，顿时火起。马德，等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却装作不认识她。林哥，我周淑怡在这里。喊不动呆小妹，周淑怡就直接喊林云墨了。林云墨哪里不知道她就是周淑怡，之前可是一起连麦打过游戏的。走吧。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林云墨笑道。等两人来到周淑怡面前，呆小妹首先看向她的行李。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应该能装老多土特产了。林哥，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周淑怡伸出白嫩的小手，做事要和林云墨握手。握手是礼节，林云墨也没有想太多，伸手就和周淑怡握在一起。周淑怡，卧槽，好温暖。时间啊，能在这一瞬间停止下来吗？林云墨目光是看着周淑怡的，见她眼神逐渐失神，有点疑惑起来。你怎么了？林云墨问出心中疑问。呆小妹本来还在琢磨这大大的行李箱中带了什么土特产，听到林云墨的声音，下意识抬起头，眼前的一幕差点就让她暴走。周淑怡居然握着林云墨的手，而且脸上尼玛出现了幸福的微笑。弹幕：哈哈，老子就知道，老女人，这场好戏精彩不？老女人，精彩，太今儿精彩了！哈哈，防火防盗防闺蜜，网络大神撑不起我。周淑怡也在林云墨的提醒下回过神，不舍得放开林云墨的手，虽然表面稳如老狗，心里却是慌的一批。目光转向呆小妹，老女人，你今天穿的好漂亮，难怪能找到林哥这么优秀的男人。周淑怡开始了她最擅长的话题转移之术。果然，呆小妹听到好闺蜜的夸赞，瞬间就飘了，再次挽住林云墨胳膊。那是，爷这相貌，小仙女下凡，对不对老公？说话间，呆小妹将头扬起，看向林云墨。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周淑怡，弹幕：兄弟们，老子想吐怎么办？别慌，我给你订机票，去吐老女人脸上。马德，到底是谁给老女人的勇气，才能让她说出这样的话？嘻嘻，老公，亲亲。呆小妹踮起脚尖，不过因为身高的问题，她还亲不到林云墨。林云墨低头，当两唇相触，周淑怡在一旁完全看傻了呀。马德，这摆明了就是报复啊！报复之前的握手，两人一触即分。呆小妹放开林云墨，周扒皮，给爷带了什么家乡特产过来？两人到底还是闺蜜。呆小妹来到周淑怡身边，挽上她的手。不过手腕上那亮闪闪的手表，确定不是在炫耀？这就是那块价值近2000万的手表吗？给我看看。周淑怡也不管呆小妹是不是在炫耀，白皙的手摸在手表上。第92章大型社死现场。呆小妹无比得意，将价值近2000万的手表取了下来，放在周淑怡手上。看吧看吧，慢慢看。呆小妹对周淑怡非常放心，虽然以前他俩一起的时候经常黑吃对方的东西，但是现在这手表呆小妹完全不担心。毕竟这手表不仅是凌云墨送的，还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周淑怡就算再怎么混蛋也不可能黑吃下去。拿着价值近2000万的手表，周淑怡非常小心，这要是手滑掉在地上，随便擦花一点镜面，问题就今儿严重了。弹幕：周姐，你怎么 TM 也变了呀？不就是2000万的手表吗？胆子呢？去哪了？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和林哥在一起，性格都会发生变化。拿在手上反复翻看一阵，随即周淑怡从包包中拿出手机，卡卡就是几张照片。老女人，手伸过来。等待小妹伸出手，周淑怡将手表重新给她戴上。走吧，回家了。呆小妹非常满意，挽着周淑怡的手拉了拉。
三人来到停车场，凌云墨将行李放到库里南的后备箱。回到车上的时候，就见呆小妹已经坐在了副驾驶，周淑怡则是在车内不断的打量。老女人，这车真帅啊！等凌云墨启动库里南，周淑怡才冒出一句话，只是这说话的语气十分克制，一点都不像直播时候的她。这般作为，顿时引来直播间观众们的一阵嘲讽。呆小妹一见，顿时就乐了。以前她才是被嘲讽的对象，现在居然有人帮她当灾。把手机递到车后，交给周淑怡。周扒皮，你人设蹦了，你看看吧。看着呆小妹那幸灾乐祸的表情，周淑怡瞬间就知道准没好事。果不其然，在看到直播间弹幕的时候，周淑怡就满头黑线。周姐，你的粗口去哪了？来跟我说，老女人，这车真尼玛好尖儿帅，帅的逼爆！哈哈哈，楼上的666。周姐，你别去林哥家里一趟，人设就蹦完了。下意识抬头看了眼正在开车的凌云墨，周淑怡低下头在直播间输入一行弹幕：你们懂个锤子啊！老子要在林哥面前留下好印象。等这段弹幕被刷新没了后，周淑怡才将手机递给呆小妹。周扒皮，被嘲讽的感觉怎样？呆小妹接过手机，戏谑地看着周淑怡。自从她遇到凌云墨开始，每天都受到嘲讽，现在终于有人能替她分担，心里是别提多高兴了。弹幕：老女人，你 TM 笑个尖儿，你以为你好得到哪里去？马德，老女人，你 TM 人设早就蹦没了，老子都不屑再嘲讽你。对比周姐，我感觉嘲讽老女人更有意思。兄弟们，转移目标了。呆小妹的话才刚刚出口，直播间中的话题就开始往她身上的飙，这让呆小妹十分无语，又 TM 把自己做到了风口浪尖上。无视呆小妹的问题，周淑怡开始转移话题。老女人，看外面的车流，就算堵车也不该迟到这么久吧。周淑怡只是随口一问，呆小妹瞬间就慌了。但是她真的是7点就起床了呀，迟到完全不能怪她。我怎么知道？我5点过就被老公叫醒，然后吃完饭就出发了，对吧老公？呆小妹又一次把凌云墨搬了出来。你不是7点起来的吗？我5点半起床的，你早上睡糊涂了？凌云墨诧异的转头看了眼呆小妹。翻车，大型翻车现场啊！呆小妹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凌云墨的回答完全是出乎她的预料，不是说好了一起骗周淑怡的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卦了？弹幕：哈哈，666，原本以为林哥被老女人带坏了，没想到不仅没带坏，还是一如既往的直啊！林哥，哼，骗人，这辈子都不可能骗人！老女人的大型社死现场，哈哈哈！小心翼翼瞄了眼后排坐的周淑怡，见她面色不善，顿时抬起头，就算不是5点半起来的，我也是7点就起来了，还是把你放在了心上，对不对？凌云墨听到这番话有些无奈，要不是他强行给呆小妹大脑开机，说不定这会还在睡呢。7点起床，想都不要想。周淑怡想想也是，呆小妹这个起床困难户，能在7点起床，属实是个奇迹。算了算了，看在你这么早起来的份上，骗我的事就这么算了吧。解决这个问题后，呆小妹舒了口气，转头故作一副恶狠狠的模样。老公，之前不是答应我一起骗周扒皮的吗？怎么这回就变卦了？凌云墨侧头看了眼已经露出小虎牙的呆小妹，眼神出现疑惑的神情。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骗人的话？呆小妹那个气啊，将之前凌云墨说的话重复一遍。听呆小妹这么一说，凌云墨瞬间回想起来，我不是说我是5点过起床的吗？我本就是5点过起来的。呆小妹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这老公实在太尖直了，直得没天理。噗呲，后排的周淑怡顿时一个忍不住笑出了声。她早就知道凌云墨非常直，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会这么直。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老公，我迟早都要被你气死。充满怨气的话从呆小妹口中说出，惹得凌云墨十分意外，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见凌云墨皱着眉头沉默不语，呆小妹瞬间又有些自责起来。凌云墨只有不是装的，这是本性如此，想要一朝一夕改变根本不可能。老公，我们到哪里去买菜？俏皮的话语回荡在库里南内，这让凌云墨皱起来的眉头稍稍放松。前面就有一个商场。好的老公，待会就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呆小妹没有忘记中午要做饭的事，不仅没忘，反而记得十分清楚。要是这次的午饭她没有做出来，直播间的人怕是会一直借这个话题来嘲讽她，这是呆小妹绝对不想看见的。老女人，你说啥？你要做饭？第93章，下午去打高尔夫。周淑怡脸上的不相信，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她可是最清楚呆小妹的，这货在豆沙全体主播中揽是出了名的。厨房在她的眼里就是禁地，绝对不会踏进去半步。还做饭，做尖儿啊？没错，周扒皮，你真 TM 幸运，能沾我老公的光，吃一顿我做的饭。呆小妹瞥了眼周淑怡，
眼中是浓浓的不舍。她只想给她老公做饭，其他人是一点都舍不得，就算是一粒饭都不行。要不是看在周淑怡是她最好闺蜜的份上，这是想都不要想。呆小妹说的话，再加上这个表情，顿时在直播间掀起巨大的风浪。有点开始同情起周姐了，吃了老女人做的饭，不得原地升天啊！你们看老女人的眼神，还锲而不舍的，妈的，拿钱给劳资吃，劳资都怕被毒死。很期待老女人会做出什么黑暗料理。周淑怡反应了足足10几秒才回过神来，老女人，你确定你做的饭能吃？周淑怡和凌云墨最先的感觉一样，对呆小妹做的饭菜一点期待感都没有。呆小妹一听，顿时恨的是牙痒痒。直播间的人不相信她就算了，现在居然连最好的闺蜜也不相信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被 TM 狗吃了。不过还好，她还有她心爱的老公。老公，周扒皮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做出好吃的，备受打击。要不是现在情况不允许，呆小妹非得抱上凌云墨求轻轻安慰了。凌云墨转头露出一个微笑，没事，我相信你。凌云墨这次也学乖了，第一次说出违心的话。呆小妹现在感觉很幸福，全世界不相信她都可以，但只要凌云墨相信就够了。这温柔的话直接把后排的周淑怡羡慕的不要不要的。弹幕，完了呀，我钢筋家族的王者觉醒了。这个笑容苏的老娘眼泪从嘴巴里流了出来。老女人，你 TM 真幸福啊。车内瞬间充斥着幸福的甜腻味，酷的周淑怡快喘不过气来。不行，绝对 TMD 不行，再这么下去非死在车里不可。嗨嗨，林哥，你们一般都是去哪里玩的呢？我们今天去哪啊？周淑怡找到一个话题就问了出来，只要打破这甜腻的气氛就行。说起来，从认识呆妹开始，我们还没去过哪里。对于周淑怡打破车内的气氛，凌云墨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于他这种直男来说，什么是秀恩爱他都是懵懵懂懂的。不过凌云墨虽然没感觉，但呆小妹却是怨气极大。不过周淑怡问的问题倒是问到点子上了，她也想知道今天能去哪玩，所以没有去找周淑怡的麻烦，眼珠一转，亮闪闪的眼睛盯着凌云墨。老公，你们富人一般的运动都有哪些？我们今天就去体验富人的乐趣好不好？呆小妹现在可是富家太太，身价可值万亿，但是所见所闻根本是连一个身价几十亿的人都比不了。用大白话说，现在的呆小妹就是一个妥妥的暴发户，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出现在她呆总的身上，一定要跟上凌云墨的步伐。处理人际关系可以以后再说，但是这玩乐一定要先掌握一点。听着呆小妹的话，凌云墨无奈的摇了摇头，不过还是开口：健身、派对、舞会、高尔夫等等。高尔夫？老公，我们吃过午饭就去打高尔夫好不好？早就听说富人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高尔夫。凌云墨话音落下，呆小妹眼神就一亮。高尔夫啊，这才是真正的富豪运动，就算是刚刚通网的村里人也应该能知道这个事实。凌云墨一愣，想了一下，点点头。好，待会我联系一下那边。老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呆小妹敏锐地从凌云墨话语中找出病句。联系那边？什么联系那边？哦，我在魔都有块球场，待会就去那边看看吧。凌云墨开着车随口答道。卧槽！两个声音同时在车内响起。也不怪如此，要知道魔都的地皮出了名的值钱，用寸土寸金来形容都不为过。凌云墨却在这里有块高尔夫球场，大佬，真大佬啊！震惊结束，呆小妹就兴奋了。凌云墨的就是他的，也就是说他呆小妹也有一块高尔夫球场。目光下移，落在直播间中。弹幕：林哥，请收下我的膝盖。不知道林哥的球场面积大不大，地点在哪里？真 TM 想过去看看。老女人啊，你这是找的什么神仙老公啊？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非常满意，抬头看向凌云墨。老公，你会打高尔夫吗？凌云墨转头白了眼呆小妹，这问题问的会一点。那待会老公你教我好不好？就是手把手教学的那种。呆小妹从来没有接触过高尔夫，凌云墨亲自教，不仅能恶心周淑怡和直播间的狗东西，还能学点东西，两全其美，有没有？好，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那我怎么办？周淑怡也没有接触过高尔夫，这种富人的玩乐她只在视频中看到过。哈哈，没事，等老公把我教会了，我再来教你。只是正在呆小妹得意之际，凌云墨的话语却传了出来。没事，球场里面有女教练。周淑怡脸上出现喜色，最后还不忘瞪了眼呆小妹。呆小妹悻悻收回目光，幽怨的眼神又落在凌云墨身上。她这老公面对外人的时候聪明无比，但是和他在一起脑袋就不那么够用了。转眼时间过去2个小时，世贸蛇山庄园内，周淑怡看着挨着道路建造的别墅，心中是无比羡慕。
这里就算是一栋普通的别墅，都比她住的地方好太多了。她闺蜜现在就是住在这种地方，羡慕啊！当凌云墨驾驶着库里南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别墅开始变得稀少起来。呆小妹回头看了眼周淑怡，眼睛都弯成一道月牙。周扒皮，震撼吧？我当初和老公回家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的表情。第94章，周扒皮，和我们一起住别墅吧。周淑怡没有回答呆小妹的问题，羡慕的眼睛直勾勾看着她。片刻，老女人，现在我对你不仅是羡慕了，甚至还有点嫉妒。周淑怡这话不假，要是呆小妹和她不认识，还真的只有羡慕。但现在她俩是闺蜜，嫉妒之心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只是有些人嫉妒，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破坏，而周淑怡却生不起破坏的想法。别看这两人平时都喜欢互对对方，但是姐妹感情却十分深厚。别嫉妒了，我和老公打算今年就要小呆呆，你到时候就嫁到我们家来，那就不嫉妒了。呆小妹再次把凌云墨的话拿出来，开着周淑怡的玩笑。老女人，你给我去死！哈哈！看着周淑怡愤怒的小表情，惹得呆小妹哈哈大笑。两人在车里面互对对方，殊不知前面一双眼睛通过后视镜在观察他们。早在周淑怡说出嫉妒呆小妹的话后，凌云墨边开车就边观察着她的眼神以及神态。凌云墨是个老狐狸，知道人心是最不可把控的东西。前世的时候，他见过太多因为嫉妒而引发的事端。要是周淑怡生出丁点想伤害呆小妹的意思，辣手摧花的事情，凌云墨绝对做得出来。不过还好，周淑怡眼神神态方面还算正常，今后要多留意一下了。念及至此，凌云墨收回目光，专心开着车。两人隔着一段距离打闹一阵，安分下来，周淑怡就问：老女人，你打算要小呆呆了？呆小妹要是怀孕，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毕竟现在她的身份已经是水涨船高。就今年要小呆呆，对吧老公？呆小妹装模作样摸了摸肚子，看向一旁。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丝毫看不出他刚刚已经考虑了很多。车内的交谈一字不漏地传进直播间中。弹幕：啧啧，这要是生了个女儿，该是多抢手。楼上的，你当林哥那关好过，要是当真生了个女儿，我敢保证，就林哥那颜值，一定美第一天。嘿，楼上的，你好像没把老女人颜值算进去。得了吧，就老女人那丑不拉几的样子算进去，不得把未来老婆的相貌拉低啊！未来老婆，哈哈哈，兄弟666。呆小妹笑嘻嘻收回目光的时候，正好就瞥见这几条弹幕，这可把她气得头昏脑胀。凌云墨帅他知道，帅到没天理，但他呆小妹也不差啊，丑不拉几，还真尼玛什么话都说得出口。马德你们这帮狗东西，也必定生个带把的，还未来老婆 TM 你们做梦去吧！呆小妹此刻也不管凌云墨还在车上，直接爆出粗口，可见直播间人给她气成什么样了。周淑怡在后面整个人都听傻了，她知道呆小妹那张嘴管不住，但是没想到当着凌云墨的面还这么高调。呆小妹说完话后也感觉有些不妥，没有转头，眼角的余光却是瞄向了凌云墨那边。这一幕被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马上直播间的人就开启了嘲讽模式。老女人说出来就不要怕啊！尼玛，老女人怕是心头怕，胆子要放大，别虚。不就是林哥哥吗？继续，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要是林哥哥休了你，我们替你补上。呆小妹见凌云墨脸色不改，终于是松了口气。不过当再次看向直播间的时候，差点又没管住嘴。冷静，一定要冷静，不能再说了。呆小妹强忍怒火。最后，马德，忍不了了，直播间的狗子们，我套你们个猴子！凌云墨驾驶着库里南靠近警卫塔，还未接近，门口就已经挺直地站着2列警卫，那标准的站姿，浑身散发的气势，绝对经历过部队的磨练。当车靠近，所有人一声不吭，齐齐敬了一个礼。目视车辆进入大门内。老女人，那些人看起来好凶。就在刚刚，车辆经过一个警卫的时候，周淑怡和他对视了一眼，只这一眼就让他心底直发怵。要是没有在车上，怕是立刻就会被吓得腿软。正常正常，我当初第一次来也这样。不说周淑怡，就是现在带小妹都还有些怕那些人，要是没有凌云墨在身边，都不敢一个人经过那里。周淑怡拍了拍胸口，等好一些后，才将视线又望向车外。进入楼王别墅的范围，这里面比外面的环境更加优美。虽然周淑怡早在呆小妹直播中看到过，但是直播画面终究没有亲眼看到来的震撼。老女人住在这种地方，人怕是都要多活几年，难怪人一有钱了就想有套别墅。周淑怡的眼睛完全被窗外的景色吸引，此刻已经移不开目光。嘿嘿，反正家里的房间多，要不你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直播的电脑在电脑室随便搬一台过去就行。周淑怡在听到呆小妹此番话，瞬间转头瞪大眼睛。
老女人，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哎，反正别墅够大，多一个人不多。呆小妹满不在乎，殊不知这是在引狼入室。说真的，周淑怡现在还真有点心动，不过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住在呆小妹别墅中不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心里总归还是不舒服。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别人的再好也是别人的。得了吧，老女人，和你和林哥住一起，我怕哪天被你们酷死。在魔都玩几天我就回家了，也算是履行了在直播间的赌约。要是说之前周淑怡还对凌云墨有非分之想，现在则是完全没有了。呆小妹这么对她，她不可能以德报怨，心中只有祝福。那真是可惜啊，还说咱们好姐妹能一起直播，一起玩游戏呢。呆小妹眼中出现些许失望。哈哈，老女人，你 TM 还多愁善感起来，别几把装了。周淑怡终于还是做回了自己。呆小妹，滚！弹幕：周姐怎么回事？我熟悉的周姐终于又回来了啊！对吗？现在的周姐才是正常的，之前一定是我出现了幻觉。第95章，带周淑怡参观别墅。随着车辆的前进，远处的别墅轮廓逐渐放大，最后凌云墨将车停在高大宽阔的别墅外。周淑怡下车，眼睛简直都看直了，大脑中只有一个字：马德大啊！这亲眼看到与在直播间看到是两码事。弹幕：周姐是不会对刚才的话有点后悔了？周姐后悔，真尼玛的后悔死了！老女人，赶紧把之前的话重复一遍，看周姐的眼神，这次肯定会答应。呆小妹这会没空看弹幕，径直跑到周淑怡面前，拉着她就往别墅中走。周扒皮，带你欣赏下我家的高科技。呆小妹边拉边笑着说，炫耀的心让她全然忘记了后面的凌云墨。无奈一笑，凌云墨打开库里南的后备箱，从里面搬下周淑怡的行李和之前在超市中买的蔬菜肉类。呆小妹和周淑怡刚刚走到大门前，入户大门自动打开。老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周淑怡没有时刻关注呆小妹直播间，毕竟她还要直播吃饭呢，所以并不知道这大门也能由贾维斯控制。嘻嘻，这就是高科技。呆小妹很满意周淑怡的吃惊。刚走进大门，一个声音就回荡在耳边：女士，欢迎回家，室内新风已为您打开，冷气已为您打开。这个声音倒是没有让周淑怡震惊，凌云墨家里的人工智能管家现在在网络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老女人，有贾维斯做管家，你 TM 怕是要变得更懒了。从呆小妹他们进入别墅范围，贾维斯就已经准备完毕，等到家的时候马上就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除了做饭吃饭都不需要自己亲手操作。要是再请个厨子保姆过来，尼玛简直就 TM 是神仙过的日子啊。凌云墨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入别墅，就见周淑怡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别墅中的一切。老公辛苦了，我来帮你。呆小妹小跑过来，不给凌云墨拒绝的机会，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蔬菜，随即跑进厨房。凌云墨脸上露出笑容，拉着周淑怡的行李箱往沙发走去。周淑怡回头一见，顿时感觉无比羞愧。马德自己到人家家里做客，还让别人帮自己搬东西，而且这人还是大佬中的大佬，怕是也只有周淑怡和呆小妹才享受了这个待遇。林哥，我来吧。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凌云墨边上，周淑怡说：没事。凌云墨笑了一下，摇头表示没关系。凌云墨的笑非常迷人，周淑怡不禁都看呆了。欣赏帅哥美女本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都没关系。凌云墨摇摇头，拖着行李箱来到沙发边上。刚刚放下行李箱，呆小妹就从厨房那边小跑过来，看到凌云墨已经坐在沙发上，呆小妹瞬间向他扑去。老公，亲亲。进入凌云墨怀中，呆小妹就仰起头，全然不顾周淑怡还在家。秀就要秀出天际。凌云墨脸皮是比城墙还厚，就算是在机场接吻，脸色也不带变化的。家里有人算什么？两唇相触，看得周淑怡直接捂脸。林哥，老女人，你们这么虐狗好吗？周淑怡开始有点后悔来凌云墨家了。这要是天天这样，就算是住在这鸟语花香的别墅中，命也要少几年。太 TM 难受了。呆小妹和凌云墨的骚操作，加上周淑怡的话，顿时让直播间陷入激烈的讨论中。周姐，你就庆幸吧，待会要是吃不进老女人做的饭，也有借口了。哈哈哈，周姐已经吃狗粮吃饱了，好心疼我的周姐。周姐，你快回来吧。直播间的弹幕，周淑怡是看不到，她现在心里是难受的很。不过，在她说完话后，呆小妹就笑嘻嘻的抬起头，而且还当着她的面抹了一下嘴角。哎呀，周扒皮，你这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差啊。像我直播间的狗子们，我这样做，他们是一点怨言也没有。弹幕，老女人，你给老子滚，有多远滚多远。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但小妹在说这话之前，
就知道直播间的弹幕会是什么样，索性也不去看，看了说不定还要生闷气。对于呆小妹此番举动，凌云墨忍不住在她脑袋上轻拍了一下。老公，干嘛又打人家头？乍一感觉脑袋上一疼，呆小妹低下头，楚楚可怜的目光看向凌云墨。这会10点半，你们去玩1个小时，11点半来做饭。虽然凌云墨对呆小妹做的饭完全不抱希望，但是他之前都提出来了，这一点还是要满足。好嘞，答应一声，呆小妹从凌云墨怀中起身。林哥，真的要老女人做饭吗？周淑怡纠结了，从没做过饭的呆小妹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吃？凌云墨转头给周淑怡一个放心的眼神。没事，呆妹做完不合适我就去重新做一份，食材方面还是足够的。之前在商场买菜的时候，凌云墨每样菜都多拿了一份，就是为了防止今天中午会饿肚子。听到这里，周淑怡直接将放心了3个大字写在脸上，看得呆小妹是咬牙切齿，她就不信了，做出来的饭菜吃了还能毒死人？周扒皮，老子待会做出来，我先吃。还有这等好事？周淑怡嘴角微微上扬，都自行脑补出之后的剧情了。哼！呆小妹轻哼一声，自顾自地往楼上走去。呆小妹走了，周淑怡不可能和凌云墨两人留在下面。要是在之前可能还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嘛，完全没有了。看着2个女人上楼，凌云墨笑了一下，随即拿起茶几上没有看完的书籍翻阅起来。这一世的他没有什么乐趣，每天不是看看书就是画画画。两人上了2楼，呆小妹带着周淑怡除了卧室，每间房间都参观了一番。那豪华的装饰以及布置，羡慕的周淑怡双眼发直。最后2人来到室内冲浪泳池，这一幕可把呆小妹直播间的男性观众们乐坏了。呆小妹他们不敢生出亵渎的心，但是周淑怡身材可是油，物级的，出镜效果肯定不错。走吧，我们去换泳衣。第96章出镜游泳。呆小妹照常将手机放在外面，随即挽着周淑怡的手进入更衣室。更衣室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泳衣，各种品牌各种款式应有尽有，中间是一根皮质长凳。周淑怡似乎是走了累，一屁股坐在皮质长凳上。老女人，你穿什么样式的泳衣？周淑怡看着架子上摆放的泳衣，随口问了句。呆小妹看到周淑怡坐的位置，不知想到什么，脸色微微浮现出一丝红晕。周淑怡可不是凌云墨，脸上露出十分意外的神情。我擦，老女人，你 TM 害羞了？没有，周扒皮，你一定是看错了。呆小妹不知道是不是心虚，背过身去。周淑怡看着呆小妹的做作，皱眉想了一下。突然，周淑怡从皮质长凳上一跳而起，眼神看向刚才坐的地方。前几天凌云墨带着呆小妹入住价值6亿别墅的事情，在豆沙中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所有人都知道事。而来到6亿别墅的第一天，他们就来了泳池。这本没有什么，但是进入更衣室有1个小时的空白期啊。1个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还是能做很多事。比如那个，卧槽，老女人，你 TM 没有露出那种表情，我还没有想起来，这里可是你和林哥玩过的地方。更衣室没有其他人，直播手机也在外面。周淑怡直言不讳地说出心里话。听到周淑怡的惊呼，呆小妹脸色是更加的红，小秘密又 TM 暴露了。行了，赶快换泳衣出去吧。要是我们在这里面耽搁了1个小时，非得被你直播间的狗子们误会不可。要是他俩在更衣室耽搁1个小时，恐怕不出几分钟，豆沙全体主播的弹幕就会充斥白河一类的词，想想都感觉不寒而栗。等2人从更衣室中出来，时间已经过去5、6分钟。周淑怡首先拿起放在外面的手机，看了眼直播间里面的弹幕，一看之下，顿时有些无语。这才几分钟的时间，直播间就有人在开始带节奏了。直至目前，老女人和周姐在更衣室待了6分07秒。你们猜他们谁在上谁在下？嘿嘿，这怕是老女人和周姐被黑得最惨的一次。楼上的，这哪能叫黑呢？我们这是说的事实。卧槽，周姐出来了。周姐，采访一下，你是在上还是在下？滚！一帮思想龌龊的家伙。周淑怡终于体会到呆小妹每次被气的感觉，那种感觉 TM 直接就想砸手机。哎呦，周扒皮，怎么我直播间的狗子们把你整破防了？呆小妹走在后面，不知道直播间中发生了什么。不过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只要周淑怡破防，她就十分开心。叫你之前调侃我，心中不禁为直播间的观众们点了一个赞。别 TM 在后面幸灾乐祸了，你以为你跑得掉？说罢，周淑怡转身将手机递到呆小妹面前。呆小妹本来还满心欢喜地接过手机，只是在看清里面的弹幕后，脸上的喜色就凝固了。随即，马德，老子是正常人，只忠于我老公，再几把废话也马上下播。对于呆小妹来说，不管直播间的人怎么开玩笑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拿她的清白开玩笑，就算明知这是一个玩笑都不可以。
他只忠于凌云墨。周淑怡看着脸色冷下来的呆小妹，知道她是动了真怒。周淑怡看出来了，直播间的观众们自然也是看出来了。呆小妹生气，这种事情可不多见。兄弟们，虽然知道你们很想看老女人破防，但是现在还是悠着点啊。对，楼上兄弟说的是，马上就要直播周姐游泳，这种福利不能给做没了。大家伙，刚才的话题就结束了吧？对于直播间观众来说，呆小妹破防他们是喜欢的，但现在她都威胁在说就关直播间，这就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了。老女人，快把镜头调整到后置摄像头，拍拍我周姐的全身照。一直看直播间的小姐姐发流口水的弹幕，这下该我们男同胞了。大家快去其他主播区通知啊！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冰冷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她就是这样的性格，气来得快，去的也快。嘘，你们别说话，我这就满足你们的愿望。呆小妹在直播间中打出一条弹幕。周淑怡这会就面对呆小妹，看她阴恻恻的笑，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当摄像头调整到后置摄像头，周淑怡那曼妙的身材暴露在直播间中，顿时弹幕再次刷新到一个顶峰。转眼时间来到11点半，此时别墅内，呆小妹一个人在厨房中鼓捣。凌云墨本来是要进去帮忙的，不过呆小妹以不能作弊的说法，把她推出了厨房种地。最后凌云墨只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继续看书。周淑怡原本也是想进去的，但是最后还是被严厉的请了出来。不得已，周淑怡也是来到客厅坐下。只是在凌云墨那强大的魅力下，周淑怡眼神不经意间就落在他的身上，而落在凌云墨身上的眼神想要移开，这可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好在这会的凌云墨正在看书，没有注意到周淑怡的眼神。在经过1-2分钟的天人交战，周淑怡最后还是狠心移开目光。这是呆小妹的老公，不能有非分之想。林哥，我可以去别墅外转转吗？与凌云墨坐在一起，就算是心里知道不能去看，但是眼神完全就控制不住啊。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去吧。凌云墨抬头，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周淑怡深吸一口气，点了一下头起身，随即脚步加快地离开客厅。刚刚来到大门处，大门就自动打开。出了别墅，周淑怡心脏还在乱跳。林哥呀林哥，你的魅力简直就是无人能挡，难怪一晚上的时间就把老女人拿下了。作为呆小妹最好的闺蜜，周淑怡早在几天前就知道呆小妹和凌云墨认识的全部过程。第97章超值钱的电话号码。等心跳恢复，周淑怡看了看别墅外的环境，美，这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大脑中的一个词。独自欣赏了一会，周淑怡拿出手机，点开豆沙直播的 app。 要说现在的豆沙，只要和凌云墨、呆小妹任何一人搭上点关系，就必定会涨粉。周淑怡既然都来了，自然是要吸一波粉丝。毕竟周淑怡不同呆小妹，她还要靠这个吃饭呢。当直播间打开的瞬间，人气从0到1万只用了几秒钟。虽然刚开播的人气不是很多，但是弹幕却不少。周姐，林哥家里住着爽不？周姐，你的目的有没有达成啊？周姐，快去看那老女人吧，那呆货做的完全就不是人吃的，所有食材一锅乱炖，搁我们农村这样炖出来的东西是给猪吃的。楼上的不是说好了给周姐一个惊喜吗？怎么现在就暴露了？周淑怡看着弹幕，一条一条的回答。林哥家就是这样的，你们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有，而且不管什么都是顶配。至于目的，我 TM 有什么目的？我只是来看老女人的。现在周淑怡说这话非常自然，没有做作。她现在对凌云墨真的不再有念想，至少在她和呆小妹是夫妻前，没有任何念想。无视弹幕中的一阵唏嘘，周淑怡问：老女人是怎么做的？我现在是在手机直播，退不出去。手机直播不像电脑可以查房，周淑怡不可能看到呆小妹的名场面，就是一锅乱炖，什么食材都往里面放。我亲眼看到，盐舀了一大勺。周姐，待会吃饭前你一定要带够水。哈哈，我 TM 提醒了他，他还说我懂个屁，说教程上就是放的那么多，笑死我了。我现在是贼鸡巴想知道老女人看的什么教程。周淑怡虽然看不到呆小妹的直播，但只看弹幕的描述都知道呆小妹是在做黑暗料理。瞄了眼身后，稍稍向前走了几步，压低声音，我 TM 待会就算老女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吃一口，坐等林哥重新做饭。周淑怡这番话顿时引来直播间的哄笑。就这闲聊期间，人气已经来到100多万，她的直播间比不了呆小妹的，到达100万已经是极限了。兄弟们，老女人在做饭，趁这个时间，我带你们好好看看林哥的大别眼。周淑怡此次是为了涨粉，自然要拿点噱头出来，而逛凌云墨的大别墅就是噱头。呆小妹之前一直在家里逛，别墅外她是没有来过的，用这外面涨粉肯定不会差。然而她才刚刚走出几步，小峰峰赠送主播500个火箭，小峰峰已成为你的榜一。
看着2条系统提示，周淑怡瞬间就懵了。500个火箭啊，一个火箭2000块，500个，妈的100万！吓人也不是这么吓人的吧？这就是流量密码真正的威力。也不怪周淑怡懵逼，要知道，光理这礼物钱，就算是平台抽成了，也能拿到几十万，这可是他近半年的收入啊！今天只是随便直播一下，就拿到了。卧槽，尼玛土豪啊！不知怎么的，看惯了老女人直播间，500个火箭看着也一般。哈哈，老女人那是作弊，不算。嗨嗨，周淑怡咳嗽2声，清了清嗓子。感谢小峰峰的礼物打赏，请榜一大哥加我私信，等我回去，我们就一起组队打游戏。周淑怡和呆小妹不同，她的榜一一定要维护好，而呆小妹的榜一呢，她还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看到了就聊聊，看不到就算了。至于加她私信放榜一100个胆子都不敢。小峰峰，好的，不过周姐，我都是你榜一了，能不能求你一个事？小峰峰的彩色弹幕飘过，周淑怡一眼就看到。榜一大哥，你请说，我周淑怡能办到的，一定办。出手就是100万，这种土豪，除了呆小妹直播间，其他主播能有几个？小峰峰，林哥的电话能不能发我一个？周淑怡心中一惊，涉及到凌云墨的事，她可不敢马虎。榜一大哥，你就这么确认我有林哥的电话？万一没有，你这礼物岂不就白刷了？小峰峰，嘿嘿，以周姐的聪明才智，应该早就猜到，在机场打的那通电话就是林哥的吧？看见这条弹幕，周淑怡顿时语塞，正想还说点什么的时候，京城王大少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魔都小霸王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牛气冲天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周淑怡这下是真的蒙圈了，今天是捅了土豪窝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土豪，都是1000个火箭打底，200万啊！弹幕，土豪大哥们啊，我想知道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才来给周姐刷礼物的？没错，事出反常必有妖，土豪大哥们，请说出你们的目的。在周淑怡直播间的观众看来，这么多土豪齐聚在她直播间，肯定是别有目的。要真喜欢周淑怡的直播，也不会直到现在才冒出来。楼上的2位，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林哥电话来的呀！卧槽，林哥的联系方式这么值钱吗？之前以为商场中的化妆品收银员全场打9.5折就已经够疯狂了，没想到这里更疯狂。等周淑怡回过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1分多钟。没有急着去看弹幕，首先看了一下现在的人气，3000多万，成为豆沙直播人气排行榜的第2，第一当然是呆小妹的。礼物方面，足足有8个人刷了1000个火箭，8000个火箭啊，换算成钱就是1600万。这尼玛，逆天了！这一下，周淑怡总算是体验到待在凌云墨身边有什么好处。这要是一直赖在这里不走，来年开春，她也可以买豪宅、买豪车了。当然，这个想法只适合想想。深吸一口气，周淑怡退到直播页面，看了眼直播间中的讨论，周淑怡也知道了这8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赠送的礼物。第98章，老女人在厨房炼丹。京城王大少，主播，求林哥的电话号码，给个联系方式，再给你刷2000个火箭。牛气冲天，同求，只要给我林大佬联系方式，我给你刷3000个火箭。8个人在直播间疯狂扣着弹幕。其实这些土豪有些根本就不看直播的，要不是他们老子说可以来周淑怡直播间试着尝试要凌云墨的电话，他们怕都不会进来，更不要说给他刷礼物了。对于这些人来说，几百万也就是洒洒水的事情，有些时候去外面吃顿饭喝次酒也就没了。要是能花这点钱搞到凌云墨的电话，他们是血赚。周淑怡看着这些弹幕，内心无比煎熬。要是真和他们说的一样，只要给了凌云墨的电话号码，就刷几千个火箭，他周淑怡将会得到一笔不菲的礼物钱。说不心动那是假的，然而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用力摇了一下脑袋，周淑怡深吸一口气，说出一番话来。不好意思各位土豪，林哥的电话我有，但没有经过林哥的同意，我不会说出来的，抱歉。要是你们真想知道，可以去老女人那里碰碰运气。周淑怡不同呆小妹，不是那种见到钱就移不开目光的人。有些钱能挣，但有些钱是一定拿不得。京城王大少，哎呀，那真是可惜了。不过就算不能知道林哥电话，我们也能做个朋友吧？真的好可惜。直播间的8个土豪很理智，就算周淑怡明确拒绝了，也没有生气说退还礼物钱。周淑怡可是呆小妹最好的闺蜜，和她做朋友应该还是有些作用的。看到这些弹幕，周淑怡松了口气的同时，心中是一阵窃喜。弹幕，林哥面子还真 TM 强啊，连周边的人都能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好想和林哥做朋友。楼上的，你想和林哥做朋友，首先你得送得起豪车豪宅、名画名酒，嘿嘿。就是你看林哥的朋友，要不就是送库里南，要么就是送汉地茅台。接下来的10几分钟，
周淑怡带着直播间的水友们在别墅周边闲逛起来，3000万的人气还隐隐有上升的趋势，这让周淑怡高兴得不得了。暗道一声，来凌云墨家里是来对了，吃点狗粮算什么？马德一切向前看齐。正在周淑怡满心欢喜的时候，直播间忽然躁动起来。马德，周姐，快去看看老女人吧，她正在厨房炼丹。哈哈，我也是来通知周姐的，老女人再不关火，马德真要实现她烧别墅的伟大理想。炼丹？什么炼丹？周姐，不好意思啊，我去看看老女人是怎么炼丹的，等我回来。周淑怡看着这些弹幕，有些懵逼，她不知道做个饭为什么把炼丹都给整出来了。不过看弹幕上的意思，好像有点危险。狗子们，我先跑回去打探一下情况。周淑怡说完这话，不再理会弹幕，拿着手机快速往别墅中跑去。跑进别墅，周淑怡朝客厅看了一眼，凌云墨还在沙发上看书。林哥，快去看看老女人，我听直播间人说她好像有危险。周淑怡说话有些气喘，断断续续的，但是还是将凌云墨从看书的状态拉回现实。凌云墨抬头微微一笑，放下书起身，对此好像一点也不担心。贾维斯，汇报厨房中的情况。贾维斯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整栋别墅，凌云墨对此非常放心。贾维斯没有提醒他，就意味着暂时还没有危险。先生，厨房除了女士做的菜已经焦糊，一切正常。贾维斯汇报出厨房内的情况。凌云墨听后哑然失笑，抬腿缓步向厨房走去。周淑怡举着手机跟在凌云墨身后。弹幕：卧槽，周姐，林哥就在前面，上啊！周姐，我们看好你，上！这么好的机会，周姐，你可要把握好，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周淑怡赏给了直播间众人一个白眼，随即抬头看了眼身前的男人，打出一条弹幕：林哥是老女人，你们 TM 就别几把再调侃我了。哈呸，周姐，你怎么和老女人一样变得这么虚伪了？老子就不相信你对林哥没有非分之想。周淑怡看着弹幕，忍不住摇了摇头，她现在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解释不清，她也就懒得再解释。凌云墨走到厨房外，呆妹，开门，我进来看看。哎呀，老公，你再等等，菜马上就能出锅了。呆小妹的声音从里面传出。要说现在的呆小妹，那是无比得意，她也能成功做出一道菜了。你菜烧焦了，我进来看看。凌云墨这次没有顺着呆小妹的意思，虽然贾维斯说里面没有危险，但凌云墨还是有些担心。烧焦了，这不是正常现象吗？话语传出的同时，厨房门缓缓被打开。要说呆小妹，她早在几分钟前就闻到了焦味，只是从没有进过厨房的她，本能的以为这就是正常的味道，所以并未理会。门一打开，一股浓烈的焦臭味迎面扑来。凌云墨脸色倒是不变，靠近呆小妹揉了揉她的小脑袋。但是周淑怡就忍不了了。卧槽，老女人，你搁里面弄啥呢？这么大的焦味，不感觉呛吗？呆小妹从凌云墨身前探出头，鄙视地看了眼周淑怡。周扒皮，你就羡慕吧，老子可是一个会做饭的人了。看着呆小妹那得意的模样，周淑怡就是一阵的无语。羡慕羡慕个尖儿啊！凌云墨一个栗子敲在呆小妹脑袋上，走吧，进去看看你做的菜是什么样的。说罢，绕过呆小妹，走进厨房内。呆小妹现在也顾不得装可怜，笑嘻嘻的跟在后面。还没来到灶台，远远的就能看见灶台上架着一口盖着盖子的铁锅，下面熊熊燃烧着蓝色的火焰。只是从盖子上面排出的淡黄气体是怎么回事？就算凌云墨见过大世面，看到这个场面都惊了。快步走到灶台边上，一把揭开锅盖，顿时浓烈到刺鼻的淡黄气体飘散出来。当这些气体与下面的火焰相遇，瞬间猛烈燃烧起来，把后面跟来的2个女人吓了一跳。第99章，老女人，你功力不行啊！砰！当火焰升腾而起，伴随的就是一声闷响。后面的周淑怡都看懵了，她第一次感觉做饭会 TM 有危险。周淑怡猛，呆小妹自然也猛，这和她想象的美食出锅完全就不一样。反应过来后，呆小妹抓起旁边的手机，窜到凌云墨身旁。当看到锅中空无一物，只有微弱的火苗正在飘动时，呆小妹又有点疑惑起来。马德，我菜呢？去哪了？凌云墨满头黑线，伸手将天然气关闭，随即转头看向呆小妹，眼神十分古怪。呆小妹浑然没有注意到凌云墨的眼神，还探头往锅中打量。马德，菜真的不见了，那么多食材，一丢丢都没有了。收回看向铁锅的目光，落在直播间的弹幕上。林哥呀，林哥，还没凝丹你就开炉啊？丹气都跑光了，哈哈哈！老女人，你这是炸顶了，功力也不行啊，多练练再尝试下。老女人不想问别的，就 TM 想问问丹呢？无关其气，应有3阶上品，然可惜，
哈哈，直播间的各位鬼才，看你们弹幕，加上现在的场景，妈的肚子都笑抽筋了。呆小妹看着看着，眼神从最开始的迷茫，逐渐转变成恼怒，最后却又变成了羞愧。尼玛做顿饭，居然把食材都煮没了，这 TM 的有多荒唐？老公受到打击了，还好她还有心疼她的老公。看着投入怀中的呆小妹，凌云墨苦笑了一下，揉揉她的秀发。没事，我再做一份，以后你就不要说做饭的事了。这件事给凌云墨提了一个醒，以后绝对不能留呆小妹一个人在厨房。要是再鼓捣出这么个玩意，别墅烧了是小，万一呆小妹有个闪失，凌云墨会自责一辈子。弹幕：别呀，林哥，老女人的仙丹还没练成呢。林哥，你知道你正毁掉一个炼丹大师不？老女人炼丹这个梗，我 TM 会记一辈子。我已经把刚才炸炉的视频发抖音了，大家快去帮忙点点赞。不嘛，老公，再让我尝试尝试，万一这次要是成功了呢？呆小妹在凌云墨怀中仰起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周淑怡在后面听的是直翻白眼，还做个锤子啊！要不是刚刚进来的早，今天中午吃饭就要改吃席了。凌云墨这次却没有由着他，一个栗子落在头上。食材就那么多，再糟蹋了，今天中午就要饿肚子。哦，好吗？那下次再做。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巴，后面的周淑怡是直呼辣眼睛。见呆小妹答应，凌云墨脸上才恢复以往的笑容。出去吧，我重新做饭了。解开呆小妹身上穿着的围裙，凌云墨说。等两人出去，凌云墨从冰箱中拿出食材，开始清洗。转眼时间来到下午2点，魔都嘉定区博尔蒂高尔夫球场，一辆库里南缓缓驶入里面。老公，这就是你的球场？呆小妹透过车窗打量外面。周淑怡和呆小妹一样，也是第一次来高尔夫球场，心中十分好奇。朋友送的。凌云墨目视前方，随口答道。呆小妹已经对凌云墨的朋友产生免疫力，心中是一点波澜也掀不起来。周淑怡倒是听过凌云墨朋友的梗，在后排捂嘴轻笑。弹幕：哈哈哈，神 TM 又是朋友。林哥哥，我和小娇妻一样美，不奢求做你女人，求介绍给你朋友，就算是大叔也没关系。名场面，林哥的神仙朋友又出山了。随着凌云墨驾驶着库里南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前方忽然多出10几辆车排着队，而且这些车都是价值上百万的豪车。老公，发生了什么事？戴小妹往前张望一下，转头看向凌云墨。博尔地球场是对外开放的，他们应该是来打球的吧？凌云墨微微一笑，将车停在一辆保时捷后面。老公，你是球场的老板，应该有特权吧？呆小妹眼睛弯成月牙，贼兮兮笑道。她现在迫不及待的就想要进去打击杆球了。我打个电话吧。说着就去摸上衣口袋的老式手机。呆小妹小脑袋点的像是拨浪鼓一样，一通电话打出去，说了2句后挂断电话。等了差不多1分钟，从前面的车队中急冲冲跑出来2人，脸上都是一副惊慌的神色。很显然，这2人就是博尔地球场的员工。也不怪2人会惊慌，从他们入职开始，只知道博尔地的负责人，但老板却从来没见过。虽没见过，却是从负责人的口中听过，他们这位神秘老板能左右一些小型国家的生死，属于本领通天的主。而今天突然听到他要来打球，怎么可能不惊慌？呆小妹看到2人将直播镜头对着他们，狗东西们，他俩是不是博尔地的人？弹幕：只认识一个博尔地的杨经理，人还不错，上次去那里打球就是他接待的我。活抓楼上一只大佬，我们做朋友吧。我也是杨经理接待的，没想到博尔地是林哥的产业，以后要打球就去博尔地了。对，说不定碰巧还能遇到林哥。卧槽，楼上的巨巨们严重怀疑你们在为博尔地打广告，不过这广告效果满分。呆小妹看着直播间中的弹幕，脸上十分开心。要是这些人来博尔的消费，赚的钱不就是他的吗？突然，呆小妹眼珠一转，一个绝妙的计划出现在脑海。嗨，直播间的狗子们，我待会回家就创建一个微信群，凡是来博尔地消费的兄弟可凭门票入群。本来呆小妹以为这些人会很激动，然而却事与愿违。没兴趣，天天在直播间骚扰我们，老子可不想连微信上都有你的影子。老女人有多远可以滚多远。我对微信群没有兴趣，我从来没有入过微信群。呆小妹看着这些不屑的弹幕，气得小虎牙都露了出来。呆妹，怎么了？凌云墨就在旁边，自然是注意到呆小妹的异常。老公，事情是这样的，呆小妹把刚刚的事讲了一遍。本来还想帮老公多找点钱，可是直播间的狗东西们完全就不领情。第100章，欢迎夫人回家。我呸啊！你那是想帮林哥挣钱吗？都不好意思点破你。楼上兄弟说的不错，现在直播间谁 TM 不知道，林哥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
就 TM 想自己多挣点钱，都万亿身价了，还尼玛不知足，掉进钱眼里了呀？林云墨没有说话，笑着伸手过去，在他头上揉了揉。周淑怡在后面是腻得直打嗝。呆小妹瞥见了周淑怡的不自然，瞬间就来劲了。谢谢老公的安慰，老公亲亲。对于呆小妹这个要求，林云墨自然会满足。两人就这么隔着操控台，探身吻在了一起。外面正在往这边奔跑的两人眼力劲过人，立刻放缓脚步，头转向旁边。外面两人可以装作看不见，但是正在车内的周淑怡就受不了了。林哥，老女人，车里有些闷，我下车等你们。周淑怡感觉要死了，再不下车，马上立刻就会死在车上，死因被强塞狗粮撑死的。周淑怡说完话就开门落荒而逃。哈哈，呆小妹一见就在车内捧腹大笑。抽空瞄了眼直播间，上面全是可怜周淑怡的弹幕。等笑声止住，呆小妹又看向凌云墨，同时竖起一个大拇指。老公，好样的！凌云墨笑着摇了摇头，随即转头看向还在车队中慢慢悠悠走着的两人。见凌云墨移开了目光，呆小妹也将眼睛放在直播间中。老女人，周姐要是被你和林哥溺死在魔都，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可怜我周姐啊，大老远的跑过去受虐。老女人，我来说一个不一样的话题，你要是真想建群，我觉得可以这么做，给林哥也弄一个微信号，然后让他也进你建的群，每隔一段时间就讲讲成功之道，群一定马上爆满。楼上的马的神人啊，敢问兄弟是什么人？要是有林哥在群里，劳资第一个到不二地消费，拿到入群资格。现在能和林哥接触的，只有在老女人直播间。不过林哥半年不看老女人的手机，根本没有机会请教问题。要是有个这样的群，我也要去不二地消费拿资格。看着渐渐从可怜周淑怡的弹幕演变成建群的弹幕，呆小妹有点懵逼。什么意思？看不起他呆总吗？他之前说建群的时候，没一个人鸟他，现在只是说如果凌云墨要加群，直播间的人就高潮了，一个个的都要来不二的消费，都不准备当人啊。心中虽然不舒服，但呆小妹可不会和钱过不去。老公，呆小妹叫出的这声已经不能说是在卖萌了，都已经在发嗲了。凡是听到这声音的人，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马德，老女人，请打开麦克风交流。老女人，还能好好说话吗？嗨嗨，呆总加油，别去理会楼上那些人，就算再嗲的声音我都能忍受，前提是你把林哥拉进群里。对，我们不嫌弃，一定要劝说林哥进群。楼上的两位脸还要不要了？现在直播间被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是高消费，一拨是低消费，两极分化严重的很。只是现在呆小妹完全没空去看直播间。什么？看着两人已经靠近库里南，正想落下车窗，但是听到呆小妹的话，还是直接转头看向他。老公，你有没有微信号呀？呆小妹趴在操控台上，手撑着精致的下巴。没有。看着呆小妹这般模样，凌云墨忍不住又伸手在她脑袋上揉了揉。那老公，我帮你创建一个好不好？然后你再加一个群，接着每隔半个月，不，每隔1个月在里面录次面就行。凌云墨除了在情爱方面有些迟钝外，在其他事情上精明的不得了。瞬间通过刚才的话联想到怎么回事，望着呆小妹那期待的眼神，凌云墨脸上还是保持着笑容。好。哦耶，老公，我待会回家就给你创建微信号。呆小妹这会有点兴奋，她终于也能帮凌云墨挣钱了。虽然这还是需要凌云墨自己出点力，但也是挣钱了。其实这会最为兴奋的却不是呆小妹，而是直播间那些富豪们。他们是非常想请教凌云墨一些问题，不然也不会发生周淑怡直播间那样的事。200万只求一个电话号码。呆小妹还不知道，就在凌云墨答应的时候，已经有好几波人决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前往不二地球场来消费。不为别的，微信群入群可是有上限的，要是呆小妹只建一个群，那就是来得早的吃肉，来得晚的干看着。见到呆小妹现在处于兴奋当中，凌云墨也为她高兴。等她的兴奋进过去，凌云墨才转头看向车外，同时落下车窗。林总，欢迎回家。打开车窗的瞬间，窗外的微胖男人弯腰低头说：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见凌云墨似乎很好说话，微胖男人紧张的心得以缓和。林总，请您和夫人下车，我带您进球场。凌云墨嗯了一声，转头对呆小妹说：走吧呆妹，下车。好。呆小妹脆生生的答了一句。两人下车，呆小妹走到凌云墨边上，无比自然挽上他的手臂。周淑怡则是跟在后面。小李，去帮林总开车，注意点。微胖男人转身警告了一下身后的青年。是的，杨经理。微胖男人，不对，应该是杨经理，点了一下头，随即再次转身，满脸堆笑的看向凌云墨。林总，我带你和夫人小姐进球场。周淑怡，马德，小姐，你全家都是小姐。
等四人来到接待大厅，门口就是2列长相非常美貌的接待小姐姐。欢迎林总回家。弹幕：我尼玛，我上次去怎么没有这待遇？卧槽！这声音听得我欲望都起来了。楼上的兄弟，握手！直播间的狼群是兴奋了，但是现实中却有人警惕起来。正是护肤狂魔呆小妹。只是还不等他有宣誓主权的动作，又一道整齐的声音传出：欢迎夫人回家。第101章博尔蒂的原主人。弹幕：夫人，这是在叫老女人？马德，耳朵快聋了！呆小妹愣了一下，但马上反应过来，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和她老公在一起，好 TM 有排场。哈哈，林总，欢迎你回来。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爽朗的声音从不远处传出。定睛看去，连凌云墨这般的城府都愣了一下子，因为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人正是前世博尔蒂球场的原主人李文涛。当初凌云墨来博尔蒂打球的时候，与李文涛倒是交谈甚欢，后来还和他一起谈过几个合作，对他不说了如指掌，也算是知道些底细。现在这人在博尔蒂是什么意思？李文涛，好久不见。刚才的愣神只是出现了刹那，说话的时候笑容又是浮现。是啊，林总，你10年前倒是走得干脆，可苦了我在这里帮你打工。说话间，李文涛已经来到凌云墨面前。10年前帮我打工？凌云墨心内巨震，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前世原主人的李文涛现在在帮他打工，这应该是系统的能力吧？心中这般想着，脸上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刚才还说球场是朋友送的，现在露馅了吧？呆小妹虽说是个铁憨憨，但是这么直白的话，她还是听得明白。这球场原本就是凌云墨的，只是从10年前交给人打理后就没有来过这里。弹幕：嘿呀，老女人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一定是林哥的功劳，林哥还我那个傻傻的老女人。马德，老女人变聪明后，以后想要忽悠她就难了。呆小妹的嘀咕声自然传进凌云墨的耳中，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前几天已经告诉过呆小妹事实，自己是穿越过来，又带着个签到系统，不信也没有办法。李文涛见凌云墨侧头看向呆小妹，这才想起来的并不只有他自己而已。夫人，你比直播间中看到更加美丽啊，难怪我们的林总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这一记连环屁简直把呆小妹的魂都拍飞了，脸色羞红的向凌云墨身上靠了靠。哪有，是我被你们林总迷得神魂颠倒。这一幕落在直播间，顿时引来一连串的问号。马德，眼瞎的人怎么那么多？老子看着老女人的表情就 TM 气的想咬人。老女人，不要装了，你不就喜欢被人夸吗？呆小妹确实喜欢被人夸，但那也要看场合，要是直播间有人夸她，她会十分得意，可这回是面对面，她那薄薄的脸皮根本就受不了。李文涛雨露均沾，看向身后的周淑怡，这位漂亮的女士贵姓？李文涛脸上的笑容不减，就算他不认识周淑怡，但他却是跟着凌云墨来的，就这一个身份，李文涛都要小心应对。免贵姓周，名淑怡。周淑怡心性比呆小妹好很多，应对的倒是得心应手。周女士你好。李文涛说着就伸手过去，周淑怡会意，也是伸手和李文涛握了一下。你好，李先生。刚才凌云墨叫过李文涛名字，周淑怡在后面听得清楚。两人握了一下手就分开，随即李文涛面向凌云墨：林总，这10年来球场的收益也该给你了，也不知道您当初是怎么想的，就不怕我拿钱跑路了。凌云墨微微一笑，对于李文涛说的收益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要不是为了呆小妹，凌云墨现在都有可能还在山上做咸鱼呢。他不在意，但是身旁的呆小妹听到收益2个字，眼中就冒出小星星。钱这个字填满了他本就不大的脑袋。那个李先生。呆小妹不知道该怎么叫李文涛，也学着周淑怡叫李先生。夫人，你叫我小李就行了。李文涛目光看向呆小妹，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呆小妹顿时有些无语，李文涛年纪都可以做他爸了，还小李？这样吧，我叫你李哥，你看行不？呆小妹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小李这2个字。李文涛下意识瞄了眼凌云墨，见他脸色依旧，顿时松了口气，不过还是装模作样的犹豫了一番。凌云墨何等精明的人，自然看出李文涛的做作。李文涛，叫你小李确实不成体统，就叫你李哥吧。好的，林总。林文涛脸上的犹豫不见，笑着点了一下头。夫人，你刚才想问什么？此话一出，呆小妹那激动的小眼神就看向李文涛。李哥，这10年球场的收益大概有多少？能不能透个底？10年的时间啊，根据刚才来时候排着车队的情况来看，博尔蒂球场应该经营的还可以，每年收益起码是1字起步吧。他呆总的身价
马上又能迎来一个涨幅了。听到这个，李文涛脸上有些尴尬。呆小妹一见这个表情，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刚刚还在天堂，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地狱。马德，这么大个球场，10年来没有收益，一定是李文涛黑吃了，一定是。弹幕，哈哈，你们看老女人的面部表情，继续装啊，就喜欢看老女人这样的表情。看我林哥，好劲儿淡定，这就是大佬。老女人学着点，学个屁，要学也是学怎么练好单。哈哈哈，神 TM 炼丹。幸好戴小妹现在还处在纠结当中，没有看弹幕，不然非得在大庭广众下和直播间的人对线不可。李哥，是不是没有多少？呆小妹深吸一口气，带着颤音问。她是非常害怕李文涛点一下头，说一句是的。要是再来一句现在还是亏着经营，她怕是会原地升天。然而，越害怕什么 ，TM 什么就会找上你。是的，收益不是很多。完了，李文涛的几个字打破了呆小妹的一切幻想，瞬间感觉全身无力，要不是挽着林云墨胳膊，恐怕就要摔倒在地。李文涛一见，更加觉得羞愧。夫人，你放心，虽然我们目前的总收益只有200多亿，但是后续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支出了。第102章，喝茶，感情深，一口闷。要说现在的呆小妹很无语，马得200多亿，还尼玛装着像是破产的样子，这李文涛也不是个人啊。其实自从10年前开始，博尔蒂就没怎么盈利，直到几年前李文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情况才渐渐好转。以这么大个球场，10年才产生200多亿的收益，确实不是很多。林总，真的非常抱歉，辜负了你的期望。李文涛抬头看向凌云墨，脸上则是换了一副表情，无比的愧疚。凌云墨笑着摆摆手，没事，我对钱不感兴趣。这要是换做前世那个无利不起早的凌云墨，在听到10年只赚了200亿，根本就不会给李文涛好脸色，没有破口大骂已经是烧高香了。但是现在嘛，经过30年的沉淀，凌云墨已经对钱没有什么感觉了。呆小妹在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又大起，脸上浮现出潮红之色，身体变得滚烫。要不是一直直播着，怕是都有人会误会什么爷的身价突然之间就变成了1亿零200亿，可能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呆小妹说话都有些不利索。弹幕，马德，1亿零200亿，这数学怕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本来就十分有钱了，现在尼玛又凭空多出200亿，老女人，老子好今儿羡慕你，真的是见识到了，在真正的大佬眼中，200亿也就那样。三人的交谈几乎要把周淑怡整自闭了。200亿，这不是200块啊！狗逼老女人又 TM 白捡这么多钱，就算她全年无休的直播，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当凌云墨4人走进一间办公室中，一个漂亮小姐姐紧随其后，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面摆放着紫砂壶茶具。漂亮小姐姐在放下茶具的时候，眼神还偷偷瞄了眼凌云墨。这一幕刚好被一旁的呆小妹注意到，顿时狠狠地瞪了回去。要说呆小妹现在只要看到有点姿色的女人，她都会感到紧张。她觉得这些女人都是想来挖墙脚的。漂亮小姐姐心底一慌，赶忙从凌云墨身上移开目光，逃也似的走出办公室。开玩笑，偷看人家老公被发现，现在还不逃，还等什么？更何况眼前的人她根本就得罪不起。弹幕，老女人，你就不能对小姐姐温柔点吗？对啊，看把小姐姐吓成什么样了。真的是巧了，林哥是护妻狂魔，你 TM 是护肤狂魔，尼玛绝配啊！呆小妹目光落在直播间，看到这些弹幕脸上出现得意的表情。狗子们，就问你们，爷的威慑力大不大？对于刚才漂亮小姐姐的落荒而逃，呆小妹非常自豪，毕竟她终于也能吓人了。滚，臭不要脸的！还我漂亮小姐姐，至少比你养眼。没错，丑逼老女人，还我漂亮小姐姐。这些嘲讽落在呆小妹眼里，手不自觉地握紧，要不是看李文涛在这里，非得骂死直播间这群狗东西不可。周淑怡就坐在呆小妹旁边，听着她小声与直播间的人聊天，靠近一点看了一下她的手机，随即就抿嘴强忍，现在这场面实在不好笑出声。呆小妹白了周淑怡一眼，给爷憋住。周淑怡用一根中指表示她此刻的心情。两人在这边小声打闹，李文涛却自顾自地为凌云墨泡茶。片刻之后，林总搞到了点好茶，你尝尝。听到李文涛说话，两人停止了打闹，然后安静地坐在凌云墨旁边。弹幕，王大聪，啧，居然敢在林哥面前说有好茶。林哥，好茶？什么好茶我没喝过。文涛啊，母树大红袍了解一下。这个员工不太称职啊，居然连老板的直播都不看，不然就不会说出这番话了。直播间这回闹得欢，但是却没人看了。戴小妹坐在凌云墨边上，周淑怡则是坐在戴小妹边上，
静等茶水。李文涛分别为3人倒上一杯热茶。凌云墨端起轻抿一口，信阳毛尖确实是好茶。呆小妹对茶完全没有了解，端起紫砂壶茶杯，有模有样的学着凌云墨，但可能是觉得这么喝一点味道也喝不出来，直接一口闷，涩涩的，和母树大红袍一样，不怎么好喝。看到呆小妹这么喝茶，李文涛都傻了，多好的茶就被这么糟蹋了。要是时间能倒流，他一定不会拿出这么好的茶叶。弹幕：尼玛，老子看着都心疼。信阳毛尖149万1公斤呢，就这么糟蹋了。楼上的刚来的吧？听说过母树大红袍吗？林哥都宝贝着呢，老女人依旧是这么喝的。老女人，哎呀，小场面了，这么看着我干嘛？凌云墨看到李文涛的目光，顿时露出苦笑，伸手过去摸在呆小妹头上。呆小妹口中正难受着呢，突然感觉那只熟悉的手掌落在头上，扬起精致的小脸，脸上满是疑惑。老公，怎么了？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顺手拿起李文涛身前的保温水壶，给呆小妹倒了点白开水。难受就喝这个吧。对于没有喝过茶的人来说，茶的味道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凌云墨也没有勉强。林哥，我也喝白开水吧。周淑怡也没有喝过茶，看着他说重新将水壶放到原位。见此，李文涛终于松下心中一口气，只要不糟蹋这上等好茶就行。看到李文涛这如释重负的表情，凌云墨开口说，明天你来我家，我送你点好茶吧。既然是自家媳妇糟蹋了人家的茶，凌云墨还是要补的，就算这人是自己的员工，该补偿还是得补偿。李文涛听后眼睛一亮，随即就开口笑道，林总说这话就见外了，不知道林总家里珍藏的是什么好茶。根据李文涛10年前的记忆，10年前的凌云墨就能掌控一些小型国家的生死，这种人物家里珍藏的茶叶一定差不到哪里去。母树大红袍。说完，凌云墨端起桌上的紫砂茶杯，轻抿一口，表情十分平淡。母树大红袍。凌云墨表情平淡，但是李文涛就平淡不了了。母树大红袍啊，寻常人根本就搞不到，他还从来没有品过这等茶水。第103章，求女带给老女人的压力。李文涛激动的动作倒是把呆小妹和周淑怡吓了一跳，知道自己失态，李文涛抱歉的对着2个女人笑了一下，随后又坐下来，林总，母树大红袍给我的。凌云墨微笑点头，反正家里的母树大红袍多着呢，送一点给李文涛也无妨，毕竟现在都把人家的球场占了，于情于理给点母树大红袍也不算什么啊。凌云墨才恩出声，呆小妹又发出一道惊呼，怎么了？凌云墨赶忙放下手中正在把玩的紫砂茶杯，老公，我们喝的信阳毛尖149万1公斤。呆小妹这会心中是无比后悔，尼玛，这么贵的茶居然只喝了一口，好亏，这要是提前知道，怎么着也要多喝几杯。还好李文涛不知道呆小妹现在的想法，不然怕是会抓起桌上的茶壶连夜跑路。应该是吧。呆小妹这个问题倒是把凌云墨给难住了，他是对茶了如指掌，但价格就不了解了，毕竟钱是他喝的茶，要么是秘书去买的，要么就是别人送的，价格方面还真的没注意。呆小妹闻言顿时装作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好可惜，这么贵的茶叶，老公，我还想尝尝，可以不？弹幕：你可惜个尖儿啊，照你那样喝茶，多贵的茶叶你都品不出来。尼玛，你家里的母树大红袍比这玩意贵多了，真 TM 不识货呀。楼上的小点声，我立刻贷款卖房，去买1公斤的信阳毛尖，然后去和老女人交换母树大红袍。哈哈，连老女人都敢忽悠，我敬你是条汉子。凌云墨笑着将自己身前的茶杯推到呆小妹面前，嘻嘻，谢谢老公。呆小妹这次接过后，没有和刚才一样一饮而尽，也是有模有样的学着轻轻的抿。只是咚咚咚，就在此时，敲门声传了出来。进。李文涛好像知道外面的是谁，脸上表情不变。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高跟鞋、身材极佳的高挑女人，特别是那一对凶器，晃得人眼睛发麻。她刚一进来，办公室中就充斥着淡淡的香水味。马德，又 TM 是个狐狸精。戴小妹马上放下茶杯，装作不经意的抱住凌云墨手臂。周淑怡在一旁是看得十分无语，这也对自己太没自信了吧。戴小妹现在很紧张，但是直播间就不一样了，狼友们疯狂扣着弹幕，嗨嗨，大家伙请文明观球啊，前排的别站起来，后面的你们的呐喊声呢？这位小姐姐搞接待吗？要是她搞接待，劳资就算是卖血也要到不二地打球。嘿嘿，兄弟们，我快到不二地了，待会就去帮你们问问这位裘女士有没有在搞接待。楼上的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林总你好。高挑女人进来，先是和凌云墨问好，
随即看向呆小妹：“夫人你好。”这声夫人丝毫没有打消呆小妹的警惕，不过眼睛却是落在那对凶器上。尼玛，对 A 真的好劲儿自卑。高挑女人注意到了呆小妹的目光，风情万种的脸上出现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随即转过身去面向李文涛：“李总，你的东西。”说着递上来一张卡片。呆小妹认得那张卡片，铂金银卡呀，全球只发行了10张的铂金银卡，取钱不需要扣手续费的银行卡。呆小妹现在已经能猜到，这张铂金银卡里面装的怕就是那200多亿。要是在平时，呆小妹肯定会挪不到离这张卡片近一点的地方，但是今天不应该说是现在，她还是觉得凌云墨更重要一些。主要是马德那对球太鸡巴晃眼睛了，要是凌云墨受不了，那问题可就严重了。你先出去吧。李文涛点了一下头。好的。高挑女人答应一声，转身的时候还不忘笑着看了看呆小妹。瞬间，呆小妹感觉自己像是被看光了一样，那一对 A 赤果果的暴露在眼前女人眼中。马德，待会回去就买木瓜，早中晚都吃，吃死了总比凌云墨被抢走要好。高挑女人走出办公室，迎来的却是直播间的一阵哀嚎。我的青春结束了，爷青结呀！求女，你回来啊，我还没有看够啊。等办公室的门被带上后，李文涛站起身，将铂金银卡递到凌云墨面前。林总，这10年球场的纯收益都在里面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马上让他们把账单发过来。凌云墨笑着摆了摆手，不用了，钱我看的不是那么重。今天凌云墨的主要目的是带小妹和周淑怡来打球的，现在都耽搁了这么久，根本没有心思查账。再加上，要是凌云墨真想查，还用得着自己动手？对着手机随便说一声，贾维斯就能全权帮他搞定。凌云墨的这般信任，李文涛心中十分感动，这样的好老板，天下哪里去找？只是李文涛这会又十分郁闷，弓着腰，举着卡，差不多3秒了，没人接，这是在做体罚吗？凌云墨此刻也非常意外，以往接钱这种事，呆小妹是跑得最快的，但是今天有点反常啊。顺手接过铂金银卡，凌云墨转头往身旁看去，只见呆小妹这会低着头，手机则被扔在办公桌上，不知在想什么。凌云墨想了一下，拿起桌上的手机，入眼就是黑压压的弹幕。凌云墨找出几条看了一下，那是看的是云里雾里，没懂什么意思。卧了个槽啊！求女把这老女人整自闭了。老女人以前不是还挺自豪的吗？能给国家省布料，现在知道对 A 吃亏了。老女人同事对 A， 我也没自卑啊。哇塞，兄弟们，话题该止住了，林哥来了。林哥，看我，我黑丝36D，能满足你的一切需求。看到这里，凌云墨就将手机重新放在办公桌上，随即看向周淑怡。周淑怡，对 A 是什么意思？第104章。他和我一样，都是土鳖。周淑怡还没有说话，呆小妹就猛地抬起头，脸上已经爬满红晕。对 A 这2个字对她来说伤害性不大，但是 TM 侮辱性极强啊。呆小妹抬起的头没有看向凌云墨，而是转向一旁的周淑怡，那小眼神极力的想要阻止周淑怡说话。其实要是办公室中只有凌云墨他们3人，周淑怡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对 A 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办公室中多了李文涛，这要是说出来，呆小妹的脸还要不要了。幸好李文涛也算是个人物，对于这些网络用词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林哥，这对 A 的意思吗？待会你还是亲口问老女人吧。周淑怡脸上布满笑容，那笑落在呆小妹眼中满是羞怒。只是现在还 TM 对周淑怡没有办法，毕竟人家手中还握着她的把柄呢。凌云墨眉头皱了一下，刚想继续发问，呆小妹却在此时转过身，随即就贴在凌云墨耳边：老公，晚上我告诉你，现在就别问了。要说凌云墨现在对情爱方面是真的成长了，看到呆小妹这般表情，知道可能是一些难以启齿的话题。知道这一点后，凌云墨笑了一下，伸手抚摸了她的头一下。这张卡你要不要？凌云墨递过来刚刚拿到的那张铂金银卡。不了，老公还是你拿着吧，我怕弄丢了。呆小妹非常心动，但她却不敢接过来。要知道，这张铂金银卡里面可是有200多亿的钱啊，万一给她整丢了，还不得当场去世。那我就帮你和小呆呆保管起来了。凌云墨笑看着呆小妹。弹幕：啧，不晓得那个幸运的家伙会投胎到林哥家，这都还没有出生就坐拥100亿零花钱了。楼上的，你可以马上去天堂排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哈哈哈，666。直播间的调侃落在呆小妹眼中，让她对未来的那个小子充满醋意。想她自己从小走到现在有多辛苦，未来那小子倒好，出生就拥有这么多钱。李文涛在旁边看着2人一直没有说话，当办公室陷入沉寂的时候，他才发出声音：
林总，现在就出去打2杆。一听说打球，呆小妹眼睛就是一亮，他们来博尔蒂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球啊。老公，呆小妹现在也顾不得办公桌上的茶水，抱着凌云墨胳膊摇晃了一下。凌云墨会意，看向李文涛，走吧。博尔蒂高尔夫球场分了3个等级，分别是普通区、富人区和顶级区。普通区只能在固定的地方打球，人不能进草坪当中，而且还是和众多人一起打，只能是体验挥杆的乐趣。富人区虽然还是只能在固定区域活动，但是不会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每个区域相隔100多米远。至于顶级区，那真的就和电视的一样，全场都可以自由活动，并且配备球童。来到球场，李文涛已经安排妥当，有3个球童。周淑怡朝四周打量一下，除了他和呆小妹，这里全是男人。不是说有女教练吗？人呢？他可是一点都不会打高尔夫啊，难道是要他自学成才？3个球童看到李文涛来到球场，连忙快步从亭子中背着球杆出来。林总、李总、夫人，你们好。显然李文涛已经告诉过他们凌云墨的身份，现在也不需要警告什么。准备一下吧。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待小妹来到球场后，就放开了凌云墨的手，此时拿着手机到处炫耀。狗子们，看见没有，爷爷是能打高尔夫的人了。待小妹那得意的神态落在直播间，气得直播间的众人是咬牙切齿。老女人，不是我说你，就你那脑袋，能学会算我输。楼上的，你酸了，老女人现在根本就不在意会不会打，而是她也是能打高尔夫了，真的是好 TM 羡慕。老女人遇到林哥就走上了人生巅峰。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非常满意，她要的就是这种羡慕。她呆小妹站起来了。正在她得意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夫人，请问您需要吗？呆小妹转过身，就见球童站在离她2-3米的位置，手中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块洁白的毛巾。这是擦手的吗？心中想着，眼睛瞄向凌云墨那边，跟着凌云墨做，肯定不会有错。只见凌云墨拿起托盘中的毛巾，在手上擦了擦，动作非常娴熟。心中有了答案，呆小妹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擦过手，球童离开，呆小妹继续显摆着。等到凌云墨叫她，她才快跑到凌云墨的身边。老公怎么了？我来教你怎么打球。球童很机灵，在凌云墨说完话后，立刻拿出背着的球杆。呆小妹眼睛弯成一道月牙。好。凌云墨接过球童递来的球杆，随即走到他的身后，把手机先放一下。呆小妹嗯了一声，看向球童，能帮我拿一下手机吗？球童哪敢拒绝，接过手机。见此，凌云墨从呆小妹身后环抱住她。球童反应很快，拿出白球就准备放在他们脚下。只是暂时不用。凌云墨对着球童挥了挥手，随后贴在呆小妹耳边：我先教你握杆和动作。要是在几天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这种亲昵的动作，呆小妹肯定会面红耳赤，但现在已经完全适应，脸上只有认真。害羞，这辈子都不可能害羞了。好的，老公。呆小妹答应一声。听着2人的对话，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呆小妹完全不会打高尔夫。李文涛看向一旁的周淑怡，既然呆小妹有凌云墨陪，周淑怡这位贵客只有李文涛来了。周女士，要不要打上2杆？李文涛笑呵呵地来到她的边上。周淑怡一愣，她也想啊，但遗憾的是，她和呆小妹一样，都不曾接触过高尔夫。正在想怎么将心中的话含蓄地说出来，一旁的呆小妹却开口说：她和我一样，都是土鳖，不会打高尔夫。第105章，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站在他后面的凌云墨一听，顿时一个栗子落在呆小妹脑袋上。哪有这么说自己的？老公，好疼哦！呆小妹立刻拿出她的杀手锏，装委屈。凌云墨摇了一下头，在被敲的地方揉了揉，头却转向李文涛：叫一个女教练过来吧。其实就算不说，李文涛也知道该怎么做。好的，林总。李文涛说了一句，随后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不出几分钟，一个头戴白色帽子的女教练来到球场，交代几句后就去教周淑怡了。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半个多小时。当，伴随一声脆响，呆小妹打出第一发球，紧接着就是第2声。这个声音是从周淑怡那边传来的。啪啪啪！当第1杆球打出去，李文涛在旁边拍起巴巴掌。夫人的领悟力还真厉害，这么快就掌握了发球技巧。李文涛也不管呆小妹是真会还是假会，这个马屁必须得拍好。弹幕：卧槽，刷新了3关啊！这 TM 也算掌握了技巧。这马屁拍的，尬得我抠出了3室一厅。林哥哥教了半个小时都还没教会，老女人你是真的蠢啊！楼上的一看就是屌丝，老女人学的不说有多快，但也不慢了，属于中等速度。对，想当初我学高尔夫的时候也是这样。嘻嘻，老公，我真的已经掌握了吗？听着李文涛的话，
呆小妹扬起脑袋，笑眯眯地看向他。林云墨没有回答呆小妹，松开握着她的手，在她秀发上摸了摸。林总，夫人，要不要休息一会？半个小时啊，要不是有林云墨握着呆小妹的手，非废了不可。即便有林云墨的助力，但要是今天没有进行驱瘀活血的按摩，明早起床手臂还是会非常难受。不要不要，刚刚找到感觉。呆小妹还没吃过第二天早上起来的酸痛感，这会是异常的兴奋。先休息一会吧，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好，更何况呆小妹还是一个从来不运动的宅女，猛然间有这么剧烈的运动，很容易拉伤肌肉。哦，好吗？林云墨都发话了，呆小妹自然不可能不听。裘童接过球杆，呆小妹则从他手上拿回自己的手机。一边的周淑怡看到呆小妹停下来，也是将球杆交给裘童，朝他们这边走来。周扒皮，感觉怎样？待周淑怡走近，呆小妹就开口问。不错，就是有点累。周淑怡可不比呆小妹，她每次挥动球杆都是自己的力气。累？不累啊，哪里感觉累了？呆小妹笑嘻嘻地看着周淑怡，也不知道是不是诚心气她。周淑怡白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四人走进球场中的亭子，上面已经摆放着茶水红酒。茶当然还是李文涛的宝贝信阳毛尖。红酒嘛，虽然不是那种绝世珍藏，但也算是好酒了。呆小妹在喝过几口茶后，就倒上了白开水。她实在受不了茶的那种苦涩味，靠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看直播间弹幕。这小日子过得羡慕了呀，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好的福气。楼上的赶紧去天堂占位置啊，争取投胎到林哥家。到这里弹幕还算正常，但是随着一发火箭升空，直播间就躁动起来。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一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老女人，我爸想见一见林哥哥，麻烦转告一下。老女人，危机警告。小娇妻，到底是你爸想见林哥，还是你想去见林哥？请大胆的告诉我们。呜呼，今天又能看到我的小仙女了。大脑，眼睛乖，今天可以让你宝宝眼福了。看到弹幕中纷纷在夸小娇妻，呆小妹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她脸蛋也不比千若雪差，但直播间的人就是没人夸她，心中虽然气，但是呆小妹却不敢把这个事情隐瞒下来。毕竟当初他们在离开商场的时候，林云墨就对千若雪说过，要是他父亲想来找他，随时都可以。呆小妹认识林云墨的这段时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对某个事情这么上心，当然除了他自己。给等着，我问问我老公。虽然不敢隐瞒这件事，但是说话就没什么顾忌了。亭子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呆小妹就坐在身旁，这句话林云墨自然是听见了。怎么了？林云墨放下手中的茶杯，疑惑的目光看向呆小妹。老公，千若雪的父亲想见你，你看见还是不见？话音传进直播间，千若雪和她父亲听得无比清晰。千若雪脸上倒是没有什么，但千福生此刻心中却是无比的慌张，生怕林云墨来一句不见。林云墨在听到这话，瞬间来了精神。千福生啊，前是黑科技集团的创始人，研发出来的黑科技让世界都垂涎三尺。虽然这一世林云墨不看重钱，但是他们的黑科技却是他想要的。现在有这个机会，当然要入场。让他们来不二地球场吧，我在这里等他们，就算是晚一点也没关系。林云墨这番话让千福生松了口气，但是正在看直播的大佬们就坐不住了。等他们晚一点也没关系，这待遇也太好了吧。林云墨可是超级大佬啊，居然这么重视一个人，必须马上查出千若雪父亲的公司是什么，争取去分一杯羹。林哥哥小娇妻赠送主播10个火箭。林哥哥小娇妻，老女人，谢了，我和我父亲马上就出发，最多1个小时。看到10个火箭，呆小妹心中的气总算是消了一些，随即看向林云墨。老公，小娇妻，呸，千若雪说他们1个小时后到这里。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林总，这千若雪是？李文涛此时也是非常震惊，林云墨居然对一个事情这么的上心。要知道，就在半个小时前，林云墨手握200亿的时候，脸上也是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但现在李文涛分明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喜色，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第106章，林总不会是看上他了吧？接下来的1个小时，林云墨就在一旁看着呆小妹打高尔夫，倒是没觉得时间难熬。老公，这一杆怎么样？看着呈现抛物线飞出去的白球，呆小妹很是满意。不错，林云墨真的是成长了，要是刚刚认识他那会，一定会说出还将就的话。嘻嘻。呆小妹将球杆递向守候在一旁的球童手上，随即扑到林云墨怀中，感受着球场中的微风，青草的气息传入鼻腔，呆小妹心中前所未有的平静。但是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温馨的场面。哎呀，呆总，我们是不是来早了呀？声音非常好听，
犹如黄莺啼鸣。这声音落在其他人耳中是觉得非常好听，但是在呆小妹听来就十分恶心了。没有探头去看说的人抱住凌云墨的手稍微紧了紧，凌云墨莞尔，伸手习惯性的摸了摸她的头，以示安慰。有了凌云墨的安慰，呆小妹的手才放松下来。等凌云墨侧头，就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千福生相貌十分帅气，虽然40好几，但岁月却不曾从他脸上带走什么。凌云墨笑着拍了拍呆小妹，示意她松手。呆小妹会意，从环抱的姿势换成挽住凌云墨胳膊，示威的眼神和千若雪对视。看到凌云墨向这边走来，千福生快走2步来到他的面前。林总你好。现在的千福生还没有混出名堂，在看到凌云墨的时候，心中难免会生出紧张感。毕竟凌云墨大佬的身份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想查这些非常容易。手握5瓶旱地茅台，10条血龙鱼，1大盒母树大红袍，这3样中任何一样出现在一个人手上都是大佬级的人物，现在却同时被凌云墨掌控，大佬中的超级大佬啊！看着千福生那小心翼翼的模样，凌云墨有些感叹啊。想前世他在找到千福生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神态，如出一辙。微微一笑，凌云墨伸出手和千福生握在一起。客气了。握了一下手，两人同时松开手，又寒暄客套几句，凌云墨就指向一旁的亭子，要不过去坐着说。千福生当然不会说不，进亭子里面说就意味着要真正的谈正事了。进入凉亭，李文涛一言不发，为千福生父女俩倒上杏阳毛尖。其实现在李文涛心中是非常疑惑的，千福生整个人的气质只能说比普通人强上一点，这样的人根本接触到凌云墨。当然呆小妹是个例外，难道林总是看上了她？心中这样想着，目光落在千若雪身上。的确是漂亮的不像话。分别为凉亭中的人倒上茶，李文涛顺势坐下，凌云墨手指敲击着桌面，脸上则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笑。桌上的茶水是分毫不动。李文涛有些疑惑，目光刚刚看向凌云墨，就见那双睿智的眼神正落在自己的身上。李文涛也是个老狐狸了，看凌云墨的动作，加上那眼神，知道此刻该怎么做。林总，刚想起来还有点事情没处理，我先去处理了。去吧。凌云墨眼神恢复正常，笑看李文涛点了一下头。等李文涛离开，凌云墨目光就看向身旁的呆小妹，以呆小妹的眼力劲，自然是没看出来刚刚他和李文涛的眼神交流。老公，怎么了？见到凌云墨的目光，呆小妹有些迷茫了。弹幕，老女人，你这眼力劲啊，还需要好好磨练，这不明摆着的吗？让你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真 TM 好奇林哥会和小娇妻爸爸聊什么，居然要支开所有人。别问，问就是商业机密。啧，居然连老女人都要防，这话题该是多劲爆啊！凌云墨是宠妻狂魔的事，直播间的人非常清楚，现在却要支走他，说明要谈的是非常重要，甚至比呆小妹都要重要。凌云墨笑着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你和周淑怡一起去外面玩会吧，我这边聊完了来找你。哦，好的老公。呆小妹心中了然，起身和周淑怡一起走出凉亭，离开时脸上还是一副非常高兴的神色。很明显呆小妹是知道些什么的，不过有了上一次贾维斯的警告，这次倒是没有人敢说出请水军刺激呆小妹的话。当凉亭中只有千福生父女俩和凌云墨时，凌云墨依旧敲击着桌面。不怪凌云墨这么谨慎，实在是黑科技集团根本不能曝光在公众视线当中。女儿，你也出去吧。好的爸爸。等凉亭中只有2个人的时候，凌云墨才端起桌上的茶轻抿一口。你现在拉到多少投资了？要是按照前世的进程，现在千福生正处于到处拉投资的阶段，凌云墨不知道他的提早出现有没有引起蝴蝶效应。千福生惊讶于凌云墨竟然知道自己在拉投资，但是还是回答道，没有，他们一听我涉及的东西就表示没有谈下去的必要。说话的时候千福生满脸的失落。要说黑科技，他和高科技一样，从前期开始的投资就非常大，少说10亿打底，这么多钱任何一个投资集团都不会想到投资的。凌云墨听后点了一下头，需要我的投资吗？凌云墨对千福生可谓是无比的了解，投资他就是稳赚不赔。林总真的愿意投资我的公司？虽然千福生心中早就有答案，但现在亲耳听到凌云墨说出口，还是十分激动。他已经不知道跑了多少家投资公司了，最后都无功而返，现在终于看到了盼头。凌云墨含笑点头，随即从衣兜中拿出一张铂金银卡，这里面有10亿，我要占股51%。千福生大惊，占股51%，意味着公司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林总，你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凌云墨对此脸上的笑倒是没有减弱分毫。我不会插手你公司的任何事情，全权由你做主，
只享受分红的权利。林云墨这一世不看重钱，但是还是要为呆小妹和小呆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然让他占股10%都行，反正主要目的还是千福生研发的黑科技。第107章，让千若雪回家住。千福生脸上出现为难的神色，主要是51%的股份实在让他难以接受。沉默半晌，千福生叹了口气，坚定的目光看向凌云墨：“林总，最多49%，多一点我都不会同意。”千福生的态度非常坚决，公司的生死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凌云墨手指敲击着桌面，脸上的笑容却不减。其实对于千福生的拒绝，凌云墨早有心理准备。前世的时候，凌云墨为了能掌控千福生的公司，甚至还晾了他1个多月。只可惜千福生完全是油盐不进，最多只能拿出49%的股份，多一点都不行。刚才之所以说51%，也只是想看看他提前找到千福生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该是什么样的还是什么样。将铂金银卡推到千福生面前：“那么千总，合作愉快。”在前世的时候，凌云墨没有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而是分批次的，主要是怕砸进去的钱打水漂。但这一世凌云墨完全没有这个担忧。千福生现在都懵了，本来他以为在拒绝了凌云墨的要求，拉倒投资的概率小之又小，现在凌云墨居然这么直接的就给了他10亿，匪夷所思啊！反应了好一阵，千福生才猛地惊醒：“感谢林总，非常感谢林总。”千福生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之前一直拉投资拉不到，现在却拉倒了一个超级大佬，这种感觉就像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借钱，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肯借，但是最后却有一个人送给你想都不敢想的财富。凌云墨含笑点头，端起桌上的茶水，自顾自地喝了起来。待千福生心情冷静下来，凌云墨才又和他谈起合作的具体事宜。有前世谈判的经验，凌云墨很轻易的就知道千福生的底线在哪里，所以没用多少时间，两人就彻底谈拢，剩下的只是纸面签字。凌云墨站起身看了看手表，下午4点。千总，要不要去打击杆球？看到凌云墨起身，千福生也站起来。听到这话，犹豫了一下，说：“林总，改天吧，现在有钱了，我想回去做一些安排。”凌云墨听到这话也没有怪罪，他知道千福生就是一个工作狂，这玩了他还真适应不了。行。告别凌云墨，千福生按着来路走出球场。凌云墨走出亭子，左右看看，只见远处有3个曼妙的身影。千若雪，3个身影分别是呆小妹、周淑怡，还有一个正是千若雪。凌云墨虽说是爱情白痴，但呆小妹每次看千若雪的眼神，他还是看得出来，那是一种警惕。虽然不知道他在警惕什么，但呆小妹应该不喜欢千若雪才是。现在居然玩到一块去了，非常的不正常啊！怀着疑问，凌云墨往3人的位置走去。呆小妹显然是看到了凌云墨，两人在他的带领下迎面向凌云墨走来。不多时，呆小妹和凌云墨碰头：“老公，你谈完了？”呆小妹一个飞扑进入凌云墨怀中。谈完了。凌云墨笑着回答，手无比自然地摸着呆小妹柔顺的秀发。嘿嘿，呆总，你这么虐狗，真的好吗？这里还有2条单身汪呢。看着呆小妹不断在凌云墨怀中蹭着，千若雪调侃道。呆小妹在凌云墨怀里转头看向千若雪，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想来试试不？我老公怀里温暖得很。”千若雪哑然，她怎能不想？但就算是想，也不能表现出来。我哪敢啊，这是你呆总的专属位置。呆小妹非常满意千若雪的回答，回过头，耳朵贴在凌云墨胸膛上。呆妹，你们这是？凌云墨其实是很不想问他们俩的事情，但现在这关系也太不可思议了。本来两人势同水火，现在却变得犹如姐妹。嘿嘿，老公，这是秘密哦。呆小妹扬起小脑袋，眼角呈现一个好看的弧度。凌云墨不知道两人是怎么回事，但是直播间的人是非常清楚，他们见证了一段狗血的剧情。千若雪在离开凉亭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就和呆小妹周淑怡两人碰面了。没有凌云墨在这里镇场子，呆小妹的火药味十分大。但是在千若雪说出可以改掉直播间里面的名字后，情况才好转。接下来就在呆小妹的见证下，千若雪改了直播间里面的名字。呆小妹对此非常高兴，邀请她一起打球。最后3人倒是玩得比较开心。凌云墨一个例子落在呆小妹头上，倒是没有再多问。他这一世的性格就是这样，问了不说，就算心中再怎么好奇，也不会问第2遍。呆小妹这一下倒是没有装委屈，还是笑嘻嘻地看着凌云墨那张帅气的脸。凌云墨摇着头，揉乱呆小妹顺滑的发丝，看向千若雪：“你爸已经回去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话虽只说了一半，但是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在下逐客令了。弹幕：靠，林哥呀，不愧是钢筋王者，
这么漂亮的仙女，居然要让她走！小娇妻，林哥那里不收留你，我这里有张大床，来我家吧，我收留你。楼上的但凡有颗花生米，也不会说这样的胡话。小娇妻要来，也要来我家。千若雪虽然已经改了直播间里面的名字，但是直播间里面的人还是习惯性的叫她小娇妻。千若雪神情一呆，她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逐客令会落在她的身上。只是，老公，今天千若雪就去我们家住好不好？之前都答应陪她打游戏了，让千若雪跟着他们回家，呆小妹还是有考虑的。打游戏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让她看看自己和凌云墨的恩爱程度，省得以后还打她老公的主意。好，听你的。凌云墨收回目光，笑着看向呆小妹，那眼中的宠溺，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嘻嘻，谢谢老公。亲亲。呆小妹一言不合就开始秀恩爱，这一手打的所有人是措手不及。身后两个女人看的是剧 TM 尴尬。第108章。第二天的签到地点，傍晚的7点，凌云墨驾驶着库里南回到价值6亿的别墅。之所以用了3个小时才回家，不是路上堵车，而是凌云墨带着呆小妹去做按摩了。毕竟今天的运动量实在有点大。哎呦，终于回来了！呆小妹下车就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千若雪从车上下来，被眼前的大别墅给震惊到了。她虽然是千福生的女儿，但现在的千福生还没有发家，只是住在一栋普通的别墅中，如凌云墨这么大的别墅还是第一次见。呆小妹看到千若雪震惊的眼神，心中是十分得意。当4人先后进入别墅，贾维斯的问候声就传了出来：先生女士，欢迎回家。千若雪是知道贾维斯的，但那只限于在直播间中，现在亲耳听到又不一样，真的是人工智能啊！看到千若雪眼神瞄来瞄去，呆小妹靠近她就笑嘻嘻地说：嘿嘿，厉害吧？是挺厉害的。千若雪点了一下脑袋。走吧，我带你去打游戏。呆小妹笑眯眯地说了句，向前走了2步，好似又想起什么，停下脚步转头说：你吃鸡的名字也要改一下吧。千若雪吃鸡的名字也叫林哥哥小娇妻，这是呆小妹所不能容忍的。好的。听到答复，呆小妹满意的点了一下头，随后小跑到凌云墨身侧：老公，和我们一起上楼打游戏吗？刚好4排哦。凌云墨摇了一下头：我就不玩了，看会书。打游戏或许正常的凌云墨这个年纪会很喜欢，但是凌云墨前世今生加起来都有100来岁了，游戏对他真的毫无吸引力。哦。呆小妹嘟了嘟嘴，有些失望。看着3女上楼进入电脑室，凌云墨随即走到沙发前，拿起茶几上摆放的一本国外书籍翻阅起来。时间一晃，第二天，凌云墨睁开双眼，看了一下时间，早上7点。这还是凌云墨首次起床晚了，不怪如此，主要还是昨晚折腾的太晚了，将近3点才睡觉。要是以前根本不可能，但是呆小妹的承受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能折腾到3点。侧头看了眼呆小妹，直到现在，她眼角上都还挂着泪痕。凌云墨无奈的苦笑啊，昨晚都阻止过她了，就是不听劝。爱怜的抹去呆小妹眼角的泪痕，随后凌云墨查看今天的签到地点。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山顶木屋进行签到。凌云墨，现在的凌云墨非常无语，他签到了这么多次，这还是首次需要跑这么远的地点进行签到。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吧，没有就去一趟山上，有事就放弃今天的签到。幸好凌云墨这话没人能听到，不然非得被骂死不可。这要换做别人，有这么一个签到系统，就算是天塌下来，前路下雨改下刀，也要去山顶签到。毕竟系统出品必属精品，价值6亿的别墅，10亿的现金，5000亿美金的贾维斯，马德每一样都能让人疯狂。凌云墨现在居然还想放弃签到。凡尔赛，必须是凡尔赛。凌云墨起床下楼后，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点20，不知道他们还要睡多久。凌云墨心中想着，这要是早饭做早了，凉了可就不好吃了。贾维斯，你起来了吗？边向厨房走着，凌云墨边对着空气说：先生，随时为您服务。贾维斯的声音传出。他们起床了吗？要是普通的人工智能，自然不能理解他们是谁，但贾维斯能。先生，千若雪女士已经醒来，正在穿衣，周淑怡女士还没有醒。以后只用告诉我是否醒来就行。凌云墨说完这话的时候，已经走入厨房内。是的，先生。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卧室中，戴小妹长长睫毛微颤，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缓缓睁开。贾维斯，现在几点了？戴小妹从被窝中伸出洁白的手臂，揉了一下眼睛。女士，现在是9点08分。贾维斯的声音在卧室内响起。哦，还蛮早的。说了一声，正想翻身爬起，然而就在刚刚动身的刹那，哎呦！
一声痛呼从呆小妹口中传出，瞬间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马德，这次比上一次还要痛。呆小妹流着眼泪，口中还说着粗话。强忍疼痛，呆小妹独自穿着衣服。楼下，林云墨从厨房中急匆匆的走出来。千若雪看着林云墨的模样有些奇怪，在她的想象中，林云墨是个无比稳重的人，就算是十分重要的事也不会这么急。看着林云墨从身后走过，连招呼都没和他打，径直上楼。千若雪，林云墨上楼后直奔卧室。呆小妹看到门自动打开，知道肯定是林云墨来了，不然贾维斯是一定不会开门的。果不其然，片刻后林云墨就出现在眼前，入眼就是呆小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眼中的晶莹非常明显。林云墨那个心疼啊，连忙来到床边，用极温柔的语气说：“怎么不让贾维斯叫我上来？要不是贾维斯自行汇报，我都不知道。”说着话，将呆小妹手中的衣服拿了过来。不想打扰到老公吗？虽然疼痛压身，但是现在呆小妹心中却甜蜜蜜的。有时候，男人的一个态度就能让一个女人非常感动。就比如现在，小心翼翼地帮呆小妹穿好衣服，随后就在林云墨的搀扶下下楼。然而，两人似乎都忘了千若雪的存在。等呆小妹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只见此刻千若雪正瞪大双眼，十分震惊地看着两人。尼玛呀，这女人 PM 不睡懒觉的吗？起这么早？呆小妹心中暗自叫苦，不过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也只有硬着头皮下楼。林云墨扶着呆小妹来到沙发上坐下，沙发非常大，千若雪和呆小妹至少隔了4-5米远。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林云墨这温柔的话，简直是酥透了千若雪的骨头。第109章，帮周淑怡攒人气。好的，老公。呆小妹这次虽然和上次一样有些疼，不过声音倒是正常。等林云墨离开后，千若雪就移到呆小妹身边。呆总，你这么不经折腾。说这话的时候，千若雪脸上也有点红。虽然她在直播间说出的虎狼之词比这还厉害，但现在可是面对面啊，羞涩之心还是有的，毕竟千若雪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呆小妹低着头，不敢和千若雪对视，更不敢回话。马德，太今儿尴尬了。千若雪见呆小妹不说话，也不好再追问下去，毕竟这是人家的隐秘之事。林云墨很快端着一杯温水过来，来，呆妹。谢谢老公。呆小妹接过水杯，说了一声。林云墨笑着揉了一下她的脑袋，看着两人甜蜜的样子，千若雪是羡慕不已。她现在也对林云墨放弃了念想，主要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林云墨的目光就没落在她身上一次，眼里全是呆小妹。这种情况千若雪非常熟悉，以前她的追求者，她就是这对待的，那真的是心里一点感觉也没有，所以眼神才不会落在她身上。哒哒，就在千若雪心中暗叹之际，从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三人同时向那边看去。正在楼梯上的周淑怡看到三人的目光，脸上出现窘迫的神情。马德，最后起床的待遇真 TM 不错，能享受所有人的目光。大家早上好啊。周淑怡来到客厅，脸色无比尴尬的和三人打招呼。周姐早上好。千若雪露出甜甜的笑，现在只有她是别墅女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出丑的。周扒皮，你比爷还能睡啊？说到调侃周淑怡，呆小妹是当仁不让，抓住机会就要往死里弄。林云墨则是以微笑示意。周淑怡先是对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然后是千若雪，最后看向呆小妹，老女人，你给我滚蛋，这是我家，你让我往哪滚？呆小妹眨了眨眼睛，一脸的玩味。听着两人的嘴仗，林云墨摇了一下头，还有半个小时吃饭，你们先玩着。呆小妹立刻放下和周淑怡的打闹，看向林云墨，老公辛苦，给你一个亲亲。林云墨一笑，俯下身不让呆小妹移动。千若雪是知道什么情况的，脸上除了笑还是笑，但没有看到之前场景的周淑怡就傻了。林云墨不是钢筋王者吗？现在居然会俯身让呆小妹亲，三观崩了呀！等林云墨消失在客厅中，周淑怡才回过神来。卧槽，老女人，你 TM 厉害了啊！林哥这种王者都能让你调教的这么好，那是不看爷是什么人。呆小妹也不管周淑怡有没有误会，只要被好闺蜜夸，她就十分得意。一旁的千若雪抿住嘴巴，不让自己笑出声。呆小妹本来还十分得意的，但是看到千若雪的表情，顿时脸上就浮现出尴尬。好在周淑怡没有发现。老女人，怪事啊，你今天居然没有直播。一般情况下，只要呆小妹起床下楼，都会顺手打开直播，一来是打发无聊的时间，毕竟现在的呆小妹是富家太太，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完全没有压力。二一点是为了记录她每天和林云墨恩爱的生活。在楼上忘了拿下来。呆小妹故作随意地说，要是平时就算下楼来了，
发现没带手机也会上楼拿，但今天实在有点不便。上去拿呀！周淑怡来到他旁边坐下，大大咧咧地说：“算了，今天就不去拿了，要不你开直播，我给你带点流量。”呆小妹随便找了个理由，总不能和周淑怡说昨晚折腾的太厉害，走不动路吧？脸还要不要了？你给我带流量！周淑怡眼神一亮。要说现在的呆小妹在受到凌云墨这位流量密码的辐射，她自身的流量也是十分恐怖。要是呆小妹不直播，她周淑怡在别墅中直播的话，流量将会全部到她直播间来。呆小妹看到周淑怡眼中的心动，伸手过去就把她包包抢了过来。周淑怡见此也没有阻止，因为真的很急儿心动啊。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又还给周淑怡。密码。周淑怡解开手机密码，随即打开豆沙 app， 然后又交给她。周淑怡的直播间不像呆小妹的，下播人气就跑光了。当呆小妹精致的小脸出现在直播画面中，开始的几秒是一条弹幕都没有，但在5秒过后，卧槽！我 TM 眼花了吧？这是老女人？什么老女人？帖子叫呆总。直播间只有一条弹幕，呆小妹随意的说：“我呸啊！要是你和林哥在一起，还能勉为其难的叫你一声呆总，现在不在，你就是老女人。”虽然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是楼上的对的666，靠，老女人在周姐直播间出现了，大家快去摇人啊！渐渐的，直播间的弹幕多了起来，但是呆小妹还是看到了刚才回复过的那条弹幕：“妈的，狗东西，我老公倒地给了你什么好处啊？居然比我这个大美女还受欢迎！老女人，你这话说出来不是找骂的吗？”周淑怡在一旁听到呆小妹的话，顿时有些无语。是，呆小妹确实是个大美女，但是直播间的人就 TM 爱说反话啊。果不其然，下一瞬间弹幕就疯狂了。QE 要不要？大美女，老女人，你可能对美女有什么误解啊？呆小妹看着这些嘲讽，心中那个气啊，差点就要施展光束下波之术了。好在她知道现在要帮周淑怡攒人气，查看了一下现在的人气，85W 比起呆小妹来差远了。当然，之所以现在这么低，还是时间问题。现在才过去1-2分钟，呆小妹在这里的消息还没有散播出去，又与直播间的人对线几分钟，周淑怡直播间的人气直接从85万突破1000万，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2000万、3000万，最后稳定在5000万左右。这还是流量密码辐射的结果，要是真正的流量密码搞直播，那人气简直无法想象。第110章，老女人，你昨晚破防了？呆总答应我们的群呢？对啊，不是说给林哥创微信号吗？我已经去博尔蒂进行消费了，顶级场，我也拿到资格了，群呢？看到直播间的这些弹幕，呆小妹瞬间就傻眼了。马德昨天回来，竟然忘了这事。不过，就算是忘了，也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们慌个锤子啊！爷今天肯定会帮你们搞定的。还没有去博尔蒂拿到入场券的狗子们，加紧速度。这我就放心了。呆总牛逼，破1。正在博尔蒂已经成功拿到入场券，静候呆总加音。想听听林总讲课。要说今天的微博热搜，第一、第二都是关于林云墨的。第一是呆小妹建群坑老公的事情，这点不管是大佬还是富家公子都挺关心的。大佬们自然是想听听林云墨讲课，富家公子的想法就简单许多，想着看看能不能结交到林云墨这位超级大佬。第二点则是林云墨对一家公司无比上心的事，但具体哪家公司文中并没有提出来。原因很简单，林云墨受益贾维斯出手了，现在网络上关于千福生公司的消息完全屏蔽，不管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们的具体信息。当然，在现实世界传播的贾维斯就没有办法了。时间在呆小妹和直播间水友们吹牛打屁中度过。此时，周淑怡直播间的人气稳定在7000万左右，可见呆小妹流量的恐怖。看到林云墨从餐厅中出来，呆小妹知道可能是饭已经做好了，笑着对直播说：“好了，狗子们，待会再和你聊，也要去吃饭了。”说着就将手机拿给周淑怡。周淑怡接过手机，看了一下这会的人气，瞬间就惊得连说都不出话来。7000万，这尼玛还是他的直播间吗？高光时刻，绝逼的高光时刻呀！周淑怡反应过来，立刻截图保存下来。随后后台打开大主播们自建的群聊，以前经常看呆小妹炫耀，她现在也能炫耀一番。7000万人气啊，她怕是全豆沙第2个达到这个人气的主播了。周淑怡找出图片，点击发送，随后编辑出一段文字：兄弟们，羡慕不 ？PDD， 周姐早就发现了，我刚才去你直播间看了一下，呆总现在是真的吃香啊。大司马呆总，什么时候来我直播间给我也串客一下，让我也体验一番人气的暴涨。大马猴，哈哈，周姐你厉害啊，今天的人气榜你是霸榜了，把呆总直播间都顶了下去。平时呆小妹的直播间就算不直播也有1000万的人气，
今天用周淑怡的手机直播，她直播间的人就全部跑到这里来了，所以人气下滑的十分严重，已经掉出人气榜。但要是她重新开播，不出1分钟，必定又会重回巅峰。PDD， 周姐，帮我问问呆总，什么时候来锦城？前段时间给他说过。现在只要是个人都知道，呆小妹和凌云墨携带着恐怖的流量，与他们在一起，随便吃顿饭都是话题。他 PDD 虽然是大主播，但流量谁又嫌多呢？更何况还能借此认识一下凌云墨这位大佬。老女人，烧猪问你和林哥什么时候去锦城？看到信息内容，周淑怡转头问一旁的呆小妹：“这个啊，还没有和我老公提过，今晚就问问他。”魔都，呆小妹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早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以前是因为要直播，没有那个时间，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万亿身价的她，可以随便浪，浪到天涯海角都可以。周淑怡将呆小妹的原话告诉 PDD。说到这里的时候，凌云墨已经来到沙发前。周淑怡见此，马上退出聊天群，将直播镜头落在凌云墨身上。这等好机会，她不可能放过。毕竟凌云墨自带的流量比呆小妹还恐怖。果不其然，随着直播镜头落在凌云墨那张帅气的脸庞上，礼物的特效就在直播间霸屏了。周淑怡乐的是嘴巴都笑歪了。礼物就是钱啊，她周淑怡比不得呆小妹，她还需要直播间的衣食父母来养活她。凌云墨走到沙发边上，笑看三女：“走吧，可以吃饭了。”“好的，林哥。”千若雪点了一下脑袋，站起身来。周淑怡也一样，从沙发上站起，就准备走向餐厅。但是让她疑惑的是，呆小妹却不像要起来的样子，一点动静也没有。更为奇怪的是，凌云墨竟向这边走来。等来到呆小妹面前，一言不发地抱起呆小妹就朝餐厅而去。周淑怡都愣了，凌云墨今天的表现好不正常，非常的不正常。毕竟凌云墨刚经王者的事已经众所周知，这样一个人在没有他人的提醒下，竟然会主动去抱带小妹，匪夷所思啊！弹幕：哦豁，我刚经王者家族的掌门人真的已经叛逃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好像有蹊跷啊？你们发现没有，之前老女人直播的时候，身体只要稍稍动一下，眉头就会皱一皱，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楼上的，经过你这么一提醒，我好像也发现了，老女人这个多动症患者怎么可能坐在原地半小时不移动？有问题，一定有大问题。嘿嘿，可能是昨晚破防了，坏笑。呆小妹不管在哪里直播，她吸引福尔摩斯的被动都能完美的体现出来。这不，直播间就已经有人猜出了大概的情况。周淑怡在看到这些弹幕，眉头皱了一下，快步跟上凌云墨的脚步。只是接下来，她的目光可能要着重落在呆小妹身上了。今早的早饭很简单，馒头、稀粥、牛奶，全是能养胃且有营养的食物。吃饭期间，周淑怡眼神不住往呆小妹那边瞄，这让呆小妹很不适应。终于，在第6次周淑怡往呆小妹那边看的时候，呆小妹终于忍不了了。周扒皮，你TM老是往我这边看干嘛？你碗里不是还有粥吗？很显然，呆小妹是以为周淑怡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想来和她抢食吃。被抓住的周淑怡也不再回避，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老女人，昨晚你破防了。”第111章，大招冷却结束。呆小妹脑袋中顿时冒出几个黑人问号。破防？什么破防？看到呆小妹疑惑的小眼神，周淑怡知道可能是自己说的太含蓄了，凑到呆小妹耳边嘀咕2句。瞬间，呆小妹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红起来，耳朵、脸颊，最后是脖子。直播间的众人何许人也，顿时推理出事情的经过。嘿嘿，林哥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奇奇怪怪的知识好像又多了一点。真羡慕老女人，每晚都能和林哥夜夜笙歌。周淑怡看到弹幕，为了照顾呆小妹面子，没有拿给她看。一顿饭很快吃完，凌云墨重新将呆小妹抱到沙发上坐下，随后就去收拾餐桌上的餐具。本来周淑怡和千若雪是要帮忙的，但是都被凌云墨拒绝了。有过呆小妹洗碗的经验，她知道这些千金大小姐是根本不会进厨房的。是呆小妹还好，直接手把手教学，但是周淑怡、千若雪能动手吗？说不定还没她一个人洗得快。凌云墨将想法说给2个女人听，顿时把2个女人下巴都惊掉了。她们今天居然被嫌弃了。愣愣地回到沙发上坐下，呆小妹却是难掩脸上的笑。但为了不将战火重新引到自己身上，呆小妹只有埋下头，不让周淑怡2人看到自己的脸，不然她今昨晚破防的事又要被提起。坐在沙发上，周淑怡看了眼直播间黑压压的弹幕，顿时有些无语。哦嚯嚯，原来我们刚经王者的掌门人没有叛逃，这样的林哥才正常嘛！刚才抱老女人的场面可把我整不会了。老女人，你教的也不怎么样嘛，把林哥哥交给我，我还你一个真正的林哥哥。从手机上收回目光，看向低着头的呆小妹。老女人，别尼玛在那里低头装孙子了。你直播间有人说你没有教会林哥，
让把林哥让出来，他来帮你教。周淑怡乖巧地做了一个传话筒，将直播间的话传达给呆小妹，让她给我死远点，我不想看到她。呆小妹依旧低着头，没有抬起来。你们听到了吧？老女人让你们死远点。呆小妹现在是极不想话题在自己身上，但是周淑怡却不断把话题扯向她，毕竟现在的流量是在呆小妹身上啊。死远点，她怕是忘了破防的事。俗话说得好啊，你越怕什么，她就越会来什么。当周淑怡把这话传达过去的时候，呆小妹瞬间就傻了。她低着头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话题再持续下去。现在居然又被拿到直播间中，好尖儿气啊！等林云墨从厨房中来到客厅时，就见此时的呆小妹双颊赤红，无比羞涩的模样。老公，抱抱，周淑怡欺负我。看到林云墨，呆小妹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还未接近就张开双臂。林云墨笑着摇摇头，快步走到呆小妹面前，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老公，我要亲亲。有了林云墨，呆小妹仿佛是觉醒，立刻就放大招。靠，老女人，你不讲武德！周淑怡赶忙转过身，呆小妹的大招只要不去看就伤害不到她。但是林云墨帅气的林云墨这种场面就算是受点伤害也止不住的想要看看。周淑怡转头的时候正好就看到刺激的一幕，那种刺激简直是文字无法写出来的。许久，纯芬、周淑怡和千若雪这两个旁观者看的都是脸色羞红，但是呆小妹却没有什么感觉。上次还在机场这样亲亲过，心里已经有所准备。老公，我手机在卧室，能帮我拿下来一下吗？呆小妹眼角的余光瞥了眼两个女人，对她们的脸色非常满意。一个人害羞不如大家一起害羞，这样谁也不用说谁了。好。林云墨点了一下头，随即呆小妹就松开手。待到林云墨离开，三人都没有说话。客厅里是沉寂下来，但是直播间却是呼声一片。我靠，老女人秀不恩爱，把周姐和小娇妻整自闭了呀！老女人秀恩爱，不亚于发射核武器。暴击加10000点。林云墨很快从楼上下来，看到沉寂下来，场面有些疑惑。一般来说，只要他一走开，周淑怡和呆小妹就要互对，有时候他在的时候都要对2句，但是今天却是有点反常。仔细一打量，顿时就发现了俩女士不对劲，脸上红晕未散，有些躲闪的眼神和当初呆小妹害羞的样子不说一模一样，但有80%的相似。他们是在害羞？林云墨很奇怪，这别墅中只有他一个男人，周淑怡和千若雪在害羞什么？摇摇头，不去乱想，走到呆小妹面前，将手机交给她。谢谢老公。呆小妹甜甜一笑，接过手机。林云墨只是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却没有说话。拿过手机，呆小妹查看了一下信息，随后就打开直播间。呆小妹这里开了直播，瞬间周淑怡直播间里的人跑了大半。呆总，我林哥微信弄得怎么样了呀？老女人，听说你昨晚破防了。楼上的666刚一开直播，弹幕就黑压压的袭来，和周淑怡的比起来有十分大的差异。只是这黑压压的弹幕有些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动无视弹幕中的有些话。呆小妹十分嚣张地说，我老公还没有手机，快刷点礼物，爷今天要破费了。话音刚落，直播间画面就全是礼物特效。呆小妹都惊了，今天要礼物也太顺利了吧。也不怪如此，现在直播间有一小波人，他们是非常想要林云墨的联系方式，讨好呆小妹，让她尽快去购买智能机就是重中之重。王大葱姐，你早说啊，我马上给哥带过来。大葱哥牛逼，大葱哥可以，今晚请你喝酒。呆小妹看到王大葱的弹幕，顿时喜出望外。马德，礼物钱收了，现在还白捡一个手机，对于他这个抠逼来说简直不要太好了。行，快带着手机过来。第112章，老女人，你家被偷了。王大葱送手机这招不仅是受到了呆小妹的喜欢，就是正在直播间的那些富家公子哥们也很喜欢。他这一步走得非常明智。看到呆小妹脸上绽放的笑容，林云墨笑着坐在她旁边。呆小妹一见，把摄像头对着地面，不让直播间众人看到自己的脸，随后就开始缓慢移动，最后躺在沙发上，头枕在林云墨腿上。咦，老女人，你换姿势了。啧，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了，缩嘎似的。呆小妹一见，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袭上心头。马德，他直播间的人实在太聪明了，有这么聪明的脑子，干嘛还来看自己直播呀？好好读书 TM 不行吗？林云墨不知道呆小妹现在的想法，看她枕在腿上休息，顺手就拿过茶几上的书。一旁的周淑怡可闲不住，待脸上的红晕消散，站起身。林哥，老女人，我出去走走。林云墨从书上移开目光，想了一下，后面是私家园林，你们可以到那里逛逛。世贸蛇山庄园楼王面积覆盖非常广，私家园林前世的时候林云墨去看过，
风景还不错。啊，私家园林啊，老公，我也想去看看。呆小妹虽然是这栋别墅的女主人，但是她只在别墅中逛了几圈，外面什么样的一点都不清楚。林云墨微微一笑，摸了一下她精致的额头。改天我们再去吧，今天就算了。戴小妹今天行动不便，去逛园林显然不适合。哦，好吗？见两人交谈完，周淑怡才说：“好的，林哥。”说完就往大门外走。等等，周姐，我也一起去。周淑怡都走了，千若雪自然不想继续留在这里吃狗粮。等两人离开别墅，大门自动关闭。这时客厅中就只剩呆小妹和林云墨两人。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就过去10多分钟。期间呆小妹一直不曾理过直播间的弹幕，主要是这些弹幕全是在调侃她的，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招。要是寻常的直播间照呆小妹这么整，人早就跑没了。毕竟这么久不说话，也没有与直播间的人参加互动，人家还看你干嘛？但是呆小妹的直播间不同，就算是不和直播间的人说话，人气依旧能维持在8000多万，就是这么恐怖。呆小妹正想放下手机休息一会，老这么拿着手机也累，但是一条弹幕却吸引了她的注意。老女人，你 TM 快回答我，家被偷了呀？这条弹幕之所以能被呆小妹注意到，除了是少数没有提她破防的事外，还有这是她第4次还是第5次看到这样的弹幕了。什么家被偷了？我家外面有凶恶的大叔，谁敢来偷我家？呆小妹不屑地撇了一下嘴。不说别墅外的警卫塔，就说贾维斯，现在别墅周边的一切都被他牢牢掌控，一个大活人想进来偷家，做梦吧。呆小妹话音落下不一会，就有一条弹幕被刷新出来：鱼，你家的鱼被偷了。鱼？呆小妹心中一惊，吓得她一哆嗦。她当然知道是什么鱼，山上的血龙鱼啊，价值500万的血龙鱼，要是被偷了，那不得亏死。但转念一想，林云墨之所以敢放心把血龙鱼留在山上，说明是放心的，留了安排的。正想舒口气，但一个念头又在脑海中成型，她这老公好像对这些身外之物都没有多大的兴趣啊，要不然第一次就不会问呆小妹要不要吃血龙鱼。想到这里，心中就是一慌，应该不太可能吧。说完就仰起头看向正在看书的林云墨。老公，山上的屋子有人给我们看家没？林云墨从书上移开目光，低头看向呆小妹。当看到那紧张的小眼神，林云墨就是一愣，但瞬间反应过来，没有，怎么了？呆小妹没有回答林云墨的话，赶忙看向直播间，在众多弹幕中寻找起来。666，组团去偷林哥家了。楼上的林哥的话不可信啊，哪次好东西不是骗我们说是朋友送的？说不定就等你们去自投罗网呢。老女人，我刚才说的话千真万确，我正准备去偷，正准备去看看的时候，发现一条都没有了。最后一条弹幕看起来真真假假，要说是假的，说的还真若有其事一样，但要说是真的，准备去偷这是什么鬼？毕竟这是在直播间，又不是说话，搞不清楚。呆小妹再次把头抬起来，老公，今天我们回山上看看好不好？别看山上的木屋不起眼，但是上面可有今天的大财富，10条血龙鱼总共价值5000万，克斯蟠桃献寿图3000万，剩下的2瓶旱地茅台，这个就不好估价了。要知道，原来全球还有10瓶的时候，价格就达到了3100万，现在全球只有8瓶，这个价格应该会迎来一次上涨。剩下的像是凌云墨画的画，旱地茅台的空酒瓶，这些加起来应该也能值个500万吧。这么一算，就山顶木屋里面的财富都有1亿多。凌云墨在听到呆小妹说要回山上的话，有些感慨。本来他看呆小妹这状态，都打算今天不上山签到了，现在鬼使神差的，呆小妹居然提出去山上，这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签到断不了。你现在这状态能去山上吗？没事，老公，我们下午就去，下午我应该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们上山把所有之前的东西都搬回来，放在外面有点不放心。这么大一笔钱在山上，就算呆小妹不是一个抠逼，也要搬回来。要说这个世界谁不会对这些东西动心，怕是只有凌云墨一个人了。就算是两马一王，在面对10条血龙鱼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生出占有心。看着呆小妹望向自己的眼神，凌云墨笑着伸手过去，摸在她的头上。好，都搬回来。得到答案，呆小妹满意的点了一下头，随即又想起刚才在直播间中看到的弹幕。老公，你真的没在山上安排人看管吗？万一家里的东西被偷了怎么办？第113章，呆妹，你长大了。对于呆小妹的担心，凌云墨是一点都没放在心上。除了他对这些东西不看重外，最重要的是现在他有贾维斯，就算是被盗了，他也能找到这些东西最终流向了何处。只要知道东西去了哪里，利用贾维斯的能力要回来还难吗？威胁这种事都是前世他用烂了的招数。没事，不会有人偷的，即便被偷了，
也能在极短的时间找到。看着凌云墨那无比自信的眼神，呆小妹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弹幕溜了溜了，林哥这眼神明明很好看，但我却有种看到银手镯的样子。还有人打算去林哥老房子的没？我看行啊。林哥好自信，算了，本来都已经到村脚下了，灰溜溜的来，灰溜溜的去。再看到诸如此类的弹幕，呆小妹终于可以完全放下心。正想回话，就见火箭的特效在直播间炸开。张明涛赠送主播20个火箭。张明涛，呆总，听说你们要回去搬家，我待会抽调几个警卫塔的人帮你们搬，呆总觉得怎样？张总这精明的头脑，佩服佩服。近水楼台先得月，好，非常好。自从凌云墨入住楼王别墅，张明涛就一直关注着呆小妹的直播间，以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随时提供帮助。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天终于又让他等到了机会。毕竟凌云墨的身份在那里摆着，要是把他服务好，今后的路可就宽了。呆小妹一见，顿时喜笑颜开，免费的劳动力有了。不过转念一想，人情债是最难还的，她也不好轻易答应。因为呆小妹知道，所有讨好她的人都是看在凌云墨的面子上。要是没有凌云墨，她呆小妹可能马上就会重新变成一个稍微火一点的主播，想得到这些人的尊敬。晚上枕头垫高点可能会实现。老公，张总说待会可以抽调警卫塔的几个人跟我们一起回去搬家，这是答应吗？看着呆小妹询问的眼神，凌云墨很是惊讶。以前他都是我行我素，只要对自己有利，通通都先答应下来再说。现在却不知不觉的改变了。呆妹，你长大了。惊讶的眼神出现不过刹那，随即就被笑意替代。感受着凌云墨手掌又落在头上，呆小妹大眼睛眯成一道缝。她老公还是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赞赏她。嘻嘻，老公，长大了是不是要赏个亲亲呀？呆小妹打蛇随棍上，笑嘻嘻说。弹幕，老女人，你 TM 够了。完了，又要被强塞一嘴的狗粮。林哥，千万不要纵容这呆货啊！直播间的弹幕凌云墨是看不到，但即便是看到，也不会放在心上。弯腰，俯身亲在呆小妹粉扑扑的脸颊上。对此，呆小妹非常满意。片刻之后，凌云墨重新直起腰。张总也是一片好心，抽个机会，请他们吃顿饭吧。当初凌云墨可是答应了林木木、王刚吃顿饭的，这个承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兑现。话语落在呆小妹耳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听在张明涛耳中却是格外悦耳。张明涛赠送主播500个火箭。张明涛，呆总，我这就去安排了。张明涛现在内心无比激动，他都没想过会有机会和凌云墨一起吃饭，毕竟这只是一个小事而已，能和凌云墨一起吃饭，多大的殊荣。好的好的，感谢张总。呆小妹看到弹幕回了一句。接下来时间又过去将近40-50分钟，呆小妹已经将直播的手机放在了一边，头枕在凌云墨腿上休息。凌云墨单手拿着书靠在沙发上，好一副温馨的场面。只可惜现在直播间的人看不到。叮铃铃，手机的铃声打破了这十分享受的气氛。呆小妹本来就没怎么睡，听到手机铃声，伸手过去就拿到面前。凌云墨也是放下书籍，低头看向呆小妹。王大聪打来的，应该是到了。说完这话，呆小妹就接通电话。姐，我到别墅外的警卫塔了，他们不让进。以王大公子的背景，进入世茂蛇山庄园很容易，但是想进楼王别墅就需要凌云墨点头了。老公，他在警卫塔进不来，你给警卫塔的人说一下吧。戴小妹将手机递到凌云墨面前。至于为什么他不自己说，一是有点怕警卫塔里面的人，第二则是呆小妹现在也有自知之明了，她的话有时候根本不管用，可能凌云墨说一句话，换做他来需要说5-6句才顶用。凌云墨笑着接过呆小妹的手机，你把手机拿给那里的负责人。随着凌云墨对着手机里说了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他进来了，等了差不多2分钟的样子，外面传来跑车的轰鸣声。戴小妹知道这是王大聪来了。别墅外，王大聪将跑车停在室外，下车后摘掉墨镜，随即走到副驾驶拿出一个礼物袋。当走到别墅门口，正想敲门的时候，门缓缓打开。王大聪往里一看，并未看到凌云墨和呆小妹的身影。哥，姐，沙发后面，过来吧。他刚刚喊出声，凌云墨的话语就在客厅中响起。王大聪心中一紧，虽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见凌云墨，但是心中还是有些紧张。深吸一口气，王大聪向客厅的沙发走去。哥，姐。看到两人的瞬间，王大聪又叫了一声，随便找地方坐一下吧。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指着沙发说，好的，林哥。看到凌云墨脸上的笑，王大聪心中的紧张感渐渐减弱，随即迈步走到呆小妹面前。姐，这是你交代买的手机。大聪你先坐，我看看。
戴小姐接过礼物袋，脸上全是笑意。等王大聪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戴小妹在凌云墨的辅助下，从睡着的姿势坐了起来。她现在就要创建一个群聊，鼓励那些人去博尔蒂消费，从而帮助凌云墨赚钱。老公，把你的手机卡取下来，我待会给你装在新机上。好。凌云墨答应一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老式的智能手机。第114章，成功创建群聊，终于能和林哥聊天了，心里些激动啊。楼上的正常，我现在也是一样，激动中又带着点紧张。楼上的几位大哥土豪，你们有啥激动和紧张的？林哥还能吃人不成？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刚才去问过了，从昨天到现在购买了博尔地球场门票的人数至少在几千个，我们是紧张抢不到入群的名额。楼上的你就吹吧，博尔地虽然场地够大，但是接待上千人根本不可能。上面的兄弟，有钱人的乐趣你永远不懂，没位置了，我只买票不打可以不？要说现在博尔地的人流量，那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不仅是车多，人也非常多。博尔地周边的道路已经是被围得水泄不通，连交通管理员都被惊动，紧急抽调一拨人来维持这里的秩序。要知道，现在离昨天说要建群的时间才过去10几个小时而已，事情就发酵得这么厉害了。流量密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当然，来这里的不全是为了打球的，还有一些人是网红，他们来博尔地也只是想蹭一蹭凌云墨的热度，以便达到涨粉的目的。然而，这些事情呆小妹和凌云墨完全不知情。此时，呆小妹正专心致志地为凌云墨鼓捣新手机。要是让他知道，他一个举措就让博尔的大赚特赚，一定会高兴地蹦跶起来。花了5、6分钟，呆小妹帮凌云墨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并且她自己也把群创建好。见此，呆小妹打开豆沙 App 进入直播间，随着漆黑的画面一闪，呆小妹出现在里面。她也不去看弹幕在说什么，直接开口就说：兄弟们，豆沙后台给我发私信，留下微信号以及入场券的图片，我慢慢审核，没问题我会把你们拉进群里。想了一下，拿过凌云墨的手机，将群打开，看，我老公已经在里面了哟。现在呆小妹创建的群非常冷清，只有她和凌云墨2人，只不过在几分钟后，这个群就会爆满。2人的微信名分别是天大地大老婆最大，天大地大老公最大。弹幕，我敢说这名字一定是 TM 老女人取的。老女人，求求你做个人吧。无形之中又 TM 被塞了一口狗粮。弹幕正刷得爽的时候，突然直播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您所观看的主播已下播，请稍后再来。弹幕，呆小妹当然不是看不得刚才直播间的嘲讽，比这粗暴的她都看见过。主要是她的后台快炸了，一条又一条的私信发送过来。呆小妹下播后点进去一看，99加，这才10秒不到吧，速度这么快的吗？一定都 TM 是单手狗。想着，呆小妹点开私信的页面，半分钟后，第一个人经过呆小妹的审核进入群聊。林哥在吗？这段话刚刚出现在群聊中，又是一个人出现通过审核加了进来。真幸运，我居然进来了，林哥在吗？接下来第3个、第4个，审核了快50个人的时候，呆小妹从最初的兴奋变得有些无精打采起来。她就这样做事3分钟热度，嫩葱般的手指往下划拉一下，马德简直可以用深不见底来形容。退出豆沙 App 查看了一下群聊里的内容，一看之下，呆小妹气的是直吐血啊！这尼玛，要么是林哥在吗？要么就是林总在吗？他呆小妹好歹是这个群的创建者吧，而且还辛苦了这么久，现在却一点都不带问候他的。狗东西，真正的狗东西比 TM 直播间的狗东西还狗东西。只是这话也只能在心中想想，这些人不比直播间里的人。他刚才在审核，他最清楚，现在这个群里的人都是在顶级场消费过的，别因为一些话搞得人家不愉快。虽然不见得凌云墨会怕，但是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想了一下，点击聊天框，都不问我在不在，老公，我们走，不和他们一起玩了。编辑好这段文字，并配了一个调皮的表情，点击发送。凌云墨就在旁边微微一笑，拿起手机也编辑出一个字：好。要是这个平行世界的其他大佬，即便是看上了呆小妹并和她结婚，也不会像凌云墨这样夫唱妇随，毕竟实在太幼稚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爱吧。自从这些富家公子和大佬们进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凌云墨发言。知道现在他就看着手机，顿时就激动了。呆总，有机会来锦城游玩，可以到我店里让你品尝最正宗的川菜。其余人看到这段信息，顿时眼前一亮，也是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呆总，你吃鸡的账号，我待会就让下面人给你设计一款专属皮肤，独一无二的。呆总，老冯想随时欢迎你的到来，可以报你的名字，随意挑选金银首饰。瞬间，
诸如此类的信息开始铺天盖地的袭来。呆小妹都惊了，倒不是因为这些人说出的话，惊的是他们是怎么弄到不二弟门票的。不管是老风翔还是吃鸡，那都是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怎么可能全部碰巧到魔都？想不通，呆小妹就直接编辑出一段文字：我记得你们的总部不是在魔都吧？怎么今天全部来魔都游玩了？呆总，我是找人帮忙买的，球倒是没有去打。呆总，我也是一样，没有打球，叫人帮买的票，一样的。看到这些信息，呆小妹嘴巴张得老大，花费上万块的钱不打球，就为了一张门票。果然是有钱人的想法不一样。搞清楚这一点，呆小妹就不再看手机，靠在凌云墨身上。老公，还有好多人需要审核，要不就这样了吧，不想审核了。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看到他摇头，呆小妹古灵精怪的眼珠一转，反正直播间的人都不知道群里多少人，我就说群已经满了。撒谎吗？他呆总撒的还少吗？相比以前的慌，这都不叫个事。第115章签到神秘饭店。呆小妹的话刚刚说完，凌云墨一个栗子就落在她的头上。哎呦，老公！呆小妹仰起头，一副委屈的模样。她这变脸的速度，看得王大聪十分无语。不过他再怎么无语，也不能在此刻开口说话，说出的话就要做到。凌云墨帮她揉了揉被敲的地方，笑着说：可是很累吗？呆小妹脸色依旧没有恢复正常，是打算将可怜装到底。我叫贾维斯帮你。凌云墨自然不可能让呆小妹真的做不喜欢的事，只要和互联网有关，就没有贾维斯办不到的事情。时间一晃，下午1点。呆小妹的伤虽然还是有点严重，但已经没有早上那么痛。将她扶上库里南的副驾驶，周淑怡和千若雪随后也上了车，站在副驾驶边上看了眼旁边的王大聪，见他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车里，顿时皱了一下眉头。你就开你自己的车吧，我车只能坐4个人，况且后排是2个女士，你上去也不合适。王大聪，千若雪美吗？那是相当美，美得不像话，说是从画卷中走出来的也不为过。王大聪从10点多来到别墅，千若雪和周淑怡是差不多12点才回别墅中的。当看到千若雪的第一眼，王大聪就有感觉了。呆小妹把安全带系上，听到凌云墨的话，往窗外看了一眼。王大聪一见呆小妹的目光望来，顿时点了一下头。好，林哥你们先走，我跟在后面。说完话就朝自己的跑车走去。王大聪知道凌云墨是个爱情白痴，关于情情爱爱方面的事，有些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呆小妹就不一样了，要是被他看到自己的眼神，不出半天，他的一些事半个互联网都要知道。凌云墨上到驾驶室，随即就启动库里南的发动机。等车行驶到警卫塔，那里已经停了2辆商务车。林总，我安排了10个人，您看人数够吗？看到凌云墨的车过来，张健赶忙跑到主驾驶边上。够了，就麻烦你们了。凌云墨含笑点头，不麻烦，不麻烦，是我们应该的。张健赶忙摆手。凌云墨笑了一下，走吧，我们出发了。好。张健笑着答应一声，转过头就高呼出声，快点快点，上车了。经过1个半小时的车程，凌云墨终于把车开到村外。王大聪的跑车也紧接着到达，之后是张健的商务车。等凌云墨把呆小妹扶下车的时候，就见张健从商务车中卸下来2个塑料桶，并且有增氧设备，显然是做了准备的。要说凌云墨山上的东西，什么东西最难搬？毫无疑问，就是那价值500万一条的血龙鱼，其余的像是蟠桃献寿图，只要小心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血龙鱼是活物，不是小心就能保证它不死的。见准备的差不多了，凌云墨就背着呆小妹向山上走。周淑怡和千若雪是第一次来凌云墨的老家，对周围的事物非常好奇。2个女人后面就是王大聪，此时他的眼神虽是在看沿路的风景，但是眼角的余光始终在前面一个人的身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凌云墨背着呆小妹率先踏进院子中。系统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明艳100%控股，股权书已发放至宿主卧室。听到明艳2个字，凌云墨表情无比吃惊。明艳，用简单的话说，那就是一家神秘的饭店，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影子。在前世，凌云墨就听过他的大名，是由一个极其恐怖的组织所掌控，并且在他身价达到100亿美金的时候才得知的。而且去那里顺便吃一顿饭，最少都是100万之数，要是不节制，上亿都能干上去，十分恐怖。前世凌云墨在身价达到1万亿美金时候，有调查过这个明艳，但是最后却被警告了，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都十分严肃地告诉他不能调查下去，否则将有杀身之祸。今天却签到了这个饭店，
而且还是100%控股，这是个什么情况？凌云墨这次的失神时间持续的很长，足足10多秒都没回神。呆小妹就在他的背上，自然是注意到了他的不正常。老公，怎么了？呆小妹从认识凌云墨开始，她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不免有些担心起来。被呆小妹的声音拉回现实，凌云墨深吸一口气，随后脸色就彻底恢复过来，但是心脏却在扑通扑通的狂跳不止。没事，呆妹。凌云墨脸上出现笑容，准备回家好好看看明念的古拳书，说不定前世没有搞明白的事情，今生还能找到答案。见凌云墨脸色恢复正常，呆小妹松了口气。老公，放我下来吧，我有2天没来这里了，想去走走，你能行吗？凌云墨眉头稍微皱了一下。没事的，周扒皮还在呢，让他扶着我去看金鱼。弹幕，哈哈，看金鱼，来叔叔带你去看金鱼。完了，我周姐危险了呀！现在贼鸡巴想知道鱼塘中还有没有鱼。老女人，你在叫我？相隔几步的周淑怡隐约听到呆小妹是在叫她，来扶着爷，爷带你去看鱼摆摆。呆小妹对周淑怡根本就不客气。看鱼？周淑怡眼神一亮，她之前就在呆小妹直播间看过凌云墨的鱼塘，那真的是和仙境差不多，随便拍一张都能做手机壁纸。一听说是去那种地方，她也懒得和呆小妹打嘴仗了，快步走到她的边上。等待小妹从凌云墨背上下来，周淑怡扶住她，转头看了眼千若雪。王大聪的交际能力真不是盖的，此时竟是和他交谈起来。小雪，我们要去看林哥的池塘，你去吗？池塘？要去要去。千若雪也是在直播间中看过池塘的，对那种仙境充满向往。好，我们一起。呆小妹笑着说了句，随即3人就朝池塘那边走去。王大聪正想厚着脸皮也跟上去，但是刚刚跨出一步就被凌云墨叫住。大聪，跟我一起把那2瓶酒搬下山。王大聪。第116章，爷要做大方的人。一晃眼的功夫，时间过去半个小时。凌云墨家中需要拿的东西不多，母树大红袍早在前几天就被拿到别墅，木屋中值钱的东西也就只有蟠桃献寿图和汉地茅台。等把这2样东西搬下山，剩下的就是处理雪龙鱼了。凌云墨带着王大聪等人来到池塘，就见戴小妹坐在池塘边上的长凳上，周淑怡和千若雪则不停地为对方拍着照。老公，家里的东西都搬完了。看见凌云墨，戴小妹朝他招招手。凌云墨一笑，快步来到他边上坐下。没多少东西，已经搬下山了。瓶子和你画的画也搬下去了没？根据戴小妹对她老公的了解，她所提出来的东西可能动都没有动一下。那些还要吗？果不其然，凌云墨说的话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弹幕，啧，几百万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不愧是我林哥，机操物六。这话从林哥口中说出来，怎么感觉不像是在装逼？林哥，你行行好，就不要挑战我们穷逼的底线好不好？呆小妹看着激烈讨论的直播间，心里是无比畅快啊。这回的直播间都在震惊，她可是非常淡定的。这 TM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自我修养。呆小妹，嗨，淡定不就是几百万的东西吗？嘿呀，这么感觉老女人说这话有点嘲讽的意思呢。楼上的，请你把感觉去掉，这他奶奶的就是在嘲讽。老女人，你们离开这里后应该就不会再回来了吧？我等几天去捡个漏。呆小妹一见，学着凌云墨摇头的样子，甩了一下脑袋，瞬间直播间的风向标就变了。老女人，装什么逼疯？林哥，想学我？我是你永远模仿不了的。老女人，多学学再来献丑吧。呆小妹本来还挺高兴的，但见到弹幕中的内容，她就很气，为什么凌云墨做一些动作，她学起来就要被直播间的人嘲讽？凌云墨在旁看着呆小妹咬牙切齿的样子，无奈的笑了一下，随即伸出手在她头上摸了摸。你是回房间休息，还是在这里看着我们抓鱼？眼前的池塘虽不大，但却是极深的，需要将里面的水放掉一些，才能抓到血龙鱼，不然就算有抄网也难以扑抓到。听到凌云墨问话，戴小妹心中的气瞬间烟消云散。我还是回家里看看吧，虽然老公你不在意那些小零花钱，但我还是要把他们都带回去。戴小妹所说的小零花钱，自然就是汉地茅台的空瓶子和那还没有买完的画作。凌云墨摇了一头，倒也没说什么。戴小妹既然喜欢，就由她去吧。好，我扶你回家。不用老公，你还要看着他们抓鱼呢，万一弄死了一条，就是500万呢。戴小妹眼神十分认真，想了一下，感觉凌云墨可能不会在意那500万。接着又说，就算不为钱，这么好看的鱼死一条也很可惜的。凌云墨听后顿时哑然失笑。你自己能回家吗？还有周扒皮呢。说着
就对不远处的周淑怡喊了一声。待周淑怡来到身前，周姐，我要回去整理一下老公的画，陪我一起去呗。家里剩下的东西，呆小妹自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能吸引周淑怡的，所以只得委屈叫声周姐。这就是行动不便的下场。马德，以后劳子绝对不那么疯狂了。周姐，周淑怡一愣，她记得上一次叫她周姐还是在几天前了，今天呆小妹是吃错药了。仔细一想，顿时就猜出什么情况，脸上出现得意的微笑。老女人，刚才风大，没听清楚，你说什么？看着周淑怡脸上的表情，呆小妹恨的是牙痒痒。风大？大你大呀！现在哪来的风？强压下心中的恨意，等着吧，总会逮到机会报仇的。在呆小妹连着喊出5、6声周姐，三个女人才朝木屋走去。呆小妹被周淑怡扶着，边走边看向直播间的弹幕。哈哈，老女人，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不知怎的，看到老女人吃瘪，老子心头就无比舒坦。兄弟们，我觉得还是不要过于嘲讽那呆货，等她恢复正常后，可能又会放大招。呆小妹，等回到木屋中，呆小妹先是让周淑怡扶着她到厨房的酒柜中看了一眼，见到里面空空如也，才放下心来。走吧，我们去书房看看，待会周扒皮，你帮我把画搬下来。呆小妹说了句，示意周淑怡扶她上楼。阁楼上只有2间房，一间是卧室，一间则是书房。上到2楼，书房的门是开着的，显然是刚刚凌云墨取完蟠桃献寿图忘记关了。那是书房，你们应该在我直播间看过。指着面前已经被打开的房间，呆小妹介绍着。知道知道，快进去看看林哥的画。想到那一幅幅漂亮的山水画，周淑怡就急不可耐。毕竟手机中看到和亲眼看到实物还是有区别的。你要是喜欢，待会就去挑一幅。看着周淑怡眼中的兴奋，呆小妹无所谓的说了句：得，打住，我可没那么多钱。虽然周淑怡很喜欢凌云墨画的画，但是要是花10多万买一幅，她还真有点舍不得。行了，不收你钱，送你的。呆小妹白了眼周淑怡。啥？我耳朵坏了吧？周淑怡立刻停下脚步，难以置信的目光落在呆小妹脸上。这货可能别人不了解，但是周淑怡无比了解啊。想从他手上占点便宜，那是比登天还难。现在居然说送他一幅价值5、60万的画，马德，做梦，一定是在做梦。弹幕，靠，我听错了吧？一定是。楼上的，你没听错，你是出现幻觉了。我扇了自己一巴掌，疼。确认不是在做梦。呆小妹不屑地瞥了眼周淑怡，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你。说着又看了眼直播间，还有你们对我的看法，也要做大方的人。周淑怡愣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愣了。呆小妹要做大方的人，好尖儿魔幻。周淑怡愣愣地扶着呆小妹进入书房，墙上的那幅蟠桃献寿图已经不在了，只有中间摆放的书桌上有一叠山水画。小雪，你要是喜欢，也送你一张。第117章惊现股权证书。时间过去半个小时，三人不对，是2个女人终于将书房中的画全部搬下楼。此时书房中也就只剩下一些书籍，呆小妹对这些倒是不感兴趣。卧室里面还有个空酒瓶和包装盒，拿完我们就下去。几天前的呆小妹心理承受能力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对价值100多万的空酒瓶非常上心，直接拿到卧室宝贝似的藏着。想想也是，一个空酒瓶就是100多万，加上包装盒一起，冲上200万不难。这么多钱，只要是个普通人都会小心保管。周淑怡倒是没有嘲笑呆小妹，换做她来，怕是也要将空酒瓶拿到卧室中藏起来。毕竟当初水友以150万求购空酒瓶的时候，她也是在呆小妹直播间。扶着她进入卧室，2个女人双眼放光的打量里面。这可是凌云墨睡了10几年的卧室啊，空气中仿佛都有她身上的味道。周淑怡和千若雪不禁有些失神。周扒皮，空酒瓶在床下面，扶我过去拿出来。呆小妹没有注意到2人眼神的变化，催促着周淑怡扶她往前走。啊，哦，好的。周淑怡被这一声拉回现实，脸上出现些许的红晕。靠近床位，呆小妹还没来得及趴下去找空酒瓶，就被枕头边上的一本黄色书籍吸引目光。书籍是被压在枕头下面，只有一角露了出来。黄色的书好像没见老公看过。怀着疑问，呆小妹伸手从枕头下拿起那本书籍。当看到封面上的4个金色字体，呆小妹瞬间就愣了。这4个字分别是股权证书。股权证书，资产啊？难道是博尔蒂的股权书？现在凌云墨暴露出来的产业只有博尔蒂，呆小妹自然而然地猜想这就是博尔蒂的股权书。周淑怡注意到呆小妹的愣神，赶忙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当看到黄色的股权书时，心中同样惊讶了。老女人，林哥还真是大意啊！这么重要的东西，
前几天你们搬家竟没有带走。千若雪听到周淑怡的话，靠上前来，看了一下，就说：“呆姐，这是博儿弟的股权书吗？”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没有看到老公翻动过。呆小妹摇了一下脑袋，要不，老女人你翻开看一下。在周淑怡的鼓动下，呆小妹点点头，我看看。说着翻开股权证书，公司名称明艳，股东姓名凌云墨。当看到公司名称的时候，呆小妹就来兴趣，这是一个新名字，不是博儿的，也就是说这是凌云墨的另一个产业。凌云墨是什么人？那可是超级大佬，他掌管的公司一定不会简单。只是明艳，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呆小妹仰起头看向周淑怡，我也没听过，小雪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应该知道吧。周淑怡说完话，两个人的目光同时看向千若雪。千若雪想了一下，确定没有人给她提过明艳这两个字。我也不知道，听都没有听过。其实三个女人没有听过非常正常，因为这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接触的。连前世的凌云墨也是在身价达到100亿美金才接到明艳的名片。不说呆小妹和周淑怡了，就算是千若雪的爸爸，现在也没有资格接到明艳的名片。可能是个小小的公司吧，面临破产的那种。呆小妹在听到千若雪的话，笑着说。两女同时白了呆小妹一眼，凌云墨什么身份？还小小的公司？这话不仅是他们不信，直播间的人更是不信了。只是现在呆小妹将手机放在枕头边上，他们根本是看不到股权证书里面的内容。林哥的新产业，大消息啊！老女人，快让我们看看股权书中的内容。明艳，到底是什么啊？华夏的汉字不比英文，平听还真听不出公司的真名叫什么。老女人，你都不信的话，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周淑怡眼神从呆小妹脸上移开，又落在股权书上。呆小妹轻蔑地撇撇嘴，安啦，马上就让你知道这个明艳是干什么的。说这话的时候，呆小妹脸上无比自信。你有知道？周淑怡诧异的目光又是落在她身上。不知道，不过劳资现在的直播间什么牛鬼蛇神都有，让他们看一眼就什么都清楚了。呆小妹不知道，她即将做的举动会给全世界的大佬们带来多大的震撼。明艳不仅是一个饭店，更是一个超级大势力的代表，就是身价万亿的资本大鳄，在他们眼中都不算一回事。呆小妹说完，将股权证书放在床上，随即伸手拿起枕头上的手机。呆小妹先是看了一下直播间，一看之下有些吃惊。只见直播间中礼物的特效就没断过。狗子们，你们怎么回事？又高潮了？呆小妹不知道，直播间的人确实是高潮了。凌云墨的又一个产业即将曝光，普通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正在看直播的大佬们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提前得到凌云墨产业的信息，这对他们非常有利。凌云墨公司要是与他们的产业对口，可以试着来抱抱他的大腿。要是以后凌云墨的公司需要他们，还能大开方便之门。只是这些人明显是想多了。就算现在戴小妹直播间藏着众多大佬，但是其中能有资格被明艳认可的也不足30-40人。戴总，快让我看看林哥的另一个产业叫什么名字？有点激动啊，希望林哥哥的产业是我也能消费的，到时候也能去支持一波林哥哥。没错，老女人，快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产业。看着弹幕中的内容，呆小妹很满意，她又能给她老公赚钱了。嗨嗨，我老公另一个产业的名字叫明艳，狗子们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反正我是没有听过。呆小妹说着，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下，直播镜头被替换成后置摄像头。弹幕，原来是明艳。楼上的，你认识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认识个锤子，不认识。我的意思是，老女人说的明艳这2个字是这么写的。天眼查了，居然没有查到。擦，天眼都查不到，不会是已经破产被注销了吧？第118章，突如其来的道歉。呆小妹看着直播间中的弹幕，感觉有些失望。马德神通广大的水友们，现在也给不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至于说破产，见鬼去吧！其他人的公司会破产，他可能信，但是凌云墨的公司一定不会破产，这就是呆小妹的蜜汁自信。正想从手机上收回目光，忽然一个礼物提醒的提示吸引了他的注意。一路向前，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伴随着礼物送出，还有一条彩色弹幕。戴总，恕我眼拙，当初还想要请水军来套你话，我现在真心悔过。深海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戴总，请原谅我们当初的无知。一格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悔过。看着连续不断的礼物特效以及认错的弹幕，呆小妹都懵了。认错，悔过，这 TM 的哪个奶啊？其实也就呆小妹不知道明艳的威名。要是说之前那些人在当初被凌云墨警告后，心中还是十分憋屈的。
因为凌云墨是抓住了网络来威胁他们的。但现在不一样，明艳啊，一个超级神秘的大势力，不管是黑的白的，都要给明艳面子。要是真发起火来，可能第二天你就要宣布失踪。这个不是他们的猜测，而是有血淋淋的例子。就在几年前，一个身价超过1万亿美金的人在明艳闹事，第二天那家伙以及他们一家人就集体失踪了。至于他的公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则宣布破产。自从这件事情过后，全世界的商圈中就流传出一句话：宁惹阎王，莫招明艳。不对，现在应该要改了，宁惹阎王，莫招凌云墨。卧槽，老女人，羡慕了呀，这么多礼物。周淑怡看到呆小妹的直播间，顿时是眼热不已。要知道，豆沙的礼物可不便宜，尤其是火箭，2000块一发。就周淑怡看到的，都有10多个人送出1000发火箭了。也就是说，仅凭这一场直播，呆小妹都可以拿到上千万。尼玛，真是不能和别人比较啊！她自己辛辛苦苦直播，一天下来顶多几十万顶天了。呆小妹这里都没说什么话，直接收款上千万，是个人都会感觉心里不平衡。被周淑怡的话音拉回现实，呆小妹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刷礼物？我现在都没搞清楚。呆小妹虽回神，但是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毕竟凌云墨没有将上次这些集团想请水军来刺激他的事情说出来，迷糊也正常。要不你问问看，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来。周淑怡在旁边出着主意。呆小妹想了一下，随即看向直播间。首先很感谢大佬们给的礼物，但是我现在非常疑惑，能让我知道为什么你要给我礼物吗？说完就看向直播间。大佬们的弹幕还没等到，谁友们的弹幕倒是黑压压的袭来。老女人，你傻呀？这些土豪大佬们是在看到股权证书后突然一起冒出来的，这其中一定有东西啊。对，要是说1、2个大佬冒出来，可能是想要舔林哥，但是一下子冒出来10几个，这事就不能用凑巧来解释了。嘿嘿，楼上的为啥不是舔老女人的坏笑？看着弹幕上的解释，呆小妹开始重新审视床上摆放的股权证书。这玩意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晚上的时候一定要问问老公，这个明艳到底是什么？想着，呆小妹收回目光。深海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深海集团，呆总，当初我们在人工智能刚刚暴露时，想利用水军刺激你说出一些秘密，但最后被林总警告了。虽然当时得到了您的原谅，但是现在依旧心恐难平。我想，刚刚冒出来的其他大集团也是同样的理由。伴随着深海集团的弹幕出现在直播间，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沸腾了。我的个老了，原来林哥一直在背后保护着老女人啊！老女人你好 ，TM 幸福，羡慕死你了。林哥，呆妹，你尽管浪，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在后面给你擦屁股。呆小妹看到这条弹幕，顿时幸福的眼泪在这一刻就流了出来。什么叫好老公？能默默站在身后为你处理任何事的就是好老公。呆小妹现在有种感觉，她觉得自己上辈子是拯救银河系，不然根本不可能遇到凌云墨。周淑怡一直就在呆小妹边上，深海集团发的弹幕她当然也看到了。她和直播间里面的观众一样，都是用羡慕的目光看向呆小妹。傻人自有傻福啊！周淑怡脑子里冒出这么一段话。呆小妹抹去眼泪，可是当时你们不都道过歉了吗？怎么现在又给我送礼物，又认错的？一格集团，当初我们虽然得到了您的原谅，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恨意的。现在我们只想真诚的道个歉。深海集团发的弹幕既没有说人工智能的事，也没有说明艳，回答的倒是天衣无缝。弹幕，您，马的大佬们开始称呼老女人您了，是打错了，还是我看错了？老女人又 TM 多了一个敬称，学我们啊，要叫老女人。啧，让一个人这么真诚的道歉，还是我林哥强啊！现在就很好奇这个明艳究竟是什么。我敢保证，这么多大佬集体出来认错，一定和这个明艳脱不了干系。呆小妹看完一格集团发的弹幕，试探性的问道：是因为明艳吗？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是直播间的人想知道，就是连她自己都十分好奇。在这一刻，直播间的弹幕忽然变少了，这在呆小妹的直播间完全就是一个奇迹。这么多人想控制他们不发弹幕是无比困难的，更何况呆小妹根本就没说什么。直播间都自觉的停止发弹幕，只为看一个消息。一格集团，我不能说，呆总您也可以理解成我不敢说，您待会亲自问林总吧。一格集团虽然没有明说是不是因为明艳，但是表现的已经十分明显，他怕的正是明艳。第119章，明艳只是一家饭店。实锤了，大佬们就是因为明艳。好今儿好奇这个明艳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哪位大哥说一说这个明艳是什么啊？一格集团发出的弹幕刚刚飘过，后面的弹幕就铺天盖地的袭来。要是不关闭弹幕，连直播间里面的画面都看不到。呆小妹看到后点了一下头，她猜想这明艳可能和贾维斯是一个等级的。
一种不能暴露在公众面前的秘密，不然不可能让这些大佬们都害怕。好了，狗子们就不要讨论明艳了，我们上楼的目标可是空酒瓶子。说着话，呆小妹将床上的股权证书合上，随即夹在胳肢窝下面，显然是准备拿下去给凌云墨。原本呆小妹想，既然拿出汉地茅台的空酒瓶子，应该能转移一些人的注意力，但是让她无语的是，直播间的观众们鸟都不鸟她，依旧在讨论明艳到底是什么。你们爱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吧。嘀咕了一句，呆小妹就俯下身，在床底下翻找了一会，很快拖拽出一个精美的包装盒。这就是汉地茅台的包装盒，价值100多万的包装盒。走吧，楼上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等呆小妹3人来到池塘边上，雪龙鱼已经全部被抓了出来。呆妹，累了没？看到呆小妹的身影，凌云墨迎了上去。不累，一点都不累。凌云墨刚刚出现在身前，呆小妹就直接扑到他的怀中，笑嘻嘻地说：是啊，一点都不累，可把我累了个半死。周淑怡翻了个白眼，呆小妹一直是他扶着走的，搬东西也是他和千若雪一起搬的，他能累个劲儿。凌云墨微微一笑，今晚请你们吃大餐。哎呀，那就先谢谢林哥了。周淑怡脸上浮现出微笑，呆小妹瞥了眼周淑怡，眼中的嫌弃显而易见，不过却没有开口回对，反倒是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向凌云墨。老公，明艳是什么啊？听到明艳这2个字，凌云墨脸上的笑凝固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连忙朝呆小妹胳肢窝下面的黄色书籍看去。早在他刚刚看见呆小妹的时候，凌云墨就发现了那东西，只是当时他以为可能是在书房中拿的书，所以并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之前签到成功，系统所传出的提示音，股权书已发放至宿主卧室。凌云墨本以为明艳的股权书应该是被系统放在了别墅中的卧室，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不然呆小妹不可能知道明艳这2个字。笑着摸了一下呆小妹脑袋，从她胳肢窝中抽出黄色的股权证书。当股权证书4个烫金大字出现在眼中，就是连凌云墨的心性呼吸也是有些急促。翻开股权证书，当看到里面的内容，凌云墨就有些失望了，因为里面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找不到，就好像突然之间这家饭店就归你了一样。老公，这明艳到底是什么呢？见到凌云墨合上股权证书，呆小妹就开口发问。哦，是一家饭店。本质上来是，明艳确实只是一家饭店，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这是一家能把消费轻松干到上亿的饭店。饭店？呆小妹愣了一下，不仅是她愣，身后的周淑怡也是同样愣住了。不怪如此，那些大集团都怕的明艳竟是一个饭店，这说什么也无法让人信服啊。弹幕：林哥，我怀疑你在逗我，但我找不到证据。这明艳要是一家饭店，直播日九阳豆浆鸡，本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科技公司，原来 TEM 只是一家饭店啊，失望。楼上的别过早的失望，就算是一家饭店，但是能让大佬们集体不敢说的饭店，用尖儿想也知道肯定不简单。老公，你不会骗我吧？什么饭店能让深海集团那些人都害怕？呆小妹用她那好看的大眼睛白了凌云墨一眼，脸上大写着2个字：不信。深海集团？他们怎么了？凌云墨皱了一下眉头，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有这么一个名字。正在看直播的深海集团老板在见到凌云墨皱眉的表情，顿时冷汗就出来了。以前不知道凌云墨背景的时候，只以为他只会网络攻击，现在则不同了，要是得罪凌云墨，可是要满门失踪的。他一个小小的深海集团，资产连1000亿都没有破，明艳想捏死他还不是动动手指的事。姑奶奶，不求你能帮我说好话，只求你千万不要添油加醋的说我什么不好啊。谁能想到市值接近1000亿的深海集团董事长，现在居然再怕一个主播说他坏话。不仅是深海集团，还有什么一格呀、蓝深啊，今天在看到明艳的股权证书后，都在我直播间道歉，说是老公你当初还因为贾维斯的事情警告过他们来保护我。老公，你知道不？我听到这些都感动的哭了。凌云墨皱着的眉头舒展开，笑着伸手摸在呆小妹头上。丈夫保护妻子，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周淑怡在听到这话，瞬间感觉自己受到了成吨的伤害，这可比当着她秀恩爱亲亲威力还 TM 大。弹幕：本人已死，有事烧纸。死因：酷死。什么叫高级的秀恩爱？这就是高级的秀恩爱。马德，老娘受不了了，在线全网征婚，有意私信我。楼上的小姐姐，我私聊。呆小妹此刻已经没有空理会直播间了，踮起脚尖，头稍稍扬起。凌云墨看到她这个动作，顿时就知道呆小妹这是想要什么，低头吻在她那张红唇上。1秒过去了，10秒过去，足足过去半分钟后，依旧没有分开的意思。嗨嗨，林哥，老女人，我和小雪可是单身狗啊，这么虐狗会遭天谴的。现在也就是周淑怡敢和凌云墨这么开玩笑，换做别人来，就算是王大聪
心里也是惴惴不安的。听到周淑怡的声音，凌云墨才松开呆小妹的红唇。就你话多。呆小妹软趴趴的趴在凌云墨胸口上，回头冲着周淑怡说出4个字。第120章，前去明宴吃饭。等将山上的东西全部搬回别墅，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点。就在张健准备离开之时，凌云墨却叫住了他们。林先生，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张健疑惑站在凌云墨面前，弓着腰疑惑问。时间不早了，叫上他们一起去吃顿饭吧。搬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张健他们一行人跟着他累了一下午，自然是要给点好处。吃饭？张健眼神大亮，就是他老舅也没有资格和凌云墨一起吃上一顿饭。现在凌云墨居然对他们发出邀请了，这合适吗？张健心中虽然很想立刻答应，但还是要问一下。凌云墨微微一笑，进来坐一下吧。说完走进别墅中。头，我们现在怎么办？张健身后一个壮汉问，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张健咬咬牙，在外面等着。林先生既然开了口，咱们就去。凌云墨进入别墅，把刚才的事给呆小妹重复了一遍。好的，老公，我听你的。呆小妹很乖，凌云墨决定的事，她绝不会反对。可是老公，我们去哪里吃呢？有定位置吗？经过一上午的休息，呆小妹现在已经不需要人扶着，缓步移动到凌云墨边上。凌云墨抱住她，脸上带着笑容，就去明宴吃吧。说到明宴，凌云墨已经很久没有品尝到那里的美味了。要是在前世，他想带张健等人去明宴吃饭，自然不可能。但现在他都是明宴的老板，带人去吃饭完全没有问题。哦，好的。呆小妹虽然知道明宴不简单，可却不知道不简单在哪里，所以脸上倒是没有出现什么表情。他这里没有，不过正在看他直播的大佬们就懵逼了。明宴啊，随便吃顿饭都是上千万的价格，凌云墨居然让张健那些人去吃。倒不是这些大佬看不起张健一行人，而是明宴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去的。但是冷静下来后，大佬们也通过这件事看透了凌云墨的性格，只要帮助了他，必定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相信在今后，只要凌云墨有寻求帮助的意思，大佬们都会乐意来帮助他。我去打个电话，你需要化妆吗？明宴不同普通的饭店，不需要客人自行到达，即便是想自己去，也是找不到位置在哪里。可以这么说，除了明宴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就是凌云墨，也不知道他们的店开在哪里。他要打个电话，让人来接。好，我先去化个妆。周扒皮，小雪，你们要化吗？两个女人就在边上，呆小妹和凌云墨的谈话，他们自然是听到了。好。周淑怡和千若雪同时点了点头。看着三女上楼，凌云墨收回目光。只是当他眼神瞥到一旁的王大聪时，发现这货的眼神十分不对劲，那眼神就像是看见了猎物的猎人。当然，这是凌云墨的感觉，若是换做一个情感大师来看，看法又不一样。你还想上楼化个妆吗？王大聪被凌云墨的话拉回现实，脸上出现尴尬的笑。我去旁边打个电话，待会你还是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好。凌云墨走到一边，摸出手机。至于电话号码是怎么知道的，系统已经自动帮他保存。拨通明艳的电话，里面刚刚嘟的一声，电话就被人接通。老板，你终于回来了。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妩媚的女声，只凭声音就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这里面不会包括凌云墨。回来了。对于电话那头的称呼，凌云墨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有博尔蒂的经验，他知道系统已经完全帮他安排妥当。我已经安排人去接您了，大概10分钟后。显然妩媚女是在看待小妹的直播。好。凌云墨轻轻嗯了一声，对于明艳只用10分钟就能接到她。凌云墨脸上没有出现其他表情。就拿现在来说，魔都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安排一拨人，保证客户打完电话后10分钟内接到他们。挂了电话后，凌云墨走到沙发前坐下。还没到10分钟，警卫塔就打来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有2辆房车，询问凌云墨是不是要放进来。在经过凌云墨的同意后，外面的房车行驶进别墅中。只是现在呆小妹3人还没有下来的意思。要是别的大佬拿到这个难题，还真不好处理。让明艳的人等着，等2-3分钟倒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时间等得长了，明艳可是要发火的。不过到了凌云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明艳的老板，只这一个身份就足够让明艳的人等着。此时的别墅外，张健一行人正在疑惑这2辆房车为什么能进来，就见从驾驶室下来2个人，随即一言不发地站在主驾驶边上。那浑身散发的杀伐之气，让张健旁边那些上过战场的真正英雄都感觉心惊。六子，那2人绝不是善茬。张健旁边的一人掩着嘴巴小声说：气势相当可怕，不是我长别人志气，换我和他们过招，绝对撑不过5个回合。
时间又过去20几分钟，3个女人终于下来。老公，走吧。呆小妹化的妆比较淡，加上一条长裙，给人一种清纯的感觉。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牵上呆小妹的小手就往别墅外走去。刚刚出门，站在外面的人都看愣了，主要是3个女人打扮起来实在是太美了。当然，这其中肯定不包括明艳的人。明艳的那2人从下车站立后就没有移动过，不过在看到林云墨后，齐齐迈着步伐往他这边走来。原本呆小妹脸上还挺正常的，但是在看到那2个人气势汹汹的走来，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下，随即下意识躲在林云墨身后。他这害怕的动作不仅是林云墨发现了，直播间的人感觉更是明显，因为此时的直播间正在抖动。靠，老女人，你虚个尖儿啊，有林哥在害怕？就是，要是林哥哥在我身边，就算是上刀山我都不带眨眼的。俗话说得好啊，男抖穷，女抖，嗨嗨，算了算了，不说了。第121章奢侈的矿泉水。林云墨伸手在呆小妹头上摸了摸，不怕，有我。这温柔的话语传进直播间，不亚于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听到林哥哥的声音，马德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完了完了，耳朵怀孕了呀！老女人，林哥哥都这样安慰你了，要是还害怕，老子都看不起你。老女人啊，虽然林哥很宠你，但是你真的需要再成熟点。现在带你见的只是小角色，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等哪天遇到真正的大佬，比如王大聪的老子两马，你要是没有拿出林哥妻子的气质出来，会很掉价的。弹幕疯狂刷着，呆小妹瞟了2眼就收回目光，随即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明艳的2人走到林云墨面前。林总，夫人，你们好。林云墨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什么，一副大佬的气派。呆小妹看了眼身前的2人，心中还是有点发怵。不过想起刚刚瞄到的弹幕，呆小妹的胆气瞬间就提了起来。马德，都是2个肩膀顶着一颗脑袋，怕个蛋蛋。刚才的一条弹幕说的非常正确，林云墨虽然很宠他，但他却没有身为林云墨妻子的气质。他要改变，要做林云墨合格的妻子。你们好，辛苦你们了。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能明显听到颤音。不过比起以前只知道躲在林云墨身后，改变已经非常大了。不辛苦，我们愿为明艳献上一切，包括生命。弹幕，我靠，这2人指不定有什么毛病。马德，听得我热血沸腾。来人，给我套上离地的装备，我要去离2里地。林哥究竟给了这2人什么好处，竟然可以为林哥献上生命？明艳是林云墨的，能为明艳献上生命，变相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为林云墨献上生命。现在是法治社会，这种话从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2人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让人看一眼就知道这并不是在开玩笑。呆小妹瞬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这个层面的话完全涉及到了她的知识盲区。林云墨放在呆小妹头上的手又揉了揉，笑道，别想太多，走吧，上车。对于明艳员工可以为明艳献出生命，林云墨倒是在前世的时候就有所了解，所以现在听到脸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来接林云墨等人的房车非常特别，里面没有一扇窗户，这是为了防止明艳的位置暴露出去。等林云墨牵着呆小妹上车，后面的王大聪、周淑怡、千若雪也紧跟其后。至于张健他们一行人则是上了另一辆房车。当房车的门被关闭，外面的声音一点都传不进来，明显房车是经过专门处理了的。老女人，喝水不？周淑怡从上到房车后就开始往里面打量，再看到冰箱便对呆小妹说，要说现在房车中的人也就只有她和呆小妹见识最少，豪华的房车他们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回有机会自然是要大饱眼福。我要瓶肥仔水，老公你喝什么？说罢，呆小妹看向一旁的林云墨，老女人，没有肥仔水，而且里面的水好像都没见过。林云墨的话没有等到，周淑怡却在一边说道，没有？不会吧，快乐肥仔水是有名的饮料，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云墨一个例子落在呆小妹脑袋上，随即解释说，能上这辆车的身价不会低于100亿美金，他们不会喝肥仔水。呆小妹听完这话就愣住了，不仅是她愣，房车中包括王大聪、千若雪都愣了。身价超过100亿美金的人才有资格上这辆房车，这尼玛要去的饭店是多高级？弹幕，卧槽了呀！100亿美金还不低于？林哥不愧是我林哥，难怪我们没有听过明艳这个词，原来要身价超过100亿美金的人才有资格知道啊！为了能去明艳，劳资今晚上努力一点，争取明早上弄出100亿来。楼上的，你注意安全。看到呆小妹双眼失神，林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随即向冰箱走去。等林云墨将5瓶水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房车里面的人才渐渐回过神来。呆小妹看了一下，确实，周淑怡没有说谎，这水她还真不认识。赶忙将直播镜头对准
桌上的几瓶水。狗子们，这是什么水？有认识的吗？虽然现在的房车中有王大聪这个富家公子，以他的见识肯定知道。不过呆小妹还是习惯性的去问直播间。弹幕不知道，请楼下的回答。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科纳盐卤水，从海洋地下1000多米收集的淡水资源，一瓶750毫升，售价$400，换算下来也就2500左右。尼玛，也就2500，这水喝了能成仙吗？卖这么贵？看完弹幕中的解释，呆小妹马上将目光落到那水上，眼中隐有微光闪烁。片刻之后，大葱，这水能卖2500块。直播间虽然已经有董王给出答案，呆小妹还是要问一问王大葱这个行驶的奢侈品库。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不过不太好喝，咸的。王大葱对桌上的科纳盐卤水倒是不感兴趣，他实在品尝不来那种水的味道。要是让他选择，他宁愿喝几块钱的矿泉水。那是你不懂品味，要是不好喝，老公怎么可能把这种水拿出来，对吧老公？说完笑嘻嘻的看向凌云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没喝过。凌云墨没有说谎，前世他喝的谁比这个还奢侈，之所以拿这种水出来，也只是他顺手随意挑选的。一句话瞬间就把呆小妹给整不会了。看到呆小妹哑口无言，凌云墨笑了一下，拿起一瓶水拧开瓶盖，咕噜咕噜就是2口下肚。现在喝过了，还行。凌云墨旁边的周淑怡见此，止不住的翻白眼，卧了个槽，又 TM 秀起来了。老公，我尝尝。呆小妹全然没有注意到周淑怡投来的杀人目光，伸手就要去拿凌云墨喝过的水。第122章，小呆瓜回神了。呆小妹拿到水凑到嘴边，就连喝了2口，咸咸的，要不是看在这水价值不菲的份上，非吐了不可。强行将口中的水咽下，看向周淑怡，周扒皮，快尝尝，真的很好喝。自己受了苦，怎么着也要坑一坑自己好闺蜜。呵呵，老女人，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周淑怡可不是那么容易忽悠的，再加上她十分了解呆小妹，瞬间就知道桌子上的水可能和王大聪说的一样，不是那么好喝。呆小妹心中的小九九被点破，脸上是一点尴尬也没有。为什么每次和你一起比都是我输？周淑怡幽怨的目光看向呆小妹，同时伸手拿起桌上的一瓶水，边拧边说道：我看似每次都在赢你，实则已经满盘皆输。噗呲！一旁听着这话的千若雪笑出声，她倒是聪明，已经明白周淑怡话中的意思。呆小妹，周扒皮，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呆小妹现在是真不懂周淑怡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满盘皆输？哪里输了？只是周淑怡却是懒得再回答她，自顾自地把水倒进自己嘴中。这么贵的水，怕是只有在凌云墨这里才能喝到。倒不是说她买不起，而是没那个必要。2500买其他东西，她不香吗？何必花这个冤枉钱买这一瓶水？呆小妹看到周淑怡不理自己，登时就炸了。喂，周扒皮，你给爷说清楚，什么满盘皆输？周淑怡在喝下一口水后，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马德果然味道不是很好。学着呆小妹强行咽下口中的水，她现在嘴巴中全是咸味，这感觉就像是喝了放盐的水一样，十分难受。呆小妹本来还打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但看周淑怡难受的样子，顿时脸上就浮现出笑容。周扒皮，味道还好吧？提醒你哦，开了就要喝完，2000多块呢。滚！你自己看你直播间，弹幕中应该有刚才的答案。周淑怡现在非常难受，实在不想和呆小妹磨嘴皮，索性将她注意力转移到直播间上面去。至于直播间的人会不会知道满盘皆输的意思，连千若雪都知道，那群懂弟自然不在话下。果然，最了解呆小妹的还是周淑怡。在她说完那句话后，呆小妹就把目光放在了手机上。弹幕，哈哈，周姐确实是满盘皆输啊，而且连裤衩子都输没了。周姐在小事上经常赢老女人，但是在终身大事上却输了个彻彻底底。像林哥这种又是大佬又会宠媳妇又帅的男人，能被老女人遇见，真的是走大运啊。听楼上的解释，周姐还真是满盘皆输。你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只有我想知道，价值2500的水真的有那么难喝吗？穷逼，没喝过，不知道。呆小妹看着弹幕，心中已经了然，转头看了眼已经坐回椅子上的凌云墨，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房车开得非常平稳，1个多小时的路程，里面的人丝毫没有感觉到什么抖动。当从车里下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金碧辉煌的宫殿，雕龙画凤的石柱，宫殿的最前面是一把金色的王座，在灯光映照下闪闪发光，让人不得不怀疑那王座是否是由纯金打造而成。镜头往上，位于王座的正上方，在那里有一块金矿镶边的牌匾，牌匾上只有2个大字：明艳。除了凌云墨，
凡是从车上下来的人，在看到这里面的场景后，双眼都瞪得滚圆，震撼啊，心头巨震啊！他们从来就没想过，一个吃饭的地方会被装饰得这么有气派。要不是墙上有现代的灯光，非得以为自己是穿越了不可。叮铃铃！就在此时，一个手机铃声打破了这里的寂静。王大聪感觉到揣在裤兜中的手机在震动，瞬间回过神，摸出手机一看，是他老子打来的。喂，爸！王大聪接起来就小声喊道：“我在看你姐的直播，既然去了那里，你给我安分一点。”知道了，爸。王大聪很无语，和凌云墨在一起，他哪敢不安分？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10几秒。儿啊，林总是个恐怖的人，你要是能有他的支持，10个一答都能轻松得到，所以你知道怎么办吧？10个一答。王大聪眼神出现片刻的失神，这尼玛是多少钱？等王大聪挂了电话，正想再看看这宏伟的宫殿时，就见几个身穿高档服饰的女人从后台中走了出来，随后几人围在宫殿的正中，成一个圆站立。王大聪仔细看了一下，那姿色不比他交的任何一任女朋友差。欢迎光临明宴。说话间，几人围着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圆形孔洞，一张大型的桌子缓缓从下面升了上来。这一幕再次让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呆小妹愣愣地看着桌子升起来，但是手中拿着的手机却把全部过程记录下来。弹幕：尼玛啊，这场景简直是满分，不愧是林哥开的饭店。楼上的，你 TM 被吓傻了吧？你也配跟着林哥喊饭店？这他娘的就是皇宫！对，我张嘴，这不是饭店，这就是皇宫。好想知道会上什么菜，要是能在里面吃一口饭，还不得到飞升啊！想进里面吃饭，首先你得先有100亿美金的身价，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楼上的，你说的不对，这明明就是深渊。在这里场景的刺激下，直播间已经完全达到高潮，而呆小妹直播间的人气再次迎来一次暴涨。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全因抖音和微博已经快成为凌云墨的了。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微博热搜前10他包圆了，抖音更是不知道发什么疯，只要剪辑关于明艳的内容，全部上热门。而越是这样，蹭热度的抖音号主们就越疯狂，纷纷来呆小妹直播间搬运素材，几乎是刚刚直播出去的画面，半分钟不到就会出现在抖音上，所以才会给呆小妹引来这么多的流量。小呆瓜，回神了！凌云墨温柔的话语传进呆小妹耳中。第123章，一道菜50万。凌云墨能明显看到呆小妹身体抖动了一下，这是陷入深度失神被突然叫醒后的反应。老公，这就是你的饭店？呆小妹现在别提多震惊了，就这如宫殿一样的装修都要花不少钱。不是我的饭店，是我们的饭店。凌云墨微微一笑，伸手将呆小妹揽进怀中。当桌子完全升起，下面的孔洞也完全闭合，围在桌边的几个女子齐声喊道：“还请诸君入座。”场内所有人在这清脆悦耳的声音中回神。呼！可以明显听到宫殿中传出重重的呼气声，随即所有人的目光又看向凌云墨，那眼中全是尊敬的神色。要不是凌云墨，他们往后10辈子怕都无法来这种地方吃饭。凌云墨见此，微微一笑，牵着呆小妹走到就近的位置坐下。你们随便找位置坐吧。说着，回头看向正不知所措的众人。王大聪最先反应过来，毕竟他见过的大世面较多，来到凌云墨边上坐下。林哥，你这里装修的有点豪华啊，我去过的任何一家5星级酒店都比不了。一坐下来，王大聪就开始拍着马屁。凌云墨含笑不语，不过戴小妹却十分得意了。那是我老公的产业，就没一个差的。看着戴小妹那傲娇的模样，凌云墨笑着伸手在她头上摸了摸。戴小妹很享受凌云墨摸她头的感觉，没有阻止。老公，你什么时候创办的明艳呢？能告诉我吗？不要说是朋友送的了，我不会相信的。弹幕：老女人干得漂亮，666，直接把林哥嘴巴堵死，不知道接下来会怎能解释，有点小期待了。见到呆小妹那认真的小眼神，凌云墨无奈的摇摇头，他根本就没有创建过明艳，而且真的是系统送他的。怎么了，老公？不能说吗？呆小妹大眼睛眨了眨，不是不能说，而是明艳真的是朋友送我的。凌云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也非常认真。王大聪在一旁听着，使劲憋住笑。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那个做采访的碰到那个说他从来没有碰过钱，对钱不感兴趣的人一样。呆小妹。弹幕：老公，做你朋友真的是倒了8辈子血霉，什么都在送，送给你了，人影都还看不到。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说：凌云墨现在十分无奈，系统就是他朋友，可是这位朋友根本就不能出现。他们闲聊的时候，周淑怡和千若雪也来到大餐桌上。呆小妹往后看了一眼，想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人。
只是让他奇怪的是，后面原本从里面出来的房车不见踪影。咦，老公，房车去了哪里？明艳不同别的饭店酒店，至今都没人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房车在接到客户后，会直接送入大殿中，等上面的人全部下来后，又会悄悄驶离这里，保证客户不知道现在身处哪里。林云墨细细将这些话讲给呆小妹听，一旁的王大聪等人也是听得清楚。林哥，你是明艳的老板，也不知道吗？周淑怡等林云墨说完就插口：“我要是想知道很容易，不过有这项规定，还是不打破的好。”林云墨要想知道现在的具体位置，直接呼叫贾维斯就能知道。毕竟，在网络上，贾维斯就是无敌的存在，只要明艳里面有网络，就没法拦住他。对于林云墨这番话，众人倒是没有怀疑。当所有人都落座了，接待的服务员来到林云墨边上：“林总，现在可以上菜了吗？”“上菜吧。”林云墨点了一下头。等服务员离开，呆小妹又凑到他的面前：“老公，你已经点好菜了吗？我还说看看菜单上都有什么的。”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失望，不仅是她失望，直播间的人也是非常失望。好失望啊，本来还想沾一下老女人光，看看明艳中的消费水平怎么样。楼上的不用看了，里面的消费不是你能消费的。老女人，你细不细傻，直接问服务员拿不就是了。看到最后一条弹幕，呆小妹眼神一亮，转头往身后的美女服务员看去：“小姐姐，能拿一下你们的菜单看看吗？”在呆小妹的注视下，被点住的美女小姐姐目光却是往林云墨那边看去。呆小妹心中那个气啊，这明显就是看不起她嘛。这倒是不怪漂亮小姐姐，而是呆小妹的气质。要不是明艳上头下过命令，漂亮小姐姐怕都不会往呆小妹就是林云墨妻子的方面想。呆小妹提升个人气质势在必行，心中虽然气，呆小妹还是将目光望向林云墨：“老公，不是我想看的，是直播间的狗子们想看。”呆小妹立刻把直播间的众人拉出来做挡箭牌。弹幕：“老女人，你礼貌吗？狗逼老女人，你不讲武德，这老女人甩锅的本事见长啊！”呆小妹抽空瞥了眼弹幕，眼中尽是不屑：“有挡箭牌不用，还要她自己上不成？”林云墨何等人物，一眼就看出呆小妹的心思，不过在这大庭广众下也没有点破，看向身后的美女小姐姐：“去拿来吧。”不一会，美女小姐姐就从后台中出来，怀中抱着一本金色的册子。“夫人，请看。”将金色册子放在呆小妹面前的大圆桌上，美女小姐姐就退回2步，双手交叉放在小腹的位置。大气！这是呆小妹看到金色册子的第一想法。翻开册子，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5个字，并且配备一个图案：燕窝鸡丝汤，售价50万。呆小妹，马德，什么玩意？眼睛花了，用力揉了揉眼睛，再次看向5后面的几个零，1、2、3、4、5，真的有5个零，没错，就 TM 是50万。周淑怡就在呆小妹旁边，见她又揉眼睛又是惊讶的表情，好奇心驱使下，探头往她看的地方看去，只一眼，卧槽，50万！周淑怡的惊呼立刻引来所有人的目光。第124章，差点误伤友军。什么50万？王大聪有些疑惑。菜，一份菜 TM 50万。周淑怡仿佛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口中是胡言乱语。啥？张健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一份菜就50万，金子做的吧？他这辈子吃的最好的菜也才上千块而已，50万还一道菜，根本难以让人接受。弹幕：马德，简直刷新了3观啊！看菜单上面的图片，小碗中的粘稠物体也就2、3勺的问题，竟然要50万！3、4线的小城市，一套房就没了。呆小妹在周淑怡惊呼的几秒后，剧烈跳动的心脏平息下来。切，不就是50万吗？瞧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看着呆小妹故作不屑的眼神，林云墨笑着伸手过去摸在她的头上：“嘻嘻，老公一点都不贵，对不对？”弹幕：兄弟们，我想动手了怎么办？楼上的别冲动，老女人平时对我们还是不薄的，我出一个扳手。擦，差点误杀友军。来人，给朕把40米的刀拿来给秀儿削个苹果。咚！前一秒呆小妹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模样，后一秒就转变成委屈的样子。以后你见多了就会真正习惯。弹幕：看看，这是人说的话吗？就是林哥，你考虑过我们这些穷逼的感受吗？还见多了就习惯？林哥这是在开始培养老女人的气质了吗？周淑怡回过神，就听到林云墨这句话，顿时看向呆小妹的目光充满了羡慕。老女人起飞了啊！以后所见所闻必定会超过她100倍。老公以后多带我来这种地方看看。
看着凌云墨微笑点头，呆小妹才收回目光，随即又落在菜单上面。翻开第2页，在场的人见到呆小妹的动作，纷纷伸长了脖子，往她面前的金色册子看去。文思豆腐羹，售价50万，又是一个5后面跟了5个0的菜名。周淑怡看了之后倒是没有再尖叫，不过却差点咬到自己舌头。靠，又 TM 是50万！呆小妹这次倒是做足了心理准备，急促的喘了2口气就恢复过来，瞥了眼身旁的周淑怡，周扒皮，记住要淡定。好在这回周淑怡全身心都在菜单上，否则又会发生一场嘴仗。呆小妹连续翻动10几页，往后的名菜是越来越贵，从50万直接飙升到100万一份的恐怖程度。而每翻到一个新的菜单，周淑怡就会喊出这份菜的价格，以至于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就算是身为富二代的王大聪，脸上也出现凝重的神色。王哥，咱们今天能吃到这么贵的菜吗？应该大概可能能吃到吧。张健听到两人的议论，顿时大惊，连忙向着两人使眼色，这里还没有他们说话的份。林云墨见到张健的眼神，觉得有些好笑。张健，你就别阻止他们说话了，吃饭要的就是一个热闹，想说什么说什么。是。面对林云墨，张健立马就露出笑容，只是嘴上虽然答应了，但还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林云墨一见，无奈的摇摇头，按照自己安排的有失分寸。张健一行人就该单独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倒不是说林云墨看不起他们，而是他们实在太拘谨了，就算是吃也不会吃得太开心。林云墨收回目光，就不再说话。呆小妹每翻动一页，就会将直播镜头落在上面，这可让直播间众人是大饱眼福，终于知道有钱人的吃食会奢侈到什么程度。呆小妹还在兴致勃勃地翻动菜单，服务人员端着托盘从后台走出，顿时浓浓的饭菜香气弥漫在大殿当中。呆小妹鼻子抽动了2下，缓缓抬起头，瞬间目光就被服务人员托盘中的菜所吸引。漂亮，这是所有人心中产生的第一个词，不是好香就是漂亮。当50多道菜摆放到大圆桌上，众人都不敢下筷子。这么说也不对，不是不敢，而是不想下筷子破坏这么美的菜。老公，这么多菜，正常花销的话要多少钱？所有人都在说这些菜好看，但呆小妹的关注点完全不一样。虽然跟着林云墨的这几天，她的改变非常大，但钱对她来说吸引力还是十分的大。可能再过些日子，跟着林云墨经历的多了，对钱就不会那么看重了。应该在1000万多吧，也不是太贵。在真正大佬眼中，1000多万真的不算什么。毫无疑问，林云墨就是这样的大佬。什么？1000多万？呆小妹还没反应过来，一旁的周淑怡就大叫出声，登时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什么？这些菜1000多万？我的个老天爷啊，这怕是我最高光的时刻了。默人嘲笑周淑怡的反应太剧烈，连呆小妹这个时候都没有。一顿饭1000多万，要是有名酒摆在桌上还能说得过去，但现在的情况是桌上只有菜，没有任何酒水。弹幕：老女人，你在山上还吃过一顿饭3100万零10几块的饭，没有破你的记录，莫慌。楼上的，你这零10几块钱是什么鬼？ 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 PDD 一个大大的酸字写在脸上。大马猴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大马猴烧猪跟着你一起酸。 PDD 真的羡慕周姐啊，居然能去蹭到这么贵的饭。大司马，周姐已经走上人生巅峰。过了好一阵，众人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只是这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境又被出来的几人给提了起来。3个漂亮小姐姐端着3瓶红酒出来，不用想，能出现在明艳的红酒肯定不会简单。老公，那是什么酒？呆小妹现在对这红酒的牌子非常好奇，第一次没有问直播间，而是直接问的凌云墨。罗曼尼康帝。凌云墨瞟了一眼就认出了这红酒的品牌，罗曼尼康帝100多万，每年只产6000瓶。王大聪接过凌云墨的话头，解释得更为详细一些。这个我知道，周星星的美人鱼里看到过，原来罗曼尼康帝就是这样。第125章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说起罗曼尼康帝这种高档红酒，还是一部电影带火的，可以说达到了众人皆知的地步。这一顿饭吃得非常畅快，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十分满足的神色。2个小时后，呆小妹脸蛋晕红，挂在凌云墨身上，明显是喝醉的模样。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脑袋有些晕乎乎的。呆小妹口齿不清地说着，好在凌云墨还能听清楚她在说什么。要不就在明夜睡，明早再回去。喝醉酒的人醉骑坐车，那摇晃的感觉非得把人整妥了不可。不要，
家里的床才睡得习惯。呆小妹闭着眼睛，说话的声音已经微弱到极点。林云墨抬手看了一下时间，晚上的7点，路上还要耽搁1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回家，到家也才8点钟。好，我们回家睡。林云墨亲吻了一下呆小妹精致的额头。幸好现在周淑怡等人全部都已经晕乎乎的了，此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林云墨这边。去帮我们把车安排好吧。要说在场谁还没有完全喝醉，那肯定就是林云墨。不是他的酒量比这些人都大，而是他喝酒的时候十分克制。身后的漂亮小姐姐答应一声，随即转身走入后台。当2辆房车来到大殿中，还是和先前一样的做法，林云墨、呆小妹等人1辆，张健等人1辆。车辆行驶起来，房车中却死气沉沉，除了林云墨，全部低着头要睡着的样子。当车行驶到别墅，林云墨扶着呆小妹下车，往后看了一眼，只有1辆，张健等人可能在警卫塔就下来了。此时的警卫塔那边，所有人都从警卫塔中出来，围着张健等人。六子，羡慕死你们了呀，能跟着林先生吃那么好的大餐。从警卫塔出来的一人酸溜溜地说，要知道能进警卫塔的人都是上过战场的英雄，能让他们酸的东西并不多，但现在他们没去的人酸了。哈哈，确实是好，100多万的红酒，上千万的菜，这辈子算是值了。六子满面潮红，口中哈哈大笑。后悔啊，今天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班？不然中午我也能去帮林先生搬家了。又有一人口中说出后悔的话。老王，没事，以后要是再有帮林先生的机会，一定安排你去。张健现在脸上也是浮现着笑容。他刚才和张明涛打过电话，虽没有看见他的脸色，但只在电话中都能听到张明涛话里的酸涩感。以前都是张健羡慕张明涛的，现在居然反过来，就很有自豪感。张哥，还有我们啊，以后要是林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得叫上我们啊。对啊，张哥，要一视同仁。好了好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安排你们去，但现在你们要站好岗，别让林先生别墅中出现什么意外。张健下压双手，笑呵呵地说。好，张哥放心，保证别墅中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时间一晃，第2天6点，林云墨睁开双眼，低头看了一下，呆小妹脸埋在他的胸口。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机场进行签到。怎么现在的签到地点越来越远了？林云墨在心中嘀咕一句。照常起床锻炼半个小时，时间来到6点半，没有急着做早饭，根据以外的经验，等人全部醒来，起码也要9点。回到卧室冲了个澡，出卧室前看了一下呆小妹，还没有醒来的迹象，微微一笑，穿上衣服下楼。当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千若雪起床到1楼，就看见正在看书的林云墨。林哥，早。千若雪走到沙发边坐下，笑着打了声招呼。早。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放下书，看了看时间，随即起身。现在该是做早饭的时候了。林云墨刚刚走进厨房，王大聪就从楼上下来，这货昨晚也是在这里睡的。早啊，小雪。王大聪见到千若雪，眼神一亮。早，大聪哥。从王大聪认识千若雪开始，也才不过1天，他还没有发现王大聪的意图。王大聪来到千若雪边上坐下。小雪，今天你就打算回去了？千若雪出来也已经2天了，总是在这里麻烦林云墨也不好，所以昨天就给呆小妹提过今天会回家的决定。咦，呆姐给你说的吗？是啊，等他们都起床，告个别就回去了。千若雪不知道王大聪为什么会问这个，不过还是说道：墨，我昨天就在旁边隐约听到的，想确认一下。就这样，2人一问一答，一答一问，时间转眼就到了8点半。周淑怡起床下楼，还在楼梯上就听到2人有说有笑的声音，眼中有些诧异。按道王大聪话怎么突然之间话就变得这么多了？回想一下昨天到今天王大聪看千若雪的眼神，以及观察到他有事没事就去找千若雪聊天，马德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啊！想到这里，周淑怡停下脚步，趴在栏杆上，静悄悄听着2人的谈笑。这越看，周淑怡心中就越能确认。然而就在此时，后背突然被人拍打了一下。周扒皮，你在看什么？周淑怡转身就看到呆小妹一脸好奇地看着她。嘘。周淑怡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指了下面沙发上的2人，随后贴在呆小妹耳边。老女人，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弟弟好像对千若雪有点意思。呆小妹一听，登时就来了兴趣，凑到周淑怡旁边一起观察着2人。王大聪和千若雪并没有发现此时后面有2双眼睛依旧在谈天说地。2、3分钟后，卧了个槽，王大聪这小子好像还真有这种想法啊。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许千若雪没有发现王大聪的意图，
但是站在边上的人却能轻易看出来。当然，凌云墨这个钢筋除外。周扒皮，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开直播？一定会惊掉直播间狗子们的下巴。千若雪很漂亮，戴小妹她自认不如，但越是这样，她就越感到压力十足。要是千若雪和王大聪谈恋爱，那不就稳了吗？第126章，3种可能。八字都还没一撇，慌什么？不要打扰他们。周淑怡赶忙制止这个大胆的想法。要是被直播间的人知道，那就是典型的打草惊蛇，可能今后在明面上都看不到这两人了。等温度差不多后，再让直播间的人知道，那才是水到渠成。周淑怡小声把这些讲给呆小妹听，呆小妹想了一下，觉得在理，也就没有打开直播。王大聪啊，你可要争口气啊！呆小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这么期待一段爱情的形成，主要还是她的危机意识太大。两人就这么趴在栏杆上看着，时间来到9点左右。凌云墨从餐厅出来，来到沙发边，正巧就看到呆小妹他们两人。你们在上面干嘛？王大聪和千若雪正想起身打招呼，就听凌云墨对着他们身后说，顿时齐齐转头看去。千若雪还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王大聪就不一样了，他仿佛是被抓住了尾巴的猫。小秘密被曝光了呀！要是普通的女人，暴露了也就暴露了，反正他王大公子又不是缺女人的主。可面对千若雪这个大美女，他的认真程度远超过任何一个前任。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姐，周姐，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王大聪的情感智商可不是凌云墨能比的，轻易就辨别出两人是否看出端倪。要是两人直接下来，他可能还不会那么紧张，但现在两人是趴在栏杆上看着的呀。这么明显的举动，王大聪要是还不明白，那就白谈了那么多女朋友。卧槽，老女人，你这弟弟有意思啊，居然都开始叫我姐了。王大聪之前一直都是叫周淑怡的名字，现在叫姐，明显是讨好的意思。既然都叫你姐了，那就多帮帮她呗。要是搁以前，呆小妹一定要对周淑怡几句，不过现在嘛，把她拉到统一战线上，帮着王大聪出谋划策，再好不过。毕竟有周淑怡的助力，王大聪成功追到千若雪的几率无疑会大大提升。呆姐，周姐，你们在上面干嘛呢？千若雪见王大聪喊过话后，两个女人就交头接耳，也不知在说什么。没事，马上就下来了。呆小妹往楼下看了一眼，马上朝客厅走来。老公辛苦了。来到客厅的第一个动作，呆小妹就扑进凌云墨怀中。走吧，吃饭了。凌云墨微微一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脑袋。好。呆小妹笑嘻嘻地答应一声，离开凌云墨怀抱。转身之际，眼神看向故作淡定的王大聪身上。姐，走吧，吃饭了。王大聪一见，脸上顿时出现一个大大的囧字。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属实不太正常。放轻松，我是非常支持你的。说着，眨了一下好看的大眼睛，意思表现得非常明显。凌云墨和千若雪不知道呆小妹这是打的什么哑谜，脸上都出现疑惑的神情。呆姐，什么支持啊？千若雪性格和呆小妹差不多，都好奇别人的八卦，殊不知这个八卦就是她自己。没什么，没什么，走吧，肚子饿了，去吃饭。说完，转身拉着凌云墨手往餐厅而去。早饭结束，3个女人就去电脑室打游戏了。本来王大聪也想去的，他也喜欢打游戏，只是人家3个女人，他再去电脑室实在不适合。时间来到11点，3人从楼上下来。小雪，你有叫车来接你吗？要不叫王大聪送你回去？呆小妹3人还在楼梯上，但声音却是传了下来。无精打采坐在沙发上的王大聪一听这话，瞬间就来了精神，十分专注听着上面的声音。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大聪哥了？我马上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叫人来接我。千若雪的声音刚刚传到楼下，王大聪就猛地站起身。这剧烈的动作把正在认真看书的凌云墨吓得一哆嗦。只是这时候的王大聪全然没有注意到凌云墨这边，眼神已经被楼上的声音吸引，脚步也是在往楼梯方向移动。凌云墨眉头皱了一下，倒不是在埋怨王大聪吓到他，而是凌云墨发现从昨天开始，王大聪就变得十分反常。以前一起的时候也没见他有这么多表情变化，行为也是富家公子的模样。但现在将书放下，凌云墨看向王大聪那边。小雪，不麻烦，我马上也要回去了，正好顺路。只见王大聪仰起头，对着楼梯上的千若雪说。要是这个时候呆小妹开着直播，并且了解到事情的真相，非要说王大聪舔狗不可。呆小妹悄悄给王大聪竖了一个大拇指，这时机把握的真尼玛太好了。看吧小雪，反正王大聪都顺路，不用麻烦你爸了。周淑怡在一旁又是添了一把火。最后在3人的劝说下，千若雪上了王大聪上百万的跑车离去。周扒皮，你说
那两人能成吗？门口，呆小妹看着跑车渐渐消失在视线中，问道：“应该能成吧？毕竟王大聪这家伙在那方面比较精通。”周淑怡目光也是望向警卫塔那边，马德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满满的负罪感。呆小妹不知道两人最后会怎样，她想过有3种可能：第一种，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这就是皆大欢喜；第二种，千若雪不同意，对两人也都没有什么损失；最让戴小妹担心的就是第3种，王大聪追到千若雪，最后始乱终弃。要真是这样，她呆小妹就是毁了千若雪的罪人。她虽然不想让千若雪成为她的竞争对手，但这样把她推下深渊，也不是呆小妹想看到的结果。没事，你多敲打一下王大聪就行了，反正他也十分听你话，你说的一定会起到大作用。周淑怡知道所谓的罪恶感是什么意思，不禁开口安慰着。敲打王大聪什么？就在此时，2个女人后面突然传出凌云墨的声音。他也是刚刚走到这里，前面的话倒是真没听清楚。啊，老公，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第127章7个小时。凌云墨笑着伸手在呆小妹头上摸了摸，以示惊吓后的安慰。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凌云墨再次提出这个话题。不等周淑怡说话，呆小妹就一脸神秘地说：“嘿嘿，老公，你想破头也应该想不出来，王大聪对小雪有想法。”呆小妹这话倒是不假，她不说的情况下，凌云墨可能需要很久才能知道这个秘密。王大聪那小子要追求千若雪。凌云墨愕然，总算是知道王大聪这2天行动为什么这么反常了。呆小妹和周淑怡对视一眼，他们都看出了凌云墨眼中出现的惊讶。哎呀，老公，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变聪明了吗？本来在呆小妹想来，自己这个爱情白痴老公可能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想法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凌云墨不仅知道了，语气还十分笃定。也就是说，凌云墨不再是钢筋，已经开始慢慢成长起来了。凌云墨一听，顿时伸手过去，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呆小妹哎呦一声，吐了一下小香舌，做出调皮的模样。周淑怡在一旁看的是脸上青筋直冒，现在没有开直播，她可是全额承受此时的伤害。老女人，你能不能再恶心一点？周淑怡也不想王大聪和千若雪的事了，开始调侃起呆小妹。你有本事也可以去找个男人来恶心我啊！呆小妹看着周淑怡，眨了一下眼睛。卧槽！周淑怡一拍额头，算了算了，我今天就走了，不想和你一般见识。其实哪里是周淑怡不想和呆小妹一般见识，而是这句话属实刺透了她的内心。找个男人，男人这么好找的吗？要是好找，她也就不会这么久还是单身了。你今天要走？凌云墨放下盖在呆小妹头上的手。机票我已经订好了，下午2点的飞机，麻烦林哥这几天的照顾了。要是有机会，下个月还来找你们，到时候林哥可别嫌弃我。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周淑怡也是敢和凌云墨这么开玩笑，随时欢迎。凌云墨笑着点头说道，对于周淑怡的玩笑一点都不在意。前世的时候，虽然围在他身边的人很多，但能真正称之为朋友的屈指可数。这一世能体会到这种发自本心的玩笑，凌云墨感觉非常好。滚，爷不欢迎你，下次别来打扰我和老公过2人世界。呆小妹可不会惯着周淑怡，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找林哥关你屁事。周淑怡不屑地瞥了眼呆小妹。周扒皮，你想找打是不是？听着2人的嘴仗，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这几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呆小妹和周淑怡的声音。我去给你们做饭了。好的，老公辛苦。谢谢林哥。凌云墨走后，呆小妹没有进入别墅。周扒皮，走，陪爷逛逛这大别墅。要说呆小妹这几天一直都在别墅中探索，里面的东西倒是摸清楚了，不过这别墅外的东西嘛，就不是那么了解。滚，老子不去，叫一声周姐就陪你去走几圈。周淑怡傲娇的将头撇向一边，不去看呆小妹。本来周淑怡以为呆小妹会就范，然而等了5、6秒都听不到声音。转头一看，尼玛好家伙，呆小妹已经在3、4米开外了，此时正背对着她往前走。爱去不去，还叫你周姐，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听着前面传来的嘀咕声，周淑怡那个气啊，不过还是快走2步跟上，毕竟刚才也只是和呆小妹开个玩笑。老女人，算你狠。嘿嘿，多谢夸奖。说着就挽住周淑怡手臂，这个习惯已经是改不掉了。来到别墅外的河边，这里的水流十分清澈，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周扒皮，你来过这里没有？呆小妹不知道昨天她和千若雪去过哪些地方，索性开口发问。来过，园林中也去转了一圈。那你开直播没有？这么好的地方，要是周淑怡没有直播，那她可是要好好的炫耀一下。没有，忘记了。周淑怡昨天不是不想开直播涨粉，而是真的把这事给忘了。主要还是别墅中的景色太尖儿漂亮。哦，那还是用你的手机直播吧。
呆小妹听后点了一下头，就要伸手去拿周淑怡裤兜中的手机。哈哈，痒，我自己来。呆小妹的手可能触碰到周淑怡的痒痒肉，边笑边闪躲着。周扒皮，低调一点，你这么说会引起误会的。呆小妹没有去追，站在原地调侃一句：老女人，你 TM 怎么也学起直播间那套，思想变得这么龌龊。周淑怡白了他一眼，从裤兜中摸出手机，点开豆沙 app， 先是进入自己直播间看了一眼。卧槽！只一眼，周淑怡就惊呼出声，清脆的声音传了出来：周扒皮，又抽的什么风？一旁的呆小妹口中这样说，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是向周淑怡那边靠拢。一看之下，呆小妹瞬间明白过来，因为这时候周淑怡直播间的人气竟有100多万。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呆小妹的直播间下播后还能保持一定的人气，但现在她周淑怡的直播间也是这样了，怎能让她不惊呼？毕竟是全豆沙第2个能达到下播后一个夜晚还有人气的存在。想到这里，周淑怡心中十分庆幸。只是当她目光落在直播间的弹幕上，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周姐也没开直播，不晓得老女人在干嘛？不会是昨晚又和林哥玩嗨了吧？要是3点睡觉，现在11点，也才睡8个小时而已。3点睡，马德林哥他们昨晚8点就回来了，7个小时啊，铁打的吗？嘿嘿，林哥的深浅，你们永远不知道。看着弹幕，周淑怡很想哭。尼玛，她的直播间就快变成呆小妹的了。聊她自己的话题少得可怜，但是聊呆小妹的话题一大堆。我尼玛，这群狗东西的想象力也太鸡巴疯狂了！7个小时，我还不得死在床上？第128章，送走周淑怡。周淑怡本来心中还有些委屈，但是听到呆小妹说的虎狼之词，顿时瞪大双眼看着她。呆小妹对此没有一点不好意思，2个人都是女人，又没开播，更何况周淑怡还是她的好闺蜜，这种事情说出来完全就没感觉。周淑怡见到呆小妹眼神，对着她竖了一个大拇指：老女人，老子佩服你。说罢转头看向手机屏幕，想了一下，编辑一条弹幕：兄弟们，我回来了，马上开播。弹幕：卧槽，爷爷快出来，你关注的主播又火了。周姐，老实交代，昨晚上回来你们干嘛去了？我要看林哥哥，一夜不见，如隔三秋啊。弹幕疯狂的刷着，周淑怡点击开始直播的选择，随即直播间画面一闪，周淑怡的脸出现在里面。兄弟们，开播了开播了，快去通知一波群里的人。弹幕：周姐，老女人呢？不会还没起来吧？就是又 TM 破防了吗？呆小妹就在旁边，一见弹幕有将破防事情拉出来鞭尸的节奏，马上就站不住了。喂，狗子们，爷在这！说话间将脑袋凑到手机摄像头前。卧槽，哪来的妖怪，吓老子一跳！楼上的不要激动，不是妖怪，只是个老女人而已。哈哈，周淑怡一直看着直播间，见到这2条弹幕，顿时就被逗笑了。周淑怡是高兴，但是呆小妹心情就不是那么好了。妖怪，马德见过这么漂亮的妖怪吗？接下来的1个小时，呆小妹就和周淑怡一起在别墅外闲逛起来，同时和直播间的粉丝们讲明白千若雪和王大聪离开回家的事情，以及周淑怡已经订好机票准备撤退的消息。2人回到家，饭菜已经上齐，林云墨就坐在餐桌边等着他们。哇，好香！虽然昨晚才吃过真正的大餐，但呆小妹还是希望每天吃林云墨亲自做的饭菜，就很温馨，就很幸福。看着呆小妹要伸手去抓桌上的菜，林云墨有些无奈。这小妮子每次都在提醒她，可就是不长记性。呆妹，没洗手。就在手即将触碰到一份菜的时候，林云墨却伸出手抓住了她纤细的手腕。哦，忘记了。一顿饭很快就结束，时间已经来到12点半。林云墨帮着周淑怡将行李搬上库里南，随后3人上车，帮带小妹插上安全带后，林云墨启动库里南，紧接着开车出库。当林云墨他们来到警卫塔，里面上过战场的英雄们全部出来，站成一排，目光中透露出尊敬。晃了一眼，大部分人都比较面生，只有2-3个人是昨晚一起吃过饭的。要说警卫塔里面的这些人，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想展示自己，主要还是跟着林云墨属实太好了，请客吃饭都能吃个上千万。要是被他看中，做个司机什么的，那才是真正走上人生巅峰。不过他们的愿望终究要落空，林云墨根本不会需要这些。出了世贸蛇山庄园的范围，林云墨驾驶库里南上到主路，将近1000万的库里南行驶在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后方又出现一段真空地带。时间来到1点半，林云墨3人也成功出现在机场。周扒皮，有空就来找我玩。呆小妹挽着周淑怡的手，却把林云墨扔在后面，全然忘记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后面。好，有机会就来。眼看就要分开，周淑怡也没有和呆小妹打嘴仗。不过说回来，
你和林哥往后是什么打算？周淑怡对这点十分好奇。要知道，现在的呆小妹完全不用为钱的事情担心，有大把的时间浪。不知道，应该要回我老家一趟吧。然后听老公说过，1个月后是爷爷的忌日，要去上香，我还想去看看老公出生的地方。再然后我们就出国旅游一下，毕竟你是知道的，我以前一直在直播，出国根本不敢想，现在有机会自然要去。等旅游一段时间回来，我们就要筹备婚礼。哇塞，好憧憬！提到婚礼，呆小妹大眼睛中全是小星星。一旁的周淑怡在听到她之后的安排，那是无比羡慕。不管是旅游还是婚礼，都是她现在不敢奢求的，但是呆小妹做到了，她最好的闺蜜做到了。弹幕：老女人，你好像还算漏了一点啊。对啊，小呆呆呢？我未来的老婆呢？万人血书求老女人怀小公主。周淑怡看了眼直播间，将手机递到正处于幻想中的呆小妹面前。有人问你什么时候怀他们未来老婆？呆小妹接过手机一看，顿时好像想起什么。对，还有怀孕，先前忘记了，只是这个怀孕就要看运气了。将手机还给周淑怡，呆小妹说：你和林哥那么频繁，很快的，可能这个月你的亲戚都不会来。周淑怡靠近呆小妹，在她耳边这样说。真的吗？呆小妹现在的脸皮真的是厚起来了，要是以前周淑怡这样说她，必定会脸色羞红，现在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反倒是十分期待。直播间的粉丝们就看到周淑怡和呆小妹交头接耳，但又听不到声音，瞬间引起众怒，纷纷发起弹幕表示抗议。然而此刻两人聊到这个话题就止不住话头，哪有空去看直播间。送走周淑怡，呆小妹就和凌云墨出了机场。回到库里南里，呆小妹打开自己直播间，现在周淑怡已经关闭了直播，也不存在什么抢人气的说法。打开直播间后，呆小妹完全不管，看向凌云墨，将他之前和周淑怡说的打算又重复了一遍。要先回老家吗？听完呆小妹对今后的安排，凌云墨没有一点抗拒。对凌云墨来说，只要和呆小妹在一起，去哪儿都一样。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呆总，反正你要回老家，来锦城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凌云墨现在是出了名的难约，就算是身价超千亿的大佬也约不到他。而他 PDD 有呆小妹这个资源，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要争取。第129章签到。奈何PDD 的弹幕呆小妹根本看不到。我前几天答应了烧猪去锦城玩几天，反正也要回去，要不老公，我们先去锦城。呆小妹期待地看着凌云墨，殊不知他这句话可把 PDD 高兴坏了。凌云墨伸手摸在呆小妹头顶，好，你说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说完这句话，凌云墨便在脑中下达签到的命令。这里因为还是机场的范围，所以签到并没有问题。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锦城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别墅一栋。凌云墨眼中闪现出一刹那的惊讶，不过很快就隐没下去。哇，老公，好幸福！凌云墨说的那段情话，可是把呆小妹感动的不要不要的。他去了，凌云墨就陪他去了，这种感觉是以前根本不能体会的。凌云墨微微一笑，随即启动库里南。老公，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冷静下来后，呆小妹就问出这话。都可以，你决定吧。凌云墨眼神专注地盯着前方的路。要不，我们明天就出发。魔都我都待了10多年，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一想到马上就能离开魔都这个牢笼，呆小妹内心就十分激动。好，回去了就订机票吧。呆小妹猛点了一下小脑袋，随后看向直播间。狗子们，有没有在锦城的？明天记得来接机哦。这句本来是玩笑话，但是直播间的粉丝们可当真了，特别是 PDD。呆总放心，待会把时间发我，明天我就不直播了，专门来接你们。烧猪，可不行这样啊，老女人，快把时间发到直播间，我们也要来接机。对啊，之前一直在魔都，没有那个机会，好不容易等到林哥哥来锦城，一定要亲眼一睹林哥哥的风采。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呆小妹别说不知道具体到锦城的时间，就算是知道，也不可能告诉这些人。狗子们，你们还真是热情，不过现在我还没有看机票，你们千万不要着急，万一明天我有事呢，计划赶不上变化。为了打消直播间的人可能会去机场蹲守一整天的打算，呆小妹连忙释放出烟雾弹。这要是在机场被狐狸精围住她老公，事情可就闹大了。要知道，锦城的妹子以辣著称，当然，这里的辣不是指脾气，而是身材。呆小妹对凌云墨虽然有信心，但也架不住辣妹子多呀。大家别信老女人这货，明天就去堵机场。就是这老女人开始放烟雾弹了，小伎俩，可笑可笑。哈哈，老女人已经哭晕在厕所。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后，整个人都凌乱了。这尼玛有没有必要这么聪明啊？见呆小妹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传出，直播间的人知道，怕是有猜中了呆小妹的小心思，纷纷发起弹幕嘲讽。老女人，
你的计划已经被我们看穿。老实说，明天大概几点到锦城机场？你不来都没关系，明天把林哥哥送上飞机就行。PDD， 呆总，要不你们开车来锦城？不过这样林哥可能要累点。卧槽！烧猪，你这个叛徒！走，姐妹们，去烧猪直播间举报一波。PDD 不会知道，就因为他这一条弹幕立刻引发众怒。十几秒过后，他的直播间就被攻克，刷的只有一个词：叛徒。弹幕之多，风静已经不现实。卧槽！呆总的直播间以后还是不要去轻易发弹幕的好。PDD 也是被这一幕吓了一跳，这要是处理不好，后续的麻烦不断啊。呆小妹全然不知现在 PDD 的难处，思考了一下开车去锦城的可行性，最后又将其否定。魔都到锦城有将近2000公里，开车需要1天1夜，这么长的时间，呆小妹可舍不得让凌云墨受罪。不过嘛，为了更好的释放烟雾弹，呆小妹笑嘻嘻对着直播间说：好，我就听烧猪的，狗子们，你们明天就慢慢去等吧。不得不说，她这句话确实避免了明天的很多麻烦。要知道，呆小妹和凌云墨现在知名度不比任何一个大明星差，只要他们出现在锦城机场，必定会引起围观。就这样都已经让呆小妹不怎么适应了，要是再把直播间的粉丝们吸引过去，那还得了。直播间的人不是神，不知道此刻呆小妹的想法，有些已经打消明天去接机的打算。这一波，呆小妹完胜。花了1个小时，凌云墨驾驶着库里南进入世贸蛇山庄园。就在此时，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呆妹，接一下电话，我开着车。凌云墨的手机放在操作台上，呆小妹很容易就能拿到。哦，呆小妹答应一声，放下自己的手机。你好，请问找谁？呆小妹说话非常客气，不得不客气啊，毕竟这是凌云墨的手机，万一打电话来的是他所谓的朋友呢？夫人，我是警卫塔人员，一个叫李文涛的人来找林先生，请问需要先让他进去吗？哦，等一下我问问。呆小妹对此不敢做主。老公，李文涛在警卫塔，需要让他进去吗？让他进去等一会吧，我们还有10分钟就到了。凌云墨一点都不在意李文涛进他别墅，反正别墅中除了母树大红袍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更何况还有贾维斯呢。呆小妹将凌云墨的原话重复了一遍，随后挂断电话。老公，李文涛今天来家里干嘛？好像现在博儿弟挺忙的吧？将手机放回原来的位置，呆小妹就问。凌云墨微微一笑，他呀，可能是惦记我的茶。李文涛这2天非常郁闷，本来早就可以来凌云墨这里品尝母树大红袍的，但是谁知这2个来博儿弟的人气暴涨，他不得不留在球场坐镇。要是被他知道这全是呆小妹的计谋，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呆小妹一听到是关于茶的，瞬间就没了兴趣。不过她倒是想起另一个事。老公，说起博儿弟，你有没有在我建的那个群里讲课呢？第130章再次签到。呆小妹自从创建了那个群后，就把他给屏蔽了。要不是今天说到李文涛，她可能还想不起来。而现在的呆小妹也学聪明了，没有将自己把群屏蔽了的话说出来，不然直播间马上炸锅。即便是没有将屏蔽聊天群的话说出来，现在直播间也是闹得火热。哎呦，呆总啊，你终于想起我们这些在群里的人了，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羡慕楼上的2位大哥，能和我们说说老女人创的群有什么福利没？凌云墨摇了摇头，没有。反正这才几天不到，下个月讲吧。呆小妹创建群的时候就说过，1个月讲1次课。去博儿的消费了且入群了的大佬富家公子也不能说什么。库里南很快就回到别墅，凌云墨和呆小妹刚刚下车，李文涛便从河边过来。林总，你回来了。走吧，进去坐。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向别墅中走去。呆小妹则是挽着他的胳膊。刚到门口，别墅的大门自动打开。先生、女士，欢迎回家。李文涛没有来过凌云墨的别墅，加上他几乎不看呆小妹的直播，此时猛然间听到贾维斯的声音，还以为这别墅中有其他人，只是直到走到沙发边上，也没见有任何人。林总，刚才是谁在说话？李文涛目光在四周打量，确实没有人在。弹幕，我靠，李总怎么说也是一位成功人士吧？怎么连林哥家里的人工智能都不知道？就是啊，我这个刚通网的山里人也知道贾维斯的存在。楼上的2位，人家李总是做实事的，说明人家在努力为林哥赚钱，两耳不闻窗外事，懂不懂？呆小妹看到最后一条弹幕，觉得十分在理。有这样的人为他们家挣钱，简直太尼玛放心了。人工智能没什么，凌云墨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不想在这件事上多说。毕竟人工智能贾维斯现在还是一个现在科技无法实现的东西，聊得越多，暴露的就越多。要是说漏了贾维斯一些核心秘密，被上面人注意到就麻烦了。李文涛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过他的眼力劲十分好，看出凌云墨不想聊这个话题。
也就没有在人工智能的事上多做纠缠。你先坐一会吧，我去泡壶茶。别墅中没有保姆，这种事还得林云墨亲自去做。林总，您在旁边看着就行，我来泡。李文涛即便和林云墨非常熟，但也不敢让他亲自去给自己泡茶，不然这茶喝着都不安心。看着两个人走向餐厅，呆小妹口中自言自语：茶有那么好喝吗？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的早上，林云墨醒来，由于今天准备出发去锦城，昨晚他和呆小妹并没有做什么。至于李文涛，早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就回去了。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机场大厅进行签到。今天的签到地点和昨天一样，只是今天必须要到机场大厅才能签到成功。林云墨从床上起来，呆小妹在此刻却睁开惺忪的眼睛。吵到你了吗？林云墨坐在呆小妹边上，伸手过去摸了一下呆小妹脸颊。没有，睡够了就行了。昨晚两人睡得都挺早，早起一点都不意外。现在是起床还是再睡会？林云墨看了一下时间，说。呆小妹笑着摇了一下头，雪白的双手从被子中伸了出来，一把搂住林云墨脖子。我要做运动。早上8点，距离平时林云墨6点起床已经过去2个小时。哒哒楼上传出脚步声，林云墨终于是起床了。来到大厅没有多做停留，径直又去了厨房。当时间又过去1个小时，早餐已经准备好，林云墨正想上楼去叫呆小妹起床，就见楼梯口处出现了一道亮丽的身影，正是呆小妹。老公！呆小妹一见，脸上绽放出笑容，顺着楼梯蹦蹦跳跳的下来，没有出现一丝不适感。下楼后的呆小妹直接扑到林云墨怀中，吮吸着属于她的气味。好了，该吃饭了。林云墨笑着抚摸了一下呆小妹的秀发，口中轻声说道：老公抱我过去，你都好久没有抱过人家了。这点小要求林云墨怎么可能不答应，一个公主抱起呆小妹就朝餐厅那边走去。两人吃了一顿温馨的早餐后，各自又收拾了一下，时间就来到10点钟。而机票早在昨晚睡觉前呆小妹已经订好，12点起飞。现在10点，也就是说还有2个小时。走吧，老公。呆小妹感觉这次出远门格外的轻松，不需要大包小包的带东西，这就是金钱的好处。林云墨从沙发上站起身，他也没有带任何东西。要说非得有什么的话，只有一张200多亿的铂金银卡。呆小妹走到林云墨边上，挽着他的手臂往车库而去。上了库里南，呆小妹没有和往常一样第一时间去摸手机打开直播间，她已经想好了，今天一定不能开直播，不然锦城的狐狸精们就要高潮，就要来机场堵截两人。这是呆小妹不想看到的情况。老公，我们去锦城了，那车咋整呢？当库里南行驶起来，呆小妹就问林云墨：机场不是有停车场吗？林云墨有些疑惑，呆小妹又不是没去过机场，怎么可能不知道机场有停车场？不是老公，我的意思是就把库里南直接放机场不管了，我们可能10天半个月都不会回魔都的。呆小妹不打算玩几天就回家，出来了怎么着也要玩他1个月吧。没事，车本来就是用来使用的。林云墨对此倒是一点都不在意。幸好这个时候呆小妹没有开直播，否则直播间又要因为林云墨这句话而沸腾。经过1个小时的行驶，时隔1天，两人又是来到魔都机场。当进入机场大厅的瞬间，林云墨就进行了每日的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阿斯顿马丁 ONE77一辆，现已存放入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车库。第131章，给林哥当司机。是一辆车吗？对于车，林云墨真的没多大的兴趣。前世的时候他都已经玩腻了。虽说阿斯顿马丁 ONE77价值不菲，华夏区总共只有5辆，但这依旧不能掀起林云墨平静的心湖。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钟，此时的锦城机场，一个头戴鸭舌帽、身体肥胖的男人坐在候机室，不时抬起头看向四周。要是经常混迹豆沙平台的人在看到这张脸，一定会第一时间认出他来。这人正是 PDD， 一手反向抽烟的骚操作火遍全网。早在昨晚呆小妹订好机票后，就告诉了 PDD 预计到达的时间，而 PDD 为了表示尊重，提前了大概1个小时来到机场接机。毕竟万一开车来的路上堵车呢？路上车子出事故了呢？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提前1个小时来接机，或许不会让林云墨感觉有什么，但要是延迟几分钟，林云墨自己走了，后面邀约可就难了。其实来机场接机的不仅只有 PDD 而已，就拿现在来说，机场中少说也有10几个人，他们这群人才是真正的智者。只凭呆小妹今天没有直播，就推断出他们可能是坐大灰机来锦城的。要知道，呆小妹除非在睡觉，不然不可能这么久都不开直播。至于开车来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开车不开直播，完全就不符合呆小妹的性格，有现成的谁有不聊天。
坐在车上看凌云墨开车。可能刚开始的1个小时能做到，后面根本不可能。锦城的兄弟们回避一下，我来给外地的兄弟科普一下，这里就是锦城的机场。就在 PDD 低头继续等待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今天我们就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这里遇到呆总和林哥。PDD 一愣，听话中的意思明显是冲着凌云墨来的。其实要是昨天呆小妹说什么时候来锦城，可能来蹭热度的网红主播会更多，毕竟是流量密码啊。周淑怡直播间的变化就是最显著的代表。去到凌云墨他们的家，人气直接从100多万提升到5000多万，10几倍啊，是谁都要眼红。烧猪？什么烧猪？就在 PDD 想抬头的时候，那人的声音又一次传到他的耳中。PDD 傻了，这就被认出来了。要是平时认出他也就认出来了，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啊。好在那主播好像不认识他，还有逃的机会。PDD 立刻起身，专门找拥挤的人群而去，很快就甩开后面的尾巴，重新找了个位置。PDD 把鸭舌帽压得更低，不敢再东张西望。PDD 自以为没有暴露，殊不知在短短几分钟内 ，PDD 来机场接机的消息就被顶上微博热搜前10。至于他来接的谁，已经不言而喻。一时之间，呆小妹的粉丝们，不对，是凌云墨的粉丝们，只要得空的都在往机场而去。下午的2点45分，魔都飞往锦城的飞机安全落地，凌云墨牵着呆小妹的手下了飞机，随后就往出机口而去。到达出机口，这里已经是人满为患。凌云墨用身体护住呆小妹，小心向前移动。看来还是得买个私人飞机。幸好现在这里非常吵，不然被旁边的人听到，非得鄙视他装逼不可。顺利出了出机口，只见外面有10几人举着手机，对着出机口不知在干什么。呆小妹正想打电话问问 PDD 在什么地方，就听前面等候的人大喊道：“林哥出来了！”呆小妹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那10几个人的手机立刻对准他们这边。老公，他们是叫你吗？呆小妹挽着凌云墨的手问道。应该是吧。凌云墨面色如常，继续往前走着。见凌云墨这么淡定，呆小妹心中满满的安全感。兄弟们快看，真的等到呆总和林哥了，礼物火箭走一波啊！兄弟们莫急，等会就全程跟着林哥，一定把他今晚入住的酒店摸透。靠近那些人之后，呆小妹才听清楚他们的谈论。马德全是来蹭热度的，也不知道烧猪在哪里。正想摸出手机打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几乎镇压全场。呆总，林哥在这里。两人循着声音往那边看去，呆小妹脸上出现喜色。老公，那就是 PDD， 走吧，我们过去和他会合。挤出人群，两人总算是来到 PDD 面前。倒不是 PDD 不想去前面迎接两人，实在是他的体型挤不进去啊。林哥，下午好。说着话 ，PDD 伸出手来。凌云墨一笑，你好，握了一下手，两人松开。林哥，还没吃饭吧？我们去吃饭，已经订好位置了。握过手后 ，PDD 立刻就邀请一起吃饭。那就多谢了。PDD 是呆小妹的朋友，而且也一起打过游戏，今天又来接机，吃顿饭也不为过。好 ，PDD 心中大喜。喂，烧猪，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吧？怎么感觉你和我老公认识的时间还长点呢？完全就把我忽略了呀！见两人似乎客套完，呆小妹这个时候才跳出来刷了一波存在感。哈哈，呆总哪敢忽略你啊 ！PDD 这会非常高兴，大笑着说：“先出去吧，这里太吵了。”凌云墨不喜欢嘈杂的地方，特别还是被这么多人看着。好 ，PDD 听到凌云墨发话，立刻带头往机场外走。出了机场，三人来到停车场，这里的声音小了很多。烧猪，你的库里南呢？在哪里？我待会看看有没有我们家的坐着舒服。呆小妹是知道 PDD 的座驾，库里南她也有一辆，肯定是比不过呆总你们家的。PDD 谦虚了一下，随即指向左边，在那里。呆小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看到一辆黑色的库里南。哈哈，烧猪，今天就要麻烦你充当一回司机。呆小妹开了一下 PDD 的玩笑，能给林哥当司机，荣幸啊。PDD 这话倒是不假，现在就算是身价10亿的大佬，也未必不想来给凌云墨当司机。毕竟一顿饭就是上千万，这样的人物随便捡点喝过的汤都能吃成胖子。第132章，请烧猪去明宴。在烧猪的带领下，两人上了他的库里南。一上车，呆小妹就开始打量起车里的内饰。不得不说，烧猪的库里南对比凌云墨的来说还是差一些的。毕竟凌云墨的库里南是系统出品，所有配置都是顶配。呆总，我说过肯定比不上你们家的库里南，没错吧？烧猪上车看到呆小妹的眼神，顿时开口调侃：“没有啊，很好了。要是我没遇见老公，可能再奋斗个5年都买不起库里南。”呆小妹这话倒是不假，
他原来的时候人气本来就没有烧猪高，每年挣的钱比他少很多。呆总这就谦虚了，就你手上戴的手表都能买几辆库里南了。烧猪笑了一下，目光看向呆小妹手上的手表。虽然他不懂女士手表，但是现在斗杀的主播群体中，有谁不知道呆小妹手上戴着近2000万的手表？呆小妹听到烧猪的话，下意识抬起手看了一下，这是老公的，我哪买得起啊？林云墨一听，顿时抓住呆小妹纤细的手腕，今后就不用分你我了。这话不禁又让呆小妹感动了。有时候女人就这么容易满足，一句话就足够了。看着两人含情脉脉的样子，烧猪总算是知道什么叫秀恩爱的天花板，没有打扰两人，识趣的转头插上安全带，随即启动库里南。感觉到车子开始移动，呆小妹摸出手机，老公，我开会直播好不好？现在时间已经将近3点，之前为了防止直播间的粉丝知道他的足迹，所以没有开直播。这回都到锦城了，自然不怕这些。好，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前面开车的烧猪神情出现喜色，呆小妹开直播，她必定会暴露在直播镜头下，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她烧猪已经和林云墨成功建交。呆小妹点开斗杀 app， 先是看了一下直播间内的情况，好家伙，人气竟有5500多万。弹幕：马德，这都快到3点了，怎么还不开直播呀？楼上的，我在其他主播那里看到了，老女人已经和林哥到达锦城。老女人还真是不讲武德呀，说好了开车去，竟然还是坐的大灰机。可怜我今天知道的迟了，不然肯定要去见见林哥哥。没错，老娘感觉有种错意的感觉。楼上的小姐姐不是错意，是错万意。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心中是无比得意。她只是略施小计，就避免了辣妹子来打林云墨的注意。嘴角上扬，浮现出一个好看的笑容，编辑出一条弹幕：狗子们，爷回来了，稍安勿躁，马上直播。呆小妹的弹幕犹如一旦激起千层浪，弹幕彻底疯狂了。老女人，滚！你还回来干嘛？请打开语音交流。撇了一下嘴，呆小妹点击开始直播。当呆小妹那张精致的小脸出现在直播间，弹幕再次达到一个高潮。老女人，我林哥哥呢？快让我看看林哥哥。来到锦城，老女人你就别想把林哥哥成功带走了。我大锦城的姐妹们，一定要给老女人一点颜色瞧瞧。看到诸如此类的弹幕，呆小妹开始有点慌了。毕竟锦城的辣妹是出了名的漂亮。老公，这几天在锦城，我一定会寸步不离的保护你。没来由，待小妹说出这番话，可把林云墨整得一头雾水。不过虽然不解为什么，林云墨还是笑着说：好，你保护我。烧猪听到呆小妹的话，思考了一下就猜出了个大概。昨天还在他直播间的时候，烧猪就见过锦城小姐姐们的疯狂，加上这话是开了直播间才说出的，可能是直播间的小姐姐发出威胁了。戴总，你要有信心啊，直播间的小姐姐们只是开开玩笑。直播间的观众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瞬间就听出来这是谁。老女人，说话的人是烧猪吗？想来也是了，昨天烧猪不就说过会来接机吗？难得可以转移话题，呆小妹赶忙将直播镜头调转到后置摄像头。对，说话的正是你们熟悉的大主播烧猪先生。哈哈，戴总，在你面前我怎么敢称大主播啊？现在有谁不知道你才是斗杀一姐？烧猪你就别谦虚了，我的人气是老公带起来的，而你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的，不一样。两人一人一句，开始了商业互吹，全然把直播间的观众们晾在一边。库里南在锦城的道路上行驶了40-50分钟，终于最后进入一家餐厅里面。烧猪停好车，三人从库里南中出来，随即就有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欢迎光临玉芝兰，请问有预定吗？玉芝兰，锦城最贵的私房菜馆，在这里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川菜。不过这个名字林云墨倒是没有听过。有订包间3号。烧猪马上站出来说：好的贵客，请跟我来。三人就这样跟着服务人员进入玉芝兰里面。呆小妹可是在明宴中吃过真正的大餐，对于玉芝兰里面的布置倒是没有什么感觉。至于林云墨，就算是在明宴吃饭也是一脸淡然，玉芝兰而已。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半左右，呆小妹挽着林云墨的手出来，三人都已经是吃饱喝足。要是呆小妹没有去明宴就过餐，玉芝兰里面的菜倒是能让她吃得十分过瘾，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有那种感觉。三人回到车上，烧猪似乎看出了呆小妹的想法，脸上出现一丝无奈，转过头：戴总，林哥，玉芝兰在锦城也是十分有名的餐馆，我是实在找不到能比这里更好的了。林云墨看到烧猪那紧张的样子，生怕自己和呆小妹吃不好一样，沉思片刻说：锦城也有家明宴，我待会叫呆妹发个电话号码给你，你报我的名字可以去那边吃饭。明宴在各个城市都有分店，而这里说的各个城市不仅是华夏，国外的各个城市也都有。啊，去明宴。烧猪惊了，
现在谁不知道明艳就是贵的代名词，随便一道菜都是50万起步。烧猪虽然比较富有，但是这样的餐厅他还消费不起。第133章 3.8 亿的城堡。林哥，这合适吗？要说烧猪不心动，那是假的。能进明艳吃顿饭，这种机会简直是难得。没事，去吧。凌云墨对这一点倒是不在意，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在凌云墨看来都微不足道。而且烧猪作为呆小妹的朋友，今天又是接机又是请吃饭的，让她去明艳吃顿饭也无可厚非。烧猪，你就别扭捏了，我老公说过的话从来不会收回来。要是在以前听到凌云墨会让人免费进明艳吃饭，呆小妹怕就要暴走。但现在在凌云墨潜移默化灌输钱不重要的思想下，也是没有太大的反应了。这好吧，那就谢谢林哥了。烧猪脸上表现的还算平静，但是心脏却砰砰狂跳不止。那林哥，我能带家人也去明艳吗？强压心中的激动，烧猪问道。凌云墨微微一笑，明艳一次性最多接待10人。不对啊，老公，上次我们去可有10多人呢。在凌云墨说完话后，呆小妹就插嘴说出疑问。我安排的。明艳一次性只接待10个人，确实不是凌云墨在胡扯，而是确有其事。上次10多个人一起就餐，属实是个例外。要是寻常的富豪，肯定没有这个特权。但凌云墨是谁？明艳的老板啊，这点小规则都改不了，还怎么能说他是明艳的老板呢？哦，这样啊。呆小妹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随即又看向前面的烧猪。烧猪，10个人的名额应该够了吧？嘿嘿，够了够了。烧猪再也难掩心中的兴奋浮现在脸上。3人的谈话一字不漏传入呆小妹的直播间，此时的弹幕已经快控制不住了。卧了个槽啊！我就说做林哥朋友绝对少不了好处，真的好想做林哥的朋友啊！明艳这么高档的餐厅也是说送名额就送名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林哥对自己的朋友倒是没有那么好，像是李文涛李总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要是老女人的朋友，像是周姐、烧猪，林哥简直是对他们好的有点不像话。没错，要交朋友就交老女人，不对，是呆总这位朋友。呆总，我再也不会叫直播间的小姐姐们来欺负你了，请和我做朋友吧。等烧猪的兴奋劲过去之后，他便开口说道：林哥，现在时间还早，我们是先去逛逛吗？凌云墨目光看向呆小妹，他倒是无所谓。好呀，正好有向导。逛街是女人的天性，即便现在呆小妹已经成了富家小公主，这个本性依旧存在。好嘞。接下来的时间，烧猪就带着2人在锦城中闲逛起来。时间不知不觉就又过去3个小时。当烧猪再次上车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这逛街也真是难为他了。不过虽然累，脸上却没有生出分毫的不满。能和凌云墨一起走走，这是多少大佬都梦寐以求的事情。烧猪，咱们的下一站去哪里？呆小妹这2个小时好像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还是兴致勃勃的样子。凌云墨看了一下烧猪脸上豆大的汗珠，轻轻揉了一下呆小妹的脑袋。时间也不早了，明天再逛吧。呆小妹闻言看了一下时间，7点半。呀，这都7点半了呀，时间过得真快，还说去看看熊猫呢。呆小妹放下手，脸上带着失望。凌云墨一笑，明天再去吧。好。呆小妹还是非常乖巧，点了一下小脑袋。烧猪在听到这话后长舒口气，要是再陪呆小妹去逛，怕是要死在路上。林哥，你们有订酒店吗？我送你们过去。听到这话，呆小妹瞬间就喊出声：哎呀，忘记了，我现在就订。说完，呆小妹就要退出直播间去订酒店。不用，在锦城我有套别墅，去那边住吧。凌云墨笑着抓住呆小妹手腕，说。弹幕：啧，锦城有别墅啊，我这该死的好奇心。大家快查查，锦城哪里的房价最贵，林哥可能就住那里。在线吃瓜。老公，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在锦城还有别墅？呆小妹十分吃惊地望向凌云墨。昨天朋友听说我要来锦城，送了我一套。凌云墨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番话。弹幕：朋友，我没送过，大家别信。林哥呀，你还是换一个新鲜的借口吧。李文涛，我也算是林总朋友了吧？难道就我没有送过林总东西？呆小妹白了他一眼，老公，你的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呢。凌云墨微微一笑，不过却没有答话，但盖在他头上的手又揉了揉。烧猪早就听说凌云墨喜欢把自己的资产说是朋友送的，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他可不敢借此来开凌云墨的玩笑。那林哥，别墅在什么位置？我送你过去。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凌云墨将前天签到得到的别墅名字说了出来。什么？烧猪的声音瞬间提高了一个音调，那是被惊的。呆小妹正在感受着凌云墨的揉捏，被这一声惊叫吓得一哆嗦，回过神后就看向烧猪。烧猪，你怎么了？
不过此时的烧猪却没有看他，目光直勾勾盯着凌云墨。林哥，是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我没有听错。就是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凌云墨表情淡然，点了一下头。死！烧猪倒吸一口凉气。呆小妹看着烧猪这个表情，顿时知道这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可能不是一套简单的别墅，赶忙将目光落在直播间。她相信这个时候一定有董王开始在里面科普。鄙人才疏学浅，请楼下钓大的兄弟解释一下。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地处锦城半小时经济圈，遵循着亚特兰蒂斯传说打造的城堡别墅，总共有80多个房间，总价3.8亿。卧槽，马德又是一个上亿的豪宅。林哥啊，我给你跪了啊！之前的6个亿我都还没反应过来，现在又来一个3.8个亿的城堡。第134章又一次签到。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都愣了。本来她以为凌云墨说的只是一栋普通别墅，实在没想到是栋城堡。最让她震撼的还是3.8个亿，这么多钱，就算是她现在已经很有钱了，面对3.8个亿还是十分动心。老公，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是那个3.8个亿的城堡吗？具体价值我倒是不了解。凌云墨摇了一下脑袋，不是他想装逼，实在是他根本不知道这座城堡的价值，前世的时候倒是听过，但是却没有下手。我知道，朋友送的吗？不知道价格。呆小妹又是白了凌云墨一眼，接着就开始幻想起来，对那城堡是充满了期待。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住过城堡。凌云墨哑然失笑，心想是不是以后签到的东西换个说辞了。烧猪，麻烦你送我们回家喽。见凌云墨只是笑笑不说话，呆小妹转头看向烧猪。好的。说着，烧猪掏出手机打开导航。呆总，林哥，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好。两人同时回应一声。烧猪载着两人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中，殊不知凌云墨价值3.8个亿的城堡又是登上微博热搜。时间一晃，1个小时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盘查，烧猪终于是将库里南开到凌云墨别墅外。哇！呆小妹一下车，看着那宏伟的城堡，顿时发出一声惊呼。只可惜现在天已经黑了，只能看清一个大概。烧猪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什么叫豪宅？这 TM 的才叫豪宅啊！自己的别墅跟这里相比，完全就是狗窝嘛。在两人眼神打量四周的时候，凌云墨却拿出手机。贾维斯汇报城堡中的设施。凌云墨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比较小，而呆小妹和烧猪的注意力又被城堡吸引，所以并未听到他的话。是的，先生。贾维斯的声音回荡在凌云墨耳中。等了大概2-3秒，贾维斯的声音又是出现。先生，城堡中总共有83个房间，设施包含私人影院、电脑室、健身房。凌云墨还在听贾维斯的汇报，那边呆小妹就已经过了兴奋劲，毕竟现在是夜晚，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老公，我们进去吧，现在好想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几步来到凌云墨边上，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对贾维斯发出的声音好像一点都听不到。凌云墨分心笑着点了一下头。烧猪非常识趣，听两人聊到这里就打算回去了。林哥，带走，你们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看着烧猪驱车离开，两人才收回目光。走吧，老公，去看看我们的新家是什么模样的。新家是最为吸引人的，特别是女人，呆小妹也不能免俗。来到城堡的大门，这里的大门不像在魔都的家，无法实现贾维斯开门。呆小妹这次也学聪明了，没有第一时间上去，反倒是走在了凌云墨的后面。只见凌云墨来到房门一侧，那里有个密码锁，输入1行密码后，只听咔嚓一声，门锁打开。凌云墨推门进去，大厅中的灯光在他进门的刹那全部打开。虽然门没有带智能，但家电什么的都能被贾维斯控制。哇塞，这里是真的城堡啊！呆小妹没有住过城堡，不过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嘛。现在影视行业那么发达，关于城堡的电影呆小妹还是见过的。凌云墨进入里面看了几眼就收回目光，跟着贾维斯的指引来到2楼。当推开一扇门，呆小妹就从后面探出头来打量里面。老公，这里是我们的卧室吗？入眼就能看到一张床，呆小妹已经猜到这就是卧室，不然凌云墨不会来这里。进去看看吧。凌云墨点了一下头，之所以他能这么轻松的就找到主卧室，全是因为贾维斯在旁解说。两人进入卧室，相当之大。呆小妹看了一阵后来到阳台，可惜这回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看不到什么东西。无奈，呆小妹只有重新回到卧室中。呆妹，我先去洗个澡。今天陪呆小妹逛了小半天，出汗使得凌云墨全身都不太舒服。等等，老公。不等凌云墨问出什么，只见呆小妹马上拿起手机，也不管此刻直播间的人气有多高，直接选择下播。熄灭屏幕后，将手机扔到床上。老公，我也要去。弹幕。接下来，两人从浴室玩到卧室，
时间已经过去了2-3个小时。当11点整的时候，城堡中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寂静。清晨，万物复苏。凌云墨从睡梦中醒来，看了眼还趴在身上的呆小妹，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半晌，凌云墨回神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信息。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城堡主厅进行签到。这次的签到地点相比前面2次近了很多，下楼就可以签到。又在床上躺了一会，最后见呆小妹还没有睁开双眼，他也就不等了。小心抽出一物，就见呆小妹精致的眉头稍稍一皱，表情有些痛苦。等凌云墨终于抽身出来，呆小妹已经是换了一个睡姿，小心翼翼为她重新盖好被子。凌云墨穿上衣服，随即开门下楼。签到。下楼后，凌云墨便在脑海下达了签到的命令。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命组织控制权。天命组织全体108位神医将无条件执行宿主命令。凌云墨，天命组织啊，这在前世他可谓是如雷贯耳的存在。根据他听到的传言，没听错，就是以凌云墨前世的本事，也只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传言。传言中，天命组织的一些人可以救活已经宣告医学死亡的人。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传言，具体真假还有待考证。没想到竟然签到了这个组织。想着，凌云墨摸出电话，打开电话簿，里面多出108个陌生的号码，需要找个小本本来记一下了。这108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他们的医术可谓是世界之最，人不可能保证一生都没有病，记下这些电话也能以防万一。第135章，顶级豪车。等待小妹从梦中清醒，藕臂伸出被子，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感觉到一丝脏脏的感觉，直接往浴室跑去。半个小时后，呆小妹裹着浴袍出来，穿上衣服后来到阳台。早晨的阳光比较柔和，照射在楼下的湖泊中，展现出美轮美奂的景色。呆小妹看得不禁有些失神，反应过来后，跑回卧室的床头柜上，拿起手机，稍稍把被子理了一下，随即打开豆沙 app， 点击开始直播的选择。咦，老女人，今天起得有点早啊，才8点半，快让我们看看城堡是什么样的，昨晚太黑了。呆总，能和你做朋友吗？呆小妹直接无视弹幕，走到阳台上。狗子们，你们看我家漂亮吧？说着话，将直播镜头切换到后置摄像头上面，蓝色的湖水在手机滤镜下更显得美丽。我尼玛，河边的那是游艇吗？啧啧，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呆总，待会带我们去游艇上玩几圈。呆小妹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上游艇上玩啊？好啊，待会就去。不过我先看看这城堡中到底还有什么。呆小妹此刻心情比较高兴，直接答应直播间众人的请求。当时间过去10几分钟，呆小妹也是欣赏够了，拿着手机退回卧室中。好在开播前整理了一下床铺，不然一些秘密又要被曝光。狗子们，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城堡中有什么设施。原本呆小妹昨晚就想去看的，只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昨晚的浴室体验让她沉浸在欲望中无法自拔。弹幕，别啊，呆总，虽然很想看看城堡中都有什么，但是我还是想先寻宝。就是快寻宝啊！寻宝寻宝！呆小妹一愣，什么寻宝？你们在说什么？戴总，忘记在魔都楼王中寻宝的经历了？几千万的东西呢？你手表不就是寻宝得到的？仔细看了一下直播间，呆小妹这才知道所谓的寻宝是什么意思。嗨嗨，你们这帮狗东西的好奇心还真大，不过谁让我宠粉呢？满足你们吧。呆小妹这话说的大义凛然，实则是她也非常的心动。万一找到凌云墨收藏的东西，那一定非常有看点。我们就先在卧室中找找看吧。说着就走到就近的床头柜前，拉开抽屉，里面果真有东西，是一把精美的钥匙。不对，也不能单纯的说这是一把钥匙，因为它更像是一件摆件。钥匙通体覆盖着水晶，在正中心甚至有一枚粉红的钻石。卧槽，刚刚开始找就发现了宝贝啊！呆小妹小手捂住嘴巴，满眼的震惊，因为钥匙上的车标她认识啊，阿斯顿马丁。只是就算是阿斯顿马丁，钥匙什么时候会镶嵌红钻了？这红钻不会是假的吧？只是能起到装逼的作用。呆小妹开玩笑的对直播间说，她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了，毕竟凌云墨是什么人，会用一颗假的红钻装逼？呆总，你这冷笑话一点都好笑，只看钥匙看不出来什么。老女人，去车库看看，能镶嵌一颗红钻的车钥匙，那车得值多少钱啊？呆小妹拿起抽屉中的钥匙，入手还有点重，至少比库里南的还要重一些。翻来覆去的看了一下，并且将钥匙的全部细节展示在直播间中，为的只是想看看直播间有没有大神能知道。王大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王大聪姐，这是阿斯顿马丁 177的车钥匙，连我都想要的车。
呆小妹看到王大聪发送来的弹幕，顿时眼前一亮。只不过以她那有限的知识，根本不知道阿斯顿马丁 ONE77的价值。嗨嗨，大聪，科普一下呗，这车贵吗？呆小妹轻咳2声，问。弹幕：大聪哥，求科普。我上网查了，阿斯顿马丁 ONE77全球限量77辆，华夏配额5辆，售价4700万，豪车中的豪车。楼上的，你这手速还真是快啊！我才刚刚打开网页，卧槽了，4700万，林哥，我给你跪了啊！呆小妹在看到科普的弹幕，也是无比震惊。华夏只有5辆的车，她老公居然有1辆。不过话又说回来，凌云墨的就是她的。换句话来说，华夏只有5辆的阿斯顿马丁 ONE77，她呆小妹也有1辆。背有面子有木有 PDD 赠送主播100个火箭。 PDD 恭喜呆总喜提座驾。深海集团恭喜呆总。美沙集团祝贺呆总。看到这些祝福的弹幕，呆小妹这一下才彻底被整懵了。要是普通人的祝福也就算了，现在这些集团大佬都冒出来了。感谢各位的祝福。呆小妹虽然懵，但还是出言感谢。 PDD 呆总，什么时候把车开过来看看啊？说起 PDD 啊，从昨晚回家开始到现在，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就来了。电话接了不下50多个，甚至程少杰也给他通过电话。豆沙的大主播们和他的交往密切的朋友都在询问可不可以带他们去明艳长长见识。然而明艳只有10个名额，显然是不能全部满足的。开车，呆小妹在看到烧猪的弹幕，顿时眼神放光。这么贵的车，她还真有点手痒，想去开开看。我待会去问问老公，看他同意我开不？什么同不同意？就在呆小妹说完这番话，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的主人除了凌云墨还能是谁？他已经做好早餐，就等呆小妹下楼了。只是上楼开门后，就听到刚才的那句话。呆小妹转身，一个飞扑扑到凌云墨怀中。老公，你除了库里南竟然还有一辆豪车啊！看着扬起小脑袋的呆小妹，凌云墨微微一笑，伸手抚摸过她的头顶。气气的，你洗头了？早上起床有点不舒服，就洗了个澡，头发可能那时候打湿了。呆小妹眨了一下好看的大眼睛。走吧，我先把头发给你吹干。第136章，开车上路。等等老公。呆小妹这次却没有听从凌云墨的话。怎么了？凌云墨疑惑的目光看向呆小妹，主要是呆小妹拒绝他的时候会很少。老公，你看。说着，呆小妹将右手抬起，摊开手掌，里面有一把好看的钥匙，正是阿斯顿马丁 ONE77的车钥匙。凌云墨一见，顿时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微微一笑。你喜欢就拿去开吧。呆小妹一愣，4000多万将近5000万的车就这么轻描淡写的送出来了。老公，你知道这车的价值吗？就让我开。愣了几秒后，呆小妹才开口说，没事，你拿去开吧。凌云墨摆摆手，只要能用钱决绝的事情都不叫事。走吧，先去把头发吹干，免得着凉了。说着就拉起呆小妹的手往浴室走去。来到浴室，凌云墨拿出吹风机。老公，这辆车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听说华夏区只有5辆呢。吹风机非常高级，噪音并不大，呆小妹的话很清晰地传入凌云墨耳中。只是刚说完话，似乎又想起什么，转头看向凌云墨，可别再说朋友送的哦，我不信的。凌云墨拿着吹风机想了一下，随即捡的。对于凌云墨来说，系统赠送的阿斯顿马丁 ONE77确实是白捡的，这话也不算是说谎。弹幕：求林哥捡车的地点，我去看看能不能捡到。王大聪，我哥还真幽默啊，华夏总共只有5辆的车都能捡到。老女人，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呆小妹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凌云墨交流了，这理由太尼玛强了，完全没有破绽。等凌云墨把头发吹干，两人从浴室中出来。老公，我想先去看看价值4700万的车是什么样的。出了卧室，呆小妹抱住凌云墨胳膊，心中是十分期待阿斯顿马丁 ONE77的模样。吃完饭再去吧，这会时间也不早了。凌云墨摇了一下头。哦，好吗？呆小妹知道，一般情况下凌云墨不会否定自己的决定，但是一旦否定，那就是没得商量。吃过早饭，呆小妹挽着凌云墨的手就去了车库。当看见那洁白色的阿斯顿马丁，呆小妹眼睛都在放光。好帅啊！口中不由说出3个字。凌云墨听到这话，脸上浮现出笑容。老公，快，我们上去试一试。呆小妹回神后就跑到阿斯顿马丁的驾驶室，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上车，生怕自己的脚会弄花漆面。说到底，还是呆小妹没有适应富豪的生活。凌云墨走到副驾驶，他的动作就没有那么小心，非常自然。呆小妹一直看着凌云墨在，
见他十分粗鲁的上车，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起来。弹幕：啧，林哥不愧是超级大佬啊！就算是面对华夏只有5胎的阿斯顿马丁，也是一副不在乎的模样。这就是超级大佬的格局吗？我尼玛，外面看起很帅，这内饰更帅啊！凌云墨拉下车门，疑惑的眼神看向呆小妹：怎么了？这么看着我？老公，你就不能小心点吗？这车很贵的。虽然知道这话说出来凌云墨会笑他，但不说憋在心里又十分难受。我已经够小心了。凌云墨边插安全带一边无所谓的说。呆小妹瞬间就无语了，她就没见凌云墨小心在哪里。走吧。插上安全带后，凌云墨发号施令。好嘞，不过老公，你能帮我拿着手机吗？马上就能开着4800万的车上街遛弯。呆小妹立刻忘记凌云墨刚才到底小不小心的事。给我吧。凌云墨笑着伸手过去，将手机交给凌云墨。呆小妹就在驾驶室看了起来。怎么了？见发动机始终不见点燃，凌云墨诧异的看向呆小妹那边。那个老公怎么打火呢？呆小妹扭捏了半天才说出这番话。凌云墨稍微指点了一下呆小妹，紧接着就听一声音浪在车库中响起。片刻之后，洁白的阿斯顿马丁177驶出车库，仅仅这一小段距离就让呆小妹无比兴奋。老公，这车开着好爽！继续将车往城堡外开，呆小妹口中喊着。凌云墨在一边无奈的摇头。说实话，相比昂贵的跑车，他更为喜欢像库里南这样的车，主要是跑车坐久了腰会痛。当阿斯顿马丁177出了城堡范围，上到主路后，车辆就变得多了起来。呆小妹也终于体会了一次开顶级豪车的滋味，那种后面车不敢贴屁股的感觉，没有车敢强塞的感觉，尼玛爽啊，爽的爆炸！只可惜啊，呆小妹开这车完全就是浪费，前面明明没有什么车，居然还是慢吞吞的开着，甚至都有一辆神车超过了她。不过这样倒是有个好处，凌云墨可以放松下来，要是开得太快，说真的，凌云墨还真不相信呆小妹的技术。就这样，呆小妹开着跑车在道路上行驶了有半个小时，期间的车流量是越来越多，主要是快进入锦城内了。老公，这回的车好多，要不你来开吧。看着外面的私家车，虽然他们都不敢太靠近自己的车，但呆小妹心中还是有点不安，这要是撞上，4000多万可就要大打折扣。凌云墨想了一下，点点头，好，我来开吧。他倒是不怕呆小妹把这辆价值连城的跑车给撞了，主要是在城市道路中，万一撞到个人就不好了。听到凌云墨的话，呆小妹观察了一下后视镜，见后面没有几辆车，这才踩下刹车，放缓车速。后面的车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几辆的。见阿斯顿马丁的刹车灯亮起，车速放缓，他们同样也踩下刹车，丝毫不管这辆车想干嘛，保持一定的车距准没错。呆小妹控制着车辆停在慢车道上，换挡，开门下车。后面的人一见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大美女，所有人眼睛都直了，车速不由得再次放缓。第137章，直播间要送走呆小妹。凌云墨上车后关上车门，将手机交给呆小妹，随后只听嗡的一声，阿斯顿马丁177迅速冲出去，几乎在2-3秒就追上了刚才超过他们的那几辆车。弹幕：我尼玛，这才是开跑车的样子吗？呆总，学学啊，别再丢人现眼了。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呆总，你和林哥今天打算去哪里？缺导游不？看到烧猪的弹幕，呆小妹瞬间就懵了。对啊，她今天出门的目的是什么？老公，我们去哪里？目光看向正在开车的凌云墨。凌云墨一听，无奈的瞥了眼呆小妹，她这傻媳妇啊，都不知道去哪里就出门了。弹幕：哈哈，快看林哥的眼神，好今儿无奈。林哥，我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呆货啊？老女人，求求你让林哥哥省点心吧。呆小妹看着弹幕，脸上浮现出丝丝的尴尬。去熊猫繁殖基地吧，昨天你不是说想去看熊猫吗？凌云墨连想都没想，直接给出一个地点。听到这话，呆小妹的尴尬感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幸福已经填满了她的大脑。昨晚只是稍稍提了一下，没想到凌云墨会记得这么清楚。老公，我说过的每句话你都记得吗？呆小妹此刻眼中的幸福，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大概都记得吧。凌云墨转头看了一下呆小妹，笑着说：嘻嘻，老公爱你哦。弹幕：随着跑车进入市区，车辆渐渐增多，最后几乎是以龟速在前进。等凌云墨两人来到熊猫繁殖基地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1点。坐电梯上到地面，呆小妹买好票正想进去的时候，却被一个声音喊住：戴总，林哥。声音很熟悉，两人齐齐转头看去，只见烧猪带着一个女人快步往他们这边走来。哟，烧猪，你今天不直播了？
呆小妹有些惊讶，虽然之前在车上的时候看到过烧猪发的弹幕，问他缺不缺导游，但是呆小妹没有回他。这回他们一出现就被发现了。你和林哥都没有来过熊猫繁殖基地，我来给你们做导游。烧猪来到两人面前就笑呵呵地说。烧猪非常聪明，在听到凌云墨说要来熊猫繁殖基地后，就立马下拨驱车来到这里。而他这任性的举措不仅没有引起粉丝们的不满，反倒还让他们十分高兴，因为烧猪此刻正进行着户外直播。那就谢谢你了，不过这位是……呆小妹看向烧猪身旁的女人。哦，看我这脑子，这是我爱人。说完又对他老婆介绍道，老婆，这是呆总，我们豆沙一姐。呆小姐你好。烧猪老婆伸出手。你好。呆小妹笑着也伸出手。当两女放开手，烧猪又面向凌云墨，呆总老公叫林哥。林哥你好。凌云墨点了一下头，笑着回应了一声。烧猪，你开着直播在？等互相介绍结束，呆小妹就看着烧猪手上的自拍杆问道。直播间的兄弟们强烈要求的，说我下播不直播户外就取关，我也很无奈。烧猪倒是非常诚实，将几个小时前直播的现状说了出来。呆小妹微微一笑，抬起手机，狗子们关直播了，拿着手累，要看就去烧猪直播间看吧。呆小妹这个举动让烧猪好生的感动，她直播间的人气虽然常年维持在1000多万，但谁又会嫌自己的人气多呢？不要啊，老女人，我们舍不得你，不要走啊。老女人，我们会想你的。老女人啊，尘归尘土归土，安心的去吧。愿老女人在天堂一切安好。承接丧葬一条龙服务。看到这一条条的弹幕，呆小妹整个人都感觉要气炸了。从不舍得她下播到直接把她送走，直播间的狗东西们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狗东西啊狗东西，我还真看不懂你们这群狗东西。咬牙切齿的对着直播间说了一句，呆小妹直接选择下播。要是再看一会弹幕，她怕就要忍不住在大庭广众下开骂了。深呼吸几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凌云墨一见，将呆小妹揽进怀中，温声细语问，怎么了？没事老公，被直播间的狗子们气的。他们这个姿势虽然很暧昧，不过两人倒是已经习惯了。俗话说得好，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在呆小妹关闭直播间的瞬间，大量的流量开始疯狂往烧猪直播间汇集，2000万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数据，3000万、5000万，最后烧猪的人气稳定在6000多万。可以说，除了呆小妹这个挂王，全豆沙也就她烧猪达到了。即便是当初周淑怡的直播间，呆小妹没有直播的情况下，人气也才只有5000多万。哈哈哈，好，好啊！看着人气暴涨，烧猪心中是无比畅快。呆小妹听到声音，从凌云墨怀中出来，整理了一下头发。烧猪，你现在人气多少了？6000多万，已经是全抖沙第2了。呆小妹这边还没有什么反应，他老婆可就忍不住了。这么高，老公你没看错吧？没看错，就是6000多万。烧猪也学着凌云墨将他老婆揽入怀中。然而，这种需要极厚脸皮的动作，烧猪老婆完全就吃不消，刚刚入怀就红着脸躲开。这么高的人气，都是呆女士那边过来的吗？为了防止不尴尬，烧猪老婆赶忙转移话题。哈哈，当然是了。烧猪的脸皮相比他老婆就要厚得多，此时脸上除了高兴就还是高兴。尴尬不存在的，不是我的人气了，是我老公的人气。虽然他平时不直播，但来我直播间的人都是奔着他来的。说完，呆小妹就挽住凌云墨的手，随即抬起头，古灵精怪的眼珠一转，又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老公，要不我给你创建个直播号，你直播一天，就一天，看看能积累多少粉丝，收获多少人气好不好？就事一试。第138章，后面跟着个爹。呆小妹的话一字不漏传入烧猪直播间，顿时不管大佬还是平民都在期待了。只要凌云墨开直播，他们保证第一时间赶赴战场。老女人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林哥哥开直播，好期待。呆总牛逼，就是不知道林哥开直播会和直播间的人互动不？看着呆小妹那期待的小眼神，凌云墨苦笑着摇了一下头。老公，不行吗？看见凌云墨摇头，呆小妹本能的以为他不同意。行，开吧。凌云墨再次摇了一下头，同意了开直播。弹幕，哦耶，终于能和林哥交流了，好期待啊！不知道林哥哥什么时候开直播，就算是翘班我也要看。兄弟姐妹们，快给我想一个好的请假理由。看着密密麻麻的弹幕，烧猪心中莫名出现一丝酸意。他直播这么久了，最多也才1000多万的人气，但是凌云墨只是说要进行直播，就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果然人和人是不能比的。呆小妹在听到凌云墨的话后，脸上绽放出笑容。好耶老公，等回家我就给你创建直播号，咱们一起直播，看看到底是谁人气高。
林云墨笑笑没有说话。呆小妹见林云墨不说话，继续说：“老公，既然是比试，输了的人要受点惩罚哟。”好。时间一晃来到下午的3点，四人从熊猫繁殖基地出来。烧猪，今天谢谢你了。边向地下车库走去，呆小妹边感谢道：“没事，我也好久没带我老婆出来逛逛了。”烧猪今天非常开心，就算现在已经是满头大汗，但只要晃一眼直播间将近8000万的人气，这点苦吃的还是值。而之所以烧猪直播间有那么高的人气，全是之后慢慢涨起来的。不过他知道这些人气大部分都是奔着呆小妹来的，毕竟现在呆小妹没有开直播，想知道她的动向只有来烧猪直播间。四人坐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当来到阿斯顿马丁 177面前，烧猪眼睛都看直了，主要是在这车太漂亮了，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怀。只可惜啊，这种车他根本没有机会购买。这倒不是说烧猪没有这个实力，实在是这种车他想买也买不到。烧猪，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呆小妹坐上副驾驶，对外面的2人说：“好，林哥你们慢走。”烧猪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嗡，跑车的音浪响起在地下车库中。烧猪看着林云墨他们离开，这才向自己的库里南走去。也就在此时，烧猪直播间的人气快速下降，从8000万直接降到6000万。等他来到库里南边上的时候，人气已经下降到4000多万。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他直播间的人气之所以刚才有那么高，全是呆小妹带来的。不过还好，在这么大的基数下，总有人被烧猪的性格吸引，留在了直播间。林云墨驾驶着阿斯顿马丁在车库中拐过几个拐角，来到出口。只是这回的车库口排着长长的车队，嘟嘟的喇叭声回荡开。前面是怎么回事？呆小妹举着手机，手机屏幕上一条条弹幕就没停过。显然是和烧猪分别后，他又开了直播。堵车呀，没见识，这操作不是挺正常的吗？嘿嘿，我感觉有好戏看了。你们看前面的车贴着实习标志，只见在阿斯顿马丁前面，那是一辆50神车，后挡风玻璃上贴着一个大大的实习。不过即便是这样，又会有什么好戏？车辆在过了2-3分钟后才再次开始移动。而戴小妹也总算知道直播间中所谓的好戏是什么意思。前面的神车连续起步3次才启动车辆，缓缓前进，慢慢悠悠来到缴费处。前面神车停下后，又是起步几次后才开始移动。等林云墨他们缴完费，随着发动机响起的音浪向前驶去。众所周知，地下车库上地面会有一个坡度，这原本没有什么，但现在林云墨他们前面有一辆贴着实习的神车呀。等林云墨他们拐过一个弯，正好就看到走在前面的神车。神车刹车灯亮着，停在半坡不上也不下。老公，我们还是在这下面等一会吧。看到这阵仗，呆小妹有些心虚了。主要是她在网上看过上地下车库的后前面的车溜车最后对在墙上的视频，要是这辆神车也溜车对到阿斯顿马丁上面，后果可就严重了。4000多万将近5000万的车，随便刮花一点漆面也不是神车车主能承受的。林云墨轻嗯一声，就在车库中停了下来。跟在后面的那辆车来到林云墨他们后面，看了眼前面的情况，直接熄火下车。随后就见下来的那人掏出手机，对着林云墨的车和神车就是一阵的拍摄。不多时，抖音就出现了这里的一幕。老公，我们需要再往后退一点吗？我看前面的车好像在往后溜呢。伴随神车又是2个起步，不仅没有成功上去，甚至往后还退了一点。林云墨通过后视镜看了一下，后面已经是堵满了车，退无可退。退不了，堵上了。呆小妹听到声音，回头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堵上了。这下该怎么办？上又上不了，退也退不走。呆小妹瞬间就没了办法。没事，等一会吧。林云墨笑着转头说了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很多车主来到前面查看情况。当看到林云墨的车后，那骂骂咧咧的声音小了很多。有谁可以去帮一下他们？这么堵着也不是一回事啊。就在此时，一个声音传入林云墨他们的车里。话说的轻松，你胆子这么大，你去呗。要是在寻常情况下，车库中还是有热心肠的，帮着挪一下车而已。但现在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实在是神车后面有个爹啊，就算是10几年的老司机也不敢轻易去帮这个忙。鬼 TM 知道神车的刹车会不会失灵？4800多万啊！这要是溜车撞上亲爹，卖房卖车卖器官都不够赔的。第139章，去明艳吃吧。就在所有人都不敢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阿斯顿马丁的车门打开，林云墨从里面走了出来。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向他那边望去。同一时间，副驾驶的车门也被打开，呆小妹拿着手机出来，随后来到林云墨身旁，非常自然地挽上他的手臂。老公，
我们要干嘛？戴小妹不知道凌云墨下车干嘛，不过看着他下车，戴小妹也不可能还待在车上，上去帮帮他吧。凌云墨心中倒是没有不耐烦，主要是刚才车外的声音被他听到了，要是一直这样耗着也不是一回事。开豪车出来，有时候也是一件麻烦事。哦，老公你会开神车？按道理，凌云墨这种身份的人开豪车开惯了，神车应该是没上过手的吧？真能开得动？试试吧，应该都一样。凌云墨笑了一下，伸手在呆小妹头上摸了摸。此时车库的出口已经围了很多人，看着凌云墨和呆小妹都往出口处走，所有人都有些疑惑起来。他们不知道从豪车下来的两人是要离开，还是去帮助前面的神车。等两人来到车库中间，凌云墨往里看了眼，里面坐着一个青年男人和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此时坐在神车里面的男人豆大的汗珠已经挂满额头，他也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是起不到步，毕竟后面的车一看就不是几十万的车，这要是碰一下，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他旁边的女人这时也是满脸紧张，他已经通过网络知道了后面车的价格，可这不知道还好，知道后连着他也十分紧张起来。呆小妹站在凌云墨边上，当看见车里女人的容貌后就放下心来，构不成威胁。朋友，需要帮忙吗？凌云墨在两个紧张的目光注视下问出这句话。弹幕：卧槽，这么轻易的就成林哥朋友了？楼上的林哥只是礼貌性的问一句，别紧张，你想的朋友和林哥刚刚说的朋友可能有非常大的区别。神车里的男人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谢谢大哥，你能帮我把车开上去一下吗？神车车主一直在观察后面，他可是亲眼看到凌云墨和呆小妹从阿斯顿马丁里面出来的，此时能不紧张就怪了。这种人物要不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都不会有交集的机会。别紧张，我来试试吧。凌云墨不管是面对陌生人还是熟人，都喜欢以微笑面对，当然仇人或者惹他生气的人除外。谢谢。神车车主连声道谢。待神车车主下车，他本以为凌云墨会马上上车，但是却见他根本没有动作。大哥，你媳妇还在车上？凌云墨笑了一下，现在呆小妹正在直播，避嫌还是有必要的。再则他知道呆小妹在这世上比较敏感，是不会同意一个女人和他单独处于一辆车中的。呆小妹在一旁听着，心里那叫一个甜蜜啊。哦，小心，快下来一下，这位大哥帮我们移车上去。车上的女人听到男人的话，好似才反应过来，连忙打开车门下车。等车上没有人后，凌云墨坐上神车。凌云墨前世的时候，不管是自动挡的车还是手动挡的车都玩过，现在面对神车也能知道怎么操作。伴随引擎的轰鸣，神车向前窜出一步，随即稳稳地向上开去。哦，在车库下看热闹的人发出一阵欢呼，神车开上去，总算可以离开车库了。凌云墨从车上下来，等了10几秒，男人牵着女人的手上来。谢谢大哥，非常感谢。男人脸上的紧张终于减弱了很多。没事。凌云墨笑着摆摆手，随即向自己车走去。在下面的呆小妹望着车库入口，等了一会，见到凌云墨出现在视线范围中，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秒没有看见凌云墨，心就会不自觉地提起来。放下心后，呆小妹看向直播间。弹幕：哇塞，爱了，不仅有钱又帅，而且还这么乐于助人，简直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林哥这样大佬确实是很少见，要是其他大佬设身处地，恐怕直接打电话摇人了吧？不会想到自己前去给普通人一车。林哥对大佬和普通人完全就是一个态度啊，这就是超级大佬的风度吗？看着弹幕中有那么多人在夸奖凌云墨，呆小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等凌云墨从上面走下来，呆小妹一把抱住凌云墨胳膊：“老公，你真棒！”说着向上移了一小步，随即踮起脚尖亲在凌云墨脸颊上。等两人重新回到阿斯顿马丁车上，就听一个声音在后面响起：“卧槽，那是老女人和林哥啊！兄弟，这两人很有名吗？”又一个声音传进车里：“都火遍全网了，其实这些都还不重要。你们知道现在看到的那辆车值多少钱吗？4800万啊，这么贵！”听着这些谈论，凌云墨摇摇头，拉下车门，点燃发动机，阿斯顿马丁响起一阵声浪，随后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往车库外驶去。成功上到主路上，凌云墨放缓车速，目光往呆小妹那边看去。现在回家吗？呆小妹揉了一下肚子，老公，肚子有点饿了，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呆小妹从早上吃饭到现在，除了吃了点零食，就什么都没吃过。之前看熊猫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坐上车了，饥饿感顿时就袭来。是去明宴吃吗？吃饭，凌云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明宴。好呀，就去明宴吃。凡是在明宴吃过饭的人，都会对里面的菜念念不忘。呆小妹自然也不例外。好，
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贾维斯，导航最近一家5星酒店。收回目光，凌云墨在车里这么说了一句：“是的，先生，请下个路口往左转。”用贾维斯做导航，怕也只有凌云墨做得出来。老公，我们不是去明宴吃饭吗？怎么还去5星酒店了？呆小妹这一下是真的搞不懂凌云墨这是怎么回事了。第140章，车也能住5星级酒店。弹幕：去明宴前找酒店。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有钱人的世界真搞不懂，吃饭前还要乐呵一下。哈哈，楼上的2位道友，请借一步说话。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脸色不禁有些红润。去明宴前先订酒店，就连她都忍不住会想歪。凌云墨不知道呆小妹现在的想法，听到问话这才说道：“订个酒店，把车放里面。毕竟是4000多将近5000万的车，停在路边实在不妥当。这倒不是说凌云墨怕有人惦记这辆车，现在天眼这么多，就算是想要动阿斯顿马丁，也要掂量一下。凌云墨怕的是吓坏路人，万一路人一不小心碰上了，面对这样的豪车，还不得吓出个心脏病来。订个5星级酒店，把车放里面，就避免了这一切。哦，老公你真聪明。”等凌云墨把事情解释清楚，呆小妹脸上的红晕已经完全褪去。弹幕：啧，我都没住过5星级酒店呢，林哥的一辆就得住5星级酒店。楼上的林哥的车值4800万，请问你值多少？哈哈，对，这辆车住5星级酒店一点都不过分。直播间闹得欢，只可惜此时的呆小妹已经没有闲心去看弹幕了。她双眼看着认真开车的凌云墨，里面全是小星星。在城市的道路上行驶了10多分钟，在贾维斯的指引下，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前，将车停在酒店门口。门口站着的一个小青年跑了过来：“先生，请问需要入住酒店吗？”小青年脸上的表情十分恭敬。他虽然不知道这辆车具体的价值，但看品牌、外观就知道一定上了100万。这种车上面坐着的一定是个富家公子哥。住酒店。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小青年连忙又问：“请问需要我帮您挪车吗？”说真的，小青年看到这辆车还真的有点手痒痒。这要是上车拍2张照片，又有东西可以吹了。呆妹，走吧，我们先去办入住信息。凌云墨转头对一旁的呆小妹说：“两人下车，小青年迫不及待地上车。这一幕让直播间的屌丝们发出一片哀嚎。请问直播间的懂王们，去5星级酒店做接待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原来5星级酒店的接待这么吃香啊，还有机会开4000多万的车。楼上的你们就别想了，这世界上林哥这种人很少的，碰到的几率也小得可怜。即便是碰巧有大佬开着阿斯顿马丁来酒店，也根本不会给你们开的。”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看到了。对啊，狗子们，有条弹幕说的对，你们可别做傻事。4000多万的车啊，怕是只有凌云墨敢放心交给外人来开，要是其他人，那还不得宝贝的不得了。凌云墨知道呆小妹是在和直播间的众人互动，听到她的话也没有多问。走吧。呆小妹立刻从直播间上移开目光，挽住凌云墨的手往酒店中走去。与此同时，小青年缓缓将阿斯顿马丁移到酒店的车库中，在驾驶室拍摄了几张照片，下车又在外面拍了几张，随即打开一个聊天群：“兄弟们，这是什么车？我开到车库来了。”编辑好这条信息，小青年点击发送。靠，阿斯顿马丁啊，豪车！2、3秒后，一条消息弹了出来：“刚子，跑车开着怎么样？”又是一条信息。刚子，也就是那个小青年得意的编辑出一条信息：“爽啊，避震音浪都爽爆了。”然而就在此时，一张图片发送出来，仔细一看，和凌云墨的车简直一模一样，上面还有注释：阿斯顿马丁 ONE77， 全球限量77辆，华夏配额5辆，售价4700万。刚子看到这条信息，手都在开始打抖。马德他竟然开了一次4000多万的车，人生简直达到了巅峰啊！不过兴奋劲一过，刚子心中就是一阵的庆幸，还好刚才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啊，不然后果完全就不是他能承受的。就算是随便刮花一点漆面，都足以使他倾家荡产。兄弟们，待会那位先生需要用车的时候，你们谁来帮忙一下？我感觉再也没有勇气上车了。刚子手抖的打出这一条信息，点击发送。我上有老，下有小，刚子不要往我身上推，我还年轻，还想多活2年。刚子，你待会小心点开没事的，要不你上去找一下经理，这么贵的车不知道还好，知道后是没人敢来开的。刚子看到这些信息，心中是五味杂陈。等凌云墨填好入住信息，刚子也从车库来到酒店的大厅中。先生，您的车钥匙。刚子找到凌云墨，现在面对他，不管是脸色还是行为，都显得十分尊敬。谢谢。凌云墨接过钥匙，笑着点了一下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子弯着腰，没有直起来。凌云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次点了一下头，随后牵着呆小妹往旁边的休息室走去。先去那边休息一会。边走，凌云墨边对呆小妹说：“好的，老公。”呆小妹乖巧地点了一下小脑袋。刚子不知道凌云墨为什么办理了入住信息后没有回房间，要是知道来5星级酒店只为存车，怕是会直接跪了。两人来到休息室，凌云墨摸出手机走到边上，等打完电话返回呆小妹身旁坐下。等5、6分钟，明艳的房车就会过来。将手机重新放回衣兜中，凌云墨说：“呆小妹笑眯眯地点了一下头，随后靠在凌云墨肩上休息。时间一晃，过去了5分钟，从大厅外走进来一个壮汉。大厅所有人只要望一眼这壮汉，心中不由就会生出一股畏惧感。壮汉冰冷的眼神在大厅中扫视一圈，似乎发现要找的人，眼中的冰冷瞬间变得尊敬。快步走向休息室，来到凌云墨面前：“林总，车已经准备好了。”凌云墨听到这话，瞬间就判断出这就是明艳的人。好，点了一下头，牵着呆小妹就往休息室外走去。第141章金脸盆洗脸。出了酒店，两人上了房车，还是和上次去明艳一样，房车中没有窗户，布置简直就是和上次的房车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呆小妹伸了一个懒腰：“老公，这次去明艳需要多久？”凌云墨走到沙发前坐下，听到呆小妹的问话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明艳的每个位置都非常隐秘。”哦，呆小妹哦了一声，在房车中扫视一圈，随后从冰箱中拿出一瓶价值上千的矿泉水，咕噜噜就是2口，将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放在桌上。呆小妹就走到凌云墨边上坐下，紧接着躺在他的怀中：“老公，我先睡一会，等到了叫我哟。”睡吧。凌云墨拍了拍呆小妹香肩，说道。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里是羡慕不已，特别是女性观众，他们也想要躺在凌云墨怀里啊。不一会，呆小妹均匀的呼吸声传出，凌云墨拿过她握在手中的手机。弹幕：哇，林哥哥是要先提前熟悉一下怎么直播的吗？林哥哥真的好帅啊！林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直播，我一定来捧场。凌云墨看到这些弹幕，摇了摇头，将手机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就这么拥着呆小妹闭目养神。时间大概过去40、50分钟，只听咯吱一声，房车的门从外面打开，凌云墨也在此刻睁开双眼，往门口看去，一个女服务人员站在门口。林总，已经到达明艳。这名女性服务人员十分羡慕地看了眼躺在凌云墨怀中的呆小妹。嘘，凌云墨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女性服务员非常识趣，赶忙闭住嘴巴，不再出声。凌云墨低头看了一下，呆小妹睡得很沉，没有醒来的迹象。想了一下，伸手对着门口的女人挥了挥手，瞬间女人读懂凌云墨的意思，小心翼翼地关闭房车车门，但也没有离开，掀起上衣领口，那里有一个小型的麦克风，将这里的情况小声说明之后，随后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就这么站在原地等候。等待小妹从沉睡中醒来，时间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下午的4点半。感觉到怀中的人儿有轻微的动作，凌云墨睁开双眼，低头一看，呆小妹刚好在此时也睁开美眸。可能刚刚转醒的缘故，呆小妹眼中带着迷茫。醒了？凌云墨微微一笑，伸手抚摸过她的脸颊。呆小妹十分慵懒地感受着凌云墨手上的温度，眼睛又是闭合。凌云墨见此也没有不耐烦，手掌慢慢移动，落在呆小妹的头上。就这么又磨蹭了10几分钟，呆小妹终于从凌云墨怀中起来。老公，我们还没到吗？整理着睡乱的头发，呆小妹问。到了，看你睡得香甜，没有叫醒你。凌云墨起身，边走边笑道。来到门边，凌云墨抓住扶手，手上用力将房车的门打开。入眼就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老公怎么感觉到了魔都的明艳啊？布置什么的都一样。站在凌云墨身后，呆小妹眼中浮现出疑惑，国内的明艳都是这样布置的。说完，凌云墨转身就要牵着呆小妹下车。等等老公，手机还没拿呢。呆小妹虽然是睡了一觉，但还没有睡懵。凌云墨放开手，等呆小妹把桌上的手机拿在手里，这才和凌云墨双双下车。林总，夫人，请问现在可以上菜了吗？一直站在门边的女服务员柔声说。上菜吧。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女服务员回应一声，随即就往后台走去，不过能明显看到她又对衣领的麦克风说了什么。这次呆小妹下车后没有和上次那样不堪，眼神十分有神地打量起周围来。只见此刻的大圆桌已经从地下升了上来，可惜桌子上没有摆放任何东西。看了片刻，呆小妹拿起手机一个360度旋转一圈。狗子们，是不是感觉和魔都的明艳布置一模一样？要是我没记错的话，灯光位置都一样。直播间的大佬们对此倒是没有感到意外，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但直播间的普通人就感到十分意外了，这样的布置在全国各个大城市都有。就这装修的钱，
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不过想到明艳那恐怖的菜单后，这些人就释怀了，几顿饭就能找回来，装修的钱而已，洒洒水。就在呆小妹显摆之际，从宫殿的后台中出来2个女人，而一个人手上端着一个金色的脸盆，脸盆边挂着一条毛巾。等2人来到呆小妹边上，夫人，请洗脸。脸盆只有一个，看样子是特意为呆小妹准备的。直播间的大佬们看到这服务态度，与他们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说端金色的盆子来洗脸，就是塑料盆子都没有一个。论面子，还是呆小妹的大啊！大佬们关注的是面子，但普通观众关注的点又不一样。弹幕：卧槽，看样子有点像是金子打造的脸盆啊！不用怀疑了，我经常和黄金打交道，脸盆就是金子打造的。啧，老女人面子够大，知道你睡了一觉，还给你用金子做的盆子洗脸，妈的，酸死个人了！呆小妹此时心中也是十分高兴，金子做的脸盆洗脸啊，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将手机交给凌云墨，老公，你先帮我拿着，我洗个脸。不提现在的脸盆是不是金子做的，即便不是，呆小妹也想要洗一把脸，毕竟是刚刚才睡醒过来。凌云墨笑着接过手机，去吧。虽然水还是一样的水，但呆小妹感觉这次的脸洗格外干净。重新将毛巾放回金盆当中，谢谢。对着面前的2个女人道声谢，随即呆小妹回到凌云墨边上，老公，你看干净不？呆小妹的开心几乎都写在了脸上。干净，一直都非常干净。凌云墨现在已经不能说是直男了，一些虚假的话简直就是脱口而出。然而这番话让直播间的直男们直呼青春结束。嘻嘻，呆小妹挽住凌云墨手臂，嘻嘻笑了一下。第142章，皇上，妾身给你行礼了。2个女服务员端着金脸盆进入后台不久，又是几个好看的小姐姐端着托盘出来。与此同时，饭菜的香味充斥着整座宫殿。呆小妹早在之前就饿了，现在一闻这香味，肚子发出严重的抗议。凌云墨就站在一旁，那声音自然是被他听到了，脸上露出十分怜爱的神色。走吧，吃饭了。拉着呆小妹小手来到大圆桌边坐下。林总，夫人，请用餐。女服务员将一碗晶莹剔透的菜放在呆小妹和凌云墨面前，而剩下的便放在了旁边。显然摆在身前的就是开胃菜。谢谢。2人同时道声谢。等服务人员走后，呆小妹迫不及待拿起碗中的水晶勺子，舀了一勺放在嘴里，晶莹之物一入口中便化了开来。老公，是燕窝也，但比我吃过的任何燕窝都还要好吃。呆小妹在没有遇见凌云墨前也算是小有资本，燕窝这种普通人狠心下来都吃得起的东西，呆小妹怎么可能没吃过？不过明艳处理燕窝的手法以及原材料上都是上等的，和她以前吃的自然不能相比较。好吃就多吃点。凌云墨笑着将身前的燕窝推到呆小妹面前。呆小妹猛点了几下脑袋，随后舀起一勺伸向凌云墨那边。老公，来啊！这一幕可是甜哭了直播间的单身狗们，甜的几乎快哭死人了。凌云墨张嘴让勺子进入嘴巴，这燕窝他也很久没来明艳吃了，确实非常好吃。2小碗燕窝很快被2人吃完，之后就是主菜。这次的排场没有上次那么大，毕竟就只有2个人。大圆桌只摆了一圈就没有再上菜，不过即便是只有这些，凌云墨和呆小妹都吃不完。时间大概过去1个小时。老公，好饱，吃不下了。呆小妹放下筷子，慵懒地靠在椅子上。凌云墨也是放下筷子，我也饱了。看着还全是菜的大圆桌，直播间的人都是眼角抽搐。林哥啊，我可以来捡你们吃剩下了的不？我可是注意到的了，有些菜只动了3、4下，这么贵的菜，林哥你们忍心浪费吗？打包给我吧，我出送餐费。林哥啊，求求你放过我们这些普通人吧。凌云墨自然是看不到这些个弹幕，不过戴小妹却是能看到，顿时嘴角露出笑容。老公，直播间的狗子们问这桌上的剩菜剩饭怎么处理。呆小妹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要是搁以前一定会说一句直播间的狗子们想要吃剩饭给还是不给的话。这个我倒是不清楚，应该是倒了吧。凌云墨还真不知道这个，这就像是一个身价上万亿的老板会去关心一个底层员工的身体好不好一样。听到这里，戴小妹也就没有多问。不过她现在的心态倒是已经在渐渐往富家太太上面转变，可直播间的观众还是原来的那波观众。倒了，林哥，求倒菜的地址，我看能不能捡点东西。大佬的生活原来就是这样吗？呆小妹看到这里就没有再看直播间了，等服务人员将大圆桌上面的铲羹剩饭收走后，就在宫殿中闲逛了起来。上次来的时候由于都喝了酒，并且都喝懵了，宫殿中的一些地方并没有看完。凌云墨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并没有和呆小妹一样对这里的布置好奇。
就在凌云墨刚刚拿起一本杂志，想翻翻看的时候，呆小妹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老公，这个位置是给谁坐的啊？”凌云墨抬头就见呆小妹此时指着台阶上那金黄色的王座。其实呆小妹早就想问这么问题了，因为所有人在来到明宴，首先看到的就是台阶上的王座。那个啊，只是一个象征，倒不是说给谁坐的。你要是喜欢，也可以上去坐坐。凌云墨放下手中的杂志，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呆小妹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不过虽然很想上去看看坐着是什么感觉，但她还是想先听听这王座建造的目的。快步来到凌云墨边坐下：“老公，给我讲讲这王座象征着什么吗？我听听。”边说，呆小妹还边摇晃着凌云墨的手臂。这撒娇的本领是越来越熟练。凌云墨笑着伸手在呆小妹头上敲了一下，随即站起身。呆小妹一见有戏，也顾不得装可怜，快走2步上去，又是挽住凌云墨胳膊。明宴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清代，后厨的厨子们都是御膳房的后人。之所以每座城市都有明宴的影子，全是为了那个时候的皇上前来就餐。而清朝灭亡后，这皇家资产几经辗转，也就流落到我朋友手上，最后他又交给了我。所以现在知道这王座原本是谁做的了吗？要是再没有得到明宴前，呆小妹问这些凌云墨还真回答不出来。不过在签到明宴后，系统就将一些信息植入了他脑海。啊，老公，这王座是以前皇上做的。呆小妹惊了，皇上做过的王座啊，即便是他也知道，这根本不是用钱能衡量的。是也不是？凌云墨听到呆小妹的话，笑着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什么意思，老公？呆小妹不知道凌云墨这话是什么意思。刚才说了，这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皇上做过的王座已经不在这里了，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座由纯金打造的王座而已。哦，呆小妹松了口气，要是这真是皇上做过的王座，那就是古董了呀。正松了口气，不知又想到什么。不对啊，老公，你不是说过除了国内，国外还有明宴的分店吗？清代怎么可能？凌云墨沉思片刻，含糊其辞地说，明宴也是在近几年才出现在国外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的，也只能这么说。哦，呆小妹犹如小鸡啄米的点点头，解决了呆小妹心中的疑惑。两人也是来到台阶的王座上。见此，呆小妹眼珠一转：“皇上，请坐吧，妾身给你行礼了。”第143章，又吸引一位粉丝。弹幕：哈哈，皇上，请坐吧。老女人这波有点意思啊。林哥，快坐上去，让我们看看。呆小妹这话让直播间彻底燃爆了，都在发弹幕，让凌云墨坐到王座上。凌云墨摇摇头，这个位置其他人来坐合适，他坐就有些不妥了。毕竟土皇帝在这个时代还是个禁忌，要是没开直播倒是可以坐。笑着走到呆小妹身后，将她推到王座上。这个位置不是我的。呆小妹才刚刚接触到富人的生活，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道道。不过见凌云墨眼中的不愿，也没有强求，半推半就地坐上王座。瞬间屁股上就传来冰凉的感觉，幸好现在还是大夏天，不然小屁屁就要受罪了。老公，这座位坐着还没普通椅子舒服。凌云墨笑笑不说话。后来建造的这个王座本来就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也没想过会有人去坐，舒服感自然就被无视了。弹幕：老女人不舒服，可以让我来坐不？这老女人怎么一点都不知好歹啊？啧，这么大块纯金，马得多少钱啊？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准备再拉一波仇恨，将手机扬起，45度角照向自己。狗子们，也有没有女王范？弹幕。顿时直播间全是问号。呆小妹撇撇嘴，将手机放平，又在王座上一阵乱摸。等新鲜进过去之后，呆小妹从王座上下来：“老公，走吧，回家了。来明宴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回饭也吃饱了，呆小妹就想回城堡。毕竟城堡中还有很多地方没去看过，趁今天有时间，这么好的炫富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随后叫来一个服务人员，让他通知安排房车。等了不一会，房车就从门口开进来。时间来到下午的6点半，锦城一座5星级酒店前，一辆房车停在门口。不等酒店门口的服务生上前询问，只见从房车驾驶室下来一个彪形大汉。服务生一见那壮汉，心中直抽抽，有点不敢上前询问。壮汉下车后径直来到后面，将房车门打开。林总，夫人已经到了。服务生没有听清壮汉说的什么，但是看壮汉的表情就知道，这后面坐的才是正主。凌云墨牵着呆小妹下车，这一下服务生总算知道壮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服务生就是之前给凌云墨挪车的刚子，能拥有4000多万近5000万的车，找一个这样的保镖一点也不稀奇。提了提胆子，刚子缓步向凌云墨这边走来。先生，您回来了。
对于刚子，林云墨还是有印象的，点了一下头。麻烦帮我把车开出来吧。说着就拿出阿斯顿马丁的车钥匙。啊！刚子听后嘴巴都在开始打哆嗦。要是在以前，刚子会非常乐意，但现在他根本不敢啊。怎么了？林云墨看着刚子的表情，有些疑惑问：“先生，您的车太贵，能麻烦您亲自去开一下吗？”刚子惴惴不安地说出这番话，他可是知道有些有钱人脾气可是不太好的。要是这句话把林云墨惹毛了，这份工作可能就黄了。走吧，带路。林云墨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自己去开车而已，小事。好的。刚子心中长舒口气。在刚子的带领下，林云墨和呆小妹来到地下停车场。在刚子羡慕的目光中，阿斯顿马丁发出一阵音浪，出了地下车库。等声音完全消失，刚子摸出电话，找到经理的微信。张哥，那位先生已经走了，消息发出去不到2秒就回复了过来。好，我知道了。刚子看着消息，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键盘。张哥，那位先生好像没有回房间休息过，而且他好像也没有退房。这条消息发出去足足等了半分钟，这才有一条消息发送过来。你是不上网的吗？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位先生身价上亿万，来我们酒店只是想要去吃顿饭，又没有找到停车场，所以才来我们酒店开个房间，以此停放车辆。刚子读完这条消息，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大，几个词不断在脑海内闪现：身价万亿，开房间只为存放车辆，办赏。刚子回过神来，立刻上网查询阿斯顿马丁177相关词汇。卧槽！住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摩多的豪宅也是价值6个亿。呆小妹直播间吗？我得去看看。呆小妹不知道，就因为停车这个事，又为她增加了一个粉丝。老公，待会开到车比较少的地方，让我过过瘾好不好？坐跑车和开跑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今天呆小妹之所以会出来，可不只是为了去看熊猫和到明艳吃饭的，她最初的目的是开跑车。好。林云墨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又在城市的道路上行驶了20几分钟，阿斯顿马丁已经出了城中心。这条路上的车辆相对少了很多。林云墨一见，缓缓往边上靠，同时也收住油门。滑行一段距离，阿斯顿马丁停在路边上。来吧，你来开。林云墨说着，解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好耶！呆小妹欢呼一声，也是解开安全带下车。两人换好位置，呆小妹又是将手机交给林云墨。呆小妹开车就没林云墨那么胆大，还是和早上一样，开的是慢慢悠悠。林云墨已经记不清被多少辆车超过了。等两人回到城堡，时间已经来到8点。这个时间天也早已经黑了，想看城堡的全貌又是泡汤，真是遗憾啊。从车库中出来，看着只露出轮廓的城堡，呆小妹对着直播间的众人说：弹幕，滚啊！答应我们的去坐游艇吗？又没做到，还玩不玩车了？要是让林哥来开，会发生这个事。呆小妹见此，不屑地撇了一下嘴巴，城堡又没有长腿，还能跑不成？今天没看到，明天就不能看了。而且就算是看不到城堡的全貌，你们有看过城堡的里面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第144章，让朋友找保姆阿姨。在呆小妹说完这番话后，直播间的弹幕平静了很多。显然城堡内部的布置一点也不比看城堡的整体吸引力小。走到城堡的大门处，呆小妹找到密码锁的所在。早在昨晚下播后，她就已经问过了城堡的密码，现在也能独自开门。后面林云墨看着呆小妹像个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笑着摇了摇头。呆小妹输入密码开门，当门被打开的瞬间，大厅里面的灯光全部亮起。接了杯温水喝下，看着这冷冷清清的大厅，呆小妹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老女人，你怎么了？看到什么了？我听说城堡中经常闹那啥的。楼上的，你别吓老女人，不然待会又得吃狗粮。首先发现呆小妹皱眉头的，自然就是直播间的观众们。至于林云墨，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沙发上坐下，把手中的水杯接满温水，随即呆小妹就拿着水杯往沙发走去。来到沙发前，老公，喝水。弹幕，啧，老女人，你终于为林哥哥做了一件事啊，虽然只是件小事，但真的很欣慰。老女人已经彻底变了，这才10几天啊，野性都被磨灭了。林哥，我永远的神，居然让老女人都改变了。林云墨也感到有些诧异，平时都是他在为呆小妹倒水，今天居然……笑着接过水杯，林云墨喝了一半就放在茶几上。呆小妹见此，顺势坐在旁边，抱住他的手臂，头靠在肩膀上。老公，给你商量一个事好不好？闻着呆小妹身体散发的特有香味，林云墨转头问：什么事？我听听。呆小妹抬起头，目光和林云墨对视起来。老公，
要不我们请一个保姆阿姨？这么大的城堡，好冷清，一点人气都没有。最开始的时候，呆小妹还非常喜欢这种宁静，但时间长了之后，她就感觉非常麻烦。林云墨需要早起做饭，晚上回家没有人收拾等等，这一点也不符合富豪的生活。找保姆啊？可以，明天我们就去看看。林云墨对这个小要求倒是没有什么抗拒心，对于他来说，有人服侍也好，自己处理也罢，都可以。听到林云墨答应，呆小妹面上一喜，老公真好，说着就站起身，在林云墨脸上亲了一下。要是在平时，呆小妹这个秀恩爱的动作一定会引来直播间的一片哀嚎，但现在直播间却充斥着要来给他们打工的弹幕。想想也正常，不说给林云墨打工能得到多少工资，就是住在这么大的城堡里，也是极有面子的事。更何况林云墨是出了名的大方，说不定跟着他逢年过节还能去明宴吃上一顿。这么好的机会，即便是月入过万的人也想要辞职来帮林云墨打工。待小妹再次坐下时，眼神扫到直播间，瞬间就惊了。弹幕：戴总，我身强体壮，做饭洗衣什么都会，而且就在锦城，可以来帮你们打工不？强调一下，没有开玩笑。戴总，我做饭打扫卫生都会，而且长得不漂亮，不会成为了你的竞争对手，让我来给你们做保姆吧。我也强调一下，没有开玩笑。戴总，我已经结婚了，有2个孩子要养，求给一个机会吧，收留我。看着这些弹幕，要不是对呆小妹直播间了解的话，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求职的直播间。喂，狗子们都打住，这挑选保姆阿姨的事，我和老公会慎重考虑的，别在直播间中发了。呆小妹连忙止住疯狂了的直播间，根本不会考虑在直播间中寻找保姆阿姨。毕竟林云墨家大业大，找了个好人也就罢了，要是招了个深藏祸心的人，后果将不堪设想。保姆阿姨的事必须做到谨慎、谨慎再谨慎的地步。怎么了？直播间有人愿意来别墅？林云墨在一旁听了个清楚，对呆小妹的谨慎非常满意。毕竟随着他签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暴露出来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他都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请几个保镖了。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底下从来不缺这种人。万一呆小妹有个闪失，就算他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又怎样？前世的时候他又不是没有过这种日子。明天我们自己去找。呆小妹从手机屏幕上移开目光，看着林云墨，突然眼珠滴溜溜一转。林云墨一见呆小妹这眼神，顿时就知道这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果不其然，老公，你有那么多神通广大的朋友，要不你让朋友们给我们找一个保姆阿姨？林云墨不禁摇摇头，他这一世哪来的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还是在他脑海里拿不出来的那种。见林云墨无语的表情，呆小妹瞬间开怀大笑。老公，还说那些东西是你朋友送的呢，这下没话说了吧？明天要是真的有靠谱的保姆阿姨来城堡，我就承认你之前说的朋友。呆小妹仿佛抓住了林云墨的小尾巴，一脸的得意。这么久了，她总算是抓住了一次林云墨话语中的漏洞，不容易啊。林云墨苦笑，他根本没有想过骗呆小妹，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系统朋友送的。现在叫他去找系统朋友要保姆吗？我去上个厕所。莫话说，林云墨只好施展尿遁之术，避免再谈论这个话题。弹幕：尼玛，林哥居然也有虚的时候。楼上的，你在放屁，明明是林哥哥不想和老女人一般见识。对，我们林哥哥就是最完美的男人。啧，痴汉我听过，妈的现在都有痴女了，我怎么就没有林哥那么吸引女孩子喜欢呢？弹幕疯狂地滚动着，几乎所有的小姐姐都出来维护着林云墨。呆小妹看的是十分无语，她老公不管做什么都有一大波人在背后支持她，而她自己呢，稍微做错一点就要受到全直播间的嘲讽，真尼玛不能比。等了3-4分钟都不见林云墨从厕所中出来，呆小妹起身，眼神往四周打量。哼，你们气我是吧？接下来就让你们羡慕死我。第145章再次签到。嗨，狗子们，刷要来我家打工的弹幕停一停，咱们现在去巡视一圈城堡。想让直播间的人安分下来，最暴力的方式就是炫富。缓步走到厕所边上，老公，我去城堡上转转喽，别担心。为了让林云墨出来后不担心，呆小妹还是给他说了一声。其实也就是呆小妹不知道贾维斯的强大，只要林云墨找不到他，问一下贾维斯就能知道。好，厕所中传出林云墨的声音。通知到位后，呆小妹就往楼上走去。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有80多个房间，除了10几间房是工人睡觉的外，剩下的就是娱乐房，像什么电脑室、健身房都有，布置倒是和世贸蛇山庄园的楼王差不多。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卧室之中，当林云墨进来后，狗子们，拜拜，明天见。不顾众人的请求，呆小妹直接关闭直播间。
就在他想要扔掉手机扑向凌云墨的时候，几条消息出现在微信图标上。点开一看，第一个 PDD 发来的，第二个周淑怡，最后一个则是程少杰的消息。咦，他给我发什么消息？想着，呆小妹点开程少杰的聊天框，看了一下时间，是下午3点钟发的。那个时候刚刚开直播，没有注意到也很正常，毕竟手机直播不像电脑，发送来消息是看不到的。呆总，林哥需要直播吗？我刚刚叫技术人员开发了一个2位数的直播号。这是第一条消息，房间号66，密码6个6，请林总笑纳。看完这2条消息，呆小妹都惊了。2位数的直播号，这还是豆沙史上首次出现。以前最好的号也就是3位数，现在她老公的直播号竟是2位数。不得不说，程少杰在凌云墨身上下的功夫不小啊。凌云墨进来脱下外套，见呆小妹目光直勾勾的看着手机，有些疑惑的上前。怎么了？抱住呆小妹的肩膀，凌云墨问。老公，程少杰听说你要直播，给你弄了一个2位数的直播号。说完还一脸崇拜的看着凌云墨。这就是他男人，面子无比强大的男人。2位数又怎么了？凌云墨对直播上面的了解近乎为零，一个虚拟号他真不知道有什么高兴的。2位数啊老公，全豆沙少说也有几千个主播，最好的直播号也才3位数，其余的要不就是5位6位的，你觉得呢？呆小妹激动地抱住凌云墨。见此，凌云墨忍不住摇摇头，虚拟号他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过看到呆小妹这么兴奋，倒是没有出言破坏这气氛。老公，你手机给我，我给你下载豆沙 app， 明天你就直播好不好？2位数的直播号，这是多有面子的事，要不是现在时间不允许，呆小妹都想现在就开直播了。她已经想好，等凌云墨明天直播结束，她就接盘这个直播号。反正凌云墨也是直播1天，这么好的直播号不用白不用。凌云墨伸手摸了摸呆小妹脑袋，好，明天就直播。嘻嘻，老公亲亲。一夜无话。第2天清晨，凌云墨睁开双眼，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地点。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城堡外进行签到。小心把呆小妹抱住的手抽出来。凌云墨穿好衣服下楼，城堡的大门打开，凌云墨深呼吸了几口气，缓步往河边走去。走出大门，心中想着签到一词。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天谴组织，并附带20年后科技的小型装备。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凌云墨都愣住了。天谴组织，前世凌云墨一手创建的组织，全员一共200人，全是从孤儿中选拔出来，经过长达10几年培养出来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以一敌10的本领，是保卫凌云墨出行的一张王牌。前世之所以他敢去国外军阀的势力范围，天谴组织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反应了好一阵，凌云墨才回过神来。昨天还想着要不要请保镖呢，现在看来不用了。随即又不知想到什么，嘴角露出一个笑容。那小妮子怕是要输了。天谴组织有男有女，保姆在女队员中找一个就是了。不说这些人是他前世一手培养的，即便不是，系统送给他的人肯定不会有异心，是做保姆的最佳人选。看了一下周围，没有发现任何人，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系统并没有说明天谴组织现在的位置，凌云墨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不过他也没有担心这些人找不到他，天谴组织要是连这点能力都没有，那前世凌云墨完全就是白培养他们了。正想到这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放在耳边，凌云墨没有率先开口说话，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先生，我是1号。电话中传来熟悉的声音。天谴组织全员200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从1排到200。当然，代号越靠前，综合实力就越强。凌云墨轻嗯一声，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其他兄弟有联系上吗？先生，我在锦城，和87、63、170号正在往您的别墅赶来，剩下的成员分布在华夏境内，最多2天全员就能到齐。听着1号的汇报，凌云墨点了点头，暗道系统竟然把天谴组织的成员全部打乱投放。好，我待会转给你10亿华夏币，现在我只想过安稳的日子，非法的手段就不要让兄弟们使用了。凌云墨不知道系统把他们从原来的世界带到这个平行世界有没有给钱，要是没给钱，这些人要来锦城，或许就要用到非常手段，这是凌云墨不想见到的。毕竟这一世他非常干净，不想在这些事上留下什么污点。是，先生。1号答应一声，挂断电话。凌云墨看向手机，贾维斯，要是没得到贾维斯钱，想要转10亿给1号，怕是还要等等，但现在完全就不必等候。第146章，真的找到了保姆。先生，随时为您服务。贾维斯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转10亿过去吧。
虽然林云墨不知道1号的银行卡卡号，但他不知道贾维斯知道。仅凭刚才的电话，他就能了解1号的一切。虽然1号做事非常小心谨慎，但在面对贾维斯就像是一个降维打击。除非1号可以不用网络，当然，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只有林云墨这里能办到。时间不知不觉过去1个小时，来到7点钟。林云墨此时正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看书，贾维斯的声音却在此刻传出：“先生，他们到了。”林云墨神情微动，没有说什么话，放下书籍，站起身往城堡外走去。刚刚出门，就看到一辆白色的商务车停在露天停车场里面，随后就见5个人从里面下来，3男2女。2个女人虽不是那种倾国倾城之姿，但脸上的表情却十分冰冷，别天一种美。而3个男人，2个壮汉和一个面容清秀的小白脸。小白脸就是天谴组织的1号，别看他身上没有突出的肌肉，但搏斗的本领一点也不差。组织里面除了林云墨，199人全部都愿意听从他的意见。5人下车就看到林云墨，顿时往他这边走来。2个面色十分冰冷的女人，在看到林云墨后，脸上也是浮现出一丝微笑。身边的男人见此也不觉得奇怪，好似早已司空见惯。先生，5人来到面前，齐声声地叫道：“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对这些人丝毫没有防备心理。还是那句话，系统送出来的人对他绝无二心。进来坐吧。”说着向城堡中走去。5人对视一眼，由1号走在前面进入城堡中。早上的9点，呆小妹从梦中清醒，大大的伸了个懒腰，往旁边看了一眼，没有人。不过对此呆小妹早就习惯了。查看了一下今天的亲戚状态，怎么又没来？这都推迟2天了。嘿嘿，没来更好，可以随便浪，不过明天应该就会来了吧。呆小妹倒是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找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穿上就开门下楼。行走的时候还不忘撸了一下头发，只是刚刚走到楼梯上，就见下面的大厅中坐着几个人。呆小妹心中一惊，连忙仔细打量起来，在看到林云墨也在沙发上时，这才松了口气，还以为是进贼了呢。心中暗想，随即悄咪咪的再次返回上楼的卧室。那些人是老公的朋友吗？可不能给老公丢脸。想到这里，呆小妹找到自己的包包，从里面拿出各种化妆品。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半个小时。先生，饭已经做好了。2个女人，也就是87号和170号，已经被林云墨安排去了厨房。林云墨抬手看了一下手表，9点半。那小妮子还没起来吗？想着林云墨起身，我上楼一趟。是，先生。等林云墨来到卧室前，不等他开门，门却自动打开，随即就见一张精致的小脸出现在眼前。老公，你怎么上来了？看到林云墨，呆小妹有些意外。吃饭了，上来叫你。林云墨笑着对呆小妹说。呆小妹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林云墨，脑袋向前伸了一点，见大厅中的人看不到这里，才小声说道：“老公，下面的人是你朋友吗？”林云墨一愣，紧接着就反应过来，知道这小妮子怕是早就已经起来了。之所以今天会破天荒的化妆，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楼下的人，朋友给我找来的保镖和保姆。说完就一脸调侃的看着呆小妹。昨晚他可是说过，今早要是真的有靠谱的保姆阿姨来城堡，他就承认以前的东西都是朋友送的。这呆小妹都懵逼了，林云墨还真的找到了保姆。至于说下面的人会不会是林云墨随便找到，直接被呆小妹排除在外，他十分了解林云墨，是绝不可能随便带人回家的。走吧，下去认识一下。林云墨笑着牵上呆小妹小手，径直往楼下走去。等2人来到大厅，天谴成员全部站起身，他们是知道林云墨已经娶妻了的。毕竟林云墨和呆小妹现在在网络上的知名度一点也不比一些大明星差，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必有他们的条词。夫人你好。1号稍稍弯下腰，他是1号，以后若我不在你身边，有事可以放心交给1号去办。林云墨转头对呆小妹说。好的。面对温文尔雅的1号，呆小妹心中倒是没有畏惧心。1号你好，以后就麻烦你了。夫人言重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接下来分别介绍了剩下的4人，不过在说到2个冷若冰霜的女人时候，林云墨能明显感觉到呆小妹的手紧了一下，但很快就放松下来，在呆小妹头上揉了揉。走吧，去吃饭了。坐上餐桌，见5人没有上桌，林云墨开口说：“一起吃吧，别见外。”林云墨从来没有把天谴组织的成员当成过手下，即便如此，前世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和林云墨一起吃饭。这换了一个世界，林云墨想看看他们这个习惯有没有改变。先生，您和夫人先吃，一会我们自己解决。1号走到林云墨身后，这是长此以往的身体记忆，不管是吃饭还是办公，1号都会习惯性的走到林云墨背后，以防突发状况发生。
林云墨有些无奈啊，虽然世界是变了，但这性格还是一样。1号大哥，你就一起吃呗，一会饭菜都凉了。见林云墨再劝1号他们一起吃饭，呆小妹自然也要表个态。夫人，您先吃，不用管我们。两人见劝阻无用，也就没有再劝。早饭很快结束，时间也来到10点钟，而天前5个成员也是消失在城堡中，他们需要去摸清城堡周围的地形。戴小妹坐在沙发上，摸出手机就准备直播。今天这么迟都没有出现，指不定又会被直播间的人说3到4。第147章，林云墨首次直播。只是刚刚打开手机，99家的微信消息就显示在图标之上。呆小妹顺手点开一看，是豆沙大主播们的群，不过却不是以往呆小妹聊的那个。这个群是程少杰创建的，里面不仅有他，甚至包括一些不熟络的大主播。周淑怡呆小妹在不在？大马猴呆小妹，呆总，程总说的超级直播号是给林哥准备的吗？大司马呆小妹，呆总，林哥什么时候直播？到时候一定去捧场。PDD大司马，别送10根棒棒糖就行了。呆小妹看到这些消息，赶忙把消息往上翻。1分钟后，呆小妹总算了解到事情是怎么回事。程少杰在几分钟前发了一条消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豆沙出现了一个超级直播号，但却没有说是谁的。直播间的大主播们就开始猜测起来，而 PDD 昨天可是听到林云墨同意直播，所以就猜测这个直播号可能是给林云墨的。了解了事情的起因，呆小妹想了一下，编辑出一条消息：是啊，2位数的直播号66号房间，感谢程总了，我再叫一会老公就准备直播了。这个群有很多不熟络的主播，呆小妹聊天的时候也没那么嚣张。呆小妹的出现瞬间就让这个群疯狂了。大马猴，卧槽，2位数的房间号啊，比我的牛逼多了。周淑怡，老女人，林哥领悟那么高，还没教会，不会是你教的不行吧？程少杰，呆总客气了。此时周淑怡的直播间，弹幕，周姐，你再不好好工作，小心我投诉你。看啥呢？这阴恻恻的笑，不会再看不健康的内容吧？房管，出来啊，周姐又不认真工作了。当周淑怡眼神落在直播间上时，撇撇嘴，投诉吧，要是我工资被扣了，就去锦城找老女人蹭饭全部蹭回来。弹幕，周姐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呢？兄弟们，发挥我们作用的时候来了，投诉走一波。对，投诉了。看到这些弹幕，周淑怡虽不怕，但还是认怂说道：好了，告诉你们一个重磅消息，林哥会在今天直播哟，这可是我的第一手资料。周姐是我姐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姐，求具体消息。我真是周姐表弟赠送主播一个火箭。表姐，林哥什么时候直播？看着无数火箭的升起，周淑怡不得不佩服林云墨的吸粉能力。这都还只是一个消息，就已经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拼命送礼物。等林云墨真正直播的时候，该是多壮观。呆小妹结束了微信群的聊天，想了一下，没有点开豆沙 app， 她要先和林云墨商量一下直播的事。放下手机，看向就在一旁的林云墨，随即呆小妹扑到林云墨怀中，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怎么了？林云墨放下书籍，疑惑的目光落在怀中呆小妹的脸上。老公，昨天答应我的直播，今天可以了吗？说完这句话，眼神就变得十分期待起来。好，播吧。将呆小妹扶正，林云墨拿出手机。好的。呆小妹一喜，接过手机。豆沙 app 在昨天晚上就下载好了，呆小妹熟练地登录直播号。顿时，一个0人观看的直播间出现在豆沙的数据库中。可以了，老公，来你拿着，我去我直播间给你引流去。呆小妹可是打算今天林云墨直播结束后自己就使用这个号的，引流起来一点也不心疼。林云墨接过手机，看着干净没有一条弹幕的直播间，无奈的摇摇头。呆小妹侧身抓过手机，点开豆沙 app， 随后点击开始直播。嗨，狗子们，早上好啊！呆小妹现在开播，从来不需要前奏，直播间随时都有数十万人等候，不像以前还需要到处去通知。弹幕，早个屁啊，都10点了。老女人，快说，林哥是不是今天就要直播了？求林哥个直播号，我要给他刷好多礼物。呆小妹看到直播间的弹幕，没有吃惊，他们是怎么知道林云墨今天会直播的？因为就在刚刚，周淑怡已经给他发过消息。狗子们，看你们这么激动，会不会去了我老公直播间就不回来了？呆小妹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说出林云墨的房间号，怎么着也要吊一吊这帮人的胃口。不会，老女人你想多了。呆总，你的直播间永远都是我的家。对，我们离开只是暂时的，所以呆总，快告诉我们林哥房间号，我保证去点个关注就回来。弹幕中全是让呆小妹放心的。狗子们，我差点就信了。呆小妹白了直播间一眼，她直播间里面的人是什么德行她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林云墨直播间，指定就是一走了之。喂，兄弟们，
快看豆沙的首页推荐，林哥直播间被推上去了，我滴个乖乖，66号房间啊，豆沙第一个2位数的直播号。呆小妹看到这条弹幕，瞬间就懵了，她还打算再吊一吊直播间众人胃口的，现在居然曝光了。她哪里知道，凌云墨这个号早在之前程少杰就下过命令，一旦开播，直接封面推荐，并且不允许房管进去说废话。等呆小妹回神的时候，只见直播间的人数像是水库开阀一样降得快，每秒钟都有数万人离开她的直播间。马德，说好了这里是永远的家呢，转过背就忘了。与此同时，凌云墨的直播间，王大聪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深海集团赠送主播2000个火箭，程少杰赠送主播3000个火箭。呆小妹转头看向凌云墨直播间的时候，瞬间就酸了。只见一次性赠送1000个火箭的消息都看不过来，而那些集团赠送的火箭都是2000打底，这就是差距啊！倒不是现在呆小妹还贪财，这是一个面子问题。随着无数火箭的升空，凌云墨直播间的人气快速攀升，2000万、5000万、8000万，最后直接突破1亿，来到1亿2000万。第148章决定去旅游。要知道，现在还是早上时间，而且还没有开播多久，等到晚上的话，人气突破2亿都没有问题。流量密码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周淑怡，恭喜林哥首次直播。大马猴，恭喜林哥首次直播。PDD， 恭喜林哥首次直播。直播间中，豆沙的全体大主播都来捧场，说着庆祝的话。与此同时，正在直播的大主播们都在程少杰的授意下，全部来到凌云墨这边查房，以此来给他引流。凌云墨首次接触直播，但他的接受能力比较强，脸上没有出现不适应。谢谢朋友们的礼物，你们赠送的礼物我将全部交给慈善机构，让这些钱用到正途上吧。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凌云墨收到的礼物都已经上千万了。要是常人都会兴奋地跳起来，但凌云墨是谁？那是金钱如粪土的存在，再多的钱摆在他面前都不会掀起任何风浪。弹幕：哇，林哥哥好有爱心，好爱林哥哥，就喜欢这样挥金如土的林哥。程少杰，林总，您的直播间我们豆沙将不会进行抽成，也算是我们对慈善机构的支持。虽然凌云墨直播间的礼物非常多，但程少杰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个直播间抽成。即便凌云墨不用直播间的礼物做慈善也不会。相比礼物抽成，凌云墨在豆沙直播带来的新用户更值得程少杰眼热。实在是仅这几分钟内就有10几万的新用户注册豆沙账号，只要有流量，钱还能少挣。程少杰这条弹幕发出，瞬间取得了直播间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呆小妹收回目光，对于凌云墨说的礼物用作慈善，现在也是没有一点感觉。眼神落在自己直播间上，查看了一下目前的人数，马德只有几万了，以前最少也是10几万起步，现在居然下降了这么多。全 TM 是奔着凌云墨来的。戴总，有人托我告诉你，他们都不回来了，你别太生气。好在他直播间还是有铁粉的，没有一下子掉光。我不生气，不是还有你们吗？今天我的比赛能不能胜，就看你们了。当初凌云墨在答应直播前，呆小妹不知深浅的和他说过，要比一比谁直播间人气高，输了的人要接受惩罚。现在看来，明显就是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弹幕：老女人你在说什么呀？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我也要去林哥那边了，你的话就自求多福吧。哈哈哈，史上最大翻车现场，心疼老女人1秒钟。好了，我也要去林哥那边喽，拜了个拜。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顿时感觉肺都要气炸了。不愧是你们啊，狗东西！独自郁闷了好一会，呆小妹转头往凌云墨那边看去，只见凌云墨此时已经将手机放在腿上，手中又是拿起了他的书。对于这点，呆小妹还是能理解，毕竟相比起直播，凌云墨对看书的兴趣明显要大很多。呆小妹也将手机放在茶几上，往凌云墨身上靠了靠，整个身体往凌云墨身上倾斜。老公，今天我们去哪玩？玩弄着自己秀发，呆小妹目光瞥向凌云墨放在腿上的手机，上面充斥着大量的弹幕，不注意看几乎看不清一个字。凌云墨将书籍放低一些，想去哪我都陪你去。呆小妹听后想了一下，锦城的话，要不我们去爬峨眉山？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视频，上面可以看到佛光呢。越往后说，呆小妹就越是兴奋，这种地方她是非常想去看看的。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大把的时间，而且她的亲戚说不定明天就来了，不趁今天行动方便，等过几天或许亲戚走了后就要回老家了。眉山啊，行，一起去看看吧。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这地方即便是前世的凌云墨也没有去过，他当时要是没有局是不会往这种旅游胜地去的，他的时间可是宝贵的很。而现在什么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又有200多亿，前世没有去看过的遗憾，这一世自然不能错过。
好耶，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得到凌云墨的应允，呆小妹高兴2个字几乎写在脸上。等1号他们回来，我们就出发。好。呆小妹嘴角带着一个笑容，就这么靠在凌云墨肩膀上。时间才过去1分钟，老公，瞌睡来了，我先眯一会，1号大哥回来一定要叫醒我哟。凌云墨眉头微皱，呆小妹这几天有点嗜睡啊。昨天房车上睡了将近2个小时，今天才起来不到3个小时，又想睡觉。唉，晚上还是要节制。心中想着，凌云墨将放在腿上的手机拿开，扶着呆小妹枕在腿上，睡吧，1号回来了我就叫你。呆小妹从鼻子中哼出2个音节，眼睛都已经闭上了。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敏锐地从凌云墨话语中听出了一些东西。1号？什么1号？是人吗？林哥家这是又添了一个人吗？不会是林哥朋友真的给他送来了保姆阿姨吧？这不完犊子吗？还想着到林哥家里给他打工吗？直播间开始围绕1号的身份猜测起来。时间又过去半个小时，来到上午的11点。凌云墨此时拿着书，呆小妹无比香甜的在他腿上睡着。先生。就在此刻，1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显然他是已经摸清了城堡周边的地形，所以才回来的。凌云墨放下书，口中轻声说：你去收拾一下吧，带上87号出门一趟。去峨眉山，凌云墨不打算让天谴所有成员都去，只是去旅游一下，很快就能回来。是。1号说了一声就退出城堡。直播间的观众们在听到是男人的声音，都十分吃惊。这声音难道就是所谓的1号？声音还比较好听，就是不知道人长得怎么样。弹幕疯狂的刷着，但凌云墨却是无暇去看，低头看向呆小妹，轻轻摇晃了一下她的身体。呆妹，醒醒！第149章，呆小妹嗜睡。要是之前呆小妹没有说过一定要叫她起来，以凌云墨的性格，怕是就要等她自然睡醒。主要是凌云墨实在不想打扰了呆小妹的好梦。人在沉睡期间被突然叫醒，是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呆小妹长长的睫毛微颤，随即睁开朦胧的双眼。老公，怎么了？呆小妹现在只感觉大脑异常的沉重，眼皮也在打架，只要一闭眼，马上就能再次睡过去。1号回来了，还出去吗？看着呆小妹这样，凌云墨都想直接说不去了。哦。呆小妹听到1号，好像才想起什么，从凌云墨腿上起来，揉了一下眼睛。老公，我想喝水。等一下。凌云墨立刻起身去给呆小妹接来一杯温水。喝过水后，呆小妹精神好了很多。老公，我们还是开阿斯顿马丁去吧。将水杯放下，挽住凌云墨胳膊说：好。两人在大厅中磨蹭几分钟，出门就看到1号和87号站在一辆白色的商务车旁。先生，我们现在就出发吗？1号看到凌云墨两人，连忙来到面前。你们还是开这辆车吧，我单独开一辆车。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老公，1号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此时呆小妹拿着凌云墨的手机，至于他的，早在出门前就把直播间给关了。以后出行都会带上1号。随着凌云墨暴露的财产越来越多，难免会有胆大的人，带上1号也能放心不少。其实凌云墨完全就不用担心，贾维斯监听网络的能力可不是盖的。有人要是想要害凌云墨或者呆小妹，他会第一时间知道。听着几人的谈话，这一下直播间的人算是听明白了，这1号就是凌云墨找的保镖，只是这保镖的体格有点弱呀，真的能保护得了凌云墨吗？直播间众人的怀疑呆小妹是看到了，不过现在1号就在旁边，也不好多问。等上了车分开后，呆小妹就要问问这保镖的事。凌云墨牵着呆小妹下了地下车库，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只有1辆车。两人上了车，随着车库中发出一声音浪，阿斯顿马丁潇洒离去。出了车库，1号已经把车开到车库旁，见凌云墨出来，跟在后面扬长而去。贾维斯，导航去峨眉山。行驶了一段距离，来到一个岔路口，凌云墨在车中说了句：是的先生，请往左转。弹幕：哈哈，贾维斯排导航真高级，用贾维斯做导航，怕是只有林哥才做得出来。林哥，要不我用我的高德和你换贾维斯吧，高德也能导航。弹幕中无不是在可惜凌云墨大材小用，贾维斯啊，人工智能啊，在凌云墨这里却拿来做导航。呆小妹嘴角上翘，嗨嗨，狗子们，给你们宣布个事，今天过后，这个直播间就是我的了。呆小妹把她想霸占这个直播间的想法给直接说出来。弹幕：老女人，什么意思啊？呆总，你的意思是你以前那个直播间就不用了吗？呆小妹笑着点了一下头，对啊，以前那个号以后就不用了，看这个号多有面子，2个6页。呆小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直播间的眼热，对于她这种喜欢做直播的人来说，直播号就是面子的象征。弹幕：
老女人，求一个房管。之前林哥操作不来，所以没有发弹幕。戴总，我也要房管，在老直播间，我就是。戴总，我也是老直播间的老房管了，求一个房管。直播间的风向在此刻完全变了，都是求房管的弹幕。戴小妹想了一下，狗子们，这个新直播间我就不打算设置房管了，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要说现在戴小妹的直播间24小时都有斗杀的技术人员，一旦发现有辱骂戴小妹的弹幕，那个号就会直接封禁，所以他的直播间压根就不需要房管了。要是在以前刚刚和凌云墨在一起那会，可能还要设置房管来提防那些狐狸精发弹幕，但现在完全不用。就这段时间，他已经摸清了凌云墨的性格，他对所谓的狐狸精一定不会有任何想法，狐狸精来多少也得被凌云墨打回原形。呆小妹这话让直播间发出一片哀嚎声。好了好了，不就是房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呆小妹安抚了一下直播间的观众们，见弹幕依旧在讨论房管的事，呆小妹也就没有再将视线落在直播间上。眼不见为净。贾维斯，需要多久才能到峨眉山？女士，根据最近路线需要2个小时。贾维斯的声音再次在车厢中回荡开。哦，呆小妹哦了一声，紧接着就打了一个哈欠。这声音自然是传到凌云墨耳中。又想睡觉了吗？说着话，但眼神依旧看着前方的道路。老公，想先睡一会。呆小妹将靠背稍稍往后放了一点。睡吧，等到了我叫你。凌云墨说着这话，眉头却皱得很深。等这次旅游回来，就把他们找来给这小妮子看看。凌云墨心中这样想，殊不知再过2天，一个惊人的消息就会让他这个前世的资本大鳄也变得手足无措起来。2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一路上没有出现什么变故。等阿斯顿马丁到了峨眉山脚下，人流量就多了起来。一路驶来，所有人目光都会不自觉地瞄向凌云墨的车。来到售票处，1号下车买票，检票员就站在一边等候。此刻检票员心中是震撼的，他来峨眉山工作了这么久，凌云墨驾驶的这辆车还是首次看到。他自认豪车见得多，可这辆车脑海中真的没有一点印象。王师傅，那是阿斯顿马丁 ONE77，售价4700万。这时王师傅身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激动地说道，他来峨眉山工作不久，今天则是被安排来了检票。4700万，你没唬我？王师傅双眼瞪得老大，满眼的难以置信。第150章，凌云墨想拍电影。没有，我哪敢骗您，这里面坐着的可是一位身价上万亿的人物。小伙子压低声音，小声在王师傅耳边说。你怎么知道的？直到现在，王师傅还是有点不相信。在网上都传疯了，还好我昨天记住了他的车牌号，没想到今天就遇见了。小伙子名叫杨涛，属于呆小妹的路转粉，关注呆小妹直播也就在几天前。可惜今天实在太忙，他没有机会看直播，不然一定会提前知道凌云墨他们会来峨眉山。真的？王师傅看杨涛激动的样子，开始有点相信了。不行，我要发个抖音。杨涛没有回答王师傅的话，自顾自拿出手机。要是在以前，他可能会顾及上班期间玩手机，但现在凌云墨的出现让他全然忘记。想了大概2秒，杨涛悄咪咪的将手机对着阿斯顿马丁。哎呀，这是谁的车？牛逼加闪电哦，全华夏只有5辆的豪车来我们峨眉山了。杨涛抄着一口的川普小声说着。15秒的时间很快过去，杨涛见拍摄结束，点击发布。凌云墨自然是看到了杨涛的小动作，不过也没在意。这种事情很常见嘛，经历的多了就免疫了。看了看还在呼呼大睡的呆小妹，凌云墨眉头又是皱了起来。主要是呆小妹在这2个小时里完全就没醒过，摸了一下她的小手，还是暖和的。与此同时，外面杨涛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这才过去几秒，10几条评论就出来了，点赞数量是越来越高。卧槽，这是林哥的车啊！哈哈哈，确实是牛逼加闪电。早就知道林哥来我们大峨眉山了，只是老女人躺尸了，根本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想到已经到了检票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涛拍摄的这条视频快速火了起来。等1号拿着门票出来的时候，点赞数就已经破10万。有了票，王师傅开门放行，阿斯顿马丁响起一阵音浪，向山顶而去。从检票口到山顶大约还有40-50分钟的车程。而此时呆小妹似乎是睡够了，从睡梦中清醒，又打了个哈欠，脸上依旧是一副疲态的样子。凌云墨见此，放缓车速，前方是一条直路，转头看了一下呆小妹。睡醒了，有感觉不舒服吗？呆小妹揉了一下太阳穴，没事老公，我们这是到哪了？已经到峨眉山地界了，离目的地还有40-50分钟的样子。凌云墨解释道。老公开这么久的车累了吧？等上去我好好给你捏捏。没事，不累。凌云墨笑着说了句。不嘛，就要给你捏捏。
呆小妹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一样，好似今天不给凌云墨捏捏身体就不罢休的样子。哈哈哈，好，好，捏吧。嘻嘻，得到应允，呆小妹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老公，我看一下直播间喽。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呆小妹拿起放在操控台上的手机，首先看了一下人气，1亿5千多万。呆小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要知道，他们这段时间都没有拿起过手机，这种情况就像是没有开直播一样。人气居然还有这么高，不管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怕都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成绩。看了人气，呆小妹又看向观看人数，100多万人。看到这个数据，呆小妹更为震撼，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啊！100多万人在凌云墨直播间等候。等呆小妹回过神后，立马看向弹幕，还是和之前一样，弹幕密密麻麻的，看不太清晰。老女人，你终于醒了啊！不枉我在直播间等了这么久。呆总，快让我看看林哥哥那英俊的容颜。之前进来的时候画面还没有动静，这次的运气真好。从弹幕上来看，呆小妹就知道凌云墨的直播间还没有达到人数的顶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在直播间等那么久。不过要是他们得知呆小妹已经醒了后，直播间的人数可能就会迎来一次暴涨。想到这里，呆小妹扬起手机，将镜头落在凌云墨身上，随后就看着直播间人数的变化。时间大约过去5分钟，果然和呆小妹想象的一样，人数从100多万直接突破200万。看到这里，呆小妹忍不住酸溜溜地说：老公，你的人气好高啊，镜头就这么对着你，都有200万个人愿意看，要不哪天你去拍个电影，到时候一定爆火。弹幕：卧槽，林哥拍电影，不敢想象啊！林哥要是出演电影，一定送上5星好评。呆总，这波干得漂亮啊！俗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凌云墨听到这番话，还真有点些异动。前世的时候，凌云墨就想过自己拍一部电影，只可惜他的时间被安排得非常紧凑，不是在赚钱，就是在赚钱的路上。其实有时候有钱人的想法也很简单，也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不然也不会有小马使用超能力，找来全华夏的功夫巨星和他一起拍一部电影。本来呆小妹都以为凌云墨会马上拒绝，但令他没有想到事情出现了，凌云墨竟然沉默了。呆小妹连忙把手放低一点，眼睛望向凌云墨那张帅脸。只见凌云墨嘴角含笑，连呆小妹都看出他眼中的期待。老公，你不会真想拍电影吧？呆小妹现在的吃惊比任何一次都要来得猛，包括看到直播间200万人的时候，在她的脑海里，凌云墨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仿佛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今天居然对他所说的拍电影表露出强大的兴趣来。大新闻啊，今天大新闻啊，有点想法。伴随着此话出口，不仅是呆小妹脸上写满了惊讶，此时的直播间也是炸开了锅。我尼玛，林哥还真想拍电影，炸了炸了，完全炸了！现在的有钱人都想拍电影吗？我记得小马前几年好像拍了一个功夫电影，叫什么来着？楼上的是攻守道。对对，就是这个名字。王大聪赠送主播10个火箭。王大聪，林哥，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导演。第151章，总统套房。老公，你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我可以做女主角不？震惊过后，戴小妹激动的小眼神就看向凌云墨。拍电影啊，以前她也有这个梦想。凌云墨微微一笑，现在也只是一个想法，等以后再说吧。他和呆小妹还处在热恋期，实在不想现在就接触拍戏的工作。拍戏要磨练演技，十分浪费时间，他可不愿和呆小妹分开多久。啊，这样啊。呆小妹不知道凌云墨现在的想法，脸上出现一抹失望。不仅他失望，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非常的失望。凌云墨拒绝了，看样子短时间是看不到他拍的电影了。阿斯顿马丁行驶在上峨眉山的道路上，转眼就过去40分钟。峨眉山无法将车开到山顶去，有一段路只能走路或者乘坐缆车。将车停在停车场中，此时周围已经有很多人了。先生，我去订酒店。1号等凌云墨2人从车上下来，便说道：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呆小妹下车深吸了一口空气，是那么的清新。老公，现在我们就上去吗？来到凌云墨边上，顺势抱住他的手臂。先去酒店里面看一下吧。凌云墨这样说着，抬头往四周看去，只见在停车场中的人眼神都有意无意地望向他这边，眼中都是浓浓的羡慕。摇摇头，凌云墨收回目光。每次的高调出行，他还真有点不习惯。前世的时候，凌云墨是非常低调的。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公，怎么了？呆小妹一直看着凌云墨，见脸上有变化，便问出口。没事。凌云墨笑着看向呆小妹，伸手在她头上摸了摸。呆小妹有些疑惑，但凌云墨没有说，她也就没有多问，眼神落在手机上。
嗨嗨，狗子们，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行驶，我们现在终于来到峨眉山上喽。说着，站在原地旋转一圈。然而就在此时，金鼎大酒店赠送主播10个火箭。金鼎大酒店，呆总马上出来迎接。呆小妹愣了一下，殊不知不远处的一个酒店中，浩浩荡荡出来5、6个人，为首的是一个约40岁左右的男人。呆妹，看什么呢？见呆小妹紧盯着手机屏幕，脸上出现疑惑的神情。凌云墨不禁好奇地问。听到凌云墨的问话，呆小妹抬起头，没有再想刚才的事。在直播间看到有不明白的弹幕，不是非常正常的事吗？没事，老公，我们待会住哪个酒店？峨眉山最漂亮的时间在早上，而现在时间也到1点钟了。早在上山来的路上，呆小妹就和凌云墨商量过住一晚，明天再回锦城的打算。呆小妹说完这话，就抬头往周边打量。只是当看到一个酒店的名字时，又使她想起刚才的弹幕，因为这家酒店就叫金鼎大酒店，是山上所能看到的最大酒店。往金鼎大酒店门口望去，就见有6个人正往他们这边走来。就在这6人往他们这边走的时候，87号敏锐地察觉到什么，悄悄来到凌云墨身后。先生，有人在接近您。随着87号来到身后，他的声音也是传了出来。凌云墨一愣，往周围扫了一眼，顿时就看到那6人的身影。以后出现这种事情，你就站在夫人身后。凌云墨开口了一句，这话一字不漏地传进呆小妹耳中。从那6人身上收回目光，看了一下凌云墨身后站着的87号。老公，为什么要站在我身后？呆小妹没有体验过被保镖保护是种什么体验，倒是不知道为什么凌云墨会安排87号站他身后。没事，87号是女人，站在我身后不合适，以后就站你身后。凌云墨笑着对呆小妹说。弹幕：哇塞，超级大暖男啊！林哥一直在避嫌呢，好几把宠老女人这货。嗨嗨，只有我有不同的见解吗？87号可能是个女保镖，是林哥专门找来保护老女人的。呆小妹不知道真实情况，那是好一阵的感动。老公，跟着你，好让人放心。说着，脑袋就往凌云墨肩膀上蹭了起来。好了，他们过来了。拍拍呆小妹挽在胳膊上的手背。呆小妹抬起头，脸上的神色也严肃了几分，真是装逼界一把好手。不多时，6个人就已经来到2人面前。林总，欢迎来峨眉山旅游。为首的一人上来就笑着套近乎。凌云墨对这种事情早已经司空见惯，见到那人伸出手，凌云墨也是笑着握了上去。客气了。握过手后，为首的那人转向呆小妹那边，不过他可不敢和呆小妹握手。现在谁不知道凌云墨是个宠妻狂魔，这要是不知死活的去和呆小妹握手，怕是会原地升天。呆总，你好，欢迎来峨眉山旅游。你好，不过你是？呆小妹问出了关键性的话。嗨，瞧我这脑子，看到你和林总太激动了，我是金鼎大酒店的总经理，叫陈鸿飞。今天听各大股东说峨眉山要来一位贵客，不料原来是林总和呆总，真的是有失远迎啊。弹幕：啧，林哥面子不小啊，走到哪里都是被奉为座上宾。开玩笑，不仅身价超万亿，拥有2张全球只发行10张的铂金银卡，又有全国限量5台的阿斯顿马丁，更是明艳的主人。要是你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会有同样的待遇。就是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可能达到林哥这种高度了。凌云墨听到这话笑着说，陈经理言重了，我和呆妹都是普通人。哈哈，林总这就谦虚了。2人正在这里谈论的时候，1号从金鼎大酒店中出来，他已经办理好了入住手续。见到凌云墨面前围着几个人，眉头皱了一下，快速往他那边走去。先生，入住手续已经办好。1号来到凌云墨边上，开口说道。凌云墨点了点头，随后看向陈鸿飞，陈经理，我们回聊。林先生，你们已经订好酒店了。本来陈鸿飞出来就是想和凌云墨拉拉关系，让他们住自己的酒店，但现在听1号的意思，好像已经订好酒店了。订好了。敢问林先生是订的哪个酒店？我们金鼎大酒店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套总统套房。陈鸿飞连忙说着，他上头之前可是下了死命令，要他一定要服务好凌云墨。以陈鸿飞的见识，可能只知道凌云墨非常有钱，但是一些背后的东西却难以看到。明艳是个无比危险的饭店，正常吃饭没什么，但要是惹到他，可是要人间蒸发的。先生，我就是订的金鼎大酒店，但只有普通房间。1号这时候靠近凌云墨，小声地对他说。凌云墨听后，眉头不禁一皱。普通房间，被无数人睡过的房间，他倒是不在意，只是呆小妹那里。你们的总统套房多少钱一晚？凌云墨不差钱，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算事。陈鸿飞一听就知道有戏。林总，我们大老板已经吩咐了，您来住我们酒店就是我们的荣幸，不谈钱。不行，
是多少就是多少。林云墨态度非常坚决，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林云墨都不太喜欢欠人情。要知道，呆小妹当初欠下的人情，直到现在林云墨都还没还呢。看到林云墨这表情，陈鸿飞有些难受了。林总，容我打个电话。得到林云墨同意，陈鸿飞走出一段距离，拨通一个电话。在电话中简单的讲述了一下目前的情况，陈鸿飞就快步回来。林总，总统套房5000块一晚，您看我们现在就进去吗？林云墨听后才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往金鼎大酒店中走去。走进酒店，1号在林云墨的授意下，去到前台重新交了5000块。好在有陈鸿飞在这里，不然前台小姐姐都不知道这5000块钱是怎么回事。最后，在陈鸿飞的陪同下，林云墨一行人上到顶楼，来到总统套房门前，陈鸿飞就自觉的离开。林云墨开门进去，里面的布置不说多好，但也不差。呆小妹进入里面，每个房间都去查看了一番，最后从主卧室中跑了出来。老公，主卧室阳台的风景好漂亮，快去看。说着话，呆小妹还不忘拉着林云墨往主卧室跑。两人来到主卧室的阳台上，这里居高临下，风景确实不错。当一阵微风吹过，丝丝寒意袭来，这里海拔3000多米，虽是大夏天，但还是比较冷。林云墨连忙伸手将呆小妹揽在怀中，嘻嘻，老公好暖和。呆小妹扬起小脑袋，脸上是一副幸福的微笑。待会给你找件外套，山顶应该会更冷。这次来峨眉山只是一时兴起，根本就没有多做准备，像什么衣服外套、墨镜太阳帽的都没有准备充分。可是我们上来的时候也没见有卖衣服的商场呀。峨眉山是旅游胜地，上面自然是没有这些东西卖的。第152章，不想吃，甚至有点想吐。山顶上虽然没有商场，但山顶上有人啊。陈鸿飞下楼后就一直关注着呆小妹的直播间，听到她说这上面没有商场，立刻开始打听起来，很快就找到一件崭新的外套。等看到呆小妹目光落在直播间上面时，连忙送出一个火箭和发送她找到一件外套的弹幕。总统套房内，老公，陈经理说给我找了一件外套。看到陈鸿飞的弹幕，呆小妹将手机拿到林云墨面前。她现在倒是不敢轻易答应一些事情，有些事可能她看起来非常小，但却是要林云墨来擦屁股。林云墨接过手机，看了一下弹幕后点点头，可以，以后再找机会还上人情吧。林云墨虽然不想欠人情，不过现在又没有其他选择，总不可能为了不欠人情，让呆小妹上去着凉吧。陈鸿飞听到手机中传出林云墨的话，高兴2个字几乎是写在了脸上。林总，我马上叫人把外套拿上来。陈鸿飞发了这么一条弹幕，林云墨就看着直播间，自然是看到了这条弹幕，想了一下，顺便带点饭菜上来吧。现在时间都过1点了，两人在高速路上又没吃过东西。看到了陈鸿飞的回复，林云墨这才将手机递到呆小妹面前。时间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期间两人在酒店没有出去过。此时呆小妹正为林云墨揉捏着脑袋，林云墨享受般的躺在床上，双眼闭合，看着他这般模样，呆小妹嘴角露出甜蜜的笑容。她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心甘情愿地帮一个男人按摩，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咚咚咚！然而就在此时，敲门声传了出来。林云墨本来是闭着双眼猛地睁开，看向门口，呆小妹也是同样看向那边，应该是送饭的来了。林云墨说了一句，从床上起来，缓步走到门边，打开卧室门，随即出了卧室。呆小妹一见，也是起身跟上林云墨。等呆小妹出去的时候，就见总统套房的门已经打开，入眼那是2个漂亮的小姐姐，一个人端着托盘，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套。2个漂亮的小姐姐看到林云墨那张帅气的脸颊，都看呆了。送进来吧。林云墨不仅帅气，说话声都十分好听。2个小姐姐听到这话都回过神来，脸不禁微微有些泛红，同时心中又有点紧张。刚才上来的时候，陈鸿飞可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惹总统套房里面的人生气，不然后果会很严重。怀着忐忑的心情，2个小姐姐走进总统套房里面。呆小妹在看到那2个小姐姐，心中倒是没有过多的担心。正如林云墨相信她一样，她也要放宽心，相信林云墨。先生，这是陈经理让我们带上来的衣服。进到房间后，其中一个小姐姐将手中的外套递到林云墨面前。替我谢谢陈经理。林云墨接过外套说道。等2个小姐姐出了总统套房，林云墨将手上的外套披在呆小妹身上。走吧，去吃饭了。帮呆小妹整理了一下衣服，笑着牵上呆小妹的小手往餐桌去。饭菜很香，虽不如明艳那般诱人，但在饿了的人闻起来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不然就不会有那句老话，饥饿是世间最好的调味料。林云墨闻着很香，可是在呆小妹闻起来不仅不香，甚至是有点想吐。呆小妹感到很惊讶，
不过他倒是没有提出来让凌云墨担心，可能是长时间坐车的缘故吧。心中想着，呆小妹任由凌云墨拉着往餐桌而去。坐上餐桌，凌云墨为她盛好饭，吃吧。看着餐桌上的汤汤水水，呆小妹就感到肚子里面一阵的翻腾。不过为了让凌云墨放心，强忍着不是扒了几口，随即就坐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不是看看凌云墨，就是拿起手机看看弹幕。就这样，午饭问题解决了。怎么才吃那点？收拾了一下碗筷，看到呆小妹碗中还有几口饭没吃完，凌云墨有些意外地问道：“要知道，在平时她的饭量可不止这点。嘻嘻，没老公做的好吃吗？”呆小妹拍着凌云墨马屁：“那我下去借酒店厨房给你重新做。”“哎呀，不用了，老公，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要去山顶呢。”虽然决定明天再回去，只是现在呆小妹已经忍不住想去看看山顶有没有传说中的佛光。可是，在面对起呆小妹的事情上，凌云墨也变得扭捏起来。“老公别可是了，我不饿的，跟着你每天大鱼大肉的，都快把我吃胖了。”呆小妹知道不把凌云墨安抚下来，想去山顶明显不可能。“真的不饿啊？”凌云墨狐疑的看了眼呆小妹。真的不饿了，我们现在就去山上。”说完，手上用力就要拉着凌云墨出门。最终，凌云墨还是拗不过呆小妹，出了总统套房。出门后，凌云墨就给1号发了个消息。等他们来到酒店大厅，1号和87号早已等候在此，而陈鸿飞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不知道在交谈什么。1号看到凌云墨下来，连忙走上前去：“先生，陈经理问我们需不需要导游。”凌云墨倒是无所谓，看向呆小妹。呆小妹一见凌云墨要自己拿主意，想了一下：“别了吧，已经够麻烦陈经理了，我们就自己随便看看。而且我有直播，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直播间。目前直播间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里面有些人可不比导游差，随便问他们点问题都能答得出来。”“好的，夫人，我这就去和陈经理说一声。”之后4人告别陈鸿飞，就往缆车走去。缆车收费不贵，不过即便是贵，凌云墨也不会在意。伴随着缆车的移动，峨眉山的风景展露在呆小妹眼中。只是呆小妹看过凌云墨的池塘，又有楼王周围风景的刺激，缆车上看到的风景倒是没有让呆小妹心境有太大的波动。缆车运行了大概5分钟，就已经到达目的地，而距离山顶的金顶还有一段需徒步的路程。第153章，怀孕？不会吧？老公，好累哦。才向上走了几分钟，呆小妹就已经累得有些气喘。这可不是装的，而是真正感觉到累。呆小妹感到非常意外，虽说她不怎么锻炼，但这点路程还远达不到让她累的地步。一定是长时间坐车的缘故，一定是。凌云墨无奈的摇摇头，蹲在地上：“上来吧。”呆小妹嘴角微微上翘，趴在凌云墨背上：“喂，看人家对老婆多好，你也要背我。”凌云墨刚刚直起腰，耳边就传来一个声音。呆小妹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那是一个身高只有1.5米左右，但体重大概有130的女人。不过这女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身上不管是穿的还是戴的都十分昂贵的样子。宝贝，我不是大力士。女人旁边是一个身材消瘦的男生，脸蛋虽不如凌云墨，但还说得过去。噗呲，呆小妹一看这神仙组合，顿时忍不住笑出声。不仅是她在笑，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强压笑容。“我不管，你就得背我，不然就分手。”男人恶狠狠地瞪了眼呆小妹他们这边，哪里秀恩爱不好，非得在自己面前秀。凌云墨自始至终都没有望向后面，自然没看到男人的目光，不然就凭他这护妻狂魔的性子，非得给这男人一点教训不可。花了大概10几分钟，凌云墨背着呆小妹上到金顶。这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几乎有80%人的目光会停留在他们身上。凌云墨自然是吸引了女人们的目光，而那些男人们则是被呆小妹的容颜迷了神魂。好在这种情况两人已经习惯，不然还真有点不适应。看着金顶的标志8面佛像，凌云墨放下呆小妹，只是不等两人喘口气，身旁就传出惊呼声：“林哥，呆总，你们总算上来了。”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声音传来的位置。与此同时，2个小青年快速向两人这边跑来。1号见此情形，和87号交换一下眼神，装作不经意地挪步到两人身旁，并且精神高度集中起来，以便应对突发状况。2个小青年来到凌云墨面前：“林哥你好，呆总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呢，看，正在看你们直播。”现在凌云墨吸粉的能力完全不弱于一些大明星，是有一定的死忠粉。显然身前的2个小青年就是。呆小妹看着2个小年轻手上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正是他直播间。“你们好呀。”呆小妹甜甜一笑。凌云墨没有说话，不过脸上倒是浮现出笑容，以示回应。“呆总，林哥，能要一张合照吗？”说完，2个小年轻满脸的期待。
然而就在此时，又一个声音传开：“啊，林哥，呆总！”乍一看还没认出来，原本今天来峨眉山的人就比较多，而且林云墨和呆小妹还帅的帅，漂亮的漂亮，这就更是引人注目。加上两人名气现在非常的大，经两个小年轻这么一叫喊，让那些觉得面熟的人瞬间想了起来。他们不就是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林云墨和呆小妹吗？嘿，哥们，他们是谁啊？明星吗？虽说林云墨和呆小妹现在的名气非常大，但也没有达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有不认识的也非常正常。他们啊，呆小妹，豆沙平台的一个主播。这时有解释的声音传出：“只是一个主播呀，看来名气挺大的。哥们，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呆小妹虽然只是一个主播，但人家老公，也就是旁边那个男人，身价已经超过万亿了。”听着周围开始在外绕他们议论，林云墨眉头稍稍一皱。他们上山只是想看这里的风景，可不是被人看的。走吧，呆妹，我们到处走走看。林云墨上手牵着呆小妹就往前方走去，全然不顾后面还在议论的众人。只是他们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10几个人，就像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林云墨对此也是非常的无奈，毕竟这里又不是他的地盘，腿长在人家身上，想去哪就去哪。就这样，才过去1个小时，林云墨就提议下山，明天早上再上来，相信到时候的人会少很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呆小妹也是开始有点反感被人围观的感觉了，听到林云墨的提议，直接点头答应。其实吧，他答应还有一个原因，马德又感觉困了，想回去睡觉。一般来说，去峨眉山，要不就是上山坐缆车，下山走路欣赏一路的风景，要不就是上山的时候欣赏风景，下山坐缆车。不过现在两人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下山的时候人扎堆更危险，还是坐缆车的比较好。时隔1个多小时，两人再次回到酒店，才刚刚躺上床，呆小妹只感觉一股睡意袭来。老公，帮我盖下被子，想睡觉了。现在的呆小妹是压根不想动哪怕一根手指，太尼玛困了。林云墨将大床左侧的被子掀开，呆小妹进屋就躺在右侧，那边的被子没有被压住，随即走到呆小妹身前，一个公主抱将她抱起。要是原来，呆小妹一定会顺手搂住林云墨脖子进行亲切的交流，但这次明显不一样，呆小妹全身软趴趴的，就像是没了骨头一样。这小妮子怎么回事？心中虽疑惑，不过林云墨还是把呆小妹抱到左侧已经掀开被子的床上，紧接着小心帮她盖好被子。看着呆小妹紧闭双眼的小脸，林云墨有些担心。半晌，俯身下去，在她那精致的额头上轻点一口，随后起身出了卧室。这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是一阵的无语，他们又 TM 被无视了，就被放在枕头边上。呆小妹是睡着了，而林云墨则是没注意到。弹幕：嘿，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女人这几天有点贪睡啊？正常，之前坐了3个小时的车，而且上峨眉山的路弯都比较急，可能是晕车了吧？狗屁啊！老女人开车的时候什么时候晕过？切，楼上的就老女人那车技，慢吞吞的，晕。而且城市的道路那么直，能和峨眉山的路相比吗？虽然这里已经没了主角，但是直播间的观众们还是在激烈的讨论。一方认为呆小妹嗜睡是因为晕车，另一方则是猜想可能有其他原因。就在两方争得不可开交时候，一条弹幕瞬间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安静下来。根据老夫的观察，老女人有点像是怀孕的先兆啊。弹幕安静了好一阵。卧槽，还 TM 真有点像啊！尼玛，老女人怀孕，大消息！不行，我得去微博说2句。同意，楼上的，我给你顶帖。就这样，在2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网络又一次因为他们掀起惊涛骇浪。林云墨出了卧室，来到客厅闲来无事，找到一本书细细观看起来。时间一晃到了晚上的7点钟。期间，林云墨无数次进到卧室，可惜床上的人儿始终没有醒来。看了一下时间，林云墨又一次进入卧室，见呆小妹还没有起来的迹象，随后就悄悄关上卧室门。但这次林云墨没有像之前一样走向沙发，而是出了总统套房，下了楼，径直往前台那边走去。你好。来到前台前，林云墨客气地打了声招呼。本来无精打采的2个前台小姐姐，在听到这非常具有磁性的声音，顿时打了个哆嗦，大脑瞬间回神。抬起头时，他们简直被林云墨那张帅的爆炸的脸迷住了。你好，请问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厨房吗？林云墨这次下楼的目的其实是因为饭菜，他可是记得呆小妹那小妮子现在只吃他做的饭，要是今晚的饭菜还不合他的胃口，林云墨可是会心疼的。只是林云墨在说完这话后，却不见2个漂亮小姐姐回应。好在陈鸿飞这个总经理刚好从酒店外进来，在看到林云墨的身影时，心中一喜，暗道又有机会和林云墨说说话了。
然而，当他目光扫到呆若木鸡的2个前台小姐姐时，心里一咯噔，还以为凌云墨下楼来是专门找麻烦的呢。其实这也不怪陈鸿飞，实在是前台小姐姐的表情太容易让人误会了。林总，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陈鸿飞快步走到前台，站在凌云墨边上，客气地问道。一见来人是陈鸿飞，凌云墨松了口气，要是在这里把时间耽搁久了，呆小妹醒来会非常着急。陈经理，可以用一下你们的厨房吗？凌云墨再次把之前的话重复一遍。听到这话，陈鸿飞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中午凌云墨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可是看着呆小妹的直播间。后来他还专门到后厨去责问过掌勺的厨子，并且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是今晚做的饭菜还不能让凌云墨他们满意，那就可以主动提出离职了。这可把今晚掌勺的厨子吓了一下午。要是知道凌云墨今晚会亲自来厨房做饭，怕是会长舒口气。哈哈，林总，这只是小事，我带您过去。第154章，呆小妹醒了。在陈鸿飞的带领下，凌云墨走进厨房种地。陈鸿飞把凌云墨带来了厨房，之后却没有离开。他需要在这里将凌云墨服务的满满当当。上面人说了，只要他把凌云墨照顾的周到，后面升官发财就不远。收拾了一下灶台，对于酒店的厨房，凌云墨还是有些陌生的。毕竟前世他不可能来后厨，而这一世他只用家用灶台做饭，酒店的后厨也就进过2次而已。第一次是在刚刚认识呆小妹的时候，然而那回只需要熬个粥，点燃火就行，但这次需要烧菜，搞得凌云墨一个头2个大。李师傅，你来帮林总操作一下。陈鸿飞眼力劲非常好，说话也非常巧妙，没有叫李师傅上手，也没有说教，只是说帮忙操作。李师傅不知道凌云墨是谁，不过看到陈鸿飞对他都毕恭毕敬的样子，心中既惊又疑惑。按理说，能和陈鸿飞认识的人，身份也应该也不会简单，这种人物怎么可能来后厨，甚至是想烧菜？不过这里还没有他问话的分，听话的帮凌云墨打下手。时间过去大概40分钟，凌云墨只是不熟悉酒店灶台的操作，炒菜还是没问题的。这期间就已经做好3菜1汤。哎呀，林总，虽然早就知道您每天都在为呆总做早餐，猜想厨艺一定不错，但现在看到比直播间中看到的还要好吃的样子。陈鸿飞不管3七21，一个劲的拍凌云墨马屁。凌云墨拿起灶台上一张崭新的毛巾擦了擦手，看向陈鸿飞，你幕后老板是谁？擦过手后，边将炒出来的菜放进餐盘中，边说道。陈鸿飞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林总，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说着就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张金色的卡片，显然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凌云墨说出这番话。升职加薪稳了呀。陈鸿飞虽然是酒店的总经理，但也只能管这里的1亩3分地。要是他后面的老板在得知凌云墨主动打听他的联系方式，怕是立刻就会将他调到油水足的地方。凌云墨将桌上的饭菜全部端到餐盘中，随即不在意的接过名片放进自己口袋中，自始至终没有看一眼。不过陈鸿飞不会在意，反正只要凌云墨接了就好。好了，我上去了。凌云墨淡淡的说了一句，就准备端着餐盘上楼。现在都快8点了，呆小妹和他在一起后还从来没有这么迟才吃晚饭。林总，您休息，我来。说着，陈鸿飞抢先他一步，端起餐盘。凌云墨也没有阻止，就这么出了后厨。一路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员工都无比吃惊，在他们心里，陈鸿飞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亲自端菜，好今儿不现实。然而这就是现实啊。陈鸿飞自然是注意到他手下员工的眼神变化，不过他倒是没有生气。要是他们知道凌云墨的名气以及财力后，怕是就不会这么想了。这就好比当众给一个人磕头，磕一个给10万，当磕第一个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嘲笑他，但是等磕到10个的时候，所有人都该笑不出来了。来到总统套房门口，凌云墨打开房门，随后接过陈鸿飞手上的餐盘。陈鸿飞也非常识趣，没有多叨扰凌云墨，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就往电梯口而去。咔！听到房门被关上的声音，陈鸿飞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马上就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手机里面响了2声，就传出一个浑厚的男声：“陈经理，什么事？”“老板，林总收了你的名片。”陈鸿飞简单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好，你做得非常好。不管林先生提出什么要求，要尽可能的满足他。”电话那头的人似乎非常高兴，大笑着对陈鸿飞说：“那老板，我的前程？”陈鸿飞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放心，少不了你的好处。等林先生走后，你就来总公司跟着我吧。”陈鸿飞心中一惊，从3星级酒店的总经理一下子成了老板身边的红人，草鸡变凤凰啊！凌云墨进入房间后，将饭菜放在餐桌上，随即就往卧室走去。刚刚开门，就见呆小妹在揉搓双眼。“醒了。”
凌云墨走到床边坐下，心道刚好合适。老公，亲亲。似乎是因为睡了一觉的缘故，呆小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凌云墨笑着在呆小妹红唇上点了一下。不嘛不嘛，还不够。呆小妹对这样的敷衍非常不满意，勾住凌云墨的脖子，不让他直起腰。凌云墨无奈的又在他嘴巴上点了一下。好了，快起来吃饭，我借酒店厨房做了你喜欢的菜。啊，老公，你亲自做的。呆小妹现在感觉非常的幸福，有这么一个宠妻的好老公，这辈子算是值了。快起来吧。笑着弯腰刮了一下呆小妹鼻尖。好，马上起床。呆小妹瞬间从床上起来，还好之前没有脱衣服，不然就糗大了。毕竟手机还在旁边开着直播呢。可能是呆小妹太过于感动，一时之间竟然忘了手机这事。就这样，直播间的观众们又一次被晾在一边。弹幕：靠，还想告诉老女人一个好消息呢，怎么就不看直播间呢？话说林哥是个狠人啊，居然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不接触网络。对，现在网络上已经刷爆了，全是老女人疑似怀孕的消息，只要打开网页就一定能看到。小垃圾们，你们以为林哥和我们一样，都喜欢玩手机？每次看见林哥不是拿着书在看。经过长达30年的沉淀，现在手机对凌云墨的吸引力几乎为零，要不是必须用到，他都不会拿出手机看一眼。出了卧室，呆小妹直奔餐桌而去。好香啊！不可否认，酒店大厨做的菜，不管是色香味，都要比凌云墨做的好很多。毕竟人家是吃专业饭的。但是呆小妹就喜欢吃自家老公做的饭。凌云墨做的已经不是饭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爱，一颗宠她呆小妹的心。第155章，70%的可能性怀孕。就这样，呆小妹心情愉悦的吃了一大碗米饭。说来也神奇，虽然凌云墨做的饭菜没有酒店大厨做的那么好吃，但是吃饭期间，呆小妹还真没有想吐的感觉。也不知道真的是爱情的力量，还是她已经饿极了。吃过饭后，呆小妹帮着凌云墨把餐桌收拾了一下。之后，凌云墨下楼去还餐盘，呆小妹就摸出手机翻看起来。手机刚一亮屏，她就发现了不正常。微信里面好多消息，怎么回事？有什么大瓜要吃吗？心念至此，呆小妹饶有兴致的点开微信。只是当她看到里面信息的时候，大脑瞬间宕机。豆沙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加了好友的都在恭喜她，而群里面也是99加的消息。呆小妹连忙点开周淑怡发来的信息：老女人，你速度够快的呀，这就怀孕了？说吧，什么时候的事？你是个猪啊，还在睡？快起来解释！老女人看到速回。微信的消息有4条，基本上是隔1个小时就发一条。怀孕？呆小妹现在是真的懵逼了。怀孕了？为什么她自己不知道？回过神后，连忙退出去点开其他消息。烧猪，呆总，恭喜恭喜！什么时候摆宴？一定携重礼而来。大马猴，戴总，恭喜恭喜！花了2分钟将所有的私信看完，呆小妹终于确定了一件事：之前说的大瓜就是她自己。咔！就在此时，房门被打开的声音传出。凌云墨进来就看到呆小妹双眼无神的坐在沙发上，这可把他紧张坏了，以为呆小妹出了什么事。呆妹，怎么了？凌云墨快步走到呆小妹身边，一脸的关心之色。呆小妹被凌云墨的喊声惊醒，一下扑到他的身上。老公，他们说我可能怀孕了，怎么办？对于呆小妹这种天生多动症患者，怀孕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怀孕后很多娱乐项目就要和她说拜拜，但现在呆小妹心中又有几分喜意，她能给凌云墨生小宝宝了，爱情的结晶啊！怀孕，就是连凌云墨的定力在听到这话都不禁变色，反应了好一阵。凌云墨深吸一口气，抱住呆小妹，让自己话语尽量柔和。你听谁说的？呆小妹将手机交给凌云墨，他们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凌云墨接过手机，仔细看了起来。不一会后，可能是你直播间传出来的消息，我手机呢？凌云墨观察力惊人，看完呆小妹的手机就说道：好像在卧室，我去拿出来。说着挣脱凌云墨的怀抱，跑向卧室。看着呆小妹的背影，凌云墨现在的心情无比复杂。毕竟要是呆小妹真的怀孕，他就要做爸爸了。初为人父，这种感觉既冒失又兴奋，是前世凌云墨所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呆小妹跑回卧室，拿起放在枕头边上的手机。直播间的观众们见到呆小妹，瞬间就爆发了，说她怀孕的弹幕是数不胜数。喂，你们停一下，那个混蛋说我怀孕了，我 TM 都不知道的事就被你们这样捅出去了。呆小妹生气吗？那是肯定的呀，怀孕这么大的事，她竟然不是第一个发现的，而且这事都还没有确认就被宣扬了出去。万一要是没有怀孕，
这么多人都恭喜她了，最后说明没有怀孕，这不得丢脸丢到家去。弹幕：啧啧，老女人又回来了，张口就来啊！这才是我认识的老女人吗？继续保持。戴总，第一个说你怀孕的老小子已经不知道溜哪里去了。见到这些弹幕，戴小妹知道自己又失态了，连忙深呼吸几口气，平复自己的心情。十几秒后，戴小妹恢复过来，不过却没有再看弹幕，否则又得破防。拿着手机走出卧室，出门就见到仰头靠在沙发上的凌云墨，脸上时而出现笑容，时而眉头又微微皱起，可见凌云墨心中并不平静。戴小妹还是首次看到凌云墨这般模样，不过她现在何尝平静呢？心情和凌云墨是一模一样。老公，我问明白了，我怀孕的消息就是从直播间中传播出去的。戴小妹拿着手机来到凌云墨旁边坐下，顺手抱住他的手臂，小脑袋在臂膀上蹭了又蹭。凌云墨回过神，低头抚摸着戴小妹的脑袋。戴妹，你除了嗜睡外，还有其他表现吗？虽然前世凌云墨没有娶妻生子，但也知道女人怀孕期间除了嗜睡外，还要伴随呕吐。现在戴小妹只有嗜睡这一种特征，并不能确认是否怀孕。嘿嘿，老公，知道中午为什么没有吃多少吗？就是因为想吐，要不是老公就在旁边看着，都要吐出来了。戴小妹吐了一下小香舌，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凌云墨听后怜爱地刮了一下戴小妹鼻头，随即，贾维斯先生，随时为您服务。贾维斯的声音从正在直播的手机中传出，分析一下呆妹是否怀孕。凌云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贾维斯作为网络界的神，必定能分析出一点东西来。先生，女士有70%的可能已经怀孕。贾维斯的声音回荡开，不仅是凌云墨能听到，呆小妹和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听得清楚。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可以明显看到凌云墨脸上出现高兴的神色。先生，女士经期已经推迟3天，而且您和女士第一次的时候正处危险期。贾维斯不愧是顶级的人工智能，知道什么能被外人听到，什么不能被外人听到。他说出的这些话，只有当事人凌云墨和呆小妹听得见。至于直播间的观众们，那是连一个音都听不到。不过现在他们倒是没有在这事上闹腾，既然贾维斯都说有70%的可能性，那不就稳了吗？呆小妹真的怀孕了呀！凌云墨仔细听完贾维斯的话，眼中异彩连连。媳妇，我们现在就回家吗？凌云墨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开口就要连夜赶路回家。媳妇，呆小妹原本脸色是无比羞红的，毕竟私密之事就这样被贾维斯曝光出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她脸皮还没有这么厚。不过在听到凌云墨对她的称呼后，脸上的羞红瞬间褪去。媳妇，这还是凌云墨第一次这么亲切的叫她，就很意外，就很爽。你以后就是我凌云墨的小媳妇了。说罢，凌云墨笑着伸手将呆小妹揽入怀中。呆小妹白了他一眼，半个多月前就是你小媳妇了好不好？凌云墨笑而不语，手上的力气不知不觉加大了几分，好似想将怀中的人儿融入自己身体一样。哎呀，老公，你太用力了，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气喘，有点少儿不宜啊。弹幕：这什么虎狼之词？完了，我脏了。经呆小妹这么一提醒，凌云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力气，连忙将手上的力卸去。好了吗？说着话，还一脸关切地看向呆小妹。没事的，老公。呆小妹伸手在凌云墨那张帅脸上揉了揉。几秒之后，等呆小妹把手放开，凌云墨这才又问：媳妇，我们今晚就连夜回去吧，我叫人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虽然贾维斯推测有70%的可能性怀孕，但没有经过医生的检查，凌云墨还是有点不放心。不了吧，老公，天黑危险，而且人家还没有看到峨眉山的日出呢，回去可能就要1年后才能来这种地方游玩。老公，趁现在才20几天，我们明天再回去好不好？呆小妹越说越慌，在她的想象中，怀孕是只能躺在床上，哪里都去不得，这还不得把她闷死在家。凌云墨看着呆小妹，眉头微皱。老公，怎么了？你生气了吗？见凌云墨不说话，而且眉头越皱越深，呆小妹心脏砰砰乱跳。没，我怎么可能对你生气？凌云墨眉头舒展开，脸上露出一个笑容，伸手轻轻捏住呆小妹挺翘的小鼻子。臭老公！呆小妹心中松了口气，笑容又浮现在脸上。凌云墨松开手，拿起呆小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贾维斯，天命成员谁离峨眉山最近？凌云墨没有问贾维斯知不知道天命是什么，他知道贾维斯作为网络之神，只要人还在使用网络，就逃不出他的监控。凌云墨才刚刚问出这话，直播间潜藏的大佬们心底一颤。天命这个组织是只听其名，却不见其人，就连一些万亿身家的超级大佬，也不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他们。而且就算是见到了，
也要对他们客客气气。别看天命组织只有医术傍身，但他们接触的超级势力数不胜数，像政界大佬、军中大佬、商贾、国外军阀势力都和天命有关系。拥有这些背景，没有哪怕一个人敢轻易得罪天命组织。先生，天罪目前在锦城。第156章，即将宠上天。好，调出他的电话。当初得到天命组织的时候，林云墨首先想的是自己记录天命108个手机号，不过后来直接让贾维斯存储了。是的，先生。贾维斯的声音刚刚传出，呆小妹的手机就已经拨通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响了2声，里面就传出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你好，你是？”此刻锦城一间高档别墅内，一个大约50多岁的男人拿着手机，面带疑惑。他这个手机号除一人外，外人根本不知道。可是今天却是打进来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是我。林云墨淡淡的声音从电话中传出。代号天罪的男人一愣，他已经听出声音的主人是谁。先生，您换手机了？没有，这是我媳妇的手机。你今晚来峨眉山一趟吧，我叫人来接你。林云墨之所以今晚就想回家，最主要的便是确定呆小妹是否怀孕。既然呆小妹还不想回去，那就直接从锦城叫医生过来。直播间的大佬们在听到林云墨这么和天命成员说话，舌头都差点咬掉了。胆子大？不，这是对自己有十足的底气，才敢这么和天命成员说话。也就是说，林云墨的背景已经超过了天命组织，所暴露出来势力真的是越来越可怕了。绝对不能惹到这位主，绝对不能。这是大佬们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好的，先生。系统出品，就算天罪目前在国外，只要林云墨有吩咐，也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见他。林云墨嗯了一声，随即挂断电话。贾维斯，联系1号。电话刚刚被挂断，林云墨又下达一条命令，想要把天罪接到这里来，还需要1号和陈鸿飞的帮忙。是的，先生。话落，又一个电话拨打出去。喂，1号，叫在锦城的兄弟买一辆车，去接一个人来这里。林云墨别墅中只有一辆阿斯顿马丁，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出行的车辆。现在需要用，只能去买了。是，先生。1号听出是林云墨的声音，没有问什么事，一口答应下来。好，地址我待会发给你。说罢，林云墨挂断电话。贾维斯，把天罪的地址发给1号。不等贾维斯回话，林云墨接着又道：联系陈鸿飞。呆小妹的手机上又显示出拨号界面，电话才响起1声就被那头的人接起。林总，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您的吗？陈鸿飞一直关注着直播间，知道电话是林云墨打来的。我的人待会可能要来山顶一趟，上山会不会受到阻拦？一般来说，景区晚上都不会让车辆上来。林云墨不知道峨眉山会不会也这样，索性就打电话问一下陈鸿飞。林总放心，您的人来一定不会阻拦。陈鸿飞属于这一带的地头蛇，放人上山还不是简单的事。好，那就多谢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此话出口，那些隐藏在直播间的大佬们一阵的无语，他们费心费力也没有让林云墨欠一个人情，实在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人物，都让林云墨欠下人情了。林总客气了，这是我该做的。陈鸿飞强压心中的激动，说：那就挂了。挂断电话，林云墨将手机重新放在茶几上。哇塞，老公，你刚刚的样子好霸气，你真的是普通人吗？我怎么感觉像是霸道总裁？林云墨刚才的样子帅吗？那是肯定的呀。那一系列的行动简直是迷得呆小妹神魂颠倒，就是一个运气好点的普通人而已。伸手盖在呆小妹小脑袋上，林云墨笑呵呵说：嘻嘻。呆小妹冲着他嘻嘻一笑，随即就往怀里钻去。看见呆小妹这么暴力，可把林云墨吓了一跳。媳妇，小心点，慢慢来。弹幕，哈哈，第一次看到林哥慌了。超级大佬又怎样，还不是有怕的时候，哈哈，狗头保命。林哥呀，老女人才怀几天，这点小动作没问题的。知道了，老公。呆小妹不以为然，还是一个劲的往林云墨怀中钻去。林云墨来到这个世界30年，还是第一次有害怕的情绪。半晌，老公，你说的那个天命还有天罪是什么？顺利进入林云墨怀中，戴小妹只觉全身都暖洋洋的，随口就问出一句话：天命啊，是一个医生组建的组织，天罪是一个人的代号。林云墨对这些事情倒是没有瞒住呆小妹的意思，解释说道：医生啊，是为了我能看到日出，今晚专门叫天罪过来的。呆小妹扬起脑袋看向林云墨。林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这可把呆小妹感动坏了。什么叫宠妻？这就叫宠妻呀！只要他喜欢的事，林云墨都能尽一切可能满足。弹幕，好羡慕，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像林哥这样的人呢？老女人，
原本林哥就十分宠你，要是医生来检查出你真的怀孕，我的天，怕是你要天上的星星，林哥都能给你摘下来。戴小妹刚刚低下头，就扫到这些弹幕，心中是无比自豪。这样的男人，天下能有几个？她戴小妹就有一个呀。时间一晃过去1个小时，咚咚咚，戴小妹迷迷糊糊间听到敲门的声音，随即就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老公，是天罪到了吗？现在戴小妹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压根不清楚才过去1个小时。应该不是，不会来这么快，我去看看。林云墨有些疑惑，根本没有往天罪已经来了的方面去想。要知道，他们来峨眉山都花了将近3个小时，天罪就算是快马加鞭，2个小时需要吧？老公，我陪你去。可能是白天已经睡够了的缘故，现在清醒后就没了睡意。两人走到门边，开门的瞬间，林云墨一愣，只见门口站着2人，一个是1号，还有一个是个陌生的面孔。先生，进来可好？陌生男人一出声，林云墨就听了出来，正是天罪。我时间慢了，你怎么来这么快啊？之前听先生语气有点急，联系了一个军方的朋友，坐直升机过来的。第157章，证实怀孕。弹幕：卧槽，林哥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坐军用直升机过来的。林哥，我给你跪了。马德，林哥的背景真是越来越恐怖了，居然连军方都有关系。对于天罪使用军方的直升机，直播间的大佬们倒是没有多少震惊，他们是知道天命组织恐怖的，但是那些普通人心中就无比震撼了，军用和民用还是划分得相当清楚。林云墨对此点了一下头，他前世也是知道天命组织的强大，联系个军用直升机一点都不稀奇。不过站在身旁的呆小妹双眼瞪得老大，她之前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普通人，别说军用直升机了，就是普通的直升机都没听身边人坐过。呆小妹这边还处于震惊当中，林云墨的话语就传了出来：进来坐吧，待会得麻烦你一个事情。虽然天命组织已经在林云墨的掌控之中，但他也没有用命令的口吻对天罪说话。好，天罪点点头。林云墨转身见呆小妹没有任何动作，刚想伸手敲一下她的脑瓜，不过想到呆小妹现在怀着她的孩子，栗子便长在她的头上揉了揉。小呆瓜，在想什么呢？呆小妹被林云墨叫醒，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转身就和他一起走进客厅，身后则是跟着天罪和1号。先生，这位是夫人。天罪不认识呆小妹，显然也是一个不太喜欢网络的主。林云墨笑着回应一声，这次叫你来这里，主要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媳妇有没有怀孕。天罪一听有些意外，连忙将目光看向呆小妹的脸色。中医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半晌，天罪收回目光，弯腰拿起放在地上的挎包。怎么样，看出什么没有？对于呆小妹是否怀孕，林云墨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弹幕：林哥呀，越来越不像你的性格了。老女人要是真的怀孕了，那我就更没机会喽。天罪边在挎包中翻找，一边说道：夫人的脸色确实是怀孕的先兆，不过还是要把一下脉才知道。说完这话的时候，天罪已经从挎包中拿出一个护垫，紧接着放在茶几上。夫人，手放在上面，我给你把脉。听到天罪的声音，呆小妹下意识看向林云墨。林云墨笑着牵起她的小手，放在茶几上的护垫上。对面的天罪伸出手，落在呆小妹的手腕之上。呆小妹是一动不动，林云墨双眼紧盯着天罪。随着时间的流逝，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一时之间，客厅中几乎落针可闻，没有一人在这个时候发出声响。1分钟后，天罪收回手，哈哈，恭喜先生，是喜脉。天罪满脸的笑容，抱拳恭喜。林云墨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喜出望外。哈哈哈，我要做爸爸了。林云墨从未有今天这么高兴，即便是前世身价达到万亿的时候，也都没有今天这般高兴。呆小妹收回小手，见林云墨这么高兴，她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我要做妈妈了。要是个普通男人，或许呆小妹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会非常紧张，毕竟普通男人是无法带给她安全感的。但是林云墨不同，安全感倍棒。总统套房内充斥着欢声笑语，直播间此刻也闹得厉害。王大聪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程少杰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格林集团赠送主播1000个火箭。王大聪姐，恭喜，什么时候回魔都？我来看你们。陈少杰，恭喜戴总、林总喜得林子。之前传出呆小妹怀孕的消息，大家都没有确认，所以大佬们都没有冒头。现在得知呆小妹真的怀孕，那些潜藏在直播间的大佬们纷纷出来道喜。什么叫面子？这 TM 就叫面子啊！林云墨都没有宣传，全世界的大佬都知道他得林子的消息。好一阵后，林云墨兴奋的心才稳定下来，看向天罪，是男孩还是女孩？
先生，才半个月，我确定不了，要不叫天魁来帮夫人看看。天命组织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就拿天罪来说，医术水平只占天命组织的中上。至于天罪口中说的天魁，那可是天命组织的灵魂人物，一手医术可以说是医死人肉白骨。好，等我回锦城，会把他叫来的。凌云墨已经打定主意，待小妹怀孕期间，一定要安排一个神医跟随，并且是寸步不离的跟随。要是他这个想法被那些身家万亿的大佬们知道，一定会感叹凌云墨的霸道。平时他们是一个天命组织的神医都看不到，凌云墨却打算让一个神医跟着他们1年之久。在天魁没来之前，你就先跟着我们吧。为了以防万一，凌云墨没有让天罪离开。是的，先生。天罪对此没有任何异议。1号，去帮天罪再开一间房。是。1号点点头，回道：好了，你们都去休息吧。等两人离开总统套房内，凌云墨看向呆小妹，又一次大笑起来。媳妇，你听到了吗？你真的怀孕了，我要做爸爸了。说着就伸手抱住呆小妹。呆小妹能明显感觉到凌云墨剧烈跳动的心脏。老公，我也要做妈妈了。比起凌云墨，呆小妹倒是显得平静很多。毕竟呆小妹没有遗憾。前世的时候，凌云墨一门心思都在事业上，寿终正寝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后继无人。这一世能弥补这个遗憾，外人根本不能体会凌云墨现在的感受。我今生会好好保护你们母子俩，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凌云墨头扎在呆小妹头发中，闭眼尽情地吮吸着发丝上残留的香味。老公，我相信你。呆小妹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两人就这么站了有2-3分钟。要是以往呆小妹可能就会喊累了，但今天却是没有一点感觉。老公，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抱着凌云墨坚实的腰杆，呆小妹问。凌云墨睁开双眼，抓着呆小妹肩膀推到面前，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不嘛，你要说一个最喜欢的。呆小妹不依，撒起娇来。凌云墨笑着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最喜欢的话，女孩吧，一定和你一样漂亮。这变相的赞美呆小妹，使得她心情非常高兴。嘻嘻，那是当然。呆小妹口中说着，心里却记住了这句话。女孩吗？孩子啊，你可要给老娘争口气哦。想着，头缓缓抵下，落在并没有变化的肚子上面。呆小妹的这个动作却把凌云墨逗得心痒难耐。媳妇，让我听听。说着就蹲下身贴在呆小妹肚子上。弹幕：原来林哥也是普通人啊，和我当初一模一样。林哥，你掉价了呀？楼上的一看你就是个单身狗，只要当过爸爸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呆小妹捂嘴轻笑，随即放下手抱住凌云墨的头。老公，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也知道才这么短的时间，哪里会有什么动静。凌云墨可不管这些，贴在呆小妹的肚子上听着。时间就这样过去几分钟。凌云墨刚刚站起来，呆小妹就笑着问道：怎么样，老公，有听到你小棉袄的声音吗？凌云墨无比认真地摇摇头：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看着凌云墨认真的模样，呆小妹有些无语。怎么就当真了呢？老公，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去洗洗睡了吧。第一次，呆小妹有种在照顾凌云墨的感觉。好。时间一晃，第二天早上4点半，凌云墨从睡梦中清醒。叮，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客厅进行签到。首先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地点，客厅吗？下意识往卧室门那边看了眼，随即收回目光，紧接着落在呆小妹那张精致的小脸上，看着看着就不觉又想起自己马上要做父亲的事，嘴角微微上翘。好一阵后，凌云墨回神：媳妇，醒醒！抓住呆小妹的肩膀，小心翼翼地摇晃起来。他们之所以昨晚没有回去，为的就是今早的日出。要是错过了，呆小妹可能会遗憾好久。老公。在凌云墨的不断摇晃下，呆小妹睁开朦胧的双眼。起来了，再过1个小时，太阳就会出来了。笑着伸手在呆小妹脸上揉了揉。老公抱抱。日出还是呆小妹想见的，听到凌云墨的话后，她就不打算再躺下床，伸出手，意思非常明确，要凌云墨抱起来。笑着在呆小妹那挺翘的鼻子上捏了一下，伸手搂住她的细腰，随后手上用力一下把她抱在怀中。只是两人昨晚虽然没做什么，但衣服嘛，而男人早上起来那啥就非常的尴尬。呆小妹本来还迷糊的大脑好似感觉到什么，瞬间清醒过来，紧接着低下头。老公，你很难受。他们昨晚睡觉前就查过了，前3个月和后3个月是不能那啥的。第158章，第二天的日出。所以昨晚两人睡觉非常安分。呆小妹仰起头就看到凌云墨那疑惑的神情，知道她这老公在这方面依旧是个白痴，毕竟这个可不兴叫的，不知道也正常。什么难受？
哎呀，就是那个嘛。早上4点50，两人穿好衣服出了卧室。只是呆小妹现在满脸羞红，不知道有没有解释那个是哪个。凌云墨看了眼窗外，天边隐有一道金丝边，这是太阳就要出来的先兆。回来了再做饭给你吃吧。牵住呆小妹的小手，凌云墨说：好。呆小妹点了一下头，知道现在吃饭是根本不现实，即便是能吃到，也不是凌云墨亲自做的。两人就这样出了总统套房。当来到酒店的大厅，1号、87号和天醉已经等在这里。让凌云墨意外的是，陈鸿飞今天也起得挺早，和1号一样站在大厅中。看到凌云墨的瞬间，4人抬腿就往他这边走来。林总，缆车这么早还没有运行，我带您上去吧。陈鸿飞不愧是地头蛇，要是没有他，或许等到他们到了缆车的位置，才会发现没有开门。好，那就多谢了。凌云墨不得不感叹，有时候名气大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哪里，林总客气了。就这样，6人来到坐缆车的地方，只见这里已经等了6、7个人的样子。凌云墨6人就在那几个人的目光中上了缆车，随后往山上而去。气的那几人是找到缆车的工作人员理论起来，不过这些凌云墨是听不到了。2、3分钟后，6人都下了缆车，见呆小妹就要往前面走去，凌云墨一把拉住她：老公，怎么了？呆小妹疑惑地转过头：我背你。平时呆小妹不说累，凌云墨是不会主动提出背她的话，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呆小妹可是孕妇，由不得凌云墨不小心。要知道，呆小妹一直都是毛毛躁躁的性子，要是摔上一跤，可是要把凌云墨吓个半死。老公，我现在不累，而且现在的路非常好走，没事的。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这把她保护的也太过分了吧。不行，天还比较黑，我不放心。凌云墨用无比温柔的话拒绝。他现在不仅是担心呆小妹肚子里的孩子，即便是呆小妹没有怀孕，凌云墨也不会同意她在这么黑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嘻嘻，老公，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感受到话语中关心，呆小妹就没有反驳凌云墨的意思，绕到他的身后张开双臂。凌云墨很满意，蹲下身。旁边几人看到这一幕，嘴角都露出笑容。当时间过去半个小时，6人已经成功上到金顶之上。此刻天空已经放亮，不再是雾蒙蒙的。凌云墨放心地放下呆小妹：媳妇，别乱跑，牵着我。凌云墨现在的说话口吻和方式，活脱脱就像是在照顾小朋友。不过呆小妹对此倒是有点享受。男人愿意把老婆当小朋友宠，说明这男人是无比疼爱老婆的。好，一定不会松开老公手的。呆小妹笑嘻嘻地回应一句，小手微微用力。陈经理，我们到哪里去看日出？身为地头蛇的陈鸿飞一定比他们这些外地人清楚。林总，要上去，我带您去看吧。陈鸿飞不怕凌云墨麻烦自己，就怕凌云墨觉得他麻烦，给他带路，陈鸿飞非常乐意。请。凌云墨伸出手示意他走前面。上到八面佛面前，可能是今天没有阳光落在上面的缘故，并没有昨天下午来看到时那么好看。不过今天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日出，倒是没有在意。对了，老公，我直播还没开呢。呆小妹今天可是起了一个大早，这么好的炫耀机会，要是错过了，下次又不知道需要什么时候。凌云墨笑着摇摇头，这小妮子什么事都不忘直播，用我的手机还是你的。不过呆小妹跟着她，身边又没有什么朋友，能直播打发时间还是好事。毕竟不是人人都像她一样，有一颗能忍受孤独的心。用我的吧，我已经记住你的超级直播号了哟。呆小妹双眼弯成一道月牙。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对呆小妹使用那个超级直播号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不过是一个虚拟号，要是凌云墨愿意，1位数的直播号都能搞出来。贾维斯号称网络之神，可不是白叫的。见凌云墨点头，呆小妹摸出手机，紧接着点开豆沙 App， 想了一下，找到自己以前直播的那个直播间，点进去一看，这个直播间已经恢复以往的模样了，人气为0，也没有人在里面等候。不知道我的新号有多少人气。想着，呆小妹登录66号的直播号，见到登录成功的提示，呆小妹没有第一时间开始直播，而是看了一下新直播间的人气。5点20，人气2000万，人数10万人。这个数据简直是惊到呆小妹了，要是白天有这么多人气和人数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可是5点20啊，都不睡懒觉的吗？铁粉啊，超级铁粉。心中这样想着，呆小妹编辑出一条弹幕：狗子们，今天起了个早，马上直播了。随着这条弹幕出现在直播间中，原本犹如一潭死水的弹幕疯狂了起来。呆总，今天起这么早，林哥他愿意吗？楼上的，这你就不懂林哥了吧？只要老女人发话，在不违背林哥意愿的前提下，都会答应这货的。老女人，昨晚睡觉有没有吐？
由于昨天呆小妹说过今天会早起看日出，所以直播间的人倒是没有问她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对于这些弹幕，呆小妹就没有一一发弹幕去解释了，随手点击开始直播的选项。媳妇，小心台阶。刚刚开直播，凌云墨的话就落进里面。呆小妹往脚下看了一眼，好的，谢谢老公，给你个亲亲。走上台阶，趁凌云墨还在台阶下的时候，吻在凌云墨脸颊上。弹幕：卧槽，我这到底造的什么孽啊！刚来就吃了一口的狗粮。老女人说：“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们的？戴总可不行这样啊！”第159章，签到私人飞机。亲吻结束，呆小妹就被凌云墨牵着走上台阶。等到了平路，这才有机会把视线放在直播间上面。好了，狗子们，今天带你们看看峨眉山的日出。接下来可能1年内都不会来这种地方了。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无奈。怀孕期间，这种危险且需要爬山的景区，凌云墨是肯定不会再带她来了。凌云墨听出呆小妹话语中的失落，伸手揽住她的细腰。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带你们去周游全世界。在凌云墨的安慰下，呆小妹的神色终于是恢复正常。我要去南极，我要去看极光。嘟着嘴，呆小妹抱住她的手臂。凌云墨哑然失笑，好，你说去啊，我们就去啊。跟着陈鸿飞来到观景台之后，又等了20几分钟的样子。天边的金丝边越来越清晰，呆小妹就这么抱着凌云墨，看着朝阳缓缓升起。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点半，凌云墨等人此刻已经又回到酒店中，毕竟他们还没吃饭呢。凌云墨这一帮男人倒是没什么，可呆小妹是个孕妇啊，是万万不能饿着的。此时酒店的后厨不仅陈鸿飞在这里，天醉也被凌云墨叫了进来。天醉，怀孕的人要吃什么？之所以把天醉叫进来，为的便是询问他该做什么给呆小妹吃。这怀孕的人吃的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先生，可以做一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鸡蛋、大虾，搭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比如西红柿、胡萝卜、动物肝脏等。天醉一口气说出一系列的食物。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开始在酒店的后厨中寻找这些食材。其实凌云墨倒是没有怎么寻找，陈鸿飞就在旁边，直接就带他到了储存这些食物的地方。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烹饪，凌云墨总算将呆小妹的营养早餐制作完成。等回到总统套房的时候，呆小妹已经半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凌云墨将餐盘中的饭菜端到餐桌上，随即又回到客厅。媳妇，媳妇！凌云墨本不想打扰呆小妹睡觉，可是饭菜要是凉了，吃起来就不那么好吃。呆小妹迷迷糊糊睁开双眼。老公，看清是凌云墨，呆小妹直接上手勾住他的脖子。吃饭了。凌云墨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嘴巴贴在耳朵边上柔声说道。声音好似从鼻腔中发出的一样，要不是凌云墨靠得近，怕是都听不见。无奈，凌云墨只好一个公主抱抱起呆小妹，随即往餐桌走去。呆小妹就这么勾着凌云墨的脖子，眼睛又是闭合，显然是还没有睡够。至于直播的手机，已经不知道滚在哪里去了。反正这回直播间的画面是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凌云墨用脚挪出一张凳子，自己坐了上去，而呆小妹就这么被他抱在怀中，活脱脱是在照顾小朋友啊。媳妇，吃饭了。听到凌云墨的话，呆小妹又一次睁了一下眼睛，看到餐盘中的内脏炖汤，只觉胃里一阵的翻腾。老公，不想吃，想吐。好在今天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是感觉胃子不舒服而已，倒是吐不出来东西。乖，饿着怎么可以，我喂你吃。凌云墨柔声安慰着，拿到筷子夹起一个已经剥出来的虾仁。来，乖。见虾仁都到嘴边了，呆小妹强忍呕吐的感觉，张嘴把虾仁吃下。看着呆小妹把虾仁咽下肚子，凌云墨对此非常满意。怎样，好吃吗？说话间已经将筷子伸向一块胡萝卜。老公的味道。呆小妹一吃就知道这些菜是凌云墨做出来的。来，再吃一口。呆小妹再次张嘴。就这样，在凌云墨的喂食下过去半个小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动物内脏做出的菜，呆小妹喝了一口就坚决不喝了。她从来没有吃过动物内脏，并不能接受那种味道。要不是看在是凌云墨亲自炖的话，怕是一口都不愿意喝。待小妹吃饱后，凌云墨重新把她抱到沙发上，随后又返回餐厅。她刚才可是一口饭都没有吃。经过这半个小时的折磨，呆小妹也没了睡意。看到凌云墨又返回餐桌上，这才想起刚才凌云墨只顾喂她了，连忙向餐厅而去。凌云墨正在扒拉着饭，见呆小妹进来，有些疑惑：媳妇还没吃饱吗？不是啦，老公你辛苦了，我给你捏捏。呆小妹边说边走到凌云墨身后，随即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开始给他揉捏起来。凌云墨有些感动，一个人的付出不叫爱，只有2个人都在为对方考虑，那才叫爱情。
好了，别累着了，去沙发上玩吧。凌云墨感动之余，又十分担心戴小妹会累着，怀孕就是要休息。不累的，老公，你快吃吧。戴小妹甜甜一笑，嫩葱般的小手依旧没有放开凌云墨的肩膀。凌云墨无奈地放下碗筷，抓住戴小妹的小手，来，坐我旁边，站着累。牵着戴小妹到旁边坐下，凌云墨这才又开始吃饭。戴小妹这次倒是没有再坚持，坐在凌云墨旁边，双手撑着下巴，闪亮的目光看着他。凌云墨吃饭的速度很快，大概只过去了5、6分钟。老公，吃饱了吗？戴小妹依旧是保持着刚才的动作。饱了。放下碗筷的凌云墨伸手摸了摸呆萌的戴小妹。戴小妹点了一下头，直腰起身。就在凌云墨疑惑的时候，只见戴小妹开始收拾起餐桌上的空碗，全部端到餐盘上面。凌云墨对戴小妹的态度是越来越满意，再这么下去，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指日可待。嘴角浮现出笑容，和戴小妹一起收拾起桌上的空碗。等将全部的空碗都放在餐盘上，两人就来到客厅中。这时的戴小妹才想起手机的事。咦，老公，有看到我的手机吗？直播间现在虽然没有画面，但声音却是能听到。戴小妹这话让直播间就闹腾了起来，纷纷发弹幕说马上就要重见天日了。我找一下。凌云墨抱戴小妹起来的时候就没看见过手机，他现在也不知道手机在什么地方。凌云墨走到刚才戴小妹睡觉的地方，经过一阵的翻找，终于在沙发的夹层中找到了还在直播的手机。媳妇，给。拿起手机交给一旁站着的戴小妹。谢谢老公。戴小妹脸上露出个小酒窝。弹幕：老女人，你睡觉就睡觉吧，干嘛把我扔了？好气，没有看到老女人吃饭想吐的样子。对啊，那画面一定非常有趣。要在之前戴小妹看到这些弹幕，心中一定是气愤之极，但在凌云墨近1个月的言传身教下，心中倒是非常平静。狗子们，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老公亲自为我做的营养早餐吃着没有吐。虽然没有生气，但直播间都这么说，戴小妹自然要恶心他们一番。看着戴小妹和直播间的人聊了起来，凌云墨在脑中下达了签到的命令。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波音747-8贵宾私人飞机以及20名金牌机组人员。听着脑中的系统提示音，凌云墨倒是没有和签到天命天谴这些组织一样，私人飞机又怎样，反正有钱就能搞到手。但天谴天命这些组织，即便是你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动他们。不过今后的出行倒是方便了。前几天从魔都到锦城出机场的时候，凌云墨可是见识了粉丝们的疯狂。要是以前倒是没有什么，但现在戴小妹怀着孕，万一在人群中被挤倒，后果就将十分严重。不知道飞机停在什么地方，都签到了近1个月的时间了。凌云墨深知从系统中签到的东西都没有规律，会乱放。叮，私人飞机停放在锦城双流机场。系统毫无情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了起来，免去了他打电话去问那20个金牌机组人员名字。对啊，该叫什么名字呢？就在此时，戴小妹的声音在凌云墨旁边传出。殊不知她老公今早短短的时间又是给她挣了20多个亿。老公，我们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取名这事还是要征求凌云墨的意见。戴小妹抱住他的胳膊问。不急，等好好想想再做决定。乍一问到凌云墨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好。不过还好，戴小妹才刚刚怀孕，时间还早，可以让凌云墨慢慢想。西西，我和老公一样，也是没有想好取什么名字。怀孕的消息来得太过于突然，两个人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不知道也情有可原。戴小妹正想又将目光看向手机，手机却震动起来，伴随着震动还有手机的铃声。戴小妹和凌云墨同时往手机屏幕看去，只见上面显示着来电信息：母后大人，是我妈，难道是他们知道我怀孕了？戴小妹没有第一时间接起来，却是看向凌云墨，接起来就知道了。凌云墨满脸笑容。第160章，呆妈的电话。可是老公，我们才认识1个月不到，这么快我就怀孕了，我妈知道了会不会骂我呀？戴小妹知道她妈非常喜欢凌云墨，可是喜欢归喜欢，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没事，接吧。凌云墨伸手揽住戴小妹的细腰，柔声说。有凌云墨在旁打气，戴小妹手指轻轻滑动，接通电话。死丫头，干嘛去了？这么久都不接电话。手机刚一接通，里面就传出呆妈的声音。妈，没干什么。戴小妹不知道呆妈这次打电话的目的，不敢多说一句话。听说你们到锦城去了？呆妈又在手机中问。呆小妹可以确认，呆妈一定知道她怀孕的消息了。毕竟，既然都能知道她的行踪，那么怀孕这件事闹这么大，也一定会被知道。妈，你都知道了？呆小妹声音有些惴惴不安地问。是啊，知道了，
什么时候回老家？呆妈不知道呆小妹语气怎么回事，不过也没有多问。啊，妈，你都不惊讶？呆小妹很意外，呆妈表现的也太平静了吧？她女儿怀孕啊，都没有一点情绪波动。惊讶？我惊讶什么？你怀孕了？呆妈是真的不知道呆小妹在说什么，半开玩笑半调侃的说道。之前她说知道了，只以为呆小妹说的是他们到了锦城。呆小妹似乎没有听出呆妈的意思。怀上了，10几天了，昨晚找医生检查过。你个死丫头，还学会骗我了，哪有这要求？呆妈知道呆小妹不靠谱，只把这话当成玩笑来听。妈，你刚才都说已经知道了呀？呆小妹一愣，有些搞不懂他妈是什么意思了。对啊，我知道你们在锦城。只见一个大大的囧字出现在呆小妹的脸上。现在她算是看明白了，呆妈压根还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只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迟早都要告诉老两口，便开口认真的说道：妈，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怀孕了。呆妈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女儿，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怀孕了？真的，比真金还真，不信我叫老公给你说。呆小妹知道自己说话远没有凌云墨说话信服力来的强，索性要把事情往凌云墨身上推。其实这也不叫推，而是让凌云墨为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买单。反正呆小妹是这么想的。好，快把电话给小林。呆妈此时此刻声音有些急促了，她已经开始相信怀孕的事是真的了。老公，听到了吧？妈要你接电话。呆小妹笑嘻嘻地看向凌云墨，那眼中的意思好似在说，你自己给我妈解释去吧。凌云墨微微一笑，从呆小妹手上接过手机，随即就放在耳边。妈，小林，那丫头真的怀孕了？听到凌云墨的声音，呆妈迫不及待的话就问了出来。已经10几天了，昨天才检查出来。凌云墨老老实实的交代着。一旁的呆小妹一个劲的往他这边靠，两只耳朵同时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啊，当家的，你女儿怀孕了。呆妈的声音瞬间放大好几倍，震得两人耳朵有些难受。凌云墨将手机拿远了一点，而呆小妹却在旁边偷笑。怀孕了？谁说的？那丫头说的。她会不会在和你开玩笑？呆爸连续几个问题问出来，让呆小妹是一阵的无语。她记得自己从来不拿父母开玩笑的呀，怎么还是这么不信任呢？不是，是小林说的，咱女儿真的怀孕了。哈哈，这么说我要做外公了。呆爸的声音飞快地靠近这边，可见呆爸现在走得有多快。虽然呆小妹知道凌云墨的话比较有信服力，但是表现得这么明显，真的好吗？到底凌云墨是他们儿子，还是他是两人的女儿？老两口等心情平复下来后，呆妈在手机喊道：小林。妈，我在。凌云墨连忙回应。小林，那丫头你照顾得过来不？要不我和你爸明天就来锦城。怀孕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只有过来人才知道那种艰辛。不用妈，我和媳妇过几天就来看你们。呆妈虽然美其名曰是要来照顾呆小妹，不过凌云墨却是听出来了，就是想来看看自己的外孙。过几天？那是过几天？呆妈连忙追问。2、3天内。凌云墨想了一下，再有2、3天，天谴组织应该就能全部来到锦城，有他们在一边保护着，呆小妹可以说绝对不会有危险。好，出发前给我打个电话。好。说到这里，凌云墨重新将电话交给呆小妹。呆小妹见电话没有挂断，有些埋怨道：妈，现在我说话你都一点不相信了，我好伤心。你个死丫头，回来妈给你炖大补汤，让你补回来。呆妈笑骂着呆小妹。别，你是我亲妈，别给我炖那些汤汤水水的，想起来就想吐。呆小妹这话说的倒是不假，即便是现在她想起身后餐桌上的肝脏汤，也都有想吐的感觉。这要是让她天天吃，想想都尼玛可怕呀。好女儿，这是正常的，你不吃这些，胎儿容易畸形。呆妈在电话中开始苦口婆心的开导呆小妹。什么？畸形？呆小妹都惊了，她实在没想到不吃这些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转头看向餐厅中那还有一大碗的肝脏汤，有些犹豫起来。呆妈听呆小妹的语气就知道把她唬住了。俗话说得好啊，知女莫若母，呆妈这对王炸炸得恰到好处。吃大补汤只是能小概率的预防胎儿畸形，可远远没有呆妈说的那么严重。不过不管怎样，唬住了呆小妹就好，谁让她不好好吃东西。老公，那碗肝脏汤应该还没凉吧？我想喝。最终呆小妹还是把心中那道坎给跨过去了。为了让自己怀个健康的宝宝，老娘就把这条命给豁出去了。看着呆小妹像是下定了某个决心的样子，凌云墨有些疑惑，不过却没有多问。呆小妹喜欢喝，再好不过。第161章，准备回家。凌云墨来到餐厅，伸手在碗边上试了一下温度。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但好在是夏天，还有点余温。从餐盘中拿出一个干净的小碗，
凌云墨从大碗中舀出小半碗干脏汤在小碗里，随后就来到客厅。媳妇，来，将小碗递到戴小妹面前。凌云墨声音无比温柔。哦，闻到这令人作呕的气味，戴小妹强忍要吐的感觉，深呼吸几口气，伸手接过凌云墨手上的小碗，屏住气，戴小妹将小碗凑到嘴边，咕噜咕噜就是2口。哦，可能是第一次，戴小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气味，胃里一阵翻腾，手忙脚乱的将碗递到凌云墨手上，就往卫生间跑去。凌云墨一见，顿时知道戴小妹可能是要吐，连忙将小碗放在茶几上，跟着进了厕所。刚一进去，就见到戴小妹将刚刚喝下去的汤汁全部吐了出来，面部表情极其扭曲，看得凌云墨是心疼不已。媳妇，喝不了，咱以后就不喝了。来到戴小妹身边，凌云墨给她拍着后背。老公，我没事，第一次还有些不适应，下一次应该会好很多。虽然吃这些东西非常折磨人，不过戴小妹为了给凌云墨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也打算豁出去了。等戴小妹脸上的表情缓和，凌云墨走出卫生间，来到客厅接了一杯温水。来，媳妇，水。戴小妹接过温水，漱了一下口，随后又将剩下的一点点水喝了下去，最后才在凌云墨的搀扶下出了卫生间。不过在来到沙发上坐下，看到茶几上那碗汤的时候，脸上又是出现一丝难受的表情。凌云墨见此，赶忙将茶几上的小碗端走。经过2、3分钟的缓和后，戴小妹脸色才恢复正常，在身体左右两侧看了一下，找到手机，上面依旧在通话中。妈，你女儿快死了。戴小妹开始在戴妈面前大吐苦水。戴妈一直听着戴小妹那边的动静，刚才发生的一幕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还是能想象得出来。瞎说什么呢？再难喝，那些东西都要喝。我当年怀着你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戴妈现在虽然非常心疼女儿，但为了让戴小妹的身体健康，没有说什么以后不喝了的话。真的吗？可是每次喝的时候都想吐。戴小妹楚楚可怜的模样，不知道是做给凌云墨看的，还是确实是发自内心。不过不管怎样，凌云墨这时候都不可能不出声。媳妇，明天我把明艳的厨子叫一堆过来。明艳厨师做的饭菜，那是真的让人流口水。相信他们做的饭菜一定能征服戴小妹的胃。真的吗？戴小妹眼前一亮。真的。凌云墨微微一笑，这点特权他还是有的。如果他们能让怀孕了的戴小妹乖乖吃饭，这可就可喜可贺了。好，到时候一定乖乖吃饭。戴小妹用力点了一下头，脑中已经在幻想明艳给她做菜的场景了。想着想着，口水不自觉地充满整个口腔。见戴小妹答应下来，又和戴妈谈论起来。凌云墨走到旁边，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对着手机说明需要驻锦城明艳的厨师后，负责锦城片区的明艳负责人当场答应下来，答应戴小妹的事情解决。凌云墨又回到沙发上。与此同时，戴小妹那边也和戴妈挂断了电话。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虽然峨眉山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但戴小妹还是感觉明艳厨子来的有吸引力。现在我们就出发吧。凌云墨微微一笑，牵起戴小妹小手。因为这次来峨眉山是裹装上阵，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收拾，两人倒是说走就走。坐上电梯，和1号等人联系了一下，说明在1楼大厅集合。凌云墨牵着戴小妹来到酒店的大厅，眼神四下打量一番，没有看见陈鸿飞。走到前台，凌云墨将戴小妹换下来的外套递了出去。麻烦你们待会交给陈经理，顺便替我感谢一下他。要说现在金鼎大酒店中的服务人员，那是都知道凌云墨这号人物。毕竟陈鸿飞这个不苟言笑的主，整天都在围着凌云墨转，想不被认识都难。前台小姐姐当初不知道凌云墨是什么身份，所以看他看得发呆。后来等陈鸿飞忙完，却是把他们狠狠地数落一番，并要求他们以后再遇见凌云墨，绝对不可以再露出那种表情，特别是凌云墨身边站着他妻子的时候。陈鸿飞可是受高人指点，知道戴小妹是个爱吃醋的主。不过这个消息已经过时了。哈哈，林总，这么快就要走了吗？不等2个前台小姐姐回话，只听身后传出陈鸿飞的声音。他刚刚听人汇报说凌云墨出来了，他就马不停蹄地出了自己办公室。他知道凌云墨是要离开峨眉山了。之前在金鼎看完日出的时候，凌云墨就与他说过这事。而凌云墨离开峨眉山，他紧随其后也要离开这个奉献6、7年的酒店了，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说是凌云墨成就了他。非常感谢陈经理这2天的款待。凌云墨笑着说道，将戴小妹披过的外套递向陈鸿飞。陈鸿飞赶忙小跑过去接住外套，脸上却是带着谄媚的笑。林总，这话就严重了，要是没有你，我可能这辈子就会留在这里了。陈鸿飞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知道像凌云墨这种老狐狸一定懂他话中的意思。那凌云墨懂吗？肯定的呀，他
他知道陈鸿飞可能靠着自己，让背后的人给扶持了。你被调往了哪里？反正这回1号天罪还没有下来，凌云墨就和陈鸿飞闲聊起来。锦城总部，陈鸿飞就知道凌云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脸上出现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呆小妹皱起眉头看着两人，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哑谜。以他的脑瓜还参不透话里面的意思。凌云墨自然是注意到了呆小妹的脸色，微微一笑，伸手摸着她的脑袋。第162章领头人，眼神看向陈鸿飞，有机会会来找你的。陈鸿飞在听到这句话，心脏差点跳出喉咙。不管凌云墨这话是不是客套，只要说出来了，就代表着凌云墨是看得起他。好，好，陈鸿飞连番称好。呆小妹看着陈鸿飞那激动的表情，有些好笑。两人在大厅中等了差不多几分钟，1号3人就从电梯口出来。凌云墨一见，和陈鸿飞道了个别，就向停车场走去。陈鸿飞把凌云墨送出停车场，当然他去的目的自然是给他们免停车费。就这样，凌云墨离开了这个带给他惊喜的景区。一晃时间过去3个半小时，可能是因为呆小妹怀孕了的缘故，凌云墨车开得比较慢。下午的1点，凌云墨等人终于回到来锦城的家。刚一下车，呆小妹只觉一阵的天旋地转。原本不晕车的她，怀孕后也是有晕车的症状。好在这种情况并不严重，没有吐在车上。看着呆小妹快虚脱的模样，凌云墨赶忙抱起她，媳妇，坚持一下，我马上叫天罪过来。呆小妹苍白的脸上勉强浮现出一个微笑，老公，没事的，别担心。凌云墨没有说话，直接往车库外走去。出了车库，天罪已经下车，此时正在城堡外打量。当然他是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震惊于这栋城堡的宏伟，他这些年走南闯北，见过太多宏伟的建筑了。天罪！凌云墨抱着呆小妹出来喊了一声，这一声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天罪一见呆小妹那苍白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赶忙走向刚刚坐的商务车，很快就从上面拿出一个挎包。先生，先进去吧，这里不好诊断。凌云墨没有说话，走进城堡中。至于说门是怎么开的，天谴的人可还有2人在别墅呢。凌云墨倒是允许他们住在这里，毕竟城堡中可是有80多间房呢。进到大厅，凌云墨将呆小妹放在沙发上，天罪立刻把护垫从挎包中拿了出来。凌云墨知道天罪是要把脉，拿起呆小妹软趴趴的小手放在护垫上。天罪闭眼摸着脉搏，半晌，天罪睁开双眼，先生，夫人没事，只是晕车而已，睡一觉就没事了，等会我找人抓一副安胎的中药。市面上的中药材天罪可不敢给呆小妹用，他自然有他的渠道找到更好的中药。凌云墨听到呆小妹没事，紧绷的心也渐渐放松下来，随即抱着呆小妹上楼。来到卧室，将她哄睡着后，凌云墨走下楼。此时城堡的客厅中站着5个人，分别是天谴的4人，剩下的则是天罪。天谴的人到齐没有？坐到沙发上，凌云墨随口问了一句。只要天谴的人到齐，他就要出发前往呆小妹的老家。先生，还没有，还有10几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齐，不过最多后天就能全部到锦城。1号也十分无奈，天谴的人分布在华夏境内，有些甚至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要在短时间聚集到一起，还真不那么好实现。凌云墨点了一下头，端起桌上已经给他准备好的茶水。现在到了锦城的成员被安排到了哪里？凌云墨没有在别墅中看到天谴成员，显然是被安排到了其他地方。我在附近给他们租了几套房，让他们在外面住了。没有经过凌云墨的同意，1号可不敢随意往别墅中塞人。安排100人来别墅住吧。天谴的人每个都是一把好手，让他们在外面住，倒不如让他们保卫别墅。反正天谴成员永远都不会背叛他。是，先生。1号自然不会忤逆凌云墨的意思。去安排吧。是。回答一声，1号走出客厅。你们也该干嘛干嘛去吧。看着守候在身旁的其他人，凌云墨挥了挥手。等所有人都走了后，凌云墨靠在沙发的靠背上，闭眼假寐。半晌，凌云墨起身，摸出口袋中的手机。贾维斯，帮我接通天魁的手机。天魁，一手医术在天命组织中属于顶级的存在。凌云墨话音刚落，手机上就出现通话的页面。嘟，里面才传出一个忙音，手机就被接通。先生，您好。声音有些沙哑，从话语中能听出是个年迈的老奶奶。天魁，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天魁是个老奶奶，凌云墨还是比较开心的，这意味天魁能无时无刻都可以待在呆小妹身边。先生，我现在正在京城。天魁语气中带着尊敬。凌云墨十分坦然地接受了天魁的态度，前世今生加起来他都有100多岁了，能受得起。好，什么时候来锦城？现在天罪还在锦城，凌云墨倒是没有多么着急。先生，
明天需要为一个军属施针，后天应该就能回来了。我妻子怀孕了，你回来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林云墨不急不缓地说道。是，先生。天魁和1号等人一样，他们虽然不是前世林云墨培养的，但都是经系统之手，都不会违背林云墨的意思。挂了电话，林云墨将手机放在茶几上，随即双手枕在脑后，不知道是个小子还是女儿。想着想着，嘴角便出现笑容。与此同时，京城一间老宅中，天魁也是挂断了电话。天魁神医，和你打电话的人是？天魁旁边是一个身穿军装的老人，肩上的尖花代表着他身份极是不简单。天魁笑着将手机递给身后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手上，随即就笑着说：他呀，组织里面的领头人。军装老人一愣，不止他愣，就是天魁身后的女子也是愣住了。他可不像军装老人，从小到大他就跟着天魁，从来没有听过天命组织里面有什么领头人。只是现在还不是他问出心中疑问的时候，只得把疑惑压制下去。领头人？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提起过？军装老人无比震惊。天命组织里面的每个成员他都清楚，但这领头人简直就是闻所未闻。第163章，有人在调查凌云墨，未完待续。天魁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在他们意识里，凌云墨是绝密的存在。不过，他们虽然觉得凌云墨的身份是绝密，凌云墨本人倒是不在意。都已经在直播中公开了，他就是天命组织的领头人。军装老人见此，眼中闪过若有所思的神情，没有再开口多问。倩倩，准备给杨老哥施针吧，今明2天结束，我们可能很久都不会来这里了。天魁这话看似是在对他身后的女子说话，但真正的意思是在和军装老人辞别。军装老人眉头一皱，天魁，怎么了？在我这里住的不习惯？天魁已经在老人家住了有小半年，现在居然要离开？不，杨老哥别误会。天魁接过身后女子递过来的金针，那是刚才那个电话。军装老人很快就联想到刚才的电话。领头人妻子怀孕了，我需要待在他身边，至少1年内都不会离开。天魁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杨老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案疾经过小半年的治疗，已无大碍，保证10年内都不会复发。就算今天没有领头人的电话，我明天也要和你辞别。妻子怀孕？你们领头人还是个年轻的小娃娃。军装老人现在也有70好几的高龄，就算是30-40岁的中年人，在他眼中也只能说是小娃娃。天魁笑而不语，将金针摆放在身前的桌上。军装老人见到这一幕，也就没有多问了，不过心中倒是对天魁说的领头人充满了兴趣。一晃，时间过去1个小时，看着天魁和年轻女子离开，军装老人转头看向身侧一个30多岁的男人：你怎么看待天命的领头人？爸，我这就去调查一下。身侧的男人对所谓的领头人一点都不了解，不敢妄自发言。去吧，记住，暗中调查。与此同时，奶奶，这个领头人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您提起过？女子扶着天魁，口中问道。倩倩，等到了你就知道了。即便是自己孙女在没有见到凌云墨前，天魁也不敢透露半分。不过，领头人是个充满魅力的男人，到时候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天魁半开玩笑地说。不会，有魅力的男人我见多了。女子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自然。她跟着天魁不知道见过多少达官显贵，青年才俊，有魅力的男人见多了，其中不乏有向她提亲的，只是她一个都看不上。天魁转头看了眼女子，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在他的脑海里，凌云墨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男人，希望自己这孙女看到的时候还能说出这番话。锦城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休息，现在正有人在调查你。凌云墨正靠在沙发上假寐，贾维斯的声音却在此时响起在他的耳畔。有人在调查我。凌云墨猛地睁开双眼。随着凌云墨成名，每天调查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不过在此之前，凌云墨就和贾维斯说过，没有威胁性的调查就让他们查去。现在贾维斯汇报他，是不是说明已经有能威胁他的人在调查他？是谁？凌云墨眼神爆发出一道神光，一点也不像是刚睡醒的模样。高层，信息是从刚才您给天魁打的那个电话暴露的。高层，凌云墨自言自语的嘀咕一声，还有点麻烦呢。要是没有夹杂高层的势力，凌云墨随便就能解决，但涉及到高层，凌云墨不得不谨慎。他们调查我的目的是什么？凌云墨重活一世，加上现在他已经成家，呆小妹又怀着孕，凌云墨实在不想和高层扯上关系。里面的道道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您是天命的掌舵人，高层没有听过你的名号。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思忖一阵。这是贾维斯，你先不要管，实时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现在高层还没有恶意，
林云墨不能轻举妄动，反正他行得正坐得端，调查便调查去吧。是，先生。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呆小妹从睡梦中清醒，大大的伸了个懒腰。楼下，林云墨正和天罪谈论着什么，忽然神情微动。他收到了贾维斯的传音，呆小妹已经醒了。天罪，先就这样吧，等还有什么不知道，再向你请教。说罢，林云墨起身。先生客气了。天罪见林云墨起身，他也站了起来。林云墨微微一笑，随即就往楼上走去。呆小妹伸过懒腰，又拿起手机翻看一阵，紧接着掀开被子，一个翻身就下了床，那样子简直就不像是怀孕的人。不巧，林云墨进来就刚刚看到这一幕，看得他是眼皮跳动。老公。呆小妹没有注意到林云墨的眼神变化，心匆匆的就往他身上扑去。小心点。林云墨接住呆小妹的身体，一个脑瓜崩就落在她的头上。这小妮子活力回来了，就一点都不注意。哎呦，老公，好疼！现在的呆小妹已经将撒娇发挥到极致。以前撒娇完全是为了恶心直播间的水友，但现在即便没有开直播，她在林云墨面前也要撒个娇。林云墨无奈摇头，伸手在呆小妹小脑袋上揉了揉。饿了没？下去吃饭吧。林云墨之前和天罪在客厅中谈论的正是关于怀孕后的注意事项。经过天罪的说法，怀孕的人应该少食多餐，不用在意寻常的饭点。好的，听老公的。呆小妹非常享受林云墨的爱抚，闭眼趴在他的胸膛上，看着呆小妹这般模样，林云墨一笑，伸手揽住她的细腰。呆小妹非常相信林云墨，没有反抗。一个公主抱将呆小妹抱起，随即就往楼下走去。来到客厅，将呆小妹放在沙发上，不等她去找1号，1号就从别墅外进来。先生，明艳的人到了。林云墨是明艳的老板，这是全天下皆知的事，1号自然不例外。林云墨一愣，紧接着喜色就出现在脸上。呆小妹一听，立马从沙发上站起身，往别墅外看去。只见别墅外此时停着几辆房车。好，你安排一下吧，让他们先做一份清淡适合孕妇吃的饭菜。第164章，明艳的专业厨师来了。是，先生。1号回答一声，快速往别墅外走去。呆小妹一见，瞬间就来了兴趣，拿出口袋中的手机，老公，我也出去看一下。说完，下了沙发就往门口走去，同时还低头点动着手机。林云墨一见呆小妹这冒冒失失的样子，瞬间也坐不住了，起身跟了上去。毕竟呆小妹是出了名的冒失鬼，要是以前林云墨可能会叫她小心点，就任由她去了，但现在不一样，怀着孕呢。快步追上呆小妹，林云墨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界面很熟悉，正是豆沙的 app。 看着路，呆小妹被林云墨这声给吓了一跳，抬头白了他一眼。老公，你吓死我了。林云墨一笑，伸手在他头顶摸了摸。有林云墨在旁边，呆小妹玩起手机来就更肆无忌惮了，因为她知道林云墨会保护她。顺利点开直播间。从今早上的9点开始，呆小妹就没有开直播，现在直播间早就闹翻了天。老女人啊，你到底到家没啊？怎么还不开直播？就是啊，实在太想林哥哥了。万人血书，老女人快开直播。看着这些弹幕，呆小妹撇撇嘴，随即编辑出一条弹幕，回来了，马上开始直播，稍安勿躁。呆小妹这条弹幕仿佛是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出直播间无数的水友，弹幕是铺天盖地的袭来。没有再管直播间中的弹幕，呆小妹点击开始直播的选项。当画面出现在直播间，里面的人就开始激烈讨论起来。我算了一下时间，6个小时。老女人，你不是怀孕了吗？还能坚持这么久？哈哈，楼上的，我敬你是条汉子。老女人，你这招黑体质啊，不管什么事，谁友们都能给你往坏了想。呆小妹刚看到弹幕，入眼第一条就差点让她吐血。6个小时的时间，那是在赶路好不好？只是那回呆小妹觉得没有什么好直播的，就没有开直播而已。喂，狗子们，我都不知道你们脑壳是怎么长的，思想要不得。要是以前，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早就开骂了，不过现在倒是显得非常淡定，至少表面功夫已经做起来了。哈呸，以前的你比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啊，老女人，你还装起来了。看到直播间的水友们开始接她以前的老黄历，呆小妹连忙转移话题。这要是被林云墨看了去，那还不尴尬的要死。嗨，狗子们，你们看。说着将手机对准城堡外的房车。之前林云墨说要叫明艳厨子来别墅时，呆小妹还和呆妈通着电话，所以直播间的人还不知道明艳的房车来这里是做什么的。老女人又要去明艳消费，不过为什么叫来这么多车？呆总，你们2个人吃饭多无趣，要不叫上我吧。话说，呆总，你们别墅中怎么多了那么多人？目前天谴的人1号早已安排妥当，
别墅外不时有巡逻的队伍，现在又有明艳的厨子从房车中下来，看上去确实有非常多的人。呆小妹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随即不急不缓地说：“老公说我嘴巴有点挑食，把明艳的厨师叫来了。”说出这句话，呆小妹似乎想到什么，看向身旁的凌云墨：“老公，你把明艳的厨师们都叫到我们家了，那锦城明艳分店不就没人做菜了？”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没事，明艳应付得过来，因为是专门为凌云墨他们做饭，抽调出来的人并不多，根本不会让锦城明艳分店伤筋动骨。”哦，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呆小妹双眼弯成一道月牙，随即看向直播间。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看到我眼中的嫉妒了吗？周姐，快去林哥锦城的家去蹭饭啊！以前说蹭饭那是另有目的，现在说去蹭饭真的就是单纯的想蹭饭。啧，林哥是真几把宠老女啊，随手就能创造50万利润的人，居然被林哥找来专门为老女人服务。楼上的，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你不懂。看到这么多人羡慕自己，呆小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周扒皮，想来我锦城的家就要快点哟，过几天我们就换地方了。等凌云墨的事情忙完，他们就要回老家，到时候周淑怡来扑个空就有戏看了。啧，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我锦城的家，老女人，我怀疑你在装 X， 但是我没有证据。周淑怡，那就算了，等你什么时候回魔都，我直接来魔都找你们。说真的，周淑怡现在还真的想见见呆小妹，除了想看看自己这个怀孕了的好闺蜜外，她直播间的人气已经下降了很多。虽然比以前的人气增加了1倍还多，但是相比在凌云墨家时的顶峰时刻，人气属于是天崩地裂，流失的太过于严重。要是能再在凌云墨家里待上几天，人气保证能恢复过来。呆小妹看到周淑怡的弹幕，有些遗憾地说：“哎呀，那真是可惜了。”呆小妹和凌云墨差不多，真正的朋友没有多少，但周淑怡就是其中之一。好东西没能和自己好闺蜜分享，自然是遗憾。周淑怡，行了行了，你现在感觉怎样了？是小子还是公主？知道了不？周淑怡问出的这几个问题，不仅是她想知道，直播间的水友们也是想知道。暂时还不清楚。呆小妹摇了一下头：“媳妇，小心台阶。”然而就在此时，凌云墨温柔的话语从旁边传来。只见他们此刻已经来到门口，脚下就是一个台阶。呆小妹拿开手机，走下台阶，往房车中看了看。老公，我记得明艳的房车应该能坐10个人吧？这么多车，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此时别墅外停了有7辆房车，也就是说，如果满载的情况下，起码都有70个人啊！这么多人，专门来给他做菜，真尖奢侈啊！人应该不多，车里应该装了其他东西吧？之前凌云墨就和明艳的负责人说过，只需要1队人就行。现在来了这么多房车，凌云墨猜想里面应该还装着其他东西。第165章，一根菜叶，价值几何？是吗？呆小妹有些怀疑，这么多车，就算人数减一半，也都有30多人。去看看吧。看着呆小妹那疑惑的小眼神，凌云墨微微一笑，拉着她就往房车的正面走去。等他们过去，1号已经在安排了。只见此时有10个人围在1号身旁，看到凌云墨和呆小妹出来，所有人都转身面向他们。先生，夫人，大家都别客气。呆小妹拿着手机，脸上浮现出一个甜甜的笑。你们还带有其他东西？来到一辆房车前，凌云墨朝里面看了一眼，只见这里面有许多昂贵的食材，凌云墨见过的、没见过的都有。呆小妹也是个闲不住的主，见凌云墨往房车中看，和在场的厨师们打了个招呼，也是看向房车之中。每辆房车中都是食材吗？这么多，放久了可能就不新鲜了。夫人，只有这辆车中是放的食材，其余房车中都是一些工具以及调料。明艳来的人中，其中一人站出来说道。呆小妹转头看了说话的厨师一眼，哦了一声。接下来的时间，呆小妹和凌云墨没有再进别墅中，看着明艳的人将工具、食材等东西搬进里面。等房车离开后，两人就在河边闲逛起来。怀孕的人适当出来活动活动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凌云墨这边像是个没事人一样，但在京城中，有人却在为他的身份而震惊。军装老人看着手中一叠资料，眉头却越皱越深。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查到了？在军装老人的想象中，天命领头人身份应该极其隐秘才是，仅短短几个小时就查了出来，严重怀疑资料的真实性啊！爸，你看下去就知道了。天命领头人居然娶了个网红主播，要是没有这名主播，或许他的身份我们需要很久才能调查到。站在军装老人身旁的男人说道。两人没结婚前，天命领头人过得非常低调，独自住在魔都农村山上。军装老人点了一下头，埋头仔细看起了手中这叠资料。半晌，军装老人放下手中的资料。人工智能，天命领头人。
口中自言自语嘀咕着，有机会得要去见见这年轻人。林云墨陪着呆小妹两人手拉着手在河边走了有半个小时。先生，夫人，饭菜已经做好了。现在1号已经接替了贾维斯的工作，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别墅管家。有什么事总是他最先来给林云墨汇报。林云墨点了一下头，随即看向呆小妹，走吧媳妇，回家吃饭了。好。呆小妹笑着抱住林云墨的手臂，看得直播间的水友们是极度羡慕加恨。三人回到别墅，刚刚走进餐厅，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饭菜香味。好香啊！呆小妹忍不住说了一句，口中已经在开始流淌出口水了。林云墨笑着刮了一下呆小妹挺巧的鼻头，随后牵着她走向餐桌边上的凳子坐下。见主人家已经坐下，充当服务人员的2个天谴小姐姐揭开罩着饭菜的盖子。当罩子被揭开，饭菜的香味更加明显。呆小妹连忙将手机镜头对准桌上的饭菜，餐桌上全是清淡的菜品，虽然清淡，不过呆小妹还是有满满的食欲感。狗子们，有没有食欲啊？弹幕：老女人，我觉得你是在炫耀，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好想尝尝啊。林哥，我能来你们家做保洁不？你们吃剩下的就当我的工资。看着这些弹幕，呆小妹脸上绽放出笑容。不过在看到天谴的小姐姐要来拿自己面前的碗时，呆小妹却把手机放在餐桌上。我来。说着话，呆小妹却拿起林云墨面前的空碗，看了一下桌上的菜品，果断地将目标对准那一大碗动物内脏做成的汤菜，给林云墨盛满肺脏汤，随即递到他的面前。老公，你先尝尝。现在呆小妹已经对动物内脏熬制的汤有种本能的抗拒，她可不敢再轻易尝试了。虽然知道这是明艳厨师做的，但她还是不敢轻易尝试。林云墨知道呆小妹拿他做小白鼠了，不过为了做好表率，接过呆小妹手中的小碗，凑到鼻尖闻了闻，没有动物内脏的那股腥味，说了一句。林云墨喝下一小口，味道也不错。说完就将喝过碗递到呆小妹面前，尝尝看，比我做的好多了。肺脏汤林云墨在峨眉山酒店中做过，平心而论，他做的和明艳厨师做的相差天远。真的吗？见林云墨面色正常，呆小妹面带狐疑之色。快喝吧。林云墨点了一下头。有了林云墨的鼓舞，呆小妹端起面前的小碗，轻抿了一口。本来她以为这该死的内脏汤还是和上次的一样，有股别样的味道，但这次喝起来有本质的区别。入口甘甜，加上一点点咸味，那股鲜香已经完全压制了动物内脏的腥味。好好喝，这是怎么做的？尝过甜头，呆小妹又猛呼了一大口。林云墨现在非常满意，心想把明艳的人叫来给呆小妹做饭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只要呆小妹肯吃这些东西，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能得到最好的营养。弹幕：马德，看老女人喝的样子，老子也想熬点动物内脏的汤来喝。楼上的，劝你最好不要，我原先试过，熬出来的汤味狗狗都要吃吐。没错，楼上的你别做傻事，别浪费了食材。直播间中闹得欢，呆小妹现在却无暇去看里面的弹幕。桌上的几样菜她已经是吃不过来了。来，老公，你也吃。呆小妹说着，夹起一根菜叶伸到林云墨嘴边。虽然现在周围还有1号等人，但林云墨完全没有在意，张嘴吃下呆小妹夹过来的菜叶。弹幕：完了，这2口子又秀起来了。虽然只是一根青菜叶，但我怎么感觉好好吃的样子？这一根青菜叶，经明艳厨师之手，少说应该能值个几大百吧。楼上的，我觉得你在侮辱明艳厨师。第166章，坐游艇，未完待续。一顿饭十分温馨的吃完，有了天谴的2个小姐姐充当保姆，2人吃完就下桌来到客厅中休息，剩下的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看了一下时间，下午6点钟。媳妇，出去走走。吃过饭，见呆小妹精神还挺足的，林云墨便说道：好。呆小妹这几天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睡觉的路上，出去走走也挺好。林云墨牵起呆小妹，后面跟着1号。来到城堡外，迎面就是一个人工湖，湖面上停着几辆游艇。老公，我想玩那个。呆小妹伸出嫩葱般的手指，指向其中一辆游艇。顺着呆小妹手指的方向看去，林云墨皱了一下眉头。这东西要是在呆小妹没有怀孕前，倒是可以玩一玩，但现在林云墨是真的不想玩这么危险的东西。老公，没事的，我们就坐上去游一圈就行了，慢慢开，好不好吗？老公。呆小妹施展出百试不厌的撒娇本领。林云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呆小妹撒娇，真的很无解。弹幕：靠，老女人，你还能正常点不？我也好想坐坐游艇啊，不知道感受怎样。我敢保证，老女人要是上了游艇，坚持不了多久就要吐。直播间中有开始预言呆小妹会吐，然而现在的呆小妹注意力完全落在林云墨身上，根本没有看到。老公，好不好吗？
呆小妹摇晃着凌云墨的胳膊，脸上露出楚楚可怜的样子。见到他这般模样，凌云墨无奈地叹了口气，不会开太快，随便上去转转就行了。哦耶，好。呆小妹露出得意的小表情。1号，待会小心一点。凌云墨不会开游艇，摩托艇倒是会开，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1号手上。是先生。1号深吸一口气，他虽然跟着凌云墨的时间不长，但也知道凌云墨将呆小妹看得比命还重要，这开游艇的任务万万不能大意啊。得到凌云墨的应允，呆小妹瞬间松开他的手，飞快往人工湖跑去。见呆小妹跑出一段距离，凌云墨转头看向身旁的1号。1号，待会把3号叫来，以后让他寸步不离地保护那小妮子。天谴的3号是天谴前10中唯一的女人，让她保护呆小妹再适合不过。毕竟凌云墨这一世虽然注重锻炼，但论起身手，天谴最后一名都要甩他几条街。有3号在呆小妹身边待着，凌云墨也能放心不少。是，我待会就去通知3号。老公，你们走得好慢啊，快过来。就在1号话音落下，凌云墨还没来得及说话时，呆小妹就在人工湖旁边喊道：来了。两人来到一辆游艇前，凌云墨扶着呆小妹小心走到上面。一上游艇，呆小妹的好奇心彻底被激发，带着手机在船体内到处闲逛起来。这回游艇还没有启动，加上人工湖湖面非常平静，凌云墨也没有太担心。狗子们，你们心心念念的游艇，今天我可带你们来看了。呆小妹边在游艇中闲逛，边对着直播间说道。要说她的直播间，只要镜头落在游艇上，总有弹幕叫她来这里面，说是心心念念一点也不为过。弹幕：戴总牛逼，破1。啧，这游艇比我家的豪华太多了呀！活抓楼上一只野生的大佬。带着直播间的水友们将游艇内部的所有设施看了一个遍，最后呆小妹走到甲板上，凌云墨已经躺在一张躺椅上面，边上已经准备好果汁。老公。来到凌云墨面前，呆小妹直接趴在他的身上。凌云墨一笑，呆小妹本来就轻，即便是被他压在身上也没有多大的不适感，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累了没呢？呆小妹看向凌云墨，摇了一下头。话音刚刚落下，游艇便开始移动起来，倒是把他吓了一下，好在动静不大。要知道孕妇是最怕惊吓的。凌云墨怜惜地抱住呆小妹，没事吧媳妇？没事的老公，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你还是把我当那个调皮捣蛋的傻媳妇吧。看着凌云墨那担心的眼神，呆小妹嘴角上翘，虽然被凌云墨过度保护，但心中却是甜蜜蜜的。不过相比起来，她还是喜欢自由一点。现在不行，你怀着孩子。凌云墨摇了一下头，这事根本就没得商量。看到凌云墨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好吗？凌云墨叹了口气，媳妇，现在是特殊时期，等以后我保证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去哪。呆小妹非常好哄，凌云墨说出这番话后，脸上就绽放出笑容。好的老公，我们可以到船边上看看不？走吧。捏了捏呆小妹的脸颊，凌云墨腰上用力，从躺椅上起来。呆小妹就这样被他抱在了怀中。都是老夫老妻了，呆小妹脸色无比正常。从凌云墨怀抱中出来，刚想向船边跑去，手却被抓住了。我牵着你。呆小妹大大咧咧的性格，凌云墨还真怕她放飞自我。老公，人家又不是小孩子了。口中这样说，却还是转身抱住凌云墨手臂。呆小妹还没发现，就是自己这句话引来直播间的一阵鄙视。弹幕：马德，老女人，你不想要林哥哥这样对你，可以冲着我来啊。这老女人真的是越来越飘了，其他人想被林哥牵都没机会，老女人你倒好，还嫌弃起来了。等呆小妹来到船边上，可能是由于游艇不快的缘故，带给她的兴趣并不大，看了一会又和凌云墨回到游艇的中间。然而兴奋劲过去之后，呆小妹就感觉到一丝不适。再好的游艇一旦在水中行驶起来都会摇晃，呆小妹现在坐车都会晕车，坐船那就更不用说。老公，有种要吐的感觉了。相比起坐车，坐船的催吐效果更好。这还是只坐了10几分钟，要是再待一会，恐怕呆小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凌云墨本在闭目养神，听到呆小妹的话，瞬间睁开眼睛。可能是呆小妹刚刚有反应，脸色还没有什么变化。第167章，安胎药苦啊！我马上叫1号回去。不管呆小妹脸色是好是坏，现在都不能继续待在上面。呆小妹趴在凌云墨胸口，轻嗯一声。贾维斯，通知1号就近靠岸。现在要是回刚才出来的地方，少说也需要5、6分钟。呆小妹这会都已经有想吐的感觉，显然是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近停靠，上岸后，不管是呆小妹自己走，还是凌云墨背，都比坐船回去好。先生，已经通知到位。
呆小妹的手机中传出贾维斯的声音。林云墨回应一声。不消片刻，游艇转向靠近岸边。等两人从游艇上下来，1号在此时也从驾驶室中出来。他的任务是保护林云墨，除了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否则不会离开林云墨半步。至于游艇停在这里会有什么后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更何况现在的城堡中又不止他一个，待会安排下去，让天谴其他人员来开到原来的位置就行了。快速下了游艇，没有摇晃的感觉，呆小妹瞬间就感觉好多了。远处正巡逻的天谴成员发现这里有异常情况，那小队人整齐划一地跑向他们这边，脸色都十分凝重。先生、夫人，你们没事吧？小队中其中一人站出来说道。没事没事。呆小妹的不适感本来就才刚刚出现，此时下了游艇，登时就好的差不多了。听到呆小妹这话，可以看见那一小队的人脸上全是出现如释重负的表情。没出现问题就好，要是在他们巡逻的时候出现什么差错，那后果可就严重了。他们之前已经收到1号的提醒，千万不能惹呆小妹生气，否则比直接惹林云墨生气还要严重。林云墨见呆小妹此时脸色虽十分正常，不过还是不放心继续在外面闲逛下去。媳妇，走吧，我们回家休息。看着两人走上羊肠小道，1号交代了一声，让人把游艇开到原位，又让他们转告3号，让他待会来找他。快速说完这些，这才快步跟上林云墨的步伐。两人刚回到城堡中，不等屁股坐热乎，就有一个小姐姐端着一碗黄中透黑的汤药从厨房中出来，后面还跟着天罪。不用想，小姐姐手中端着的汤药一定就是之前天罪说的安胎的药了。伴随两人的靠近，一股中药特有的味道钻进呆小妹的鼻子中。轻嗯了一声，呆小妹转头往四周看去，当看到小姐姐手中端着的汤药，顿时感觉情况可能不妙。那个老公，我上楼睡觉了。中药，苦的代名词。之前呆小妹有幸喝过一次，那味道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现在城堡中没人生病，只有她怀着孕，这不非常明显了吗？这中药就是为她准备的，现在不溜，等林云墨反应过来就溜不了了。然而可惜，林云墨怎么可能反应不过来？他闻到中药味就知道什么情况了，连忙抓住呆小妹的手腕，满脸笑容。媳妇，喝了有好处的，我喂你。说着，一把将呆小妹拉进自己怀中。啊，不要啊！呆小妹惊呼出声，奈何根本挣脱不开林云墨的怀抱。乖，听话。林云墨没有不耐烦，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呆小妹需要安慰的时候。不要嘛，老公，我以前喝过，很难喝的，我吃别的不好不好？呆小妹又拿出了屡试不爽的撒娇，只可惜这次林云墨却没有随着她的心意。良药苦口，乖，我们明天去逛街，买你喜欢的东西。林云墨尽可能许诺呆小妹喜欢的事情。真的？果然，听到逛街2字，呆小妹才止住撒娇。真的，乖乖喝了中药，明天我们就去逛街，你看中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林云墨十分认真地看向呆小妹，在心中纠结了一番，最后呆小妹同意了这个交易。两人导演的这一幕，看得直播间的观众们是瞠目结舌。弹幕：你们以后谁再说林哥是钢铁直男，可别怪我跟你们急。这种哄媳妇的话，不是高情商的人根本说不出来。楼上的，我同意你说的话，林哥体内的血脉已经觉醒了，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直男林哥了。我真的好佩服老女人，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将一个钢铁直男锻炼成现在这样，不佩服都不行。当呆小妹瞄到直播间的这几条弹幕，想了一下，林云墨好像还真的脱离了直男的称号。老公，你看弹幕中在说什么？说你现在不是一个钢铁直男了。说着话，呆小妹将手机放在林云墨眼前。林云墨扫了一眼，脸上含笑，我只是想最好的照顾你，以前只是不知道你的喜好而已。切，当时让你亲亲的时候都不会亲嘴巴。呆小妹白了林云墨一眼。林云墨有些尴尬，回想起最先和呆小妹一起的时候，确实做了不少傻事。弹幕：哈哈，老女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居然能反将林哥了。大家看林哥哥尴尬的表情，好想去亲一口啊。林哥哥，我也想给你生猴子。直播间中闹得欢。好在大厅中的尴尬气氛并未持续多久，此时天罪和天谴小姐姐已经来到沙发边上。不用林云墨提醒，在天谴小姐姐刚刚把小碗递到面前，呆小妹就自觉地伸手端了起来。随即在天罪和天谴小姐姐惊讶的目光中，呆小妹将盛满中药的小碗放在嘴边。在这两人想来，让呆小妹喝这东西可能需要费一番口舌。天罪都已经想好说辞了，但现在看来完全就没有这个必要。呆小妹本来都信心满满的，然而就在喝了第一口后，差点让她原地升天。一个字：苦，苦得要老命，比她第一次喝的时候还要苦。见呆小妹将手中的小碗往边上拿，林云墨
就知道自己是高看他了，无奈只好接过戴小妹手中的小碗，乖，我们慢慢喝。说着话，凌云墨拿起小碗中的小勺子，舀出一勺，自己先尝了一下，确实非常苦。戴小妹见凌云墨的眉头皱了一下，心中不免出现一丝自责，要是自己乖乖喝下中药，凌云墨就不会也尝着极度难喝的东西了。第168章，又见一个超级美女。这下戴小妹没有再耍小性子，见凌云墨把那勺中药递过来，戴小妹自觉张开小嘴，一口喝下，虽脸上浮现难受的表情，但却没有说任何不喝了的话。这一幕让凌云墨是暗自称奇，殊不知戴小妹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要是凌云墨刚才没有那个动作，他怕是打死都不会喝这么古怪的中药。就这样，一碗中药被喝光殆尽，小碗底部只留下一些残渣。老公，我好想吐。戴小妹喝中药的时候完全是强迫自己喝下去的，根本没有适应中药的气味，现在有想吐的感觉一点也不奇怪。乖，我抱着你好好休息一下。凌云墨将小碗递到天谴小姐姐手中，随即就把戴小妹揽进自己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戴小妹伸手环抱住凌云墨的腰，头贴在胸膛上，好一副温馨的场面。天罪见此一幕，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随即悄无声息地往后退去。1号看了眼天谴的小姐姐，挥了挥手，天谴小姐姐也非常识趣地离开大厅。至于她自己，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的任务就是寸步不离地保护凌云墨。时间就这样缓缓过去，戴小妹在凌云墨怀中大概过去10几分钟。老公，我有点困了。中药的苦味已经完全消失，没有外界的刺激后，困意自然就袭上戴小妹的大脑。睡吧。凌云墨搂她，轻拍后背的动作不停。一晃，时间又过去10几分钟。哒哒，就在此时，大厅中响起脚步声。1号眉头微皱，转头看去，只见那是一个高挑的女人，五官十分精致，皮肤白皙，长得无比漂亮。只是这漂亮女人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股清冷的气质。此人正是天谴组织中的3号。1号眉头舒展开，伸出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要是平常时候，3号对此可能会不屑一顾，这娘们在天谴组织中一直我行我素，即便是1号，他也不会给他好脸色。不过现在却放轻脚步，小心谨慎地来到1号旁边，不发一言。时间就这样缓缓过去，戴小妹悠长的呼吸声在大厅中回荡开，已经进入熟睡阶段。凌云墨见此，小心地将她抱起，只是凌云墨注意力全放在了戴小妹身上，他手中的手机却没注意到。当他抱起戴小妹的时候，手机便从他的手上滑落。这个高度摔在地上，虽不会将手机摔得粉身碎骨，但所发出的声音却是凌云墨担心的事。到时候吵到熟睡中的戴小妹就不好了。啪！手机落在坚硬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凌云墨目光没有片刻落在地上，他的眼睛一直观察着戴小妹有没有醒来的迹象。幸好戴小妹可能真的非常困，没有任何反应。凌云墨松了口气，脚步开始移动，向着楼上走去。等大厅只有1号、3号这两人的时候，叫我来什么事？声音无比冰冷，走到沙发前，将手机捡起来。先生让你以后保护夫人。就这空档，1号简单的说明找3号的目的。与此同时，直播间此刻已经是炸开了锅。马德，还好手机质量过得去啊，不然就看不到这么漂亮的小姐姐了。好今儿羡慕林哥，不管走到哪都能看到美女。你们有听清楚吗？1号叫这小姐姐3号，还要她做老女人的保镖，身手一定非常恐怖啊！靠，老女人有什么可保护的？小姐姐，快来保护我吧！弹幕中的内容3号是看到了，只是这手机是戴小妹的，任她怎么任性，也不敢在凌云墨和戴小妹的事上胡作非为。脸色不善地瞪了眼直播间，随后就将手机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最后推到沙发背后，和1号并排站立，等待凌云墨下楼。弹幕：哇塞，这个眼神，爱了爱了呀！好美，真搞不懂林哥是怎么想的，为了老女人居然放弃这么大一片花海。楼上，单身狗吧，活该你单身，林哥个什么女人没见过？老女人虽然脸蛋不能和千若雪3号他们相比，但是老女人有一颗单纯爱林哥哥的心啊。这最后一条弹幕说的也在理，当初戴小妹在看到凌云墨住在农村山上的时候，没有选择离开，又为了他出面和直播间的黑粉对线，这样一颗单纯的心是绝大多数美女无法做到的，至少在凌云墨没有得到系统前，绝大多数是无法做到。凌云墨把戴小妹抱到卧室放下后，又小心给她盖好被子，这才轻轻关门下楼。大厅中的两人看到凌云墨的身影，脸上都是浮现尊敬的表情。凌云墨下来后走到沙发上坐下，回头笑着看了两人一眼，都过来坐吧，这里非常安全。见两人都没有动作，凌云墨便又说道：你们过来坐，我有事和你们说。
当凌云墨换了一个说法后，两人犹豫了一下后，才来到沙发上坐下。只是那坐姿实在太过于端正，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随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检查了一下，屏幕又是呈现出许多裂纹。哇，林哥，那漂亮小姐姐是谁啊？求介绍。啧，楼上的，你是勇士，让林哥给你做媒人。嘿嘿，林哥，我也厚一下脸皮，求介绍。靠，你们扣子这么快的吗？林哥，求介绍。看到凌云墨出现，直播间瞬间就冲着求介绍的弹幕。凌云墨脸上浮现出笑容，在他的记忆里，前世的3号一直都没有婚嫁，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性格实在太冷了，好像除了面对他，对任何人都是冷冰冰的。3号，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这话原本是在开玩笑，但是直播间的人却激动起来，不管是结婚了的，没结婚的，双眼都死死盯着直播间，顺带将手机音量调到最大，似乎这样才能听到3号那冰冷冷的声音。第169章，会生病的。先生，我不需要。虽然声音还是十分冷清，但是相比起和1号说话，简直是好太多了。弹幕，好可惜啊，虽然只是嘴上说着好可惜，但真的是好可惜。3号小姐姐，你就考虑考虑我吗？老婆，不要离开我呀。3号的话无疑是个百吨巨锤，瞬间击溃直播间众人的心。凌云墨就知道是这个结果，要是3号想交男朋友，早就交了，也不会让他说出来。微微一笑，按下关机键，暴力下播。殊不知，此时一大堆人看见直播间呈现黑色画面，国粹便脱口而出，把关了机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目光看向旁边的3号。知道这次叫你来什么事吗？知道，以后寸步不离的保护夫人。3号将之前1号说的话原封不动的说出来。3号你知道吗？那小妮子就是我的全部，你今后务必要保护好她的安全。凌云墨说这话的时候，一改往日的玩笑，脸色十分认真。3号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先生放心，保证能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天谴的人对凌云墨无比忠诚，只要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办到。好，我先谢谢你。说着话，凌云墨做出一个让1号、3号震惊的举动。凌云墨竟然对3号弯腰，以此来表示感谢。先生，我受不起。3号瞬间单膝跪在地上，脸上既惊又恐。先生，我们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要不是你，可能我们早就已经饿死了。现在能为您做事，是我们的荣幸。1号此时也站起身，嘴上说出一番长篇大论。凌云墨上前一步，把3号从地上拉了起来。我媳妇的安全，以后就交给你了。寻常人，即便是1号，想要碰到3号的身体，想都别想。但凌云墨上去扶他的时候，3号却没有躲闪的意思，甚至脸上还浮现出一抹晕红。凌云墨早就不是以前的初哥，从3号的脸色眼神也是看出了一些东西。等3号站稳身体，就连忙放手。我上去看一下媳妇。说罢，直接离开大厅。3号看着凌云墨离开的身影，脸色又是恢复以往的冰冷。3号，你。1号欲言又止，3号倾心于凌云墨，1号是相当清楚的，能换种方式永远留在先生身边也好。3号头也没回，知道1号是什么意思，便说道：唉。大厅中一声叹息回荡开。上了楼，凌云墨小心打开卧室的门，不过脑海中却不时浮现出3号那晕红的脸色，用力摇摇头，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毕竟3号是前世自己一手带起来，在他心里3号就如他女儿一样。凌云墨实在不能接受除了友情亲情以外的其他感情。躺倒在呆小妹旁边，看着呆小妹那张精致的小脸，凌云墨的心境渐渐的平静了下来，随即起身来到书架，拿出一本书籍，坐在阳台上阅读起来。时间来到傍晚的7点，天边被染上绚丽的色彩。当光线暗到一定程度，阳台上的灯没有任何征兆的亮了起来，丝毫没有影响到凌云墨阅读的乐趣。当然，控制这一切的自然就是贾维斯了。时间又过去1个小时，来到8点，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凌云墨就这么在阳台上静静地坐了3个多小时，这若是其他人，早就不耐烦了。伸了一下懒腰，贾维斯在吗？先生，我在。声音只在凌云墨耳边响起。贾维斯也非常聪明，知道不能打扰呆小妹睡觉，通知厨房做晚饭吧。是，先生。呆小妹就像是听到两人的对话一样，贾维斯的话语刚刚落下，他的轻吟之声就传了出来。凌云墨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籍，离开阳台来到卧室内。刚一进去就看到呆小妹正在揉搓眼睛。媳妇，醒了。说着话，凌云墨来到呆小妹旁边。老公，头有些晕晕的。虽然呆小妹之前有出去闲逛，但相比起睡觉，时间还是短了一些。这么睡，
头不晕才是怪事。来，我抱抱。揽过呆小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随即腾出一只手落到呆小妹的头顶，给她按捏着脑袋。当又过去10来分钟，老公，你先休息一下，我好多了。在凌云墨揉捏下，呆小妹感觉好了很多，那古灵精怪的眼神也都恢复了不少。饿了么？我已经让厨房的人在做饭了。之前的饭虽然很好吃，不过呆小妹当时还是没有吃太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下。有点，我们下去吧。呆小妹这会十分想下床走走，就算饭没有做好，她也不能继续在楼上了。好，凌云墨将呆小妹从床上抱了出来，那一大片雪白很是动人。凌云墨对此却视而不见，他的定力寻常人根本比不了。他虽然不在意，但呆小妹在意啊。他呆小妹遇到凌云墨前，虽然身体是第一次，不过精神早就越狱了。男人要是精力没释放出来，会生病的。呆小妹边让凌云墨穿衣，边将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让凌云墨好一阵的无语。他还真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片刻，你个傻瓜，在说什么呢？我身体好不好，你不知道吗？而且我不是还有神医团队吗？凌云墨不禁笑骂一声，一个栗子就落在呆小妹的头上。换做以前，呆小妹可能还要装一下，但现在她看着凌云墨，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继续帮她穿着衣服。等衣服穿好，呆小妹扑进凌云墨怀中，那眼神就像是豺狼看到绵羊一样。老公，我已经想好怎么解决了。凌云墨不知道呆小妹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好奇地问：怎么解决？很简单，我们做过的。呆小妹说完便不再给凌云墨询问的机会，离开他的怀抱往卧室外跑去。做过的。凌云墨嘀咕一声，细细想了一下，就知道呆小妹什么意思，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微笑。这个笑外人根本无法理解。第170章3号保镖。下了楼，1号3号好似一直守在里面，看到两人都是迎了过来。呆小妹第一次见到3号，她的美貌不仅能让男人疯狂，即便同为女人，呆小妹也有种惊艳的感觉。老公，1号旁边的小姐姐好漂亮。趁着两人还未接近，呆小妹在凌云墨耳边说着。凌云墨微微一笑，她是3号，给你找的保镖，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放心的告诉她。保镖？呆小妹一愣，保镖这种事情她只在电视上看过，现在她居然也会有保镖保护，这种感觉就很爽。听到呆小妹嘀咕，凌云墨只是笑笑，没有再说话。先生，夫人。1号3号来到两人身前，齐声叫了一句。凌云墨点了一下头。三姐姐，你以后会保护我吗？呆小妹看向3号，灵动的大眼睛在他身上打量。对于呆小妹的称呼，凌云墨脸色没有任何变化，即便不算前世的年龄，单单现在看3号的年龄也比呆小妹的年龄大，叫声姐姐也无可厚非。夫人，您叫我3号就行了，以后我会用我生命来守护您的安全。3号脸色无比郑重，对着呆小妹说。西西，三姐姐不要见外，你看老公都同意我这么叫你。说完，呆小妹还放开凌云墨的手，走到3号面前，牵起他的手，让外人看到不会觉得这两人是雇主关系，而是姐妹。3号眼神波动了一下，下意识看了眼呆小妹身后站着的凌云墨，见他脸色如常，最后也是接受了呆小妹的称呼。三姐姐，厨房的饭菜做好了吗？挽住3号的手臂，呆小妹问。3号这3个小时里根本没有出过大厅，也不知道厨房有没有做好饭。看3号这般表情，呆小妹似乎知道了怎么回事，又是说道：我们一起去厨房里看看。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要不然呆小妹就要和3号一起去外面逛逛的，现在只能往厨房那边去。她可不想再坐下了。有3号在身旁，凌云墨没有阻止。好。3号点点头，反正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呆小妹的安全，去哪跟着就行。等一下，老公，我手机呢？去参观明艳厨师做饭，这么好的炫耀机会，呆小妹自然不会放过。毕竟所有人都没见过明艳厨师做菜的样子，这是一个极大的噱头。茶几上，凌云墨说着话，走到沙发前，拿起手机递给呆小妹。只是那蛛网般的裂纹极其引人注目。啊，老公，明天去逛街你又要破费了。呆小妹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脸上没有半分心痛。买。几千上万的手机，凌云墨还真没什么感觉。即便是上亿的钱砸出去，只要呆小妹能高高兴兴的，他也愿意。嘻嘻。呆小妹又是笑了一下，随后和3号一起走向厨房。边走，呆小妹边点动着手机，把直播间点开，画面出现的刹那，无数弹幕就铺天盖地而来。老女人，快让我们看看3号小姐姐。老女人，你总算是开直播了，知道我有多想我老婆吗？爷爷，快来啊，你让我关注的小姐姐
开直播了，弹幕中发什么的都有，但中心思想就是看3号。呆小妹有些懵逼，连她都才知道3号，直播间的狗子们是怎么知道3号的？三姐姐，你之前有在直播间中露过面吗？看向身旁的3号，呆小妹问出心中疑惑。殊不知这一幕彻底燃爆了直播间，观众们现在都知道3号就在呆小妹旁边。之前先生在抱你的时候，手机摔在地上，是我捡起来的。3号如实说着。哦，呆小妹点点小脑袋，随即就将手机斜举起来，让2个人都能出现在直播间中。我说你们看见漂亮小姐姐就忘本了，都没说想我。呆小妹一句玩笑话，直播间的人压根就没在意，注意力全部落在了3号身上。漂亮啊，口水都流出来了。我觉得3号好像比小娇妻还要漂亮啊。同意，3号是我见过的最美女人。千若雪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千若雪，喂，楼上的敢不敢再说一遍？见到千若雪出现，呆小妹忽然想了起来她和王大聪的事，这几天都没和他联系，也不知道他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小雪，你有几天没出现了？约会去了？放下手机，呆小妹就开始旁敲侧击千若雪的话。千若雪，呆姐，我和什么人约会啊？这几天被我爸拉去公司了。看到这条弹幕，呆小妹叹了口气，按到王大聪下手还真是慢。他已经打定主意，待会下播后一定要打电话问问王大聪。羡慕了，年纪轻轻就能管理一个公司。呆小妹心中想着，随后回答一句。弹幕：擦，怎么感觉老女人说出这番话有点奇怪啊？老女人，你要是想管理公司，给林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千若雪，哪有，我还想过呆姐你的生活呢，每天什么都不用做，就到处旅游。千若雪说出直播间大部分人都想说的话。呆小妹哈哈一笑。千若雪，呆姐，你什么时候回魔豆啊？小呆是男孩还是女孩？自从宣布怀孕，几乎每天都有人问宝宝的性别，明后天应该才能知道，老公的神医团队还没到呢。就这样，呆小妹一边和千若雪闲聊，一边向厨房走去。不多时就已经来到厨房门口。千若雪，呆姐，回来记得给我打电话哟，我先忙去了。去吧。呆小妹知道千若雪现在在管理公司，没有多做强留，双眼离开手机，看了眼厨房中，里面只有淡淡的油烟味，没有刺鼻的气味。呆小妹和3号走进里面。狗子们，带你们看看明艳厨师是怎么做饭的。不用呆小妹提醒，现在谁不知道凌云墨别墅中有明艳厨师？刚来厨房，直播间的观众就知道会看到什么。第171章香银牙。只见现在的厨房中，10个厨师炒菜的炒菜，处理食材的处理食材。不过因为只给呆小妹和凌云墨做菜，10人倒是没显得非常忙碌的样子。闲下来的厨师看到呆小妹，其中一个好似是厨师长的厨师来到他的面前。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吗？之前来到这里后，这些人是见过呆小妹的，加上1号的解释，他们也是知道了呆小妹就是凌云墨的妻子。没，你们做的菜非常好吃，我来偷师了。虽然呆小妹已经是富家太太，但终究时间才过去1个月，玩闹的心还是没有改变，冲着明艳的厨师们开着玩笑。厨师长一愣，按道他们的夫人还是个平易近人、喜欢开玩笑的主。夫人，我来给你介绍吧。既然呆小妹想偷师，厨师长就带着呆小妹参观起来。呆小妹还没有什么反应，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就兴奋起来。呆小妹说偷师只是玩笑话，但直播间的观众们是确确实实的想偷师。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里面什么人都有，上到行业大佬、社会精英，下到社会屌丝、街边混混，这其中不乏有从事餐饮的人。要是他们在明艳厨师这里学上一招半式，再把这道菜做出来，立即就是招牌菜啊！呆小妹还不知道，直播间中的厨师们已经是各怀鬼胎。3人来到一个明艳厨师边上，只见面前的厨师正手握一根豆芽菜，小心往豆芽中灌着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呆小妹非常疑惑，豆芽她吃过，但也只是炒着吃，从来不知道还能往里面塞东西。夫人，这道菜名字叫香银牙。听着呆小妹的问话，厨师长解释出来。香银牙。呆小妹口中嘀咕着这3个字，眼神往手机上看去。她想先看看直播间的人知不知道这是道什么菜。弹幕：我问度娘了，香银牙失传了100多年级的宫廷名菜，666，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也查到了，光食材就需要准备半天的时间。啧，好尼玛，想尝尝什么味道。虽然直播间知道这道菜的名字，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说明这道菜是怎么做的，这让呆小妹十分好奇起来。接下来看着明艳厨师小心翼翼地将一小撮肉灌进中空的豆芽中，
心中的疑惑也得到了解答。就这么简单吗？师傅，我能不能试试？呆小妹是个闲不住的主，危险的娱乐现在凌云墨不让她玩，能找到个感兴趣且不危险的事十分不容易。夫人，这种事情让我们来做就行了。厨师长可不敢让呆小妹碰这些食材，当然不是怕呆小妹弄砸了，而是怕凌云墨责怪下来。呆小妹明显是变聪明了，知道厨师长在怕什么，说道：放心，老公不会为难你们的，就算责怪下来，我也把事情全部揽到身上。弹幕：妈哟，这老女人又要开始炼丹了，果然对这事依旧不死心，期待老女人炼丹。哈哈，炼丹大师成功上线，抖音的大神们，素材啊，赶快录制！不用弹幕提醒，潜伏在呆小妹直播间做搬运的大神们已经点击录制选择。要知道，就上次呆小妹做饭炸锅的视频，在抖音上已经有将近400多万的点赞，播放量更是达到了恐怖的5000多万。现在好不容易有后续，所有人都是期待起来。不过这次他们明显要失望，呆小妹根本不会接触灶台，就算她想，一旁的3号绝对会阻止，甚至还会把凌云墨叫来。呆小妹见厨师长陷入犹豫，直接将手机拿给3号：三姐姐，帮我拿一下，我试一试。等3号接过手机，呆小妹从盘子中拿起一根豆芽，有模有样的学着塞肉末的手法。3号没有出言阻止，拿着手机将镜头对准呆小妹的手。转眼2分钟过去，原本在呆小妹看来应该非常容易的事，她却没有成功一次，要么就是将豆芽胀破，要不就是根本把肉末塞不进去。弹幕：老女人，你到底行不行啊？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看人家明艳的老师傅塞一根豆芽都需要2-3分钟，你就别尝试了。照我看，一些在后厨待了几年的老师傅都不一定能将肉末塞进豆芽中。就是老女人，你可别今儿献丑了。弹幕中充斥着对呆小妹的鄙视，看得3号是直皱眉头，不过却没有开口说话。今天他才跟着呆小妹，还不了解这些，可能以后再看见就会直接装看不见。时间又过去5-6分钟，呆小妹的兴致终于消失殆尽，放下手中的豆芽，算了，我还是直接等着吃吧。呆小妹是个轻言就能放弃主，毅力不存在的。接下来的时间，在厨师长的陪同下，两人看过了明艳厨师做菜的本事。夫人，距离上菜大概还有10分钟，请您去大厅中等一下。厨师长将呆小妹送到厨房门口，口中说着。好。呆小妹脆生生的回答一声，向着大厅走去。与此同时，直播间中的那些想偷师的人惊讶发现，虽然看了明艳厨师做菜，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有些东西根本就不会，就像是香银芽，只知道将肉末灌进豆芽中，但是用什么肉、调料的配比，那些完全就不知道。两人回到大厅，此时凌云墨正拿着一本书坐在沙发上，1号则站在凌云墨背后。呆小妹扑到凌云墨怀中：老公，我刚刚去做菜了，猜猜我做的什么菜？呆小妹厚颜无耻的开始炫耀，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是一阵的无语。帮忙，帮倒忙吧。凌云墨放下手中的书籍，皱眉看向呆小妹。他可是见识过呆小妹做菜的样子，简直是要把家烧了的那种。即便有明艳厨师在旁，凌云墨也有点不放心。靠近灶台了。虽然这话是对着呆小妹说的，但眼神却是看向一旁的3号。没有啦，就是掐了掐豆芽。呆小妹自然是注意到凌云墨的眼神，为了不引起误会，赶忙解释道：第172章，会看电视吗？听到这话，凌云墨脸上才浮现出笑容，摸了摸呆小妹的脑袋，这让一旁的3号松了口气。老公，厨房的人说了，大概还有10分钟的样子，菜才能全部做好。解释清楚后，呆小妹又将之前厨师长的话说了出来。好，做的什么？凌云墨随口问道。好多好多菜，其中一道菜我待会一定要尝尝。呆小妹说的正是那道香银芽。这道菜她光看着就觉得十分好吃的样子。见呆小妹眼中神光迸现，凌云墨也不禁好奇起来，到底是道什么菜能让这个小吃货出现这样的表情？就这样，时间一晃过去了10分钟。随着从厨房那边过来2个天谴小姐姐，饭菜的香味钻进呆小妹鼻中。立刻，呆小妹从躺卧的姿势起来，眼神往餐厅那边看去。老公，菜做好了。说着话，瞬间离开凌云墨的怀抱，跑向餐厅。一见呆小妹离开，3号快速跟在她的身后，两者相距的距离不足半米。这个距离，即便是呆小妹不慎摔倒，3号也能快速反应过来。看到这样的场景，凌云墨暗自点了一下头，找3号做呆小妹的保镖真是对了。起身，凌云墨缓步走向餐厅，他之前和呆小妹一起吃的午饭，现在也有些饿了。走到餐厅，盖住餐盘的盖子已经打开，而呆小妹目光落在一道豆芽菜上面，就没有离开。
同时还拿起手机。凌云墨知道这是在直播，狗子们看吧，这就是香银牙，感觉好好吃的样子。正在他说话间，一旁的天谴小姐姐拿出一双筷子递到他的面前，呆小妹接过，迫不及待的就夹了一小撮。凌云墨可以看见呆小妹眼神逐渐放出异彩，好好吃，难怪会成为宫廷菜系。呆小妹不禁发出感慨。正在她回味香银牙的美味时，凌云墨已经来到餐桌边上坐下。见此，呆小妹回神，再次伸出筷子，目标直指香银牙，又夹起几根豆芽。呆小妹这次却没有往自己嘴巴里塞。老公，来啊！凌云墨微微一笑，呆小妹不管遇到多喜欢的东西，都会和她分享，只是有些时候她会率先试毒。凌云墨张开嘴巴，等呆小妹将豆芽全部放进嘴里，他就开始咀嚼起来。怎么样，老公？见凌云墨吞下香银牙，呆小妹便开口询问。还不错。凌云墨吃过的美食实在太多，这道香银牙也只能说是不错，远远没有达到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步。呆小妹不知道凌云墨的想法，只听到他说还不错，只以为凌云墨也非常喜欢吃。嘻嘻，我也觉得十分好吃。呆小妹在没遇见凌云墨前也算小有资产，虽然吃过非常多的美食，但是顶级美食却根本不曾吃过。毕竟世界级的美食少说也要10万起步，即便是呆小妹的资产也是消费不起。而且不光是消费不起的问题，像是明艳在资产没有达到某个条件时，你根本都不配知道。好吃你就多吃点。凌云墨笑着给了呆小妹一个摸头杀，只要她喜欢吃就好。一顿饭很快就结束，两人下桌，剩下的就没有再管。当两人又是来到大厅，凌云墨刚想拿桌上的书，呆小妹就白了他一眼。老公，我觉得电视在家里就是摆设，都没见你打开过，无聊就拿起书看。呆小妹这话还真没说错，不管是在魔都楼王别墅，还是在现在的城堡，凌云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电视。看电视我不太习惯，前世凌云墨哪有时间看电视，每天的日程都安排不过来。这一世虽然闲下来了，但是又住在山上，山上也没有电视，而且他也没有想过看，每次就去买点书，这样打发无聊的时间也非常好。看电视还不习惯啊？呆小妹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看向直播间。各位潜伏在我直播间的大佬们，你们都和我老公一样吗？都不看电视？呆小妹不知道不看电视是凌云墨习惯，还是全天下的富豪都是这样，所以便突发奇想的在直播间问出这个问题。安理集团赠送主播100个火箭。安理集团，呆总，我身价只有100亿，每天有参加不完的会议，签不完的字，即便有空余时间，也只想安静的待一会，不会看电视。豪利集团赠送主播100个火箭。豪利集团，不看电视，即便要看，也只会看一些新闻之类的节目。看着一众大佬们纷纷冒头，直播间的普通观众们不禁暗自啧舌。呆小妹现在的身份果然是水涨船高啊，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他们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大佬纷纷出面回应。呆总牛逼，呆总永远的神，厉害了，我的姐。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姐，我有几十亿身价，我回家会看电视。消失了几天的王大聪此刻也被炸了出来。弹幕：王大公子就不要开玩笑了，你随便看。王大公子丝毫没有压力。那么请问你爹看电视不？见直播间的人开始调侃王大聪，呆小妹也是说道：大聪，正说直播结束就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件事进行的如何了？呆小妹问的自然就是她和千若雪的事。王大聪，姐，暂时没什么进展。哦，你可要加把劲啊。呆小妹脸上浮现出笑容。两人的一问一答让直播间众人是满头雾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不断有弹幕在问什么事。呆小妹装作看不见，看向已经拿起书籍翻开的凌云墨。老公，陪我看会电视好不好？要是凌云墨真的忙，呆小妹自然不会提这个无理的要求。不过现在嘛，凌云墨笑着将书籍放在茶几上。贾维斯，帮我开一下电视。呆小妹见此非常高兴。时间悄然流逝，转眼已是到了10点钟。老公，我熬不住了，我们上去睡觉了好不好？第173章签到。要说现在的呆小妹，双眼中虽然有丝丝困意，但却没有到达熬不住的意思。她之所以会这么说，主要是要实现之前睡醒后的计划，帮凌云墨释放精力。凌云墨何等聪明的人物，之前在下楼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出那句话的意思，现在看待小妹没有较大的困意，就知道她想干嘛。不过虽然他的定力较强，现在想到那种事，内心也有些波动。凌云墨似笑非笑的点了一下头，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看到凌云墨的表情，呆小妹脸色没有丝毫变化，然而眼中那一丝困意却完全消失。老公抱我上去。
呆小妹也从沙发上起来，张开双臂，看着凌云墨将呆小妹抱上楼，1号、3号关闭电视，离开大厅。接下来的卫生打扫就交给其他人来做了。两人上了楼，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正事，先到浴室中泡了个澡。这一番折腾下来，时间已经来到10点半。两人一到床上，呆小妹已经将所有事情都抛之脑后。什么打电话问王大聪，见鬼去吧！媳妇，现在已经很晚了，明早再说吧。孕妇需要保持睡眠。10点半，已经很晚了。不行呀，老公。呆小妹嫩葱般的手指在凌云墨胸口上滑动，不过明显手指在向一个地方去。接下来，呆小妹腾出一只手拉起被子，将凌云墨裹得严严实实后，呆小妹钻进被窝，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清晨，万物复苏。凌云墨从睡梦中清醒，看了眼枕边人，脸上浮现出一个微笑。昨晚两人忙活到12点才睡，这个时间非常不利于孕妇，只是昨晚因为某些原因，凌云墨却没有阻止。小心起床，穿衣期间查看了一下脑海内的签到地点。丁，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河边进行签到。穿好衣服，凌云墨走下楼，大厅中已经有人在开始打扫卫生。顺着打开的门看去，外面还有天谴的队伍正在巡逻。先生，早安。正在打扫卫生的几个天谴小姐姐脆生生叫了声。也就凌云墨会这么浪费资源，保姆不仅用的是身经百战的天谴成员，脸蛋还十分漂亮。早。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随即往城堡外走去。刚走出门，1号、3号便从远处过来。他们和凌云墨一样，穿着运动服，显然也是在晨练。先生，看到两人停止了锻炼，凌云墨便笑着说：“你们该干嘛就干嘛，我也要开始晨练。”是，先生。他们嘴上回答的倒是爽快，但却没有离开。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头，不再管两人，边活动着关节，边向人工湖边上走去。来到湖边的瞬间，凌云墨就在脑中轻声说了声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长安玫瑰庄园1号庄园。庄园？是房子吗？心中想着，看向身后的两人。你们知道长安玫瑰庄园吗？玫瑰庄园，凌云墨是真的不清楚，前世的他没听过，这一世更是不知道。两人同时摇摇头。先生，需要我去调查一下吗？凌云墨摆摆手，表示不用，随后摸了一下手机，由于换了套衣服，手机并未带在身上。你们有带手机吗？只要有网络，贾维斯就能听到凌云墨的呼唤。1号、3号都不知道，那也只有询问贾维斯了。相信以他操控网络的能力，一定能知道这玫瑰庄园是什么。有，我带了。1号、3号不同于凌云墨，凌云墨出来晨练可以不用带手机，但是身为保镖的两人不可能不带。万一哪天凌云墨打电话找呢？凌云墨接过手机，没有动任何界面，直接便说道：“贾维斯在吗？1号等人可以说是系统从前世集体被带过来的，毕竟这一世凌云墨可没有创建过天谴组织。前世身为凌云墨最信任的人，他们也是知道贾维斯的存在。现在听到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先生，随时为您服务。”贾维斯的声音从1号的手机中传出。贾维斯，长安玫瑰庄园是什么？凌云墨问出心中疑问。先生，长安玫瑰庄园位于长安30多亩地，只建造了9栋庄园，其中最小的庄园占地5400平米，1号庄园占地面积最大，有8700平方米。经过计算分析，1号庄园可值2亿7千万。在签到成功的刹那，玫瑰庄园就已经属于凌云墨了。凌云墨是1号庄园的主人，根本瞒不住贾维斯。原来又是一栋房。凌云墨在知道这只是一栋房后，脸上就显现出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对于他来说，豪宅别墅是最不想要的，要是能多签到些像天谴天命这样的组织就好了。将手机重新还给1号后，凌云墨就开始了每日的晨练。见凌云墨开始跑动，1号、3号对视一眼，也是跟在他的身后跑动起来。时间转眼来到8点钟，呆小妹似乎这几天天天都在睡觉，今早倒是起了个早。从被窝中出来，昨晚扔在地上的纸巾已经不见，显然是凌云墨已经收拾干净了。快速穿好衣服，呆小妹开门下楼，来到楼梯口，往下看了一眼，凌云墨又是拿起了他的书籍在翻看。1号、3号站在他的身后，呆小妹没有出声打扰，下了楼，当看见3号的目光看来，立刻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随即蹑手蹑脚地向沙发靠近。到了沙发后面，凌云墨依旧没有其他动作。呆小妹见此伸出手，从后面捂住凌云墨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呆小妹尖着声音，诚心与凌云墨开玩笑。不过嘛，虽然尖着声，凌云墨还是瞬间听出来这就是呆小妹的声音。要是这都听不出来，白瞎这么久的朝夕相处。媳妇，今天怎么这么早起床了？呆小妹的早起打乱了凌云墨的计划。根据他对呆小妹的了解，这妮子一般是9点才会醒。
然后还要在床上磨蹭半个小时，所以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叫厨房的人做饭。第174章，又喝中药，今后需要让贾维斯注意了。要是其他人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凌云墨这里不一样，贾维斯可以知道呆小妹有没有睡醒，一旦她有清醒的迹象，贾维斯便能通知后厨开始做菜。睡不着了吗？呆小妹勾着凌云墨的脖子，头稍稍埋下去，两人就这么脸贴着脸。1号下意识的偏头，见3号双眼直勾勾的看着两人秀恩爱，心中暗叹一声。贾维斯，通知后厨的人做饭。他的手机在晨练结束后就上楼拿了下来，同时也把昨晚的战场打扫了干净。是，先生。贾维斯没有实体，不能面对面通知，不过他可以通过网络联系后厨的负责人，有了贾维斯就是这么方便。老公，就算是通知了，也应该需要很久吧？能陪我一起出去转转吗？现在呆小妹很想到处走走，不然也不可能起这么早。好。凌云墨点点头，谁会拒绝陪自己媳妇出去逛逛呢？呆小妹嘻嘻一笑，双手放开。凌云墨起身过来后，呆小妹就顺势抱着他的手臂，两人十分恩爱的往城堡外走去。河边昨天已经去过，好在城堡范围内不只有人工湖，后方还有私家园林。呆小妹和凌云墨当然不会再去已经去过的地方，双双走向城堡的后面。时间过去40几分钟，两人坐在园林中的一根长凳上，呆小妹头靠在凌云墨的肩上，周围除了鸟鸣虫叫，再没有其他声音，看起来十分温馨。不过贾维斯的声音却在此刻响了起来。先生，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这里没有其他人的存在，贾维斯便没有隐藏声音，在场的4人都能听到。早饭做好了。呆小妹的头从凌云墨肩上抬起来。走吧，回家吃饭了。时间一晃来到早上的9点，餐厅内呆小妹和凌云墨同时放下筷子，已经是吃饱喝足。1号，天罪呢？凌云墨放下筷子就看了眼1号，在厨房煎药。1号对天罪的行踪还是知道一些，便开口说道：啊！一听到煎药，呆小妹瞬间回想起昨天的中药。天罪在厨房煎药，这不就是给他煎的吗？不行，要溜，必须要溜，否则后果就严重了。嘿嘿，老公，不是答应我今天要去逛街吗？我们收拾一下就出发了吧，我都没有新衣服穿了，而且手机也该换了。呆小妹马上开始转移话题，不能让凌云墨再想中药的事情，不差这点时间。凌云墨有些好笑，这小妮子的借口也太牵强了。啊，那我先上楼收拾一下。呆小妹心中已经有打算，待会上楼就把门反锁了，等中药凉了再下来。呆小妹知道中药凉了，凌云墨是不会再让她再喝，至于能不能躲过15，等把这关先过了再说吧。然而他的如意算盘真的能奏效吗？凌云墨笑着拉住呆小妹，我们不在意那点时间，都和呆小妹同床共枕了那么久，凌云墨深知她的性格，被她跑了就不容易抓住了。不嘛，老公，我就上去化个妆就下来，保证不会把门锁上的。呆小妹开始撒娇卖萌，殊不知这句话已经暴露了很多信息。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不行的媳妇，喝了中药我和你一起上楼，你化妆我就给你梳头发。呆小妹一愣，梳头发？凌云墨还从来没有给她梳过头发，这句话不禁让她逃跑的信念动摇了。老公，你真的要给我梳头？最终呆小妹还是受不了这样的诱惑，说出这番话来。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凌云墨实在没想到这句话的威力这么大，让十分讨厌喝中药的呆小妹乖乖就范。呆小妹又犹豫了好一会，最后咬牙答应下来。不就是喝碗中药吗？之前又不是没有喝过，难受只是几分钟的问题，比起来在直播间中炫耀，难受些怕什么？显然凌云墨给她梳头发，这将又是一个秀恩爱的好机会。见呆小妹下定决心，凌云墨也就放开了她的手。两人从餐桌上下来，临走时给1号使了个眼色。1号跟着凌云墨的时间，前世今生加起来也有几10年了，瞬间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再跟着凌云墨，反而走向厨房，来到客厅坐下。老公，今天的中药不用你尝味道了，我自己乖乖喝。昨天凌云墨喝药皱眉的脸色他是看到了，呆小妹可不想今天又看到这一幕。我们要同甘共苦。拍了拍呆小妹挽着自己的手背，凌云墨笑着说，他昨天皱眉倒不是嫌弃中药苦，而是想着这么苦的味道，呆小妹能不能喝下去。两人就是这么互相关心着对方，而对方却丝毫不知道。老公，好感动，可惜没有开直播，不然酷死那帮狗东西。两句话第一句说了出来，后面一句却是在心中想着。来到沙发上坐下，不出2分钟，1号就从厨房那边过来，来到凌云墨边上，俯身在他耳边说道，先生，根据天罪的说法，还需要半个小时才能煎好。没错，
刚才凌云墨给1号使的眼色，正是让他去看看药监的怎么样了。要知道，好不容易将呆小妹哄住，凌云墨可不想功亏一篑，要早点监好，呆小妹就能早点喝药。凌云墨没有回应，只是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呆小妹看着两人神神秘秘的样子，有些奇怪。1号的话，她根本没有听清楚。老公，你们在说什么？呆小妹是个忍不住好奇的主，连忙扑到凌云墨怀中问道。没说什么，想出去逛逛吗？转移话题，不仅呆小妹会，凌云墨用的也得心应手。好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呆小妹非常单纯，只要说出她喜欢的东西，注意力保证会立即转移。不过，虽然知道呆小妹这个弱点，凌云墨却不会经常用。他的事，呆小妹有权知道。待会等她喝完中药后，凌云墨也会向呆小妹坦白这个事。第175章，兑现承诺。半个小时后，凌云墨和呆小妹走进城堡。刚一进来，他就闻到一股中药气味。老公，你这是早有预谋吗？呆小妹终于明白过来，这次为什么只逛了一小会，凌云墨就说要回来，原来全部都在这里等着。凌云墨微微一笑，脸上没有丝毫尴尬之色。毕竟，这一切都是在为呆小妹好。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后，放开他的手臂，自顾自往餐厅走去。因为天醉和天浅小姐姐都在那里，想来中药也应该被放在了那里。果不其然，刚刚来到餐厅，这里的中药气味更为浓烈，餐桌上还摆放着一碗乌黑的液体。呆小妹也不废话，来到餐桌边坐下，直接端起桌上的小碗，咕噜咕噜。经过昨天喝中药的经历，呆小妹知道，只要没喝吐，就往死里喝，长痛不如短痛。要是还和昨天凌云墨那样一勺一勺的喂，她会更难受。再喝了有小半碗，呆小妹还是忍不住了，嗨嗨，将小碗移开自己嘴巴，呆小妹忍不住的咳嗽起来。虽然这会凌云墨还没进来，但是3号之前却和呆小妹一起来到餐厅。见他如此，赶忙接过呆小妹手中的空碗。正在往餐厅中走的凌云墨见呆小妹那难受的表情，瞬间加快步伐。媳妇，来到呆小妹身边，凌云墨伸出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好苦啊，老公，天醉，喝一半没问题吧？凌云墨十分双标，刚开始都想强迫呆小妹喝药，但现在看见呆小妹这么难受，又不想再让她喝了，药效会减弱一大半。天醉如实说道。这……呆小妹从凌云墨胸口抬起头，见他面色犹豫不定，心中不仅不苦了，还有种甜蜜蜜的感觉。老公，没事的，我缓缓就好。呆小妹目光看向3号，示意他把中药递过来。3号照做，手中的中药递到呆小妹手上。媳妇，要是实在接受不了，咱们就不喝了，等适应了再喝。凌云墨眼中的心疼显而易见。老公，你瞧不起谁呢？我这就喝给你看。为了让凌云墨不过度的担心，呆小妹强打精神的说道。不过她这点小酒酒，凌云墨自然是看得出来。呆小妹说完那句话，就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咕噜咕噜2口，将全部的中药喝进肚子，连碗底的药渣都没有剩下。老公，你看我厉害吧？呆小妹这次喝完没有像之前一样，不仅精神头十足，还把空碗伸到凌云墨面前。我媳妇就是厉害。凌云墨这句话完全就像是在哄小孩子，不过却非常受用。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媳妇。呆小妹扬起高傲的小脑袋，顺手将手中的空碗递给一旁的3号。老公，现在中药也喝完了，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呆小妹所说的承诺自然就是梳头。走吧，我们上楼。好，走了。呆小妹和凌云墨说走就走，剩下4人在餐厅中不住摇着摇头。他们这位夫人啊，脑回路有点大，他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骨头实在有点跟不上。毕竟天谴组织的成员全部是系统从前世带过来的，其中最小的年龄都有50-60岁，只不过因为系统的关系，他们还保持着20-30岁的容貌。至于天醉，他虽不是系统从前世带过来的，但本身也有50多岁了。上了楼，凌云墨将房门关闭，呆小妹则去拿起放在床头柜上面的手机，接着2人就走进衣帽间。呆小妹拿起梳妆台上的包包，从里面拿出一把香气扑鼻的檀木梳子。来，老公你先拿着，我去摆放一下手机。说着，呆小妹把手中的梳子递给凌云墨，接着就开始寻找好的角度。等找到一个拍摄位置，呆小妹把手机点开，进入豆沙 App， 随即就点击开始直播。开直播的瞬间，弹幕就如潮水般涌来。10点钟，老女人，不愧是你啊，现在才 TM 起来。嗨嗨，楼上的这不是基础操作吗？老女人，林哥呢？现在这些弹幕已经不会让呆小妹心境有较大的波动，她还是心平气和的回应道：狗子们，今早我8点钟就起来了哟，只是当时没带手机，没有开直播而已。弹幕
得了吧，解释就是掩饰，不要说这么多废话了。老女人，你觉得我信吗？直播间的弹幕全是对她8点起床表示怀疑。呆小妹也懒得再解释了，要是换做以前的她，不把这些人对的哑火是不会罢休。行了，别刷了，爱信不信。现在我要给你们说一下今天安排。顿了一下，呆小妹让开身体，让直播镜头能照到梳妆台。我老公今天要帮我梳头发，结束后我们就要上街去买手机。弹幕：林哥给你梳头？别今儿开玩笑了。哇塞，老女人，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尼玛也想要林哥哥给我梳头，只有我注意到了吗？老女人，你又要换手机了？不是前几天才买的，喜新厌旧啊，不愧是你。楼上的，你就别酸了，你要是有钱，也可以天天换着手机玩。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觉得有必要回应一下，不然别人还觉得她在无缘无故的浪费社会资源。手机昨晚上又摔碎了屏幕，就是你们初见3号的那次，然后才想今天去买个新手机。弹幕：索嘎，原来是这样。楼上的，哪里来的鬼子？老女人的直播间，请说人话。随着一条弹幕出现，直播间的画风瞬间被带歪。呆小妹也懒得再管，走到梳妆台边的椅子上坐下。老公，可以开始了哟。转头看了眼已经走到身后的凌云墨，呆小妹笑眯眯地说道：梳头，说真的，凌云墨还是第一次，不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呆小妹见到凌云墨点头，自觉地解开头绳，顺带理了一下头发，让其更为蓬松一点，这样会更加顺滑。见此，凌云墨便上手了，檀木梳子从上而下梳着。第176章，锦城大佬集体出动。梳头看似是一个不要太简单的事，凌云墨起先也这么觉得，不过在梳了一下之后，却有些凌乱了。长头发在没有梳过之前非常容易打结，凌云墨才刚刚梳第一梳子。哎呀！呆小妹突然发出一声痛呼，让凌云墨止住了梳头的动作。怎么了媳妇？老公，有点疼，你慢慢梳，梳不动的时候抓住头发，不要使劲往下拉。呆小妹缓过劲来后，耐心地给凌云墨讲解。虽然她觉得自己梳可能会快很多，但呆小妹还是想把凌云墨给教会。与此同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却是哈哈大笑起来，让凌云墨梳头发。要知道，之前的凌云墨可是一个超级大直男，现在虽说好了很多，不过遇到不懂的东西，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直。显然，帮女孩子梳头就是。弹幕：老女人啊，你可真是胆子大。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要是林哥哥来帮我梳头，即便是头发被薅秃了，我也愿意。同意上面姐妹的话，好羡慕老女人。周淑怡，狗逼老女人，又在拉仇恨。周姐，想不想林哥给你梳头发？不过林哥那里是没戏了，我可以啊。随着周淑怡到了呆小妹的直播间，弹幕是更加疯狂起来。只是这一切呆小妹是看不到了。凌云墨在经过名师的指点后，呆小妹再没有发出过一声痛叫，不过却梳得非常慢。时间来到10点整，历经10多分钟，呆小妹的头发总算是梳顺了。接下来又是10几分钟过去，呆小妹也把妆化好。老公，我漂亮吗？从梳妆台前的椅子上起来，呆小妹转了一个圈，笑嘻嘻地问了一句：漂亮。凌云墨由心说道：嘻嘻。呆小妹非常满意凌云墨的回答，踮起脚尖给了他一个吻。老公，我们这就去逛街买东西了。说完，走向正在直播的手机前，没有第一时间去看里面的弹幕，拿着就往凌云墨那边走去。等两人从楼上下来，1号、3号照常在大厅中等候。先生，两人立刻迎上凌云墨。你们也去准备一下吧，我们上街一趟。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说出今天的安排。是先生。两人异口同声回答。只是，叮铃铃，就在此时，1号的手机却响了起来。1号眉头皱了一下，他在这个世界没有朋友，不可能有人给他打电话。知道他手机号码的人，就只有凌云墨和全天前组织的成员。凌云墨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疑惑的目光看向1号。1号从裤兜中摸出手机，上面备注的名称是192号。对192号1号还是有印象的，他是在前往城堡的必经之路上守候的成员。有情况？1号眉头皱得更深，接起电话。什么事？声音有些沉重。让他们等一下。由于1号没有开免提，凌云墨和呆小妹不知道交谈的内容。不过，凌云墨对此十分放心，脸上没有出现不自然。他知道，即便是全天下都会出卖他，但天前组织的成员一定不会。1号将手机放下，看向凌云墨。先生，锦城富豪集团的人在距离别墅1公里的位置，想要来拜访您。1号将交谈的内容一一道出。富豪集团？凌云墨也是皱了一下眉头，这个集团他倒是一点都没听过。贾维斯，查一下这家集团的信息，以及今天的目的。
一切的不请自来都是抱有目的性的，反正都要让贾维斯查，不如就查个彻底。不出1秒，贾维斯的声音就在大厅中回荡开：先生，富豪集团，一家上市集团，资产在200多亿。今天的目的是来祝贺先生喜得麟子，还查到一个信息，锦城有实力的集团公司都在往这边赶来。贾维斯的声音不大，却好像一个重磅炸弹出现在直播间。卧槽，这就是林哥的面子吗？这待遇逆天了，锦城有实力的集团公司都要看来祝贺林哥。王大聪，不愧是我哥，这待遇连我爸都没有享受过。想要得到富豪大佬们的认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算是王大聪老子来到锦城，也不会让锦城的各方大佬来祝贺他。直播间的人是非常羡慕凌云墨，但是凌云墨却稍稍皱了皱眉。本来今天都答应和呆小妹一起去逛街，现在这些人来是怎么回事？要对呆小妹食言吗？老公，看来我们逛街的计划要延后了呢。呆小妹还是知道分寸的，不打算强迫凌云墨一起去逛街。1号，回去了吧。要是前世的凌云墨，可能还会接待这些人。毕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别看这些人身价都不高，不过联合起来还是挺有实力的。以前的凌云墨摊子那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现在不同，他所掌管的集团公司就那么几个。千福生的黑科技公司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作为，魔都的高尔夫球场有和没有差不多。凌云墨不差那点钱，再有就是明艳，这个饭店可不是这些商人能动得了的，更是有恃无恐。这么算下来，回去也就回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呆小妹听到凌云墨的话一愣，随即幸福感简直是填满整个心房。凌云墨居然为了这次逛街要回去这么多大佬，同时直播间的观众也是在震惊凌云墨的这句话。霸气？不，霸气都不能显示此时此刻的凌云墨。是先生。1号不会忤逆凌云墨的意思，说了一声后就将手机拿到耳边。先生暂时没空，回去了吧。与此同时，距离城堡1公里的位置，192号挂断电话，将手机收好后来到一辆大奔后排的车窗前。先生，抱歉，我先生临时决定外出，请改日再来。虽然大奔里面的人身份不凡，192号面对起来却不卑不亢。那真是遗憾。大奔里面坐着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了句：不过这位小哥，不知道林先生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第177章陈华大道。小哥，192号听着有点无语，他的年龄可不止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先生的行程我们不知道。虽然无语，192号还是老老实实将实话说了出来。爸，明天来吧，我刚刚看了林先生夫人的直播，他们今天要去逛街，而且已经准备好了，要怪就怪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车后排坐的一个美貌女人说话了。美貌女子其实算得上凌云墨的粉丝，当她得知今天他爸要来拜访凌云墨的时候，那是死皮赖脸的都要跟来。只可惜，当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在早上，根本没有打开呆小妹的直播间就去打扮了，直到现在被拦在门口，才想起来拿出手机看呆小妹的直播间。小哥，那我们明天再来拜访。中年男人对着192号说了一句，随即看向前面的年轻司机。小王，掉头回去吧。时间过去几分钟，1号3号已经准备完毕，还是和上次去峨眉山一样，凌云墨和呆小妹单独开车走出城堡。凌云墨的阿斯顿马丁已经被开到门口，凌云墨和呆小妹直接上车，1号3号则去一边开另一辆商务车。嗡！随着阿斯顿马丁发出一阵音浪，往城堡外驶去，可能是担心呆小妹又会晕车。凌云墨开得并不快，出了城堡的范围，路上凌云墨还遇到了许多豪车。凌云墨知道这些人可能就是锦城的那些大佬。有趣的是，这些豪车在看到凌云墨的座驾后，有些注意到了的停在半路上，开始打听凌云墨的去向，有些则可能是没有注意，径直往城堡驶去。不过对此凌云墨丝毫不关心，阿斯顿马丁没有停顿一下。就这样，凌云墨驾驶着车来到大马路上。老公，我能开不？看到笔直的公路，路上又没有多少车，呆小妹的手又痒了起来，提出想要开车的意思。不行，你怀着孕。凌云墨不知道呆小妹怀孕还好，可以让她玩玩，但现在明显是不会答应。毕竟其他事情即便是出事，还有生的希望。万一怀孕了的呆小妹神志不清，误把油门当刹车，那乐子就闹大了。呆小妹见凌云墨回答的这么干脆，知道他提出来的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不禁嘟了一下嘴巴。而这个表情落在直播间中，却引起广大女性同胞的不满。弹幕：这老女人又菜又什么都想玩。老女人，你要是实在想玩，我们交换吧，我来怀孕，只要林哥哥陪着我就好。林哥哥什么都想保护着你，你还多个锤子的嘴啊！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有点想哭，
妈的，他只是嘟了一下嘴巴，以此来撒娇，就被直播间的人给误会了，而且还 TM 不好解释。既然不好解释，呆小妹就懒得再解释，将镜头对准车外，让直播间的人全部和外面的风景对线去吧。车辆缓缓行驶在大马路上，所有的车辆都离得老远。这么说也不对，阿斯顿马丁后面50米处紧跟着一辆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商务车，外人不知道这辆车什么情况，直呼胆子大。在大马路上行驶了半个小时的样子，车辆渐渐变得多了起来。贾维斯，帮我找附近的商场。前世的凌云墨没有购物的习惯，就算来到锦城，也只在有限的几个地方活动，对这里的高档商场是一点都不了解。是先生，前方路口往左转。凌云墨刚刚说完话，贾维斯牌导航又是上线。当阿斯顿马丁转过一个路口，先生，请沿成华大道继续行驶5公里。弹幕：哎，他来了，成华大道他来了。林哥，你是要去二仙桥吗？虽然没去过锦城，但是却知道要去二仙桥需要走成华大道。大家快查查，二仙桥有什么大型的豪华商场没有？预言一波林哥他们的去处。呆小妹本来在车上东张西望，看着锦城的繁华，可当看到直播间这么激动，瞬间就懵逼了。成华大道，二仙桥，什么跟什么啊？狗子们，你们发的什么弹幕？我怎么看不懂？看着呆小妹迷糊的样子，直播间的水友都是明白，那个梗她怕是不知道。老女人待会自己上网搜索，言语是描绘不出那个场面的。对，赞同楼上的话，言语根本是描绘不出来。哈哈，兄弟们，你们让我重新又回忆起那个节目了。呆小妹不看还不要紧，一看更是来兴趣了。她就是这样的人，对大家喜欢的都想看看。狗子们，你们等我一会，我去搜索一下。说着就要点下播的选择。弹幕：呆总建议使用抖音搜索，直接就出来了。这条弹幕是呆小妹下播前看到的最后一条。抖音吗？心中想着，呆小妹连续点了几次返回键，来到手机的桌面上，随即点开抖音，输入成华大道二仙桥2个关键词，瞬间抖音弹出来几个视频，看了几秒钟，里面的内容就逗得呆小妹哈哈大笑。凌云墨听到了里面的谈话，只是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触。哈哈，老公，里面的2人妥妥的段子手，太好笑了。几分钟的视频，呆小妹很快就看完。见凌云墨只是含笑点头，呆小妹又说道：待会我们逛完街，回家我就给你看。好。从新点开豆沙 app 开启直播后，无数人开始询问起来。老女人，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魔性？现在知道了吧？要去二仙桥，必须要走成华大道。既然走上了成华大道，问问林哥是不是要去二仙桥？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微微一笑，转头看向凌云墨：老公，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哪？这问题问到凌云墨，他也不知道，指路的可不是他。贾维斯，我们的目的是在哪？凌云墨在车内出声询问。先生，夫人，我们即将去太古里。第178章，你是不是想害我？哎呀，是太古里啊，我记得那里是网红们的天堂，不知道能不能在那边看到。网红们能和林哥相比吗？楼上的人家又没说要和林哥相比。看见直播间中起了争执，呆小妹无奈说道：我直播间可是大佬云集，你们这样争执起来有意思吗？直播间的众人平时都喜欢对呆小妹，不过那也分场合，现在站出来制止，说明呆小妹不希望他们吵下去。要是把他惹毛了，直接关了直播间，那就没意思了。见直播间恢复往日的和谐，呆小妹满意的点点头。在贾维斯爆出要到太古里的同一时间，身处锦城的网红们也收到了这个消息，纷纷开始行动起来。现在的网络传播的这么快，大家都知道，只要拍关于凌云墨和呆小妹的内容，就能让直播视频爆红。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些网红自然不会错过。凌云墨和呆小妹还不知道，等他们聚到太古里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是群魔乱舞。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凌云墨总算是将阿斯顿马丁开到太古里。锦城的太古里，平日里来往的豪车那是数不胜数，不过价值将近5000万的阿斯顿马丁嘛，却不多见。毕竟全华夏也才只有5辆而已。在街上众人的注视下，阿斯顿马丁缓缓驶向地下车库。人行道上本来还有人要通过马路，看见凌云墨的座驾，倒是直接停在原地，竟是给他让行。凌云墨见到这一幕没有任何感觉，呆小妹在车上却是激动坏了，让行人在人行道上给车让路，这得多大的面子。在街边众人的注视下，阿斯顿马丁缓缓驶向地下车库中。就在凌云墨他们消失的刹那，抖音上就出现他们的行程。林哥老女人已经到达太古里，这是视频的标题，点进这条视频，里面正是刚才的一幕。这条视频在短短1分钟内就已经有上万的点赞，评论也有上万之多。越看这车越喜欢，
将近5000万，你可以买个模型来玩玩。我就在太古里，不知道林哥他们会从哪个电梯口上来。算了，随便找个口子，静待偶遇。网络上发生的这一切，凌云墨还不知情，殊不知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准备着与他们进行偶遇。地下车库内，老公，好像没车位了呢。锦城的太古里每天来往的人非常多，这就造成车位十分紧张。可能是凌云墨他们的运气不好，逛了10多分钟，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车位。要不我们去别的商城？放缓车速，凌云墨转头看向呆小妹，我听老公的。不管是呆小妹还是凌云墨，都是不缺时间的主，而且现在的时间还不到12点，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然而就在此时，太古里负责人赠送主播500个火箭。呆总，麻烦请稍等2分钟，我马上叫人处理。伴随着一条弹幕的出现，瞬间就燃爆了整个直播间。凌云墨只是找不到车位而已，居然把太古里的负责人都炸出来了。其实出现这一幕并不是多么神奇的事，凌云墨出现在太古里的消息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内已经不胫而走。身为太古里的负责人，手下早就给他汇报过，他还特意叫来秘书泡了壶上好的龙井，并且密切关注呆小妹直播间内的情况。本来一切都有序进行着，但是现在凌云墨居然因为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想要到别的商场，这怎么能行？要知道，现在华夏境内的大佬们巴不得和凌云墨扯上点关系。要是被太古里的开发者知道凌云墨原本是来了这里，结果因为找不到停车位离开，那他这个负责人前路也就到头了。咦，老公，太古里的负责人给我发消息，说是让我们等2分钟。呆小妹现在在直播间中看到这样的弹幕，已经见怪不怪，脸色根本没有任何变化。要是搁以前，早就直接把手机交给凌云墨，让他处理了。也行。凌云墨和呆小妹是不缺时间，不过要是能找到车位停车，也不用再麻烦。毕竟，谁能保证下一个商场又有停车位呢？太古里的负责人在听到凌云墨的话后，长长的舒口气。不过走向地下车库的脚步却不停。等待期间，凌云墨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后面除了1号的车外，积压了很长的队伍。无奈，凌云墨只得再往前开，那里的路稍微宽一点，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会车。然而，事情真的会这样吗？等凌云墨和1号的车开到那个稍宽的位置时，商务车刚刚让开道，后面的车就一个方向猛打过去，漂亮的完成超车。马德，前面又没有车，还开那么慢，你怕是在开婚车哦？后面车主在车内骂骂咧咧，只是刚刚超过商务车，看到那鲜红的阿斯顿马丁时，顿时傻眼了。卧槽，阿斯顿马丁177！副驾驶的人显然是跑车发烧友，只一眼就认出凌云墨的座驾。多少钱？驾驶室染着一头红发的小青年问。马德，你离得越远越好，你的100万还不够给人家做个漆面，落地只比5000万。副驾驶的男人说着话，赶忙掏出手机，对着凌云墨的座驾一阵猛拍。红发小青年瞬间就懵了，他有个猜想，商务车给他让位，允许他超车，可能是想间接的害他。这样想着，红发小青年恶狠狠地瞪了眼商务车中的1号一眼。这个眼神，1号自然是注意到了，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凌云墨的安全，需要时刻观察周围人的眼神和动作。见到红发小青年的眼神，1号眉头皱了一下，这个眼神他看出来了，是冲着自己来的。我好像并不认识他。心中虽这样想着，凌厉的目光和红发青年对视起来。红发青年看到1号的眼神，心底忽然升起一股寒意，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要知道，前世天谴组织中的成员，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要接受特训，长大后更是在凌云墨的安排下去了境外的战场，一身杀伐之气也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了。他们认真起来，普通人根本不敢和他们对视。第179章，负责人。滴，这里造成了拥堵，导致后面的车不断按着喇叭，整个地下车库中回荡开汽车的鸣笛声。红毛青年后面的车下来一人，正想看看前面是个什么情况，嘴巴一张一合，显然也是个暴脾气。不过刚刚来到红毛青年的车边，向前看了眼，凌云墨的座驾就暴露在视线当中。这一下，这人总算知道为什么会造成拥堵了，原来是这辆车的缘故啊！凌云墨在网络上本来就火，附带的他的座驾也是火遍网络。这人虽不是凌云墨的粉丝，但却知道这辆车的价值，随即灰溜溜的就回到自己车上。就算前面没有红毛青年的车，他也不敢从狭窄的过道中把车开过去，这要是手滑估量不对，就是倾家荡产的后果。凌云墨在车上很无语，他旁边有足够的超车距离，不然红毛青年也不会超过1号的商务车，和他并排在一起。老公，我们以后出来还是开辆普通的车吧。呆小妹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单脚跪在座椅上，转头看向后面，同时将手机镜头也对准后面。
好。就算呆小妹不提醒，凌云墨也想换车了。不仅是出来很容易引起围观，跑车坐起来也不怎么舒服。以前不知道呆小妹怀孕，凌云墨也还能接受，现在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要给呆小妹最舒适的环境。两人的对话一字不漏地传入直播间中，促使里面的观众们不断猜测起来。弹幕：大家伙猜猜，林哥想换什么车？快去网上看看啊！友情提示一下，查询的时候价格小于500万的不要看。哈哈，对，少于500万的车，林哥不会买。呆小妹看到这些弹幕，从座椅上下来，戏谑的目光看凌云墨。老公，直播间的狗子们在猜测，你一定会买大于500万的车，在这里采访一下我的林先生吗？你下一辆的座价要买多少钱呢？凌云墨听到呆小妹的话，转头笑着说道：钱不钱的无所谓，只要坐着舒服就行。弹幕：啧，多少钱无所谓，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逼王我见得多了，但像林哥这样的逼王，我是头一次见。老公，你这么说会让直播间的人误会的。呆小妹笑眯眯说道。凌云墨也不答话了，伸手在呆小妹脑袋上摸了摸，感受着头顶上的大手，呆小妹脸上大写着2个字：满足。很快，太古里的负责人来到地下车库，看到长长的车队，负责人赶忙往前跑去。正奔跑间，一个声音却叫住了他：张总，发生了什么事吗？负责人停下脚步，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辆保时捷的副驾驶探出一个脑袋。杜总，抱歉，现在我有急事。要是平时，负责人可能还会和那人闲聊2句，但现在他实在没有这个心思。相比起早点到达凌云墨面前，这姓杜的完全就不够看，不能在他身上耽搁一丁点时间。杜姓男人瞬间愣在原地。他和太古里的负责人虽说不是多好的朋友，但遇到了一些场面话还是会说的，现在居然随口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看他神色匆匆的样子，难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大事？想着，杜姓男人对着旁边的司机交代一句，随后从保时捷上下来，向着车队前面走去。他倒要看看是什么事情能让太古里的负责人这么慌张。车队很长，但是在负责人的奔跑下，很快就来到堵车的源头。当看到那辆标志性的阿斯顿马丁，负责人长舒口气，总算是赶上了。想着，负责人赶快迎了上去。商务车中，1号见有人在往凌云墨的车走去，瞬间警惕起来，和3号一同从商务车中下来，快步来到凌云墨车边，看着负责人的靠近，那眼神如鹰般锐利的眼神让负责人吞了口唾沫。不过心中虽有些胆怯，还是壮着胆子靠近凌云墨的座驾。这一下，商务车边上的红发青年才看明白，1号并不是想要害他，而是一个保镖。负责人来到车边：你好，请问林总在车里面吗？我是太古里的负责人。负责人看到了车内的凌云墨，但是还是对着1号说道。1号眼神一闪，正想说话，阿斯顿马丁的车窗落下。先生，1号一见知道凌云墨有话要说，来到驾驶室边上。至于3号，他的眼神自始至终没有移开负责人一眼，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凌云墨对着1号点了一下头，看向负责人，笑着说道：辛苦了，不知道怎么称呼。不辛苦林总，我叫张建国。负责人姿态放得很低。想想也正常，凌云墨呀，多少大佬都要巴结的人物，他一个小小的负责人，能和他有所交集就烧高香了，能不把姿态放低吗？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只是来买点东西而已。凌云墨很无奈，要不是找不到停车位，他实在不想搞得这么声势浩大。好的，林总，您就把车放这吧，我马上叫人下来管控这里。太古里有 VIP 停车位，不过张建国为了让凌云墨不麻烦，直接选择更为耗力的办法，让人下来协调车辆，所有通往这里的路全部封死。这就是大佬的待遇啊。你安排就好。凌云墨对此也没有说什么，转头看向坐在副驾驶的呆小妹。媳妇，我们下去吧。好的，老公。两人刚刚下车，后面的杜姓男人也是来到后面，在看到凌云墨的身影后，眼神一凝。要说现在锦城谁最出名，毫无疑问就是凌云墨了。稍微有点身份的人都知道，显然杜姓男人就是这一拨人。只是他刚想靠上去和凌云墨套个近乎，凌云墨就和张建国往前面的电梯口走去，那里也能上到地面。剩下这些人独自凌乱了。好在凌云墨他们刚刚离开，就有10几个工作人员来到地下车库维持秩序。坐上电梯，林总，茶水已经准备好，不如上去喝口茶。第180章，又喝茶。凌云墨想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张建国的话，转头看向呆小妹。呆小妹一见，知道他的顾虑。老公，现在时间还早，去吧。呆小妹知道，要是凌云墨不想去，直接就会回拒。现在转头看向他，意思非常明确。凌云墨脸上露出笑容，
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呆小妹对此只是嘻嘻一笑，这一个动作让两人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意。张建国这会在电梯中感觉非常尴尬，早就听说凌云墨和呆小妹喜欢秀恩爱，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啊。1号、3号对此已经见怪不怪。电梯运行了10几秒，最后停在最顶层。这一层没有商户入住，里面全是太古里的办公人员。张总走出电梯，迎面就是身穿职业装的小姐姐，对着张建国柔声细语地说道。不过在看到张建国的身旁的凌云墨时，眼睛瞬间就直了。凌云墨不仅气质出众，那帅气的脸庞更是没话说。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女性都不能抵挡住凌云墨。呆小妹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不过却没有和以前一样变得异常警惕。她只是跨上凌云墨的手臂，表示她已经名槽有主。果然，对面的小姐姐见到这一幕，顿时就明白了一切，快速收回目光。弹幕：小姐姐，你怕个嘚呀，继续看啊！得亏是没遇到我呀，是我绝对把林哥哥看得不好意思。哈哈，林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女人，你遭得住不？直播间中充斥着调侃，不过现在场合不变，呆小妹也没有多说什么。张建国对着小姐姐笑了一下，接着看向凌云墨：林总，我们进去聊。当张建国和凌云墨离开，小姐姐马上跑回办公室。哇塞，你们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不？小姐姐非常兴奋。心雨，知道啊，是不是一个帅气的帅哥？工位上又一个长相清纯的小姐姐抬起头，戏谑的目光看向刚刚进来的小姐姐。心雨，你蒙得这么准？什么叫蒙得准啊？现在在网络上都传开了，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不？清纯小姐姐说。这一句话成功引起其他人的兴趣。什么男人？你们在说什么？显然清纯小姐姐没有把知道的事情透露出去。心雨一听，顿时将刚才发生的事简单讲述一遍，说完看向清纯女孩：萍萍，大家都不知道我看见了帅哥，就你知道，怎么回事？嘻嘻，我刚才偷偷看了一下直播。叫萍萍的女孩尴尬笑了一下。上班期间摸鱼，这可是要受处罚的，只是现在却没人管这个了。直播关那帅气小哥哥什么事？心雨十分不解。当然有关系了，林哥哥身边的那个女孩就是他的妻子，是网络上顶级的大主播呆小妹，而林哥哥身价已达万亿，这次来太古里是为了购物，网络上都闹疯了，你们随便打开抖音看看就知道了。身价达万亿，名叫萍萍的女孩虽然说了很多，但是在场的人却只记住了5个字：身价达万亿，富豪啊，超级大富豪。张建国的办公室内，林总，林夫人请坐。张建国指引着凌云墨两人坐下。林夫人，呆小妹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就感觉非常意外，心中还有点小窃喜，从而对张建国的印象加分不少。凌云墨和呆小妹坐下，1号、3号则分别站在两人的身后。现在到了别人的地盘，两人不得不谨慎。虽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但不能排除有亡命之徒。不管在任何时候，1号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张建国看了眼身后的两人，想了一下没有说话。这要是让他们俩到后面的沙发上坐下，非得引起误会不可。让人家保镖离开雇主，这不就是另有所图吗？林总，来喝茶。上好的铁观音张建国早就叫人泡好，现在客人到了，张建国便为凌云墨和呆小妹分别倒上一杯。呆小妹一看递过来的水，顿时就无语了。又是茶，这东西直到现在她依旧是没学会。凌云墨自然是注意到了呆小妹的眼神变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空的茶杯。张建国不知道凌云墨这是什么意思，赶忙问道：林总，怎么了？我媳妇不喜欢喝茶。凌云墨把茶杯放下，刚想伸手过去拿一边的保温壶，这东西是专门泡茶用的。张建国见状，连忙拿起保温壶，站起身。林总，林夫人，真是不好意思。说着话，将凌云墨放在桌上的茶杯倒到7分满。没事。凌云墨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对此并不在意。凌云墨将水杯挪到呆小妹面前，呆小妹脸上露出笑容。谢谢老公。说完又看向张建国，谢谢张总。不客气。张建国笑着回应一声。接下来的时间，几人就在办公室中闲聊了有10多分钟的样子。张建国倒是没聊什么，聊的内容几乎就是家常，祝贺呆小妹怀孕之类的，没有掺杂一丁点其他目的，所以这次聊天十分愉快。不过凌云墨他们今天来太古里的目的是为了购物，并没有在这里待多久。毕竟呆小妹的衣服在魔都一件都没有带来，手机也要换，还有马上就要去见呆爸呆妈，礼物方面自然也要准备好。要是到了目的地再准备，未免有些不像话。林总，我带你们去吧，想买什么给我说。张建国也是个自来熟，认识短短10几分钟，就像是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样。张总现在不工作吗？
凌云墨笑看张建国，总的来说对他的印象也还不错，不然就会直接拒绝了，哪里还会问这么多？哈哈，没事，他们能处理。凌云墨现在的身份摆在那里，张建国即便是工作再多，也会毫无顾虑的将其全部放下。那就多谢了。对于让张建国跟着自己，凌云墨还是有考虑的。要知道，太古里非常的大，凌云墨他们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逛很久才能找到。但有张建国在一边就不一样了。第181章午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呆小妹和凌云墨将需要买的东西全部买了一个遍，最后才心满意足的来到地下车库。刚刚下电梯，这里和之前大不一样，紧挨阿斯顿马丁的车已经全部消失不见，而且凌云墨车边上还有2个人守着，生怕有人会来打阿斯顿马丁的主意。其实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虽然车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维持秩序，外来车辆被拦住改道了，不过行人却没有办法，毕竟相距车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电梯口，太古里的人也不可能把这个电梯给封锁了。要是没人在阿斯顿马丁车边守着，行人上去弄花了点漆面就完蛋了。张建国把凌云墨和呆小妹送上车，听着阿斯顿马丁发出一声音浪离去，这才长长呼出一口气。正想转头回电梯的时候，手机铃声却在此刻响了起来。张建国拿起来一看，上面的备注只有2个字：老板。接通手机，不等他说话，里面的人就哈哈大笑的说道：哈哈，建国，你做的非常不错，我在直播中看到了，待会我回来请你吃饭。其实要不是张建国一直待在凌云墨身旁，他老板老早就会给他打电话。凌云墨啊，现在的风云人物，加之太古里背后的老板身价已达1000亿，是有资格知道明艳方面的事，天命组织也有所耳闻。而这样一个人能光临他的产业，脸上倍有面子。现在的凌云墨就是这样，即便他什么都不说，来到大佬的地盘都会让他们非常激动。这些是我该做的。张建国嘴角上翘，也是非常高兴，能得到大老板的赏识，当然会高兴。出了地下车库，凌云墨没有再让贾维斯指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走过一次的路就能记在脑海中。老公，我有点饿了，也好想睡觉。本来来到太古里的时候，时间就接近12点，又在里面逛了几个小时，现在不饿才是怪事。媳妇，你先睡会，我马上叫他们做饭。想着呆小妹在商场中逛的时候精神满满，凌云墨现在就很无语。逛的时候压根没有一丁点感觉，回到车上就困，这就是女人啊。老公辛苦，开车小心点哟，我先眯一会。呆小妹将手机放在阿斯顿马丁的操作台上，虽然直播间中看不到任何画面，却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好，媳妇你睡吧。抽空瞟了眼呆小妹，见她双眼闭合，便对着空气说道：贾维斯，通知一下他们开始做饭吧。是，先生。贾维斯的声音回荡在车内。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并不快，大约过去1个多小时的样子。凌云墨他们总算是回到了家，将车开进地下车库中，熄火后看向呆小妹，伸手扶了扶呆小妹的刘海，脸上浮现出微笑。贾维斯，饭做好没有？看着呆小妹的眼睛没有偏移半分。先生，饭菜刚刚做好。凌云墨点了一下头，看了下操控台上的手机，顺手拿起手机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随即开门下车，来到副驾驶，打开车门，伸手揽住呆小妹的细腰，一个公主抱将她抱在怀中。呆小妹似乎还有点意识，抬起手臂勾住凌云墨的脖子。要不是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凌云墨都会以为呆小妹已经醒了。摇摇头，凌云墨抱着她往地面走去。刚刚走出地下车库，就见1号指挥着天谴成员往里搬动东西。至于搬的是什么，不用想，肯定就是2人今天的成果。先生，1号来到凌云墨边上。今天辛苦你们了，一起吃饭吧。1号、3号跟了他们一下午，直到现在也没有吃饭。反正凌云墨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工具人，一起吃饭没有任何不妥。只是1号像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死活都不肯答应。凌云墨对此也是十分无奈。那你们不用跟着我了，先去厨房找点东西来吃吧。回了家，凌云墨一点都不担心。要知道，现在家的周围可是有近200多位天谴成员24小时巡逻，就算是世界级的顶级杀手，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到里面。先生，您吃过了，我和3号会去找吃的。1号面色严肃。听完这句话，凌云墨就不再说什么了，抱着呆小妹进入城堡中。刚进城堡，一股饭菜的香味就使劲往鼻子中钻去。闻着这味道，即便是不怎么饿的凌云墨也想要吃饭了。来到餐厅坐下，充当保姆的天谴小姐姐揭开盖住盘子的盖子，顿时饭菜的香味更加浓烈，以至于怀中的呆小妹睫毛也是微微一颤，有醒过来的迹象。凌云墨一直看着呆小妹，
见此，轻轻在他耳边呼唤起来：“媳妇，醒醒！”这样喊了几声，呆小妹睁开朦胧的双眼，睁眼的瞬间抽了抽鼻子，瞬间回神。好醒来后，呆小妹的第一句话就是林云墨怜惜地揉了揉她的头，伸手接过天谴小姐姐盛好的饭，随后像是照顾小朋友一样喂给呆小妹吃。这种待遇简直是不要不要的。一旁的天谴小姐姐投来羡慕的目光，不仅是她们，任何一个女性来看到这一幕都要羡慕死。林云墨呀，身价超亿万，人长得帅，又会照顾老婆，是个正常人都会喜欢。一顿饭就这样结束，自始至终呆小妹都没有动过一下筷子。刚刚吃过饭，天罪的中药还没送来，呆小妹又是闭上双眼。对此，林云墨没有再叫醒她。今天那么早起来，期间又没睡过，少喝一次不打紧。林云墨匆匆扒拉几口饭，填饱肚子后，抱起呆小妹就往楼上走去。来到卧室，帮呆小妹脱下衣物，想了一下，也将自己的衣扣解开，双双进被窝当中。呆小妹似乎感觉到了林云墨就躺在身边，拿过他的手放在脖子下。做完这些，翻身抱住林云墨，嘴角露出甜甜的微笑，对此非常满意。第182章，呆小妹直播间被封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林云墨从睡梦中清醒，侧头看了一下身边的呆小妹，见她依旧处在熟睡当中，抬起另一只没有被压住的手，看了一下时间，2个小时。林云墨他们2点回家吃饭的，到现在也才只睡了2个小时，这点时间还远远达不到呆小妹清醒地步。放下手，林云墨拿起床头柜上的书看了起来。至于为什么不起来，呆小妹还压着一只手呢，这要是抽出来，万一把她弄醒就不好了。就这样，时间缓缓流逝，转眼又过去1个多小时。林云墨正看得起劲，边上传来一声轻吟。林云墨立刻放下书，转头看去，入眼就是呆小妹猛地睁开双眼，这是睡眠得到极好补充的表现。四目相对，片刻，呆小妹翻身抱住林云墨：“老公，你什么时候醒的？”看着呆小妹精致的小脸，林云墨微微一笑：“醒了好一会了。”“哦，都不叫我。”呆小妹露出招牌动作，嘟了一下嘴巴。林云墨见到这调皮的模样，忍不住吻了上去。呆小妹自然不会拒绝，双手顺势勾住林云墨的脖子，积极的回应起来。半晌，亲吻结束。好了，起来了，出去活动活动。唇分之后，林云墨拍了拍她的脑袋，笑着说道：“不行哦，老公，还没喝牛奶呢。”说完，笑嘻嘻的钻进被窝中。一晃，时间又是过去1个小时。林云墨和戴小妹终于是完事，又在床上磨蹭了10几分钟，2人才起床。等林云墨给戴小妹穿好衣服，呆小妹正准备拿起林云墨的衣服给她穿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手机从林云墨外套的衣兜中掉出，落在地上。原本这没什么，毕竟一个手机而已，摔坏了也就摔坏了。但是呆小妹晃到屏幕还亮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之前在车上的时候，直播好像还没关。机械版转过头，抱着一丝幻想问道：“老公，之前的手机有关直播吗？”林云墨一愣，反应过来后一脸尴尬：“没有，忘记了。”“啊，那不丢死个人！”呆小妹感觉整个人都凌乱了。没关直播，那么之前的话全部被直播间的人听了去。要知道，他们刚才可是没干好事啊。而他直播间又是爆火的存在，或许刚才那些话都传遍网络了吧？万一传到他爸妈那里，回家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乡里乡亲，糗大了呀！呆小妹越想越感觉到后怕，反观林云墨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又没有画面，只听点声音有什么影响？他这没心没肺的样子，看得呆小妹是更加慌张。老公，以后我都没脸见人了。呆小妹带着点哭腔说道。看到这个情况，林云墨这个宠妻狂魔立刻上线，从他身后抱住他。不怕，我们不是还有贾维斯吗？让他把存在于网络上的东西全部都删了。呆小妹听着这句话，眼里的恐惧减弱几分，转头看向林云墨。好，待会我就给程少杰打电话，让他们注意，有在直播间中刷这些剑士的号，直接封了。呆小妹现在算得上是豆沙的股东，即便不是，一个电话过去，程少杰也会立刻按着呆小妹的心意办事。谁让人家有个超级老公呢？可以再让贾维斯注意一下其他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一旦出现这件事的评论号，及时删除。若是其他人来办这件事，还真不好办，毕竟网络上的键盘侠还是挺多的。虽然在呆小妹的直播间中看不到黑粉，但不代表没有，常人根本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可是有贾维斯完全就没问题，只要有人发这件事的内容，分分钟被屏蔽，还不用和软件网站方面打招呼，直接暴力屏蔽。和林云墨商量了一下，戴小妹最后也放宽心，捡起地上的手机，显然已经是做好迎接直播间观众们的狂轰滥炸。不过当他看见直播间呈现的是黑色的时候，愣了一下，
主播请规范直播，现已进行停播，请整改后在行申请复播。黑色屏幕上显现出一行小字。这是超管把我直播间封了。对于这样的提示，呆小妹很熟悉，毕竟也是在豆沙待了几年的老人，这明显就是直播间被封才会出现的提示。老公，看样子没出事，超管把我直播间封了。看到直播间被封，呆小妹不仅没出现懊恼的神色，反而是松了口气。封直播间意味着之前办事的事情没有暴露多少。看到呆小妹脸色恢复正常，凌云墨微微一笑，拿起床头柜上的衣服自顾自穿了起来。呆小妹一见没有去帮凌云墨穿衣，眼睛看向直播间的弹幕，她想看看是什么时候直播间被封的，小秘密又暴露了多少。弹幕：老女人怎么还没办完事啊？大哥哥们，小孩子不懂，请问牛奶是什么意思？小娃娃一边玩泥巴去，大人的世界小屁孩少打听。花了半分钟，呆小妹已经确认直播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被封了。还好。呆小妹轻轻拍着几乎没有的胸脯，想了一下，编辑出一条弹幕：嗨，狗东西们，今天不直播了，咱们明天见。今天的事他需要好好缓一下，要是现在直播，肯定要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而且呆小妹脸皮还没这么厚，刚刚糗过了就开直播，她脸往哪搁？当呆小妹发的弹幕出现在直播间，瞬间弹幕像潮水一般涌来，本就是黑色的屏幕更加的黑。弹幕：老女人，求问牛奶是什么意思？坏笑。老女人，你和林哥哥玩的有点嗨啊，我都没这么和我老公玩过。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啧，几个小时不见，老女人你又闹出大动静了呀。与此同时，在她的弹幕出现后，屏幕正中的那行直播被封的小字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4个字：开始直播。很明显，之前超管封呆小妹的直播只是为了保护好她的隐私。见此一幕，呆小妹嘴角浮现出微笑。论人情世故，这波成少杰满分。第183章，签到地点。不敢在直播间中再回答半句话，呆小妹退出豆沙的 app。 这个时候凌云墨也穿好了衣服。老公，事情不严重，不需要贾维斯做什么。直播间中只是听到他要喝牛奶，到这里直播就被掐断，虽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好在还能接受。我知道了。凌云墨点点头，走到面前将他牵起来。走吧，下楼走走，还有刚才你睡着了，中药还没喝。呆小妹本来刚刚放下的心，在听到凌云墨这句话，顿时就紧张起来。哎呀，老公，我感觉还没睡醒，我再睡会，你自己下去吧。说着放开凌云墨的手，又躺了回去。凌云墨无奈地摇了一下头，俯身抱起他，吃过晚饭再喝，现在去外面逛逛。正在装睡的呆小妹一下子睁开双眼。真的？老公，你可是说过不会骗我的。真的，不骗你。凌云墨笑着说，顺势抱起呆小妹。我相信你老公，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只要不喝中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凌云墨笑了一下，下什么下，我抱你下去。不得不说，凌云墨在哄呆小妹的路上的越走越远。要是在以前，呆小妹说要自己下来走走，可能凌云墨直接就把她放下来了。但现在嘛，他也是知道直接抱她下楼，呆小妹会非常高兴。呆小妹一愣，随即脸上就绽放出笑容，勾住凌云墨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那就谢谢老公了。打开房门，刚刚来到楼梯，凌云墨就见下面站着1号3号。他们吃过饭后，直接就来到了大厅，以便随时知道凌云墨两人起没起来。先生，夫人。看到两人，1号3号瞬间就从沙发上起来，迎到他们面前。你们继续去那边坐会吧，我和媳妇独自出去走走。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口中说出不用他俩跟随的话。1号脸上出现担忧的神色，他们的终身任务就是保护凌云墨，现在凌云墨居然让他们不要跟随，心中属实有些不安。没事，我们就在城堡周围逛逛。凌云墨自然看出1号的担忧，笑了一下。你不会不相信兄弟们的能力吧？现在世界上谁有本事潜伏进城堡？凌云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好吧，我马上让兄弟们加强守卫。看到凌云墨的态度，1号知道要是死皮赖脸的跟在凌云墨身边，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要知道，他们这几天一直都跟在凌云墨和呆小妹身边，两人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有2人世界。现在凌云墨提出来了想独自去逛逛，显然是想体验一下以前的日子。去那边坐吧。凌云墨脸上绽放出笑容，抱着呆小妹走向城堡外。等凌云墨两人消失在门口，1号3号紧跟着就出去了。他虽然十分放心天谴成员的能力，不过凌云墨独自在外面闲逛，他们要去还能坐得住，简直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保镖。他俩需要跟着天谴成员一起在外面巡逻，是要将所有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凌云墨和呆小妹出了城堡，
漫无目的在外面闲逛起来。就这样，时间转眼来到晚上，在呆小妹极不情愿地喝下中药后，双双上楼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凌云墨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签到地点，丁，新的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机场签到。听着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凌云墨眉头稍稍一皱。这次的签到地点是在浴室，我今天该离开锦城了吗？说实话，凌云墨还真不想在这座城市待了。当然，并不是这座城市有什么不好。凌云墨是担心，要是继续在这里住下去，锦城有实力的大佬又会来打扰他。现在的凌云墨只想陪着呆小妹，其他事情根本不想去考虑。摇摇头，看天魁什么时候到锦城吧。他一来立刻就出发。早在昨天吃饭的时候，1号就告诉了他天谴成员已经全部归队。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为了等天魁这位顶级神医。抽出呆小妹枕在脑后的手臂，穿上运动服后下楼。凌云墨刚刚下楼，就见大厅中站着几人，定睛看去，那是个年迈的老妇人，身边站着一个身材曼妙的年轻女人。年迈的老妇人还在和天罪聊着什么，难道他就是天魁？凌云墨没见过天魁，这会有这个猜测也实属正常。这个念头只在脑中存在了一瞬间，凌云墨便继续往楼下走去。1号率先发现凌云墨，在几人当中说了一声后，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楼上。对于这样的目光，凌云墨脸上没有丝毫不自然，缓步走到大厅中。先生，这些年过得还好吧？老妇人在少女的搀扶下来到凌云墨面前。你是天魁？虽然心中已经有答案，不过凌云墨还是问了出来。是的，先生，天魁来迟了。天魁笑道。不迟，你什么时候到的？没有人通知我呢。凌云墨笑着摆了摆手。刚刚到，正在和天罪交流夫人的身体状况。要说天魁，那逼格是相当的高。今早给那位治疗结束后，那位直接叫来一架军用的直升机，把天魁从京城护送到锦城，途中半点时间都没有耽搁，所以才能这么早的就来到城堡。辛苦了，接下来就跟着我吧。凌云墨笑了一下。好的，先生。天魁回了一句。凌云墨点点头，转头看了眼他身后的女子，却没有多问。天魁自然是看到了凌云墨的眼神，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先生，看我这脑子，姥姥，她是我孙女，先生叫她倩倩就行了。说完，天魁让出半个身子，紧接着回头看向名叫倩倩的女子。林先生您好。倩倩的声音温婉动听，此时竟有些小女儿的不好意思。天魁当场就愣在原地，他这孙女从小就跟着他，不管面对什么人，从来不会发生像今天一样的事情。小女儿姿态啊，天魁都记不清上一次他出现这种表情在什么时候。第184章，准备离开锦城。不过天魁是见多了大风大浪，愣住的瞬间就反应过来，果然和我当初猜想的一样。心中这样想，天魁心中不免有点担心起来。毕竟凌云墨是有妻子的，而且他的妻子还怀着孕，要是他孙女越陷越深怎么办？你好，倩倩。倩倩是个美女，而且还是天魁的孙女。凌云墨对她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到凌云墨的回话，倩倩更是不好意思，毕竟才10几岁，虽然跟着天魁见的比较多，但终究还是年龄太小。凌云墨微微一笑，从倩倩身上移开目光。先生，既然天魁已经到了，我待会就想离开。见两人交谈完，天罪这时候站出来说道。这几天辛苦你了。凌云墨没有阻止。不麻烦，天命创建之初就是为了服务先生。凌云墨稍感意外，按道这系统也太强了。要知道，凌云墨前世还没混出名堂的时候，天命组织就成立了，现在居然说天命创建之初就是为他服务的，系统的能力简直无敌了呀。接下来的时间，凌云墨出去锻炼了1个小时，再次回到城堡的时候已经是8点整，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呆小妹还不可能起床。上到卧室把衣服换了，在呆小妹熟睡的脸庞上吻了一口后下楼。咦，天魁他们呢？来到客厅，眼神往四周打量了一下，没有天魁和倩倩的身影。先生，他们出去熟悉环境了。1号在身旁说道。凌云墨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径直来到沙发上坐下。其实天魁完全不用去熟悉这里的环境，即便要熟悉也不用熟悉这里的环境，毕竟等待小妹起来，他们就要离开了。时间又过去1个小时，可能是昨天逛的比较久，而且又没睡多久的缘故，呆小妹依旧还在床上没有起来。呆小妹的身影凌云墨是没有等到，但是天魁他们经过1个小时的晃悠，也是回到了别墅。当倩倩看到凌云墨身穿一身西服，专心看书的模样，眼睛里都快出现了小星星。所谓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真的是所言非虚。天魁见此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才见第2眼，他这宝贝孙女都快陷进去了。可天魁只想提醒一下倩倩，
但咳嗽声却被凌云墨给听了去，放下手中的古书，满面笑容的转头看向身后。天魁回来了，不好意思先生，打扰到你了。天魁有些尴尬，不过幸好自己这声咳嗽将已经入迷的倩倩给拉回了现实。没事，我刚才忘记和你说了，你们不用去熟悉环境，待会我们可能就会离开锦城。凌云墨拿出茶几上的2个茶杯，分别盛满后说道：坐下喝茶吧。天魁不像1号和天醉，坐在了凌云墨对面。谢谢先生。说完将茶水端到面前。不知道先生，我们离开锦城去哪里？轻抿一口茶水，天魁问道。长安。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半，呆小妹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大大的伸了个懒腰。贾维斯，现在多少点了？打着哈欠，呆小妹口齿不清地问。女士，现在是早上的9点28分，先生正下面接待客人。贾维斯的声音回荡在卧室内，同时拨通厨师长的电话，让他可以开始准备今天的早饭。客人。呆小妹一下子就清醒过来，她有种猜想，可能是昨天那帮人来拜访凌云墨了。什么人？为了印证猜想，呆小妹连忙发问，同时掀开被子下床，找到衣服开始穿了起来。是天魁。贾维斯没有对呆小妹隐瞒一点。呆小妹手上的动作一听，她隐约记得天魁这个名字好像听凌云墨提起过，回想了一下，瞬间就知道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了。不过为了确认一下，呆小妹还是问道：是老公那个神医团队吗？是的，女士。听到这话，呆小妹没有再多问下去，不过穿衣服的速度却是加快了几分。她可是记得当初天醉和凌云墨在峨眉山上的对话，天魁有能力判断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眼看就能知道肚子里的是小子还是公主，任谁都会激动。匆匆穿好衣服，头发随便扒拉了2下，呆小妹就朝门口跑去。这状态，要是她自己说自己怀孕了，外人都不带信的。快速来到楼梯口，往下看了一眼，一个老妇人正坐在凌云墨的对面，两人正有说有笑的，不知在谈论什么。3号一直观察着楼上，看到呆小妹的身影，马上靠近凌云墨。先生，夫人下来了。凌云墨马上往楼上看去，天魁没有听到3号的话，但顺着凌云墨的目光看去，就见一道亮丽的身影，她应该就是先生的妻子吧。天魁不关心网络，压根就没见过呆小妹长什么样，今天还是首次见到。看到凌云墨起身，天魁也是从沙发上起来，跟着他一起走向楼梯口。老公。呆小妹刚刚来到楼下，凌云墨也是刚刚到。走慢点，摔着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想快点知道孩子的性别，呆小妹在下楼的时候跑得飞快。凌云墨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刚才看的时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知道了吗？呆小妹脸上浮现出微笑，说着话直接扑进凌云墨怀中。行了，还有人呢。凌云墨笑着拍了拍她的后背。呆小妹早在之前就注意到了天魁和倩倩两人，听到凌云墨的话后离开他的怀抱。夫人，你果然是天生丽质呢，难怪能迷住我们先生。天魁属于是老江湖，见两人分开便开口。哈哈，媳妇，这位是天魁，华夏最顶级的神医。凌云墨大笑一声，对着呆小妹说。天魁神医您好。呆小妹不同凌云墨，凌云墨可以用你，但呆小妹只能用敬称。毕竟凌云墨的这具肉身虽然只有30岁，但灵魂却有100多岁，就算天魁对他使用敬称，凌云墨都受得起。夫人，你身子骨有点弱呢，平时没少久坐吧？第185章宝宝的性别。呆小妹跟着凌云墨满打满算也就1个月的时间。要知道，呆小妹之前可是一个职业的游戏直播，每天都要坐在椅子上。天魁一眼看出来并不奇怪，毕竟是顶级的神医，要是这点都判断不出来，还说什么神医呢？是的，这5年来每天都要做10多个小时。呆小妹没有隐瞒什么，天魁是医生，对她隐瞒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没事，等会一起给你治疗。天魁和蔼的脸上出现一抹笑容。天魁前辈，听天醉说，您能知道我肚子里孩子的性别吗？见天魁没有把注意力落在他的肚子里，呆小妹忍不住提出疑问。天魁呵呵一笑，脸上浮现出自信的表情。能，来吧，我给你把脉。可以看见，呆小妹直接把高兴写在脸上。凌云墨也非常想知道眼下这个孩子的性别，介绍倩倩的身份就被他抛在脑后，扶着呆小妹来到沙发上坐下。见两人往沙发那边走去，天魁径直来到呆小妹旁边，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后，将呆小妹的右手拿到腿上，褶皱的手掌摸索着她的脉搏。可能这个还是需要一点难度，天魁足足把了5分钟，这才松开呆小妹的手。怎么样？最先提出疑问的倒不是呆小妹，而是身旁的凌云墨。天魁嘴角含笑，恭喜先生，喜得千金。千金？女孩？凌云墨脸上逐渐浮现出微笑，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呆小妹见凌云墨脸上出现笑容，
心中也是十分高兴，转身勾住她的脖子：“老公，之前就说想要个女儿，现在如愿了吧？”戴小妹之前就问过凌云墨，她是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得到的答案就是女孩。凌云墨只是点了一下头，却没有再说其他，一把将她抱在怀中。大厅中的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露出笑容，不对，有一个人眼中却是显露出羡慕的神色来，正是倩倩此女。半晌，凌云墨松开戴小妹：“媳妇，和你商量个事，我们吃过早饭就离开这座城市吧。”“好，听老公你安排就行了。”只要和凌云墨在一起，去哪里待小妹已经是不关心了。对了，那位小妹妹是谁呢？倩倩的存在极其扎眼，实在是这女孩太漂亮了，又一直待在天魁的背后。凌云墨也没有跟她介绍过，呆小妹就自己问出了口：“夫人，她是我孙女，你叫她倩倩就行了。”见呆小妹问起，天魁笑着介绍，随后转头看向倩倩：“倩倩，叫夫人。”“姐姐好。”倩倩却没有听从天魁的话，直接叫了呆小妹为姐姐。呆小妹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脸上出现出微笑：“倩倩，你今年多少岁了？”“姐姐，我今年19岁。”见呆小妹说话非常和善，倩倩心中松了口气。她可是知道的，今后要跟着凌云墨他们1年多的时间，要是呆小妹脾气不好，那接下来的日子就有的受了。还是年轻好啊，我们倩倩真是个美人胚子。呆小妹属于你那种自来熟，只要身份差不多都能摆2句，不然也不可能做直播。姐姐过奖了。短短几句话让倩倩的心彻底放松下来。就这样，几人在大厅中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起来。当天浅小姐姐端着餐盘进入餐厅的时候，1号来到凌云墨边上：“先生，饭已经做好。”凌云墨点了一下头：“天魁，今早这么早的就赶了过，没吃早饭吧？一起吃。”“先生，我们在京城吃过早饭了。”天魁摇了一下头，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老宅中可是吃过饭了的。那我们先过去吃饭了，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听到此话，凌云墨牵起戴小妹，口中说：“好。”4人来到餐厅，独留天魁2人在客厅中。今早的食物比较简单，只是些馒头、包子、牛奶等。不过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明艳厨师之手做出来，就是普通人吃不起的存在。开开心心把早餐吃完，不等呆小妹下桌，天浅小姐姐就端着一碗中药进来。呆小妹顿时感觉生无可恋了。在凌云墨的注视下，呆小妹喝完中药，这才放任她下桌。“媳妇，上楼收拾一下了，待会我们就出发去长安。”看到呆小妹像是个没事人一样下桌，凌云墨提醒一句：“哦，好的。”即便是被凌云墨强迫喝了那难喝的中药，呆小妹依旧非常听他的话。听到回复，凌云墨才又接着吃饭。等凌云墨吃饱喝足，来到客厅时，已经不见呆小妹的身影。通过询问3号，这才知道她已经回卧室了。凌云墨想了想，跟众人说了声，也是上了楼。呆小妹回卧室，想必是听他话去收拾东西了，但是他那个冒冒失失的性子，让他收拾东西简直就是难为他了。凌云墨上楼只是想去协助一下他而已。来到卧室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呆小妹的声音：“狗子们，孩子的性别已经知道了。”瞬间，凌云墨就知道呆小妹这是又打开了直播间。推门而入，呆小妹不用转头都知道是凌云墨来了，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的对直播间说道：“男孩女孩，你们猜啊？”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走到呆小妹身后，一把将她拥入怀中，眼睛看向直播间中的弹幕：“哇塞，林哥笑得那么开心，一定就是女孩了。”“没错，我也是这么猜的。前天在峨眉山，林哥可是说过喜欢女孩多一点的，现在这么开心，一定是女孩啊！老女人怀的女孩啊！我嫁入豪门的希望破灭了，还说等小呆长大去勾引她呢。”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我未来的老公呢？还我老公。PDD 赠送主播一个火箭。PDD， 周姐，你直播间不是一直有人在叫你老婆你吗？大司马，表弟可还好？哈哈哈！当大主播们出现在呆小妹的直播间，画风彻底就歪了。呆小妹看到这么多人在调侃周淑怡，顿时来了兴趣。周扒皮，对哦，你和表弟怎么样了？周淑怡的表弟那可是主播名场面。第186章，离开前的准备。周淑怡，老女人，是不是要互相伤害？牛奶可还好喝？随着这条弹幕出现在直播间，顿时歪掉的画风又被强制掰了回来。全体观众开始说起呆小妹了。666，周姐这条弹幕我给你满分。老女人之前开播就说知道孩子的性别，我他娘的竟然忘了昨天的事。呆小妹看着弹幕中的内容，顿时就傻眼了，十分后悔为什么要去招惹周淑怡这人呢？臭嘴，马得天下第一臭嘴啊！你们再说我关直播了。呆小妹脸红脖子粗的对着手机吼道：“这种事
摆在明面上就不好了。太尼玛尴尬了。弹幕：哟，厉害了，你们把老女人整破防了呀！行了，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事就算了吧。楼上的，你谁啊？你面子有多大？有了呆小妹的威胁，直播间总算恢复正常，没有再提牛奶的事。林云墨一直在呆小妹身后，对于刚才发生了什么，他是门清。微微一笑，媳妇，东西收拾好没有？放开呆小妹，眼神往四周看去。还没，我刚上楼，正说先把好消息告诉这帮狗子们再收拾的。呆小妹眼神移开手机，落在林云墨身上。我们一起收拾吧。好。呆小妹甜甜一笑，将手机放在床上，接着就收拾起来。这可让直播间的人无语了。弹幕：喂，老女人，快回来啊！你还没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楼上的，你是头猪吗？老女人不是早就默认是一个小公主了吗？不知道老女人和林哥哥结合生出来的女孩有多漂亮，应该会和小娇妻一个级别的。要不是老女人拖后腿，就林哥那张帅脸，绝对是天仙级别的。还好现在呆小妹去收拾东西了，不然看到这条弹幕还不得把废气炸。大家关注的重点好像偏了。林哥刚才说什么？收拾什么？难道是要离开锦城了？妈哟，刚刚才到锦城，说去林哥别墅外看看，没想到这就要离开了。不行，我要到机场堵林哥。楼上的，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林云墨和呆小妹即将离开锦城的消息就这么被传播开，不少粉丝量少的小主播收到这个消息，快速赶往锦城的机场。要知道，就在几天前，林云墨刚来锦城的时候，就有一大波人跑去机场直播。那些小主播也不负众望，不仅收获了粉丝，更有人在那一天的礼物收入达到了上万元。上万在大主播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普通人眼中还是笔巨款。只在机场和直播间的人吹吹牛，等着林云墨出现，这样就能获得上万的礼物收入，任谁看了都要心动啊！这次林云墨离开，想必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他们这就要去锦城的机场占个好位置。林云墨两人现在还不知道直播间中的变化，不过即便知道，怕也是不会在意。呆小妹需要收拾的东西不多，本来他们来锦城就是轻装上阵，大约只过去10几分钟，呆小妹就挎着自己的包包下楼。等林云墨下楼的时候，1号破天荒的没有在大厅里面。1号去哪了？牵着呆小妹的手，林云墨看向3号问道：先生，1号去安排其他兄弟和明艳厨师了。3号将1号的去向告诉林云墨。林云墨一走，天谴成员自然要跟随，明艳厨师更不用说。现在叫呆小妹吃其他人做的菜，可能还会吃不习惯，嘴巴是越养越刁。我知道了。林云墨点了一下头。等林云墨牵着呆小妹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呆小妹是有意还是无意，将镜头落在倩倩身上。顿时直播间中就热闹了起来。卧槽，跟着林哥果然吃香啊，随随便便就能见到美女。林哥，你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啧，好尖儿漂亮。呆小妹看着直播间中的弹幕，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她就知道，她直播间中的这些 LSP 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将镜头移开，平放在茶几上。几人在大厅中等了不一会，1号就从外面进来，看到林云墨，立刻来到他的面前。先生，我简单的安排了一下，明艳大厨全部跟着我们去长安，剩下天谴的兄弟，我安排了10人留在别墅中。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1号考虑的非常周全，没有将天谴成员全部调离这里。毕竟在林云墨没迁到这栋城堡前，这还不知道是哪个富豪的豪宅，现在归于他的名下，要是人全部调离，这里就将陷入无人看管的地步。等下次林云墨来这里，怕是院子中都长草了。就这样安排吧。对了，先让几个成员去长安。林云墨不希望等他们到了长安的时候，还需要打车回家。倒不是说林云墨不屑坐的士，而是现在呆小妹怀着孕，坐的士车，林云墨实在放心不下。只有方向盘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这才能让他放宽心。先生，昨天10个兄弟就已经到了长安，并且用您给我的钱购买了3辆阿尔法。不得不说，相比起贾维斯，1号更适合做林云墨的管家。所有可能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他都能想到。林云墨非常满意1号的办事效率，有他在，自己能省不少心。辛苦了。起身拍了拍1号的肩膀。不辛苦，都是我该做的。1号有点受宠若惊。林云墨微微一笑，他们还需要多久才能收拾好？天谴的成员随时可以出发，只是明艳的大厨们需要带走很多东西。1号对此也十分无奈，按照明艳厨师的说法，要想做出好吃的菜，就需要特定的锅具、菜刀等等，他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他们要带什么东西？林云墨随口问了一句。他也知道让厨师搬家是个辛苦的活，没见他们当时来这里的时候，都是用了几辆房车进行运输。不知道。问了这么多，
林云墨终于问出了点1号不知道的东西。行，我知道了，去厨房看看。第187章抵达机场。见林云墨要出去，呆小妹立刻从沙发上起来，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手机。老公，我陪你一起去。不管林云墨去哪里，呆小妹都不想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以前的时候是这样，现在怀孕了更是如此。好，林云墨笑着回头看了他一眼，牵起呆小妹的手往厨房那边走去。同样，1号、3号也跟在两人身边。大厅中又是只留下天魁、倩倩两人。走进厨房，明艳的大厨们正有条不紊地收拾着锅碗瓢盆。别看这些东西都相当普通，但大到一口锅，小到一根针，都需要特殊定制，所以价格相当不菲。看到林云墨来到厨房，管理后厨的厨师长屁颠屁颠地来到他的面前。先生，你有什么指示？没什么，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东西都要带走吗？林云墨十分纠结，这么多东西得收拾到什么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特殊定制的，外面买不到，必须要全部带走。厨师长实话实说。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在这里停留1秒，麻烦事就多1分。鬼知道锦城的大佬今天会不会又来这里打扰他？预估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虽然明艳的厨师入住城堡时间不长，但是他们本来的时候带的东西就比较多，所有带来的东西都需要全部带走，所以时间用1个小时不奇怪。你们抓紧时间吧。林云墨点了一下头，转身往厨房外走去。只是刚刚向外走出几步，林云墨又是停了下来。怎么了，老公？被牵着的呆小妹十分疑惑，抬起她的小脑袋看向林云墨。林云墨轻轻揉了揉她的脑瓜，没有说话，看向正准备送他们出去的厨师长。长安明艳后厨有没有这些东西？没错，林云墨想的是，要是长安明艳有这些东西，他就直接从那边拿，也懒得再把这里的厨具搬到长安去。有，我们师出同门，所有的厨具都差不多，最多有几样厨具不同。厨师长一愣，他瞬间就猜到林云墨的意思，连忙回答。他也不想将这些东西搬来搬去。好，你们只收拾你们习惯用的厨具，等到了那边，我让长安明艳给你们送厨具过来。得到这个答案，林云墨非常开心。好的，先生。与此同时，呆小妹直播间中的观众们又开始躁动起来。弹幕：林哥这波溜的起飞啊！自我感觉林哥开办明艳只是为了能方便一点，说不定对外接客只是为了挣点小钱。林哥，我给你跪了！呆小妹瞄了眼弹幕，嘴角不由出现一丝笑容，脸上十分自豪。虽然他们都在夸林云墨，没有提到他自己，可呆小妹是林云墨的妻子，夸林云墨就是变相的在夸他自己。反正呆小妹是这么觉得的。时间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林云墨他们已经坐上了车。当然，天谴成员早就已经被派了出去了，此时应该都在机场。跟着他们的只有13、14人的样子，其中还包括1号、3号。坐上阿斯顿马丁，林云墨帮呆小妹插上安全带，两人开始往机场而去。出了城堡，呆小妹通过后视镜看着渐行渐远的别墅，心中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毕竟，这座城市是发现她怀孕的城市啊。老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又回来这里？听着呆小妹声音有点失落，林云墨有些意外，不过还是说道：什么时候回来都行，只要你想。想想也是，这一世的林云墨没有工作的束缚，想去啊，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嘻嘻，老公真好。有林云墨这句话，呆小妹又恢复之前的状态。阿斯顿马丁行驶在道路上，还是和之前一样，所有车都离得比较远。花费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林云墨他们终于是来到锦城的机场。等1号下车来到他们车旁，林云墨和呆小妹才下车。先生，天谴的兄弟们和明艳厨师们已经分批上了飞机。1号一直在协调众人的问题，他在车上就收到消息，早些到机场的天谴成员已经全部上了去长安的飞机。现在还在锦城的人也就只有天魁、倩倩两人，林云墨、呆小妹，还有他和3号，最后还留了3个天谴排名较高的成员，与他一起共同保护林云墨的安全。这样算下来就只有9人了。只是现在围在林云墨身旁的人可不止9人啊。对此，林云墨倒是知道，除了上面所说的9人，剩下的就是要留在锦城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跟着来机场，一是为了护送林云墨来这里，二则是负责将车开回城堡，不然将近5000万的豪车停在机场生灰。林云墨点了一下头，目光看向人头涌动的机场大厅。同时，呆小妹直播间此刻也是热闹了起来。弹幕：哇塞，林哥已经到机场了呀！在哪里？在哪里？我马上出去，大家快来我直播间啊！老女人直播间看不到2人并排走的模样。楼上的抢生意，大家来我直播间，我已经能看到林哥了。看着直播间中的弹幕，呆小妹有些无语。老公，
直播间的狗子们要来直播我们了，我们要不要找地方躲躲？呆小妹知道林云墨不喜欢这些人对着她进行直播，出声询问。没事，我打个电话。林云墨摇了一下头，要是以前可能会，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弹幕：打电话是让机场的安保人员来维持秩序吗？也就我林哥面子这么大啊！不要啊，林哥，我今天能不能挣到上万块，就靠你了啊！楼上的，你可以滚了。很显然，戴小妹看着这些弹幕，也成功别带偏了。老公，你想找机场的安保人员吗？不是，找他们干嘛？林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摸出手机。那是打电话给谁呢？见林云墨不是在开玩笑，呆小妹满腹疑问。走特殊的通道，直接上飞机。说话间，林云墨输入一个号码。第188章，私人飞机。所有的机场都会设置员工通道和贵宾通道，只是这些通道普通人根本进不去。林云墨作为超级大佬，又将私人飞机停在这里，这可是交了天价的停机费。要是连这个特殊的权利都没有，怎么也说不过去。直接上飞机？老公，你有买票？戴小妹这一下更是疑惑了。前几天有人送了我一架飞机。说完这话，电话成功被接通。马上出发，你让机长准备一下吧，顺便来贵宾通道一下。林云墨虽然有走贵宾通道的权利，但是却需要人出来接应，毕竟不是谁都能认识他，没有引荐人，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难以进去。呆小妹听着林云墨打电话，嘴巴张得老大。前几天有人送了一架飞机给他，这话按照他的理解就是林云墨，我买私人飞机了。同时直播间也彻底热闹了起来。卧槽，林哥，我发现你在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凭空捏造，奈何读书少，只有一句牛逼闯天下。好想知道林哥买的哪款飞机。楼上的，不管买的哪款，你都买不起。直播间中弹幕飘飞，呆小妹看向林云墨的眼神却是充满了小星星。林云墨打完电话，看到呆小妹的眼神，微微一笑，牵着她就往贵宾通道走去。1号几人见此，对着留守在锦城的天谴成员交代几句，就追上林云墨。同一时间，潜伏在机场想靠林云墨呆小妹火一把的小主播也是收到了这个消息，顿时全部往机场大厅外冲去。只是他们注定是没那个运气了。等他们出了机场大厅，通过呆小妹直播间找到贵宾通道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了一个人，甚至还有安保人员将他们驱离此处。进入贵宾通道，呆小妹眼睛不住往四周打量，她从来没走过这种地方，别说走了，在没遇到林云墨以前，她都不知道还有贵宾通道。相比起其他人，天谴众人不用说，前世跟着林云墨，这种地方不知道来过多少次。至于天魁和倩倩，那是更不用说了，他们接触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这种地方自然也是经常走。也就是说，在场的人中，只有呆小妹是第一次走贵宾通道。还好这是呆小妹自己不知道啊，不然非得把她整自闭不可。通过贵宾通道，一架飞机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落下的扶梯边上站着几个身穿空姐服的小姐姐，那姿色简直没话说，毕竟是金牌机组人员，容貌不可能差。先生，欢迎乘坐。几个空姐异口同声说道，同时伸出手做出一个迎客的动作。弹幕：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卧槽，波音747-8。随着王大聪在直播间中爆出这架飞机的型号，直播间顿时就热闹了起来。波音747-8，波音报价3.5亿美金，换算下来22个亿，林哥不声不响的又花费如此巨款啊！楼上的，你查的还不够仔细，网上说某位总统的飞机也是这个型号。说实话，我酸了。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22个亿，你们在想屁吃啊？22亿只能买个空架子，上面的装修不要钱，最少30亿起步。弹幕：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心底就是一抽啊！30个亿，好今儿贵。不过嘛，相比起林云墨的万亿身家，30亿而已，小钱。林云墨不知道呆小妹现在在想什么，牵着她就往飞机上走，后面跟着1号等人。进入飞机内部，呆小妹才知道什么叫豪华。地上铺设着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皮毛，洁白无比，让她这刚刚踩过地面的脚都不忍心落下去。淡蓝色的光芒从机舱内的每个角落散发出来，让人有种陷入梦幻般的感觉。即便这只是飞机的入口处，带给呆小妹的震撼也不小。倩倩看着这架飞机的豪华程度，虽然跟着天魁见多了豪华飞机，此时也有些感叹。这两人都这样了，直播间没见过世面的普通观众们更不用说。弹幕：这要是上去飞一下子，死也值了。林哥，能让我上飞机上玩玩不？啧啧，光那地上的皮毛都感觉价值不菲。要是时间能倒退，老娘一定要去老女人遇见林哥的地方。
弹幕黑压压的一片。然而现在的呆小妹已经无暇去看了。走吧，媳妇，这里还是登机口，愣在这里显然不是回事。哦，好。凌云墨一提醒，呆小妹这才反应过来，任由他拉着往里面走去。见人已经全部上来，几名空姐就将机舱门关闭，随时准备起飞。几人被凌云墨带到机舱中部，这里摆放了几张看起来就十分昂贵的椅子，前面还有几扇门。当然，这并不是进入飞机的驾驶室，而是凌云墨的房间。没错，飞机上的布置完全就是像家一样，不仅有卧室、浴室、客厅，即便是客房都有几间。哇！看到如同客厅一般的飞机内部，呆小妹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弹幕：哇哇！一时之间，呆小妹的直播间像是来了无数只青蛙，都在发蛙这个字。呆小妹看着飞机内部失神的时候，从他们进来的地方进来几个空姐，他们手托托盘，盘子上有几条叠得整整齐齐，还冒着热气的毛巾。先生，领头的空姐首先来到凌云墨面前，拿起托盘中的夹子，为凌云墨夹起一张毛巾。谢谢。凌云墨笑着感谢一句，接过毛巾擦了把脸。剩下几个空姐也是来到其他人的面前，进行着此番操作。呆小妹在凌云墨道谢的时候就已经回过神，看到一个空姐过来。夫人，请。空姐也不是傻子，刚才进入飞机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凌云墨是牵着她的手，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呆小妹是凌云墨的妻子。好的，谢谢。呆小妹接过毛巾，将正在直播的手机放在就近的一张桌子上。第189章签到。凌云墨将擦过脸的毛巾重新交给空姐，这才想起还有一次签到的机会。之前来机场的时候，因为那些网红直播的关系，暂时没有进行签到。好在现在也还为时不晚，要是飞机起飞了，那凌云墨的这次签到或许就要终止了。这么想着，凌云墨在心中呼喊一声签到。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企鹅集团30%原始股份，现已寄放于玫瑰庄园卧室，请宿主注意查收。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在脑海内回荡开。凌云墨无奈地叹了口气，又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啊！现在也就凌云墨可以说企鹅集团30%的原始股份食之无味。要知道，这可是一家上千万的上市公司啊，30%的原始股，这要是出售出去，少说能套出上千万的现金。怎么了，老公？呆小妹洗过脸，在听到凌云墨的叹息，脸上出现担忧的神色。没事。凌云墨微微一笑，表示没什么事情。要是被呆小妹知道她是在为企鹅30%的原始股份发愁，怕是会生出打死凌云墨的想法。老公，我们去看看你的大飞机吧，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私人飞机呢。见凌云墨脸上浮现出微笑，呆小妹瞬间放心了不少，提出要去逛飞机的打算。等飞机上天了再去吧。飞机上升期间会有点颠簸，虽然凌云墨的这架不会像民用客机那样摇晃，但还是会产生点轻微的晃动。凌云墨可不想呆小妹等会一个不小心摔倒了，毕竟还怀着孕呢。等飞机上天后再去逛也不迟。好，我听老公的。呆小妹不知道凌云墨在想什么，但还是无条件执行凌云墨说出的话。凌云墨笑着在呆小妹头上揉了揉，随即看向天魁、倩倩两人。大概2点到长安，你们累了就去客房休息一会吧。天魁两人今天来得非常早，而且现在也到了午休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去客房休息。经凌云墨一提醒，天魁还真的有点困意。好，先生，你们也去休息一会吧。听到天魁的话，凌云墨笑着点点头，看向一旁的空姐，带天魁去客房休息吧。这架飞机凌云墨也是在前天签到的，对这里面的布置并不是很了解，让空姐带他们过去是个不错的选择。是先生。空姐非常懂事的回应一声，带着天魁、倩倩两人走进一间客房。你们要是累了，也去休息吧。对于天谴成员，凌云墨就没有问了，反正都是自家人，想休息了，直接叫空姐带他们去就行了。是。5人同时点头。呆小妹对于凌云墨的安排没有注意听，她此时正带着直播间的人在客厅中转了起来，一会坐昂贵的沙发，一会跑到飞机的大玻璃窗前，想看看飞机有没有起飞。毕竟只要飞机起飞就能到处闲逛了，不用被困在这么小的地盘内。凌云墨安排结束，坐下沙发，看着活蹦乱跳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呆小妹，无奈的笑了笑。不过为了不打击她，凌云墨没有说什么。至于天谴成员和空姐们，自然也不敢说任何话，都安安静静地看着呆小妹在客厅中转来转去。与此同时，弹幕，哈哈，老女人刚才的镜头扫到了林哥，你们有看到林哥的眼神吗？无奈中带着点宠溺。老女人，你能淑女点吗？好歹是个富家太太，林哥可能不介意，可是飞机上还有1号他们呢。虽然我看到私人飞机也非常激动，但是我是平民老百姓，
老女人你可是林哥的妻子，要稳重啊。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下意识转头看向凌云墨，同时眼角的余光看向1号空姐等人，见他们目光全部落在自己身上，脸色微微发红，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起来。马德，又给她老公丢脸了呀。想到这里，放缓脚步，缓缓移动到凌云墨边上坐下，看了一下放在面前的茶水，他虽然不喝茶，但是跟着凌云墨见过了不少人倒茶的样子，此时也是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将茶杯上倒了有7分满。呆小妹放下茶壶，随即端起茶杯，老公，喝茶。还别说，呆小妹在意识到给凌云墨丢脸后，这一次说话的声音竟是稳重起来，要是今后一直这么说话，可能会惊掉直播间众人的下巴。只是呆小妹属于3分钟热度的人，加上凌云墨10分宠爱她，这个状态大概维持不了多长的时间。凌云墨自然是不会介意呆小妹的，笑着接过茶水，轻抿一口。老公，好喝吗？呆小妹笑盈盈说道，倒是没有和之前一样露出傻白甜的模样。可以。就算不好喝，凌云墨还能说不好喝不成？呆小妹满意的点了一下头，随即就躺在凌云墨的怀中。天前等人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提出需要休息，现在在这里做电灯泡实在不合适。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凌云墨的安全，这会在自家的飞机上，而且马上就要起飞，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这么说，就算是家里发生意外，在这架飞机上也绝对不可能，除非空难。不过经系统出手的飞机，要是真的第一次就出现空难，那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系统。见1号3号都消失在大厅中，待小妹之前保持的那种淑女风范瞬间消失殆尽。老公，我还是不适合做淑女。呆小妹这样的性格是长此以往养成的，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人变坏可能只需要一件事，但想变成好人，大毅力、时间两者缺一不可。可能在1年半载后，呆小妹会有所改变，现在完全不太现实。慢慢改吧。凌云墨不会强求呆小妹改变自己的性格，但要是她想要改变，凌云墨还是会举双手赞成。以后请我亲爱的老公监督我哟。呆小妹眼睛弯成一道月牙，双手死死抱住凌云墨的腰，在胸口抬头看着他。第190章，什么时候见见你的朋友？好，以后我来监督你。凌云墨笑着回应。嘻嘻。时间大概过去5、6分钟的样子，飞机在塔台的指引下发车。凌云墨感受到飞机正在移动，下意识伸手抱住呆小妹。凌云墨感觉到了，呆小妹自然也不例外。老公，安全带呢？呆小妹只坐过民用客机，以为凌云墨的飞机也需要带安全带。我就是你的安全带。为了不让呆小妹过度紧张，凌云墨说起了土味情话。呆小妹一愣，同时这句话在直播间中造成的轰动也不小。弹幕：尼玛，这情话听得我鸡皮疙瘩起一身。我也好想林哥哥这么对我说话啊。完了，心都碎了呀。伴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呆小妹从失神中回过神来。哇塞，老公，好感动。说着话，呆小妹抱住凌云墨的手更紧了几分。凌云墨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并未再说什么了。私人飞机不同民用客机，虽然也会有抖动，但是非常小。凌云墨在感觉到飞机已经趋于平稳后，这才放开他。可以了，现在你可以自由活动了。之前是怕呆小妹在玩闹期间正值飞机起飞，突然之间的抖动可能会令呆小妹摔倒，现在飞机已经进入飞行航线，不会再有起飞时那样的状况发生，即便有，驾驶舱内的飞行员也会提醒。不过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极小，金牌机组人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经验、最稳重的飞行员。哦耶！听到凌云墨说可以在飞机上自由活动了，呆小妹激动的大喊一声，瞬间从凌云墨怀中出来。想想也正常，毕竟呆小妹是第一次乘坐私人飞机，加之想在直播间中炫耀一番，激动是在所难免的。看着呆小妹的模样，凌云墨忍不住笑了笑，同时也从椅子上起来。狗子们，马上带你们去看看我家的大飞机是什么样的。话音落下，呆小妹就检查起直播间中的弹幕。呆总牛逼，虽然这架大飞机是林哥的，但是老女人这波可以。呆总，能带我们去驾驶舱看看不？我对里面的东西可是好奇的很。看着热闹的直播间，呆小妹嘴角微微上扬。老公，直播间的人说想去驾驶舱看看，可以不？呆小妹平时挺胡闹的，但是去驾驶舱这等大事，还是需要凌云墨点头才行。凌云墨没有答话，只在呆小妹的眼神注视下摇了一下头。飞机的驾驶舱啊，那可谓是飞机上最重要的地方，飞行员是万万受不得打扰的。地面上的车祸还有获救的机会，但若是在飞机上出了事故，绝对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呆小妹在其他事情上可能还会撒一下娇，不过这回倒是没有。
他也是知道飞机上驾驶舱是去不得的位置，嘻嘻一笑后，又将视线落在直播间中，不再回答驾驶舱的所有问题，完全就是装作看不到。去卧室看看啊，好，如你们所愿。去卧室，这个小事呆小妹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只是走了2步，看着前面的3扇门，有点拿不准，立刻转身看向凌云墨：“老公，这里哪个房间是卧室啊？”凌云墨一时间也被问住了，他哪里知道呢？这架飞机是系统大哥送给他的，今天也是首次登机。无奈，凌云墨只好说道：“不知道，朋友送的，我也是第一次乘坐。”凌云墨这话说出来，呆小妹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老公，想让人家自己找就明说嘛，非要扯什么朋友出来？你拥有的豪宅豪车，名画名茶都说是朋友送的，这让我很难相信。”呆小妹嘟着嘴巴，嘟嘟囔囔的说道。弹幕：林哥又在无中生有了，这样的朋友请给我来一打。林哥直男的性格是完全改了，就是这说谎的能力，蛋疼。显然，不仅和凌云墨同床共枕的呆小妹不信，就是广大的网友们也对凌云墨的话产生质疑。听着呆小妹的嘟囔，凌云墨真的很无奈。接下来还有长安的玫瑰庄园，这可要怎么解释？还是朋友送的吗？正在凌云墨遐想期间，呆小妹却是过来抓住他的手掌：“老公，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就拉着你一起去看喽。”呆小妹边说边将凌云墨往最左侧的那扇房门拉动。其实就算呆小妹不说，凌云墨也会跟在呆小妹身边。虽说飞机颠簸在金牌飞行员的手上不会出现，但保不齐会发生意外，万一呢？所以凌云墨还是要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她。推开房门，入眼就是一个大大投影屏幕，门口的侧边还有5、6张和大厅外一模一样的椅子。飞机上的私人影院，呆小妹懵了，直播间的人也懵了。飞机上不同地面，上面的空间就这么大点，那是用一点就少一点，说是寸土寸金也不为过呀。现在居然用一间房来布置成影院。老公，你不是不看电影电视剧的吗？怎么想到会布置一个影院呢？呆小妹对这一点十分好奇。其实要是这里被布置成一个书房或者专门品茶的地方，呆小妹还会觉得无比正常，毕竟凌云墨就喜欢这个。可是私人影院好劲儿神奇，之前和你说过了，这架飞机是朋友送的。凌云墨再次说出刚才的话。老公，我相信你。呆小妹眨巴眨巴眼睛，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开始相信凌云墨说的了。毕竟影院这东西分明就不是凌云墨喜欢的，在别墅中有这些还可以理解成为面子，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可这是在私人飞机上，谁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布置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老公，我什么时候能见见你的这些朋友？对于凌云墨时常挂在嘴边的朋友，呆小妹是真的是充满了兴趣。渐渐啊，可能比较困难，她不能暴露身份。凌云墨不想对呆小妹隐瞒什么，只能含糊其辞，不然随便撒个谎都过去。第191章长安。出了私人影院，两人又是打开一扇房门。这一次呆小妹倒是找对了，这间房正是卧室。走进里面，呆小妹直接躺在宽大的床上，软软的，别提多舒服了，躺上去就不想再起来。老公，这张床好像比家里的睡着还舒服。呆小妹在床上滚了几圈，侧头看向凌云墨。凌云墨微微一笑，轻嗯一声，没有多做发言。对他来说，只要能睡下就行，不然也不会在山上一住就是20多年。等兴奋劲过去之后，呆小妹从床上起来，随后在卧室中检查起来。打开衣柜，映入眼帘的是整整齐齐的服装，只是这里面却没有女士的。系统是凌云墨的，在他那里签到得来的东西只有凌云墨的份。即便现在呆小妹是凌云墨的妻子，依旧没有得到系统的承认。检查了一下衣服的款式牌子，好家伙，全是世界级的名牌。当然，这些并不是呆小妹看出来的，她还没有这个眼力劲。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呆小妹现在还开着直播。老公，好羡慕你，居然有这么多名贵的衣服。呆小妹嘟着嘴巴。凌云墨看出了呆小妹的意思，走过去抱住了她。等下了飞机，我们就去买你的衣服。呆小妹之所以嘟嘴，其实就是因为飞机上竟是一件她的衣服都没有，衣柜中全是凌云墨的。好的，谢谢老公。呆小妹非常好哄，一听凌云墨这话就忘了刚刚的事。检查完衣柜，呆小妹又查看起床头柜来，这已经是她养成的习惯。凌云墨隐藏起来的资产众多，呆小妹需要亲自发掘才能找出来，不然凌云墨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拿出来的。只是这一次呆小妹注定要失望了，这飞机上根本没有什么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拿呆小妹来做比喻，要是个普通人，这上面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价值连城。搜查了一下卧室，见凌云墨没有在这里藏东西，两人又是走出卧室。接下来的时间，两人在飞机上闲逛起来，最后双双回到卧室内。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长安机场。
林云墨牵着呆小妹走下飞机，跟着空姐从贵宾通道出了机场。有之前锦城的经历，呆小妹对长安机场的贵宾通道倒是没有露出其他表情。出了贵宾通道，入眼就是陌生的场景。先生，我先回去了。空姐的任务是带几人出贵宾通道，现在已经完成任务，自然是要回去。林云墨转头对着空姐笑着点了一下头，表示不用再跟着他们。等空姐离开，林云墨看向1号。来长安之前，1号说过已经安排了车的。只见此时的1号正拿着手机，过来吧，在贵宾通道，你们开了几辆车？收回目光，30年了，又一次出现在长安的机场，还是和前世一样，仿如昨天。戴小妹的老家虽然在长安，但却一直住在魔都，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这里。现在居然对长安机场感觉到陌生。媳妇，你家怎么走？办事啊。林云墨的话音传入呆小妹耳朵。老公，我能说我也不知道吗？呆小妹原本就是个路痴，加上又许久没有回来过，现在是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林云墨一愣，随即哈哈，我的傻媳妇，大笑着。林云墨忍不住伸手在呆小妹头上摸了摸。至于待会怎么找呆小妹的家，这十分简单，只要上车找贾维斯询问一下就知道。相信以贾维斯的能力，很轻易的就能指引林云墨去到呆小妹的家。不过在前往呆小妹家前，还需要先安顿好天谴成员。毕竟林云墨现在算是走老丈人家，带着100号人算个什么事？呆小妹听到林云墨的大笑，不由脸色微微泛红。哎呀，老公你就别笑话人家了。呆小妹一把抱住林云墨的腰，头深深埋进他的胸膛之中。林云墨停止大笑，不过嘴角还是挂着笑容，却是没有再说什么。1号很快就打完电话，来到林云墨面前。先生，他们马上就把车开过来，大概需要几分钟。好。对于天谴的成员们，林云墨从来不摆架子，只要做出的事情不太过分，他都是和颜悦色的。很快，天谴的人就来到贵宾通道前面。林云墨看了一下，有3辆车。呆小妹此时也从林云墨的怀中出来，看到这3辆车，连忙将手机镜头落在上面。弹幕：切，老女人，阿尔法有什么好炫耀的？虽然有3辆阿尔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呆小妹自然不是想炫耀这3辆车，阿尔法就算属于豪车，但相比起林云墨的座驾，简直不够看。她是想说，车已经来了，马上就能出发。喂，狗东西们，谁说我要炫耀了？这有什么炫耀的？我只是想说，车子已经到了，马上可以出发。呆小妹翻着白眼，对直播间观众们的智商感到着急。弹幕：呆总，算我误会你了。老女人，快点别说了，赶快上车吧，我想看看你老家什么样的。直播间观众们的脸皮可比呆小妹厚多了，顺便一条弹幕就能搪塞过去。呆小妹看到这些个弹幕，感到一阵的无语。只是还不等她再和直播间的人对线，手腕就被一只大手抓住。呆小妹朝身侧看了一眼，林云墨笑着对她说道：媳妇，走吧，我们上车了。3辆车，他们这里只有9人，原本只需2辆车就行了。但是1号考虑到林云墨是宠妻狂魔，对任何人开车都不放心，所以直接叫来了3辆，他们这些人挤挤坐2辆，林云墨和呆小妹单独开1辆车。林云墨对1号的布置非常满意，不愧是跟了他这么久的老人。2人上车后，1号他们也是自觉地走上其他车辆，给呆小妹插上安全带。做完这些，林云墨依旧没有发动汽车，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第192章，又是一座豪宅。贾维斯，林云墨的声音在车内传出：先生，我在，随时为您服务。林云墨的话音刚刚落下，贾维斯的声音就从手机中响起：带路，玫瑰庄园。此话一出，不管是正在东张西望的呆小妹，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是因为这句话而感到震惊。是先生，前方请左转。贾维斯丝毫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声音从林云墨的手中传出。好。林云墨没有注意呆小妹看自己的眼神，答应一声后就驾驶着阿尔法往前面开去。半晌之后，呆小妹才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看向林云墨：老公，我们为什么要去你说的玫瑰庄园？其实呆小妹在心中已经有个猜测了，只是心中还不敢确定。弹幕：老女人，你这问题问得贼溜，想必大家都有个猜想，只是想听到林哥亲口回应吧。玫瑰庄园，吊大的兄弟快查查，玫瑰庄园是不是豪宅？一时之间，连直播间中也热闹了起来。林云墨听到呆小妹的话后，头也没回，直接开口了当的回了一句：昨天朋友在那边送了我一套别墅，现在过去看看，顺便在里面拿点东西。林云墨签到了有2座豪宅，通过前面2座豪宅中的布置，他是知道这种豪宅中是存在酒窖的，而且里面堆满了名酒。上次呆爸在他家的时候，
没有把旱地茅台送出去，凌云墨这次就准备在里面拿上几瓶好酒过去。呆小妹简直都懵逼了呀！他们只在3座城市待过，魔都那里有楼王别墅，锦城豪华城堡，现在来到长安又有座庄园，这是不是每个城市凌云墨都有豪宅啊？不怪呆小妹会这么想，主要是凌云墨是真的有那个本事。老公，那什么玫瑰庄园是别墅吗？呆小妹反应了好一阵，这才又说道：别墅。凌云墨现在在开车，随口就回应道。要知道这是机场道路，车流十分巨大，而车上又有戴小妹这个孕妇，凌云墨不得不打起12万分的精神。见凌云墨专心致志的模样，呆小妹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不过眼神却是看向手机。她知道直播间中一定会有她想要知道的答案。兄弟们，你们不用查了，我长安本地人，职业房产中介，玫瑰庄园实打实的豪宅，最贵的1号庄园，2亿7千万。楼上的给你一个大拇指。老女人，快问问林哥在玫瑰庄园的别墅是不是1号庄园？对啊，老女人，你倒是问啊！看着直播间的这些弹幕，呆小妹却是破天荒的渐渐冷静下来。最贵的才2亿7千万，这比起凌云墨的其他豪宅根本算不上什么。老公，直播间有人问你在玫瑰庄园的别墅是1号庄园吗？呆小妹虽然冷静了，但也是想知道凌云墨的豪宅是哪座。是1号庄园，昨天朋友刚送的，我还没进去看过。凌云墨双眼注视着前方，实话实说。老公，我想问个问题，是不是你每到一座城市，你的朋友都会给你找到豪宅？呆小妹问出心中疑问，她现在是越来越迷糊了。从凌云墨和她下山之后，基本上是哪里麻烦，就会有凌云墨所谓的朋友来帮她摆平。第一，她说她想玩游戏，第二天凌云墨就说在魔都有楼王别墅。第二，来锦城的时候坐民用客机被人当猴一样直播，这次就有人送私人飞机。第三，出到锦城就有落脚的地方。还有这次长安之行，凌云墨的朋友又帮他准备好了。这尼玛，一起穿开裆裤的朋友都不可能这么好吧？凌云墨显然没想到呆小妹这么问，想了一下，还真是这样。每次他打算去其他城市，他的系统朋友就会给他安排一个豪宅。见凌云墨不说话，呆小妹还以为自己问到他的禁忌，连忙又说：老公，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这么问你了。凌云墨一愣，放缓车速，转头看了呆小妹一眼，笑着说：媳妇，说什么胡话呢？我朋友可能是怕你住不惯酒店吧。呆小妹知道凌云墨是在安慰她，要是真是为了她，飞机上豪宅中不可能没有她的衣服等等女士用品。不过呆小妹在这件事上也处理得非常正确，没有再多问下去。滴滴，凌云墨今天所开的车相对比较普通，放缓车速后，后面的车不断按着喇叭催促着他快点走，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候顶级豪车开在路上也挺好的，至少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无奈地摇了一下头，缓缓踩下油门，阿尔法慢慢开始提速。就这样，凌云墨驾驶着车在道路上行驶了有1个小时的样子。今天的玫瑰庄园内气氛格外凝重，巡逻的安保人员增加了不止5倍。这么说也不对，今早上安保人员人数还和往常一样，是1个小时前玫瑰庄园的物管公司紧急抽调出这么多人来的，并且在玫瑰庄园的正大门处还摆放了无数的鲜花。物管公司的高层也是在1个小时前通通来到门口，这让几个门卫是满头雾水。来了，最多还有5、6分钟。门口处10多个人叽叽喳喳，有人却在人群中说着。如果向说话之人看去，就能发现那是一个身穿职业服的漂亮小姐姐。她此时手捧着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正是呆小妹的直播间。小雨，林先生马上就进来了，你们安静点。说话的是物业公司幕后老板王传奇。今天他也只是抽空来这里视察工作，但就在1个小时前，却从秘书那里知道凌云墨他们原来还是这里的户主，这可让王传奇高兴坏了。凌云墨啊，这位可是一个不差钱、无比大方的主，要是把他们伺候好了，说不定还能赏给他一个去明艳的机会。凌云墨送 PDD 明艳名额的事情，现在在全华夏的商圈中已经传开了，大佬们都有一个共识，只要能和凌云墨做朋友，明艳名额完全可以手到擒来。第193章到达新别墅，时间大概过去4、5分钟，在众人的期待中，终于能看到远处凌云墨驾驶的阿尔法。老公，前面在干嘛？这么热闹？呆小妹这次没有晕车，目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模样。不知道。凌云墨答道，车速是一点都没放缓，本来就开得不快，再慢点，蜗牛都能超车了。等2人来到玫瑰庄园的入户门口，车窗刚刚落下，不给凌云墨询问，就见那一群人瞬间围了上来。这一下可把后面跟着的天谴成员吓得一哆嗦啊！1号、3号以最快的速度下车，
赶在所有人的前面来到凌云墨车旁。站住！声音无比冰冷，一双锐利的眼神看向众人，哪有对待凌云墨和呆小妹似的温文尔雅。瞬间，冲过来的所有人都止住步伐，几个年轻貌美的小姐姐更是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小步。主要还是此时此刻的1号太过于可怕。王传奇看着1号，深吸一口气，向前跨出一步。这位兄弟，我是玫瑰庄园的物业老板，听说林先生今天要回家，特意来迎接。即便1号只是凌云墨的保镖，王传奇在面对他的时候依旧十分客气。他有时候也会看呆小妹的直播，知道这人在凌云墨面前属于红人级别的。要是1号在凌云墨耳边说一说他的坏话，简直就是降维打击。1号，退下吧。两人的对话一字不漏地传入凌云墨耳中，此时也是知道这一群人是干嘛的。是先生。1号眼神恢复正常，向后退了一小步，这个距离能让凌云墨打开车门，有危险也能第一时间冲上去。咯吱，阿尔法的门被打开，一旁的呆小妹自然不会还坐在车上。看到凌云墨下车，她也是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在3号的搀扶下下车。林先生。王传奇在见到凌云墨下车，顿时是喜出望外，小心翼翼地靠近一些，伸出手来。至于后面的漂亮小姐姐们是双眼放光，已经是忘了对1号的恐惧。凌云墨眼神只是扫了眼王传奇身后的小姐姐们，随即就收回目光，看向王传奇。见他伸手过来，笑着也是伸手和他握在一起。怎么称呼？放开手！王传奇连忙说道：林先生，我叫王传奇，这是我的名片，您今后在庄园中有什么麻烦，随时都可以打给我。说着，王传奇双手递过来一张名片。王总客气了。凌云墨一笑，接过名片，顺手就放进自己口袋中。正在此时，戴小妹也是从车前过来。戴总，恭喜喜得千金。王传奇看到戴小妹，眼神顿时一亮。当然，他不是看中了戴小妹的美貌，而是王传奇知道，想要讨好凌云墨，首先就要讨戴小妹的欢心。现在不说，全华夏都知道凌云墨是宠妻狂魔，至少他们这些富豪是做了功课的。呆小妹被王传奇的热情吓了一跳，好在近1个月的时间见到的大人物比较多，瞬间就反应过来，没有再给凌云墨丢脸。谢谢。说话口吻非常正常，顺势抱住凌云墨的胳膊。王传奇身后的几个漂亮的小姐姐在看到这一幕，感觉心都碎了呀。不过呆小妹毕竟是凌云墨合法妻子，她们也不敢在人家面前说什么。王传奇看到两人恩爱的一幕，眼珠一转，笑着说：呆总，这次来的匆忙，随便给未出生的小公主准备了一个礼物，下次我再补上。王传奇边说边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个礼盒，顺手递向呆小妹。说真的，呆小妹现在是真的成长了，要是换做以前的她，直接就上手了。但是现在却将目光看向凌云墨，她知道这些人送她礼物不对，是送她肚子里孩子的礼物，全部是看在凌云墨面子上，最后还是需要她来还人情。这种事吃过一次亏就行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凌云墨微微一笑：王总，送我女儿的礼物啊，现在还早着呢，等我女儿出生，一定邀请你过来。这番话王传奇听出来了，没有多做强求，将礼盒再次收入衣兜中。虽然被礼物被拒绝了，但是王传奇脸上还是带着笑容。好，林先生。接下来又和王传奇闲聊了几句，之后凌云墨两人重新回到车上。林先生慢走。看着凌云墨的车队离开，王传奇站在原地和他们挥着手。等彻底看不见他们的车队后，王传奇叫来管理保卫人员的大队长小王：林先生入住玫瑰庄园的期间，所有进入小区的人，不管是不是户主，都给我好好检查，眼睛放亮点。王传奇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完全不像之前和凌云墨交谈的模样。又在玫瑰庄园中转了10几分钟的样子，最后3辆车才停下。这里和魔都的楼王一样，分了2道门，唯一和楼王别墅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警卫塔，只有一扇大门，门框的大理石石柱上写了几个大字：玫瑰庄园1号庄园。待小妹下车，眼睛就往四周看去。先生，1号和其他天谴成员也下车，来到他的身旁。凌云墨点点头，目光落在呆小妹身上，随即继续说道：安排点人来这里吧。庄园啊，这么大的地盘，是安置天谴成员的最好地方。先生，我暂时先安排50个人进来守卫别墅，其他人我在外面租个房子。虽然留有人在锦城，但即便如此，跟来长安的天谴成员也有190人。要是全部安置在凌云墨的这栋别墅中，那还成何体统？毕竟玫瑰庄园中不仅要有守卫人员，明艳的厨师、保姆小姐姐，这些都是人啊。好，你安排就好。对了，让厨师长自己联系长安明艳的人吧，有什么需要他自己提就是了。凌云墨说完就朝呆小妹走去。狗子们，看，这就是我在长安的家，羡慕吧？凌云墨刚刚靠近，
就听到呆小妹说出这番话来，脸上浮现出微笑，从身后抱住了她。第194章新别墅寻宝。走吧，我们进去了，看看你新家怎么样。林云墨说话非常温和，虽然经常听，但是呆小妹还是感觉身体软绵绵的。好，老公牵着我走。呆小妹声音变得小了很多，而且带着点颤音。林云墨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放开了她，转而牵着她的手。那种软绵绵的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不消片刻，呆小妹就恢复正常。1号3号对视一眼，随即跟了上去。至于其他人，自然是上车，他们需要将车开进里面。走进庄园中，只见里面的花花草草尽情的绽放，美不胜收。两人就这么慢慢悠悠的走着，沿路观赏着里面的风景，气氛相当温馨。然而就在此时，叮铃铃，手机传出的响声打破了这温馨的场面。呆小妹往手上看去，声音正是从她的手机中传出来的。定睛看去，只见上面显示了4个大字：母后大人。我妈打来的，应该是知道我们已经到长安了。呆小妹看了林云墨一眼，说道：接吧，我们进别墅中带点东西就过去。林云墨轻嗯一声。呆小妹接起电话，不等她说话，里面就传来一个十分急切的声音：女儿啊，听说你们已经下飞机了，什么时候到家？果然和呆小妹猜想的一样，呆妈打电话过来，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已经来到长安了。妈，我们先回家了一趟，你女婿非要在家带点好东西过来。呆小妹边说边对着林云墨眨眼睛，那样子别提多调皮了。你们家什么意思啊？可以明显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呆妈愣了一下。你的好女婿啊，在长安也有别墅哟，我们现在就在里面，等一会就会出发了。戴小妹说着这话，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自豪。想想也正常，自己独自到魔都闯荡6、7年，现在靠着自己带了一个金龟婿回家，能不自豪吗？在长安也有别墅，表姐，咱们呆呆有出息啊。突然从电话中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呆小妹一时之间还没听出来这是谁。妈，有人在我们家吗？呆小妹说话声音稍微放轻，问道。哈哈，是啊，大家都听说你带小林回来了，街坊邻居都在我们家呢，你伯伯舅舅也都来了。呆妈在电话中解释说道。对于这些街坊邻居，呆小妹是真没想到他们今天会集体去她家，现在居然有点手足无措起来。其实这也正常，呆小妹虽然平日里不回家，但呆妈在村子中的人缘关系也挺好。街坊邻居知道呆小妹带着老公回家，看在呆妈的面子上，也要来这里看看。哦，我知道了妈，我们过一会就回。呆小妹这时候说话明显比较严谨，冲刚才旁人的说话声，呆小妹就知道呆妈肯定是开免提了。她自己在直播间中可以完全不顾形象，但在村里呆妈还是要面子的，呆小妹不能和之前一样无礼。好，你们快回来。呆妈现在非常高兴，马上就能见到怀孕的呆小妹，能不高兴吗？挂断电话，呆小妹抬头看向林云墨。老公，那个家里好像来了很多人，专门是为了看你的。呆小妹简单的将电话中的内容讲述一遍。林云墨听后想了一下，看别墅中有什么吧，尽量多带点过去。本来林云墨回玫瑰庄园的别墅只是为了想带几瓶酒去老丈人家，现在看来别墅中有什么可以带走的都要带一些。老公，你是不是关注点有点偏啊？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在意，你不感觉紧张吗？呆小妹此话出口，身后的1号忍不住笑出了声。林云墨什么场面没有遇见过，即便是面对全副武装的国外军阀，他也不带虚的。现在只是去见普通人而已，以林云墨的心性，能出现紧张的情绪那就怪了。呆小妹回头看了1号一眼，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1号见呆小妹的目光望来，连忙止住笑声，眼神往别处看去，不与呆小妹对视。林云墨微微一笑，是有点紧张，待会回去你就保护我了。话虽这样说，但林云墨脸上的表情哪里有半点紧张。不过这话对呆小妹来说非常受用，连忙拍着胸脯，放心老公，这些天一直都是你在保护我，现在该我来保护你了。林云墨不禁莞尔，忍不住在他头上揉了揉。走吧，快去拿些东西，我们就出发，别让妈等急了。林云墨哪里是怕呆妈等急了，而是怕呆小妹饿着。要知道他们在飞机上的时候，呆小妹根本没吃多少，现在时间也到了3点，之前的这个时间点，呆小妹可是会再加一餐的。好，我们快回去。呆小妹不知道林云墨的想法，不过却拉着他往不远处的别墅快步走去。经过几分钟的行走，4人最后来到庄园的别墅外。呆小妹现在对别墅什么的已经完全免疫了，根本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但是嘛，对别墅不感兴趣，却是对别墅中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前面2栋别墅中，楼王别墅中找到了上千万的手表，锦城的城堡中找到了价值近5000万的阿斯顿马丁。现在他对眼前这栋别墅充满了期待。老公，我们快进去。
呆小妹迫不及待地拉着凌云墨来到大门前，看着呆小妹这激动的模样，凌云墨有点纳闷，摇摇头，将心中的疑问抛之脑后，来到密码锁前，输入一行密码后，门缓缓打开。呆小妹从凌云墨身后探出脑袋，往里打量起来。这栋别墅和魔都的楼王比起来，布置什么的相对较差，毕竟价值在那里摆着，一个6亿，一个才2亿8千万，根本没有可比性。呆小妹看了一下就失去了兴趣，不得不说，现在她的眼光是越来越高了。还好是凌云墨的妻子啊，不然一个普通人，不说普通人了，就是一个小有资产的大佬，也经不起呆小妹这样的挥霍。第195章，来到卧室，四人走进别墅，呆小妹立刻查看了一下手机，确定直播是开着的后，顿时像是脱缰的野马，在里面闲逛起来。当然，3号也是跟在了他的身后。见此，凌云墨摇摇头，任由呆小妹去了，没有跟上去。他还要找找别墅中是有什么可以带走的。贾维斯，别墅的酒窖怎么走？凌云墨对这栋别墅的构造可以说一点都不了解，不过还好他有贾维斯，相信他能快速在网络上找出这栋别墅的构造图。先生，酒窖已经找到，是否开启虚拟路线？贾维斯的声音响起在耳畔。凌云墨向楼上看了一眼，呆小妹已经进入一间房间。开启吧。凌云墨缓缓吐出3个字。瞬间，别墅中出现由光幕构成的一条路线，十分科幻。凌云墨身后的1号看到这一幕，眼中没有出现其他表情。他在上一世跟着凌云墨的时候就知道贾维斯的这个功能，为了不让呆小妹发现贾维斯的这个功能，凌云墨快速跟着光标指引的地方走去。其实吧，这么说也不对，呆小妹看到倒是没什么事，主要是凌云墨不想让呆小妹直播出贾维斯的这个科幻的功能。当呆小妹从一间客房中出来的时候，楼下凌云墨的身影已经不见。咦，老公走得这么快吗？呆小妹从进入客房到出来也就1-2分钟的时间，现在出来就不见了他的身影，就很迷惑。弹幕，哎呀，老女人你先别管林哥了，快去寻宝吧，不知道这次又能发现什么好东西。就是在自己家，还怕林哥走丢了不成？老女人，你干脆问问贾维斯，你们的卧室在哪里？要说现在的直播间，观众们已经完全抛弃了凌云墨，主要还是别墅中藏的宝藏太惊人诱人了，说不定待会发现的东西又会引起网络上的一场轰动。呆小妹看了一下弹幕，觉得直播间观众们说的也在理。凌云墨在自己家还能丢了不成？他自己丢了，凌云墨怕都不会走丢。想到这里，呆小妹开始一间房一间房的寻找起来。至于弹幕中说的靠贾维斯，呆小妹是直接忽略了。当初在初见贾维斯的时候，凌云墨就郑重其事地告诉过他，贾维斯有非常大的秘密，不要问他某些事情。这让呆小妹产生了不管什么事都不想问贾维斯的思想。不过嘛，要是关了直播间，那就不一样了。当又从一间房间中出来，呆小妹情绪不见失落，但是直播间中的观众却是受不了了。弹幕，老女人，叫你问贾维斯卧室在什么地方？就是嘛，这样找一个不是卧室，找2间房不是卧室，我很着急啊。老女人，我劝你善良。呆小妹有些无语了，她是一点都不想在直播间中说贾维斯的事情，但是直播间的观众却一直在强调，狗子们，我们自己这样慢慢找，不是更有期待感吗？等待会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想知道的答案，不是更有成就感吗？呆小妹瞬间化身成鸡汤大师，简直是把直播间的观众唬得一愣一愣的。弹幕，卧槽，这老女人莫非是喝假酒了？这种话真的是从老女人口中说出来的？我怕不是关注了一个假的老女人吧？这尼玛，老女人讲心灵鸡汤，毁3观。呆小妹是性子急，关注了她的人都明白，现在居然要慢慢找，说出来连鬼都不会相信。看着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在心中长叹了口气，要不是开着直播，她哪里会这么慢慢的找下去？直接就问贾维斯了。行了行了，狗子们，慢慢找吧。虽然别墅中的房间非常多，但是在呆小妹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还是找到了卧室。瞬间，呆小妹的眼睛就亮了起来，连忙调整好直播的镜头。嗨嗨，狗子们，看吧，这就是别墅中的卧室了，相信有宝藏的话就在这间房里面。说着话，呆小妹缓步走进里面。毕竟等凌云墨准备好东西，他们就要出发回老家了，现在留给他寻宝的时间已经不多。弹幕，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姐，快找找看我哥的宝贝，只要你拿出来，我保证给你说的头头是道。哎呀，大聪哥来了，这波稳了，不用问度娘。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嘴角浮现出微笑。你们啊，别抱太大希望，说不定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呢。之前凌云墨说过，这个庄园是朋友送给他的，有了飞机上的事件，呆小妹对凌云墨的朋友是将信将疑起来，说不定这庄园还真是凌云墨所谓的朋友送给他的。送人的东西，
里面不可能留下什么大的秘密，至少他呆小妹不会。呆小妹这话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直播间众人看到他还在原地站着，没有打开衣柜床头柜检查，顿时就不乐意了。弹幕：老女人，你知道个屁啊！快点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然就取关了。就是，快点检查，我已经擦亮了我的钛合金狗眼了。呆总，你就行行好，快点开始吧。直播间的观众们比呆小妹还急，好似在这栋别墅中找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一样。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脸色黑了一下，但是也不会生气，要不然没遇见凌云墨前，她早就气死了。这种弹幕出现在直播间中不是非常正常的吗？没有说话，径直来到衣柜前，将衣柜打开，不出呆小妹的预料，里面全是男士的名牌服装，和猜想的一样啊，又没有我的。呆小妹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在心底却生出了点醋意。每次凌云墨拿出的新别墅里面都没有她能用上的，都需要再次出去购买。直播间中的观众不知道呆小妹在想什么，努力在衣柜中审视起来，企图找出点比较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他们失望地发现，衣柜中好像并没有什么值得凌云墨拿出手的宝贝。呆小妹一直看着直播间的弹幕，见里面的柯南都没发现什么，就把衣柜给再次关上。第196章股权证书。弹幕：老女人，还有床头柜，上次在城堡中阿斯顿马丁的钥匙不就是在床头柜里面发现的？对，我相信床头柜中一定有我们想看到的。呆总，快打开看看。现在的呆小妹心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为了满足直播间观众们的好奇心，呆小妹还是来到就近的床头柜前，将抽屉拉开。顿时呆小妹愣住了，因为她在这个抽屉中发现了一个包装极其漂亮的盒子。不会真的被我找到了好宝贝吧？在心中这么想着，呆小妹已经无暇去看直播间的弹幕，伸手拿出盒子，随即将其放在床上。怀着好奇的心理，呆小妹缓缓将其打开，不知道会是什么。嘀咕声传入直播间中，这让听到的人开始不断猜测起来。什么手表、钻石、镯子，猜什么的都有。当盒子被打开，出现的一个东西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盒子中静静地躺着一把钥匙，液晶屏，满满科技感的钥匙。呆小妹在看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愣了一下，但紧接着就反应过来，拿起钥匙放在手上。我怎么感觉这是一把车钥匙？要是以前，呆小妹可能猜不出来这是什么，但眼前的这把钥匙和上次在城堡中发现阿斯顿马丁的车钥匙大相径庭，呆小妹往这方面猜也不奇怪。想到这里，呆小妹连忙将目光移开，落在直播间上面。她不知道，难道直播间的神仙还不知道吗？只是她这次却是想错了。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姐，这钥匙有点眼熟，可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等我想想。卧槽，大消息啊，连大聪哥都不知道的钥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啊。容我截个图，有事还得问度娘。看到直播间中的弹幕，没有找到认识的后就收回了目光，却是转头看向身后。三姐姐，你知道这是什么钥匙吗？戴小妹不知道3号跟着凌云墨有多长时间，不过凌云墨这么信任她，见识一定不是她呆小妹能比的。3号走到呆小妹边上，学着她蹲下身体，看了一会也是摇摇头，不知道，没见过。3号的话语比较少，只说了6个字就又站了起来。哦，呆小妹有点失望，再次把视线落在直播间上，现在只有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里了。要是直播间中都没有人认识，那就只有问凌云墨本人。看着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足足等了2-3分钟，可是这把钥匙的来头还是没有一人回答出来。狗子们，你们先查着，我再找找另一个床头柜有没有宝贝，没有的话，我就拿着钥匙下去找老公了。呆小妹知道，现在不能再等了，万一凌云墨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完，他们就要离开这栋别墅。没找到这把钥匙前还好，没有期待，可是明知道卧室中有宝贝，呆小妹没检查完就离开，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不再管直播间，呆小妹向着另一个床头柜走去，来到床头柜前，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拉开抽屉。入眼那是一本红色书籍模样的东西，上面写着4个大字：股权证书。看着这本书，呆小妹激动的手都开始颤抖了。凌云墨的产业啊，呆小妹现在知道的也就只有魔都的高尔夫球场和明艳，现在居然又出现一个。其实不仅是呆小妹激动，就是直播间的众人都好奇起来。同一时间，各界大佬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得空了的人都打开斗杀 App， 随后直接点进呆小妹的直播间，这就造成直播间的人气快速飙升，隐隐有突破1亿5千万的趋势。只是现在呆小妹的目光都落在了抽屉中的股权证书上，没有发现直播间中的变化。三姐姐，你说这是我老公的吗？虽然目前这栋别墅是凌云墨的，
但凌云墨之前也说过，这是朋友送的，万一这股权证书是凌云墨朋友的呢？要真是那样，可就乌龙了。我也不知道，夫人你拿出来看看，只要在这别墅中都是你的。这一世不同上一世，3号对这一世的凌云墨不是特别了解，像是凌云墨有什么产业，有哪些公司，他和呆小妹差不多。别说他了，就是1号贾维斯，包括凌云墨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产业，只要还能签到，就有无限的可能。呆小妹听了3号的话，点点头，将手机放下，这可把直播间的人急坏了。毕竟是见证凌云墨另一个产业暴露出来的机会，他们是一点都不想错过。呆小妹看到了直播间中疯狂刷新出来的弹幕，将脑袋凑上前去。狗子们，你们等等，我看了之后再给你们看。说完又消失在直播画面当中。其实呆小妹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怕万一这股权证书不是凌云墨的，这要是被直播间的人看到，那可就不好了。拿出抽屉中的股权证书，随即退到床上坐下，将证书放在膝盖上翻开。呆小妹没有去看证书中的内容，却是寻找起上面有没有凌云墨的名字。好在她第一眼就看到了凌云墨的名字。见此，呆小妹松了口气，继续往下查看。当看到是企鹅集团的时候，瞬间就懵了。30%的原始股，这可比在得知凌云墨有个高尔夫球场还要震撼。企鹅集团那简直是个庞然大物，即便呆小妹不是资本家，也知道很厉害。市值几千亿美金，30%的原始股，这得是多少钱？呆小妹愣住，直播间的观众们却是不知所以。见久久没有动静，瞬间就按耐不住，在直播间中拼命刷着弹幕。老女人，你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吗？看样子是的，不然不会这么久不拿在我们面前炫耀。我也这么觉得，我敢肯定，林哥的这个股权证书，说不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产业。楼上的，说说你的观点。第197章，给未出生的女儿吧。傻呀，老女人要是遇到不认识的公司，一定率先就来问我们了。像是明艳的股权证书，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例子。现在还没有动手机，说明是被那个公司的大名给唬住了。至少老女人是听过这个公司的名字。不得不说，直播间的某些人非常聪明，仅仅依靠呆小妹的性子，就猜到了股权证书的内容。等呆小妹回过神的时候，已经是3分钟后了。紧接着喜意就出现在脸上，拿起放在身旁的手机，没有第一时间将股权证书的内容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反倒是说道：狗子们，你们知道这份股权证书是哪个公司的吗？看着呆小妹那激动的神色，直播间的大佬们一愣。虽然呆小妹1个月前还只是一个稍微有点钱的普通人，但是现在呆小妹是见惯了大风大浪，在顶级的豪宅名车也都见过，现在居然出现这样的表情，这份股权证书一定不简单。正在直播间的大佬们不假思索地开始回想自己集团的股份构成，想找找看有没有陌生不知去向的股权。这要是凌云墨掌控着他们的股份，立马飞上枝头变凤凰。此时此刻，即便是那些市值上了1000亿美金的真正大佬，也都期待起来。实在是凌云墨能带来的影响力太大，有他在，集团的市值保证会再上一个台阶。弹幕，老女人，你快别今儿打哑谜了，说啊！呆总，股权证书是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期待，呆总快公布吧！你看你直播间的人气，现在都快接近2亿了。周淑怡赠送主播一个火箭。周淑怡，老女人，你快说啊！这是林哥的那个产业。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姐，你是要急死人吗？直播间中，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都在发弹幕让呆小妹快点公布。呆小妹对这样的反应非常满意，随即就将手机对准股权证书。企鹅集团哦，那个市值几千亿的企鹅集团。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那可谓是风光无限。当这份股权出现的瞬间，直播间沸腾了。短短几分钟后，网络上就掀起轩然大波。30%的原始股代表着什么？要知道，即便是企鹅的创始人小马哥，他自己也没多少原始股份。可以这么说，要是凌云墨想插手，仅这30%的原始股就能让企鹅成为他的一言堂。与此同时，就在股权证书曝光在直播间的时候，企鹅总部内，小马哥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忙召开紧急会议。时间大概过去10几分钟后，呆小妹还津津有味地看着直播间的弹幕。一个礼物特效绽放在直播间中，小马哥赠送主播5000个火箭。小马哥，呆总，有机会一定要来企鹅总部一趟。呆小妹啊！楼下，凌云墨还不知道发生在呆小妹身上的事，此时正在招呼天谴的人员搬动着好酒，这里面有红酒，也有华夏传承1000年的白酒，又在摆放零食的架子上大包小包的拿了几口袋的零食，一股脑的让天谴成员搬上阿尔法。忙碌了快半个小时，凌云墨才觉得差不多。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吧，我去叫上你们夫人就出发。说完，凌云墨就向别墅内走去。至于1号，这次没有跟在他的身后，毕竟是回卧室，
1号还是非常有自知之明。凌云墨走上楼，通过询问贾维斯，凌云墨很快就知道了呆小妹在哪间房间。刚刚推开门，3号就看向门口，而呆小妹还看着手机，不知在傻笑什么。凌云墨一见，顿时来了兴致，对着3号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3号会意，没有出声，反倒是往凌云墨悄悄走去。当凌云墨来到呆小妹身旁的时候，3号已经退出卧室，紧接着悄无声息地将房门关闭。凌云墨站在呆小妹旁边，顿时就发现那份股权证书正放在她的腿上，顿时就知道了呆小妹为什么会傻笑。喜欢吗？喜欢的话，明天就去过到你名上。见呆小妹看着股权证书都没有发现自己进来，凌云墨就说出这番话。要说凌云墨，他是真的不看重钱财，豪宅别墅如此，这企鹅集团的股份也没有任何留恋。除了明艳、天谴、天命这些组织，只要呆小妹喜欢，凌云墨有的都可以送给她。啊，老公，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听到声音，呆小妹惊了一下，但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刻放下手机和股权证书，站起来抱住凌云墨。刚刚进来的，见你看手机看得出神，就没叫3号打扰你。凌云墨露出笑容，也是抱住了他。听到这话，呆小妹立刻脱离凌云墨的怀抱，俯身拿起被扔到床上的股权证书。老公，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企鹅集团啊。呆小妹将股权证书拿到凌云墨面前，小脸是红扑扑的。前几天朋友送的。凌云墨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的借口，只好又将朋友搬了出来。不过凌云墨知道呆小妹可能又会借题发挥，不给她说话的时间，说道：你喜欢吗？过给你吧，在我这里也只有吃灰。凌云墨这一世好不容易能清静点，实在不想再重蹈覆辙，给呆小妹，让她自己去折腾就是最好的选择。啊，老公，你真的要给我啊？呆小妹大惊失色，果然是选择性的忘记凌云墨所谓的朋友。真的，你拿去玩吧。凌云墨笑了笑，表示自己没有说谎。见凌云墨不像是在开玩笑，呆小妹连忙将手中的股权证书塞到他的怀中，好似这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行不行，我就是看着新奇，要是过到我名下，我会寝食难安。那等女儿出生就给她吧。呆小妹脸上闪现出的惊慌，凌云墨看在眼底，便笑着提出了解决方案。呆小妹面色一呆，低头看向自己肚子，手也放了上去。这丫头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事，居然能投胎做你的女儿。第198章防弹车。想想她呆小妹自己在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头，而她要生下的女儿出生即是人生巅峰，羡慕啊。凌云墨听到这酸溜溜的话，顿时一笑，将她拉进自己怀中。她的还不是你给的吗？凌云墨原本是准备把企鹅股份给呆小妹的，而呆小妹又不敢接招，这么算下来，企鹅的股份不就是呆小妹给的吗？听到这话，呆小妹脸色才好了很多。呆小妹这里是好了，但是直播间中却是闹翻了天。弹幕：卧槽，这可是企鹅的股份啊，就这么送出去了？你们都在说林哥的朋友大方，林哥这里也不差好吧？企鹅股份说送就送出去了，你们都别和我抢，林哥的小公主是我未来的儿媳妇。楼上的出门请右转，给我滚，林哥的小公主是我的。同一时间，企鹅总部，小马哥在看到直播间的内容，脸皮忍不住抽动了2下。企鹅就是他的心血，现在居然在凌云墨这里完全不拿正眼看，说送就送出去了，他的企鹅集团有这么差吗？不过回头想想，股份过到凌云墨女儿名上也未尝不好，反正都是一家人，凌云墨女儿所属的集团有难，凌云墨还能坐视不理吗？可能企鹅在凌云墨自己的名下他都会懒得管理，但在他女儿名下就不一样了。天下间唯有父爱最伟大。呆小妹重新将企鹅的股权证书放到原来的位置，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事，连忙来到另一个床头柜前，从里面拿出一把十分精美的钥匙。老公，这是个什么东西？直播间的狗子们都不认识。凌云墨走到呆小妹面前，从她手上拿起钥匙看了一下，一把车钥匙。凌云墨说道：车钥匙？呆小妹眼睛瞬间大放光芒。不仅是男人喜欢车，呆小妹也不例外，一听到车就激动起来。要知道，之前王大聪可是来他直播间晃荡了一圈，连他都说不出来这把钥匙的具体信息。呆小妹以此推断，用这把车钥匙打开的车一定不会简单。卡尔曼国王的车钥匙。见呆小妹双眼中的小星星，凌云墨也不逗弄她了，直接说出实话。老公，这是个什么车？怎么没听过呢？呆小妹搜遍了脑海中的记忆，十分确认地说她一定没有听过。不仅是她没听过，就算是直播间的柯南大神们在刚刚听到这车的名字也是满面疑惑。卡尔曼国王，名车吗？为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弹幕：呼叫大聪哥，你见识广，出来解释解释。无关人员请退场，董王闪亮登场。
这么多人不知道的车，会不会是一个杂牌子啊？哈哈，狗头保命。楼上的虽然知道你在调侃，但是还是想说一句，马德以林哥身份会开一辆杂牌的车。呆小妹将这些弹幕都看在眼中，现在连直播间的懂王们都不知道，那这辆车到底会是个什么车？卡尔曼啊，防弹车，非常安全。前世的时候，凌云墨也是有一辆卡尔曼，那个时候看中这辆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防弹，而且外观十分符合凌云墨的审美。现在知道也不奇怪。防弹，呆小妹嘴巴张了张，防弹车她只在电视上看过，现在他们家也有一辆，就很兴奋，就很爽。呆小妹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在直播间中公布出来，可是视线落在手机上的时候，就见一条科普的弹幕：卡尔曼国王全球仅有10台，售价高达1200万。注意，1200万并不包括防弹玻璃。车辆外观有一种未来科技的感觉，其内配备了超豪华电视、咖啡机、卫星电话。之前早有企鹅集团股份的刺激，按理说现在几千万的东西是无法让直播间众人发狂，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直播间的弹幕比之前更加密集，想想也正常，股份这东西只是一张纸而已，就算曝光了也没有什么。但是豪车不一样啊，可以大饱眼福，特别是这种限量款的车，每一辆都能吊足众人的胃口。弹幕，我上网查了，虽然只有寥寥几张图片，但是不得不说是真鸡巴帅。老女人，快下楼去车库中看看啊，现在心痒痒的厉害。呆总，求求你别在这里继续愣着了。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有点无语了，之前的企鹅股份也不见得直播间的人有这么激动，现在居然为了一辆车在开始催促她了。行了，你们就别刷了，我马上去车库。虽然无语，不过还是要做出点回应，不然他们一直在直播间中刷同样的内容就不好了。呆小妹说完这话，看向凌云墨，老公，你收拾好了吗？呆小妹知道，要是凌云墨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是不会上楼来找她。现在上楼了，说明可能收拾的差不多了。该拿的已经拿了，现在就出发。凌云墨不知道呆小妹在想什么，点头说道：老公，我们今晚回来住吗？呆小妹的小眼神看向卧室内的衣帽间，要是时间允许，她一定要将卧室的犄角旮旯都找一遍，说不定又能找到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凌云墨笑着摇了一下头，顺手落在呆小妹的头上。你觉得爸妈会让你回来吗？呆妈好不容易盼到呆小妹和凌云墨回家，去一趟就离开，想都别想，凌云墨已经打算在那边住上几日的打算了。啊，那岂不是要很久才能回这里？呆小妹眼底闪过失望之色，住几天，每天都要想这栋别墅中还有什么宝贝，心累啊。见到呆小妹眼中的失落，凌云墨是大感意外，回自己爸妈家还失落，不正常，很不正常。媳妇，你怎么了？凌云墨不是神，虽说呆小妹非常单纯，但人心是最不容易琢磨的。凌云墨也不知道呆小妹现在是怎么回事。呆小妹从衣帽间收回视线，直勾勾的看向凌云墨。第199章防弹车的玻璃。老公，你给我说说，这间卧室中还有什么宝贝没有？看着呆小妹那认真的模样，把凌云墨倒是整得哭笑不得。哪有什么宝贝，你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贝。凌云墨伸手揽住呆小妹细腰，又是说起了土味情话来。弹幕，哦，我快吐了呀！林哥你变了，这，林哥求求你收了神通吧！鉴定完毕，林哥的人设完全崩塌。楼上的，你可以滚了，林哥这叫人设崩塌吗？这叫打通了任督二脉，学会在我们面前秀恩爱了。以前凌云墨和呆小妹秀恩爱，完全是呆小妹占据主动，但现在不一样，经过长达1个月的适应，凌云墨也能在秀恩爱方面占据主动。人嘛，都是善变的。呆小妹没有看到直播间中的弹幕，又从凌云墨口中听到这情话，现在心里是甜蜜蜜的，不过依旧没有打消寻找宝贝的想法。老公，你不骗我，卧室里真的没有其他宝贝了？真的没有了。凌云墨目光看着呆小妹，十分认真地说：这好吧，我相信你老公，背我下楼好不好？呆小妹说着话，手臂已经是张开，凌云墨当然不会拒绝，就这样背起她离开卧室。出了门，只见3号此时站在门口。先生，一见凌云墨他们出来，3号连忙叫道：走吧，我们出发了。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是。出了别墅，1号几人已经等候多时。凌云墨将呆小妹放下，看了眼1号身后的其他天谴成员。1号3号跟着我们就行了，你们3人就在家里吧。这次是去老丈人家，人去多了并不适合。即便是现在，天魁倩倩2人加上1号3号也都有6人了，要是再叫其他天谴成员去，那人就太多了。是。天谴的成员没有多余的废话，有1号3号在，他们确实没有去的必要。1号，
你就开这辆车跟在我的车后面。从天谴成员身上收回目光，看向1号。先生，您不开这辆车吗？按道理，凌云墨是去老丈人家，他就应该开这辆满载礼物的车。难道凌云墨还要去开另一辆空的阿尔法？1号虽说一直跟着凌云墨，但是这栋别墅中有什么他还是不了解，所以并不知道车库中还有另一辆防弹的车。别墅中有辆防弹车，卡尔曼国王在长安的座驾以后就是他了。前世的时候，凌云墨就有过一台卡尔曼。1号在听到这3个字眼中闪过恍然的神色。开防弹车确实比这辆车要好很多。好的，先生，需要我去把车开上来吗？去吧。凌云墨点了一下头，从裤兜中摸出车钥匙，随即交给1号。戴小妹看着凌云墨发号施令，眼中全是崇拜，太鸡巴霸气了，那股万人之上的气质，属实让戴小妹着迷。戴小妹是个懂得分享的人，凌云墨这么迷人的光辉时刻，自然会让直播间的人看到。此时直播间的女粉们纷纷开始了弹幕模式。林哥哥太帅了，好想给林哥哥生个孩子，可惜便宜了老女人那货。再说一遍，老女人，你遇到林哥哥那天到底踩了什么狗屎啊？呆小妹看着这些弹幕都快乐开花了。别看直播间中的弹幕说的非常重，但这就是赤果果的羡慕。呆小妹对这些羡慕的话非常受用。差不多等了5分钟的样子，伴随着汽车的音浪，1号终于将卡尔曼开到地面上。呆小妹连忙循声望去，她可是对这辆防弹车期待了好一阵。远远看去，车外观是纵横交错的线条，黑色的车身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车本身在发光一般，这是黑到极致的效果。轰！卡尔曼被开到别墅外的空旷处，呆小妹连和凌云墨打招呼都没有，直接就奔向卡尔曼。即便她是个女生，对这充满科技感的车也非常喜欢。凌云墨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第一时间过去。等1号来到身边，凌云墨说道：“1号，你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了。”是先生。1号点了点头，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天魁一来，别墅就和倩倩一起去周围闲逛了，不过相信也不会离得太远。这一寻找，就发现他们在别墅外的一条人工湖边上。1号立刻就叫身边的天谴成员前去叫他们。此时呆小妹那边，哇塞，漂亮啊！呆小妹站在车头，赞叹之声传入直播间内。呆小妹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的直播镜头一直是对着天，没有一丝一毫落在车上，这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是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发起弹幕，准备来个狂轰乱炸。等呆小妹在车头欣赏够了，这才看向直播间，一看之下非常满意，笑着说道：“狗子们，这车是真的漂亮，你们想看不？”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就无语了，怎么看呆小妹怎么都像是在炫耀。然而他们还不敢说什么，万一呆小妹直接下播，那就得不偿失了。连忙是附和着发着弹幕：“想看，呆总你行行好，非常想看，呆总就不要吊着我们胃口了。兄弟们，一辆车有什么好看的？不要着了老女人的道。”直播间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车，像是一些对车毫无兴趣的女性就开始了带节奏，她们是一点也不想看到呆小妹奸计得逞，只是她们的队伍十分小，想看的弹幕占据一大半。呆小妹见此，点击了一下屏幕，将镜头切换到后置摄像头上面，顿时卡尔曼那富含未来科技的车身就暴露在直播间中。不出意外，弹幕再次超负荷运作，礼物也是铺天盖地。不瞪大眼睛仔细去看，根本看不到直播间中在发什么。见此，呆小妹微微一笑，围绕卡尔曼转上一圈。不过在主驾驶前却停下脚步，1号下车的时候并没有关闭车窗。此刻呆小妹能清晰看到那下降到一半的车窗玻璃厚度竟然有3个指节那么厚。狗子们，防弹玻璃原来就是增加厚度吗？我原本以为还是和普通玻璃一样，只是在制作工艺上面不同而已。呆小妹愣愣地说出这番话来。第200章出发。弹幕：卧槽，这么厚的玻璃，马德100公里得多高的油耗？楼上的，我林哥是在乎那点油耗的人吗？就是，你们现在都没发现吗？只要能保护老女人这货，再珍贵的东西林哥都舍得。呆小妹回过神，看到这些弹幕，眼睛都弯成了一道月牙。开心吗？那是肯定的啊，哪个女人不希望看到老公对自己好？呆小妹正想和直播间的人闲聊2句，一个声音就从身后转了出来：“媳妇，上车吧，我们马上出发了。”声音的主人当然就是凌云墨了。老公！呆小妹转头看到凌云墨，甜甜的叫了一声。凌云墨微微一笑，走到她面前，伸手刮了一下她挺翘的鼻子。走吧，上车，我们马上出发。天魁在呆小妹和直播人聊天的时候就已经上了车，现在只等凌云墨上车就能出发。好的，老公。呆小妹乖巧的点了点头。来到副驾驶，凌云墨帮她打开车门。上去吧。呆小妹坐上车，顿时就被车里面的内饰吸引。太尼玛漂亮了！外面看的时候
就有股浓浓的未来科技感，在这里面更是如此。林云墨在车外看到呆小妹进入卡尔曼后，不住的打量，微微一笑，帮她关好车门，随即走向驾驶室，上车插好安全带，提醒了一下呆小妹，林云墨就启动引擎。卡尔曼不同景程的跑车，外界传入里面的声音几乎没有，像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密闭空间。毕竟是3指厚的车玻璃，加上现在在林云墨的别墅周边本来就不嘈杂，有这样的效果并不奇怪。老公，车里面好安静。呆小妹对这辆车的隔音效果非常满意。要知道，她现在是怀孕期间，随时都可能来瞌睡，在安静的地方总比在嘈杂的地方睡眠质量要好。林云墨轻嗯一声，看着道路没有转头。呆小妹对此倒是没太在意，继续查看着车内的一切。星空顶、卫星电话、车载咖啡机，每一样都让呆小妹感到新奇。毕竟，她这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呆小妹自己看得过瘾，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同样大饱了眼福。这种豪车，要不是林云墨，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就算车辆的具体信息流传到了网络上，那也只是少数几张图片，哪有现在这样现场直播来的过瘾。呆小妹那边一副兴趣高涨的模样，相对林云墨这边就好了不止10倍，脸上只有淡淡的笑，白的一辆价值上千万的车一点感觉都没有。刚刚出了自家庄园的范围，就见一队6、7人的队伍正在巡逻。林云墨对此一点也不在意，继续往前开着。不过接下来每走1、2公里就能发现一个队伍，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啧舌不已。老公，这小区的安保能力可以啊，居然有这么多人巡逻。呆小妹坐在车内东张西望，每看到一个巡逻的队伍，她就会将直播镜头落在上面。不管是魔都的楼王，还是锦城的城堡，都是不及这里的安保。林云墨也是对玫瑰庄园的安保工作做出回应。殊不知，这一句话落在直播间，恰巧就被王传奇给听到了，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得意。心情大好之下，立刻下令晚上请玫瑰庄园安保部的成员们吃饭。只是在他在看向直播间的弹幕时，心中是咯噔了一下。现在的安保能力确实还可以，不过这是从前几个小时开始的。前几天来这里的时候，基本上要半个小时才能碰到一个巡逻队伍，并且队伍也是2、3个人。楼上的兄弟，这么说来，全是林哥来这里后，玫瑰庄园的安保工作才升级了。我就住在玫瑰庄园，我说今天怎么到处都是保安，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哥一来，马的安保指数直线上升。王传奇看到这些弹幕，老脸不禁一红。确实，玫瑰庄园的安保现在能这么好，的确是因为林云墨的到来。要是没有他，可能这个小区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半个小时轮流出去巡逻。呆小妹在看到这些弹幕后，脸上都乐开了花。林云墨来到这里，才让玫瑰庄园改变的，这得是多大的面子！老公，这玫瑰庄园的物管好好。王传奇高兴会请手下的员工吃饭，呆小妹心中高兴也会忍不住夸赞。听到呆小妹的话，林云墨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要知道，他现在的影响力十分大，或许他的一句夸赞会让王传奇身价立即暴涨，也可能会让他陷入一场灾难。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像是前段时间马大大就是个活脱脱的例子。他一句话让一个农村男孩从地狱到天堂，再从天堂到地狱。虽然林云墨没有说话，但是正在观看直播的王传奇心中也是十分高兴。得到了呆小妹的认可，林云墨这个护妻狂魔还远吗？接下来只要他做得更出色，保证能和林云墨成为口头上的朋友。他不求要一个去明艳的名额，只要让林云墨记住有他这个人就好。林云墨不知道王传奇心中的想法，认真的开着车，顺利驾驶车辆驶出玫瑰庄园。贾维斯夫人的老家怎么走？看着前方的十字路口，林云墨在车内开口问道。至于为什么不问呆小妹，开玩笑，连在机场都不知道，还指望他来到这里后知道？林云墨索性直接避过他，直接问贾维斯：先生，前方直行。贾维斯的声音回荡在车厢内。好。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回了一句：先生，距离夫人家有30公里的路程，预计下午4点半到达。林云墨的话音落下，贾维斯再次发出提醒。好，卡尔曼不同阿尔法，从外观和那碳纤维就能知道一定价值不菲。这不，驾驶卡尔曼行驶在路上的感觉和阿尔法完全不同。所有的社会车辆都和林云墨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即便是偶尔开得慢了，也没有人在后面狂按喇叭。老公，他们都知道这辆车的价值吗？怎么都离得那么远？和之前开阿尔法完全不同。第201章到家。看着四周离得老远的车辆，呆小妹十分新奇地问了一句。要知道，她在刚刚听到卡尔曼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牌子的车。但现在，周围的社会车辆离得那么远，
显然应该是知道这辆车的价格。应该不知道吧？凌云墨摇摇头，在前世的时候，凌云墨拥有过一辆卡尔曼，当时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他第一次开这辆车去参加一个名媛酒会，有些大佬都还不认得这是个什么车，只以为是凌云墨自己出资造出来的，导致后面的酒会时不时有人上前询问他这辆车的具体信息。直到现在，凌云墨都搞不懂这些人是真的不认识，还是借此来和他搭上话。连我都没听过的车，他们也应该不会知道。呆小妹点点头，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来。毕竟，要是真的全部都认得这辆车，那岂不是说她呆小妹之前头发长见识短？但是在呆小妹看到直播间的时候就傻眼了。弹幕：老女人，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就在你们车后面，谁告诉你我不认识卡尔曼的？老女人，你太低估网友们的力量了，你自己上网看看就知道了。呆总啊，现在不说全华夏的人都认识卡尔曼，但是1/10的人应该有了。距离曝光出卡尔曼也有半个多小时了，而现在凌云墨完全是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导致靠剪辑他的视频非常容易火起来。早在凌云墨曝光出卡尔曼的时候，视频制作者就把他的新作价大肆传播。呆小妹愣愣地看着这些弹幕，回过神连忙往周边看去，只见那些和他们并排行驶的车辆纷纷掏出手机狂拍了起来，真的是一点也不注意安全。老公，你的车被我直播间的狗子们曝光了。呆小妹的老家在长安城的边上，这里只是一个小城镇。老公，这里我能找到路了。直到来到镇子的边缘，呆小妹才回想起回家的路线。那你就指路喽。凌云墨微微一笑，这话看似是说给呆小妹听，但贾维斯却是听明白了，是叫她不用再发出声音。好，我来指路。呆小妹仿佛是找到了自信，正襟危坐地坐在副驾驶中。呆小妹老家周边没有什么较大的资源，这里8辈子都见不了一辆豪车。凌云墨驾驶的卡尔曼出现在镇子口，瞬间就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那优美富含未来科技的外观带来的杀伤力十分巨大。咦，那不是呆家的小女娃吗？冷清的街道上，一个声音传进了车内。早在之前还没进入城镇，呆小妹就将车窗玻璃降了下来，声音传进来非常正常。呆小妹往声音传来的位置看去，那是一个小卖部的老板，此时正站在一根凳子的前方，显然之前是坐着的，只是因为看到呆小妹才站了起来。媳妇，你认识？凌云墨自然是听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声音。要是呆小妹认识，凌云墨第一次来这里，必须要下去打个招呼。在这种并不发达的地方，要是凌云墨没有做这些，必定会被安上一个不礼貌的帽子。认识，不过不熟。呆小妹摇了一下头，接着继续说道：我都不知道该叫他什么，记得以前爸妈来镇上赶集，要和他说2句话。呆小妹说出这话，并没有人笑话她，这种事几乎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你认识他，但又不是那么认识，只知道他的容貌，至于叫什么根本是满头雾水。那我们就直接过去了。连呆小妹都不认识，凌云墨也就不打算下去打招呼了。要是有呆爸呆妈在，还可以下车说2句，现在他和呆小妹下去也只是徒增尴尬。好，镇上就一条路，直接穿过去。呆小妹对着小卖部老板笑了一下，随即就收回目光，说了一句。等凌云墨开着车离开，小卖部老板还朝大马路上走了几步。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街道上的人并不多，凌云墨非常轻易的就把车开到街道的尽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街道上没有多少人，卡尔曼开过的地方依旧能达到90%的回头率。来到街道尽头，远远看去就见一个拱形的气球门，从上面的落下来的横幅上，凌云墨依稀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字：欢迎林哥大驾光临，欢迎表姐表姐夫回家。这是在搞哪样？凌云墨看到了这些字，呆小妹自然也能看到。此时他心中是10000头神兽飘过，这尼玛是给他做的场子，也太几把 low 了，简直是不想让他呆小妹继续在家里待了吧。老公，我们要不撤了吧，好丢脸。此时的呆小妹脸颊上已经是爬满红晕，这不是在装，而是真的感觉不好意思。丢脸？凌云墨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前世的时候他每去一个地方，像是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属于是小场面。不过这一世好像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没事，不用担心。凌云墨放缓车速，转头对着呆小妹笑了一下。可能是受到了凌云墨的鼓舞，呆小妹那颗羞耻的心渐渐平复下来。有一个强大的老公就是好。哼，表姐，我倒要看看是我哪个好妹妹。呆小妹故意将好字咬得非常重，看得直播间的众人是哈哈大笑。弹幕：嘿嘿，马上有好戏看了。老女人，大型社死现场有没有？大家说话注意点啊，老女人表妹可能现在就在直播间，别打草惊蛇了。
呆小妹的爸妈不玩直播，但是亲戚家的儿女就不一定了。想必凌云墨到达长安的消息就是他们传播出来的。此时街道尽头，一个长相清纯、一张娃娃脸的女孩正混在人群中，手里还捧着手机，手机里面显示的不就是呆小妹直播间吗？乐乐，侄女他们怎么在那边停下来了？女孩旁边一个大概有30-40岁的大叔开口。完了小叔，表姐待会要找我麻烦，我先溜了。女孩正是呆小妹的表妹乐乐。第202章亲朋好友找你麻烦。中年男人一脸的错愕，在他的记忆里，呆小妹虽然比较顽皮，但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找人麻烦的习惯。见男人有把这句玩笑话当真的意思，乐乐连忙笑着解释道：小叔，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开玩笑的找麻烦。有了乐乐的解释，中年男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凌云墨重新将视线看向前方，随着车辆的接近，呆小妹也看清了，在气球拱门下面站着差不多几十人，他们的目光都是看向了这边。呆小妹现在很慌，她这几年每年也都会回家，但是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待遇。要是她能自己选择，真的是想就平平淡淡的回家，这次实在太隆重了。凌云墨开车不算快，但经过1-2分钟后，车还是被开到了气球拱门下。走吧媳妇，下车。这么多人，凌云墨和呆小妹不可能无视，下车是必然的。看着渐渐往车这边靠来的众人，呆小妹深吸一口气。好，我们下车。啪嗒，车门打开，嘈杂的声音就响起在耳边。这就是价值1200万的车啊，好帅！人群最前方，一个长相帅气的青年眼睛都放光了。哥，你昨天才在我的介绍下知道表姐的直播，表姐夫在锦城还有一辆价值将近5000万的跑车，那才叫帅。乐乐本来是看着卡尔曼的，但在听到身旁男人的声音，连忙开始替凌云墨炫起富来。5000万！乐乐的声音不大，但是却被好些人听到了。他们现在的眼神都变了。这些人早就听说呆小妹的老公非常有钱，但没想到会这么有钱。5000万啊，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挣到这么多。凌云墨走下车，瞬间在场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对此，凌云墨倒是没有任何感觉。呆小妹为了让凌云墨不尴尬，下车后就小跑到他的身旁。哎呀，呆呆，终于盼着你回来了呀！人群中有人见到呆小妹，开始招呼起来。呆小妹来到凌云墨身边，顺手挽住他的手臂，以此来表示他们非常恩爱。听到声音，呆小妹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小舅喊了一声，呆小妹看向凌云墨，老公，我小舅。凌云墨面带笑容，开口跟着呆小妹喊了声。只是现在手上并没有什么东西，送来的礼物全在1号所开的车上。好在1号对这种事情非常熟练，在凌云墨下车后也是跟着下来。此时他手中拿着一条香烟，来到凌云墨边上，1号没有多余的废话，先生，给。从一条香烟中拆分出一包，递到他的手上。要是此时有识货的人，就知道这条香烟的价值。利群富春山居，市面上现在也是2万多一条，而且还是有价无市。呆小妹一直在身旁，在1号出现后，看了一下递过来的香烟，不露声色的将直播镜头落在烟上。直播间的众人也不负所望，出现的瞬间就开始科普起来。但当得知这香烟的价格只要2万多一条的时候，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弹幕：不应该啊，林哥第一次来老女人老家，怎么拿这么便宜的东西？楼上的便宜吗？请问你平时抽多少钱一包的？就是2万块钱，这些钱给我，老子买烟要抽1年了。请问楼上，你还能说出比2万块钱更贵的香烟吗？除了雪茄。这最后一条弹幕无疑是让众人恍然，香烟在市面上2万一条已经是天价了，比2万更高的香烟不能说没有，但制造的也是极少。凌云墨第一次来老丈人家，要是拿来的烟不够散，那不就是丢人那么简单了。至于价值更高的雪茄，凌云墨家里有，他也舍得。只是抽雪茄的人能接受抽香烟，抽香烟的人能接受抽雪茄吗？为了能适合所有人，凌云墨才选择带价值不算高的香烟。在直播间众人激烈讨论的时候，凌云墨已经接过1号递来的香烟。小舅，抽烟。拆开包装盒，凌云墨拿出一支递到中年男人手上。哎，好嘞。呆小妹的小舅是个烟枪，不过凌云墨所递过来的烟他完全不认识，但他并没有看不起，也不敢看不起。要知道，一个能开价值上千万的车，拿出来的烟能差吗？在小舅接过烟后，呆小妹也是从直播间画面上收回目光，开始给凌云墨介绍起周围的人来。富豪走到哪里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更何况这些还是呆小妹的亲戚。每介绍到一位，他们都是露出和蔼的笑容，并没有出现一起狗血事情。等介绍完了长辈，呆小妹才开始和他介绍起平辈的人来。
哇塞，表姐夫，你平时是抽的这种烟啊？2万块钱一条。一个清脆好听的声音回荡开，所有接了凌云墨烟的人脸色都为之动容。2万块钱一条，一条香烟中有10包，也就是说一包价值2000块钱，而一包香烟中有20根，这么算下来，一支烟的价格就是惊人的100块钱。一包大众酒没有了呀，他们都是平民老百姓，从来没有抽过这么奢侈的香烟，能不动容吗？现在那些不抽烟，而且拒绝凌云墨递烟的人是后悔不已。要是事件能重来，不管会不会抽，先接着再说，拿在手上都倍有面子。呆小妹瞬间被说话的声音吸引，立刻往那边看去。她正是呆小妹的表妹乐乐。老公，这是我表妹乐乐。呆小妹对她的表妹还是比较喜欢的。在没认识凌云墨前，乐乐放假也会来魔都找她。表姐夫，你好帅！不愧是一家人。乐乐的性格和呆小妹差不多，都属于那种自来熟，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凌云墨微微一笑，乐乐你好。与乐乐打过招呼，呆小妹又和凌云墨介绍起其他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凌云墨也比较大方，只要是男人且看起来成年了的，都会抽出烟盒中的香烟。第203章震撼。这些人也属于人精，在知道香烟的价格，只要凌云墨递了烟过去，都是接到手上。有些人接过后就直接点上，开始了吞云吐雾。凌云墨对此倒是一点都不在意，这种烟虽然也是制造的极少，不过恰好在玫瑰庄园的别墅中就有几十条。凌云墨这次来老丈人家也是准备了10多条，完全足够。等介绍完亲朋好友，乐乐又是来到呆小妹边上。表姐，走吧，我们回去了。二姨在知道你回来激动得很。呆小妹听到这话才想起来，表妹，这横幅是你弄的？乐乐之前可是听到了呆小妹在直播间中说的话，哪里还敢承认，连忙矢口否认，不是我刚刚来这里。凌云墨看到乐乐那躲闪的眼神，就知道怎么回事，不过倒是没有点破。真的吗？呆小妹在凌云墨面前属于是乖乖女，但是在乐乐眼中，那就是一个小霸王。看到呆小妹审视自己的目光，心中就是一慌，只以为呆小妹是真的生气了，低下头不复之前的活泼。呆小妹一愣，随即脸上显现出笑容，哈哈，好了乐乐，逗你玩的，不过还是拆了吧，感觉好丢脸。要是在自家门前这样做，呆小妹还不会有什么感觉，但这里是镇子的出口，属于在大马路上，来往的行人与车辆都会看到。不出1天，她就要在镇子上出名了，到时候大妈组织讨论的必定是她。啊，表姐，你吓死我了！乐乐瞬间满血复活，直接扑向呆小妹。凌云墨见此，眼皮一跳，要知道呆小妹现在可是怀着孕呢，这一扑虽然不中，但还是挺让她担心的。呆小妹似乎知道凌云墨心中的小九九，伸出手指住了乐乐。你表姐我现在是孕妇，可别像以前一样往我身上扑。呆小妹这话让凌云墨长舒一口气。见到凌云墨眼神从自己身上移开，呆小妹心有灵犀的脸上出现笑容。哦，对，表姐你现在怀着我们家的小公主。乐乐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点，小心走到呆小妹面前，同时张开双臂。表姐夫，抱一下你老婆行不？乐乐可不会将凌云墨晾在一边，半开玩笑的说道。她是我的世界，重着呢，你抱不动她。见乐乐开始调侃自己，凌云墨自然不甘示弱，学着呆小妹拿出杀手锏，秀恩爱，强塞狗粮。哎呀，老公，现在人这么多，要是在平时，即便是在直播，呆小妹也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番话。可现在她却是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毕竟这会这么多亲戚朋友在边上。不过嘛，嘴上说着不要，心里非常诚实。甜蜜蜜的，凌云墨能在这种场合说出甜死人不偿命的话，简直就是爱老婆的代表啊！表姐，表姐夫，你们在直播间秀恩爱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在我面前秀起来了，好伤心。乐乐好似戏精附体，装作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殊不知，他这个表情落在直播间，让直播间内的单身狗们彻底沸腾了。弹幕：老女人表妹长得好乖，有点心动啊。楼上的：什么老女人，那是表姐，表姐你好。哈哈，这一波就有意思了。根据之前的观察，我媳妇刚才好像在看表姐直播，不知道账号是哪个。直播间中的异常呆小妹自然是看到了，在得知因为什么后，眼珠一转，不露声色地问道：乐乐，你在斗杀的账号名字叫什么？呆小妹转眼珠，不是想坑人，就是在坑人的路上。跟着她相处了这么久的乐乐怎么看不明白？只是现在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直接选择闭口不答。呆小妹见此，正想还说点什么的时候，一个车队就由远及近，也是从镇子那边过来。凌云墨看了一下，拉着呆小妹往路边站去。好在镇子上是双车道，有足够的距离可以会车，不用再挪动他们的车辆。哎，那不是普明集团老板的车？头车非常显眼，是一辆价值近100万的大奔。
在这种小地方，100万级别的车已经算是顶级豪车了。平时哪家有这样的车，一些人是清楚得很，所以现在才能道出这辆车的来路。本来众人以为车队是恰巧路过，但是车却在凌云墨的车后停下。就在所有人一脸茫然的时候，从大奔车中出来一人。普明集团的掌舵人在这不大的镇子中可谓是大名人，几乎每家每户都听过他的名字。但今天他们熟知的那个大老板竟然出现在了镇子的街道上。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普明集团的掌舵人来到凌云墨身边。林先生，欢迎来到我们镇子，我叫张传明，是普明集团的掌舵人。这一刻，场内安静了下来，他们的眼神全部汇集在了凌云墨身上，眼中满满的不可思议。或许只有经常看呆小妹直播的人才能明白，凌云墨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当地富商巴结的对象。你好。凌云墨早就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远的不说，就像是几个小时前玫瑰庄园的物管王传奇，也是在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眼中。两人握手结束，张传明就看向凌云墨身旁的呆小妹。呆总你好，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之前在查到你是我们镇上出去的人，简直是惊掉了我的下巴。每个商人都有一个机灵的头脑，张传明虽然只是半个多月前才开始关注的呆小妹，但却直接说是他的忠实粉丝。这话呆小妹一听就是虚伪的，这些人可不是他的忠实粉丝，凌云墨的还差不多。不过对此倒也没有点破，呆小妹这边没有在意，但是听在身后那些亲朋好友的耳中就比较震撼了。张传明可是镇子上名副其实的首富，现在居然对呆小妹这么客气。要知道，即便是地方上的高官也都要给张传明一点薄面。可现在，张总客气了，要不到我家去坐坐。呆小妹在面对张传明时，说话的气质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要是说之前和乐乐一起的时候，呆小妹像是个邻家小妹，那么在和张传明交谈的时候，那就是如一朵兰花，高贵优雅。第204章，哟，女儿你回来了。一时间，所有人都被呆小妹这突然出现的气质给震惊到了，一度怀疑眼前的呆小妹只是模样差不多而已。场内众人都在震惊，但张传明可是个人精，在听到呆小妹说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顿时眼前就是一亮。他接触直播虽然才只有半个月，可却知道锦城那些身价数百亿甚至千亿的富豪都不可能收到呆小妹的邀请，现在邀请他张传明到家里做客，这得是多大的殊荣。戴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张传明脸上的高兴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不禁让在场之人大受震撼。此刻已经有人在戴小妹身上打起小九。要知道，张传明虽然在整个长安可能排不上号，可确确实实在镇子中属于首富，要是在他那里谋得个一官半职，说出去也是一桩美事。呆，先回家聊吧。见这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起来，大有将车道完全堵住的趋势。呆小妹的小舅走到他身边说道：好。呆小妹的气质控制得非常好，回答小舅的时候又恢复了那个熟悉的呆小妹。老公，我们是开车回去还是走路？呆小妹看了一下前方的众人，又转头看了看车，离家已经不远了，走路大概有10分钟的路程。走路吧，我看看你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对着呆小妹笑了一下，凌云墨说道。可是车怎么办？呆小妹在面对凌云墨的时候更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与之前和张传明对话时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凌云墨好似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知道，凌云墨他们这次主要是来呆小妹老家，所以没带其他天谴成员。1号、3号两人都会开车，可是1号要跟在凌云墨的身边，3号勉强可以不用跟着。至于还在车上的天魁和倩倩，他们是不会开车的，就算会，让他们开也不适合。毕竟天魁和倩倩的本职工作是为了在带小妹需要时提供治疗。张传明将两人的对话都听了个清清楚楚，在知道凌云墨在车的事上烦恼时，顿时就像是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林先生，我车上有司机，要是你不嫌弃，不如让我的司机给你开。不得不说，张传明是个聪明人，一个绝佳讨好凌云墨的机会就被他这么抓住了。凌云墨和呆小妹同时转头看向一旁的张传明，会不会太麻烦你了？你的司机帮我开了车，你的车怎么办？见凌云墨面带犹豫，张传明立刻说道：没事，不麻烦，我那车怎么能和林先生你的比？张传明今天出门是带了一个车队，除了头车是大奔外，后面的车相对比较便宜，即便车上没有多余的人，丢下一辆在街道上也不打紧。那就多谢张总了。犹豫之色褪去，凌云墨笑着同意了这个提议。林总，不知道让我的司机开你哪辆车？虽说得到了凌云墨的应允，但现在张传明还是有点心虚。要是凌云墨让他的司机去开卡尔曼，他还真不敢接招。毕竟这辆车的价值可有1200多万。别看他是镇上的首富，可身价最多也就2、3个亿，
要是他的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出了岔子，那么一切都要算在他的头上。1000多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林云墨似乎看出了张传明的担忧，笑着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没事，你叫你的司机开阿尔法就行。听到林云墨这么说，张传明才放下心中的担忧，脸上也是浮现出笑容。两人交谈的过程中，呆小妹非常乖巧的没有插话，不过声音却传进了直播间当中。弹幕：林哥啊，你看把人家吓成什么样了，哈哈哈，能不怕吗？1200万啊！林云墨两人商讨结束后，让1号安排了一下，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走吧，我们回家。说着话，林云墨牵住呆小妹的手。现在3号不在他的身边，林云墨就要让呆小妹寸步不离的在自己身边。好，呆小妹脸上浮现出2个小酒窝，开始往前走去。张传明在安排了一下后，也是跟着林云墨他们走起路来。这让那些不了解事情真相且姗姗来迟的人看到再次大跌眼镜。首富啊，现在居然跟着呆小妹回家。走在路上，林云墨特意放缓脚步，走在人群后面。只是他现在是众星捧月的对象，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大部分年轻人也都跟着放缓脚步，好看看林云墨这位超级大佬。呆小妹的老家就在路边上，经过10几分钟的行走，他们也是能看到房子的轮廓。此时呆小妹的家里坐满了人，全部将视线投向这边。老公，前面就是我家了。呆小妹指着前面的房子，笑着说道。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很快，出去迎接呆小妹他们的人全部回到了家。来到坝子中，乐乐就扯开嗓子：咦，表姐回来了。正在厨房中的呆妈听到声音，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心匆匆的来到外面。看到呆小妹和林云墨正和场内人介绍的时候，脸上浮现出笑容。等介绍完毕，呆妈才走到他们的面前。妈！两人同时叫出声。哎，小林，这一路辛苦了。呆妈直接无视呆小妹，笑看林云墨说，顿时就把呆小妹给整得不会了。等和林云墨打过招呼，呆妈才看向呆小妹，这不是我女儿吗？怎么想着回家了？呆小妹一般不会回老家，毕竟之前她可是在魔都买了房子。呆妈说这话也就是出于调侃。呆小妹白了自己亲妈一眼，都怪你女婿呗，是他不让我回来的。呆小妹立刻拿出林云墨当挡箭牌，她知道呆妈绝对不会说林云墨的。呆妈听到这话根本就不信，你个臭丫头，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不好受？呆小妹知道呆妈说的不好受是什么意思。你外孙女乖巧得很，没有折磨我这个当妈的。呆小妹说话向来比较直接，而且你女婿给我找了个全华夏最厉害的神医，现在除了每天要喝点中药外，和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第205章，呆爸在张传明公司上班。人在怀孕期间不可能没有反应，但是在天魁来给呆小妹调理过身体后，还真的一点不适感都没有了。这就是林云墨之所以找天魁来的原因。神医？呆妈往林云墨身后看了一眼，她早就注意到了天魁1号等人，正纳闷为什么林云墨身边会跟着2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林云墨见此，连忙介绍道：妈，这2位是我和媳妇找的保镖。说着话，林云墨让开身体，让呆妈能看到1号、3号。伯母您好。1号、3号同时开口。此刻呆妈是震惊的。保镖这个词仿佛只在电视上听过，现实中她还真没见谁出门带保镖的。现在她女儿和女婿身边就跟着一个。妈，人家在和你打招呼呢。呆小妹见自己老妈愣住，松开挽住林云墨的手，来到他的身边。哎，好，大家都好，你们快坐。呆妈回过神，赶忙去搬放在坝子中的板凳。不敢伯母。1号赶快出言阻止呆妈，这可是林云墨的丈母娘啊，1号可不敢让她替自己搬凳子。妈，您不用管我们，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2位。林云墨也是不让呆妈去搬凳子，指向呆小妹身后天魁和倩倩。妈，这位就是媳妇说的神医，待会就让天魁给你看看身体。天魁的医术非常强，之前呆妈去林云墨家里是因为还没有签到天命组织，现在既然有那个条件，自然要给老丈人和丈母娘看看身体是否安然无恙。好，待会就麻烦大姐给我看看了。天魁的年龄摆在那里，不等天魁倩倩打招呼，呆妈就笑着说道：妹妹言重了，先生是我们组织的头，你又是先生的妈妈，应该的。天魁褶皱的皮肤向上扯动，一看就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等2人交谈结束，林云墨又看向一旁的张传明，其实这个人根本是不需要他来介绍，毕竟人家本来就是镇子上的人。不过林云墨想到这人是在半路上遇见的，更何况张传明的名字或许镇子上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但站在面前可能你并不会认得他。呆小妹让他来家里做客，作为呆小妹的丈夫，林云墨自然也要介绍。妈，这位是普明集团的老板张传明张总，在路上恰巧碰到。张传明一听林云墨在呆妈面前介绍自己，
心里那是一个激动啊。林云墨亲自介绍，这是多少人都没有的荣誉。阿姨，这次上门没有备好礼物，明天我就叫人送来。张传明不愧是本地的风云人物，一听集团的名字和他本人的名字，呆妈就一脸的震惊。你是张总？我家男人就在你们集团上班。呆妈一句话脱口而出，不过说过之后就后悔了。虽然呆小妹这几年在魔都挣了大钱，但是老两口并没有使用过呆小妹一分钱。每次呆小妹打过来的钱，他们都是专门办了张卡存着。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是她未来的嫁妆，现在看来似乎不用了。没有使用呆小妹的钱，经济来源自然就是在附近上班。啊，叔在我公司上班。张传明在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被惊到了。他虽然知道呆小妹是他们镇子上的，但自始至终却没有查过他们的背景。要是早知道这个，何愁巴结不到林云墨这尊大神。阿姨你放心，待会回去我就安排一下。现在林云墨就在旁边，之前的巴结机会错过了，这次就不能再轻易放过。不是张总，我不是那个意思。见张传明这么说，呆妈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她倒是不想借助林云墨的名头做什么事，之前的话也就是没经过脑子，口快一下子说了出来。阿姨，不知道叔在我公司待了多长时间？张传明见呆妈脸色不自然，便开口问道。10多年了，这丫头读书的费用就是在你们公司找的。呆妈指着呆小妹实话实说。啊，10多年了，我公司里面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叔在我们公司这些年辛苦了，待会回去一定安排一个轻松的差事。这不好吧？呆妈也不好给呆爸做决定，面色犹豫不决起来。这样吧，叔去哪了呢？我直接和叔说。张传明眼见于此，便说道。我是下午才收到这妮子要回家的消息，他爸我给他打过电话，说是不能请假，还没回来呢。之前在得知呆小妹和林云墨到长安，时间就已经是下午2点。只是呆妈在给呆爸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却被告知不能请假。阿姨，叔叫什么名字？我马上叫他们放人。等呆妈告诉了张传明呆爸的名字后，张传明便走到一边打起电话。呆妈和张传明交谈的期间，林云墨一直不曾说话。看到这里，对张传明的印象好了很多。待会送他点东西吧。在心中如此想着，林云墨从张明涛身上收回目光。而林云墨说的东西嘛，阿尔法里面可是装着不少好酒、好烟，那些东西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送这些东西，相信就能抵过张明涛对呆家的这个小忙。林云墨心中这样想，但是一旁的呆小妹眼中却有神光闪烁。不知道这次给爸妈说让他们去魔都享福，会不会同意？呆小妹之前在魔都站稳脚跟后，就和老两口商量过去魔都，只是他们一直都不同意。现在又过去几年，呆小妹不知道呆爸呆妈有没有想通。当然，这是呆小妹还要和林云墨商量一下，她不会擅作主张。张传明打过电话后又过来。阿姨，林先生，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们马上放人。哎，好，麻烦张总了。呆妈连声道谢。张传明瞄了眼林云墨，见他满面笑容，就知道他对这事的处理非常满意。心情大好之下说道，阿姨不用客气，要是不嫌弃，阿姨就不要总阿总的叫我阿明就行。当然，说这话的目的也只是想再拉近一下他和呆家的关系。呆妈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却是看向林云墨。他知道林云墨见识广，知道遇见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做。第206章，林云墨带来的零食。林云墨微微一笑，没事妈。对于张传明这般的讨好，林云墨也是没有再拒绝，毕竟今后还指望着他照顾一下呆家，现在给他一点甜头在所难免。张传明听到这话，简直是比听到自己媳妇怀孕还要高兴。林云墨啊，只要能和他搭上线，不管是和合作伙伴聊生意，还是下次去省城，都有极大的好处。可以这么说，他的普明集团必定会在今天之后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好吧，阿明。呆妈再犹豫一下，也是听取了林云墨意见。张传明笑呵呵的答应一声。好了，你们先坐会，我进去烧菜了。呆妈见没有什么可谈的之后就要离开。现在来了这么多人，而且呆爸还没有回来，他需要进厨房做饭，不然这么多人待会可会饿肚子。好的，妈。林云墨和呆小妹心有灵犀的说道。阿姨您先忙。张传明也是拿出了一个态度。等呆妈离开，林云墨转头看向天魁等人，你们先坐会吧。先生，这一天差不多都在做，我想到附近去逛逛。天魁提出想到处走走的打算。注意安全。虽然林云墨现在是天命组织里的领头人，但也不会限制天魁的自由，只要在呆小妹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出现在身边即可。好的，倩倩，我们去外面逛逛。天魁点了一下头，在倩倩的搀扶下走出坝子中。3号，你去跟着天魁吧。看着天魁步履蹒跚的样子，林云墨想了一下说道。农村不比城市，林云墨还是比较担心天魁会发生意外。
至于呆小妹的安全问题，有1号在，完全能够保护2人。况且现在在他的老家，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意外。是先生。3号脸上没有出现任何犹豫，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追向天魁2人。老公，你想去逛逛不？我带你去呀。戴小妹顺手挽住凌云墨的手臂，眼中含笑。车里的东西还需要搬进来，等会吧。凌云墨摇摇头，反正他也没打算住1-2天就走，去外面逛也不急于一时。哦，是啊，车里面的东西都还没搬进来呢。经过凌云墨的提醒，呆小妹才想起来车里面的东西。对了，老公，你都拿了什么啊？之前凌云墨收拾的时候，呆小妹并没有在身边，现在也是不知道车里面具体有些什么。别墅中有的都拿了一点，现在让凌云墨自己说，他也说不清车里有什么。之前拿的时候都没有仔细去看，只要能拿得走的，凌云墨都是拿了一部分。不过酒啊、烟啊什么的倒是记得，毕竟只有这2个的量比较大。哦，多吗？我叫乐乐他们帮忙去拿。呆小妹转头看向一旁站着的乐乐，表姐说什么呢？就算不多，我也可以去拿啊。乐乐将他们的话都听到了耳朵里，现在见呆小妹的目光看来，立刻表示就算没有多少东西，也要去帮凌云墨搬。林先生，我来这里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我也去吧。张传明现在打定主意，凌云墨去了，事态允许的情况下，他就要跟在他的身边。走吧。凌云墨看向张传明笑了一下，心中跟明镜似的，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想法？不过却也是答应让张传明和自己一起去。表姐夫，我呢，我也去。乐乐和呆小妹一样，是个不安分的主，见凌云墨只答应了张传明，却没有答应他，立刻出声询问。凌云墨又转头看向乐乐，脸上绽放出笑容，摇摇头，行，一起去。呆小妹老家就在马路边上，原本车是可以开进坝子中来的，但是现在坝子中全是人，所以车是停在了马路边上。凌云墨带着呆小妹等人出了坝子，随着他们的移动，坝子中亲朋好友们的眼睛也是跟着他们移动。现在凌云墨在这些人眼中的感觉更是神秘了。他开1000多万的车，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大部分人都是知道了。而且镇子中的首富还跟着凌云墨，对他那么恭敬，大有巴结的意思。每一样都是代表着呆家从此直接从土鸡变凤凰啊！凌云墨自然是看到了这些眼神，对此却丝毫不在意。来到路边的阿尔法边上，打开车门，首先入眼的就是一大堆零食。乐乐，把这些零食拿上去，让亲戚朋友吃吧。零食还是比较轻的，以乐乐的力气，他也就只有搬这些。而且乐乐对周围人比较熟悉，他拿零食上去再适合不过。好的，表姐夫。乐乐在看到零食，眼睛中那是大放异彩。说到底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对零食是丝毫没有抵抗力。况且从凌云墨车上拿出来的零食，用屁股想也该知道，肯定是高级货色。凌云墨将早就打包好的零食搬下来，乐乐行动能力也是十分快，拿出来的瞬间就接在手上。就这样，他抱着比他头还高的包裹，歪歪扭扭地向坝子中走去。上面一些小年轻见到塑料口袋中装着的是零食，立刻上前来帮忙。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只看重零食，而是乐乐向前走了几步后，已经离开了凌云墨他们一些距离。现在凌云墨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恐怖的存在，有保镖，普明集团的老总也在身旁，他们是一点也不敢接近。万一说错话，做的事让凌云墨不喜，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艰难往坝子中走的乐乐瞬间感觉手上一轻，探出脑袋，见到是自己弟弟，立刻放手，发号施令般的说道：“搬上去，分给叔叔阿姨们吃。”人群听到这话，瞬间腾出来一张桌子，他们可是看到零食是从车上搬下来的。此刻即便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大妈，零食对他们来说吸引力也十分大。当零食被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一些年龄较小的娃娃手就开始动了起来，场面一顿陷入混乱当中。乐乐一看，顿时说道：“都别急，我来分，我来分。”第207章，上千万的酒。凌云墨对上面发生的事并没有在意，零食嘛，就是拿来吃的，能让呆小妹老家的亲戚朋友吃高兴就好。乐乐，车里还有，下来拿吧。车上的零食并不只有那么一点，之前呆妈就说过家里来了客人，所以凌云墨特意准备的多了一些，足足有3大包，足够让这里的人吃到不想吃。乐乐本来还在分零食，各种看都没看过的零食，看得他是眼花缭乱。听到凌云墨的喊声，立刻往凌云墨的方向看去。小弟，子轩，二娃，走，跟我下去搬东西。乐乐非常听凌云墨的话，立刻放下手中的零食。哦，好。围在乐乐身边的小年轻撕开一个零食的包装袋，边说边从里面拿出薯片。乐乐，这零食好好吃。小年轻才尝了一口，眼睛都开始放光起来。德行。乐乐嘴上这么说，也是在桌子上拿了一包零食。等乐乐他们重新来到阿尔法旁边时，
地上已经是又出现2大包零食，2包零食很快就被拿到坝子中的桌上，而乐乐却没有再上去，手中拿着1包零食，边吃边看着凌云墨他们。1号将一瓶一瓶的酒从车子中拿出来，最先的是红酒，其次是白酒。凌云墨和张传明站在车外，将1号递过来的酒放在地上。整个过程中，张传明的表情是麻木的。什么叫出手阔绰？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这里面的酒顺便拿一瓶出来，最少都要几10万。要是现在在什么高档的酒会中，张传明还想得过去，但是现在居然是拿到农村里面来喝，而且都还是普通人，这简直是刷新了他的三观。等车内的酒全部搬完，张传明粗略地看了一下，好家伙，20-30瓶，其中更有1瓶的价值达到了100万。林先生，这些酒价值起码上千万了吧？张传明吞了吞口水，千万，张传明也不是拿不出来，但现在凌云墨是拿到农村里面来啊，酒就是用来喝的。凌云墨微微一笑，看着张传明想了一下，我记得别墅里面好像有瓶好酒，我回去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拿吧。啊！张传明听到这话当场就愣住了，凌云墨送他酒啊，而且是好酒，好酒是什么意思？普通人想来几千块钱的差不多就属于好酒了，而像是张传明这种具有较大身份的人，可能10几万、几10万的就会被看作好酒，但是凌云墨口中说出来的好酒，那肯定不会简单，少说100万起步，可能还是市面上绝迹的酒，最不济也是世界级的限量版。现在凌云墨居然说要送他1瓶，张传明早就在直播间中看到过，只要能和凌云墨成为朋友，那就是吃香的喝辣的节奏。现在看来果然不假呀。张传明喉咙滚动了一下，想说点客套话，但是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凌云墨这个人精怎么会看不出来张传明现在在想什么？微微一笑说道，我爸妈这边以后就劳烦你照顾一下了，我临走时一起去明艳吃顿饭吧。放心林先生，阿姨叔叔这边我会隔3差5的就过来。听到凌云墨的话，张传明立刻就说道。两人在边上自顾自的交流着，浑然没有发现乐乐此刻眼中的呆滞。他可不是3岁小娃，知道千万是什么概念。这些酒价值千万，要不要这么劲爆啊？回过神后，乐乐悄悄离开此处，快步返回到坝子中。此刻桌子上的零食已经吸引不到他，开始在人群中寻找起来。片刻之后，乐乐成功看到自己想找的人，快步来到男人面前。爸，你猜表姐夫在搬什么布？乐乐小脸通红，非常的兴奋。酒啊，你不是刚从那边过来吗？我们正准备过去帮他们搬一下。乐乐的爸爸边说边朝坝子外走，目标正是凌云墨那边。爸，你待会搬的时候可要小心点，表姐夫那一车的酒价值上千万。乐乐的声音不大，但这会他们还在坝子中，周围的人非常多。嘶！可以听见场内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凌云墨有价值上千万的车，这些人可能还想得过去，但是上千万的酒，这完全就不能相比。车还能使用，可这酒喝了就没了呀，一次性的。乐乐，你在哪听到的？乐乐爸也是满目震惊，他这个侄女到底嫁的什么恐怖神仙？刚刚张老板和表姐夫交谈的时候听到的。乐乐见到周围的目光全部落在他身上，说话的声音都小了很多。乐乐爸深吸一口气，看了眼旁边说要跟着他一起下去搬酒的几人，你们还敢去吗？上千万的酒，搬出来的酒也就只有20-30瓶，平均下来1瓶的价格就要30多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万一去搬的时候打碎了，他们就要卖房卖车来赔。先下去看看，我去看看价值上千万的酒是什么样的。有人在身旁回应。我也去，我也去。坝子中的异常，马路边上的凌云墨他们是注意到了，不等他们细想怎么回事，随即就见到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出坝子，向他们这边来。一时间，不管是带小妹还是凌云墨都纳闷了，不知道在上面好好的人为什么会集体下来。要知道，上面可是还有凌云墨带来的零食啊！人群在乐乐爸的带领下来到凌云墨边上，一见如此，凌云墨就知道冲自己来的。大舅，你们这是？呆小妹挽着凌云墨胳膊，眼中全是疑惑，问出了声。乐乐爸没有看呆小妹，眼睛却是落在了地上的酒上。不光乐乐爸眼睛看向地上的酒，下来的人也都是同样的动作。就在凌云墨几人有所猜测的时候，乐乐爸开口了，只是声音嘛，有点沙哑。呆呆，小林，这酒多少钱买的？上来就问价格。凌云墨此刻已经猜到这些人为什么会集体下来。呆小妹见凌云墨没有说话，便开口说道：大舅，这是老公酒窖中的酒，没花钱。第208章，上千万的酒被曝光。乐乐爸摆摆手，接着道：侄女，你就告诉我这些酒市场价值多少？现在他是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以至于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大概值个1000多万吧。
呆小妹狠狠瞪了眼乐乐。之前林云墨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丫头就在身边，而后悄悄离开。呆小妹就算再傻也该想到，肯定是乐乐上去揭发的。死！听到呆小妹亲口承认，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啊！随即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提出帮林云墨搬酒的话，主要还是这些酒都太贵重了。林云墨将这一切都看在眼底，沉吟片刻，说：“各位叔叔伯伯、舅舅舅妈，非常感谢你们将我媳妇培养的这么优秀，今晚大家就喝高兴，这些酒我们先搬上去，今晚不醉不归。”随着林云墨出声，所有人的目光就落在他的身上。只是在得知这些酒今晚大家都可以喝的时候，所有人都激动了。这可是几十万一瓶的好酒啊，他们现在也有机会喝了。对这里面的酒蒙子吸引力可谓是无比巨大，现在即便是家里躺着一个大美女，怕是都不会离开呆家半步。呆小妹本来脸色非常正常，不过在听到林云墨那番话后，脸色不禁变得通红。她优秀，或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优秀的尖儿啊。低头看了一下正在直播的弹幕，不出所料，里面全是调侃。这不还没喝酒吗？林哥怎么开始说酒话了？哈哈，老女人优秀，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哎，什么时候我才能和林哥做一下朋友啊？上千万的酒，说拿就拿了出来。我感觉只要能和林哥做朋友，完全就是光宗耀祖。不信你们看老女人他们，我敢保证，今后镇上的人不管是谁来呆家，都要客客气气的。虽然直播间中充斥着密密麻麻的嘲讽，但是在其中也夹杂着不一样的评论。呆小妹收回目光，看向林云墨，他们家光宗耀祖了吗？肯定的呀，镇上的首富都来巴结他们家，要不是人太多，可能镇上的高官也会来他们家。稳了稳心神，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这么多人还需要安排好。大舅，先别愣着了，把酒搬上去再说。见林云墨说完话后都没有动作，呆小妹便提醒了一下。这……乐乐爸脸上闪现出犹豫。林云墨似乎看出了这些人在犹豫什么，笑着说道：“家里这样的酒还多着呢，大家别有心理负担。”这句话非常管用。乐乐爸首先上前一步，拿起一瓶酒，小心翼翼地往坝子上走去。接着，其他人也有样学样，一起搬动起地上的好酒来。毕竟，现在不将酒搬上去，可能就喝不着这等好酒了。人手拿着一瓶，地上摆放的酒很快就被搬完。好在整个过程人们都非常小心，没有出现意外。乐乐爸叫人将所有的酒放在坝子中的一个角落，随即哪里也不去了，搬了根凳子就守着这一堆价值千金的好酒。要知道，现在来呆家的人并不只是大人，还有调皮的小孩子。万一他们来这里打闹，将这酒破坏就不好了。各家的家长可能也是有点怕，各自找到自家的孩子，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能靠近那片地方。可能是之前林云墨的那番话让这些人清静了些许，在警告了自家孩子后，有些人又是走向林云墨他们的车旁，看看能不能帮点忙。林云墨见此一幕，心中非常高兴，呆小妹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能亲近一点当然好。呆小妹不知道林云墨心中所想，不过见到他脸上露出笑容，心里也十分高兴。低下头，见呆小妹正看着自己，林云墨没有说话，伸手在他头上摸了摸。一号，将东西全部拿出来吧。之前大堆人浩浩荡荡过来的时候，一号就从阿尔法中出来了，此刻就站在林云墨身后。是先生。一号答应一声，随即又是进入里面。接下来一件又一件的东西被搬下来，烟、保健品、中药材等等。林云墨将2条烟交给呆小妹，媳妇，你拿2条烟上去，放在桌子上，让亲戚朋友们先抽着。除了酒，就数烟带的最多。林云墨不抽烟，放在别墅中毫无价值，索性拿了大半。好的，老公。戴小妹从林云墨手上接过香烟，缓步往坝子上走。和她迎面走来的人看到，眼神都下意识落在她手上面。当然，这其中的老烟枪人数较多，一支烟就要100块啊，谁不想再抽一根呢？呆小妹跟着林云墨这么久了，观察力也是有点，此时看着众人的眼神，从烟盒中拿出一包烟，胡乱撕开包装。呆呆，你要不就让我来吧，别糟蹋了这好烟。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中年男人说着。呆小妹脸色一红，她还真没拆过烟，现在这包价值2000多块的烟被拆得像是狗啃了似的，难怪会有人心疼啊。将手上拆了一半的烟递给男人。二叔，剩下的我放在上面的桌子上了，待会你们要抽就去拿啊。说完，呆小妹逃也似的离开人群。呆小妹的二叔接过香烟，等他拆开后，所有人就围了过来，意思非常明确。就这样，大家抽着烟来到凌云墨前。小林，这些是什么？地上的东西除了放在表面的10几条烟外，其余的这些人都是不认识。一点保健品。凌云墨没有隐瞒，笑着说道。哦，听到这话，这些人都有些失望。保健品，很明显，这些就不是他们吃的了，是女婿孝敬给老丈人，
丈母娘的。不过他们转念一想，也是想通了，人家都送出来价值上千万的好酒，他们不能再得寸进尺。等将车内的所有礼品都搬光，时间也来到了5点半。9月的天黑得非常迟，现在的太阳还悬挂在半空，没有一点要黑下来的意思。就在他们把东西全部搬完的时候，远方一辆小轿车缓缓驶来。第209章，小林，你玩牌吗？小林，那是你岳父的车。呆小妹的二叔没有进去，看到远方驶来的车就说道：好的，二叔。林云墨点了一下头，伸手抹了抹额头上的细汗。张传明在搬东西期间没有说话，但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却是抬头往远方张望起来。林云墨的老丈人啊，要是打好关系，前途一片坦荡。不多时，呆爸就把车开到林云墨他们的车后面停下。呆小妹此时也从坝子中出来，林云墨过去牵着她往呆爸那边过去。张传明当然也跟在身后。不等几人走几步，呆爸就从对面过来。小林，你们回来了。看到林云墨他们，呆爸没有再去想公司为什么会放他走，高兴地喊了一声。听到又没喊自己，呆小妹在心中叹了口气，老两口都一样，只要有林云墨在的地方，下意识的就会忽略他们的女儿。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们女儿啊？妈是这样，你也是这样，都当我不存在。要说现在的呆小妹才是亲戚朋友们熟悉的呆小妹，以前她在老家就是这样。之前和张传明说话一定是个错觉。爸。林云墨笑看了呆小妹一眼，随即又看向呆爸叫了声：哈哈，快进去，别在路边站着了。呆爸也是知道呆小妹怀孕的消息，现在在马路边上，虽说车辆不是特别多，但还是些危险性的。只是在他来到近前，看到张传明的时候愣住了。不等林云墨介绍，张传明便开口说：叔叔您好。你是张总？呆爸怎么可能不认识张传明，毕竟就在人家公司里面上班呢。刚才还在想为什么第一次去请假的时候不放人，后面又放了，相信这就是张传明的意思。可之前的问题是决绝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为什么他的老板会出现在他的家里，而且叫他什么叔叔？不正常啊，极度不正常。叔叔叫我阿明就好。张传明笑着说。呆爸深吸一口气，不过他在看到他是和林云墨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心中就知道了个大概的情况。先进去坐吧。别看呆妈在林云墨他们面前经常说呆爸，但是他的接受能力却比较强，脸上除了最先有几秒钟的意外，后面就已经没有多大的表情变化。几人走进坝子中，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呆爸也是吓了一跳。接着就听说林云墨带来了价值近千万的好酒，眼珠子都瞪直了，而旁人却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接下来的时间，呆爸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开始忙活起来。亲朋好友们是吹牛的吹牛，玩牌的玩牌。小林，你玩牌不？牌桌子上有人叫了声。林云墨眼神看去，这人是呆小妹的三叔。三叔，你们玩，我不会。林云墨笑着摇摇头，这倒不是他嫌人家打得小，而是真的不会打牌。来学学嘛，在这农村可没有多余的娱乐项目。牌桌子上又一个声音说：四伯，别把我老公教坏了，哪里没有娱乐项目，我们去外面逛逛。呆小妹像是个老母鸡护鸡仔一样，将林云墨护在身后。这要是让林云墨学会打牌，而且上瘾，以后的幸福生活可就没有了。呆小妹的这般作态逗得众人是哈哈大笑。看到这么和睦的场景，林云墨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前世的他虽然腰缠万贯，但是却没有多少朋友，这样的场景根本不可能发生。之后穿越过来，家里又不富裕，除了他爷爷又没有一个亲人，更不可能体会到了。老公，现在东西也都搬完了，我带你出去逛逛。为了以后的幸福，呆小妹决定先暂时离开这是非之地。林云墨微微一笑，抬手看了一下时间，走吧。随后给众人打过招呼后，林云墨三人离开。至于张传明，现在非常识趣的没有凑上前去，人家两口子一起，他跟在屁股后面干嘛？做电灯泡吗？等三人离开，所有人就开始议论起林云墨了。当然，议论的都是好事，比如什么羡慕呆爸呆妈生了个好女儿，呆妈他们会不会和林云墨他们一起离开镇子之类的。来到公路上，朝远处看了看，那边有3个身影，正是天魁等人。终于安静了，耳边没有嘈杂的声音，呆小妹长舒口气。直到此刻，她才将自拍杆从包包中拿出来，安上手机后开始和直播间的人闲聊起来。狗子们，带你们看看我家的风景，以前不是老问我老家在哪吗？现在知道了吧？以前呆小妹宣布要回家，直播间的人就要求她户外直播，但是呆小妹怕有人来打扰她爸妈，就没有答应。而现在完全不怕了，有镇子中的首富照顾，相信问题不大。况且万一呆爸呆妈这次想通了，愿意和他们一起去魔都呢？弹幕：风景。
有个屁的风景啊！说到风景，好怀念以前林歌山上时的风景，只可惜老女人只早起了一次。楼上的，你是说林哥原来老山上的家吗？你们还好吧？我10几天前才看老女人直播的，那风景只有看短视频，直播我都没看。可惜啊，林歌山上的风景再也看不到了，雪龙鱼被捞走了，名画也没有了，以后想看都没那个机会。山上的风景之所以能让人流连忘返，主要是有雪龙鱼点缀，加上系统净化水质的能力。林云墨之前在捞完雪龙鱼后就仔细看过，水并没有立刻变清澈，可能是雪龙鱼离开水池后，系统的能力也消失了。也就是说，要想看到以前那样的景色，只能是在网络上看短视频。看到直播间中的气氛不对劲，呆小妹丽说道：“行了行了，等下次回魔都，我就带你们再去看看，万一还有那样的风景呢。”林云墨的目光本来没有落在呆小妹的身上，不过在呆小妹说要去哪里看看的时候，眼神瞬间就看了过去。媳妇，你想去哪里？林云墨不想限制呆小妹的自由，可是现在她怀着孕，不得不谨慎。老公，直播间的人说想去我们以前生活的山上看看。第210章，准备开饭。山上啊。林云墨沉吟片刻，行，下次我们回去就去那边看看。山上相对安全，没有什么能威胁到呆小妹的，去看看也无妨。本来呆小妹还以为林云墨不会同意，可没想到自己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就同意了。好爷，他说是直播间的观众们想去老山上看看，自己又何尝不想呢？说真的，老山上的风景还真的不错，至少他去过那么多地方，看到的都不及那个池塘。看到呆小妹脸上绽放的笑容，林云墨嘴角也是微微上翘。走吧，我们去天魁那边看看。林云墨收回落在呆小妹身上的目光。呆小妹点了一下脑袋，随即好似想到什么，抱住林云墨的胳膊紧了紧。老公，给你商量个事。林云墨有些疑惑，又是看向了他。什么？呆小妹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老公，那个，我想把爸妈接到魔都去。呆小妹考虑得非常周到，魔都她自己也买了一套别墅，那边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回去过了，把老两口接到那边去，还能给她自己看着房子。行。林云墨想都没怎么想，直接就答应，让呆小妹后面的话都没有说出口。愣了一下后，脸上浮现出微笑，把头靠在林云墨胸膛上。谢谢你，老公，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你爸妈也是我爸妈，能随时看到他们也很好。林云墨说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不管是前世今生，他都没有体会父爱母爱，加上呆爸呆妈对自己就像亲儿子一样，林云墨非常享受。呆小妹重重点了一下头。待在怀中几分钟后，天魁他们似乎也是看到了林云墨3人就在这边，已经在朝这边走来。待小妹从怀中出来，看向林云墨。对了，老公，我也在魔都买了套别墅，虽然价值不高，但是已经1个多月没有回去过了，家里还有电器那些没关呢。要是呆小妹之前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别墅，可能还不会想到这些。她当初出来的时候只为了放松，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1个多月不回家，家里该关的东西都没有关，现在也不禁担心起来。下次回魔都去你的别墅中看看吧。呆小妹以前住的地方，林云墨还真是没去看过，这让她有点好奇起来。好，两人商量结束，也是朝着天魁他们的方向而去，期间都没有说话。很快，他们就碰到了一起。先生，天魁打量了一下看起来就十分恩爱的两人，笑着打招呼。林云墨笑着回应了一声，但紧接着就说：你们要回去了？他和呆小妹出来前，饭菜都还没有做好，现在回去只能去坐着。不是，看到先生你们在这边，所以就过来看看。天魁不是个喜欢久坐的人。好，我们就一起去到处看看吧。林云墨点点头。就这样，几人开始了闲逛。时间大概来到6点钟的样子，林云墨他们还在公路上漫无目的的走着。叮铃铃！就在此时，呆小妹正举着的手机忽然发出手机铃声。林云墨往她手机上看了一眼，是呆妈打来的，应该是晚饭做好了吧？林云墨笑着说。呆小妹嗯了一声，取下自拍杆上的手机。妈，是饭做好了吗？接通电话，呆小妹不等呆妈回应，抢先一步发问。小林呢？你们在哪？吃饭了。从话音上能听出呆妈现在非常高兴，这个高兴除了林云墨他们回来以外，还有周围人的羡慕。妈，你就不能先问我吗？打电话来就问老公。呆小妹说着这话，眼神却是看向林云墨，对他翻着白眼。林云墨一见有点无奈，这种事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吧。行了，小林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回来吃饭了，就这样挂了。说罢，不再给呆小妹说话的机会，手机中便传来忙音。呆小妹愣愣地看着手机，随即好似抽光了身体的所有力气。走吧，回家吃饭了。看到这里，
天魁等人都强忍着脸上的笑。别看呆小妹他们在外面逛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却没有离开家太远。10几分钟后，几人就回到了家里。只见在坝子中摆了5、6张桌子，上面都摆满了菜品。可神奇的是，所有人都没有围上去开饭。林云墨明白这是在等他们，极高待遇有没有啊？不过林云墨看整的倒是有点不好意思，这么多人都在等他们，要是这在商业饭局中这么多人等着，林云墨也不会有任何负担，毕竟他身份摆在那里，有这个资格。但现在他可是一个晚辈啊，让长辈等他开饭，属实说不过去。眼角余光看了眼呆小妹，见她没心没肺的样子，再无奈地摇了一下头，看向众人说道：“各位叔叔伯伯，抱歉。”“没事没事，人到齐了就开饭吧。”呆小妹大伯从站起来高声喊了一句，众人脸上也没有出现不悦的表情，这就是拿出实力来的待遇。呆小妹直到林云墨说完话，她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问题，看向林云墨露出个尴尬的神情。这些话本来他说出来比较合适的，现在居然因为他让林云墨亲口说了。林云墨自然是见到了呆小妹在看他，微微一笑，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揉。与此同时，直播间中是对呆小妹开启了嘲讽模式。老女人，看看看看，你可要学着点啊！你们只关心老女人的问题，只有我在关心马上就要开上千万的酒了吗？楼上的，你怕是没有见过老女人开3000多万的酒吧？直播间中的弹幕铺天盖地，可能是因为林云墨的摸头杀，看到这些倒也是不在意了。从直播间中收回目光，坝子中的人都纷纷开始朝饭桌子上挪动。老公，等我一下，我去放下手机。拿着手机吃饭，不说不礼貌，也非常的不方便。呆小妹说完就朝坝子中的一个角落而去，那里能将坝子中的一切都直播进去。第211章开酒。看到这一幕，林云墨转头看向1号等人：“你们先自己找地方落座吧。”先生，1号有点犹豫。林云墨吃饭期间，他们还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后。现在要开先河吗？林云墨自然是知道1号什么意思，说：“没事，你们去吃，在这里没什么危险。而且你站在身后，爸妈他们会不习惯的。”在林云墨的不断劝说下，1号最终决定不站在他的身后，不过请求林云墨先行落座，他要坐在他的旁边。对于这一点，林云墨倒是同意了。呆小妹很快把手机放好，回来的时候人们已经全部落座，就剩他们几人。走吧，老公。说着，呆小妹拉着林云墨走向呆爸他们那一桌。小林快坐。呆爸见林云墨过来，指着一个空位。谢谢爸。林云墨礼貌地回了声。爸，我坐哪呢？林云墨身边明明是有空位的，但是呆小妹却明知故问。你爱坐哪座啊？呆爸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呆妈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呆小妹顿时就受不了了。妈，有你这么做妈的吗？我现在可是怀着你孙女，要是被气着了。呆小妹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非常明确，她自己不重要是吧？孙女重要吧？呆小妹不信自己搬出肚子里的孩子还会受这样的气。呆小妹怀孕的消息早就在亲戚朋友中传了出来，毕竟有乐乐这个喜欢看直播的主在，想保密都难。你个臭丫头，行了，快坐下吃饭。呆妈笑骂一句。呆小妹嘻嘻一笑，挨着林云墨落座。此时的桌上除了有饭菜外，每一桌的桌山都摆放着2瓶酒，一瓶是红酒，一瓶是白酒，很好的照顾到所有人。林云墨他们落座，大家就开始动起了筷子。呆爸首先将放在桌上的酒拿了起来，来尝尝小林带来的好酒。其他桌的人见到呆爸已经上手，也是迫不及待的将桌上的酒拿起来。相较于红酒，农村人还是喜欢白酒。不消片刻，几百万的酒就已经打开。可能是在坝子中的缘故，酒香并不浓郁。爸，我来吧。看见呆爸要给自己倒酒，林云墨连忙站起来，让长辈给他倒酒，很不礼貌。呆爸笑着将酒递给林云墨，林云墨将酒分别给众人倒上。要说现在桌上并没有多人会喝酒，但林云墨给他们倒酒时都是没有拒绝。几十万一瓶的酒啊，过了这村就没那店，现在不管会不会喝，都想要尝试一下。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摆在桌上的酒完全不够。好在林云墨这次准备的比较充分，当酒刚刚被倒完，身边就有人给他从新递过来一瓶。林云墨也不含糊，开酒继续给众人满上。但当倒到张传明那里时，张传明却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先生，我自己来。张传明不同其他人，在座的除了他都可以享受到林云墨为其倒酒，但唯独他不可以。毕竟在座的都是呆小妹亲戚朋友，他张传明算什么？坐下吧，我来。来到农村，林云墨对这些礼节就看得很轻，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林先生，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倒酒？要是让你给我倒，
下次去省城还不得被人下绊子。林云墨的大名全华夏的大佬几乎都听过，而且还想巴结他。要是让这些人知道他一个小小的张传明接受了林云墨的倒酒，后果不堪设想。在大佬的世界里，等级分化十分严重，万一碰到个心胸狭隘之人，因为嫉妒给他使绊子，就完犊子了。周围人在看到这一幕，脸上全是复杂之色。张传明作为本地的首富，什么时候会害怕别人给他倒酒了？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要是五爪金龙，那就不好说了。只有身份达到非常高的高度，才能让地头蛇也害怕。那么反应过来的意思就是，林云墨的身份恐怖到了极点。现在他们只知道林云墨是呆小妹的丈夫，非常有钱，其余的就不怎么了解了。林云墨最后拗不过张传明，就将酒瓶拿给了他。张传明在给自己满上之后，并没有再将酒瓶还给他，而是走到林云墨的座位上，帮他的酒杯倒满。这一幕又是将众人看得呆了一下。缓过神后，全部的目光已经又是落在林云墨身上。他们已经打定主意，等待会饭局结束，一定要向呆爸呆妈打听打听林云墨究竟哪路来的神仙，能让张传明这么卑微。张传明给林云墨酒杯倒满之后，又回到原点后，随即就将酒瓶递了过去。林云墨看着他，露出一个微笑，心中对张传明的好感度直线上升。从新接过酒瓶，围绕饭桌为诸位长辈们都满上酒后，人就已经回到他的座位前。只不过有刚才张传明那一幕，林云墨在为长辈们倒酒的时候，都是站了起来。对此林云墨也是十分无奈。呆小妹看到林云墨从新坐下，搬动凳子往他那边靠了靠，只是目光嘛，却是看着林云墨面前的酒杯。馋吗？肯定的啊，他除了在老山上的木屋和明宴中喝过这等好酒外，其余地方根本就没有机会。即便以前的他小有资产，但这种限量级别的酒根本就喝不到。不过他也十分有分寸，没有提出想要喝酒的话，毕竟还怀着孕。林云墨自然是看到了呆小妹的目光，见她没有提出来要喝酒的话，心中是庆幸不已。还好这丫头知道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没有影响其他人，见所有人的酒杯中都满上了之后，呆爸身为一家之主，站起来高声喊道：大家伙，来，先喝一口。呆爸发话，所有人都除了少数几人，剩下的都是迫不及待地将酒杯靠近嘴巴，一口入喉。果然踏马不是以前喝的酒能比的，以前喝的酒都有股辛辣的味道，但这次喝的除了有丝甘甜外，辣劲也没有那么大。好酒，真的是好酒。第212章为林云墨施针。看到在座众人脸上都是出现陶醉的神色，林云墨很是满意。与此同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就是另一种感受了。弹幕：卧草了呀，好想去蹭点酒喝啊！楼上的，我们一起去呗。这尼玛，我感觉老女人故意把手机放在这里，就是拉仇恨的。贵的东西十分诱人，又贵又对酒有极度喜好的人就更加诱人。直播间里面发生的事，在场众人没人看到，都在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酒过三巡，林云墨头脑也有点晕晕沉沉的时候，乐乐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来到林云墨面前，这明显是知道林云墨已经快醉了，来者不善啊。不过林云墨对此倒是没有拒绝，在这里不比商场，只有喝高兴和没有喝高兴。阴谋？不存在的。连续又喝下2杯酒，林云墨这下是真的不胜酒力，最后迷迷糊糊的被呆小妹扶进呆妈特意为他们整理出来的卧室当中。林云墨头脑虽迷糊，可在面对呆小妹的时候还是存在一些理智。走的时候，身体的重心没有全部落在她的身上。进入卧室，将林云墨放在床上，为她脱下上衣，隔好被子，随即走出卧室。呆小妹来到厨房打了一盆热水，正在往卧室走的时候，就看到乐乐顶着个大红脸来到她面前。表姐，表姐夫没有什么事吧？呆小妹看着乐乐，没好气的说道，刚才劝酒的时候怎么不想到这些？呆小妹知道，要不是乐乐牵头来灌林云墨的酒，林云墨不可能醉得那么快。当时可是连续喝下了2杯，加上之前又和长辈喝，林云墨少说自己就喝了1瓶的酒。嘻嘻，表姐你心疼了？乐乐嘻嘻笑道。呆小妹笑着伸手在乐乐头上敲了一下。是啊，心疼啊，等你找到你的如意郎君，见他这样也会心疼。见乐乐还想说什么，呆小妹抢先一步说，好了，就这样吧，我去给你表姐夫擦下脸。说着就端着水走向卧室。等等表姐，你手机我给你拿过来了。乐乐再次追上呆小妹。哦，放我口袋中吧。现在呆小妹双手都不空，腾不出手来。好，乐乐回了一声。当呆小妹重新回到卧室的时候，林云墨已经从躺卧的姿势起来了。当然，并不是他身体的解酒能力有多出众，而是本能驱使让他坐了起来。老公，你怎么了？
看到林云墨起来，呆小妹连忙放下手中的水盆。媳妇，去帮我看看天魁有没吃完饭，吃完了让他进来一下。林云墨的本能就是找天魁，让其帮他解酒。天魁作为天下屈指可数的神医，在解酒方面当然不会差。哦，好的，老公，你先躺下。呆小妹先是答应，说着就要去扶林云墨躺下。林云墨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没事，现在不能躺下，躺下更难受。喜欢喝酒的人应该明白，在喝了酒又没醉死，半醉半醒的时候，躺下是最难受的。那天旋地转的感觉，稍不注意就要吐出来。要是你坐着，睁着眼睛，天旋地转的感觉就会小很多。哦，好的。呆小妹听到林云墨的话，止住步伐。那老公，我就先出去看看天魁还有没有在吃饭喽。去吧。虽然难受，但林云墨脸上还是流露出一个笑容。呆小妹怀着担忧的心情，快步走出卧室，来到坝子外，天色已经快暗下来，不过却还是有很多人在喝酒。呆小妹对此不以为意，眼神在人群中寻找起来。很快，呆小妹就在坝子中的边上找到天魁等人。来到他们的面前，3号最先开口：“夫人。”“三姐姐。”呆小妹回应一句，随即就看向天魁。“天魁神医，老公叫您。”“好，走吧。”天魁好似知道呆小妹的目的，没有问多余的话，直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呆小妹可能心下关心着林云墨，倒也不矫情，带着天魁、倩倩和3号一起走向卧室。几人一同来到卧室中，只见此时的林云墨眉眼低垂，大有熬不住的趋势。天魁没有多余的废话：“夫人，你先将先生的上衣脱下。”天魁边说边从倩倩手上接过一个由动物皮包着的小包裹，打开一看，大大小小有着几十根金针。呆小妹听从天魁的吩咐，一件一件的将林云墨上衣全部脱下。倩倩在后面看的是脸红不已，至于3号倒是没有多大的表情变化。他前世的时候看林云墨光膀子的几乎不说非常常见，但有时候还是能看到的。天魁将金针包裹放在就近的桌子上，随即坐上床沿。“先生，麻烦你先躺下，我为你施针。”说这话的时候，天魁眼中爆发出一道神光，再不复之前的浑浊。林云墨在几人进来之后，短暂的恢复了一下，这会也是听从天魁的话，随即在呆小妹搀扶下缓缓躺下床，不过却不敢闭眼。呆小妹现在很慌，因为她看到了天魁拿出一根10多公分的金针，这要是插进身体里，光是想想就觉得恐怖。“天魁神医，您这是要插我老公哪里？”呆小妹吞了吞口水，紧张的样子还独有一番风味。虽然现在呆小妹的手机在兜里，看不到任何画面，但是声音却是能传入直播间中。“插林哥哪里？我还小，老女人你可别带坏我。这破路，这居然可以起飞了，佩服啊！”天魁捻着金针，口中说出一连串的穴位：百会穴、天枢穴、中脘穴。呆小妹听到这么多穴位，大脑瞬间宕机。百会穴她知道在头顶，但是天枢穴以及那些穴位她就一点都不了解了。不过嘛，这么长的针插进老公头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由得呆小妹不担心，实在是天魁拿出来的针太长了，这要是插进大脑，不行，不能再细想下去。这会的呆小妹脑子只剩2个字：恐怖。没错，就是恐怖。媳妇，别瞎说。林云墨在听到呆小妹的话后，顿时有点哭笑不得。第213章，老女人又关直播间了。要是连天魁施针都有问题，那么这个世界就没人敢用针灸之术了。夫人放心，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对于呆小妹的怀疑，天魁脸上并没有出现不悦的表情。“天魁神医，对不起了。”呆小妹在话语出口的刹那就有点后悔，这不明显是怀疑人家专业吗？天魁微微一笑，表示不打紧。接着天魁又做了下准备工作，一切都妥当之后，拿起10多公分的金针向林云墨头上扎去。这一幕太过于恐怖，导致呆小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以至于她连正在直播的手机都没有想到。半分钟后，天魁停止在林云墨头上施针，接着就看向林云墨那能迷倒万千少女的腹肌。虽然在肚子上施针比头上施针要安全许多，可在没有结束前，呆小妹脸上显现的依旧是担忧。毕竟将近10多公分的金针往身体里扎呢。就这样，时间差不多过去5、6分钟的样子，天魁将林云墨身上的金针全部拔了出来。“先生，可以了，感觉怎样？”边往皮质包裹中装金针，天魁边说道。林云墨本来闭着的双眼缓缓睁开。“好多了。”天魁不愧是全华夏数一数二的神医，现在的林云墨虽说不如早晨起床那么精神，但已经恢复了很多，脑袋中晕晕乎乎的感觉完全消失，状态已经达到和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老公，来把衣服穿上。”亲耳听到林云墨说没事了，呆小妹终于放松下来，
林云墨微微一笑，从躺倒的姿势起来。先生，既然没事，我们就先出去了。天魁不愧是这些人当中的过来人，看到林云墨看待小妹的眼神中充满着柔情，知道现在不适合继续留在卧室当中。先生，我也出去了。3号也是个活了几十年的老妖怪，虽说心中对林云墨有着爱慕之心，可也不会破坏他和呆小妹的感情。我再休息一会就出来。林云墨转头笑看了眼天魁等人，说。等众人离开，呆小妹蹬掉自己鞋子，直接扑到床上。老公，你可是担心死我了。躺倒在林云墨边上，耳朵贴着他的胸膛，那不急不缓跳动的心跳声是呆小妹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旋律。没事，这不好好的吗？抚摸着呆小妹脑袋，林云墨笑道。下次我们回来就不喝酒了。说这话的时候，呆小妹抬头看着林云墨，看情况吧，没事的。喝不喝酒，来到老丈人家完全就由不得林云墨，不是他说不喝就不喝的。呆小妹这会好似开窍了，眼神变得若有所思起来。待会等客人走后，我就跟我爸商量一下。呆小妹眼神坚定，醉酒后的感受呆小妹是早有体会，她是一点也不想林云墨痛苦。爸呀，这会应该也是在醉倒了吧？林云墨怎么说也是个年轻小伙，加上平时注重锻炼，本来也是不容易喝醉的，现在他都回屋了，老丈人应该也是差不多。毕竟林云墨这个女婿遭不住了，就该是轮到呆爸这个老丈人，必定是跑不掉。今天商量不成，那就明天再商量，反正下次回来，老公你不能喝这么多了。呆小妹嘟了一下嘴，对于他老爸可能现在喝醉躺在床上是漠不关心，真的是一个大孝子。林云墨听到了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好，都听你的。嘻嘻。见林云墨答应下来，呆小妹脸上才绽放出笑容。片刻之后，呆小妹朝门口看了一眼，3号出门的时候已经将房门关闭。呆小妹想了一下，瞬间从床上下来，快步走到卧室门前，从里面将其反锁。再次往后走的时候，却是摸出兜中的手机。不等直播间观众们反应过来，马上点击下播。看着漆黑的直播间，弹幕顿时犹如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卧槽，老女人这是又要整哪一出？嘿嘿，楼上的小孩子鉴定完毕。根据老夫多年的观察，老女人这时候下播，肯定是要做一些大人才能做的事。这一届的水友怎么都这么隐晦，都不敢说实话了。行，咱们就这么耗着吧，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与此同时，外面喝过一杯红酒的乐乐现在脑袋是晕乎乎的，不过却比林云墨好很多，没有睡觉的打算，只是在下桌后却是拿着手机看起了呆小妹的直播。他想看看之前呆小妹叫天魁他们进去干嘛。然而看到这里后，小脸不禁有点晕红起来。他刚开始还没太懂呆小妹忽然关直播是干什么，直到看到直播间大神们的解释后才知道，呆小妹这是要做坏事啊。别看乐乐长相无比清纯，对男女之事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毕竟现在的网络中段子无数，想随便翻一翻就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去看看。突然间一个念头出现在乐乐脑海，就挥之不去，加之在酒精的驱使作用下，乐乐从凳子上下来。再说呆小妹这边，关掉直播间后，呆小妹随手将手机扔在一边。老公，这声老公叫得无比娇柔。什么？林云墨并不知道呆小妹刚才已经关了直播间，现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次跳上床去，呆小妹将嘴巴靠在林云墨耳边。老公，换了新环境，你应该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吧？呼出的气息打在林云墨耳边。说真的，林云墨还真有点异动，而且那东西也是开始变得不听话起来。见林云墨没有拒绝，呆小妹立马会意，扯过刚才掀到一边的被子，把两人都蒙在了里面。乐乐像是个小偷一样，缓步靠近林云墨他们的卧室，期间碰到人就故作镇定地停下来，一点也没有喝醉的样子。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什么醉酒，什么迷糊，根本不可能的。乐乐终于来到林云墨他们的房门前，见没有人，立马将耳朵贴上木门。然而听了有10多秒钟，里面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第214章，呆妈的问话。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难道是直播间里面的人猜错了？乐乐此时眉头紧锁，殊不知房间里面正在进行着一项惊天动地的运动。就在乐乐专心听里面传来的动静时，呆妈已经悄悄来到他的身后。乐乐，你在你表姐门口干嘛？啊！冷不丁的听到背后有说话的声音，吓得乐乐浑身一哆嗦，脑袋里的醉意完全消散。卧室内，呆小妹掀开被子一角，粉红的小脸暴露在空气之中，与林云墨对视起来。要知道，农村的门并不像林云墨家的别墅，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外面传来的声音都被听了个清清楚楚，这才迫使呆小妹放弃了辛勤的工作。咦，我没事，就是想来找一下表姐。
屋外传来乐乐狡辩的声音：“那你干嘛不敲门？趴在门上干嘛？”在乐乐回答完后，呆妈的声音又是传了进来：“啊，那个，姨，我先出去了。”乐乐现在满脸羞红，好在他喝了酒，不然出去还不得被人误会。呆妈看着乐乐逃也似的离开，无奈的摇摇头，轻轻敲了一下门：“女儿，小林。”林云墨正想说话，呆小妹见此伸出小手捂住她的嘴巴：“妈，老公这会已经睡了，我在里面看着他点。”说完这话，又是贴在林云墨耳边，小声说：“老公，你还没给我想要的东西，别想逃哟。”说罢，还对着他眨了眨波光粼粼的大眼睛。“哦，好的，那我去招待客人了。”呆妈不疑有他，主要是她根本没往这方面去想。“好的，妈。”呆小妹缓缓松开捂住林云墨的嘴。等了差不多1-2分钟，外面再没有其他声音后，呆小妹再次钻进被子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1个小时过去。林云墨和呆小妹手挽着手从卧室中出来，只是此时的呆小妹脸上的晕红还没有散去，看起来更加妩媚动人。来到坝子上，外面的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人也差不多全部走完了。“先生。”1号在看到林云墨的身影后，立马来到他的跟前。“林云墨点了一下头。呆小妹的注意力没有在1号身上，她倒是到处打量起来。看到呆妈也在朝这边走，连忙问道：“妈，乐乐呢？”现在正式结束，呆小妹可要开始兴师问罪。“早回去了。”呆妈看着呆小妹脸色羞红，联想到刚才的事，顿时想到一个可能，神情不由严肃起来，快步来到呆小妹面前，斜了眼林云墨：“女儿，你跟我来一下。”呆妈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林云墨，这个眼神可把两人都吓到了。呆小妹在没有之前面对呆妈时的那种嚣张气焰，乖巧的跟在呆妈屁股后面。看着两人的身影，林云墨眉头皱看了皱。以前呆小妹问过他来老家慌不慌，林云墨可以很自信的回答不慌，但现在他承认自己开始慌了，因为呆妈从来没有斜眼看过他。拉着呆小妹离开林云墨他们一段距离，打量了眼附近，确定没有人后，这才延声发问：“你们刚才做那种事了？”呆小妹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老妈会这么问，听到此番话后当场就愣住了，脸色变得更加红润。要是说之前的红是因为在被子中捂的，那么现在就是真正感觉到有点羞涩。哎，小林也真是的，不知道你还怀着孕吗？这个时候该忍就要忍忍，就算有神医在这里也不该这么做。呆妈越往下说，神色就越是气。还有你也是，怀着孕还玩什么玩？这回肚子有没有痛？呆小妹被呆妈看得背脊发毛，有点不敢去看她的眼睛。妈，那个……呆小妹现在很犹豫，在考虑要不要告诉呆妈实情。不告诉她吧，被误会的滋味非常难受，要是只有她自己倒是无所谓，主要还有林云墨呢。可告诉呆妈呢，好尖儿难为情。看着呆小妹那扭扭咧咧的样子，呆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今晚你和我睡，你爸我重新给他铺张床。呆小妹一听要离开林云墨睡，心底一慌。行了妈，我给你说实话吧，其实……半晌，呆小妹和呆妈一起从外面进来，呆妈又恢复了之前那个和蔼的妈妈。小林，之前是妈误会你了，呆妈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现在事情搞清楚后，道歉一点也不含糊。妈，我也有错在先。林云墨不知道呆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过再怎么说，前世也是个超级大佬，对这些人情世故还是知道的。林云墨的回答让呆妈愣了一下，不过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对着他笑了笑就作罢。好了，你们聊着吧，我去整理下房间了。之前林云墨说过会回来，所以只给他们准备了房间。现在有天魁倩倩1号3号，可是要多准备3间房。好在农村不在乎地皮，随随便便都能腾出个几间房出来。谢谢妈。等呆妈走后，林云墨就看向呆小妹：“媳妇，之前妈叫你过去干嘛？”对这个问题，林云墨还是非常想知道的。呆小妹小心翼翼地瞄了眼林云墨身后的1号，没有说话。1号一愣，他那个玲珑心怎么不知道自己碍事了？笑了一下后，悄悄退后几步。那边3号天魁等人都在，想必是去找他们去了。见此，呆小妹依旧不敢就这么说出来，主要是太丢人了。老公，你腰弯下来，我悄悄告诉你。林云墨依言照做。半分钟后，林云墨脸上带着笑容直起腰，妈也是关心你不是？老公，不许笑，不许笑。看到林云墨脸上笑，呆小妹瞬间感觉有点挂不住了。好好，不笑。话虽这样说，但林云墨却没有收住挂在脸上的笑。老公，你还笑？呆小妹气得跺了跺脚。好了，快去帮妈收拾一下房间。你不是想问问妈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回魔都吗？一起收拾的时候就可以问了。林云墨是想收住笑容的，但是一想到呆小妹被问的时候就忍不住。现在林云墨也只有转移她的注意力。第215章药丸。
呆小妹白了凌云墨一眼，哼，臭老公。说罢，呆小妹走进屋子内。听着这调皮的话语，凌云墨哑然失笑，随即摇摇头，走向天魁他们那边。由于不知道呆妈现在在哪间房，呆小妹每间房都去看了眼，最后在里屋中找到呆妈的身影。呆妈本来是在整理着被子，看到呆小妹进来，眼神中透露出意外。在她的想象中，这丫头是片刻都不想和凌云墨分开，现在居然进来和她老妈在一起。女儿，你进来干嘛？呆小妹有些无语。妈，这是我家爷，我想进来就进来。不是，我是说你不陪你好老公，现在进来干嘛？呆妈特意将好老公拉长语调，调侃起呆小妹来。秘密刚刚才和呆妈讲过，现在又被她强调，即使强如呆小妹的脸皮，现在也是有点挂不住了。脸色一红，稳了稳心神，打算开始问正事了，不然呆妈还不得把她调侃出内伤。妈，给你商量个事呗。跑到呆妈身边，呆小妹一把抱住了她的胳膊。呆妈疑惑地看了眼呆小妹，随后放下手中的杯子。什么？妈，我想把你和爸接到魔都去，您看去不去？呆小妹问出以前就提过的话题。啊，去魔都啊？呆妈脸现为难之色。他们在农村待习惯了，去大城市住1-2天倒还好，但是让他们长时间居住会感觉非常麻烦。这事等明天你去问你爸爸，不过我看到是挺悬的，我们俩都不习惯去大城市中住。呆妈现在也不好自己做决定。呆小妹听到这番话并没有意外，牵起床上的被子，假装整理了一下，说：妈，现在我怀着孕，你要去魔都照顾我呀？直接和呆妈说不行，呆小妹也不是没有后招，那就是拿出外孙女来当说辞。果然，在听到这番话后，呆妈脸线一动，这样的表情持续了有好一会。明天还是自己去问你爸。平时呆妈虽然在欺负呆爸，可是遇到大事的时候，呆妈还是要询问呆爸，由他来做主。妈，只要你答应，我爸那边还不是由着你。呆小妹眼珠一转，笑着摇晃着呆妈手臂。不行，这事你必须去问你爸。呆妈非常的知情达理，虽然她知道自己要是做出决定，呆爸不会反驳，可心里难免会存在疙瘩。呆小妹听到这话后，脸上显现出些许的失望。女儿，要是你爸这次不同意去，等半年我就再劝说一下他。看到呆小妹神情失落，呆妈笑着再次说道。半年后，呆小妹瞬间明白呆妈的意思。现在还是怀孕的初期，行动能力什么的完全不受影响，但半年后呆小妹的肚子必定会大起来，到时候劝说呆爸就是水到渠成。嘻嘻，还是我好妈妈最爱我。呆小妹脸上的失落在这话后就消失不见，被欣喜取而代之。臭丫头！呆妈笑骂了一声。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呆小妹从屋子中出来，好在现在正值盛夏，外面不仅不冷，甚至有点闷热。呆小妹在外面也不用担心会被冷风吹凉。看到呆小妹出来，凌云墨从屋外的凳子上起来，走向她那边。怎么样？妈同意和我们一起去魔都了吗？没有，妈让我明天问爸的意见。呆小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是很高兴的，这让凌云墨十分疑惑。呆妈没有答应，那呆小妹在高兴什么？见凌云墨面露疑惑，呆小妹笑了笑，继续说：妈虽然没有答应我，但是却说半年后等我肚子大起来就来魔都住个1年半载的。1年半载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习惯了城市中的生活，呆妈或许就不想离开了。要知道，明艳厨师们做的饭菜可是非常有吸引力，呆小妹就不信呆妈他们会忘记那么美味的饭菜，舍得再回来。凌云墨知道后也是非常高兴，对于他来说，呆爸呆妈去魔都无非就是加2双碗筷的事情。别墅那么大，别说2个人，即便叫上7大姑8大姨也完全足够。这就是房子大的好处。呆小妹和凌云墨在这边闲聊，呆妈这时候也从屋内出来。小林，还有1号天神医，进来坐吧。农村的盛夏，夜晚中存在着蛇虫鼠蚁，呆妈不知道1号等人的本事，只知道这些人是从城市中来的，万一被蛇咬到就不好了。众人来到客厅，呆妈顺手打开电视，见呆小妹和凌云墨坐下，倩倩在天魁的授意下来到凌云墨面前。林大哥，呆姐该吃药了。本来呆小妹吃完晚饭就该吃药的，只是她之前一直在卧室办正事，天魁等人也不好进去打扰，所以就没有提出来。现在嘛，该吃还是要吃。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起身来到饮水机前，从上面拿出一个一次性的纸杯。老公，不吃行不行啊？虽然这几天天天都在吃药，但呆小妹还是有点排斥中药的那股气味。不行，该吃就得吃。凌云墨还没说话，一旁的呆妈就做出强有力的回答。呆小妹哭丧着脸朝身侧看去，妈，你可是我亲妈啊！凌云墨从饮水机回到沙发上，将水杯放在茶几上，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呆小妹脑袋。怎么和妈说话的？呆小妹嘟着嘴，可怜兮兮的看看凌云墨，又转头看看呆妈。老公，
你和妈联合起来对付我。林云墨听着这话，莞尔一笑，手又在他头上揉了揉。好了，乖乖喝药。小林，管他干嘛，不喝直接灌下去。呆妈不愧是呆妈，说出的话让呆小妹心下惴惴的。妈，媳妇平时很乖的。林云墨微微一笑，呆妈做坏人，她自然是要做好人。在三人闲聊的时候，倩倩已经从背包中拿出一个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粒足有乒乓球大小的黑色药丸。呆妈看到这么大一粒，可是被吓了一跳。天神医，这是要整个吞下去？呆妈就站在天魁身边，此时小声问道。第216章，凌云墨的糖果。天魁抬头笑着看向呆妈，这药丸溶于水喝的。要说这药丸还是天魁在京城的时候特意制作的，要不然别墅中的条件可达不到制作药丸的水准。京城的大院中，里面的药材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再加上制作工艺，能很好的保存好药效。哦，呆妈听到后也是长舒口气，这么大的药丸要是吞下，别说呆小妹受不了，即便是一个彪形大汉恐怕也够呛。想了一下，呆妈缓步走到凌云墨他们那边，刚好来到边上的时候，就看到凌云墨将那大颗药丸放进纸杯中，黑色的药丸入水即化，清澈的水瞬间变得乌黑。凌云墨将纸杯端起来，摇晃了一下，放在嘴边试了一下水温。媳妇，喝吧。确定能喝下去后，凌云墨笑盈盈的将中药递到呆小妹面前，而呆妈则用警告的眼神看着他，意思非常明确，不准作妖。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呆小妹满脸不情愿地接过凌云墨递过来的中药，深吸一口气后，咕噜噜的2口，趁着中药不注意，一口喝完。嗨嗨哦！呆小妹胡乱地将空水杯放在凌云墨手上，咳了2声后就开始干呕起来，眼泪不自觉的就从眼眶中滑落。对此，呆妈倒是没有多大的表情变化，中药嘛，就是这样，她也不是没有喝过，只要缓过劲来就好。凌云墨则是慌忙将手中的纸杯放在茶几上，他知道现在不能什么都不做，不然今后怕是很难再哄呆小妹喝药。伸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2下，另一只手从衣兜中摸出一颗糖果。糖果是在之前逛商场时候凌云墨特意买的，当时呆小妹只以为凌云墨是为了买回老家让亲戚朋友们吃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为了让呆小妹喝完中药后能有点甜头。这个事情凌云墨一直没有告诉她，以至于现在拿出来让呆小妹十分意外。老公，这是专门给我买的。呆小妹现在感觉无比幸福，之前她就说怎么在桌子上没有看见糖果的影子，不过当时她也没当一回事，毕竟凌云墨已经拿出了够多的东西，少1、2样只以为是被压在了下面。快吃下缓缓。凌云墨脸上带着浓浓的笑容，将糖果的包装撕开，一颗晶莹剔透的糖呈现在众人面前。老公，我要你喂我。呆小妹抬头对着凌云墨张开嘴巴，可呆妈却在此时轻咳出声，你们要秀别在我这把老骨头面前秀，回屋去。呆小妹的做作让呆妈直呼看不过去。妈，你可以把我爸拉出来秀呀。呆小妹现在也不觉得口中苦了，糖还没吃就开始调侃自己的老妈，你个臭丫头。呆小妹见呆妈不知道该说什么后，心满意足的张嘴吃下凌云墨拿在手中的糖果。只是在凌云墨即将缩回手的时候，呆小妹的舌尖却在她的手指上旋转了一圈。凌云墨一愣，随即似笑非笑的看了呆小妹一眼。众人不知道是不是没看到这一幕，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好了，你们先坐会，我去给你们打水洗澡。呆妈见呆小妹已经没事后，便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妈，您坐着，我和媳妇来。凌云墨听到这番话，立刻从沙发上起身，并且把呆小妹也拉了起来。你们不会。说罢，不给2人说话的机会，径直离开客厅。老公，还去吗？呆小妹眨巴眨巴眼睛，问。当然要去，要不是牵着呆小妹，凌云墨怕是又一个栗子要落在他的头上。还去不去？这不非常明显吗？牵着呆小妹绕过茶几，正要离开客厅的时候，只见1号、3号也从沙发上起来，看样子是要陪凌云墨一起去。1号、3号，你们就在这里坐会，我去会就回。凌云墨可不希望1号、3号跟在身后，平时在家倒是无所谓，可这里是在老丈人家，后面随时都跟着2个跟屁虫算怎么回事？吩咐一句后，在呆小妹的带领下，2人很快就来到厨房。当看到呆妈正在用瓢舀锅中烧着的水时，凌云墨立刻来到面前。妈，我来。凌云墨前世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些，但在这一世30岁以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干起事来不可能含糊。小林，你们怎么跟来了？快去客厅休息，把那臭丫头留在这里帮我就行。呆妈对凌云墨那是真的没话说，可呆小妹听到这番话，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妈，为什么老公可以去休息，我就要留下来帮你？我可是还怀着孕在。哼！呆妈轻哼出声，
就不接呆小妹的话。见此一幕，呆小妹气的是牙痒痒，然而根本没有办法。凌云墨当然不可能丢下呆小妹独自去休息，握了握呆小妹的小手，随后见呆妈将水桶舀满水，眼疾手快的提起桶就朝浴室走去。呆妈看着凌云墨健步如飞的出了厨房，在后面喊了一句：“小林，小心点。”知道了妈。见呆小妹准备也去浴室，呆妈在此时提醒了一句：“跟着小林去干嘛？去客人去洗澡啊。”对待呆小妹，呆妈一如既往的暴躁。知道了妈。呆小妹故意将最后一个妈字咬得很重，以此来表达心中的不满。等凌云墨从浴室中出来，没有看到呆小妹，不禁疑惑起来：“妈，媳妇去哪里了？”“去叫天神医他们洗澡了。”呆妈回道。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我去看看。”说完缓步往客厅走去。刚来到客厅，呆小妹带着倩倩从里面出来：“老公，倩倩我让先去洗了。”“好。”凌云墨当然不会说什么：“你带着倩倩去浴室吧。”说罢走进客厅中。呆小妹带着倩倩来到浴室，此时呆妈刚从里面出来，只见原本只有水的桶里现在已经多出一条崭新的毛巾。“快进去洗吧，要是水不够了喊一声就行，我就在外面。”呆妈除了对呆小妹不太友好外，对任何人都是笑容满面。谢谢阿姨。第217章第二天，倩倩进入浴室洗澡，呆小妹重新返回客厅。接下来的时间，几人分别去洗了澡，又看了会电视后，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10点左右。“小林，你们先看着吧，我先去睡觉了，明天赶集，要是无聊可以上街看看。”呆妈平时睡得还是挺早，见凌云墨他们还在看电视，就提出要去休息了。呆妈这话瞬间吸引了凌云墨他们的目光。“好的妈，我们也该去睡觉了。”凌云墨站起身，笑着说了一声。接下来，呆妈带着1号等人分别去到自己的卧室，客厅中也只剩下凌云墨和呆小妹2人。“走吧媳妇，我们也该睡觉了。”说来神奇，呆小妹今天除了在飞机上睡过一会外，回到家后一直都没打过瞌睡，也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吃了药的缘故。“好，不提起还好，现在还真有点困了。”说话间，呆小妹打了一个哈欠。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遥控器，将电视关闭，再次返回卧室。之前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味已经消散。2人上床后细语片刻后，双双进入睡眠当中。农村清晨的空气非常好，天刚刚蒙蒙亮，凌云墨便睁开了双眼，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今日的签到地。这个习惯经过1个多月，已经是养成了本能。要是哪天不能签到了，或许还不会习惯。叮，新的签到地点已经刷新，请宿主前往镇子街道进行签到。街道吗？凌云墨沉吟片刻，镇子的街道离家里不远，正巧昨晚又听呆妈说赶集，8点再叫这小妮子起床，一起去街道上逛逛吧。想到这里，凌云墨小心抽出呆小妹压在脖子下的手臂，起床穿衣，不一会就走出卧室，来到客厅，对外的门已经打开。显然凌云墨并不是第一个起床的，没有在客厅中多做停留，径直往坝子中走去。“先生。”刚刚出来，1号3号就从坝子外迎了过来。“起这么早？”凌云墨笑着对2人说。“小林，你们怎么不再多睡会，这么早就起来了？”凌云墨正在和1号交谈之际，呆爸的声音就从后方传了出来。“爸，您不也挺早的吗？”凌云墨之前和呆爸有一起住过几天，知道呆爸呆妈起的都挺早。“哈哈哈，习惯了。”呆爸对凌云墨早早起床还是比较满意，年轻人嘛，就该早睡早起。“妈呢？”见呆爸身后没有人，凌云墨便随口问了一句：“在厨房烧水了。”呆爸边说边从客厅中搬出凳子。“先生，阿姨很早就起来了，我们也是听到动静才起来的。”1号这时在凌云墨身后小声说了一句：“哈哈，他打扰到你们了吗？来，你们坐。”1号的声音自然落在了呆爸耳中，将凳子搬到1号3号面前，笑着说了一句：“叔叔，我们还怕打扰到你们呢，您先坐，我们来就行了。”1号3号自然不会坐呆爸亲自搬来的凳子，走进客厅中自己搬出凳子来。呆爸笑了一下，再次返回客厅，从里面搬出一张小桌子。凌云墨见此，赶忙迎了上去，将桌子放在坝子上。呆爸转头又是回屋，从里面拿出水壶以及杯子。凌云墨正感觉疑惑，呆爸再次转身回去，出来的时候手上却拿着一包茶叶。这一下凌云墨算是搞清楚了，呆爸这是准备泡茶啊。想了一下，凌云墨对呆爸说道：“爸，我车上有好茶叶。”听到此话，呆爸眼神大亮啊。要知道，经凌云墨出手的东西，那是一点都不简单。看到老丈人眼中的渴望，凌云墨微微一笑，缓步走向停在坝子下面的车。1号见此，连忙追了上去：“先生，我去吧，您就陪着老爷子聊天。”在副驾驶下面。凌云墨止住步伐，将车钥匙交给1号，
随即转身回去，重新在呆爸面前坐下。不一会，1号就将一个十分精美的木盒子拿了过来，木盒上又雕刻着4个烫金大字：黄山毛峰。要说这黄山毛峰价值相当之高，1公斤的价格足足需要170万。当然，黄山毛峰并不是凌云墨买的，即便是买，那也是需要时间，少了几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买到。所以这茶叶是凌云墨在别墅中拿的。小林，这是什么茶叶？价值应该很高吧？虽然呆爸没有看到茶叶的成色，不过只看茶叶的包装就能知道，一定不是凡品。不值多少钱，爸您先喝喝看，要是喜欢，明天我让人再送点过来。玫瑰庄园离这里的路程也就1个多小时，凌云墨一个电话就能让天谴的人将茶叶送过来。哎，好，好。呆爸脸上完全是乐开了花。他喜欢的东西不是很多，喝酒、喝茶，还有钓鱼。凌云墨现在也只是投其所好。看到呆爸这么高兴，凌云墨脸上也是浮现出微笑，随即缓缓打开装着茶叶的盒子。当盒子被打开的瞬间，一股清香弥漫出来，好似现在就身处茶园。好茶，只这一闻，呆爸就知道这茶不简单。凌云墨没有多说什么，拿过桌上的茶杯。在自己家泡茶的那些繁文缛节，凌云墨也就没有在乎。洗过茶后直接冲泡，茶叶在没有经过冲泡前散发的气味就已经十分浓郁，现在在热水的冲泡下，相隔几米都能闻到茶叶特有的香味。见茶已经泡好，呆爸迫不及待地端起桌上的茶杯，轻抿一口后，脸上浮现出陶醉的表情。凌云墨见此，也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后，脸上倒是没有其他变化。茶嘛，他在前世的时候不知道品了多少。回头看了眼站在身后的两人，凌云墨说道：坐吧，一起喝点茶。两人犹豫了一下，最后也是分别坐下。毕竟这里视线开阔，又没有多少人，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两人坐下后，凌云墨又为他们泡好茶，4人就围坐在这不大的小桌上，悠闲地喝着，真是好不自在。大概过去了几分钟的样子，就在4人谈笑间的时候，一个声音却在坝子外响起：呀，这么早就起来喝茶呀？第218章起床。凌云墨转头看去，是带小妹的二伯。二伯这么早就起来了？凌云墨起身面向坝子外说了声。在农村，平时人们就习惯早起，再加上今天是赶集日，带小妹二伯起这么早也不奇怪。你们也挺早的呀。二伯边说边往呆家坝子走来。二伯嘛，呆爸的亲哥哥，进呆爸家里还不是像进自己家一样。哎呦，什么茶这么香？刚跨进坝子，二伯就发出一声感慨。很明显，二伯也是一个爱喝茶的人。二哥，小林带来的茶叶，你过来尝尝。呆爸说着起身往屋内走去。二伯一听，顿时眼前一亮，只要昨天来了呆家的人就知道凌云墨拿出的东西那必定属于精品，不可能差。现在他也不忙着去赶集了，赶集哪有喝茶重要啊。呆爸很快又从屋内出来，手中还拿着一个干净的杯子和一根板凳。凌云墨自然是再次做起了泡茶的工作。呆呢？没看到他呢。呆小妹和凌云墨几乎是形影不离，昨天他就已经看出来了。二伯，他还在睡觉。凌云墨边泡茶一边说着。二伯抬头看了眼天边已经亮起的金丝边，哈哈哈，他从小就贪睡。说完这话的时候，凌云墨也将茶水泡好。二伯，喝茶。就这样，4人的茶局变了5人。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来到8点。凌云墨今早没有去晨练，和呆爸、二伯就这么坐在坝子中边喝茶边闲聊着。天魁、倩两人也在几人喝茶期间起来。小林，快去吧，那臭丫头叫起来吃饭了，等会还要上街去。就在这时候，呆妈从厨房那边出来。好的妈。凌云墨回头应了一声，随即就从凳子上起来。爸、二伯，你们先喝着，我去卧室看看。说来也巧，凌云墨刚刚来到卧室，就见呆小妹正用手揉搓着眼睛。媳妇，你醒了。凌云墨赶忙靠上前去。老公，抱。听到凌云墨的声音，呆小妹迷迷糊糊的伸长手臂。凌云墨嘴角挂起笑容，伸手抱住呆小妹。闻着那股熟悉的气味，呆小妹脸现满足，竟又闭上了双眸。等凌云墨察觉到不对后，顿时就感到十分无奈。要是在家里，凌云墨可能就任由呆小妹睡了，可这次进来的是依了丈母娘的话，现在不得不将她叫醒。媳妇，快醒醒。拍着呆小妹裸露在外的粉背，轻声叫着。老公，我还想睡会。迷迷糊糊间，呆小妹说道。不能睡了，不然待会妈就要亲自来叫你。凌云墨知道，要是他不进来，呆小妹可能在揉完眼睛后就会自己起床，但是因为他的到来，让这丫头产生了依赖，所以可以这么解释。呆小妹已经睡够了，只是不想起来罢了。那老公你不出去，我妈就不敢进来。要说呆小妹真的睡着了吗？从这句话中就能知道，
思路这么清晰，换做正常人想睡，肯定想不出来。林云墨听后顿时无语，这是什么损招啊？摇摇头，继续在呆小妹耳边说：“不行，媳妇，快起来了。”等了片刻，见呆小妹还是无动于衷，林云墨只好拿出点颜色给她看看，将呆小妹的被子掀开，因为现在是盛夏，不用担心会感冒。顿时，一具完美的身体出现在眼前。林云墨稍稍抱起呆小妹，一巴掌拍在某个部位上，啪！清脆的响声在卧室内转开。呆小妹本来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只是眼中可以明显看到是水汪汪的。老公，疼！见呆小妹终于舍得睁开眼睛，林云墨嘴角微微上翘，动手在刚才拍打的地方揉了揉。一个音节从呆小妹鼻腔内哼出。快起来了！林云墨赶忙将手拿开，再这么下去，非得出大事不可。呆小妹无语地看了林云墨一眼，她这臭老公只管放火，不懂灭火呀。不过呆小妹也知道自己怀着孕，没有多做纠缠，不然……十几分钟后，呆小妹和林云墨双双出了卧室，刚刚出来就碰到坐在客厅中的呆妈。瞧瞧你，太阳都晒屁股了，就不能跟小林学学？对于亲妈的数落，呆小妹早有预料，要是不数落她才不正常。抬手看了看闪亮的手表，妈，现在才8点半不到，今天我已经起得够早了。说真的，8点半起床，发生在呆小妹身上确实是个神奇的事。要知道，平时她都是不到9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妈，就别说媳妇了，今天她确实起得挺早的。林云墨摸着呆小妹脑袋，开始为她说话。嘻嘻，老公对我最好了。听到林云墨的话，呆小妹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呆妈嘴巴张了张，最后说出一番话来：小林，你就惯着她吧，等哪天你出差什么的不在她身边，这臭丫头就废了。不愧是亲妈，说出的话让本来幸福感十足的呆小妹瞬间垮下脸来。呆妈自然是看到了呆小妹的表情，见她有说话的意思，连忙摆摆手：行了行了，去洗漱一下，吃饭了，吃完饭去街上逛逛。早饭很快结束，可能是吃惯了明艳厨师做的饭菜，呆小妹并没有吃多少就下桌。二伯、爸妈，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呆小妹打了声招呼就下桌。林云墨可能也意识到呆妈做的饭菜不合呆小妹的胃口，不过倒也没有点名，不然非得寒了呆妈心不可。见林云墨往呆小妹离开的方向望去，呆妈说道：小林，别管那丫头，你多吃点。说着话还不断往林云墨碗中夹着菜。或许这也是呆小妹没有留在饭桌上，等着林云墨吃完再下桌，实在是饭桌上的区别对待太大了。来到客厅，在身上翻找了一下手机，从兜中找到后随手点开直播间。刚刚开播，弹幕就密密麻麻的袭来。对此呆小妹早已习以为常。老女人怎么不见我林哥哥？林哥哥在哪里？哟，这回了老家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起这么早。老女人，你想不到吧，老子今天特意从长安城中来到了你们镇上，你就等着偶遇吧。第219章价值千金的茶叶。只想你们李林哥哥就不想我呀。呆小妹恬不知耻地说出这番话。弹幕：老子想吐你一脸。楼上的兄弟等等，我还没到场。老女人你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样的？心里没有点逼数吗？看到这些弹幕，呆小妹不屑地撇撇嘴。行了，老公正在里面吃饭。呆小妹说着往吃饭的地方看了一眼，随即将手机拿近，小声说道：给你们说个小秘密，以前在家吃老妈做的饭，感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现在再回来吃，大失所望了。呆小妹刚刚说完这话，直播间就又开始了嘲讽模式。老女人，你给我滚，我怀疑你在炫你有明艳厨师。完了，这老女人嘴吃刁了。哎，老女人这辈子可能都不能离开林哥了，就这嘴，要是离了林哥，怕是只有饿死的份。呆小妹从开直播开始，直播间就全是嘲讽，这让她好生无语。不过嘛，都有1个月，呆小妹很快就缓看了过来。你们说你们的，我玩我的。想着，呆小妹将手机放在茶几上，自顾自地打开电视，准备先量一量直播间的刁民。感觉情况不妙的观众们顿时开始发一些好听的弹幕。呆总，不是要逛街吗？回来的时候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今天带我们去看看呗。刚才哪些人在嘲讽呆总啊？出来道歉，劳资千里迢迢地赶到呆总老家的镇子上，你们可别把他气得决定不去逛街。嗨嗨，不是我没有嘲讽过老女人。呆小妹虽然没有出现在直播间中，但是视线却落在上面，看到这些内容后嘴角不由上翘。她算是找到直播间观众们的命门了，只要以后再嘲讽她，直接量一边，自然有人认错。再次拿起手机，任由电视放着。逛街等老公他们吃完饭再去，现在带你们去看看我家早晨的风景。说真的，呆小妹除了在小时候需要早起读书外，还真没看过他们老家早时候的风景。现在好不容易起来了，自然是要去看看。说完话，呆小妹从沙发上起来，拿着手机就往坝子外走去。
来到坝子中，一张小桌子摆放在中间位置。你们看，我老公他们今早好像喝过茶。说着，将直播镜头点到后置摄像头上面。小桌子上除了有5个空杯子外，还有一个精美的木盒。哇塞，好漂亮的盒子啊！这是林哥哥带来的吗？黄山毛峰？有钓大的兄弟知道黄山毛峰是什么吗？一时间，直播间中充斥着黄山毛峰的弹幕。呆小妹在这时也是大眼睛死盯着桌上的盒子，她也非常好奇这是什么，期待着直播间观众们能给她答案。片刻之后，黄山毛峰，一种高级茶，170万1公斤，市面上根本不多见。我也查到了，170万1公斤，啧，跟着林哥就是好啊，随时都能吃到喝到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呆小妹眼睛一直盯着弹幕，此时看到这些，顿时就失去了兴趣。切，才170万的东西，又是茶，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听到是茶，呆小妹立刻就失去了所有兴趣。不料，她这一句话却让两方人有不同的感受。直播间不用说，都在说呆小妹凡尔赛。而门口处，刚刚吃完饭出来的呆二伯听到这话就感到震惊，170万，居然在呆小妹口中完全不当回事。而且，什么东西是170万？看着呆小妹手机所拍摄的地方，顿时想到一种可能。呆，这茶170万。突然传来的声音让呆小妹吓得一激灵，完全没有想到背后会突然出来人。呆小妹收回手机，拍着已经渐渐隆起的胸脯，二伯，你吓死我了。呆，你刚才说的170万是这茶叶的价值吗？呆二伯再次说出这番话来。是啊，170万。呆小妹十分自豪地说出茶叶的价值，毕竟能衣锦还乡是每个人心中的最想实现的梦想。死！呆二伯倒吸一口凉气，170万，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刚才他们哪里喝的是茶呀，完全喝的就是钱。怎么了二哥？就在此时，呆爸和林云墨从客厅中出来，看到呆二伯双眼死死盯着桌面，呆爸便问出了声。呆二伯如梦初醒，转头看向呆爸，弟，这茶叶价值170万。说完又看向一脸错愕的林云墨。啊！呆爸听后心中也是一惊，不过他是知道林云墨本事的，反应了一下就回过了神。小林，这么贵的茶叶你还是收起来吧，我们喝有点浪费。林云墨脸上的错愕眨眼即逝，随即笑着看向两位长辈。爸，二伯，你们喜欢喝就行了，媳妇不喜欢喝茶，我也喝腻了，留在我那里也只有放坏。林云墨这话倒是一点都没有作假，呆小妹不喜欢喝茶，她自己真的是喝这些茶喝腻了。前世她不知道喝过多少，现在的话怕是只有母树大红袍才能勾起她的嘴欲。呆爸呆二伯不知道真实情况，只以为这是林云墨在安慰他们，不住的推辞，让林云墨把这价值连城的茶叶收起来。林云墨当然不会了，所以三人就在这茶叶的问题上僵持起来，这让一旁的呆小妹看的是直呼过瘾，真是一个大孝子。呆爸一看嘛，顿时就给他使眼色，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呆小妹劝林云墨，让他先收起来。顿时可把他整得无语了，这东西自己又不喜欢，家里价值更高的茶叶完全不用搞这么大的阵仗。爸，你就收下慢慢喝吧，不管是在长安的庄园还是在锦城的城堡，这些东西多得很，老公一点都不缺。呆小妹的话顿时让老两口都愣住了，多得很，而且锦城有城堡，长安还有庄园，确定不是呆小妹故意说给两人听的。庄园？对了女儿，昨天听你们说在长安有房子，房子在哪呢？就在此时，门口传来呆妈的声音。第220章，什么？价值2亿的庄园？本来呆妈昨天就想问这个问题的，只是因为太忙，一时间忘记了。要是今天呆小妹不提庄园，她都可能想不起来。几人全部往客厅门口看去，他们都不知道呆妈什么时候来的。小林，你们在长安也有房子？呆爸也是一脸的错愕，他可没听任何人说过这事。呆二伯在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所以便没有说话。有一座庄园。林云墨也不隐瞒，点头说道。在什么地方？呆妈这时候抢过话头，来到几人所站立的位置。玫瑰庄园哦。这么好的机会，呆小妹自然得意地说出来。玫瑰庄园，那里的房子有点贵啊。农村并不代表着信息闭塞，对于长安城中的一些豪宅，他们也是略有耳闻。对啊，2亿多呢。呆小妹笑盈盈地说着，只想看自己父母震惊的眼神。如她所愿，呆小妹在说完话后，在场的3个长辈都是惊了。要是说前面的100多万，三人还想得过去，但是2亿呀，2亿是什么概念？靠他们10代人都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小林，这是真的？呆妈带着颤声问。林云墨点了点头，没有否认。
听到凌云墨亲口答应，呆妈深吸一口气，一时间场面顿时安静下来。呆小妹这个话痨自然不会让场面安静多久，眼珠一转，对哦妈，你和老爸商量过没有？跟我们一起去魔都。这句话出口，呆二伯顿时就不淡定了。要知道，两人可是亲兄弟，要是呆爸离开镇子，那可能会很久都见不着一面。不过想到呆爸这些年的劳累，现在去享享福也无可厚非。顿时，所有人的眼睛就落在了呆爸身上。去魔都？去魔都干嘛？我在这里好好的，而且昨晚老板给我说了，安排我去做主管，不去。别听凌云墨经常老两口的说，但呆爸也就只有40几岁，离享福的日子还早着呢。至少呆爸是这么觉得的。呆爸这句话无疑在直播间中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别人想去魔都和凌云墨住一个小区住都做不到，现在呆小妹提出来，呆爸居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爸呀，我是你在外面生的私生子，我不想努力了，我想跟着哥一起去魔都。主管啊，好小的官，就是普明集团的老板，怕是不想干了吧？张传明知道戴小妹开直播后，就一直蹲守在这里，此时自然也是看到了这些弹幕，顿时冷汗不住的往下流。主管的官小吗？可能在别的集团，在凌云墨的关系下确实有点小，但是他张传明亲自任命下去的主管，完全就不是寻常的主管能比的。可以这么说，现在呆爸是想去就去，想什么点走就可以什么点走。工作不存在工作，去到厂子里，平常就是喝喝茶，聊会天就行，几乎不会有什么事麻烦到呆爸。这样的主管，谁会不喜欢呢？只是现在还无法解释，发弹幕也得有人信吧，只能过些天亲自去和凌云墨解释了。这样想着，张传明继续看着直播。呆小妹见呆爸回答的这么干脆，有些无奈。他这老爸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不肯离开老家。爸，我现在怀着孕呢，需要照顾。呆小妹自然不肯被一句话就顶回去，继续劝说。是啊爸，您操劳了大半辈子，跟着我们去魔都吧。凌云墨自然也要出来劝说。不去，不去，照顾你，让你妈去，我在家看着。呆爸一口一个不去，甚至连呆妈都不要了，让他跟着凌云墨他们一起去魔都，这让一旁的呆妈气愤不已。我还不知道你那德行，我一走，我怕你不是泡在酒缸里，就是去大半夜的出去鬼混。呆妈说的鬼混，自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而是呆爸有大晚上出去钓鱼的乐趣。呆妈在家，呆爸可能还会克制一些，这要是呆妈一走，那还不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说不定下次回来看呆爸的时候，就要落一身的病根。呆爸话一出口就知道说错了话，悻悻地看了呆妈一眼，随即马上移开目光。呆小妹见似乎要挑起爸妈之间的战争，这一下就不敢再提去魔都的事情。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说话不好。妈，不是要去赶集吗？收拾好没有？收拾好了，我们就出发吧。镇子上还有我的粉丝在等着呢。一听有呆小妹的粉丝，呆妈皱了一下眉头。当然她并不反感粉丝。你这位粉丝是镇子上的人？不是啊，说是从长安城里面赶来的。呆小妹将刚才看到的弹幕说给了呆妈听。你这死丫头，人家这么远的过来，你怎么不请人家到家里坐？呆妈向来比较好客，长安城离镇子可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人家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呆小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知道了妈，待会碰见了就让她来家里坐坐。呆小妹见亲妈没有和她爸再起争执，知道目的已经完成，也就顺着呆妈的话说道。只是这句话落在直播间，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这可是最接近凌云墨的时候，只要来了镇子的人都有机会到呆小妹家里去。老女人，不，呆姐，我就在镇子入口处，你们快来吧，我已经等不及想来找你们了。哈哈，幸好老子今天心血来潮，驱车来了镇子，不然就要错意啊。好羡慕你们这些有先见之明的玩意。呆姐，我明天来还赶得上不？我就在长安，1个多小时的路程吗？马上去，呆姐等着我呀。一时间，直播间中掀起了去镇子的热潮。当然，这是凌云墨和戴小妹还不知道。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众人终于全部收拾好。说真的，天魁倩倩还没有逛过农村的集市。天魁不用说，年轻的时候钻研医术，年迈的时候已经是闻名天下，每天登门的人不计其数，自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逛这样的地方。至于倩倩，她从小跟着天魁，自然也是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第221章，签到墓穴。几人走出坝子，1号3号提起了12分的警惕。集市永远是最难预防的地方。呆家离镇子只有10几分钟的路程，很快几人就来到了集市的入口。单从集市口往里看，就能发现已经是人头涌动，来赶集的人还不少。几人正打算走进去，忽然集市入口一人缓步往他们这边来。从他的目光来看，目标正是凌云墨。这一幕直接让1号警惕起来，眼睛死死盯着那人，以防有变故出现。凌云墨自然也是注意到了此人，
停下脚步不再向前。呆小妹不知道情况，抱着凌云墨胳膊有些疑惑：“老公，怎么了？”说着仰起头看向了他。没事。凌云墨低下头，为了不然呆小妹担惊受怕，没有说出他们被人注意到了。呆小妹显然不会相信，她知道凌云墨不会无缘无故的停下来。那人走得十分快，不消片刻就接近到了凌云墨他们10米远。林哥，呆总！男人边继续向前走，边笑着喊道：“你是？”等那人靠近，凌云墨还不曾说话，呆小妹首先发话：“我是你的粉丝啊，今早从长安城过来的。”说着，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从他的话语中，凌云墨知道这人名字叫杨杰，家在长安城。先生，身份核查完毕，是夫人的粉丝，没有问题。就在杨杰说完后，贾维斯的声音传入凌云墨耳中。当然，这个声音只有凌云墨自己能听见。凌云墨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虽然有1号、3号贴身护他周全，但是却还是留了后手，在之前就给贾维斯下过命令，只要有人接触他，就要给他汇报身份，如此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和呆小妹以及那位出生的小公主。凌云墨暗自点了一下头，给1号、3号使了个眼神，让他们放心。你就是早上在直播间说来了镇子上的人啊？你好。呆小妹在面对直播间的人时，一口一个狗子们，但是在看到真人后，还是给予了对方相应的礼貌。是的，呆姐。杨杰看到凌云墨的真容，心底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不管他们问什么，杨杰都会有问必答。呆小妹转头看了一下站在后面的呆妈，待会就到我们家去吃顿饭吧。呆妈刚才可是好好的教育了她一番，要是现在不提出邀请，怕是回家后免不了一顿数落。杨杰等的就是这句话。好，谢谢呆总，谢谢林哥，谢谢阿姨。杨杰像是个小孩子一样，见人就道谢。没事，原来是客吗？呆妈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笑容。阿姨，这次来的充满，没有带什么礼物，下次一定补上。说真的，杨杰心中是十分感激呆妈的，要不是她，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凌云墨这尊大神。瞧你这孩子说的，阿姨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呆妈笑着说了一句。凌云墨自始至终都是保持着笑容，对于呆小妹邀请杨杰去家里也没有反对，反正身份已经核查了一遍，没有危险也就由着他了。想到这里，凌云墨便将视线看向前方的街道。他今天的签到地点就在镇子的街道上，现在来了，自然要进行签到。在心中默念一声，随即脑海中就传来系统的提示音：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极佳风水龙穴一座，现已将您爷爷迁往龙穴。刚听到前面几个字的时候，凌云墨脸色还黑了一下。风水龙穴，这不是提前咒他死吗？但是后来知道将他爷爷尸骨迁到里面后，就缓了过来。魔都，看来旅途也就到这里了，爷爷的忌日也要到了，再过几天就回去吧。整理好脑海中多出来的信息，凌云墨在心中如此想到。凌云墨签到结束，杨杰也和众人打完招呼。老公，我们走吧，去集市上逛逛。呆小妹抱住凌云墨的胳膊紧了紧。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要说现在的呆家，那可镇子上的名人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在短短的1天内就传播了开，毕竟在这种小地方随手拿出上千万的东西，想隐瞒都隐瞒不了，更别提当时呆家还有那么多人。呆小妹他们才刚刚走进集市，无数商铺老板的眼神就望了过来，他们的目光出奇的一致，都是落在凌云墨身上。对此，凌云墨早就习惯了，前世的他不管在哪里都是焦点。这一世因为暴露的财产比较多，而且知名度更胜以往，所以也是被无数人关注了。而呆小妹又是一个主播，脸皮出奇的厚，也是没有在意。但是呆爸呆妈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在镇子认识绝大部分的人，可是却没有今天这般的受关注。此时心中倒是有点抹不下面子来。凌云墨被呆小妹拉着走在前面，自然是看不到后面呆爸呆妈的脸色。集市才刚刚走到一半，一个人就在人群中挥着手：“林哥，呆总。”凌云墨定睛看去，这也是个男的，穿的还是人模狗样，面容倒是十分清秀。不用凌云墨打招呼，贾维斯便在脑中开始汇报此人信息。得知没有危险后，凌云墨这才放下警惕之心。男人来到跟前，不等他说话，呆小妹就说：“那个，你也是我粉丝吗？”呆总这个称呼，现在也只有直播间的人在喊，镇子上长辈是叫他呆呆，平辈的则是叫他呆姐，呆总这个称呼是不可能出现的。是啊，我刚刚才到，听说能到呆总你家里做客，我是发足了马力。男人看着呆小妹激动地说道。这一句话倒是把呆小妹整得无话可说。男人见此，立马把注意力转移到凌云墨身上。林哥，终于能看活着的你了。男人好似激动过了头，说话也有些胡言乱语起来。哈哈，老公，原来你在直播间人看来是死的呀。幸好现在这里比较嘈杂，要是这话被呆妈听到，免不了要责骂呆小妹了。在老一辈耳中，说死是不吉利的，
但是年轻人完全就没有这个概念。第222章风雨欲来。男人一听顿时就急了，连忙摆手说：“不是林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终于能见到你的真人了。”凌云墨对此倒是不以为意，笑着说道：“你好，很欢迎你的到来。呆小妹的家也就是她的家，这么说话也是没有问题。”听了凌云墨的话，男人脸现激动，凌云墨亲自欢迎啊，这是多大的荣幸！凌云墨两人和男人打过招呼后，呆爸呆妈此时也是靠上前来：“女儿，这位也是你的粉丝吗？反正都邀请了一个人去家里做客，现在多一个也不少。”“是的，老妈，已经邀请他去我们家了。”为了防止呆妈又数落他，呆小妹立刻说出自己已经邀请了这人。呆妈对呆小妹的做法非常满意，点头嗯了一声。与此同时，直播间中看到这么容易就能去呆家去见到凌云墨，长安城内的大佬们纷纷开始行动。那些平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家伙，推掉了一切工作上的事，都在往呆家赶去。好可惜啊，为什么老女人的老家没在锦城啊？就是魔都也好啊，现在就算坐飞机也赶不到了。王大聪赠送主播100个火箭。王大聪姐，替我向阿姨问声好啊，你们什么时候离开？我明天就来拜访。王大聪是呆小妹认的弟弟，虽然认姐的过程比较简单，但不可否认，呆小妹现在就是他的姐姐。呆小妹本来心思没有落在直播间内，但赠送大额礼物都有提示音。100个火箭，要是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这个礼物在呆小妹的直播间确实也算大额礼物。大聪你要来？我问问老公。呆小妹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长安，现在也不好自作主张。媳妇，怎么回事？凌云墨就在旁边，自然是听到了呆小妹话语。老公，大聪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长安，他想要来。呆小妹将王大聪的意图说了出来。大聪？女儿，这大聪是什么人？呆妈从来没有在呆小妹嘴中听过这么名字，现在见她叫得这么亲热，有些疑惑起来。呆小妹立马看向呆妈，眼珠一转，笑嘻嘻地说：“我在魔都认的弟弟，你以前不是抱怨我不是儿子吗？看，我现在给你找了个。”可以明显看见呆妈的脸色僵硬了一下。你认的弟弟，他会不会是冲着你们钱来的？呆妈会这么认为不足为奇。要知道，凌云墨现在暴露出来的财富已经达到让人眼红的地步，有人为了钱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哈哈，老妈你就放心吧，我认的这个弟弟就算有什么不好的心思，也绝对不可能是冲着钱来。开玩笑，王大校长会缺钱？不可否认，王大聪之前认戴小妹做姐姐确实是为了某些目的，但绝对不可能是为了钱。对于呆小妹这般自信，呆妈也是很意外，不过依旧没有放松警惕。女儿，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随即呆妈就语重心长地说了起来，这让两个经常看呆小妹直播的粉丝强忍着笑容。大聪是什么人，这两人是清楚的很，他们也不觉得王大聪会因为钱来认呆小妹做姐姐。不过这两人可不会越俎代庖，呆小妹都没说王大聪的身份，他们俩冒头算怎么回事？看着呆妈喋喋不休地劝说自己，呆小妹叹了口气：“妈，你就别说了，再说非得闹出笑话不可。等我那个弟弟来了咱们家，你就知道了。”呆妈可不相信呆小妹的眼睛，听到这番话后，转头看向凌云墨：“小林，这个叫大聪的你看到过吗？”凌云墨微微一笑：“见过，一个不错的小子。”听到凌云墨都这样评价，呆妈也就无话可说了。要是说呆小妹看人的眼神可能不好，但凌云墨绝对不可能看错一个人。既然他都说是一个不错的小子，那就没问题了。这我就放心了。呆妈嘴上这么说着，呆小妹见自己亲妈这么势利，撇撇嘴，伸手过去抱住凌云墨胳膊：“老公，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长安？”凌云墨知道呆小妹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想了一下，12号是我爷爷的忌日，赶在这个时间回去就行。在哪里，凌云墨是真的不在意，农村也行，庄园也可以，只要能吃饱饭，睡得暖，哪里都行。12号，今天3号，还有9天，那我们再晚几天就回魔都。呆小妹算了一下，说：“好。”凌云墨笑着点了一下头。有了凌云墨的应允，呆小妹重新看向直播间：“大聪，你来吧，我们还有过几天才回魔都。”王大聪：“好的姐，马上买机票，大概晚上的时候就能到。”魔都一栋高档别墅内，王大聪从沙发上起来，脸上带着浓浓的笑容，想了一下，开始打起了电话。一是订机票，二是让人准备好礼物。与此同时，普明集团中，张传明看着呆小妹的直播间，面露沉思之色。半晌，看来今天呆家要来很多大人物，再去叨扰一下林先生吧。张传明能在资源匮乏的镇子上成为首富，那可不是泛泛之辈，他的脑筋转动得非常快。现在呆小妹说过来，镇子上的人都可以去他们家里。长安城那些想要巴结凌云墨
和他成为朋友的人不在少数。相比这些人，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何况，即便是他估算错误，等王大聪来，也是能受益匪浅。朋友是怎么来的？就是别人的朋友也能发展成自己的朋友。相信有林云墨这层关系，成为表面的朋友问题不大。可以想象，今天的呆家必定比昨天还要热闹。既然长安城内的大佬都要来镇子上，还是和他们打个招呼吧。张传明心思电转，立即从抽屉中拿出第二部电话，找到一个联系人。张传明拨通过去，忙音响了片刻，里面传出一个浑厚中年人的声音：“喂，张总，不知道找我什么事啊？”杨局，我废话就不多说了，你赶快安排的点人，维护翰林路到镇子上的秩序。可能今天会有很多长安城的富商来我们镇子上。第223章，直播收益2亿。此时，杨局脑袋中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不知道张传明又要闹哪一出。张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杨局，事情是这样的，反正现在时间还早，张传明也就多和电话那头的人唠叨了几句。根据我的推测，待会长安城内有很多身份恐怖的人来我们镇子上，杨局你还是早做打算吧。等张传明说完这些话，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片刻。林云墨，这个名字我在上头听过。好，我这就安排下去。现在林云墨的大名不仅仅只是在商圈中非常响亮，即便是官场，有些人也在关注着他。要知道，号称神医鬼手的天命组织就是由林云墨掌控，没人会保证这一辈子都不生病。要是和林云墨打好了关系，以后想救命就十分容易了。挂断电话，张传明又是打了一个电话出去，让他的司机去准备一点礼物。讲明这些，张传明起身出了办公室。街道上，林云墨他们又陆续遇到几个粉丝。这些人出现的时候都是面色激动，没有一个例外。随着队伍越来越大，呆妈这个时候却有些为难了。这么多人跟着回家，待会又要让他还一阵收拾。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答应的，怨不得谁。戴小妹此时就在呆妈身旁，看到那原本的微笑不见，就知道呆妈在想什么。靠近小声调侃着说道：“妈，看见没？这是我的粉丝，你女儿现在就是那么火。”呆小妹恬不知耻的将林云墨带来的效应全部压在自己身上，引得直播间观众们一阵的鄙视。不过那些正在开车往他们镇子上来的人就开始担心了，鬼知道戴小妹见人多了会不会下逐客令。要真是那样，他们和林云墨成为朋友的打算可不就落空了。其实这里面最为担心还要数直播间中的大佬们，普通人去见林云墨也就是图个乐子，没有看见林云墨只是有点遗憾，但要是大佬们没有看见林云墨，那可就不是遗憾了。只要大佬们和林云墨稍微扯上点关系，今后的前路一片坦荡啊。女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会来这么多人啊？呆妈小心的瞄了眼身后，男男女女不下于6、7人了。呆小妹听后也是收起笑容，皱了一下好看的眉头。我也不知道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人，要不他们来他们的，我们直接回家关门谢客。呆小妹这话可不是在开玩笑，她是真有这个想法。她呆小妹可不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正人君子，她只是一个小女子。这话可把直播间正在往镇子那边赶的人吓了一大跳。这些人深知呆小妹的德行，绝对做得出来。呆小妹话刚刚说完，呆妈就是一个巴掌拍在她的头顶，白眼一翻：“人家来都来了，你还要往外赶人？”呆妈此番话传入直播间中，让那些人长长呼出一口气，同时开始在直播间中刷起了礼物。张豪杰赠送主播10个火箭。张豪杰，呆总，礼物可以折现不？替我感谢阿姨。一往无前赠送主播100个火箭。一往无前，呆总，我的也折现给阿姨。看到礼物满天飞，呆小妹顿时无语了。合着现在她是做了坏人，他妈做了好人。呆妈见呆小妹脸色不对，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可惜她并不懂直播，看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了？看不懂？呆妈直接发问。呆小妹叹了口气，说：“我直播间的粉丝们送我礼物，让我折现给您。”呆妈听后还没意识到这礼物到底有多少，一脸笑容地说：“女儿，看吧，只要你对人家好，就有人送你礼物。你呀，以后对你直播间里面的人客气点。”呆妈不是没见过呆小妹直播，那一口一个狗子们，要是她在直播间里面，铁定是受不了。弹幕：哈哈，还是阿姨知书达理，老女人，亏你还读了那么多书。阿姨这话说的太正确了，老女人，听到没有？父母之命，你可不能当耳旁风，以后对我们都客气点。呆小妹都不用去看直播间，都知道里面的人在说什么。撇撇嘴，让她对直播间的人客气，那就不是她呆小妹了。妈，你知道他们送你的礼物加起来大概多少钱吗？呆小妹自然不会去接呆妈的话头，开始转移注意力。多少？呆妈也想知道这么问题，也就没有在刚才的事上多说。不多不多，也就15、16万吧。呆小妹一脸的不在意，
不过眼神却是落在呆妈脸上。哦，呆妈哦了一声，随即好似才慢知慢觉，多少？15、6万。呆妈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就那么随口说了一句，就挣了15、6万。抢钱也没这么快吧？没错，老妈，就是15、6万。呆小妹很满意呆妈这个表情，眼角都弯成了一道月牙。等等等等，你等我缓一会。呆妈以前虽然知道呆小妹直播能赚很多钱，但自始至终从未想过居然能赚这么多。这才多长时间啊，15、6万就到账了。年轻人的世界搞不懂。呆小妹见呆妈脸色木棱，抱住她的胳膊，笑着说：“其实吧，没遇见老公以前，15、6万还是挺多的。要是没有很大的情况，我可能需要1个月才能找到这么多。”缓了口气，见呆妈目光已经看向自己这边，笑了一下，继续道：“但是遇见你女婿就不一样了。从那时，我的人生简直是像开了挂一样，每天直播间的人都要给我刷好多好多礼物。要说呆小妹的直播收入，现在是1分钱都没有动过。礼物钱包中，呆小妹每天都会看一下，都已经有2亿多了，即将破3亿。要是以前她都能幸福的晕过去，不过现在对里面的钱倒是没有多大感觉。毕竟他们现在是什么都不缺，每次呆小妹出去逛街都是凌云墨在付钱，根本没有她的事。所以现在钱在呆小妹的眼里，那就是一串数字而已。第224章调来明艳厨师。呆小妹将直播间中的所有事情都讲给了呆妈听。当得知她女儿账户中都有几个亿的时候，眼珠子都瞪直了。所以说，妈，你们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再在老家待着了，跟我去魔都享福去吧。呆小妹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展示出自己的实力，让梁老去魔都陪着她。呆妈缓了好一阵后，这才缓过神来，看着呆小妹，眼中出现欣慰的神色。女儿，你能过得好，妈就放心了。伸手拍了拍呆小妹，挽住自己的手，随即接着说：“不过去不去魔都，还是你爸说了算。你能让他去魔都，我就去。”呆小妹见此，叹了口气，呆爸那倔脾气，他可是见识了的。打定主意后，就绝对不可能反悔。看来去魔都的事情，也只有等到半年后，肚子大起来了。又陪呆妈聊了会天，呆小妹重新走到凌云墨跟前：“老公，怎么样？这些地方没来过吧？”呆小妹直到现在也不认为凌云墨来过这种地方。来过。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就是下到下面镇子上买的东西。前世凌云墨是没来过这种地方，不过这一世没得到系统前，他可是一直住在这种地方，即使怎么可能没见过？呆小妹愣了一下，嘟了一下嘴：“那老公，我们没走到一起前，你总没来过这种地方吧？”凌云墨现在暴露的财富那么多，呆小妹可以肯定，以前他有什么需要，都是手下直接给他送上山顶，也可能是山顶上的房子，只是为了考验他的存在。来过，自我懂事起就已经见过了。凌云墨不知道现在呆小妹在想什么，只是笑着说：“吹牛。”呆小妹翘了翘鼻子，是一点都不相信。对此，凌云墨只是无奈笑笑，没有解释。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他身上，他自己也不可能相信一个亿万富豪会去逛集市。镇子的街道不长，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逛头。很快，凌云墨他们就从街道的那头逛到街道的这头。逛完了，走吧，我们该回去了。直播间的狗子们，你们要是来了镇子，直接来我家就是了，不在这里等了。戴小妹前半段是对着凌云墨说的，后半段则是看向直播间。然而就在此时，警笛声从远处渐行渐近。凌云墨止步：“怎么了，老公？”戴小妹下意识抱紧了凌云墨胳膊。不知道。凌云墨摇头，他有总感觉好像是与他有关。贾维斯，告诉我怎么回事。自从得到了贾维斯，凌云墨只要遇到感觉不对的问题，就会询问他。当贾维斯将张传明的事告诉凌云墨后，凌云墨嘴角露出个笑容，想了一下，目前来这里的人多吗？先生，很多，您应该早做打算。贾维斯和凌云墨的对话，呆小妹只听到凌云墨在说，此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不过他倒是没有多问，贾维斯既然没有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就一定要隐瞒。凌云墨点了一下头，转身看向1号。先生。1号见凌云墨目光看来，知道有事要说。1号，你让在长安的兄弟将明艳的厨师接过来吧，顺便再去庄园酒窖中搬20-30瓶酒过来。今天我们家可能会热闹一阵。呆妈既然都已经说过欢迎来镇子上的人去家里做客，凌云墨也不会做那种感人的事。不过这么多人，要是让呆妈下厨，就有的忙了。只有凌云墨他自己想办法。老公，我们家会来多少人？需要把大厨们都请过来，还20-30瓶酒。呆小妹现在倒不是肉疼那些酒，而是在想自己家会来多少人。对啊，小林，要来很多人吗？还要请厨师？我自己来就行了。还有酒，你的酒那么贵，少拿点过来，镇子上有卖酒的。3人的对话，呆妈也是听在耳中。呆小妹不肉疼酒，但呆妈肉疼啊。几十万一瓶，对于呆妈这样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价。没事的妈，酒我酒窖中有很多，我自己喝不了那么多的。至于有多少人，我只能说会来很多人。贾维斯也没给林云墨一个准数，现在他只知道有很多人。那也不用请厨师啊，我来就好。呆妈的本意是能帮林云墨省点就省点，现在请厨师的价格可不低。这样您太累了，您今天就休息吧。林云墨微微一笑，看了眼呆小妹。其实林云墨让明艳厨师来镇子上也不是没有私心。要知道，呆小妹在吃惯了明艳厨师做的饭菜后，现在吃呆妈做的饭就有点没有胃口了。平时倒是还可以不管她，但是现在不一样啊。怀孕的人最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挑食可不行。妈，老公说的对，您今天只管休息，不需要您掌厨。呆小妹一听林云墨要把明艳厨师安排过来，顿时眼前就一亮。她也是开始劝说呆妈，这好吧，小林你们安排吧。呆妈面色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答应了。见此，戴小妹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与此同时，戴小妹的直播间也闹翻了天。卧了个槽啊，林哥居然把明艳厨师调过去了，这离长安较远的是不是错意啊？哈哈，导航显示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品尝一次明艳厨师做的饭菜啊。跟着林哥哥实在太好了，不仅能吃到明艳厨师们做的饭菜，还能喝价值千金的好酒，这次的旅程不亏，而且大赚。直播间中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相对呆小妹那庞大的粉丝群，酸的人自然是碾压喜的人。林云墨他们早上出去的时候只有几人，但回来的时候却是跟着10几个人。呆妈打开大门，从里面搬出凳子，大家都来坐呀，别客气，当自己家就好。此时呆小妹的粉丝，不对，是林云墨的粉丝们来到呆家都是站着的。呆妈分别将凳子搬到众人面前，阿姨，您是长辈，哪能让您亲自来，我来。其中一个粉丝很有眼力劲，笑着将凳子接过放呆妈面前，阿姨您坐，我来。说着小跑到重叠起来的塑料凳子前，将凳子抽出来。兄弟姐妹们，要坐的自己来拿呀。第225章最好一届粉丝。论直播间粉丝们的素养，这一届的粉丝非常之高。看到这里，呆妈非常满意，她就怕来个什么都不懂的混小子。林哥，能帮我签个名不？所有人都去搬了凳子，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所有人都是将凳子搬到了林云墨身旁。因为叫贾维斯查询过这些人的身份和通讯，林云墨倒是不担心他们包藏祸心，微微一笑，你们大老远的过来，不会就是想找我签名吧？林云墨接过说话人的纸笔，龙飞凤舞的在纸上留下自己大名。呆小妹睁着大眼睛看着那人接过林云墨重新递过去的纸笔，随后那粉丝接过就准备往衣兜中揣，虽然早就知道有林云墨在的地方他会被自动忽略，但还是有点委屈啊。可能粉丝也是注意到了这点，又将纸笔重新拿了出来。哎呀，我怎么忘了呆总还在这里，呆总你比在直播间中看到还要漂亮。粉丝说着违心的话，当然这话落在直播间就不一样了。弹幕，呵呵，男人这么虚伪我都听不下去了呀。在直播间里面老女人是越叫越顺口，怎么到了老女人面前就换了个称呼啊？还好此时呆小妹被粉丝递来的纸笔吸引，暂时没空理会直播间。林云墨看着呆小妹脸上重新恢复笑容，摇摇头，目光看向坝子外。只见此时坝子外的公路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有警车路过，响亮的警笛之声传遍公路两侧。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还确实是即将要发生什么事。大概过了今天，怕是镇子上的人都会对呆家客客气气的。等两人分别给众人签过名后，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的10点左右。农村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不过这些人为的就是来看林云墨，倒是没有觉得无聊。林哥哥，我可以和你和呆总一起拍张照片吗？这时粉丝中有一个女生从凳子上起来，红着脸说道。来到呆家的粉丝们都是一愣，他们刚才只顾着签名，倒是忘了合照，这可比签名更有纪念意义。林哥，我也要。林哥，呆总，我们能合照一张吗？有些羞涩女孩的提醒，所有人都是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同时拿出手机。坐在一旁的呆妈看的那叫一个吃惊，这又是签名又是合照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呆家来了明星呢。要说林云墨和呆小妹现在的名气可不是一般的明星能比的，或许有些明星来了镇子上还不能达到这个程度。既然名都已经签了，合照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林云墨也就没有推辞。接下来分别和粉丝们都合照了照片，等所有人都心满意足地收起手机的时候，坝子外传来汽车熄火的声音，所有人都将目光往坝子外看去。大奔 S 级有点东西。在场的粉丝中有人对车还是挺有了解的，顿时说了一句。就在此时，林云墨耳中则是传来贾维斯的声音，长安众安集团老板，身价500亿，根据分析此次只是来见先生，无威胁。林云墨听后
从凳子上起来。老公，他是来我们家的。看见凌云墨起身，呆小妹自然不可能继续坐着，问道：长安来的集团老板。凌云墨点了一下头，笑着说：小林你怎么知道的？呆妈听到凌云墨的话后十分不解。要知道，凌云墨中途可是没有接过电话的，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来人是谁？呆妈不知道凌云墨是怎么知道的，但呆小妹知道啊，一定就是贾维斯跟她说的。妈，老公自有办法知道，您就别问了。贾维斯的事连他都只知道点皮毛，要是呆妈一直追问，搞不好凌云墨还要把这事给说出来，毕竟是女婿嘛。为了避免之后的麻烦，呆小妹便让呆妈不要多问。见呆小妹使劲给自己使眼色，呆妈一愣，随即就点了点头。凌云墨见此一笑之后，牵着呆小妹走出坝子。既然人家从长安来家里，去迎接一下也无可厚非。刚刚有所行动，坝子外的车门就被打开，从上面下来3个人，一男2女，男的大概在40-50岁的样子。看见凌云墨，从车上下来的男人脸上立刻带着笑容，对着他边挥手边喊道：林总，呆总，今天要叨扰你们了。凌云墨对此倒是没有回应，笑着继续牵着呆小妹往他们靠近。而正坐在坝子中的粉丝们现在却有些犹豫了，毕竟他们刚才可是听凌云墨说了，从车上下来的人可是一个集团的老板。走，下去看看，认识认识。所谓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他们要是能和这些大老板结个善缘，对他们后路将是无量。随着一个粉丝带头，所有的粉丝都是起来，快走2步跟上凌云墨的步伐。等凌云墨和男人碰头，林总，戴总。男人看起来比较激动，你们好，寒舍比较简陋，不要嫌弃。凌云墨笑着伸出手和男人握在一起。不会不会，林总你在的地方就是全天下最豪华的地方。男人说这话差点让呆小妹惊掉下巴，之前他在直播看到的讨好话语，比起这个来完全就是大巫见小巫。弹幕：卧槽，大佬们啊，你们的节操去哪了？见识了，原本以为直播间中的话就已经够肉麻了，然而大佬们说的话简直刷新了我的3观啊。对于男人的话语，凌云墨倒是一点也没感觉，前世的时候他不知道听了多少类似这样的话。严重了。凌云墨淡笑着，丝毫没有被这个马屁拍晕。男人一见，感叹了一句：超级大佬就是超级大佬。商业互吹结束，男人就开始介绍自己，他叫刘武军，其中一个大概30几岁的女人是他爱人，最后是一个肤白貌美的年轻女人，这人就是他的女儿。刘武军介绍完，凌云墨也开始介绍起自己这边的人。第226章长安大佬到来。当介绍到呆妈，刘武军立刻吩咐自己爱人从车里拿出一个礼物袋。大姐，这次来的匆忙，小小薄礼，不成敬意。刘武军接过礼物，笑着将袋子递到呆妈面前。呆妈下意识看了凌云墨一眼，她可是看出来了，这些人来他们家完全就是奔着凌云墨来的。要是他接了礼物，会不会给凌云墨带来麻烦，谁也不知道。见呆妈面色犹豫，凌云墨笑着说道：妈，刘总是一片好心，您就接住吧。这次凌云墨倒是没有拒绝刘武军的礼物，毕竟他们这些人要是提着礼物来呆家，不接受的话有点驳人家面子。反正这次凌云墨也没打算白要他们的礼物。明艳厨师做的饭菜，加上一些市面上不多见的酒，哪一样不比这些礼物好？那就多谢刘总了。既然凌云墨都答应了，呆妈也就没有推辞，将礼物袋接了过去。大姐就别叫我刘总了，我年龄比你小，你就叫我小刘就行。所谓搞定丈母娘就搞定了一切，这句话不仅对上门提亲的女婿有用，对去人家家里也同样受用。只要搞定家里的长辈，一切都没问题了。之后几人又寒暄了一阵，至于来家里的粉丝们，凌云墨也是给刘武军介绍了一番。小林，不在公路上聊了，回家里聊吧。见凌云墨他们聊起来就收不住的样子，呆妈提醒了一句。凌云墨点了一下头，正准备说话，从远处又是驶来一辆路虎车。先生，明阳集团的老板，根据分析无危险。还不等凌云墨反应过来，脑海内就传出贾维斯的声音：等一下，爸妈，又有客人来了。呆妈这下是真的懵逼了，她已经看到凌云墨已经有回身的动作了，但是在看到远处一辆车后，就说又有客人前来，这是有预感未知的超能力吗？等了一小会，不远处的车终于行驶到跟前，最后停在了刘武军的车后。哈哈，刘总，你来的挺早的。车上下来的也是一个中年人，年龄大概和刘武军差不多。林总，那是明阳集团的老板王建国。刘武军边对着那边的人挥手，边和凌云墨说：关于王建国的身份信息，凌云墨早就听贾维斯说过，此时只是稍微的点了一下头。你们认识吗？最早来镇子上的人几乎都是长安城内的大佬，他们会认识一点也不奇怪。凌云墨也只是随口的问了一句：认识，有个项目我们一直在合作。刘武军笑着解释道。在他们俩交谈的时候，王建国已经朝他们这边走来。
不过走到半路，看到呆妈手上的礼物袋时，这才意识到自己把东西落在了车里，马上原路折返回去，打开车门，从里面也是拿出一个礼物袋。呆小妹看到这里，放开林云墨的手，悄悄挪到呆妈跟前。妈，你今天收礼物也会收到手软？呆小妹用极低的话语调侃着呆妈。爷，什么意思啊？呆妈倒是不觉得收礼物会收到手软，不过对呆小妹口中的也倒是非常有兴趣。妈，我悄悄告诉你，只要我和老公每次出现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的送我礼物。刚开始我不懂事，倒是接下来了，不过后来知道老公要还人情，我就没再收过了。事情确实和呆小妹说的一样，自从她跟了凌云墨后，直播间中的礼物就不多说了，实物礼物更是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面前。啊，小林还要还人情啊？那这个待会给刘总还回去。呆妈一点都不想麻烦凌云墨，现在心中已经是有了将礼物还回去的打算。没事妈，老公让你收着你就收着，我以前是没在老公的允许下就收礼物的。呆小妹说出这番话后，脸上有点尴尬。你这丫头啊！呆妈无语，不过倒是没有再提将礼物重新还回去的话。王建国提着礼物袋来到凌云墨边上，此时呆小妹又已经重新回到他的身旁。林总，呆总，我叫王建国，你们好。王建国话语中气十足，听着就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你好，你好。凌云墨和呆小妹同时回了一句。大姐，你好，今天要来打扰到你了，小小礼物，不成敬意。王建国与两人打过招呼，又看向呆妈。至于他怎么知道这人就是呆妈的，开玩笑，呆小妹直播间中呆妈出现的次数还少吗？来就来吧，带什么礼物你还是收回去吧。虽然刚才呆小妹让呆妈安心收下礼物，但是明知道凌云墨要还人情，他怎么可能还收？大姐，我特意来拜访，哪能不带礼物？你瞧把刘总的礼物都收了，多我一个也不多。王建国虽然脸上带着笑容，但是心中还是有点着急的。刘武军的礼物呆妈收了，要是在他这里呆妈没有收，传出去可能就会被人误以为凌云墨或者呆妈对他有意见。可别以为这事不会发生，现在呆小妹还直播着，有些网络键盘侠就喜欢见这种事情发生。更何况商场如同战场，搞不好这事就会被竞争对手利用。你们送的礼物都太贵重了，我受不起。呆妈死咬着，就是不愿意收王建国递过来的礼物。这一下王建国是真急了，求助的目光看向凌云墨。凌云墨自然知道，要是呆妈不收礼物会给王建国带来多大的麻烦，笑了一下说，妈，您就收下吧，要是你不收，容易给王总带来较大的误会。呆妈一听，顿时感到无比震惊，他不收礼物还会给王建国带来误会，他有这么大的能量吗？最后呆妈在迷迷糊糊中接过了王建国的礼物。媳妇，你扶着妈，我们回屋聊。凌云墨给呆小妹使了个眼神，说好嘞。跟着凌云墨这么长时间了，呆小妹也养成了一颗七窍玲珑心，走到呆妈身边，和她一起往坝子上走去，边说边和她解释为什么要收王建国的礼物。呆小妹解释倒是和事实差不多，呆妈最后也是明白了过来。第227章大结局。呆妈虽然是想通了许多，但是还是生怕给小林造成麻烦，提着礼物正准备去还给凌云墨，幸好呆小妹看到阻止了，不然这个场面一发不可收拾。这边凌云墨正准备和两位老总回去，这时贾维斯在脑中想起，又有一大波人向这边赶到，不过大多都没有恶意。凌云墨闷声着了一声，看来不战到天黑是回不去了。两位，你们先随着这条路进去吧，前方又来客人了，招呼不周，抱歉。凌云墨礼貌地鞠了个躬。没事没事，林总您忙，我俩自己进去就是。说着两人便互相寒暄着进了屋内。这边呆小妹一看时间，怎么凌云墨还没回来，有些担心，于是便出去寻找。老公，你怎么还在这？我以为你早就回去了。这就一起回去。凌云墨宠溺地摸了摸呆小妹的头。这时呆小妹开启了直播。有没有想我呀各位？开篇暴击。什么时候呆总直播能不撒狗粮啊？呆总这是在哪儿？怎么这么热闹？难不成呆总吃席去了？兄弟你这话意味颇深，这好像是呆总家。刚开直播，一大片的人已经把弹幕给刷爆了。今天各位怎么这么积极啊？说着呆小妹头还不忘往凌云墨身上靠了靠。呆总就别搁这儿恶心人了吧，天天吃狗粮是要反胃的。听说今天呆总那儿来了不少商业巨鳄，好多外国的大头直接打飞的，就是为了来见我们林总的。林总怎么又成你们的了？林总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快别说了，你可以滚出直播间了。说回正题，今天什么日子？怎么这么多人都来拜访林总啊？好像是因为两个有名的商业巨鳄先杀到林总身边的。看来呆总家里这顿席不简单了，我们这辈子都吃不到这样的席。不说了，明天就打飞的去偶遇。好啦好啦，你们就别猜了，
现在我就带各位看看这顿丰富的席。这边镜头已经切换，桌上的山珍海味数不胜数，价值不菲的酒每桌都有，顿时直播间蛙声一片。这确定是正常人能吃到的席，这辈子都没这个命。这边呆妈已经把该准备的准备好了，以为自己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大驾，没想到大厨一来，呆妈才是厨房里多余的一个。想着帮忙端菜总可以吧，没想到在端菜这方面自己也是多余的。呆妈顿时有一些手足无措，只好默默进到房间里，悄悄看了眼窗外，外面全是有钱人。呆妈这辈子没想到自己还要经历这么震撼的场景。呆妈呆爸互相看着对方，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这边小小的乡村坝子瞬间成为了上等交流会，大家都互相寒暄着，时不时有服务员端着酒游走在坝子里。虽然是乡村坝子，但是莫名感觉非常融洽。大家快看呐，没想到我呆小妹这个小小的乡坝子也能高级一回。这边呆小妹眼神示意了下凌云墨，凌云墨立即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便开始去和各位应酬了。呆小妹便带着粉丝们转了一圈，就关掉直播了。呆小妹也不太喜欢这种聚会，便早早的进了房间，百无聊赖的玩着手机，玩着玩着就睡去了。等到凌云墨把一行人送走，已经是深夜了。按了按太阳穴，进了房间，才发现呆小妹已经呼呼大睡。凌云墨宠溺的看着她笑了笑，蹲下身子来，轻抚着她的秀发，捏捏她的脸蛋。这时呆小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着凌云墨的脸，呆小妹温柔的笑了笑，轻轻摸着头，累不累？看到你我就不累了。俩人深情的望着对方，吻了上去。1小时后，呆小妹躺在凌云墨的怀里，媳妇儿，我们可能要提上日程了。怎么啦？怎么突然要回去了？不是说再待2天吗？我们再在这里待2天，这个村子可能就会人满为患了。呆小妹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这么个理。那好，我跟你一起走。说完，凌云墨亲了亲她的额头。2天后，呆妈，真的不再多玩2天吗？妈，再玩2天，我怕这小地方容不下那么多人。那好吧，我也就不留你们了。你们注意安全。等你想通了，您二老记得来魔都和我一起生活。妈，这边我留了些营养品之类的东西在家里，你和爸记得吃。凌云墨说完，又提了一大袋东西给呆爸。妈，那我们走了哟。好，你们路上慢点。这边2人已经上了车，出发。2小时后，媳妇儿，醒醒，到地方了。呆小妹揉了揉模糊的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风水龙穴。哇，这什么地方啊，老公？我爷爷便葬在此处。呆小妹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的，可以称得上的是仙境地方。我老公果然不是什么普通人。这边呆小妹想拿出手机给粉丝看看这犹如仙境般的地方，但仔细想想，这样做确实不妥，便乖乖的凑到凌云墨跟前。进去之后，呆小妹一直觉得此地不简单，可是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便再也没多想。来到爷爷墓前，呆小妹静静地看着凌云墨给爷爷聊天，看着看着便入迷了。她似乎越来越爱这个男人了。媳妇儿，你也来和爷爷多聊聊天吧。我去转转。好的。这边呆小妹已经开始和爷爷聊了起来。凌云墨四处观察着这个风水龙穴，果然来头确实不小，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一些很稀有的宝石。媳妇儿，天黑了，准备走吧。我这就来。爷爷你放心，我肯定会照顾好凌云墨，我不会辜负您的。说完，呆小妹一路小跑到凌云墨身边。走吧，老公，我们下次再一起来看爷爷。叮，下个签到点郊外别墅。温馨提示，此处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才能得到最终奖品。凌云墨的脸上浮现出了疑惑的表情，不过一切得等到了才知道。凌云墨一直怀疑，这次郊外别墅很有可能是签到中地。一切得到了才知道，没几个脚程便到了郊外别墅。首先是一条石块路，铺得不规则，但却很美，两边都种着各式各样的花，一阵阵花香。别墅和大门之间便是一片很大的花园，还存在着一片空旷的草坪。少爷，您来了。别墅中有5、6个佣人，还有2、3个园丁。这里好美。呆小妹一脸惊喜地看着凌云墨。你喜欢就好。别墅周围都是巨大的松树，宛如世外仙境。郊外别墅签到，凌云墨在心里默念道：叮，恭喜您来到了最后一处签到点，请领取您的任务。需等到呆小妹生产完才能签到领取奖励。这里好美啊，好想一直待在这里。之后还有什么事吗？那我们就一直待在这等小宝宝出生再走好不好？老公你真好。呆小妹走过去抱着凌云墨。安顿好后，呆小妹似乎忘记自己还有什么事没做。直播。她赶快悄悄混进直播间，发现里面直接炸了。那个女人怎么消失1天了？不会和我的林哥哥私奔去了吧？难道呆总从此以后退出主播界了？死女人有了男人就忘了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臭女人。呆小妹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直播打开。嘿嘿，大家好啊，最近怎么样啊？我又回来了。呆小妹一脸抱歉地对着屏幕。哇，死女人，你终于回来了！你还记得我们各位，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还以为你带着我的林哥哥私奔去了呢。没有，抱歉各位，今天是林总爷爷的忌日，所以才一直没有开直播。好吧，那我就勉强原谅你。之后，呆小妹又带粉丝参观了郊外别墅。林云墨每天都细心照顾着她，肚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大。当然，就算怀着孕，呆小妹也没忘记她的老本行。2月后，婴儿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这边直播间虽然没开，但是粉丝都知道应该都生了。我们马上就要有个小呆总了。经历过当爸爸的惊喜过后，叮，恭喜你签到成功。您获得的奖励是1，再穿越到一个新的平行世界；2，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3，回到原来的世界。林云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些我都不要，我只想留在这儿，可以吗？好吧，但是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有新系统，也不会再拥有新奖励，你只能在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再也没有穿越的可能性。好的，没问题，我留在这儿。和您合作很愉快，祝您生活愉快。林云墨一脸问号，怎么这么像客服？不过他也没多想，转头便向屋里走去。呆小妹和孩子都盯着林云墨笑着。此时林云墨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这一切都很值得。他走向那个他一直向往的幸福的生活。